校花和我是死对头，我转职变异职业种植师，他就转职隐藏职业剑仙。然而我被同学们嘲笑是个垃圾，他却被老师们视为全校骄傲，只因种植师是由生活职业农民变异而来，唯一的攻击手段就是通过孕育植物替自己战斗。可是这些植物的强度都低得离谱，不但孕育所需的时间极长，并且往往几十只才能战胜一个同级别的小怪，而剑仙却是战斗职业中的佼佼者。曾有一位剑仙前辈，仅是一招大河之水天上来，就力压众多天骄称霸一个时代。面对校花以及众人的嘲笑与轻视，我不但没有任何受挫，反而心中窃喜，因为这个世界的人转职之后都会觉醒一个天赋，用以增加自己的职业强度，而我的天赋正是绝对强化，可以将任何东西或者能力强化到顶级状态。只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冷却时间极长，因此我要慎重考虑将这个天赋给予哪个方面。正当我还在思索之际，突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拍了拍，抬头一看，却是满脸遗憾之色的校长。只不过我抬头的瞬间，他遗憾的神色立即变为了鼓励，并且表示转职仪式结束后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我一愣，心中满是感激。校长见自己低头不语，肯定是以为我受到了巨大打击才出言安慰。虽然转职仪式还在继续，但是全校师生的目光几乎全部集中在我身上，同学们都竭尽全力的对我进行讥讽。年级第一就转职了个种植师，以后给校花苏淼月提鞋都不配，叹息者亦不在少数。本以为转职变异职业能够一飞冲天，却没想到脸黑转职种植师只能当个炮灰。纵然千万种目光都与自己无关，我平静地走回队列，恰巧与众星捧月的苏淼月进行了一次对视。此时的他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火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冷漠与不屑。在他看来，以后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很快转职仪式进行到了尾声，不同阶层的职业者们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战斗职业者们忙着组队，讨论要先去哪片区域练级，生活职业者们也不闲着，纷纷寻找相关的生活职业达成互助约定。而我则是跟着校长江天明来到了校长办公室，在等待片刻后，就见校长拿着一个木盒递到了自己手里，映入眼帘的就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5颗种子，分别是1棵孕育型植物生命妖精树，以及4棵战斗型植物。我心中一惊，要知道妖精树可是普通级植物中最吃香的一种，因为它可以通过喂养能量属性，诞生出不同的小树妖替种植师战斗。我深吸一口气，满怀感激地看向校长，表示自己必将不辜负他的期望。而校长只是对我摆了摆手，脸上透露着欣赏和惋惜。离开校长办公室后，我立马来到了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准备将5枚种子进行种植孕育。而在此之前，我也明白了绝对强化应该给予哪一方面，正是自己的职业被动种植空间。随着绝对强化的使用，我的种植空间出现了巨大波动，在一阵天崩地裂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无上圣土。在这圣土中种植的植物可以得到大幅度强化，并且每次转植可以将一种植物作为本命植物，它可以极尽升华，还可以瞬间成熟。当我迫不及待地将5枚种子种入无上圣土，只是刹那间5株嫩芽便破土而出，疯狂生长。在我又将妖精树指定为本命植物后，它更是在一瞬间化作一棵几百米的参天大树。紧接着我将身上唯一的一盒火系魔晶放在世界树根部，随着一颗颗魔晶快速分解，一颗火红色的果实从树上自然脱落，化为了一个可爱的少女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火精灵，但是2个基础技能居然都是禁咒。我火热地看向世界树，现阶段的世界树平均每个月都能够孕育1只原初精灵，若是想要加快速度，就必须提供足够的能量。一穷二白的自己想要通过氪金去孕育精灵，完全就是做梦。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怪物身上薅羊毛。不过我没有立即去城外的野区，而是先前往职业者超市采购一些战斗所需的用品。正当我专心挑选商品之际，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耳畔响起，一起出城升级去，为下周的新手副本做准备。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发小李威，他的4周还跟着几个面色不善的职业。不等我开口，一名抱着重剑的男生就表示不满，刚转职的种植师根本没有丝毫战斗力，即使培养好了植物，也只是当炮灰的料。旁边一名少女更是直接摊牌不装了，要是种植师加入这个小队，自己宁愿退出另找他人。我不怒反喜，就在刚刚还在想着怎么拒绝好兄弟李威的好，没想到他的队友们这么傻。要知道自己的火精灵起手就是禁咒，要是带着这些人还得花心思保护他，免得他们被禁咒的余波给全秒。不等李威还想开口，我连忙向其表示新手副本在一起下，随后便自顾自地离开了职业者超市。而我的下一站就是城外的新手练级区。此时练级区中已经有转职者正在与怪物搏斗，大部分都是组队行动，也不乏有信心爆棚者选择单打独斗。我扫了一眼这块区域的野怪长牙兔，属性低得离谱，这也意味着它并不能给练级者提供大量的经验值。于是我拿着地图决定直接越过长牙兔区域，向更高级的练级区进发。一连穿过3个中立生物的区域，我才在一片草原前停了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凶狠的野狼，他们也不是什么中立生物，而是会主动攻击职业者的敌对野怪。我立马召唤出火精灵上前迎战，只见火精灵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就要释放禁咒，我连忙将其打断。若是禁咒的范围过大，吸引了惹不起的存在，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火精灵只能无精打采的拿着自己一双小拳头朝狼群袭去，仅是一个照面10来只野狼便倒在了火精灵的16群下。更令我惊喜的是，居然还掉落了一件白色的装备，不过由于并没有任何特殊属性加成，便被我直接扔进无上圣土，当做世界树孕育原初精灵的肥料。随后便带着火精灵在野狼区域继续前进，很快又碰见了一群聚集在一起的野狼，结果都被火精灵轻松拿捏，我的等级也迎来了首次升级。然而令我郁闷的是，自己的属性加成居然只有火精灵提升的
1/50，这么看来种植师确实够拉胯。一不做二不休，我继续带领着火精灵在这片区域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戮。若是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野狼的尸体铺满地面。就在我正沉浸在这种高效率的练级中时，远方的丛林中传来一声悠长的吼声，我心中一顿，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看来大量的杀戮将区域 BOSS 引出来了。与我相反的是，火精灵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紧张，反而透露着兴奋。很厉害的大家伙出现了吗？终于能让我好好的打一架。紧接着，在我们不远处的草丛中出现一道漆黑冷冽的黑影，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这个方向。居然是他！火精灵原本兴奋的表情也变得眉头紧。一头高大神俊的白色巨狼从小丘的背面缓缓踏了出来。巨狼的体长足有4-5米，差不多等于一辆小轿车的长度。它通体雪白无瑕，四爪根部则是纯黑色。BOSS 白狼的身边还有着几头3米多长的巨狼，应该是精英怪。除此之外，四面八方不断有野狼奔袭而至，加入白色狼王的麾下。看来要放弃了。陈宇脸色一沉，倒不是说小燕一定打不过白狼 BOSS， 而是他这个主人拖了后腿。从他走进野狼区域开始，怪物的攻击目标就一直是他。就算小燕伤害爆表，也拉不到一点仇恨。毕竟他那么小，又会飞，像一只没什么肉的小鸟一样，狼群是绝对不可能去攻击这么一个单位的。现在陈宇的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野狼，旁边还有狼王和精英怪虎视眈眈。小燕自己没事，甚至能够继续展开屠杀，但他不一定能把陈宇照顾周全。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禁咒技能，一瞬间将狼群全部清空。但禁咒技能前摇很长，至少要念咒好几分钟，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使用的。要不要躲到无上圣土里试试？恐怕也不行。作为狼王的仇恨对象，陈宇一旦消失，狼王也会跟着消失，不会站在那里等你择日再战。咦，等等！刚才陈宇用意识扫描无上圣土，突然发现之前种下的打人藤已经长到了10多米长。正常情况下，打人藤成熟也就只有7-8米，怎么可能成长到这种长度？陈宇连忙查看一颗打人藤的属性面板，荆棘藤鞭进化中，品阶稀有，等级2，属性力量78，敏捷82，体质102，精神35，天赋流血 LV1， 荆棘藤鞭在造成伤害后会使被伤害的单位受到持续流血伤害。技能猛力抽打 LV1， 死亡缠绕 LV1， 很好。陈宇大喜，打人藤已经进化成为了稀有品阶的荆棘藤鞭，而且属性超高。普通野狼最高属性是敏捷，大约在40点左右，其他属性都偏低，只有30左右，精神更低，不会高于20。打人藤的属性是普通野狼的2倍还多，可能还要略高于精英野狼。如果小燕足够强大，能对付大部分小怪以及精英怪和白狼 BOSS。4颗荆棘藤鞭负责捕漏守护陈宇，想必能够把这个 BOSS 给攻略下来。山丘之上的白狼 BOSS 一声长啸，狼群得到进攻的信号，不再忍耐，纷纷向陈宇冲来。小燕漂浮在空中，身周浮现出无数乒乓球大小的火球，如同加特林一般，向着四面八方冲过来的狼群开火。轰轰，火光闪耀间，狼群死伤无数，伴随着的是不绝于耳的击杀提示：击杀13级野狼，经验值加13；击杀14级野狼，经验值加14；击杀13级野狼，经验值加13。小燕，你去攻击白狼 BOSS 和精英怪，小怪暂时可以不用管。陈宇向着小燕喊道。可是主人你怎么办？小燕迟疑。作为神话级生物，而且还是陈宇的宠物，他自然能分辨出陈宇本体的战斗力不强。不用担心，他们会保护我。陈宇心念一动，将4株荆棘藤鞭召唤了出来。4株海碗粗细10多米长，通体长满骇人倒刺的藤条，出现在陈宇身边，从4个方向将陈宇紧紧护在中间。可是他们好弱啊，能够保护好主人吗？小燕一边发射火焰弹，一边打量着4株荆棘藤鞭。他感觉自己一个指头就能戳死一根藤条，这样的生物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得了主人呢？你去吧，只要 BOSS 和精英怪不过来，我都不会有事。陈宇控制着4根藤条，将自己围绕起来，形成一个栅栏。这样一来，冲过来的狼群就无法第一时间攻击到陈宇。即使有野狼能够攻破防御，陈宇也有时间反应。自己这边支持不住了，再将小燕叫回来，开路逃跑也还来得及。小燕感受到了陈宇坚决的心意，不再迟疑。他再次凝聚出一大片小火球，向四周散射，清空了一大片狼群，然后迅速向着白狼 BOSS 飞过去。白狼 BOSS 的智慧很高，看见小燕向自己这边冲过来，立马警觉起来。嗷！白狼一声短促的吼叫，围绕在他身边的狼群顿时向着四面八方散开，就连那几只精英级的野狼也飞快的逃离。他见识过小燕的攻击方式，知道聚在一起只会成为靶子，所以才遣散了手下。小燕并不理解这些狼为什么跑掉，但白狼 BOSS 身边空了，正好让他能专心输出白狼。正当小燕凝聚出火球，准备的释放的时候，身后传来陈宇的喊声：小燕，先干掉精英怪，别让他们攻击我。此时已经有几头野狼冲到陈宇附近，荆棘藤鞭将藤条挥舞得密不透风，少量的野狼根本无法靠近。最先冲过来的几头野狼挨了一鞭子，被抽飞出去，躺在地上鲜血直流，生死不知。但是陈宇发现白狼 BOSS 身边的精英怪野狼已经有2头向着他这边冲过来了。荆棘藤鞭或许能战胜单个的精英怪野狼，可一旦被精英怪纠缠，其他普通野狼就能找到机会攻击陈宇。所以陈宇只能指挥小燕先解决精英怪。好的主人。小燕连忙调整目标，将一波小火球全部射向精英野狼。轰隆一阵爆炸声之后，总共5头精英野狼已经全部死无全尸。精英野狼死亡，陈宇彻底放下心来，操控藤条防御反击。嗷！
白狼 boss 心里憋屈，愤怒地向着小燕吼叫了一声，却不敢轻举妄动。小燕是飞行单位，她没有远程技能，攻击不到，而且她也不敢贸然冲上去攻击陈宇，给小燕制造良好的打靶机会。白狼 boss 不动，小燕可不会和他对峙，直接就是一片火球撒了出去。大部分火球目标是狼群，其中还有几颗攻向白狼。白狼不敢怠慢，连忙向着后方跳开。轰！火球在白狼面前爆炸，强烈的劲风带着弥散的火焰波及到了白狼的身体。顷刻之间，白狼的大半毛发被烧焦，变成了黑白狼。他的一根前爪因为躲避不及，被火球爆炸的余威炸断。咦，这么弱？小燕疑惑地看向白狼，这个在主人口中能和他正面一战的大家伙，怎么连他的试探性攻击都没接下，直接少了半条命？这也能和我势均力敌？主人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小燕摇了摇头，否认了刚才生出的白狼 boss 很弱的想法。对方毕竟是 boss 单位，有很高的智商，说不定他只是在示敌以弱，引诱他靠近，然后再给予他致命一击呢。绝对不能轻敌冒进。小燕的双手前伸，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火球在他的身前形成。想骗我？不可能！上百火球齐发，组成一片弹雨，将白狼 boss 笼罩其中。白狼 boss 刚才前爪受伤，灵活性已经大不如前，又怎么可能躲过这样的攻势？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球临身，在最后的时刻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轰！爆炸伴随着轰鸣与火光，激起漫天尘土。与此同时，陈宇收到了天道提示，击杀20级区域 boss 白狼王，经验加20000。这么快就解决了？这 boss 是不是太弱了？陈宇看向漂浮在半空中的小燕，不，这绝不是 boss 太弱，而是小燕太强了。需要100名精锐15级职业者完美配合才能击杀的 boss， 不可能弱。只能说，身为世界树上诞生的原初精灵，小燕的战斗力太过离谱。此刻，陈宇才对自己拥有的无上天赋绝对强化有了一个模糊的认知。仅仅只是强化产物无上圣土的副产物世界树上诞生的附属生物，就有如此强悍的实力。被直接强化的对象又将拥有怎样恐怖的力量？可惜，绝对强化天赋已经陷入了冷却，无法使用。陈宇的期盼也只能等待绝对强化天赋冷却完成，才能进行验证了。白狼 boss 被击杀之后，狼群没有了领袖，立即乱哄哄的四散而逃。小燕追杀了一会儿，又刷到了大量的野狼，才回到陈宇身边。由于白狼和狼群给到的高额经验，陈宇的等级已经升到了8级，相应的，等级与陈宇关联的小燕也升到了8级，属性翻了1倍还多。陈宇走到白狼 boss 惨死之处，找到一个紫色宝箱。凡是 boss 被击杀后都会掉落宝箱，宝箱分为白色、蓝色、紫色、橙色、彩色，分别对应能开出物品的保底品质：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神话。紫色宝箱最低也能开出史诗级物品。哇，主人，你要开宝箱了吗？会开出厉害的武器装备吗？小燕飞了下来，满含期待地看向陈宇。毕竟是人生中第一次开宝箱，陈宇觉得应该有点仪式感。以前听说摸一摸美女手气会变好，可惜现在身边没有正常美女。于是陈宇将迷你美少女小燕抓了下来，握在手中狠狠搓了几下，然后在小燕懵逼的表情中开启了宝箱。恭喜你开启紫色 boss 宝箱，获得白狼王全套1双，史诗品质；获得侦探眼镜，稀有品质；获得狼皮风衣，史诗品质；获得金币30枚。白狼王全套，品质史诗，佩戴要求等级20，力量60+，敏捷60+，战士类职业。效果：力量加20，敏捷加30，攻击造成持续5秒的流血伤害。狼皮风衣，品质史诗，佩戴要求等级20，敏捷50+。效果：敏捷加20，体质加20，佩戴部位防御力提升。侦探眼镜，品质稀有，佩戴要求5。效果：每分钟可使用1次探查术，探查目标信息，等级差距越大，获得信息越少。2件史诗装备都是20级的，陈宇无法穿戴，但侦探眼镜可以直接佩戴，而且这绝对是一件实用性爆表的装备。之前陈宇对于怪物的理解全部来自于书本，来自于学校的授课，真正遇到怪物的时候，只能凭借怪物的外表，结合所学的知识来进行判断。碰见白狼 boss 这种没学过的，就两眼一抹黑了。拥有无上天赋之后，陈宇的层次已经与普通学生不同，碰到未知事件的概率会更大。侦探眼镜可谓是一场及时雨，除了狼王爆出的宝箱、野狼小怪和精英野狼，也零零星星的爆出了一些物品，大部分是白装和铜板，蓝色稀有装备只有1件。总结收获，一共是43件白板，2件蓝色稀有，2件紫色史诗，以及接近32个金币。收获不可谓不大。这个世界中，金币作为通用货币，购买力很强。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1铜币可以看作地球的1块钱。32个金币就等于是32万块了。普通人几年都未必能赚到这么多。而且重头戏还不是金币，而是2件紫色史诗装备。1件20级的紫色装备，价值大约在100金币左右。像白狼王全套这种附带额外伤害的武器，价格还会更高。白色装备不值钱，陈宇直接埋进无上圣土当做肥料。至于蓝色装备和紫色装备，还是卖掉换金币比较好。此时天色渐暗，陈宇不打算熬夜干经验，于是离开了野狼区域，开始向城区返程。走过林地梅花鹿区域，看着那一只只正在悠闲吃草的中立梅花鹿，陈宇忍不住戴上眼镜，丢出一个探查术。梅花鹿，模板，小怪，等级8，属性力量25，敏捷28，体质23，精神15，非常柔弱的小野怪，与书本上描述的没有差距。由于陈宇没有派下任务，小燕一路上非常悠闲。看见和他同样悠闲的梅花鹿，
忍不住飞到一头梅花鹿的脑袋上，揪了揪它的耳朵。哟！梅花鹿吓了一跳，四处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攻击它的生物。小燕顽皮地冲着梅花鹿做了个鬼脸，然后笑嘻嘻地飞回陈宇身边。梅花鹿林的前方是一片山区，其中的怪物是4到5级的中立小怪小野猪。火球术！一声娇喝传来，不远处亮起一抹火光，紧接着便是一阵鸡飞狗跳的嘈杂声响，随后又是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陆萍萍，你跑什么？把怪拉住！”李嫣然继续法术输出：“刘子欣，注意治疗陆萍萍，不要慌，不要乱，我拉到仇恨了，快掩护我！”苏淼月感觉今天简直是糟糕透了。转职隐藏职业剑仙之后，他志得意满地组织了一个6人队伍，怀着大干一番的心态出城刷经验升级。最开始还好，在1级怪物以及2到3级怪物的区域，整个队伍井然有序。在整个队伍全部升到2级之后，由于嫌弃大白鹅经验值太低，苏淼月毅然带领队伍前往4到5级的小野猪区域。他认为凭借自己强悍的输出能力，越级打怪根本不成问题。然而刚刚开第一个怪，现实就给了他狠狠一耳光。面对5级怪物小野猪，他队伍里的骑士职业者根本扛不住伤害，只是一个照面就被小野猪顶飞了。血量损失超过1/3的骑士陆萍萍慌了，直接跑路，导致乱了仇恨。他2个技能下去，消掉了小野猪半管血，只要再来一轮就能击杀。可怪物没有给他释放第2轮技能的机会，小野猪横冲直撞之下，整个队伍顿时乱了套。他竭尽全力指挥，也没能挽回局面，甚至就连他这个高贵的隐藏职业者都被小野猪顶了一个平杀落雁式。虽然凭借优质的装备以及充足的药剂，大家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这实在是太狼狈了。一个区5级的野怪，竟然就能让他的队伍手忙脚乱。正在这时，一个身影背向夕阳，向他这边走来。那不可一世小野猪看见在场还有人敢站着，顿时撩开蹄子，向着那人冲了过去。小心！苏淼月本能的高喊一声。那人孤身一人，又没有穿戴装备，显然不是出来打怪升级的，很可能是到周边绘制地图或者采集药材、挖矿的生活职业者。对方因为自己的莽撞遭了无妄之灾，这让苏淼月骄傲的内心充满了愧疚。快救人！苏淼月强忍疼痛，想要起身，然而来不及了，小野猪已经冲到那道身影的面前。苏淼月瞪大了眼睛，焦急地等待技能冷却。要是对方因为血量不足而直接死亡，他会内疚一辈子。可是下一刻，砰！一声闷响，小野猪直接倒飞了出去，当场暴毙，甚至整个猪身都被巨力打变形了。原来是高手！苏淼月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物，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优雅一些，然后走上前去，准备道个谢。毕竟是自己乱开怪导致队伍受损，而对方解决了自己的困境。只是苏淼月还没有开口，就听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苏淼月，你们在这里练级吗？遇到了什么？怎么搞得这么狼狈？”陈宇看着这一地横七竖八的新手职业者，以及衣服都破了的苏淼月，不禁有些疑惑：能把一个隐藏职业的转职者打成这样，难道碰见区域 BOSS 了？但是他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区域 BOSS 的身影。而且据他所知，低级中立小怪区域是不会刷新区域 BOSS 的。你是陈宇？苏淼月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少年。上午转职的时候，他可是一直关注着陈宇的。陈宇的职业难道不是种植师吗？他一个种植师跑到这里来干嘛？难道是想碰运气，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植物生命种子？可刚才那头小野猪怎么回事？那个小野猪的血量还有至少1/3，怎么会跑到陈宇面前，突然就被秒杀了？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在，只能是陈宇在出手。可是种植师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伤害了？要知道他这个3级的剑仙隐藏职业，一个技能下去也才能打掉1/4左右的血量啊！你不认识我了？陈宇笑道，虽说咱们见面不对，但还是有过几次合作，不至于这么见我吧？对了，你还没说呢，你们怎么搞成这样的？碰见什么隐藏怪了吗？怪物往哪边跑了？不论是什么地图，都可能有一些不守规矩、四处乱窜的隐藏怪物。隐藏怪实力可强可弱，但爆率一定很丰厚。陈宇认为，既然苏淼月碰见隐藏怪没实力打下来，那么他出手也不能算抢怪。不知道去哪儿了，刚才我的队伍都被冲散了，大家都没注意。苏淼月背着双手，食指不断搅动，眼球微微上扬。姓陈的既然说有隐藏怪，那就有吧。他总不能说自己一个隐藏职业者带队，差点被一个5级小野怪给团灭吧？丢不起这人，更何况还是在他一直想要比下去的陈宇面前。告诉我隐藏怪在哪，如果我抓到了，收1分你1成怎么样？陈宇不死心地问道。真不知道去哪儿了。苏淼月尴尬的差点用脚趾头抠出个防空洞。好吧，你们继续练级，我先走了。陈宇心中充满遗憾，隐藏怪绝对是一笔横财啊！可惜苏淼月这妞小气，自己没实力拿不下，也不肯告诉他。哎，等等！苏淼月喊道。什么？陈宇回头，面无表情。我想问问，刚才那个小野猪就是你杀死的那个？苏淼月想要旁敲侧击一下看看，陈宇是哪来的这么高伤害？呵呵，你不会让我陪你吧？陈宇眉毛一挑，周围这么多，你不会自己再去开？而且那个怪应该是你们开的吧？这可是你们自己拉不住仇恨跑我这边来的，都撞我身上了，难道我还不能打死，得捉回来让你们杀？说罢，陈宇头也不回的径直离开。哪来的大小姐脾气？谁他妈惯着你？苏淼月张了张嘴，最终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他知道陈宇肯定是误会了什么，但是他是无法去澄清这种误会的。难道他要去低声下气的和陈宇说清楚，刚才挑翻我们整个队伍的根本不是什么隐藏怪，而是你一脚踢死的小野猪？我只是想问问你怎么秒杀掉小野猪的，并不是怪你强
抢了我的怪。开什么玩笑？他可是出身于职业者世家的隐藏职业者，这么丢人的话怎么说得出口？职业者交易中心是整个江阳市最繁华的所在，大部分出售职业者相关物品的商店都集中在这一区域。陈宇找了一家规模和口碑都很不错的店铺，将2件紫色装备和1件蓝色装备出售，和之前估计的价值相差不大。3件装备一共为他带来了280金币的收益，金币他没有留着，而是全部花掉，购买了植物生命种子和大量的魔晶。回到学校宿舍，陈宇立即进入无上圣土，将魔晶喂给世界树，然后又将植物种子全部种下。不一会儿，魔晶全部被吸收，原初精灵的孕育进度增长了10%多一点，加上每天自然增长的3%，下一只原初精灵的进度达到了13%。新买的植物种子是20株打人藤以及10株毒百合。毒百合是普通品阶植物，自身输出能力不强，但是可以散播毒素，给敌人施加减益状态。根据之前那4株打人藤的经验判断，明天早上这些新买的植物就能成熟，并且晋升到稀有品阶。陈宇从无上圣土中退出，准备好好睡一觉，然后明天继续干经验打钱。正在这时，宿舍的房门打开，浑身脏兮兮的李威走了进来。一中的宿舍是4室1厅的结构，每间宿舍分配到4个学生，但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房间。老陈，你在啊？你的植物生命培养的怎么样了？李威将身上的装备脱了下来，直接丢在地上。挺好的，陈宇笑着说道。你呢？今天升到几级了？5级有吗？5级？李威嘴角一抽，哪有那么快？3级都还差一点呢。3级都还差一点。陈宇诧异，你们该不会一天都在打兔子吧？怎么可能？李威神色骄傲，以我们的队伍配置，打兔子那不是浪费吗？兔子只是用来熟悉队伍配置的，我们全员升到2级过后，就直接去打大鹅了。不是我自吹自擂，也就是有我这个盾战士在，敢直接2级就去打大鹅。其他队伍大部分都得在1级怪的区域升到3级才敢往前走呢。陈宇指了指地上破破烂烂的白板装备，调笑道：打个大鹅就给你啄成这样，去，你懂什么？李威恼怒的摆了摆手，我这还算好的，你看隔壁班的骑士王连成屁股都给夹肿了。对了，你的植物什么时候弄好啊？要不你明天先跟我一起去升级，我听说了的，种植师培育植物，只要准备好材料，在一边放技能就好了。可别！陈宇连忙摇了摇头，让我去吃白食，你的队友都杀了我，临时队友而已。李威撇了撇嘴，大不了换一批。哟呵！陈宇眉毛一挑，李大官人，我看你队伍里有几个不错的妹子，可是很中意你的啊，怎么吃干抹净就像不认账？嘿，你还别说，说起女生，李威眉飞色舞，今天有个弓箭手妹子都和我牵手了，进展这么快？陈宇诧异，那当然，你不看看我是谁？我跟你说啊，当时是这样。李威一通添油加醋的半边半讲之后，陈宇猜出了事实真相，大概应该就是李威口中的弓箭手妹子拉到了仇恨，被怪物追着打，跌倒在地，然后李威援护过去，挡住怪物，把妹子拉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牵手。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孤单，老子会回来，早就去妹子宿舍过夜了。李威拦住陈宇的肩膀，得意洋洋地说道：滚球，别 TM 套近乎，老子不搞基。陈宇嫌弃地将李威的胳膊打掉，明天还要出去打怪，今天又比较累，李威也没有纠缠着陈宇开宿舍夜谈会，聊了几句就非常自觉地回房睡觉去了。陈宇也回到房间，却没有急着睡觉，而是进入了无上圣土。李威刚才提醒了他，他是有技能可以使用的，加速生长 LV1 使植物生命生长速度略微加快，植物强化 LV1 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 10%， 持续100秒，冷却500秒。由于小燕太强，他几乎都忘记了自己还有2个技能，一转之前学习的技能，每5级可以提升1次技能等级，45级的时候就能提升到满级10级。陈宇现在已经8级，技能等级上限是2级，然而他1次技能都没有使用过，导致技能熟练度还是0。小燕正躺在世界树的树根上呼呼大睡，身体很不雅观的摆成一个大字形。陈宇直接一发植物强化加持到小燕身上，咿呀！小燕顿时跳了起来，一声惊叫，警觉的左顾右盼。主人，有敌人吗？敌人在哪里？在哪里？他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增益 buff， 下意识的进入了战斗状态。没事，世界树下哪来的敌人？陈宇用食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哦，可是主人，你为什么给我加状态啊？小燕落在地上，歪着头不解的看着陈宇。我就练练技能。陈宇尴尬的解释道。实际上，其他植物也是可以练技能的。陈宇只是想要求证一下，小燕算不算植物？现在植物强化生效了，显然小燕看起来是超小型美少女，但在技能判定上依旧属于植物。随后，陈宇向小燕丢了一发加速生长，技能释放成功，但小燕却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长大，属性也没有增加。难道是幅度太小看不出来？陈宇又向着一株刚刚埋下的打人藤来了一发加速生长，周围那有若实质的生命气息顿时向着打人藤汇聚。短短几秒钟时间，这一株打人藤就爆长1米多长。好家伙！陈宇震惊，种植师的加速生长，他是特意去了解过的。这个技能配合各种资源才能释放，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一次1级的加速生长，大概能将打人藤催长个几厘米长度。像刚才那样凭空释放，直接催长1米多长，估计是无上圣土和世界树的原因。再试试。陈宇连续使用加速生长几次之后，打人藤直接进入了成熟期，长到7、8米长。就在他还想继续使用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一股强烈的晕眩感和疲惫感袭来，如同3天3夜水米未进，而且连觉都没睡过一样。失策了。种植师的加速生长技能是会消耗精神和体力的，
陈宇的属性本来就不高，几个技能下去，直接抽光了他的精神力和体力。幸好无上圣土之中不会有任何危险，连蚊虫都没有。陈宇直接躺在地上，倒头就睡。昏昏沉沉中，陈宇做了一个美梦。他梦到小燕长大了，变成了正常比例的美少女。精致可爱的小燕本来就长在陈宇的 XP 上，于是很自然的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故事。爽完之后，陈宇突然醒了过来，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怀中似乎抱着什么东西。睁开眼睛，朦胧间看见一名精灵般的少女躺在自己怀中。我这是梦想成真了。陈宇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怀中的少女。少女抬起头，露出一张没有五官，完全由细密藤条编织的脸。操！什么玩意儿？陈宇大骇，赶紧将怀中的东西推了出去，整个人弹起来退了好几步。不是陈宇胆小，不管是谁，大清早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抱着个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玩意儿，也会吓得六神无主。主人，主人，你怎么了？小燕感受到了陈宇的恐惧，慌慌张张的飞了过来。看到小燕出现，陈宇才安心下来，理智迅速回归。他想起来自己昨晚是在无上圣土中睡着的，无上圣土中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任何敌对生物存在。于是陈宇再次看向刚才被他丢出去的东西，那是一个由藤蔓编织而成的人形，有头颅，有身体，有四肢，但双腿的末端是纠缠的树根，双臂末端不是手，而是几根粗大的荆棘藤条。藤蔓人形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低着头，一副委屈的模样。这是陈宇此时也感知到了，这是他种植的植物生命，于是连忙打开了他的属性面板。荆棘藤妖进化中，品质史诗，等级8，属性力量210，敏捷240，体质300，精神150，技能猛力抽打 LV1，荆棘缠绕 LV1。这是荆棘藤编的进化帖。陈宇感知了一下无上圣土中的植物生命，果然发现昨天的4个荆棘藤编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4株荆棘藤妖。荆棘藤妖有着类似于人的外形，可以凭借双腿自由移动，双腿根须扎入大地，可以迅速恢复血量。双手的藤条不管是抽打还是缠绕，都具有强大的威力，并且由于其史诗级的品阶，属性十分夸张，仅8级全属性就已经远超50级的新手职业者，就算穿戴装备，可能都需要好几个50级职业者才能应付下来。荆棘藤编的再次进化成荆棘藤妖，让陈宇十分惊喜。打人藤的种子埋下去，仅1天多的时间就进化成了史诗级。这个过程属于完全放养，没有花费1分钱的资源，也没有浪费1分钟时间去照顾。荆棘藤妖已经很强大了，居然还在继续进化。无上圣土加世界树果然给力。除了荆棘藤妖之外，昨天新买的打人藤和毒百合也进化到了稀有品阶，具备了很强的战斗力。如果再对上昨天的白狼 BOSS， 陈宇只需要把这些植物往外面一放，甚至都不需要小燕出手，就能原地坐等经验入账了。就在这时，荆棘藤妖再次传来委屈的情绪，他本能的想要靠近陈宇这个主人，但又不敢，因为陈宇刚才对他的态度很恶劣，而且抱有厌恶情绪。哈哈，你很不错，刚才错怪你了。陈宇笑着走到荆棘藤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道是自己的植物生命之后，那恐怖的藤条脸也不再可怕。荆棘藤妖再次抬起头，传来喜悦和兴奋的情绪。再接再厉，多进化几次。陈宇激励了一句，然后退出了无上圣土。昨晚是在房间中进入无上圣土的，退出时也还在原位。陈宇打开门，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漱。李薇已经洗漱完毕，看见陈宇，立即走过来说道：“走吧，今天跟我一起。”“去吧去吧，别耽误我培育植物，等我培育好了再带你升级。”陈宇一边洗脸一边对李薇说道。“行行行，劝不动你。”李薇说道。“那这样，过几天学校开新手副本，你得跟我组队一起进啊，不准推脱，到时候再看吧。”陈宇心中有着些许感动。他转职种植师之后，所有人对他都避之不及，也就李薇还念着以往的情谊，不惜和自己队友反目，也要拉他这个朋友一把。走啦，升级去了。李薇打开门，背对陈宇挥了挥手。他的队友已经在宿舍楼下等他了，以 MT 的队内地位，队友等的也心甘情愿。陈宇洗漱完毕，也离开了宿舍，去食堂吃完早餐，然后又打包了1天的食物，才离开学校，坐车前往城外。依旧是昨天的新手练级点，长牙兔区域已经人满为患。江阳市高中的觉醒仪式并不是同一时间进行，一中最早，其他高中会在一中之后拿走本源之柱，布置转职阵法。经过1天时间，又是好几个高中的学生完成了转职。江阳市周围只有3个新手练级点，1级怪物区域就那么大，人一多起来，怪物就不够分了。一些配置高的队伍受不了那低下的刷怪效率，直接走进2到3级的区域。打倒是打得过，只是不熟悉配合的情况下，难免又是一番鸡飞狗跳。陈宇没有在中立小怪区域停留，直接穿过，向着深处进发。路过小野猪区域的时候，发现苏淼月正在带队刷怪，开怪、拉仇恨、输出，一气呵成，10多秒钟时间就解决了一头小野猪。输出还不错。陈宇本能的观察苏淼月，发现他一个技能就能打掉小野猪1/3左右的血量。小野猪在新手怪中可是出了名的血厚，苏淼月的输出绝对比队伍中其他人加起来还高。隐藏职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职业被动以及技能倍率方面。新手时期，隐藏职业和普通职业的属性成长相同，能在前期属性相仿的情况下，打出远超其他职业的伤害，足以证明剑仙职业的强悍。不过苏淼月再强也终究有限，同等级之下，一株荆棘藤鞭大概能打死数十个苏淼月。当然必须是无上圣土中生长出来属性爆炸的荆棘藤鞭。昨天在对付白狼 BOSS 的时候，2级的荆棘藤鞭立敏双属性就有7、80点，
体质更是超过100点。普通种植师种出来的荆棘藤鞭可没这么恐怖。陈宇用侦探眼镜对苏淼月使用了一个探查术。姓名：苏淼月，职业：剑仙，隐藏，等级3，属性：力量25，敏捷20，体质17，精神13。天赋：职业被动，拔剑术，出窥门径。技能：剑气斩，断水流。厉害了！陈宇赞叹，夸的不是苏淼月，而是侦探眼镜。一发探查术下去，差点把苏淼月的底裤都翻出来。除了自身天赋之外，整个属性面板都被陈宇直接看光了。得到了信息，陈宇没有继续关注苏淼月，向着前方大步离开。剑气斩！苏淼月轻喝一声，挥动手中长剑，一道白色月牙向着小野猪飞去，带走了小野猪最后的血量。行了，大家都休息一下吧，把状态恢复好，等会儿继续。见怪物被击杀，苏淼月收起长剑。我去，累死我了！凭什么我就得冲在前面挨打呀？骑士陆平平抱怨道：“我也想和月月一样，一剑光寒19周，可惜你就是个挨打命，谁叫你是骑士呢？”法师妹子李嫣然笑着说道：“咦，你们看那人也是我们一中的学生吧？还穿着校服呢，他要去哪儿？”谁？苏淼月下意识地看向李嫣然所指之处，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嗨，药剂师或者矿工吧？陆平平大咧咧地说道：“你管人家做什么？药剂师？矿工？”苏淼月看得分明，那人绝对是陈宇。昨天晚上，陈宇也是从高级怪区域的方向回来的，还秒杀了一个小野猪。难道他是去前面的区域升级？苏淼月有些疑惑。前面的区域是6到10级的梅花鹿，一般种植师在前期是没有清怪能力的，就算将第一批战斗植物培育完成，也刷不动梅花鹿。可陈宇不一样，昨天就已经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伤害能力，或许他真能刷得动梅花鹿。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秘密，凭借的是天赋还是什么特殊植物生命？被勾起了好奇心的苏淼月直接向着陈宇的方向追了过去。喂，月月，你去哪儿啊？看到苏淼月丢下队伍跑掉，陆平平一脸懵逼地喊道：“上个厕所，你们先刷一会儿。”苏淼月头也不回，前面荒郊野外的哪有厕所？听到这话，苏淼月脚下一软，差点摔倒，恼怒地回头说道：“我就地解决不行吗？”陈宇航走的速度不算快，很快就被苏淼月追上。不过苏淼月没有招呼陈宇，而是远远地掉在后面。梅花鹿的区域是森林地形，视线受阻严重，声音也十分嘈杂，导致陈宇根本就不知道后面居然缀着个尾巴。没过多久，一头梅花鹿就出现在视野之中。他要动手了吗？第一次尾航帅哥，苏淼月心中有点小兴奋，紧紧盯着陈宇的一举一动。陈宇一步步靠近梅花鹿，苏淼月的小心脏也一点点提了起来。种植师转职之后，可以指定本命植物，并且直接成熟。可是新手种植师只能指定普通级植物为本命植物，孕育型植物的附属生命，单个的战斗力还不如长牙兔，根本不可能打得动梅花鹿。战斗型植物里面也就打人藤伤害比较高，但也不可能单刷6到10级的怪。难道是有人资助他，给了他成熟的高品质植物生命？又或者他的天赋能让植物生命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在苏淼月的不断猜测中，陈宇终于走到了梅花鹿的身边，停了下来。终于要开始了。苏淼月目不转睛，然而陈宇只是伸手撸了撸梅花鹿的脑袋，就从梅花鹿身边走开了。小鹿这么可爱，怎么能伤害它呢？哟，梅花鹿舒服地叫了一声：“苏淼月，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看到陈宇离开，苏淼月无奈之下，只能再次鬼鬼祟祟地跟上去。从梅花鹿区域穿过，陈宇根本没有出手攻击过一次。前方已经是森林地形的边缘，再往前就已经敌对生物野狼的区域了。野狼可是会主动攻击职业者的，他们这个等级的职业者根本惹不起野狼，只要进入那个区域，就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难道他根本不是来升级的，只是随便出来转转，寻找植物种子和野生的资源？苏淼月不禁有些失望。咦，等等，他去哪儿？苏淼月赫然看见陈宇并没有在森林的边缘停下，而是直接走进了草原区域。那可是11级以上的会主动攻击的敌对怪物啊！他在找死吗？苏淼月心中大急。虽然之前看不惯陈宇抢了他的年级第一，更反感学校中传出的关于他和陈宇的八卦，但她毕竟只是个16岁的少女，养在象牙塔中的小白花，不是心狠手辣、杀伐果决的老牌职业者，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起觉醒的同学惨死在自己的面前。可恶！身为年级第一，他难道不知道敌对怪的危险性吗？苏淼月连忙从藏身的大树后面跑了出来，向着陈宇冲了过去。他不敢出声喊叫，因为陈宇已经在野狼的区域之中了，并且不远处就有几头野狼走动，太大声很可能惊动野狼，对陈宇发起攻击。然而由于害怕被陈宇发现自己尾随，丢了面子，苏淼月距离陈宇至少有几十米距离，就算全力奔跑，也不可能第一时间追上陈宇。当苏淼月跑到森林边缘的时候，陈宇已经走进了几头野狼的仇恨范围。呜，3头野狼嚎叫一声，向着陈宇发起冲锋，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已经冲到陈宇面前，向着陈宇扑了上去。完了！苏淼月绝望地闭上双眼，不敢目睹接下来的血腥场面。砰砰砰，几声闷响传来。爸爸说过，战斗职业者每天都游走在生死之间，刀锋之上，我必须习惯血腥，习惯死亡。如果这样的场景都不敢面对，那我还如何成为一个强者？如何与那些恐怖的怪物战斗？数秒钟之后，苏淼月艰难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隙，看向陈宇所在的方向。然而，想象中的残酷场景并没有出现。躺在地上的不是陈宇，而是几头野狼的尸体，而陈宇则是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连衣服都没有乱。他的身边站立着4个人形生物。
人形生物的双手连接着数根齐长的青绿色藤蔓，这是什么？苏淼月一愣，植物生命吗？可为什么是人形的？这时，又是一头野狼向着陈宇冲过来。陈宇依旧没有任何动作，一名人形生物将藤蔓扬起，狠狠向着野狼抽了过去。砰！藤鞭抽打在野狼后背上，巨大的力量打断了野狼的脊椎，让野狼以诡异的姿势折叠起来，同时也终结了这头野狼的生命。居然能秒杀至少11级的怪物野狼！苏淼月目瞪口呆。随后，一个人形生物留在陈宇身边，其余3个则是向着周围散去。不一会儿，就将视野之内的野狼全部清空，全部都是一击毙命，干净利落。四周没有了怪物，陈宇继续向前走去，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一座小丘背后。他竟然这么强，转职第2天就能毒刷10级以上的区域。我这个隐藏职业却连小野猪都打得这么艰难，我还算什么天才？苏淼月望着陈宇离开的方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随后，他的心中又泛起疑惑：种植师真的有这么强大吗？那4个人形的植物生命到底是什么物种？天赋催生的，还是别人资助的？心绪乱成一团的苏淼月无精打采地回到小野猪区域，他的队伍正在攻击一头小野猪，并且已经打掉了2/3的血量。月月，你终于回来了，快输出！陆平平看见苏淼月，兴奋地大喊：剑气斩！苏淼月一道技能丢出，将小野猪斩杀。可是，在见识过荆棘藤妖轻松写意击杀野狼的画面后，曾经引以为傲的伤害让他感到有些羞愧。你去哪了，月月？陆平平走过来，搂着苏淼月的脖子，笑嘻嘻地说道：消失这么久，信息也不回，我们都以为你被隐藏怪叼走了呢。苏淼月打开好友面板，上面未读消息一大片，几乎全部来自于队友们的关心。没事，刚才迷路了。苏淼月笑了笑，继续刷怪吧。OK， 继续开怪。在4名荆棘藤妖的保护下，陈宇无惊无险地穿越了野狼区域。野狼区域前方是15到25级的黑熊，黑熊的经验值更高，但密度不如野狼。虽然荆棘藤妖依旧是一鞭子一个，但效率并不比刷野狼高多少。干脆来个大的。陈宇没有在黑熊区域停留，而是继续往前。怪物等级越高，占据的区域越大。陈宇不愿将时间浪费在赶路上，于是直接让2个荆棘藤妖用手上的藤蔓搭了一个轿子，抬着自己前进。荆棘藤妖的敏捷接近陈宇的20倍，奔跑起来速度飞快。1个多小时之后，陈宇已经进入了51级怪物豺狼人区域的边缘。不管是职业者还是怪物，都是每50级一个分水岭。51级与50级实力差异巨大，50级的小怪荆棘藤妖已经无法做到秒杀了，51级怪物能不能打得过还是两说。不过陈宇也根本没有将荆棘藤妖作为主力的想法，意念一动，原初火精灵小燕出现。她披头散发，火红色的衣裙皱巴巴的，由于正在睡觉的缘故，她直直的从半空中掉落下来。陈宇连忙双手将她捧住。主人，小燕躺在陈宇手中，抬起纤细白皙的小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歪着头看向陈宇。去吧，小燕，就决定是你了。陈宇单手抓着小燕向空中扔了出去。呀！小燕惊叫一声，摇晃了几下稳住身形。陈宇一个植物强化拍在小燕身上。小燕，给我功率全开，使用技能末日审判。哦呀！遵命主人。小燕顿时兴奋起来，她早就想全力出手一次了。火元素化，一团火焰从小燕的脚下燃起，瞬间烧遍全身，将她从一个袖珍美少女变成了一团排球大小的炽热火球。火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火系伤害，自身火系伤害提升500%。紧接着，她开始念诵咒语，狂暴的火元素在她的身边聚集。1分钟后，天空中出现了一片红色的云朵。2分钟后，无数红色云朵开始蔓延。3分钟后，红色的火光呼之欲出，照耀大地。新手练级区，咦，你看那边的天怎么红了？一名正在休息的弓箭手拉了拉旁边的法爷，指着远处的天空，大白天的也能看见晚霞。法爷傻眼，不对啊，那边怎么好强的魔法波动？我这种菜鸡都能感受到。魔法波动？你该不会说那是魔法吧？一个战士走了过来，笑着说道：要真是魔法，该是什么级别的魔法？起码是7阶的大魔法。法爷思考了一下之后说道：不对，这么恐怖的范围恐怕是8阶的禁咒。职业者每次转职算作提升一个阶位，1转就是1阶，2转就是2阶，每个阶位只能学习相应阶位的技能。魔法师的技能中，7阶被称为大魔法，而8阶以上则被称之为禁咒。说你胖你还真传上了，战士失效还禁咒，你怎么不说是神罚？神罚是牧师的技能，也只懂魔法。天边的火光越来越炽烈，周边练级的新手职业者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动作，看向火云所在的方向。时间一秒秒流逝，红色火云愈发厚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滚烫沉重压迫感，仿佛自己背上背着一个烧着沸腾千水的冶炼炉一般。江阳市职业者协会会长苏振辉正提着毛笔练习书法。作为一名299级的5阶巅峰变异职业者，冰晶法师，他是江阳市的最强者。虽然坐镇职业者协会，但日常事务并不多，每天除了画画练字，就是去各处看一看江阳市职业者协会的发展状况。最近家里出了一件大喜事，让他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只能用练字来平息心情了。突然之间，一阵心悸的感觉袭来，苏振辉抬起头，一脸骇然地望向远处的天边。从那个方向，他感受到了一股暴躁而强烈的恐怖魔法波动。在这样的魔法波动面前，他这个5阶巅峰法师仿佛惊涛骇浪中的纸船一般，渺小而无力，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撕成碎片。禁咒，这绝对是禁咒的魔法波动。苏振辉心中惶恐。禁咒，
那可是400级以上的超级强者才能施展的超级魔法，即便是威力最小的禁咒，都有轻易摧毁一座城市的威能。江阳市周边为什么会有超级强者施展禁咒，而且还是以破坏力著称的火系禁咒？难道是某位强者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想要灭掉整个江阳市？不怪苏正辉多想，要知道江阳市周边可没有什么强大的存在需要用禁咒来解决，更不存在400级以上的高效刷怪区域，值得8阶强者使用禁咒刷怪。那么问题来了，在距离江阳市这么近的位置使用禁咒，目标除了整个江阳市还能是什么？叮叮叮，苏正辉办公室中的通讯屏幕接连亮起，江阳市的掌权者以及强大职业者们的影像跃然其上。苏老，那边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很强的魔法波动，麻烦您看看是出了什么情况。一名中年男子指了指窗外，神情疑惑。这是江阳市的市长，由于常年主持行政工作，导致他的职业者等级并不高，只有100级出头。苏老，您看这是什么级别的魔法？为什么这么大的动静？又是一人凝重地问道。对啊，苏老，我们江阳市您是最强者，也是魔法师，能否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诸位不用问了，苏正辉神情严肃地说道，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那个魔法波动是禁咒。什么？禁咒？怎么可能是禁咒？我们江阳市周围有什么东西值得禁咒法师出手？不会是冲着我们江阳市来的吧？苏老，现在怎么办？我们江阳市能够抵御禁咒的攻击吗？苏老，您想想办法，万一禁咒的目标是江阳市，我们该怎么办？苏老，您说句话，需要什么资源，我们拼了命也给您凑齐，只求您能出手。各位，你们太看得起老头子我了。苏正辉苦笑，那可是禁咒啊，8阶超级强者凝聚毕生力量的惊天魔法，在禁咒面前，我和蚂蚁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对方的目标真的是我们，除了等死，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各位，祈祷吧，祈祷那位强者只是心血来潮，并不是想要灭了我们江阳市。啪啪啪，通讯屏幕一个个熄灭，江阳市的权贵和强者们如同等待行刑的死囚一般惴惴不安，连苏正辉都自比蝼蚁。那他们这些人呢？是尘埃还是细菌？他们拼命的思考自己曾经的罪过什么人，或者自己的家属亲人曾经得罪过什么人，有没有可能惹到一位禁咒法师的头上？可是仍由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自己这帮人到底如何招惹了这样一位强者。毕竟层次都不一样，人家根本不带理睬你，别说招惹，就算牵扯上丁点关系都非常困难。虽然这个事实让位高权重的职业者们心存沮丧，但也让他们多了几分心理安慰。或许禁咒并不是向着江阳市来的。豺狼人怪物区，陈宇抬头望天，那无穷无尽的火云让他有些心惊。由于陈宇的命令是全力出手，所以小燕没有急着将法术释放，而是不断压榨自己，增强法术威力。原本5分钟就能完成的前摇被硬生生拖到了30分钟。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力快要透支，小燕才停止继续加码。伟大的原初之火，请听从我的召唤，扫除世间罪恶。末日审判呼，成片的火焰突然从天空中的火焰云霞中落下，在半空中聚成一片火海，压向无垠大地。炽热的火焰炙烤着空气，膨胀成一道又一道的庞大飓风。飓风携带着火焰，在大地上肆意挥洒无穷的威能。不管是山脉、森林、草地，还是沼泽，火焰飓风所过之处，统统化为一片赤红。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树木化为焦炭，溪流被蒸干，湖泊在沸腾，大地如同一块巨大的陶器，被烤成灰白色的硬草。在这片火焰炼狱中，唯一不受影响的人是陈宇。作为原初火精灵，小燕对自己的法术拥有绝对的掌控，不可能误伤陈宇。只不过强大的风压、灼热的空气以及稀薄的氧气，让陈宇感觉愈发难受，不得不躲进了无上圣土。脑海中天道提示音不断响起：击杀53级豺狼人斥候，经验加106；击杀60级豺狼人战士，经验加120；击杀46级暴熊，经验值加46；击杀62级地精守卫，经验值加124；击杀75级剧毒蜥蜴，经验值加150；击杀99级幼年翼龙，经验值加198。你的屠杀惊动了豺狼人酋长，豺狼人酋长决定对你展开跨区域追杀，退回中立区域则仇恨结束。击杀70级区域 BOSS 超狼人酋长，经验值加1400000。你的屠杀惊动了暴熊王，暴熊王决定对你展开跨区域追杀，退回中立区域则仇恨结束。击杀50级区域 BOSS 暴熊王，经验值加1000000。你的屠杀惊动了地精大酋长，决定对你展开跨区域追杀，退回中立区域则仇恨结束。击杀80级 BOSS 的金大酋长，经验值加1600000。你的等级已提升，你的等级已提升，你的等级已提升，你的等级已提升。无数怪物在一瞬间被击杀，复数个区域 BOSS 刷新出来，没活过1秒钟就化作了经验值。陈宇被源源不断的提示音吵得脑瓜子发懵，不得不暂时将其关闭。直到2个多小时之后，天道提示的频率才开始逐渐放缓。战斗记录板块上，光是区域 BOSS 级别的击杀提示就有20多条，精英怪、小怪更是不计其数。陈宇的等级直接从8级攀升到了43级，他自己的面板因为没有加点，没什么变化。倒是小燕的属性再次爆炸，荆棘藤妖的属性也变得更为恐怖。原初火精灵小燕，品阶异彩神话，等级43，属性力量4700，敏捷4700，体质4700，精神9400，天赋火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
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火系伤害，自身火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火精灵，使用火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烈焰焚天，禁咒；末日审判，禁咒；流星火雨，禁咒；烈火神盾，禁咒。荆棘藤妖，品阶：史诗，等级43，属性：力量1051，敏捷1125，体质1300，精神536。技能：猛力抽打 LV1，荆棘缠绕 LV1，极刺爆射 LV1，极刺切割 LV1。除了属性的增长之外，原初精灵和荆棘藤妖都学会了2个新技能，其中荆棘藤妖的极刺爆射是远程技能，小燕的烈火神盾是一个防御反伤技能。当然，即便是防御性技能，那也是一门禁咒，威力无穷。陈宇带着小燕从无上圣土中离开，刚刚回到外界，一股灼热的气浪夹杂着滚烫的火星席卷而来。小燕连忙飞到陈宇面前，升起一面薄薄的屏障，将气浪分开。我去，这就是禁咒吗？陈宇看着四周绵延无尽的一片茫茫焦土，大为震惊。别说是怪物，就连地形都被毁坏了。这一发禁咒的威力，估计不下于大当量的核武器。被烤焦的泥土，如果无人修整，估计数百上千年都不会诞生生命。好在数据化之后的世界有着一定的稳定性，被破坏的野外地形会自动刷新恢复。这种大范围的强力禁咒，以后可不能这么随便的释放，就算要用，也得事先做好观察。陈宇有些心悸，倒不是他变成了环保主义者，而是这种不可控的力量很容易造成误伤。万一哪个大佬的家族后辈在外面打怪升级，结果死于不明 AOE， 那大佬还不得找他拼命？焦黑的土地上闪烁着一道道各色光芒，这是怪物掉落的物品，也是陈宇的战利品。此时禁咒的余威还未完全散去，零零星星的火焰依旧在燃烧。滚烫的大地会让踏入者受到极为可观的火系伤害。如果陈宇不是小燕的主人，估计踏上地面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烫死。这样也好，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进来，我可以安心收拾战利品。陈宇走到一道光芒跟前，将其捡起，获得银币15个，获得装备精致的地精长矛，获得铜币86个，获得装备暴熊砍尖。足足忙碌了1个小时，陈宇才收完一小块地区的战利品。由于小燕的禁咒技能范围太大，导致战利品掉落的范围极广。陈宇一路捡过来，除了身后之外，四面八方都是闪烁的光芒。不得不说，这绝对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别的职业者都在抱怨怪物掉率不高，根本挣不到钱，陈宇却因为掉落物品太多，捡都捡不过来，单靠自己一个人，恐怕一整天时间都要耗在上面。于是陈宇将4只荆棘藤妖召唤出来，让他们帮忙拾取。荆棘藤妖一只手有5条藤鞭，而且能够自由伸缩，收集效率比陈宇快多了。而陈宇则是直接向着区域 BOSS 死亡的地点前进，就算路上有战利品被他踩过去，都不想弯腰去捡。所有掉落物品中 ，BOSS 宝箱无疑是最值钱的，必须优先拾取。江阳市职业者协会，整个江阳市的权贵和强者们齐聚一堂，围坐在职业者协会会长苏正辉的身边。禁咒的危机已经过去，江阳市没有踏，他们的命也保住了。但禁咒带来的恐惧却盘踞在他们的心中，或许永远都不会消散。那种茫然无助、命运不由自己、下一刻生死难明的感受，实在是太过可怕了。老苏，说说吧，这件事你怎么看？周武莲，江阳市职业者工会副会长，5转战士，他的实力能在江阳市排名前10。我怎么看？我坐着看。苏正辉心惊胆战，整个人都瘫靠在座椅上，气息未平。魔法的强大，只有魔法师才能最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禁咒几乎是贴着他的脸被释放了出来，他能不怕吗？当法术爆发的时候，他几乎以为自己死定了。好在禁咒的目标不是江阳市，所有人都保住了一条狗命。苏老，您是高阶法师，禁咒这种事上，您最有发言权。一人说道：“您能否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魔法？我们也好查一查，到底是哪位在展现神通啊？”对呀，苏老，这样的法系强者，在咱们神龙帝国也没几个吧？知道是哪一位，才好打听究竟出了什么事啊？我云川省官方也有2位禁忌存在。江阳市市长说道：“这种事我报上去，那2位肯定不会不管，但也得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官方的禁忌才好过去和人家沟通啊。”刘市长说的有道理，那一位有什么诉求，可以沟通一下，商量着来吗？一上来就在咱们江阳市放禁咒，这可太吓人了，可不是吗？绝对不能不管不顾。要是那一位想做的事情没办成，他是不是还要再来几次？咱们江阳市船小，可经不起这么大的波澜。对不住，老头子，我也是吓糊涂了。苏正辉苦笑道：“确实得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一位禁忌法师需要在咱们江阳市释放禁咒。不过我现在也只知道那位释放的禁咒是火系魔法，具体是哪个禁咒，我还得靠近观察一下才好做出判断。那事不宜迟，苏老，咱们这就过去。现在过去不是找死吗？”苏正辉脸皮一抽，那可是禁咒，威能还没有完全消散，现在过去，一颗火星子都能要了咱们的小命，那怎么办？等呗。如果不是持续性的魔法，估计再等几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陈宇用了大半天时间才将战利品收取干净，期间依旧还有经验源源不断的入账，那是因为有怪物刷新出来，还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被持续不断的火系伤害给击杀了。BOSS 宝箱一共23个，史诗级8个，稀有级15个。秉承惯例，陈宇搓一下小燕，开一个宝箱。待到宝箱全部开完，小燕的脑袋都被搓晕了，一双大眼睛里好像有蚊香在转圈。加上其他怪物的零散掉落，这一次一共获得了580个金币，史诗装备15件，稀有装备53件，普通装备不计其数。除此之外，还有9本技能书，法师类技能2本，战士类5本，攻守类技能2本。
收获虽然多，但里面没有陈宇能用的东西，只能全部卖掉换成金币。陈宇估计将这一次的收获全部转化成资源，世界树上的第2只原初精灵就能提前诞生了。看看小燕的战斗力，这样的原初精灵再多上一个，美滋滋啊！4个荆棘藤妖当了大半天的清洁工之后，又成了陈宇的个人专车，抬着陈宇飞速狂奔，将陈宇送回低级中立小怪区域。江阳市旁边的禁咒让大人物们心惊胆战，却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些距离事发地点更近的新手职业者。对于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场浩大的自然奇观而已。红云降下火海，火焰龙卷肆虐的地点，距离他们还有好几10公里。事发当时，有些好事者跑到中立怪区域的边缘观看。不过，当最壮观的场景过去之后，新手职业者们又踏上了打怪升级的道路。时近黄昏，丛林区域梅花鹿们依旧清闲，暂时没有人来打扰他们自在的生活。而小野猪区域却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人踏足。陈宇一路走来，至少看见了3个队伍正在与小野猪战斗。小野猪区域中心的位置还有一对熟人，苏淼月已经升到了5级，输出更加恐怖，只需要一个技能再加上一点队友的伤害，就能打死一头小野猪。这支队伍不管是配合还是对于战斗的熟练度都上升了不少。由于昨天苏淼月的表现，陈宇对他的印象很差，不准备和他发生交流。正当他想直接绕过去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刚才打到的一本技能书，名称秋水剑诀，品质稀有，要求战士类职业可学习，使用常见类武器可释放。秋水剑法需要使用常见释放，这一类限定武器的技能书比较偏门，市面上很少出现，挂在交易市场上，价格高了可能很久都卖不出去，直接卖给商城又价格很低，想要卖出个好价钱，就得找到需要他的人。苏淼月刚好是剑仙，和技能的匹配度很高，又是职业者世家出身，肯定不缺钱。陈宇的确不怎么喜欢苏淼月，但这不能妨碍他从苏淼月身上赚钱。苏淼月同学，陈宇站在苏淼月小队打怪的范围之外喊了一声：“陈宇！”苏淼月看见陈宇，面色一喜，赶紧跑了过去。他心中对陈宇有很多疑问，比如那4个人形植物生命的来历、等级和品阶，又比如陈宇的如今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居然能在野狼区域单刷。一个人如果被激起了好奇心，是很难停止探寻的。对好奇心最终的青春少年而言，更是如此。我找你有点事，能不能单独谈一谈？陈宇问道。稀有品质的技能书，价格最低都在1000金币以上。秋水剑诀还是特殊技能书，价值更高。据陈宇了解，苏淼月是世家千金，虽然有点小姐脾气，但为人和品行方面是绝对过关的。他财富惊人，购买技能书肯定不会有强迫或者侵吞之类的想法。这么点钱还不值得他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子弟脏了手。他小队中的新手职业者是些什么货色，陈宇可就不清楚了。要是有人见财起意，绝对会招来很多麻烦。好啊，苏淼月一口答应下来。荒郊野外的不好说话，我们回城里说吧，正好天快黑了。这样最好。陈宇没想到苏淼月居然会这么好说话，他还以为至少他得在这位大小姐面前亮一下货，提起他的兴趣，他才会跟自己走。你等我一会儿。苏淼月跑回自己的队伍中，各位，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说罢，在队友诧异的眼神中，迫不及待地回到陈宇身边，与陈宇一同离开。陆平平目瞪口呆地看着苏淼月离开的方向，如果我没看错，月月身边的那个人是陈宇吧？你没看错，因为我也觉得是陈宇，总不能我也看错了吧？李嫣然也是错愕地说道。之前那个传说不会是真的吧？月月和那个陈宇，他们2个？不对啊，月月不是说那是谣言吗？而且他还因为这事生气过好长时间，该不会月月之前就喜欢陈宇，但是为了学习一直压抑着吧？现在完成转职，彻底放飞自我了。你们说什么呢？一个背着弓箭的少年走过来，皱眉说道：“苏淼月同学怎么可能喜欢那个陈宇？苏同学是什么身份地位？那陈宇又是什么东西？除了文科成绩好一点，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转职之前都不可能，转职之后就更不可能了。苏同学可是隐藏职业，那陈宇不过是个种植师，只会培养炮灰的废物罢了。嘿，我说林道南，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骆平平笑嘻嘻地拍了下弓箭少年的肩膀：“我说的是事实，大家说是吧？”林道南环视其他队友：“我觉得是这个道理。”一名背大剑的战士少年说道：“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有事儿。”嘿嘿，李嫣然露出一种你懂的笑容：“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不可能。”林道南斩钉截铁地说道：“陈宇有什么值得苏同学喜欢的？有吗？我看没有吧。人家帅啊。”陆平平理所当然地说道：“不然呢？你看刚才月月的脸色，就差没把高兴2个字写脸上了。要真不喜欢，人家来找他，他高兴什么？这可能是有什么事吧？”林道南脸色涨红，支支吾吾地说道：“看吧，你也承认了，他们之间就是有事儿。”陆平平得意洋洋地说道：“我说的有事可不是你那种意思。”林道南怒道：“行了，别说了，八卦什么？还刷不刷？不刷回去了，我都饿了。”奶妈妹子刘子欣一脸无奈地看向争吵的2人：“还刷什么刷？主 C 都走了，我可不想顶着怪物的暴打，还拿不到几个经验。”陆平平撇了撇嘴，开始收拾行囊。队伍中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开始准备返程。陈宇跟随苏淼月没走几百米，就穿过了练级区域。道路旁停放着一辆黄褐色的越野车，3名全副武装的职业者在车旁站定。从装备上看，是一个战士、法师、牧师的职业小队。林叔、赵叔、秦姐。苏淼月十分放松地与3人打了个招呼：“小姐，这位是？”法师秦姐为苏淼月打开车门，目光带着几分探寻，看向陈宇：“这是我同学陈宇。”苏淼月笑着说道：“
等会儿有点事要和他谈。上来吧，陈宇。苏淼月向着陈宇招了招手，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座位。陈宇戴上侦探眼镜，向着秦姐丢了一发探查术。姓名：秦岚，职业：魔法师，等级121，属性：力量912，敏捷893，体质925，精神2078。天赋、技能，这3个人应该是苏淼月家里派来的保镖。二转职业者，在整个江阳市都算得上强者。不过在陈宇看来，也就那么回事，不怎么值得关注。他的等级是121级，可在战斗力上估计并不比43级的荆棘藤妖强多少。如果对上元出火精灵小燕，肯定是被秒杀，没有其他可能。上来啊，看秦姐做什么呢？你还戴着眼镜看，没见过美女啊？苏淼月气恼地催促道。美女面前要有风度吗？陈宇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冒失，但也没有尴尬，而是推了推眼镜，笑着说道：陈同学说话真风趣。秦岚也笑了笑，怪不得能和小姐关系这么好。要知道，小姐可是第一次邀请男生上车呢，那可真是荣幸。陈宇上车，坐在苏淼月身边，秦岚则是从另一侧上车。一路上，坐在驾驶位的牧师和副驾驶的战士基本上没有说话。陈宇等着 CD 分别向着前座的2人释放的探查术。牧师98级，战士99级，比秦岚弱了一大截，2个人加起来未必打得过一只荆棘藤妖。秦岚隔着苏淼月，有一句没一句的和陈宇聊天，不过大部分都是试探性的询问。陈宇前世可是混迹职场的老油条，自然不会被对方套出任何有用的信息。苏淼月频频向陈宇这边偏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总是欲言又止。看得出来，他忍得很辛苦，白皙的脸蛋都涨红了。回到江阳市城内，越野车在一间咖啡馆旁边停下。苏淼月带着陈宇走进一个包间，秦岚也寸步不离地跟了进来，并且有意无意地防范着陈宇。对此，陈宇没有任何不好的情绪，也没有要求秦岚回避。毕竟他只是想要卖个技能书，又不是要和苏淼月搞特务接头或者地下恋情。陈宇，喝点什么？苏淼月将菜单递给陈宇。陈宇浏览了一下，发现这间咖啡厅的消费层次很高，大部分饮品的价格都在5个银币以上。5个银币省着点用，都够普通学生生活1个月了。随意吧，我不怎么喜欢喝咖啡。陈宇将菜单还给苏淼月。行，那你喜欢茶或者果汁饮料什么的吗？茶吧。OK。苏淼月点好单，服务员很快就将饮品端了上来。除了一杯茶、2杯咖啡之外，还有一个超大号的水果冰激凌。陈宇，你说要找我单独谈谈，不知道是什么事？苏淼月小勺小勺地吃着冰激凌，看着陈宇问道。实际上，他并不关心陈宇找他有什么事，他只想打开话题，然后聊起天来，找个机会套一套陈宇的话，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我就直说了。陈宇浅浅地抿了一口茶水。不过，我得先问你一个问题。你问吧。苏淼月点了点头。你的技能学全了吗？陈宇问道。一转以前能够学习5个职业技能，转职的时候会固定获得2个，其他3个就需要自己寻找技能书来学习了。陈宇明知苏淼月的3个技能位都还空着，但他不可能直接告诉苏淼月自己对他用过探查术。没有。苏淼月摇头，我的职业太特殊，还没找到合适的技能书。普通技能书倒是很多，但学了过后作用不大。对了，你问这干什么？陈宇没有说话，直接将秋水剑诀拍在桌子上，属性展示出来。剑客类的稀有级技能书。苏淼月瞪大了眼睛，你哪来的？怎么来的就不用向你汇报了吧？陈宇笑着说道，不知道苏同学是否需要？当然需要。苏淼月惊喜。技能书的品质也可以分为普通、稀有、史诗、传说、神话。稀有技能和普通技能差别巨大。苏淼月的隐藏职业剑仙也属于战士类职业，能够学习横扫、斩击这一类的战士通用技能。但这些技能对于剑仙职业而言，简直就是污染，平白浪费技能栏。可是适合剑仙的技能又十分稀少，连普通级都很难找到，更别说稀有级了。苏淼月原本打算，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稀有级技能，那么就先选2个通用的状态技能或者被动技能凑合着。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家族倾尽全力都没找到合适的技能书，陈宇居然能够拿出来，这是他今天打怪掉落的，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苏淼月暗自心惊。要知道，普通怪物掉落技能书的概率可是很低的，低等级的怪物掉率更是低到令人发指。不到1天的时间，在11到15级的野狼区域刷出一本技能书，这简直就是老天爷亲儿子的待遇。既然你感兴趣，那么开价吧。陈宇说道，相信苏同学是知道这本技能书的价值的。之所以让苏淼月开价，是因为苏淼月家里有钱，又是个涉世未深的大小姐，见猎欣喜之下，很可能开出一个高于自己心理价位的价格。稀有技能书的市场价格是1000金币左右，考虑到特殊技能书的附加价值，这一本秋水剑诀我出价3000金币，怎么样？苏淼月作为职业者世家的传人，显然不是不懂行情的冤大头。不过他给出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陈宇的心理价位。原本陈宇觉得这本技能书卖出个2000金币的价格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惊喜。这一类的技能书虽然罕见，但挂售的价格并不高，因为需求量不高。见陈宇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苏淼月继续说道，正常来说，秋水剑诀能卖出1500-2000金币，如果赶时间的话，价格还会更低。我出价3000，已经是考虑到我的需求原因了。行，那成交。陈宇当即答应下来。3000金币已经是良心价了，这个技能书几乎不可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我加你好友，给你转钱。苏淼月说道。好。陈宇打开自己的好友面板，上面空空如也。和苏淼月互加好友之后，才有了第一个名字。提示：你的好友苏淼月发起交易申请，
苏淼月在交易界面上放入3000金币，而陈宇则是将技能书放了上去。双方点击确定，交易完成。谢谢你，陈宇。苏淼月拿着技能书，第一时间将其用掉。查看技能效果之后，露出欣喜的表情。不用谢，各取所需罢了。陈宇笑着说道，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说罢，站起身准备离开。等等，陈宇走到门口的时候，苏淼月突然叫道，他有些气恼，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机会，多少男生梦寐以求。陈宇倒好，根本没想过要和他聊天拉近关系，脑子里就只装着一桩生意。钱货两清之后，立即就要走人了。他苏淼月苏大校花，什么时候连这点魅力都没有了？什么事？陈宇回头看向苏淼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苏淼月犹犹豫豫地说道。他虽然不爽陈宇的态度，但对于陈宇好奇却让他百爪挠心。问吧。陈宇大赚了一笔，心情极好。苏淼月在他眼中也变得可爱起来。那个，苏淼月脸色微红，他想问问那几个人形植物生命，也想问问陈宇如今的实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难道他要说，今天早上我跟在你屁股后面玩尾行，亲眼看到你杀了一大片野狼？且不说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单论跟踪这种事就已经非常不礼貌了。如果对方是个强者，还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和他翻脸。有话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陈宇说道。此刻他的心已经飞到了交易市场，只想快点买一批资源，把自己的第2个原初精灵喂养出来。如果不是看在金币的面子上，他早就走人了。我就是想问问。苏淼月面部表情有些扭曲，憋得非常难受。突然他脑海之中灵光一闪，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对了，你对于学校里面那些谣言，就是我们的事，怎么看呢？两人之间就这点交集，想找个能探讨的话题不容易。这能有什么看法？谣言而已。陈宇无奈地说道。我知道你可能因为这件事很困扰，但我也没有办法。这种东西很难澄清的，越在意越否认，别人就越觉得我们两个有奸情，你说是吧？而且现在咱们都转职了，还有必要去在意吗？有时间想这个，还不如去抓紧时间升级练习技能。下个月就是高考，考完之后大家各奔东西，谣言还能影响到你吗？说罢，陈宇摇了摇头，走出了包间。苏淼月咬着下唇，盯着陈宇离去的背影，一时无言。难道他对于陈宇就真的没有一点吸引力？自己舔着脸提出这么暧昧的话题，居然被对方干脆利落的终结掉了。正确的程序不应该是两个人红着脸谈一些敏感的话题，然后让气氛越来越暧昧，最后说一些知心话吗？这样他就能够趁机旁敲侧击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了。可陈宇倒好，几句就把话说死了，还义正辞严地教训了他一顿。小姐，别看人，人都走了。一旁的秦岚悠悠叹道，我觉得他说的对，你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咱们职业者想恋爱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啊。谁想恋爱了？苏淼月气急败坏地说道。你不觉得那个人很过分吗？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哦，我出高价买了他的东西，想和他聊聊天，还得绞尽脑汁找话题。完了他倒好，就这么直接走了，看都不带看我一眼的。我就那么令人生厌吗？这么急于和我撇清关系？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倒是小姐你的思想很危险啊。秦岚严肃地说道，不仅想恋爱，人家不理你，你还想倒追？呵。苏淼月气急而笑，他突然觉得陈宇说的很对，这种事情很容易越描越黑，还不如缄口不言，让事实来解释一切。告别苏淼月之后，陈宇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职业者交易中心，将所有的装备、技能书、物品全部卖掉，收获了6000多金币，加上从苏淼月身上赚到的3000，他现在拥有接近1万金币的巨款。1万金币，如果按照前世地球的购买力，那就是1个亿啊！如果陈宇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这1万金币足够他过上一辈子的富裕生活了。只不过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中，他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强大的力量与无尽生命。除了留下500金币备用，陈宇将钱全部换成了资源，大部分是无属性的魔晶，用来催生新的原初精灵，另外就是一些植物种子、属性魔晶以及各类药水。回到寝室之后，陈宇第一时间将卧室门锁死，然后进入了无上圣土，吸收了大量白板装备，原初精灵的成熟度上涨了一些，来到了20%。陈宇将无属性魔晶全部放在世界树根处，几乎是一瞬间，魔晶就被全部分解，化为能量注入到挂在树梢的青色果实之中。果实的成熟度开始疯长，很快就达到了100%，并且开始孕育下一个果实。当第2个果实成熟度达到40%，能量才消耗完毕。陈宇将准备好的一盒风属性魔晶放在世界树下，风属性魔晶很快就被吸收，已经成熟的那一颗世界树果实逐渐被染成了青色，随后瓜熟蒂落，柚子大小、闪着青色光泽的美丽果实缓缓落入陈宇手中。果实裂开，化为一袭丝裙，一只可爱的青蓝色头发小精灵蹲在陈宇手中，他双手捂着脸，似乎很羞涩。陈宇观察着小精灵，打开了他的属性面板，原初风精灵，未命名，品阶异彩神话，等级43，属性力量4700，敏捷4700，体质4700，精神9400，天赋风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风系伤害，自身风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风精灵，使用风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龙卷风暴禁咒，万千锋刃禁咒，凋零之雨禁咒，无尽风压禁咒。原初风精灵的模板和火精灵相差仿佛，除了属性和技能不同，其他一模一样。以后你就叫小风吧。陈宇有起名困难症，
为了方便记忆，直接以属性给小精灵命名。属性面板上，小精灵的名称变更为了原初风精灵小风。然而，小精灵没有动静，似乎听不见陈宇在说什么。陈宇极有耐心地等待着，没有贸然打扰他。可是，1分钟过去，他还是蹲在地上没有动作。3分钟过去，他依旧没有任何改变。10多分钟之后，陈宇忍不住戳了戳他的脑袋。小精灵抬起一只手，将被挠乱的头发抚平，然后又将手收了回去，继续捂着脸。正在世界树上玩耍的小燕飞了下来，落在陈宇的肩头，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新同伴。又过了几分钟，小燕看不下去了，她飞到陈宇手中，揪着小风的头发，强行将他拉了起来。咦，主人吗？小风半睁着眼睛，茫然地看着陈宇。看得见主人？难道说我已经出生了？陈宇，是啊，你已经出生了，你竟然不知道吗？小燕惊奇地问道。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小风呆呆地点了点头，然后飞到陈宇的肩头坐下，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坐着干什么？你过来陪我玩啊！小燕兴奋地拽着小风的手，将他拉走。陈宇一脸懵逼，看着小燕如同摆弄洋娃娃一般玩弄小风。关键是小风居然全程配合，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甚至眼皮都没有眨一下。算了，由他们去吧。陈宇没有再理会2个小精灵，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花园。上次种植的20株打人藤和10株毒百合已经全部进化到了稀有级，看状态估计明天就能成为史诗级。这一次，陈宇又购买了180个打人藤、90个毒百合以及200个食人花。食人花是一种30级才能种植的普通级植物，战斗力很强。成熟的食人花能够直接吞噬一只怪物，慢慢消磨其血量，直到击杀。普通种植师最钟爱的植物生命就是食人花。练级的时候，召唤一排食人花，吃一口就开溜，坐等经验到账。虽然效率慢了点，但胜在可以无伤练级。将种子种下之后，陈宇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他现在已经43级，拥有420个自由属性点。将自由属性点平均分配在体质和精神上，体质达到了225点，精神则是230点。加完点，陈宇感觉体力和精神力无限充沛，开始连续释放加速生长技能，催生植物。江阳市城外，职业者协会会长苏正辉带领一众江阳市强者穿过练级区，一路前行，直到前方出现了一片焦黑的大地，空气灼热而扭曲，时不时还会窜起无数明亮的火星。这时，一头棕熊刷新出来，它的身上立即腾起一片橙黄色火焰，短短几秒钟之内，棕熊便哀嚎着倒地身亡。强大的职业者们看着这如同炼狱一般的景象，久久沉默。这种魔法波动，这个景象，不会错的，是末日审判。思考良久之后，苏正辉开口说道：“我的天，末日审判，竟然是末日审判！末日审判！”一名年轻职业者问道：“这个魔法很有名吗？你不知道吗？在上一次的国战副本中，我腾龙帝国一位禁忌存在以禁咒末日审判，直接摧毁了白银帝国的主城。白银帝国损失惨重，大批量高阶职业者死亡，到现在估计都还没有恢复元气。也就是说，这次的事情出自那一位之手，那位烈焰王座。错不了，除了那位，还有谁能用出威力如此恐怖的末日审判？可是烈焰王座在我们这鸟不拉屎的江阳市施展末日审判做什么？别告诉我是为了刷经验。哼，没准人家就是闲的没事，出来刷刷小怪，回忆一下当年的少年意气呢。可能这位是为了立威吧？江阳市市长皱眉说道。立威？刘市长，人家烈焰王座过来晃一圈，也就立威了，用得着放禁咒吗？难道是为了那件事？苏正辉脑中灵光一闪。苏会长，您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行，我说。苏正辉苦笑道，但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还不能确定。众所周知，烈焰王座与咱们云川省那位双寒领主关系不怎么好。这段时间不是临近高考了吗？咱们的腾龙大学在每个省份都是固定名额。京都那边这一届的新手职业者天才众多，竞争太大。烈焰王座家的一位直系小辈刚好在今年参加高考，但实力在京都圈子里并不拔尖，为了进入腾龙大学只能去外省参考。所以这说不通啊，苏老。一名4转战士说道，就算烈焰王座的后辈要来咱们云川，也不至于弄这一出吧？就不能好好谈吗？问题是咱们云川的双寒领主家中也有小辈在今年参考啊。刘市长也是苦笑着说道。哦，我知道了，烈焰王座是在警告双寒领主，他人就在云川省看着，小辈之间公平竞争，对吧？可是咱们江阳市招谁惹谁了？为啥拿我们立威？正因为是立威，所以才随便找了一个小城市。如果到双寒领主家门口丢末日审判，那就不是立威，是开战了。我呸！咱们云川省的名额凭什么分给京都的纨绔？真是不要脸！你特马的给老子闭嘴！那可是禁忌存在，是你能说3道4的。想死别拉着我们大伙！次日清晨，陈宇从睡梦中悠悠醒来，还没睁开眼睛，就感觉到自己似乎抱着什么东西。不用想，基本可以确定是一只荆棘藤妖。睁眼一看，果然如此。只不过今天的荆棘藤妖和昨天比起来又有变化。虽然大部分身躯还是藤蔓纠结的状态，但它已经有了一层皮肤。这层皮肤是由头发丝粗细的白色藤条编织，不仅更加柔软细腻，而且异常坚韧，防御力惊人。它的脸上也已经有了五官，不像昨天那么骇人，远远看去就像一名人类少女。我觉得你快成精了。陈宇摸索着荆棘藤妖体表的皮肤，煞有介事地说道。荆棘藤妖张了张嘴，扯出一个十分僵硬的笑容。可以啊，继续努力。陈宇惊喜地拍了拍荆棘藤妖的脑袋，他已经初步具备了智慧，说明距离下一次进化已经不远了。小燕和小风正在世界树的树根处玩耍，小风像是没睡醒一样，
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像个布偶，任由小燕施为。小燕将小峰的衣服全部扯了下来，然后用树叶撕成一件草裙，套在小峰身上，咯咯直笑。小燕，不许欺负小峰！陈宇走过去，将小燕抓了起来。小峰看见陈宇，眼神中有了几分灵动，他站起来，在陈宇面前飞了一圈。由于小燕制造的草裙质量不过关，在半空中就全部掉了下来。陈宇多看了一眼，发现小峰的身材竟然出乎意料好，如果等比例放大，绝对是生育力 max 的存在。可惜他现在太小了，就算有想法也没办法操作。擀面杖穿针，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无奈，陈宇只好将他的小裙子捡起来，仔细地为他穿上。以后不许乱脱小峰的衣服，特别是在外面，绝对不准。陈宇严厉地警告小燕。哦，知道了，主人。小燕悻悻地说道，然后偷偷抬起头瞄了瞄陈宇。主人，放心吧，你走后，我肯定不会再欺负小峰的。陈宇顿时脸皮一抽，我信你个鬼！你先自己玩一会儿。陈宇将小峰拿起来，揣进自己的衣兜里，然后退出了无上圣土。小燕眼睁睁看着陈宇将小峰带走，气得脸蛋都鼓成了包子，小嘴撅得老高。滴滴滴，陈宇刚刚出现在外界，急促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打开手机一看，是校长江天明的留言，让他今天上午先去一趟办公室。同宿舍的室友们都已经离开。陈宇洗漱了一番，吃完早餐便前往了校长办公室。办公室中，江天明正在批阅文件，看见陈宇走进来，立即向着陈宇招了招手。陈宇，来，过来坐。陈宇一眼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江天明站起身，走到陈宇身边坐下，问道：植物培育的怎么样了？打人藤至少有1株到成熟期了吧？情况很好。陈宇笑着说道：江老师今天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江天明说道，我有一个朋友是4转种植师，这2天刚好到我们江阳市办事，我就厚着脸皮把他给请来了。走吧，去见见他。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正好可以为你解惑。谢谢江老师。陈宇感激地说道。种植师本就稀少，能成长起来的更是万中无一。江天明愿意请来一位4转种植师专门教导他，这份恩情不可谓不重。陈宇跟随江天明一路来到办公室顶楼的会客室。会客室中，一名中年男子正在一边品茶一边摆弄着一盆盆栽。哟，老江，把你的得意弟子带来了。中年男子起身笑道。陈宇，这位是我的朋友，4转种植师周博文。江天明为陈宇介绍。博文，这是我的学生陈宇，和你一样的种植师。我这学生可是个勤奋好学的主，人也聪明，你可注意着点，小心他把你压箱底的本事学了去。哈哈，老江，要是你这学生能把我的老底掏走，那是他的本事。周博文大笑，咱们种植师职业本来就少，愿意战斗的更是寥寥无几啊。行了，老江，你去忙你的吧，你这学生我先留下看看。陈宇，你可要好好探探这老周的底，为了请他过来，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呢。江天明笑眯眯地拍了拍陈宇肩膀，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陈宇说道，周老师，今天就麻烦您了。校长江天明离开，将时间留给周博文和陈宇。陈宇，首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周博文说道。周老师请说。你认为种植师是生活职业还是战斗职业？周博文问道。当然是战斗职业。陈宇说道。既然你有这份认识，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咱们才能展开。周博文说道。现在有许多种植师都自认为是生活职业，平时也当成生活职业者在运作，甚至大部分种植师都把自己完成了农民，为大家族大势力打工。有这种事？陈宇皱眉，种植师好歹是变异职业吧？的确。周博文点了点头。不过你要知道，等级越高的职业者面临的危险就越大，许多种植师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他们凭借职业被动种植空间以及基础技能为大势力生产材料，照样能过得很滋润。反而如果将自己当成战斗职业，有危险不说，收益可能还比不上前者。好了，咱们再说下一个问题，你认为种植师的战斗力与其他变异职业比起来怎么样？周博文继续问道。应该是不如的吧？陈宇不确定地说道。实际上别说变异职业，就连普通战斗职业都不怎么看得起种植师。不过既然周博文这么问了，就肯定有他的说法。你这么说也没错，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种植师是个上限极高下限极低的职业。周博文说道。决定我们种植师上限的有2个因素，其一是植物的培育，其二是指挥艺术。指挥艺术？陈宇若有所悟。没错，就是指挥艺术。周博文点了点头。我们种植师能够培育各种类别的植物，当这些植物具备战斗力之后，我们自己就是一支小队，甚至一支军队。或许个体实力上有所不如，但我们能对自己培育的植物指使如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对于普通种植师而言，提升自己的指挥水平就是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将最适合的植物生命放在正确的位置，及时替换，减少战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每一名强大的种植师都是一名指挥艺术大师。来，你看看这个视频。周博文拿起遥控器，打开会客室中的投影屏。投影屏中是一场战斗，一方是种植师，而另一方则是一名战士。其中的种植师是我亲传的弟子，去年考上了云川大学。这份录像就是他在学院里与同学切磋的场景。他的对手是变异职业狂战士。说着，周博文点击了开始。陈宇将目光投向视频，画面中狂战士持着双刃斧头，飞快地冲向种植师，声威赫赫。种植师则是不慌不忙，先是放出了一株树木，将自身托起，站在高处，紧接着在树上放出2株毒百合，花粉洒落，狂战士陷入属性降低的负面状态之中。他去势不减，一斧劈在大树的树干上，直接在树干上砍出一个大缺口。按照这个伤害，
再来2次攻击，树木就要断裂。种植师依旧淡定，走到树枝边沿，拉着树枝往下一跳。此时黄战士正好挥出第2斧，然而就在下一刻，树木突然消失不见，是大力沉的一击落空，狂战士差点跌倒。就在这时，种植师抛出一根打人藤，重重的抽打在狂战士腿弯处。狂战士本来就平衡不稳，这一下直接摔倒在地。紧接着10多只小树妖和2个打人藤一拥而上，直接让狂战士动弹不得。随着裁判宣告种植师胜利，视频也到此结束。怎么样？周博文问道。很厉害。陈宇点了点头。视频中的种植师确实很强，把握机会，判断对手，召唤植物，每一步走的都很精妙。别看他赢得很轻松，但要是换个人上去，赢得轻松的就是狂战士了。如果战斗开始的时候将植物生命一股脑放出去，那肯定被狂战士一斧头一个全部劈死。这就是指挥艺术。周博文说道。看出来那棵树是什么了吗？那是妖精树。陈宇回忆了一下说道。妖精树就是江天明给他的孕育型植物种子，只不过陈宇的妖精树已经升华为世界树了。是的，妖精树。周博文答道。孕育型植物的本体也并非只能放在种植空间里生产附属单位，合适的时候放出来也能制造战机。当然，这得要你对自己的指挥有信心，否则的话被破坏掉可就要伤筋动骨了。另外，你看这里。周博文将视频倒退，退回狂战士第2次劈砍妖精树的时候，此时种植师正抓着妖精树的枝条跳到狂战士身后的地面。这里就是对种植空间机制的利用，恰当的时候收回植物，不仅避免了伤害，还让对手因为攻击目标消失，自己失去平衡。对于植物生命的收放是战斗系种植师的必修课。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保证自己本体的安全。打人藤突袭，奠定胜局，就不必多说，是个战斗职业者都不会错过这种机会。那么，我们现在看下一个视频。周博文一共为陈宇播放了7个视频，每一个视频中都是十分精妙的种植师战斗方式，每一次讲解都让陈宇受益良多。虽然陈宇本人面对那种级别的战斗，随便放个植物出去都能屠杀对方，但这并不妨碍他学习种植师的战斗思路。关于战斗指挥，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周博文喝了口茶，润了润干燥的嗓子，继续说道。下面我们聊一聊植物的培育。种植师的任何战斗技巧都是基于自己培育的植物，我们可以根据普通职业者小队的配置来培育植物，肉盾类、近战攻击、远程攻击、控制、削弱等等。在新手期能够种植的植物生命不多，但攻击、控制、削弱这3种必须有限种植。说到培育植物，顺口说一说咱们的职业技能。自选技能暂且不说，那是个人的机缘。2个基础技能一定要优先练到满级，最好是在一转之前将技能练到满级，转职之后就能直接拥有进阶技能。当然，这个不能强求，为了练技能拖时间不转职，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进阶技能？那是什么？陈宇连忙问道。你不知道？周博文惊讶地反问道。请周老师解惑。陈宇拱了拱手。哦，这我倒是忘了，高中生都会在高考前1个月觉醒，这么短的时间升到20级都够呛，所以高中教材里没有相关的知识。你应该知道，技能刚刚学习到手的时候是1级，对吧？是的。陈宇点头。简单来说，就是1转以后才能学习的高级技能，效果远强于基础技能。周博文说道。新手职业者每升5级，技能等级上限就会提升1级，到了45级就能升到10级满级。如果转职的时候技能是满级，那么完成转职之后，满级的基础技能就会直接晋升为1级的进阶技能。根据转职任务的难度，最少晋升1个，最多则是全部晋升。要是没有满级基础技能的话，就无法晋升。职业者1转后只会获得2个进阶技能栏，想要有更多的进阶技能，只能依靠基础技能晋升。所以新手期每多1个满级基础技能，都会让你1转时期战力提升1大截。原来如此，多谢老师，学生受教了。陈宇恍然大悟，他决定自己还是得花费时间先把技能升满，不然的话岂不是白白错过了获得进阶技能的机会？不必谢我。周博文摇了摇头，这些在大学里都有专门课程的。另外，关于咱们种植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绝对要优先培养高品阶的植物。种植师的上限高度实际上还要取决于高品质的植物。如果你拥有一株稀有植物，那么你就能轻松击败同级别的变异职业者。如果你拥有史诗植物，击败隐藏职业者不在话下。要是你有传说植物的话，你就当我之前说的什么指挥、什么配合都是屁话就行了。算了，不说那么多了，你把培育的最好的植物放出来，我看看吧。我根据实际情况给你一些建议，这也是老姜拉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培育的最好的植物。陈宇将意识沉入无上圣土，看了看那棵通天彻地的世界树。这玩意儿如果放出来，整个一中肯定是瞬间就没了。另外就是原初精灵了，小风还被他装在衣兜里，十分安静一动不动。小燕则是百无聊赖的撕扯着世界树的嫩叶，一边玩一边塞进嘴里吃掉。这肯定也是不能拿出来的。神话级的植物生命绝不能轻易示人。陈宇将目光投向了普通植物种植的区域，或许是因为努力耕耘的缘故，这些昨天晚上才种植的植物居然全部都进化到了稀有级。而前天种下的打人藤和毒百合已经是史诗级了。昨天种下的植物刚刚进阶，还在蹭蹭的往上冒，生长速度肉眼可见，也不方便拿出来。于是陈宇只好将一株前天种植的荆棘藤妖放了出来。藤蔓交错纠结而成的人形出现在陈宇身边。周老师，这就是我培育的最好的植物生命了，请您评测。咦，这个是……卧槽，史诗级植物生命，荆棘藤妖。周博文先是一愣，看清之后瞬间傻眼，竟然忍不住爆了粗口。
而且这个体型，这个拟人程度，双手还都是完美的5根藤蔓。我的天！告诉我，你是怎么培养的？不对，仅仅2天时间，怎么可能培养出一株成熟的荆棘藤妖？周博文死死抓住陈宇的手，双眼冒光地问道。嗨，周老师，这我就不便回答了，毕竟事关天赋。陈宇轻咳了2声，不动声色地将手抽了回来。对不起，陈宇同学，我失态了。周博文迅速冷静下来，尴尬地说道。史诗级植物生命不单种子极为难得，培养的过程也十分艰辛，所以周博文才专门提醒，一定要优先培育高品质。陈宇只是个刚刚转职的新手，就算运气好得到了种子，也不可能将一株史诗级植物生命培育成熟。能解释这一现象的，也就只有天赋了。全民转职的世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唯有天赋根本不讲道理，基本上等同于游戏外挂。变态一点的天赋，比如100倍经验、100倍全属性、真实伤害之类的，就算是个生活职业，都能挑起战场上的大梁。陈宇这种能让植物生命直接成熟，并且完美成长的，反而不算什么了。天赋是职业者的底牌，是绝密，外人随意打探，等同于宣战。虽然陈宇算是周博文的学生，但别说师生，就算夫妻之间，也不会轻易探寻对方的天赋。这个，陈同学，咱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吧，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周博文脸色青白交加，道一声别，便匆忙离开了。他实在没脸再待下去，不只因为他探问了陈宇的天赋，还因为就连他都没有荆棘藤妖那么完美的史诗级植物生命。作为远近闻名的战斗种植师，周博文也有2株史诗级植物生命，但那品相跟陈宇的荆棘藤妖一比，实在是惨不忍睹。就这，他还拿什么教导陈宇培育植物生命？陈宇无奈地收回了荆棘藤妖，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可周博文都跑了，他总不能把人家抓回来吧？早知道他就不把荆棘藤妖拿出来了。给江天明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之后，陈宇就离开学校，前往了职业者交易中心。交易中心有专门的技能练习场，在练习场中使用技能，不仅会减少消耗，而且还会降低冷却时间。唯一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收费。一中校长办公室，周博文满脸晦气地走了进来，开口埋怨道：“你在哪儿找来的妖孽？也不是事先跟我说说情况，害得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不是，我那学生把你怎么着了？”江天明满脸疑惑。“你还让我教他怎么培育植物，存心气我的是不？”周博文愤愤不平地说道。“怎么气你了？”江天明懵逼，难道是我那学生资质愚钝？不应该啊，他之前可一直是年级第1名。你们年级第1？他拿下咱们云川省今年的高考状元，我都不奇怪。周博文脸皮一抽，状元？江天明一愣，这怎么可能？你自己就是种植师，新手期有多难过，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说他能考上的好点的大学，我不意外，状元不太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就在刚才，他当着我的面拍出了一株成熟的史诗级植物。周博文怒视着江天明，而且品相还接近完美，我养的那2个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拿出来。老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这不是存心给我找难堪吗？一个4转的老牌战斗种植师，精心培养的植物生命，品相不如一个新手，周博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品相完美的史诗级植物生命，江天明目瞪口呆，你不是骗我的吧？你也不知道？周博文疑惑地看着江天明，那种子不是你给他的，那他是哪儿来的？你不是说他父母双亡，家庭条件不好吗？以前是不太好，现在嘛，说不清楚。江天明思索了片刻，迟疑地说道。嘿，我说老江你还在这跟我卖关子呢，说说看什么情况？那小子父母又活过来了，还成了超级强者。周博文好奇地问道。你给我活过来一个看看。江天明脸皮一抽，那是怎么回事？他有个姐姐叫陈默。江天明说道。陈默，咱们云川省去年那个高考状元。周博文一惊。没错。江天明点头，他姐姐考上了腾龙大学，如今是什么状况我也不知道。腾龙大学那种地方你是清楚的，别说史诗级植物种子，就算弄出传说级来我都不奇怪。可是进了腾龙大学那种地方，他姐姐还有精力照顾他？周博文惊讶。当然有。江天明说道。陈默每个月都会按时寄回来一笔钱，让我转交给他的弟弟，而且时不时还有空回来一趟。进了腾龙大学还有空回咱们云川省。周博文目瞪口呆，这陈家姐弟可真是不简单啊！弟弟厉害就算了，姐姐比弟弟还离谱，谁说不是呢？多则50、60年，少则20、30年，我们学校那名人墙上怕是又要多2个相框了。江阳市职业者协会大楼，负责接待的前台小姐姐笑容甜美，迎来送往。陈宇走上前开口说道。我要租用基础技能练习室。好的，先生您稍等。小姐姐敲打了几下键盘，请问您需要租用哪个档次的练习室？给我介绍一下吧。陈宇说道。好的先生，我们职业者协会共有4个档次的基础技能练习室。1星级10金币1天，5人共用，消耗和 CD 减少40%。2星级20金币1天，5人共用，消耗和 CD 减少60%。3星级50金币1天，5人共用，消耗和 CD 减少80%。以上房间都提供100%加速恢复休息室以及餐饮。职业者果然处处都需要钱啊！陈宇感叹，这最低级的技能练习室都要10金币1天，换算成前世的软妹币，那可就是10万。家境稍微差一点的，还真就玩不起。考虑了一下，陈宇准备租用一间3星级的技能练习室。以他赚钱的速度，完全不必在这种地方节省，钱用光了，找个地方丢一发禁咒，还不是财源滚滚？陈宇，你也在这里啊？陈宇正要开口的时候，却见苏淼月小跑过来，欣喜地和他打招呼。是啊，好巧。陈宇瞥了他一眼，嘴角扯出一丝礼貌的微笑，
然后继续对前台小姐姐说道：“我要租用一个3星技能练习室，帮我办理吧，先租个1天，晨会50金币。”前台小姐姐笑颜如花的推出一个 POS 机。等下，看见陈宇准备刷卡，苏淼月伸手将刷卡器按住。陈宇疑惑的看向苏淼月：“我刚好办了职业者协会的基础技能练习室 VIP 房间月卡，房间有3个练习位，反正我一个人也用不了那么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VIP 房间？陈宇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前台小姐姐。第4种就是 VIP 练习室，练习位不零售，月卡价格1万金币。前台小姐姐解释道。VIP 练习室消耗和 CD 降低幅度是90%哦。苏淼月对陈宇眨了眨眼，和我一起吗？那就多谢了。陈宇果断选择同意。能白嫖，为什么要多花1万金币？他突然觉得苏淼月是个不错的女孩，真点富有且慷慨。VIP 技能练习室在职业者协会大楼50层，电梯直达。跟随苏淼月走进房间，陈宇立即获得了天道提示。提示：你已进入基础技能练习室，在该建筑中使用基础技能时，技能消耗-90%，技能冷却-90%，自然恢复速率正200%。提示：在该房间释放进阶及以上级别技能，技能消耗与技能冷却不会降低，自然恢复速率照常增加。房间中有射击标靶和木桩假人，以及陪练假人等各类训练设备。苏淼月二话不说，占据了最中间的练习位，开始释放技能。一道剑气激射而出，攻向木桩假人。陈宇则是走进苏淼月左侧的练习位，召唤出一只荆棘藤妖，释放了一发植物强化和加速生长。荆棘藤妖当即露出享受的表情，人性化程度爆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正在经历什么不可描述之事呢。陈宇嘴角一抽，选择性忽视了荆棘藤妖的表现，继续砸技能。10多分钟过去，苏淼月气喘吁吁地停下动作，陈宇却还和没事人一样，技能放个不停。苏淼月喝了2瓶恢复药水，休息了一会儿，才继续开始。可是当他再次精疲力竭，进入嗑药休息时间，陈宇依旧没有停下。循环了好几次之后，苏淼月不由得眼皮直跳。这人蓝条到底有多长？就算消耗减少90%，但也不该这么夸张吧？种植师的快速生长可是没有 CD 的，连续不断放这么久，精神力和体力都还没有见底。陈宇释放技能的对象也让他好奇心爆棚。如果不看手和脚的话，他几乎要以为那就是一个人类少女了。长得像也就算了，随着陈宇技能的释放，那个植物生命居然还爽到露出阿黑岩，比小电影里面还夸张。那陈宇喝杯水休息一下吧。苏淼月亲自动手为陈宇泡了一杯茶。谢谢。陈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接过茶杯。连续释放上百次技能，他的体力和精神力也快见底了，需要恢复一下。对了，你不用去升级吗？怎么这么早就来练习技能了？陈宇疑惑地问道。新手职业者每升5级，基础技能提升1次技能等级上限。苏淼月现在还不到10级，技能等级上限才2级，按理说是没必要专程来练习技能的。技能练到2级，打怪效率也不会提升太多，而且在没有解锁更好的技能等级上限之前，释放技能熟的练度全部都会浪费掉。现在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1个月，时间很紧迫，不应该这么浪费才对。你以为我不想出去升级啊？苏淼月撇了撇嘴，你还不知道咱们江阳市都封城了。封城？为什么？陈宇疑惑。这可是全民转职世界，每天都有海量的职业者要出城打怪，怎么会随随便便封城？听我爷爷说，咱们江阳市附近来了一位竞技强者，莫名其妙的动手立威，幸好没有攻击我们江阳市，否则整个江阳市都被灭掉了。现在根本没人敢出去，就怕那位继续动手，要是被波及到，死了也是白死。苏淼月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竞技强者动手立威，为什么？陈宇好奇地问道。不知道。苏淼月说道，估计是谁招惹到了那位竞技吧。咱们江阳市还有人能招惹到竞技强者，怎么做到的？陈宇更加好奇了。竞技强者可是400级以上，完成8转的超级强者，江阳市最强者也才5转，根本和人家扯不上关系，更别说招惹了。这就更不知道了。苏淼月摇了摇头，但听说是为了后辈的事。后辈？陈宇顿时眼皮一跳，该不会是小燕的禁咒不小心伤害了某位大佬的子子孙孙，大佬来寻仇了吧？释放禁咒之后，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现在事情来了，由不得他不多想。别担心了，苏淼月安慰道，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自然会有强者去交涉的，就是这几天不能出城去升级而已。是。陈宇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面对禁忌存在，现在的自己是绝对没有还手之力的。小燕的存在暂时不能暴露，特别是末日审判魔法，不到绝境绝对不能再使用。当然，封印一个末日审判也不会降低小燕的实力，毕竟他现在拥有足足4个禁咒技能。我还是太弱了，一个竞技强者居然就让我畏首畏尾，必须快一点提升实力。练习室中不断响起苏淼月的娇喝声，陈宇则是选择默不作声的努力耕耘。直到傍晚，苏淼月才离开了技能练习室，但陈宇没有离开，他舍不得这个能飞速提升技能熟练度的风水宝地。或许因为陈宇的努力让苏淼月很满意，他很大方的给了陈宇一个练习室的使用权，让陈宇可以随时使用。职业者协会大楼外，秦岚正在车边等待。苏淼月红着脸飞快地钻进车里，然后将秦岚拉了进来。小姐，怎么？有人想对你不利？秦岚神情严肃，如同尖刀般的目光扫向车外。不是，秦姐，你不是有个种植师朋友吗？你快帮我问问，这是什么级别的植物生命？苏淼月兴奋地拿出手机，点开几张高清图片。图片上是一名阿黑岩的美貌少女，不过少女没有双手双脚，手腕上连接着5根荆棘藤条，双脚处则是2条粗大的树根。仔细看的话，还能发现少女的皮肤是一层细密的白色丝线编织而成，
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皮肤。这些图片是苏淼月征求陈宇同意之后近距离拍摄的。竟然有这样的植物生命！秦岚吃了一惊，她连忙将图片发给了自己的种植师好友。秦岚，妙妙，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图片？信息几乎是秒回。真妙，兰兰，你在哪拍到的？咱们江阳市什么时候有这种大神了？秦岚，这种植物生命很少见。真妙，少见？你这不废话吗？这可是史诗级植物生命荆棘藤妖。真妙，这么跟你说吧，光是一颗种子就能卖到10万金币，还有价无市。真妙，这还只是种子，要培养成熟的话，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心血和金钱。真妙，而且一般荆棘藤妖是长这样。图片。秦岚点开图片，图片上是一个身高1米出头、藤条纠结而成的怪物，勉强能看出一点人形。秦岚，也就是说，我发给你这个荆棘藤妖养得很好。真妙，岂止是很好，简直好到突破天际了好吗？给你科普一下，类人形的植物生命，外貌和人越像，进化层次就越高。你图片里这个铁板钉钉能晋升传说级。真妙，知道传说级植物生命什么概念吗？同级别隐藏职业随便虐，至少都能把种植师保送6转，如果培养得好，7转都不是难事。卧槽！秦岚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保送6转，咱们江阳市的最强者也才5转而已啊！秦姐，怎么了？问到了吗？苏淼月连忙将脑袋凑了过去。你自己看吧。秦岚将手机递给苏淼月。苏淼月，卧槽！时光飞逝，一转眼4天时间过去，苏淼月技能全部升满了，但她没事可做，天天到练习室和目标假人对战。陈宇也一直泡在技能练习室，睡觉都没有离开。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加速生长技能终于被他练到了满级。植物强化技能因为有 CD 的缘故没有练满，但也练到了7级。这几天时间里，被陈宇努力灌溉的植物生命们一个个愈发娇艳，甚至已经有30多个植物生命晋级了传说。荆棘妖灵，品阶传说，等级43，属性力量2450，敏捷2560，体质3050，精神1450。技能荆棘缠绕 LV9，无情鞭笞 LV9，毒刺飞射 LV9，盛情绽放 LV9。百合妖灵，品阶传说，等级43，属性力量1350，敏捷2050，体质2650，精神3860。技能剧毒暗香 LV9，温柔气息 LV9，致命吻痕 LV9，死亡拥抱 LV9。贪食妖灵，品阶传说，等级43，属性力量2730，敏捷2160，体质4020，精神1370。技能暴食 LV9，快速消化 LV9，腐蚀酸液 LV9，欲望陷阱 LV9。传说级的植物生命，任何一个拉出来都能把秦岚这样的2转小法师吊起来打。关键是这些植物生命都是陈宇手中的常规战力，只要买来种子放养在无上圣土之中，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自己进化到传说级。这让他又想起了周博文的话，种植师自己就是一支军队，继续奋斗。主攻植物强化，争取快点升到满级。快速生长虽然已经满了，但可以加快植物生命的进化。主攻一个植物，看看有没有机会催生一个神话级。陈宇从无上圣土中退出，顺便爆出来一只荆棘妖灵。传说级的荆棘妖灵，外貌上已经与普通的人类少女无异。她穿着艳丽的贴身红色花瓣服，纤细如杨柳的腰际围绕着一圈血液般鲜红的荆棘花，黝黑柔顺的长发及至臀下，白皙的皮肤温润而又弹力十足，五官精致，眉目含情，双手食指纤纤，葱白玉嫩，上有丘壑难平，下有丘壑更难平。唯一的缺憾就是双脚还是一片根须。如果将她的照片发到网上，恐怕要引起无数宅男跪舔屏幕。陈宇甘为先驱，满足了广大宅男的心愿，闻起来花香浓郁，尝着还有一点甜味。只可惜经过陈宇的摸索和仔细观察，发现它只有身体表面像人，里面还是实心的，内部构造和荆棘藤妖时期差不多，这就让陈宇的某些想法没有得到实现。不仅荆棘妖灵是这样，百合妖灵和贪食妖灵也差不多。贪食妖灵内部倒是有一些枪式，但里面储存着连玻璃都能腐蚀掉的酸液，人体是万万沾染不得的。陈宇低下头闻了闻荆棘妖灵的香味，顿时精神百倍。那家伙肯定还泡在里面练习技能吧？如果我不来提醒他，恐怕连学校会在今天开启新手副本的事情都忘了。苏淼月推开 VIP 技能练习室的门，果然陈宇就在其中。可是下一刻，他的脸色就不淡定了。只见陈宇抱起一名穿着妖艳花瓣服的绝美少女，还神色陶醉地将头埋在少女腰际。苏淼月鼻子一酸，一股莫大的委屈袭上心头。自从知道了荆棘藤妖的潜力、隐藏职业和家世带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再想起之前学校里那些涉及他和陈宇的八卦，似乎也不那么厌恶了，甚至还有一丝遐想。几天朝夕相处，他对陈宇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只是单纯的觉得和陈宇在一起很不错，一起练习技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很愉快。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只是正常的朋友相处而已。可是当他看到陈宇和别的女孩子发生亲密举动之时，心中的疼痛感却告诉他没那么简单。陈宇，你在干什么？刚刚释放了一个加速生长和植物强化，陈宇就听见身后传来苏淼月愤怒的声音。怎么了你？陈宇转过身疑惑地问道。我好心把练习室借给你用，你怎么能带其他女孩子进来，还跟他那样？苏淼月红着眼，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女孩子？哪来的女孩子？陈宇莫名其妙地问道。我怎样？不是你做梦还没醒了吧？呵呵，还不承认是吧？
苏淼月气急而笑，指着荆棘妖灵：“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把它先放下来？放下来就放下来，生那么大气干嘛？”陈宇无语的将荆棘妖灵放在地上，荆棘妖灵双脚处的根须抓着地面，身体依然保持着半躺在陈宇怀中的样子。整个过程，荆棘妖灵一动不动，如同一尊雕塑。说到底，荆棘妖灵还是植物生命，脑袋里面塞的不是大脑，而是藤条，思维能力比荆棘藤妖高一些，但和人类依旧有很大差别。没有必要的话，他们是不会动弹的。荆棘妖灵的僵硬姿态让苏淼月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随即便注意到了他双脚处的根须。这是你的植物生命？一瞬间，所有的心痛、委屈、泪水、愤怒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误会了。想到自己刚才差点哭鼻子的表现，苏淼月尴尬的差点用脚趾原地抠出3室1厅。你以为我带了个女孩进来卿卿我我？陈宇指了指荆棘妖灵：“大小姐，你应该知道，咱们时间很宝贵的，高考在即，哪有时间谈情说爱？”陈宇理解苏淼月的心情。前世地球上，如果他把自己的爱车借给某个女性朋友，结果那个女性朋友带了个野男人在他的爱车上乱来，他也会大发雷霆。但苏淼月的思想很奇怪，他天天都接触陈宇的植物生命，也知道陈宇几乎不出练习室，结果看到荆棘妖灵的第一反应，居然以为这是个女人，就很离谱。虽说荆棘妖灵晋升传说之后形象变了，但也不至于有那种反应吧？难道这妞是传说中的恋爱脑，喜欢我了，然后自动降智了？不会吧？以职业者世家的家教，就算歪了也不会这么离谱吧？面对陈宇狐疑的目光，苏淼月的脸蛋迅速充血变红，好像一个煮熟的大闸蟹。对了，苏淼月，那个竞技强者搞定了吗？可以出去练级了吧？看到苏淼月进入红温，陈宇连忙转移了话题。再说下去，大小姐就要恼羞成怒了。这2天没消息，好像是走掉了，很多职业者都尝试着出城了。哦，对了，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说起正事，苏淼月很快就忘掉了刚才的尴尬。节假日还是什么纪念日？陈宇尝试性的问道。噗，苏淼月忍俊不禁，我看你是不知天日，今天是学校开新手副本的日子，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是不是都不打算去了？对啊，新手副本，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陈宇一拍脑袋，全民转职世界，副本财是经验和金币最主要的来源，绝大多数副本都被掌握在家族、公司、工会、学校、官方等各式各样的势力手中，往往只需要看一个势力掌握了多少副本，就能评判那个势力的强弱。江阳一中为何是江阳市最好的中学？就是因为它掌握着总共3个新手副本。新手副本只进入等级为1到50级的副本，一转以前都能在其中获得不菲的收益。职业者各个等级区间都有对应的副本，一阶副本对应1转职业者51-100级，2阶副本对应2转职业者101-150级。当然，也有不限制等级的特殊副本，收益全看运气。苏淼月大小姐出门自然是车接车送，陈宇也沾了光，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专车送到学校。到学校之后，两人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班级。新手副本设置在副本广场，需要各个班级的老师带队进入。陈宇来到教室，时间还不算晚，班级里的战斗职业不多，只有6-7个，陈宇是到的最晚的一个。其他人只是看了一眼陈宇，便不再关注。只有李薇走了过来，伸手敲了敲陈宇的桌子。我说老陈，这么多天不见，你回宿舍跑哪儿去了？我过着和校花同居的幸福生活。陈宇咂了咂嘴，似乎在回味着什么。他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和苏淼月在一起，绝对算是同居，每天技能熟练度暴涨，十分幸福。开啥玩笑呢？人家校花看得上你。李薇不屑地说道。作为室友，李薇很清楚陈宇和苏淼月根本就没有传闻中那些事。对了，我听说咱们学校的3个新手副本，其中一个有隐藏内容呢。哪个副本？陈宇来了兴趣。守卫村庄。李薇说道，副本任务是顶住石波哥不灵小怪的进攻，结束之后可以结算副本或者继续进行石波防御。可惜后面石波怪难度很高，贪的话可能得死出来，收益腰斩。守卫村庄，知道了，就选它了。陈宇正准备看一下副本介绍，选择进哪个副本呢？李薇提醒的正好。可别。李薇嘴角一抽，咱们还是选末日生存吧，综合算下来收益是3个副本最高的。对了，等会儿到副本广场咱们组副本队。得了吧，你那些队友能让你组我？陈宇笑道。嘿嘿，你别说，我在队里还是有几分面子的。李薇得意的说道。再说吧。陈宇不置可否，副本单刷才能获得最大收益，带李薇一个也没问题，但他绝不可能再带上李薇的那些队友。同理，李薇的队友也不会允许陈宇白嫖。闲聊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班主任刘青走进教室，带领班上的几个新手职业者进入副本广场。副本广场其实是一个室内小礼堂，大约有2000多个平方，正中间摆放着3个3米多高的白色光门，每一个光门前都有一位老师在进行登记。老陈，我和我队友约好在那边集合，我们过。李薇话还没说完，转头就看见陈宇已经离开。大部分职业者都还没有组好队，所以副本传送门前还比较空旷。陈宇上前走到显示名称为守卫村庄的登记处。老师，请给我做一下副本登记。陈宇说道。报一下队长队员名字、职业。登记老师说道。队长陈宇，职业种植师，没有其他队员。你要单刷？登记老师惊愕地抬起头看向陈宇。由于惊讶过度声调变高的缘故，导致副本广场中大部分新手职业者都将目光投递了过来。有人要单刷？不是吧？谁这么忙啊？苏淼月吗？苏淼月是隐藏职业者，如果说我们这一届谁能单刷的话，应该就是他了吧？你瞎呀？那人明明是个男的。
怎么可能是苏淼月？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苏淼月是不会单刷的。突然，一人大声说道。他背着一把蓝光闪烁的长弓，上半身的皮甲和身后的剑筒也泛着蓝光，3件稀有装备。众人纷纷侧目。我是苏淼月的固定队友，远程输出位林道南。说着，林道南露出骄傲的神色。苏淼月的队友，厉害，怪不能现在就能穿3件蓝装。各位，你们可能不认识。林道南压低了声音，指了指副本传送门的方向，扬言要单刷的人也不简单啊。不简单？是谁？我们学校还有第2个隐藏职业者。一名法爷凑过来问道。你忘了，咱们的年级第1那位变异职业者。林道南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阴阳怪气的说道。号称一人成军的堂堂种植师，需要和别人组队。原来是他啊。挺可惜的，成绩不错，却赚了个种植师。种植师的职务成规模还是挺厉害的，可现在才转职几天时间，多半第1轮职务都没成熟，自然没什么战斗力。那还单刷？不知道找个队混一混？哪个队愿意让人混？平白损失经验收益，你愿意吗？呵呵，林道南冷笑。你们以为他真敢单刷？我看他就是在哗众取宠，妄图博取同情，看看有没有哪个队伍会收留他。他要是真敢走进去，我林道南的名字倒过来写。是这个道理，可惜职业者的世界哪来这么多同情？说得对，哪有那么多圣母？等下没人阻止他，看他怎么收场。年级第1，就这。周围的骚动，陈宇没有理会，平静地对登记老师说道：老师，可以登记了吗？同学，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登记老师尴尬地轻咳一声，劝慰道：不用，做登记吧。哎，那好吧。见陈宇意志坚决，登记老师也不好再劝，只能为陈宇做了副本登记。陈宇没有迟疑，直接走进了副本传送门。看到陈宇消失，副本广场顿时一片轰动。真的进去了？单刷？敢单挑副本，他不会是有什么秘密底牌吧？人家一直是年级第1，说不定真有底牌。喂，林道啊，不叫南道林的，你不是挺了解陈宇，肯定他不敢单刷的吗？人家怎么这就单人进本了？林道南闻言，顿时脸上一片铁青，梗着脖子说道：他那是骑虎难下，弄出这么大动静，又没人阻他，他当然只能单人进去了。你们看着，用不了几分钟，他就得灰溜溜的死出来，说不定一个小怪都打不死。我觉得也是，只不过这人也太可悲了，为了面子，白白浪费一次副本机会。有人摇头叹息。副本名称：守卫村庄，等级限制小于等于50级，人数限制小于等于8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真实。真实。陈宇直接选择最高难度。副本冷却时间很长，自然要选高难度，将收益最大化。至于能不能打得过，进咒了解一下。确认难度之后，周围的空间如同水波一样晃动，几秒之后，周围变成另外一片光景。勇士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先锋村。头顶村长2个大字的老人走到陈宇面前。陈宇知道这人就是副本引导 NPC， 于是说道：村长你好，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非常标准的任务对白。果然，村长说道：最近先锋村正在遭受哥布林的进攻，我们防卫人手不足，请问您可以帮助我们守卫村庄吗？当然。陈宇点了点头。提示：你已接受副本任务守卫村庄，任务内容：帮助先锋村抵御10波哥布林的进攻，完成任务可进行副本结算，任务失败或死亡将会退出副本，且本次副本收益减半。警告：由于你选择了真实难度，副本保护机制失效，机制变更，副本死亡将会导致真实死亡，任务失败会退出副本并损失所有收益，且永久无法再次进入该副本真实难度。对于警告提示，陈宇并不吃惊。文化课上有一个单元就是专讲副本难度的，选择真实难度的副本失败惩罚，还是个被画红线强调的重要知识点。接受了任务之后，村长发给了陈宇一套通用装备：先锋村皮甲，品质普通白，限制无，效果生命加100，防御加5。说明：任务道具可佩戴，不可带出副本。头盔、上装、下装、鞋子、武器一整套。属性大概相当于30级的白板装备，关键是没有等级限制，一穷二白的新手职业者穿上能提升很多战斗力。将装备穿好，陈宇便来到了城墙上。说是城墙，实际上只是一道不到3米高的土坡，城内这边是斜的，可以走上去，外面是垂直的，便于防御。城墙上站着一些长枪兵，陈宇依发探查术照出了他们的属性：先锋村战士，模板小怪，等级20，属性力量120，敏捷135，体质120，精神100，技能刺击 LV3，基础枪法 LV5。这些枪兵在小怪模板里算是拔尖的存在，比同等级一般小怪属性高出1倍，恐怕职业者就算摆烂，依靠这些枪兵也能顶住几个波次的进攻。先锋村依山而建，只有一面城墙，长度在400米左右，村里大概有100名战士，平均分配刚好能把整个城墙照顾周全。啊！正在这时，一阵号角声响起，先锋村战士们听见号角声，赶紧从村里的各个角落冲到城墙上，严阵以待。陈宇向城外眺望，几百米开外是一片白色浓雾，一些绿色皮肤的矮小怪物从白雾中冲了出来。这些怪物满身皱褶，衣衫褴褛，身高不超过1.4米，手中拿着的不是木棍就是生锈或断裂的刀剑，更有甚者还缺胳膊少腿，在地上爬行，活像个一种丧尸，一看就是老弱病残，连杂兵都算不上。陈宇戴上侦探眼镜，放了一个探查术：孱弱的哥布林，模板小怪，
等级10，属性力量30，敏捷30，体质32，精神20，技能5。果然就是一群炮灰。大约几分钟之后，白雾中不再出怪。第一批怪物大约有300来只，在属性的巨大差异之下，就算陈宇不出手，先锋村战士也能守下来，并且不会出现伤亡。不过先锋村战士杀的怪，经验不会算在陈宇头上。于是陈宇召唤出100个荆棘藤妖，让他们在城下守卫。大约10多分钟之后，哥布林们才乱哄哄地跑到城墙下。最先跑过来的哥布林大概眼神不太好，将荆棘藤妖当成了人类少女。他流着口水，兴奋地嘶吼一声，然后对着荆棘藤妖挺了挺坤坤，冲了上来。好在荆棘藤妖看不懂哥布林的动作含义，也没有愤怒的情绪。看见敌人靠近，他向前抬手，一条藤鞭陡然暴长到10多米长，对着绿皮怪当头砸下。哥布林还沉浸在侵犯人类少女的妄想中，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一鞭子抽碎了脑袋。击杀10级哥布林，经验值加30，这经验倍率舒服。看到提示，陈宇眼神一亮。在外面打普通10级野怪，经验值也就是10点左右，副本中的怪物经验足足是外界的3倍。城墙下一大群孱弱的哥布林一拥而上，荆棘藤妖们双手出的5根藤蔓全部伸出，抽打时发出呜呜的破空声。一时间，无数绿色藤蔓如同狂蛇乱舞。陈宇耳边响起接连不断的提示音：击杀11级哥布林，经验值加33；击杀10级哥布林，经验值加30；击杀12级哥布林，经验值加36。不到1分钟时间，几百头哥布林全部变成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半道上还有几个瘸腿的哥布林正在努力地向着先锋村城墙爬行。当他们看到大部队冲过去，不到5分钟就全军覆没，顿时傻了眼，不知道该继续前进还是该赶快撤退。陈宇发现这几头哥布林进退两难，很贴心地为他们做出了抉择。几秒钟后，荆棘藤妖飞奔而至，几鞭子结束了他们痛苦的一生。城墙上守城的先锋村战士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至此，第一波进攻结束。陈宇没耐心等待，命令荆棘藤妖冲进白雾开杀。结果荆棘藤妖们刚刚冲到白雾边上，就撞上了空气墙。原来白雾就是副本边沿，也是刷怪口。无奈之下，陈宇只能让荆棘藤退了回来。片刻之后，提示音响起，提示你击退了哥布林的第一波进攻，贡献度加10。提示由于你在第一波进攻中表现突出，贡献度额外加100。提示贡献度可用于兑换先锋村物资，包括装备、药品、建筑、特殊物品等等，不可带出副本。陈宇打开兑换列表查看，破旧的木质剑塔每5秒射出1根箭矢，需求贡献度10；崭新的木质剑塔每3秒射出1根箭矢，需求贡献度20；破旧的石剑塔每5秒射出3根箭矢，需求贡献度100；崭新的石剑塔升级10城墙、强弩、炮台；精锐先锋村头盔，稀有装备，任务贡献度20；体力药水补充100点体力，贡献度10；精神药水补充100点精神力，贡献度10。所以说，原来这是个塔防副本。正确的副本流程应该是打怪积累贡献度，升级城防。前期将城防建设的越好，后期收益才会越高。然而对于陈来说，城防算个屁。陈宇直接将贡献度全部兑换成体力药水和精神药水，然后从无上圣土中将小燕和小风取出来，一边逗弄他们解闷，一边释放职业技能积累熟练度。半个小时之后，第二波进攻到来。这一次依旧是老弱病残，不过数量更多，足足有上千。陈宇一声令下，100只荆棘妖灵直接冲了过去。这一次哥布林刚刚出现，还没来得及展开冲锋，就被从天而降的无数藤条抽成了一滩肉泥。提示你击退了哥布林的第二波进攻，贡献度加20。提示由于你在第一波进攻中表现突出，贡献度额外加200。提示贡献度可用于兑换先锋村物资，包括装备、药品、建筑、特殊物品等等，不可带出副本。第二波结束，荆棘藤妖们没有退回来，而是堵在出怪口边缘。出怪口的宽度大约只有100米左右，被荆棘藤妖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藤条无处安放，被迫收了回去。又是半小时之后，第三波进攻到来。一头哥布林刚刚走出白雾，就被数根藤条同时击中，瞬间4分5裂。击杀16级哥布林，经验值加48；击杀20级哥布林，经验值加60；击杀17级哥布林，经验值加51。陈宇甚至来不及对其使用探查术，只能从经验值获取提示中看到他们的等级。几分钟后，陈宇的经验条增长了1小节，第三波进攻结束。紧接着第4波、第5波、第6波，一直到第10波，守城的先锋村战士们都没有再看到哪怕半个哥布林，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站在城墙上该干嘛，但碍于规则又不能冲出去或者撤走。有些先锋村战士百无聊赖之下，直接3-32-2坐在地上开始打牌。陈宇十分惊奇，上前围观，发现是一种他没有见过的卡片游戏。程序设定还是他们有自我思想？思考了片刻，陈宇认为应该是前者。他们的逻辑中可能被写入了没事做的时候进行某种娱乐活动的设定。击杀35级哥布林，经验值加105。随着最后一声击杀提示，第10波进攻彻底结束。提示你击退了哥布林的第10波进攻，贡献度加100。提示由于你在第10波进攻中表现突出，贡献度额外加1000。提示贡献度可用于兑换先锋村物资，包括装备、药品、建筑、特殊物品等等，不可带出副本。提示你已完成第1阶段副本任务，是否退出并进行副本结算？提示由于你选择了真实难度，退出后副本进度将保留，冷却期结束后可再次进入，
并继承本次进度。不结算。陈宇果断做出否定选择。江阳一中副本广场，目视陈宇消失在副本传送门中，一名战士和一名弓箭手将李威放开。你们拉我干什么？李威怒视自己身后的战士队友。李威，请你不要太任性。旁边的法师妹子说道。我们知道陈宇是你的好朋友，铁哥们，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队伍不是才6个人吗？学校的3个新手副本人数限制都是8人，为什么不能多组一个？李威环视自己的队友们。对，我们是只有6个人，但这个配置就足以通关副本，并且拿到奖励了。多一个人不会有任何额外的效果，还会分饱我们的经验值收获，凭什么要多组一个人？如果你想拉个战力强的进组也就罢了，拉个纯拖后腿吃白饭的是什么意思？李威，你要明白，你是队伍核心没错，但你没有权利为了你的私人感情损害我们的集体利益。李威沉默，他感觉自己身边的队友们很陌生，平时好言好语的捧着他，刷怪的时候让他扛着脏活累活，一旦他提出了一点看起来会不利于他们的建议，就瞬间联合起来和他翻脸。也对，临时队友而已，什么能耐，让人家惯着我，凭我能挨打？李威自嘲的一笑。副本传送门附近，现在是9点32分，我敢断定，不超过9点40，他就会死出来，否则我林道南名字倒过来写。林道南拉起袖子看了下表，斩钉截铁的说道：“不是吧？南道林，人家进的可是守卫村庄，第一波一个怪都不用打的。”旁边有人阴阳怪气：“你的名字再倒一下，不是又变回原来那个了吗？反正他用不了多久就会死出来。”林道南脸色通红：“你说谁会死出来？”一个悦耳的女声响起。林道南回头一看，只见围在旁边的人群自动散开，身着一套蓝光带子装备的苏淼月缓缓走来。月月，你来了。林道南瞬间堆起一脸的笑意。我刚才说陈宇呢，他一个种植师竟然敢带人进副本，你说他不是找死是什么？自以为年纪第一很了不起，实则是个哗众取宠还死要面子的草包。还有人谣传陈宇和你的八卦，简直不知所谓。这世上有些人呐，总觉得不踩别人两脚就显示不出他的高尚，但是呢，他也不先找个尿坑照一照，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陆萍萍从人群中冒了出来，皮笑肉不笑。陆萍萍，你什么意思？我说的可是事实，我说的也是事实。好了，先别吵了。他进的什么难度你们知道吗？苏淼月好奇地问道。应该是简单吧？林道南不确定地说道。副本难度是进本之后自己选择的，外人无法观测。哦，苏淼月点了点头。对于陈宇单人进本毫不意外。早上在技能练习室误会陈宇之后，他描述荆棘妖灵的形象，让秦岚又帮他问了一次，得到的回答是那棵植物生命100%就是传说级，带着传说级植物生命进本，别说单刷简单了，就算捅穿普通乃至困难都不是难事，是吧？月月，你也觉得那陈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吧？林道南一脸谄笑，要是去演辫子戏，一个林公公的形象绝对惟妙惟肖。我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是你。苏淼月冷声说道。还有林道南同学，请称呼我的全名。林道南的脸顿时憋成了猪肝色，恼羞成怒道：那个陈宇有什么好的，值得你这么为他说话？一个种植师而已，注定没有前途。呵呵。苏淼月冷笑一声，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赌什么？我赌他能把副本打通关，如果你输了就当面向他道歉，如果我输了赔你1万金币。1万金币？林道南的呼吸急促起来。好，我跟你赌。他家里不穷，但1万金币对他而言也不是小数目了。至于说输，他根本没有想过，一个刚转职几天的种植师能打通新手副本，他林道南的名字倒过来写。副本中，刷怪口的哥布林尸体堆积成山，荆棘藤妖喜不自胜，将尸山当成了自助餐，疯狂吸食血肉精华。陈宇看得啧啧称奇，没想到怪物尸体也能用来当做植物生命的肥料。提示：你选择不进行结算，任务评价将在结算时累加。提示：你已获得任务，守卫村庄第2阶段，抵挡10波哥布林的攻击，保证先锋村不被怪物攻破。不知什么时候，老村长也走上了城墙，对陈宇说道：尊敬的勇士，感谢您保护了先锋村，为了表达谢意，先锋村的高级武备库已经向您开放。提示：你已获得先锋村功勋高级兑换权限。陈宇打开兑换列表一看，所有兑换物品都在刚才那个列表的基础上升了1级。剑塔有了进阶版，钢铁剑塔还多了一种新建筑炮塔，增加可兑换装备。先锋村勇士套装和先锋村精锐套装一样，也是稀有级，但属性比精锐套装高出1大截，大概相当于50级稀有装备。陈宇继续兑换了一堆高级版的体力药水和精神药水，开始练习技能。荆棘藤妖们有额外的肥料，加速生长的技能效果更上一层楼。勇士，接下来敌人的攻势更强，您可以升级一下城防用以应对。老村长看见陈宇没有继续发起兑换，先锋村城防还是初始版本，忍不住出言提醒：这是你们先锋村的城防，又不是我家的，我为什么要用功勋帮你们升级？你们有材料自己不会升吗？陈宇反问道。这老村长顿时哑口无言，或许是因为没有回答过这种问题，陷入了宕机状态。陈宇没有理会老村长，一边摆弄不想动弹的原初精灵小风，一边继续对吃饱喝足的荆棘藤妖们释放技能。第10波到第11波之间的间隔有点长，足足2个小时之后，白雾中才有新的绿皮哥布林冲出来。姑娘们，接客了！陈宇从无上圣土中释放出另外100个荆棘藤妖，指挥着他们冲上去迎敌。都是自家姑娘，自己不能厚此薄彼。已经吃饱的这一批，则是围在陈宇身边，准备承接恩泽。新放出来的这一批荆棘藤妖，质量比刚才那一批还要更高，其中还有10几个传说级的荆棘妖灵。第11波敌人是35到40级的绿皮哥布林，
属性依旧很难看，还比不上先锋村战士。面对属性用千位数计算的荆棘藤妖，他们死得很有节奏。从白雾里出来之后，能够跑上2步的都算是命长，大部分是下半身还没出来，上半身就没了，或者刚刚探出一只手或者一个脑袋，就被几根藤条迫不及待地拽了出来。不太均匀的分割之后，摆上了荆棘藤妖们的餐桌。几分钟之后，进攻结束，荆棘藤妖们严阵以待，等着下一波自助餐的到来。陈宇没怎么看到怪物长什么样，但从经验入账提示中看到了几条不一样的东西：击杀30级精英哥布林战士，经验值加300；击杀31级精英哥布林暗杀者，经验值加310；击杀30级精英哥布林祭司，经验值加300。这一波哥布林之中有8只精英怪混入其中，从名称看，正好是一个职业者小队。普通的30级精英怪，4维属性标准是170-180。考虑到哥布林这个种族水分比较严重，可能真实属性只比先锋村战士高一点。这样的属性配合怪物潮，覆灭先锋村还是很简单的。按照陈宇的推测，先锋村城墙上的战士大约能自行扛住2波攻击。第3波开始就有可能漏怪，第4波开始就会出现伤亡。如果玩家完全不出力，第5波左右就会大量漏怪，并且军队损伤会超过1半。第6波铁定是全灭没跑。虽然属性碾压，但先锋村战士毕竟只有100个，怪物却数以千计。第11波开始没有城防和职业者协助，估计每一波都能轻易全灭先锋村。怪物强度很高，可以说拉8个配合默契的50级隐藏职业者上来，打第11波都绝对不轻松。可是面对100多只饥渴无比的属性怪，第11波的精锐和第1波的老弱病残未必有多大差距。等待半小时，刷怪5分钟，循环往复。到了第15波，陈宇将堵门的荆棘藤妖召唤，然后换了100个猎手花妖和100个百合花妖上去继续堵门。猎手花妖是食人花的史诗级进化体，拟人程度比荆棘藤妖还高，看上去像一只白白嫩嫩、柔弱无害的人类小萝莉，连手脚和头发都是人类形态。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它的攻击范围，浑身任何一处都能迅速弹出一朵巨大的食人花，将猎物吞噬。一株猎手花妖同一时间最多能探出10朵食人花。猎手花妖的传说级进化体贪食妖灵则更加恐怖，能同时吞噬20个猎物。一时间，白雾缭绕的刷怪口百花齐放，有几个过分的贪食妖灵直接把食人花张开，对在空气墙上一动不动，等待怪物自己走进去。百合花妖们近战能力弱，根本挤不进去，只能蹲在后排眼巴巴的看着，敢怒不敢言。好在出怪数量越来越多，猎手花妖们消化不过来，怪物尸体开始堆积，可怜的百合花们才有了吸收养分的机会。到了第20波，小怪已经变成了45到50级普通哥布林，8人精英怪小队的数量增加到了10只，等级也提升到了50级。可惜没用，陈宇依旧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怪物露头。提示：你击退了哥布林的第20波进攻，贡献度加200。提示：由于你在第20波进攻中表现突出，贡献度额外加2000。提示：贡献度可用于兑换先锋村物资，包括装备、药品、建筑、特殊物品等等，不可带出副本。提示：你已完成第2阶段副本任务，是否退出并进行副本结算？提示：由于你选择了真实难度，退出后副本进度将保留，冷却期结束后可再次进入，并继承本次进度，不结算。提示：你选择不进行结算，任务评价将在结算时累加。提示：你已获得任务，守卫村庄第3阶段，抵挡10波哥布林的攻击，保证先锋村不被怪物攻破。按照第10波和第11波的时间间隔看，下一波进攻恐怕还要等待2个小时以上。怪物尸体已经被猎手花妖和百合花妖分食干净。陈宇将吃饱喝足的植物生命们召唤回来，每一株都丢了几发快速生长，紧接着将它们送回无上圣土，只留下几株刚刚进化的荆棘妖灵作为技能释放对象。真正促进植物生命进化的是无上圣土的特性以及生命之树的效果，怪物尸体和快速生长技能只是额外的肥料而已。果不其然，刚刚回到无上圣土，就有几株植物生命获得了晋升，成为了传说级勇士。多谢您拯救了先锋村。经过长时间的重启，老村长又冒了出来，作为酬谢，我为您申请了图特城的军需兑换资格。图特城已经知道了先锋村遭遇的情况，援军和军需官马上就到。原来还有援军？陈宇点了点头，这才合理。第20波的怪物强度，8个顶配的隐藏职业者，一路完美通关都不一定守得住。到21波就不用说了，100分百歇菜。这样一来，第3阶段的副本任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没人能打，那么做出来是为了什么？但要是有援军的话，就能够解释得通了。大约3分钟过后，陈宇听见了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先锋村后方狭长的山谷中，一队骑兵飞奔而至，他们胯下的战马十分神骏，人和马都披着铠甲，看起来威武不凡。骑兵首领手持重剑，一身战甲冒着紫光，这效率绝了。陈宇暗中竖起大拇指，和村长一起迎了上去。他手中的功勋已经积攒到了15000点，就等着图特城军需官上门看看有什么好货。图特城精锐重骑兵，模板精英，等级30，属性力量310，敏捷230，体质350，精神200，技能无畏冲锋 LV5，穿刺 LV5，重骑兵统领卡斯特，模板 BOSS， 等级40，属性力量1250，敏捷830，体质1300，精神600，技能这也太强了点吧。陈宇探查出援军属性之后，不禁有些疑惑。先锋村阵营直接多出200只30级精英怪。提示：你击退了哥布林的第30波进攻，贡献度加300。提示：
由于你在第30波进攻中表现突出，贡献度额外加3000。提示：恭喜你击退了哥布林的全部进攻，贡献度额外加10000。提示：贡献度可在图特城军需官处兑换为功勋值，功勋值可用于兑换奖励，可带出副本。提示：你已完成第3阶段副本任务，你可以进行副本结算，或者进入自由探索模式。自由探索期间非战斗状态可随时进行结算。提示：由于你选择了真实难度，结算后不可重复进入该难度。原来贡献值还有这个用途，我就说为什么最后一波还要奖励贡献值？哦，还有自由探索模式，暂时不结算。真实难度的副本只能经历一次，不能重复刷。这个自由探索模式估计也是副本奖励之一，给足时间让玩家继续获取经验或者提升副本评价。尊敬的勇士，感谢您击退了哥布林的全部进攻，保卫了我们先锋村。老村长唱着陈词滥调走过来。图特城的军需官已经到达，为报答您的恩情，图特城将为您开放最高级兑换权限。陈宇跟随老村长来到村口，一个瘸腿老兵正背靠着矮树，坐在一块青石上，他的身边是2匹战马拉着的马车。尊敬的勇士，您好，我是图特城军需官，您的功勋帝国将永远铭记。老兵站起身对陈宇鞠了一躬。提示：你已获得图特城功勋值兑换权限。兑换列表：1功勋值100点先锋村贡献，图特精锐各职业套装50级蓝装5件套100功勋值，图特统领各职业套装50级紫装5件套1000功勋值，低级活力药剂100秒内回复10%精神力和体力1功勋值，中级活力药剂100秒内回复20%精神力和体力5功勋值，高级活力药剂100秒内回复50%精神力和体力20功勋值，超级活力药剂100秒内回复100%精神力和体力100功勋值。便携式精良箭塔，每秒1次50级精英弓箭手攻击，放置后不可撤回100功勋值。便携式强攻箭塔，每秒3次50级精英弓箭手攻击，放置后不可撤回500功勋值。图特城墙图纸，稀有级城墙图纸2000功勋值。图特箭塔图纸，稀有级箭塔图纸1000功勋值。普通图特战马，骑乘速度正50%，100功勋值。稀有图特战马，骑乘速度正100%，500功勋值。魔云藤种子，新手阶稀有级植物生命种子2000功勋值。全是好东西啊！兑换列表上的物品全都是极品，随便一样拿到外面都能卖出高价。可惜陈宇满打满算也只能兑换500功勋值，很多想要的东西都无法入手。兑换列表解锁之后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所以兑换功勋值的事情不着急，还是先自由探索一波，看看能不能多搞一些功勋值。尊敬的勇士，这是图特城周边地形图，如果您要外出游历，应该能够用得上。军需官将一张地图递给陈宇。那就多谢了。陈宇接过地图。不客气。军需官说道，欢迎您到图特城游玩，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您一定会喜欢的，有机会一定。陈宇拿着地图离开，边走边看。地图的中心位置就是先锋村。先锋村建立在一条峡谷的出口，后方有一座城市是图特城，前方也有一座城市被标红为哥布林主城。图特城治下包括先锋村在内一共有13座村庄，而哥布林主城治下一共有27座村庄。获取功勋值的办法这不就来了吗？陈宇看着地图上的小红点和大红点，如果将哥布林全部灭掉，应该能获得不菲的功勋值。在哥布林进攻的时候，先锋村外面笼罩着白雾，白雾边缘就是空气墙，根本无法离开。30波进攻打完之后，白雾便已经消散。陈宇派出一只荆棘妖灵，让他前去试探空气墙是否还存在。荆棘妖灵冲出去，不一会儿就冲过了之前白雾的界限。果然，空气墙已经不存在了，地图边界被扩大，可以外出探索了。陈宇选择了一个距离先锋村最近的哥布林村庄作为目标，500多号植物生命组成的军团，浩浩荡荡的前进。走了大约半个小时，陈宇感觉这么走下去有点不妥。按照地图上的标注，20多座哥布林村庄，任意相邻的2个，差不多都相距10多公里。他没有加过敏捷，速度很慢，恐怕赶路都要浪费很长一段时间。于是陈宇干脆把植物生命全部收起来，只留下2只敏捷最高的荆棘妖灵当坐骑。10多分钟后，2只荆棘妖灵走完了陈宇2-3个小时的路程，抵达了第一个哥布林村庄。哥布林村庄比先锋村面积要大一些，看起来非常杂乱。住所是用树枝和杂草堆砌的窝棚，排泄物和垃圾四处可见，整个村落都散发着阵阵恶臭。小的们，给我上！陈宇没有进村参观的欲望，直接放出所有植物生命，然后一声令下，500多只植物生命快速冲进村庄，见哥布林就杀。村庄中发出此起彼伏的惨叫声，陈宇的脑海中也响起源源不断的提示音：击杀15级哥布林，经验值加45；击杀33级精英哥布林，经验值加330；击杀30级哥布林，经验值加90；击杀50级哥布林，经验值加150。提示：你剿灭了一个哥布林村庄，图特城功勋值加300。不到10分钟，村庄中哥布林全部变成了花肥。陈宇打开属性面板看了看，经验条从45级 12% 上涨到了45级 24%， 一村低哥布林提供了 12% 的升级经验，还算不错。除此之外，还有300点功勋值入账，加上守卫先锋村结余的500，一共是800点。功勋兑换列表中，陈宇最中意的物品，一个是图特城统领培育师套装，另一个就是稀有级植物生命魔云藤的种子。按照这个进度，只要再屠灭几个哥布林村庄，就能全部到手。阳江一中副本广场，陈宇单刷副本引起的骚动很快就平息了下来。新手职业者们在组好队伍之后，便各自进入了选中的副本。
副本广场中只剩下稀稀拉拉的10几个人，其中就包括了苏淼月的队伍。苏淼月和林道南打赌，还提出了大额赌注，所以两人都没有组队进本。其余几个队友围在旁边充当吃瓜群众。月月，你们两个发展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陆平平顶了顶苏淼月的肩膀，一脸暧昧的笑容。别乱说，我跟他才不是你想的那样。苏淼月脸色微红，不是我想的那样。陆平平坐惊恐状，难道比我想的还要快？到哪一步了？该不会已经做了吧？嘿嘿，快给我说说，感觉怎么样？他厉不厉害啊？陆平平眯着眼露出邪笑。死丫头，皮痒了是吧？苏淼月恼怒的很掐了一下陆平平凑过来的脸蛋。我说过，没你想的那种事，没我想的那种事。呵呵，陆平平挑了挑眉，看看你自己。林道南，我跟你打赌，我输了给你1万金币，你输了不用给钱，给我家陈宇道歉就行。哎呦，啧，咱们月月护肤可厉害着呢。滚！苏淼月闹了个大红脸，埋着头将陆平平推开。不远处的林道南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看到苏淼月羞涩的表情，愤怒和嫉妒情绪顿时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他面色阴沉地看向苏淼月，冷声说道：苏同学，等会儿陈宇死出来，可别忘了1万金币的赌注。当然，这点钱我还不至于赖账。苏淼月撩起凌乱的耳发，淡淡的说道。被林道南打扰，陆平平也没心思再和苏淼月打闹。原本是一个队伍，如今却分成泾渭分明两拨人，一边是攻守林道南和2名战士男生，另一边是苏淼月、骑士陆平平、法师李嫣然以及奶妈刘子欣4个女生。距离陈宇进副本已经2小时，林道南推测守卫村庄中的 NPC 士兵应该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他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这一次虽然他得罪了苏淼月，但能赚到1万金币，也算是有了大收获。时间1分1秒流逝，2个半小时，陈宇没有出现；3个小时，陈宇依旧没有出现。林道南的笑容逐渐消失。3个半小时，陈宇还在副本之中，林道南面色变得难看。4个小时，陈宇依然没有离开副本，林道南已经是一副死人脸。直到5个多小时之后，苏淼月起身走到林道南面前，说道：守卫村庄每半个小时出怪一波，第10波怪物是4个半小时左右刷新。陈宇现在还没有出来，就证明他已经通关了副本。你还有什么话说？说不定他只是躲起来了呢。通关？绝对不可能。林道南嘴硬。那就继续等吧。苏淼月冷笑。副本中花费了将近1天时间，陈宇终于将27个哥布林村庄全部扫灭。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荆棘妖灵速度很快，但也不能飞，更不能瞬移。大量经验值入账，让陈宇的等级提升到了47级52%。除了经验值，还有大量的掉落物品。哥布林虽然穷，但数量多了还是能爆出一些东西。而且每次扫灭哥布林村庄，还会根据情况获得一个奖励宝箱。职业者的新手背包只有10个空间，早就已经装不下了。如今无上圣土中被单独划出一片区域，用于存放守卫村庄副本的战利品。另外就是功勋值收入，因为哥布林村庄中怪物质量有差距，所以剿灭获得的功勋值也不一样。最强的村庄价值800多功勋值，最弱的村庄里只有200-300个老弱病残，剿灭之后只获得了几十点功勋。27个哥布林村庄一共为陈宇带来了9000点功勋值，加上守村剩余，一共是9500点。陈宇打开兑换列表，开始扫货。首先是心仪已久的图特城统领培育师套装，图特城统领培育师头冠，品质史诗，等级50，限制御兽师、种植师、御灵师等培育类职业，效果精神加200。图特城统领培育师上衣，品质史诗，等级50，限制御兽师、种植师、御灵师等培育类职业，效果力量加100，体质加150，精神加50。图特城统领培育师长裤，品质史诗，等级50，限制御兽师、种植师、御灵师等培育类职业，效果力量加100，体质加150，精神加50。图特城统领培育师长靴，品质史诗，等级50，限制御兽师、种植师、御灵师等培育类职业，效果体质加100，精神加100，敏捷加100。图特城统领培育师手套，品质史诗，等级50，限制御兽师、种植师、御灵师等培育类职业，效果体质加50，精神加50，敏捷加50。5件套效果：全属性加400，技能释放消耗负50%。套装技能：春秋一瞬，指定一个战斗生物幼体、种子或幼苗、幼兽或蛋出生灵体等，使其瞬间成长为巅峰状态，等级等同于培育师，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1天。注：幼体不会被消耗，巅峰状态持续时间结束后回归幼体状态。5件装备合计增加力量200，敏捷150，体质450，精神450，加上套装效果的全属性400，光是属性已经非常夸张。至于套装技能春秋一瞬，更是培育师职业的绝对至宝。培育师们最辛苦的地方便在于将一个战斗生物从幼体培育到成年期，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资源，而这个技能直接就省略的培育步骤，让一个强大的战力提前成型。虽然每天只有1个小时时间，但用来当做常规大招已经足够了。买下套装之后，陈宇又将魔云藤种子翻出来，点击购买，花费4000功勋购买2次之后，兑换选项暗淡下来，显示库存已清零。完成兑换，功勋值还剩下4500点。陈宇关闭了兑换列表，拿出地图，地图上还剩下最后一个没有收割的区域，那就是与图特城对立的哥布林主城。抓紧时间把最后一个点刷完，然后就撤退吧。
最后一个哥布林村庄距离哥布林主城已经很近了。荆棘妖灵带着陈宇一路飞奔，半个小时之后，一座低矮的土城便遥遥可见。城墙不高，只有4-5米左右，堪堪比先锋村高上一点。墙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还歪歪斜斜，好像随时都会倒塌一样。不过，比起哥布林村庄来说，已经算得上是宏伟了。哥布林村庄外围根本就没有城墙，只有一圈稀稀拉拉的栅栏。哥布林个体战力低下，智商也很低下，他们只有2大生存优势：一是能吃，哥布林几乎什么都吃，连含有腐殖质的土壤都能填饱肚子；二是能生，哥布林能和几乎所有人形物种生育，怀孕时间只有数周，一胎能生数个乃至10多个幼体。幼体从出生到成年，只需要不到1年时间，长得比韭菜还快。指望哥布林如同人类一般拥有学识和文明，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哥布林主城的城墙上没有城门，只有几个4-5米宽的豁口，一些乱糟糟的巡逻队围绕着城墙巡视，时不时还会有1-2只偷偷逃跑。按照这种状态，恐怕敌军兵临城下，他们才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小风，醒醒！陈宇从衣兜里将小风掏出来，戳了戳他披头散发的脑袋。小风歪着头，一脸茫然地看着陈宇。到你表现的时候了。陈宇指着哥布林主城，那座土城，看到了吗？毁掉它，将里面的生物全部杀光。哥布林主城的面积目测有10平方公里以上，用植物生命强攻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另外，如果城中有强力 BOSS 存在，很可能会伤害到它的花花草草。用大范围禁咒多好，方便快捷。对了，陈宇补充道，最好能保留怪物尸体，植物生命们需要养分，一整座城的怪物可不能浪费。哦，小风晃晃悠悠地从陈宇手中飞了起来，他闭上双眼，双手往前平伸，口中念出古怪的音节，一抹青色气息在他的双手之间缓缓凝聚。静谧的荒原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将陈宇的衣襟吹起，烈烈作响。大约5分钟之后，小风眼眸中青光闪烁，双手缓缓下压。无禁风压，这一瞬间，陈宇感觉呼吸困难，好像周围的空气都被抽空了一样。同时，哥布林主城上空，空气仿佛被火焰灼烧一般，逐渐扭曲。这是大量的空气被压缩在一起，产生巨大热能而发生的视觉偏移。下一刻，砰！一声沉闷的巨响，前方哥布林主城的城墙瞬间垮塌。砰砰砰！仿佛天上出现了一架巨大的无形夯土机，一次次重锤将哥布林主城夯实。从第一声闷响开始，陈宇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源源不绝的提示音：击杀34级哥布林，经验值加102；击杀51级精英哥布林战士，经验值加1020；击杀60级 BOSS 哥布林祭司，经验值加600000；击杀63级 BOSS 恶魔主教，经验值加630000；击杀53级魔化哥布林，经验值加318；击杀60级 BOSS 哥布林酋长，经验值加600000。你的等级已提升至48级。提示：你已摧毁哥布林主城，图特城功勋值加5000。5分钟之后，哥布林主城上空爆发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强烈冲击波，飞速向着外围扩散。四周的草木、山石瞬间被摧毁，地面的泥土都被掀起数丈有余。冲击波带起的大片烟尘，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昏暗。又是几分钟之后，遮掩的扬尘才逐渐散去。陈宇看向哥布林主城的方向，整座主城仿佛是被规律武器2项不二维化了一样，变成了一张扁平的画像。一滩滩红色的不明物是哥布林的尸体，已经被压实到了可以直接装罐的程度。恐怖如斯，陈宇赞叹。如果说小燕的禁咒末日审判是毫无规则的混乱破坏，那么小风的无尽风压更像是一位疯狂艺术家的即兴挥毫，狂躁之中带着几分近乎完美的冷静与优雅。陈宇放出植物生命，走进已经死寂的哥布林主城画卷。植物生命们不挑食，就算是已经嵌入地面的血肉也会抠出来吃掉，实在抠不出来就用根须扎进去，直接吸收营养。陈宇举目四顾，悠然欣赏这一幅小风的即兴创作。突然他发现在这个如同2维平面的画卷中，还有一个小小的3维凸起，大概是在哥布林主城最中心的位置，一道猩红色屏障略微有着一点4亿轴数值，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忽略过去。给我把那玩意儿挖出来。陈宇叫来2只荆棘妖灵，指了指猩红色屏障。2只荆棘妖灵领命，立即开始动手。几分钟后，猩红屏障露出全貌，那是一个大约有10厘米厚度的护照，护照中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因为有长头发的缘故，姑且算作是女人，毕竟她现在只是一张人饼，很难正确判断性别。就在这时，猩红护照消散，那一张10厘米厚的人饼如同有人在给她打气一样鼓胀起来。首先是头部，头颅重新变回原形，被压扁的五官也恢复了立体。几分钟后，人饼充气完成，这是一个身着紧身皮衣的高挑女人，酒红色大波浪直垂腰际，一双狭长的桃花眼灵动传神，一颦一笑之间有着摄魂夺魄的魅力。嫣红的双唇如同燃烧的火焰，又好似染着鲜血。她的身材非常夸张，2个脂肪囤积之处几乎要挤破衣襟和热裤炸裂出来，火辣之余却有着一丝娴静而黑暗的气质，如同一朵绽放的黑色郁金香。此时她喘着粗气，一脸心有余悸的表情，看得出来她内心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毕竟她最后的地方足足有30公分，却被硬生生压缩到了只剩10公分。陈宇戴上侦探眼睛，对女人使用了一个探查术。深渊领主尤娜西弗斯濒死，模板白银 BOSS， 等级51，属性天赋技能。看到女人的称号，陈宇心中一动，从背包里取出一枚黑色徽章，深渊领主徽章，说明深渊领主尤娜西弗斯制作的徽章，用于表彰敌对势力带路党，
凭借该徽章可以向尤纳西弗斯兑换深渊力量。反复核对之后，陈宇才确认这位就是正主没错了。不过看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估计把徽章拿出来也兑换不到什么好东西。虽然徽章废了，但他好歹是个白银 BOSS， 品质很高，应该能爆点好东西。普通 BOSS 模板之上是青铜 BOSS， 青铜 BOSS 上面才是白银 BOSS。陈宇露出期待的神色，对荆棘妖灵下令杀掉他。闻言，两个荆棘妖灵上前，手指化作青褐色荆棘藤条。等等，不要！正在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尤纳西弗斯浑身一颤，惊声叫道：“他响应堕落者的召唤，降临这个世界，准备享用丰厚的祭品，感染更多的生物堕落。然而，他降临不到1秒钟，第一句话都还没说出口，直接就被一道恐怖的禁咒锤成了肉饼。要不是恶魔生命力顽强，现在都已经变成一地装备了。”从面前这个少年身上，他感知到了2股强悍到极致的气息，其中一股爆裂如深渊底层吹拂的罡风，沉静而暴虐。当你身处其中，被一瞬间刮走所有血肉的时候，方知其恐怖。很明显，那就是刚才释放禁咒的家伙。对于恶魔而言，求饶并不可耻。别说深渊领主，就算是深渊魔神，遇到打不过的敌人，也会跪得非常自然。尊敬的强者，请您暂时饶我一命，我还有话要说，留着下辈子再说吧。陈宇挥了挥手，荆棘妖灵手中的藤条势大力沉地抽打过去。尤纳西弗斯大骇，连忙顶起一道透明的红色屏障。咔！藤条抽时，猩红屏障如同碎裂的玻璃一般，出现无数蛛网一般的裂痕。别，有话好说。眼见藤条再次抽打过来，尤纳西弗斯瞳孔一缩，快速说道：“我身上有自动适应职业的神话级技能书，想要就别杀我。你杀了我是不会爆出来。”停！陈宇竖起右手，2根已经快要抽到红色屏障上的藤条，如同按下暂停键一般，凝滞在半空中。藤条距离猩红屏障不到1米。你说你有自动适应职业的神话技能书？陈宇说道：“拿出来吧。”呼！见陈宇停手，尤纳西弗斯深呼吸了一口气，放松下来，嘴角勾起一抹动人的微笑，神态气质瞬间从受惊的小白兔切换到慵懒的贵族名媛。伟大的强者，您的力量赢得了我的尊敬，所以我决定将这个获取神话技能的机会交给您。只要您能够完成一个对您来说微不足道的任务，就能获取至高无上的神话技能。提示：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邀请你加入深渊阵营。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陈宇笼罩，这股力量并不伤人，却能扰乱人的思维与判断能力。深藏心底，万种千般的渴望化作碎片般的画面，飞速掠过脑海。力量、权力、金钱、美人。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在不断告诉陈宇，只要顺从面前这个女人，跟随她的脚步，一切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然而，陈宇的理智却在告诉自己，这个不久的将来时间跨度太长了，按照自己的成长速度，根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他就能为所欲为，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陈宇豁然醒悟，总有刁民想害朕，你个妖孽，竟然想拖慢我的成长速度，真是该死！就在这时，一股淡绿的气息浮现，将蛊惑的力量一扫而空。这是属于世界树的气息。当然，世界树的帮助是多余的，陈宇根本就没有被蛊惑。试想，原本我1年能得到的东西，投入你深渊领主的怀抱，还得拖到10年才能得到，有这么蛊惑人的吗？反向画饼，深渊领主666。陈宇不禁冷笑，都说恶魔善于蛊惑人心，看来你还没有学到精髓啊。不过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敢跟我耍花招？不愧是深渊领主，见了棺材都不掉泪。给我爆了他！2只荆棘妖灵的藤鞭再次扬起。等一下，我说过，你就算爆了我，也得不到神话技能。这个任务对你来说真的不难。尤纳西弗斯懵了，他明明感觉自己的诱惑能力已经生效，可对方非但没有顺从，反而更加愤怒了，恨不得杀他而后快。难道他最强烈的欲望竟然是杀了我？尤纳西弗斯骇然，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多大仇？空中的藤鞭悍然抽下，陈宇冷漠地盯着尤纳西弗斯，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教科书上写得很明白，恶魔善于挑拨和蛊惑，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蛊惑人心、诱人堕落的机会。与恶魔交易必须慎之又慎，绝对不能相信恶魔的空口白话。等一下，我给你技能书就在这里，我现在就给你。当藤鞭抽碎了猩红屏障，快要触及尤纳西弗斯身体的时候，他才再次出声叫喊。不过陈宇没有理会他。砰！一条藤鞭抽打在尤纳西弗斯的肩膀，将他抽倒在地，喷出一口浅紫色的鲜血。噗！真的给你，不要杀我！尤纳西弗斯伸出一只手，手中漂浮着一颗彩色的菱形晶体。菱形晶体的属性被展示出来：神话级自适应技能书，品质异彩神话，效果获得一个神话级本职业技能。住手！见到真货，陈宇才叫停了荆棘妖灵。现在神话级自适应技能书的归属权还在尤纳西弗斯手上，杀掉他可能爆出来，也可能不会爆出来。面对获得神话级技能的机会，陈宇当然要慎重。给你！这一次，尤纳西弗斯没有再提任务的事情，直接将菱形晶体抛了过去。显然，面前这个少年不受深渊恶魔的绝招画饼术影响，想要蛊惑他，不出点血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陈宇将菱形晶体接住，却发现上面笼罩了一层红光，属性也发生了变化。神话级自适应技能书封印，品质异彩神话，说明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担心你出尔反尔，为自己加上的保险。效果：封印解除之前不可使用，不可转移，不可收入背包。接受尤纳西弗斯的任务可解除封印。提示：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向你发布任务，任务高抬贵手。任务内容：在该副本之中，你不能杀害尤纳西弗斯。
任务失败，神话级自适应技能书被收回，若已使用，则抹除该神话技能。提示：你在副本内的一切行为均不会影响副本进度，你可以随时进入副本结算阶段。陈宇思索了片刻，选择接受任务。爆掉尤纳西弗斯，收益绝对比不上一个神话级职业技能。要知道，稀有级技能已经能卖出高价，史诗级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根本没得卖，偶尔在拍卖行才能看到1-2本，无疑不是拍出天价。传说级技能则是从来不在市场上出现，有钱都没地方买。至于神话级技能，根本没听说过。现在可以了吧？陈宇看向尤纳西弗斯。当然。尤纳西弗斯拍了拍胸口，仿佛是终于松了一口气。指尖隔空一点，菱形晶体上的红色薄膜瞬间消退。陈宇拿着菱形晶体，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使用，而是将其放入无上圣土，沟通世界树，让其做出判断。神话级技能书何其珍贵，这只恶魔能这么轻易地交给他，并且没有在其中留后手，谁信？果然，世界树很快就给出了反馈。这颗菱形晶体其中蕴含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神话级技能，而是一缕深渊意志。使用菱形晶体，深渊意志就会被激活，对使用者进行探查。根据探查结果，由深渊亲自降下力量，赋予一个适合的神话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者的意志会被深渊意志侵蚀腐化，堕落为深渊意志脚下的恶犬。果然，恶魔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尤纳西弗斯的种种表现，从最开始就是在诱导陈宇，给陈宇营造一种他是为了保命不得不交出神话技能的假象，亦或是真相。期间，他又是魅惑陈宇转变阵营，又是发布任务，让陈宇感觉这颗神话技能书来之不易。最终，在陈宇品尝这颗来之不易的果实之时，恶魔才会露出他真正的獠牙。可惜了。陈宇遗憾地将菱形晶体取出，准备将其毁掉。就在这时，他再次接收到来自世界树的信息：主人，你可以使用这枚晶体。哦，你能帮我抵御深渊意志的腐蚀？陈宇顿时眼前一亮。是的，深渊的本质与我同级，虽然我在体量上不如深渊，但我的意志是完整的，深渊意志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缕。抵御深渊意志的侵蚀并不难。陈宇惊喜：你确定？如果深渊意志突然加码，你能应对吗？我确定能以完整意志1/1000的体量泯灭这一缕深渊意志，并且隔绝深渊大意志的沟通链接。好，陈宇狂喜，1/1000就能应付这一缕，想来深渊意志再加码也难不倒世界树。白嫖深渊意志，想想就吃鸡。嗨嗨，说错了，这叫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把糖衣吃掉，炮弹给敌人打回去。得到世界树的保证，陈宇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神话级自适应技能书。咔嚓，菱形晶体破碎。看到这一幕，尤纳西弗斯娇艳的面庞上陡然露出诡异而疯狂的笑容。他的身高猛长到接近3米。皮肤从白皙转变为岩浆一般的亮红色，头顶长出2根弯曲的犄角，指甲长出1寸有余，锋锐如神兵利刃。腰际背后2对巨大的服翼展开，臀后一条3米长惨白的尾骨伸出，尾尖处还系着一枚3棱箭头般的倒钩。这是他深渊恶魔的真实形态，狂放而妖冶，至高无上的深渊啊！您卑微的仆从尤纳西弗斯于此为您献礼，一位拥有成神级潜质的人族天骄，即将投入您浩瀚的怀抱之中。降临吧，伟大的深渊意志！一道红色光晕将陈宇笼罩。陈宇感觉周围的一切陡然失去了色彩，天空和大地都在变暗，变暗，变暗，最终成为了纯净而又深邃的黑色，仿佛死亡寂灭的宇宙，又好像连光芒都无法逃逸的黑洞。在无边无际的黑暗死寂之中，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或许是一个瞬间，又或许是一个世界的生灭。黑暗的尽头出现了一道由白色光芒组成的人形，紧接着，如同镜头转换一般，白光人形已经站在了陈宇的面前，深深地凝视着陈宇。白光人形没有眼睛，但陈宇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凝视自己。甚至陈宇还能共享到他的情绪：惊讶、错愕、难以置信、喜悦、悲哀、孤独，如同无数颜料倒进染缸中搅拌一般复杂的情绪，最终渐渐平复，化为一份厚重的眷恋与依赖。这是世界树的意志。陈宇对于白光人形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这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仅限于世界树一个生命，这是种植师与本命植物之间的紧密联系，无法分割，无法斩断。片刻后，白光人形充满了期盼的情绪，用双手捧起陈宇的脸颊，头颅靠近，与陈宇相碰。陈宇感觉似乎有着2片温热的唇与自己的嘴唇相交，紧接着一股莫名的力量自白光人形传递到自己的体内，白光人形则是从凝实逐渐转变为虚幻，开始慢慢消逝。他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静静地凝视着陈宇，仿佛在享受最后一刻的时光。正在这时，一道更为高大的白光人形出现在陈宇的身边。陈宇豁然转头，这道白光人形的情绪他也能感受到。与较小的白光人形不同，他的情绪中透露着冷漠、理智、审视，以及与较小白光人形一模一样的对陈宇的依赖与眷恋。奇怪的是，陈宇对于这道新出现的白光人形，竟然也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亲切感和信赖感。如果给我传递力量的白色光人是世界树意志，那么这一道又是什么？哪个才是真正的世界树意志？无尽的黑暗之中，时间与空间仿佛都是凝滞的。陈宇心中纵有万般疑惑，也无法表达，只能做一个看客。最先出现已经快要消散的较小白光人形，向着后出现的较大白光人轻轻弯腰鞠躬，透露着感谢与友好的情绪。紧接着，他再次看向陈宇。这一刻，陈宇仿佛看到一双历经岁月沧桑的眼眸，他沉淀着时光的智慧，却饱含着热烈而疯狂的、永远无法泯灭的坚韧意志。陈宇隐隐感觉，这
这双眼睛自己似乎很熟悉，这是谁的眼睛？他一遍遍搜寻着两世为人，却算不上丰富的记忆。可是，哪怕他用尖刀刺破自己的每一个记忆细胞，也无法想起这双眼睛究竟属于谁。你是谁？陈宇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着面前的白光人形传达自己的意念。他不知道对方是否能够感知，但心中强烈的疑惑催促他尽可能的表达自我意志。白光人似乎是感受到了陈宇的内心，做出了属于他的回应。只不过他没有回答陈宇的问题，而是再次捧起陈宇的脸颊，抬头一吻。他的身形从脚尖开始破碎，落下玩具积木一样的小块光斑，似乎是知道自己即将消逝。他的吻更加深情而热烈，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放开陈宇，用无限的眷恋在陈宇脑海中铭刻下一段清晰无比的信息：我等你。这一瞬间，白光人形彻底消散，连落下的光斑都失去了光亮，重归黑暗。紧接着，黑暗的世界开始出现一道道散乱的裂纹，咔嚓，无边的黑暗如同玻璃一般破碎。扁平的哥布林主城画卷再次出现在陈宇眼前。提示：恭喜您，尊敬的职业者，您获得了至高级技能深渊的眷恋。至高深渊的眷恋，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你都能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降临，亲近其自身存在，为你解除危机。注：本技能每次转职可增加一个使用次数，当前可使用次数1，说明你尚未与他相遇，他却一直深爱着你。他在时光的尽头守候，在轮回的终末等待，只为再次将你铭记。至高级深渊的眷恋，你究竟是谁？陈宇看着技能描述，轻声呢喃。深渊是何等存在？它伴随着全民转职时代的而到来，经历无数岁月，展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但就是这冰山一角，也是横亘在无数精彩绝艳职业者们面前的一座巨峰，无人敢言跨越。真正的深渊，浩渺无垠，伟岸无边，不能窥其全貌，其中不可言说的存在不知凡几。深渊的眷恋技能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深渊大意志，竭尽全力为陈宇出手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面真正的免死金牌，只要使用次数还在，就没有人能够威胁到陈宇的生命。可是获得这样的技能，陈宇却没有丝毫兴奋和满足。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深渊大意志，也就是那个白光人形究竟是谁？那份深沉的爱恋又来自何方？情可以不知从何处起，但源头必是双方的相遇。但陈宇可以肯定，自身从未与深渊有过任何交集。来自深渊的爱太过沉重，几乎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一阵恣意的猖狂笑声打断了陈宇的沉思。他回过神来，看见一个3米多高、全身红皮的女恶魔正在得意忘形。你在笑什么？这里有什么可笑的东西吗？陈宇冷声说道。我在庆祝啊！尤纳西弗斯双臂展开，遥遥拥抱陈宇，恭喜未来的魔神投入深渊的怀抱。看，伟大深渊意志亲自为你引路。尤纳西弗斯指了指天空，这是多么伟大而又令人愉悦的荣耀啊！陈宇抬头，只见一只巨大的虚幻眼球自半空中缓缓浮现。这只眼球是深渊意志。如果这只眼球是深渊意志，那么刚才的白光人形又是什么？技能面板上的至高级技能可不会骗人。正在思索间，虚幻眼球的瞳孔中放射出一道红光，将陈宇笼罩。同时，一股疯狂而混乱的力量随着红光进入陈宇体内。提示：获得神话级技能拥抱深渊。神话拥抱深渊，选择一株植物生命，使其成为深渊生命，全属性正100%，并获得技能魔化。注：该技能5等级，随专职次数自动进阶。注：该技能消耗特殊属性深渊魔力。提示：你获得特殊属性深渊魔力。注：深渊魔力无法通过分配自由属性点获得，可通过击杀深渊怪物或学习深渊系根本法进行补充。在获得技能的同时，一股庞大的意志力量开始对陈宇的自我意志进行疯狂侵蚀。无数疯狂而渗入骨髓的低语在耳边响起，劝慰他，开导他，命令他，央求他臣服于伟大的深渊，投入深渊的怀抱。无数破碎的画卷在眼前展开，有尸山血海，有金钱美人，有至高王座。如果说尤纳西弗斯的蛊惑是小孩子用的 BB 弹，那么深渊意志的蛊惑就是大当量聚变弹。不能说是蛊惑，这已经是强行改造了。凭借自身毅力可以抵挡恶魔的蛊惑，却绝对无法反抗深渊意志的改造。来吧，来吧，成为我们的一员吧！哈哈哈哈！尤纳西弗斯狂笑不止。就在这时，一道淡绿色的人影突然出现在陈宇的身侧。这是一名长发及腰的少女，她穿着嫩叶编织的宽松连衣裙，却无法掩盖她那囊鼓鼓的生育优势。淡绿色少女在陈宇肩头一拍，一层透明的薄膜将陈宇包裹起来，把红光隔绝在外。下一刻，少女身形一闪，出现在空中的巨眼前方。她右手握拳，一拳打在虚幻巨眼的瞳孔中心。无声无息之间，虚幻巨眼瞬间破碎，消散于无形。哈哈哈哈！地面上，尤纳西弗斯的笑容戛然而止。这怎么可能？不，这绝对不可能！他呆呆地看着淡绿少女，目光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深渊意志至高无上，这是建立在每一个恶魔内心深处的最后一道高墙。所有的恶魔都是深渊的狂信徒。淡绿少女击碎虚幻眼球，无疑就是打碎了他从诞生一直延续至今的至高信仰。很惊讶是吗？陈宇淡淡的说道。尤纳西弗斯骇然，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必知道。现在，你应该想想，拿什么赎回自己的性命？陈宇的目光中满含威胁。几只荆棘妖灵会意立即将他围了起来，一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爆了他的样子。在得到神话技能之后，陈宇有了一个猜测：之前黑暗世界中的白光人形是深渊意志，
刚才的虚幻巨眼也是深渊意志，但深渊意志之间也有区别。白光人形和虚幻巨眼并非同一个存在，虚幻巨眼才是尤纳西弗斯隐藏的毒药，白光人形则是由于未知原因，借着这份毒药的存在而降临，向陈宇彰示他的存在，表达他的意志。换句话说，白光人形是赶上门来白给的，虚幻巨眼才是陈宇和世界树密谋白嫖的对象。结局也算是圆满，成功嫖到了一个神话级技能。但是尤纳西弗斯不知情，他只看到虚幻巨眼被打散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甚至还遭到了抢劫。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自己之前发布的任务仍然有效。陈宇如果杀了他，就会失去一个神话技能。咕，尤纳西弗斯咽了咽口水，3米高的体型迅速缩小，变回了人类女性的模样。咚，他双膝一弯，跪在陈宇面前，以头枪地：“尊敬的强者，求您饶我一命，我只是一只卑贱的深渊恶魔，不配脏了您的高贵的手。你不会脏了我的手，你只会成为他们的肥料。”陈宇指了指自己的植物生命，他们对你可是很感兴趣的。如果你拿不出好东西，我就只能杀你包箱子了。大人，尤纳西弗斯讨好的笑着，我能让您体验到极致的快乐。或许您不知道，许多人类男性不惜性命，都希望能与女性恶魔有一息之欢。虽然我不是魅魔，但也能让您体会到那种快乐。您想怎么玩都行，只要您肯放过我。说着，尤纳西弗斯姿态柔弱地拍了拍胸口，竭力展现他那夸张的颤巍巍的魅力。你特么金镶玉的还是金镶钻的？这么值钱？陈宇怒道：“赶紧的，把东西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下手没个轻重。”开什么玩笑？他是那种人吗？就算要体验，也得把羊毛薅干净再体验不是？大人，我真的无法拿出更多的高价值物品了。见陈宇没有丝毫要答应的意思，尤纳西弗斯直接双手一摊，选择摆烂，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分身而已，就算您杀了我，也爆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分身？当然只是分身。尤纳西弗斯苦笑着说道：“能获得领主称号，并且冠以深渊前缀的恶魔，至少都是401级以上的钻石 BOSS。你觉得我这种战斗力像是真正的深渊领主吗？”的确不像。陈宇点点头，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堂堂深渊领主，怎么可能是这种弱智婴？看来尤纳西弗斯是真的榨不出油来了。正当陈宇准备清点收获，然后结算副本的时候，尤纳西弗斯再次说道：“规则所限，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获取好处的话，只能通过加入深渊阵营获取功勋来兑换。我可以利用权限将价格调整到最低，将您获取功勋的幅度调整到最高。功勋怎么获取？”陈宇看向尤纳西弗斯：“就是灭掉人类帝国的村庄和主城。”尤纳西弗斯紧盯着陈宇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道。陈宇突然想起之前刷叛军 BOSS 卡斯特的时候，一些被误杀的好人重骑兵，天道提示音告知当时他属于图特城阵营，所以无法获得击杀奖励。也就是说，如果他加入深渊阵营，图特城阵营的人就怪变了怪物，可以爆经验爆装备了。好，你现在就邀请我改变阵营。”陈宇对尤纳西弗斯说道。“什么？”尤纳西弗斯惊讶地看着陈宇，他都已经做好被击杀的准备了，没想到陈宇居然真的同意了他的提议。不过他的反应不慢，立即向陈宇发起了阵营邀请。提示：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邀请您加入深渊阵营。是。陈宇选择确定。提示：您还有未兑换的图特城功勋，转变阵营将导致图特城功勋失效，是否确认？等等。陈宇赶紧否定，然后打开了图特城功勋兑换列表。之前他兑换了一个种植师套装以及2颗魔云藤种子，功勋还剩下4500点。灭掉哥布林主城获得了5000，又涨回了9500。这些功勋兑换物可都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建筑图纸，一些大公会、大世家乃至官方都愿意花费高价购买。另外，活力药剂也是好东西。超级活力药剂每秒恢复1%的精神力和体力，持续100秒。100秒时间让一个失去战斗力的职业者满状态原地复活，绝对是保命续航的必备神器。而且越到后期价值越高。陈宇一番斟酌之后，开始进行兑换。图特城墙图纸稀有，具备一定的魔法防御力和物理防御力，以及超高的耐久度，价值2000功勋。坚冰防御塔图纸稀有，具备一定的魔法防御力和物理防御力，较高的耐久度，拥有3个可进驻远程职业的空位，进驻其中的远程职业伤害提升，技能冷却降低，技能消耗降低，价值3000功勋。超级活力药剂星号45，价值4500功勋。兑换完成，图特城功勋归零，陈宇才选择转变阵营。提示：你已加入深渊阵营，阵营转变不影响副本进度，你依旧可以随时进入副本结算。提示：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向你开放了深渊阵营兑换列表。提示：深渊领主尤纳西弗斯开放兑换列表自行升级和兑换权限，你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兑换了。你真准备灭掉图特城？尤纳西弗斯试探地问道。他不敢相信陈宇这样一个连深渊意志都能击溃的恐怖存在，居然这么容易就叛变了自己的阵营。废话，陈宇头也不回地骑上荆棘妖灵。别说有功勋兑换，就算没有，他也照样会去灭，这和阵营没有关系。对于职业者而言，副本里能杀的都是怪，不多薅点经验金币装备什么的，怎么对得起那长达7天的副本冷却时间？半天过去，随着一座雄壮城池的泯灭，整个副本已经空空如也。你的等级已提升至49级，你的等级已提升至50级。提示：你的等级已达到上限，完成转职前，你获得的经验将储存在临时经验池中。提示：你摧毁了图特城，获得1万深渊阵营功勋值。刷光整个副本，陈宇的等级终于提升到了50级。50级是新手职业者的满级。在完成转职任务，
进阶一转之后，等级上限才会再次开放。陈宇心满意足地打开深渊阵营兑换列表，经过尤纳西弗斯的权限操作，深渊阵营兑换列表中同等级物品价格比图特城低了不少，并且能兑换的好东西也比图特城兑换列中的多了不少。深渊功勋值消耗完毕，陈宇获得了饰品1套，种子1颗，恢复药剂若干。恶魔低语手镯，品质史诗，等级50，效果全属性加200，伤害减免正 5%。恶魔低语项链，品质史诗，等级50，效果全属性加300，最终伤害正 5%。恶魔低语戒指星号2，品质史诗，等级50，效果全属性加100，魔法伤害加500，最终伤害正 2%。4件套效果。恶魔降临，献祭1万金币，1000低级魔晶，随机召唤一头100级普通 BOSS 深渊恶魔。深渊恶魔将对视野之内的所有单位发动无差别攻击。恶魔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3天。黄泉花种子星号1，史诗级植物彼岸花的种子，据说它的起源是生长于黄泉之畔，指引王者往生的彼岸花。炼金恶魔药剂星号20，200级以下单位使用，瞬间恢复100%生命值、精神力、体力。具备深渊魔力的单位可恢复1点深渊魔力，不具备深渊魔力的单位使用后会被深渊魔力腐蚀。说明据说是某位女性恶魔领主的得意之作，由于炼金材料中含有该女性恶魔领主的体液，经常遭到雄性恶魔领主的疯抢。4件史诗级饰品，消耗深渊功勋4000点，1颗史诗级黄泉花种子，价值深渊功勋12000点。炼金恶魔药剂单价500点功勋，加起来也花费了1万点。实际上，单论属性收益，深渊兑换列表中还有更好的饰品套装。陈宇看上的是恶魔低语饰品套装的召唤恶魔效果。对于50级的职业者而言，召唤恶魔无非就是个搅屎棍技能或者自爆技能。在某些场面混乱的时候，放出这么一头来历不明的 BOSS， 往往会有奇效。在面对强敌之时，也可以用这个技能召唤一头 BOSS 和敌人同归于尽。不过，陈宇却是准备将这个技能当作深渊魔力的来源。拥抱深渊技能制造深渊化植物需要消耗深渊魔力，除了击杀恶魔之外，没什么太好的补充手段。恶魔低语4件套正好是一场及时雨。陈宇将图特城套装和恶魔低语套装穿上，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职业种植师变异，等级50 0%，力量12加1300，敏捷13加1250，体质255加1550，精神270加1550，深渊魔力5，自由属性点0，附加属性最终伤害正 9%， 伤害减免正 5%。天赋绝对强化无上级，指定一个对象进行绝对强化，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命、物品、技能、天赋。职业被动无上圣土 LV1， 开辟一片无上圣土，种植于无上圣土中的植物生命将会得到大幅度强化，每次转职可指定一种植物作为本命植物，本命植物将会极尽升华并且瞬间成熟。技能加速生长 LV9， 使植物生命生长速度略微加快。植物强化 LV7， 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 70%， 持续100秒，冷却380秒。至高深渊的眷恋，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你都能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降临，不惜倾尽自身存在为你解除危机。注：本技能每次转职可增加1个使用次数，当前可使用次数1。神话拥抱深渊，选择一株植物生命，使其深渊化，全属性正 100%， 获得技能魔化。果然有句话说的没错，佛靠金装啊。陈宇感叹，2个史诗级套装穿身上，小破石像也能瞬间变成金雕大佛。1000多点的全属性加成，让他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无比强悍的力量。进行副本结算，陈宇发出指令，整个副本已经被薅秃了，天都高了3尺，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了。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尤纳西弗斯，可能是唯一活着的副本生物。这还是他付出了神话技能，才能被陈宇留下一条狗命。提示：进入副本结算阶段。陈宇眼前的景象突然逐渐失去色彩，暗淡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定格在这一刻。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真实，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1000%，综合评价 SSS。收益结算：金币加1200，经验值加1500000，自由属性点加150，技能点加20，传说级副本宝箱加1。提示：由于你完美通关该副本真实模式，该副本真实模式将永久关闭。结算完成，一道光门出现在陈宇面前。陈宇走出光门，外界便是江阳一中的副本广场。连续2天2夜没合眼，他不仅没有丝毫疲惫，反而十分兴奋，因为这次副本的收益实在是太惊人了，说是一波暴富也不为过。此时副本广场中的职业者并不多，大部分职业者队伍已经刷完副本离开，留在这里的多半是前面有事耽误了时间，现在来补刷的。陈宇没有关注其他人，直接返回了自己的宿舍，锁好门之后进入了无上圣土。世界树下，宝箱的和掉落物品已经堆积成了小山，物品小山的峰顶便是那一口闪烁着橙色光芒的传说级副本宝箱。陈宇将宝箱取下，满怀期待的将宝箱开启，顿时一道耀眼的橙色光芒冲天而起。提示：你开启传说级副本宝箱，获得金币加5000，获得传说级根本法生息演算，获得传说级称号天高3尺，根本法生息演算，品质传说，职业限制种植师。说明使用后获得职业属性升级，职业属性影响职业技能的释放效果。称号天高3尺，品质传说，效果任意时间地点获取隐藏线索的概率正 100%，
说明你是个将资源利用到极致的人，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前无古人。传说级称号的效果，让陈宇今后更加容易遇到小概率事件和隐藏事件，这既代表着收益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提升。不过，陈宇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不会惧怕那些伴随机遇而来的风险。只是这个称号名称以及说明，总感觉是在骂我。另外就是，陈宇捧起那本晨光闪耀的技能书，不争气的心脏砰砰直跳。根本法是全民转职世界最宝贵、最稀有、价值最高的技能书。如果放到修仙世界，根本法就是修行功法，超凡入圣之路的起始。这个世界的职业者们不用慢慢修行功法，依靠打怪积累经验升级变强。但根本法的珍贵程度不降反升，其原因在于根本法赋予职业者的是职业属性，职业属性才是职业者强大的根源。比如魔法师的魔力、战士的斗气、武者的真气等等。以魔法师为例，魔力越高，同等条件下释放技能的威力就越大。同样是一个小火球，魔力为0的时候或许只能打死一只兔子，但魔力为100的时候就能打死一个 BOSS。职业者升到50级并且转职之后，会自动获得职业属性，职业属性无法通过自由属性点加点，只能依靠升级或学习根本法获取。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特殊方法，稀有到可以忽略不计。强大的职业技能几乎都需要消耗职业属性，不消耗上限才能释放。职业属性消耗之后，需要依靠运转根本法、吸收魔晶之类的能量结晶补充。当然，也有相应的药剂可以使用，但那个价格，大部分职业者都承受不起。可以说，高等级的职业者如果没有根本法，连技能都不敢多放。每一个1转以上的职业者都需要学习根本法，但根本法的爆率又非常低，导致其供不应求。市面上一部普通级的根本法都能卖到几万金币，稀缺的时候甚至能炒到10万金币。传说级根本法甚至足以让2个大势力不顾一切的发动战争。陈宇毫不犹豫地将生息演算技能书用掉。提示：你获得传说级根本法生息演算。传说生息演算 LV1，全属性加200，升级加10，消耗生机可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品质越高，消耗生机越多。不愧是传说级根本法，强啊！仅仅是 LV 一级就增加200点全属性以及10点职业属性。要知道，大部分职业者转职之后获得的职业属性都只有个位数，转职任务表现差的甚至只有1点。基础属性那就更不用说了，相当于一个新手职业者升了好几十级。陈宇尝试着用刚刚获得的技能点对其进行加点，足足消耗5个技能点之后，生息演算技能才提升了1个等级。基础全属性加成变为了400点，职业属性升级加成则变为了20点。紧接着，陈宇毫不犹豫地将技能点全部投入到了生息演算之中。传说生息演算 LV5，全属性加1000，升机加50，消耗生机可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品质越高，消耗生机越多。试试这个主动效果。生息演算的主动效果，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一般的种植师绝对会将这个主动效果奉为至宝，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出高品质植物生命，无限提升自身的战力上限。陈宇的植物生命都是丢进无上圣土，然后自己晋升的，但这个晋升并非没有上限。传说级就是无上圣土中植物生命们无条件晋升的上限。从普通级到史诗级，无上圣土中的植物生命都有一个进化中的状态，而在进阶传说之后，这个状态已经消失，说明无上圣土已经无法令其自动进化了。生息演算主动效果刚好能够让陈宇找到令传说级植物生命晋级神话的方法。江天明请来的4传种植师周博文介绍过，类人形植物生命品质越高，粘程度就越高。据说神话级的植物生命已经完全与人类没有区别，不管是身体还是智慧，都能达到与一般人类相同的地步。这一点陈宇自己验证过，的确如此。小燕和小峰就是神话级植物生命，但他们的身体构造与真正的人类几乎没有差别。不要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这种事只能自己体会。咦，对了，小燕和小峰这样的原初精灵，品质提升后会长大也说不定。陈宇心情激动，忍不住看向小燕。此时，小燕正在物品堆上挑挑拣拣，专找一些好看的饰品套在自己身上。她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翡翠戒指，身上缠着几条珍珠项链，头顶上戴着金耳环，整个人被首饰裹成了小粽子。小精灵活泼可爱的气质已经被淹没在了浑身的珠光宝气之中。你在做什么呢？陈宇戳了戳小燕的脑袋，好笑地问道。啊，主人，你看我漂亮吗？小燕得意地在陈宇面前飞了一圈。好看，真漂亮。陈宇嘴角一抽，不忍心在小精灵的兴头上泼冷水，只能违心的赞美。真的吗？太好了，主人你看，小峰漂亮吗？小燕开心地从物品堆中拖出一大坨珠宝裹在一起的混合物。这个是小峰啊。小燕将一个戒指使劲往下摁，最终露出了半个拥有着淡青色头发的精灵小脑袋。陈宇，行了，你们等等再玩。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生，嗨嗨，强大战力着想，我刚获得的技能可以为你们推演品质晋升路径。品质提升？被裹在珠宝中的小峰呆滞的眼神顿时一亮，他浑身一激灵，将缠在身上的首饰抖掉，飞起来抱住陈宇的下巴，小小的身躯紧贴在陈宇脸上。主人，我想要。一旁的小燕目瞪口呆，没想到小峰居然也有这么快的反应。还有我，我也要。小燕焦急地围着陈宇转来转去，不仅仅是小峰和小燕，就连几十只传说级的植物生命也无声无息地靠过来，将陈宇团团包围。显然，他小看了植物生命们对于进化的渴求。陈宇顿感头大，别急，慢慢来，一个个来，都会有的。正在这时，一道淡绿色光芒组成的少女形体出现在陈宇的身边。
这是世界树的意志化形。目前在无上圣土之中，除了陈宇之外，世界树就是绝对的权威存在。陈宇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植物生命们亲近他，可以向他撒娇，但没有人敢冒犯世界树的威严。世界树的意志出现，传说级植物生命们纷纷退开。小燕和小风倒是不怕世界树，小风依然像个抱脸虫一样趴在陈宇脸上不肯下来，软绵绵的触感以及淡淡的幽香味，让陈宇还有几分享受。小燕看见世界树意志体，兴奋地扑了上去，妈妈，妈妈！然而淡绿少女没有实体，小燕扑了个空，从绿光中穿了过去。不过她没有沮丧，而是开心地绕着绿光撒欢。孩子们，别胡闹，要听主人的话，不能让主人为难。一道温柔甜美的声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陈宇看向世界树，世界树点了点头。陈宇反应过来，这是世界树在传递自己的意念。哦，两只小精灵终于消停下来，乖乖地飘在世界树意志身边。主人，你是准备用根本法为他们推演晋升路径是吗？世界树意志轻柔地问道。你也想试试？陈宇苦笑，我得到的只是传说级根本法，估计是没有那个能耐的。世界树的品质可是至高级，至高级与传说级之间相隔多少个级别，陈宇都还没搞清楚。他可不会天真的认为生息演算能推演至高级存在的晋升路径。不是的，主人，在您赋予我生命的同时，我的前路已然明了。那你是要？他们两个虽然是我的孩子，但与我一体同心，我的前路便是他们的前路。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他们的晋升路径？陈宇惊喜地问道。没错，世界树回答。作为原初精灵，代表的是组成物质世界最基础的元素，他们的晋升途径也是他们诞生意义中排在第二序列的使命。创造世界？使命？创造世界？陈宇眉头一皱，这是他们提升品质的方法。没想到世界树居然给他爆出这么个大瓜。如果世界树说的是真的，那么岂不是意味着短期内原初精灵是没办法提升品质了？想想就知道能够创世的是何等大能。小燕和小风现在的水准，距离那一步还太远，不是主人你想的那样。世界树意志柔美的声音再次于陈宇脑海中响起。身为世界树，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着发展为一个完整世界的潜质。原初精灵代表的元素就是创造世界的基石，只要8大元初元素精灵全部诞生，我就可以着手创造第一个世界了。参与创造的元初元素精灵也会随着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成长。8大元初元素精灵是哪些属性？陈宇问道。土、火、水、风、光、暗、石、空，便是8大元初元素，也是世界基石。明白了。陈宇点头，心中立刻盘算着如何将这些属性的资源弄到手。土、火、水、风好弄，相应属性的魔晶市面上都有卖，光暗稍微难一点，不过肯花钱也能买到。关键在于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属性的怪物很稀有，自然很少爆出属性晶石。其他蕴含这两种属性的资源也非常少见，要弄到手的话，得下大力气才行。但是，一想到8大属性的原初精灵凑齐之后，就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陈宇就干劲十足。对了，陈宇突然问道：“你刚才说创造世界是原初精灵第2序列的任务，那么第1序列是什么？”当然是侍奉主人。我们为主人而生，也为主人而活，侍奉主人才是我们最至高无上的使命与荣耀。哈哈，好，非常好，就应该是这样。陈宇大笑。实际上，刚才世界树说到原初精灵的使命时，他心中还隐约有种淡淡的不快。无上圣土中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东西，不管他们是何种来历，都不应该被所谓的使命束缚。如果说有使命，那么也必须是他的意志。对了，主人，如果你没有其他要紧事的话，我建议你快一些完成转职任务。世界树说道。主人，你晋级一转之后，有办法为你提升职业属性。说罢，组成世界树意志的绿色光芒化为漫天光斑，消散在陈宇面前。不知道为何，陈宇总感觉世界树意志说的最后一句话有种娇羞的意味。错觉吧？陈宇摇了摇头，将世界树的话记在心中。世界树居然能够为我提升职业属性，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转职任务是应该提上日程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要把所有技能都升到满级。如今他有3个可以升级的技能：植物强化7级，快速生长9级，生息演算5级。如果不想浪费时间慢慢积攒技能熟练度的话，就只能消耗技能点直接提升。3个技能加起来，总共还差29个技能点就能全部升满。困难以上难度的副本，如果通关评价达标的话，就有技能点和自由属性点奖励。如此说来，他还得多找几个副本薅羊毛才行。算了，这个先不急，还是先推演一下传说级植物生命的晋级路线，看看需要哪些材料。还有孵化原初精灵的属性资源，能买的全买下来再说。陈宇叫来一只荆棘妖灵，为他开启了生息演算。陈宇将手搭在荆棘妖灵的头顶，生息演算启动，荆棘妖灵浑身闪烁起嫩绿色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只荆棘妖灵的一切都在陈宇脑海中展露无遗。无数思维猛烈的碰撞，一条条构想形成，然后被推翻。最终，生息演算推导出2种最有可能的路径：其一，巨化，保持目前的拟人程度，体型向着巨大化的方向发展，大幅度增强力量、生命力、防御力；其二，人化，开发智慧与人格，向着高度拟人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兼具植物生命与血肉生命2种特性，大幅度增强适应性、灵活性、思维能力。2种路径都能让荆棘妖灵晋升神话品质，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前者看上去战斗力会比较强悍，实际上未必。巨化的植物生命更多依靠本体属性，凭借本能战斗；而人化的植物生命则是依靠技能和精妙的操作，凭借智慧战斗。
如果双方对决，谁能赢还真不好说。另外，巨化路径实际上是违背了荆棘妖灵现有的进化方向。如果要选择巨化，那么需要付出的资源和心血都比人化要高出一大截。陈宇几乎没有考虑，直接选择了人化路径继续推演。人化路径所需的材料被一一推导而出。基础需求是至少吸收1具同等级黄金 BOSS 的尸体 ，BOSS 等级越高，品质越高，成功率就越高。主要材料：传说级宝物生命之水至少10个单位，神话级宝物生命之树树叶至少1片。就在这时，陈宇突然眉头一皱，睁开双眼。荆棘妖灵身上的光芒暗淡下来，还剩下辅助材料还未明晰，推导过程却突然中断了。其原因是职业属性生机已经消耗殆尽。无奈之下，陈宇只能暂时放弃。生息眼算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等它恢复一番，然后接着继续。陈宇的职业属性上限不足以完成传说级植物生命晋升路径的推演，也就是说，还得先提升技能等级，获得足够的职业属性，才能完成整个推导过程。在副本中待了2天多时间，刚才又进行了一次生息演算。饶是陈宇属性惊人，此时也已经十分疲惫，于是他干脆脱掉装备就地躺下，将荆棘妖灵当成抱枕，在幽香环绕中陷入了沉睡。第二天清晨，陈宇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身上出了一点小状况，他的睡衣裤子破掉了，罪魁祸首是昨夜被他当成抱枕的荆棘妖灵。陈宇质问荆棘妖灵为什么破坏他的贴身物品，荆棘妖灵懵懵懂懂，显得十分无辜。他向陈宇传递意念表示，不久之前他发现那个位置有非常珍贵的营养物质，以为是主人赏赐给他的，于是就打开吃掉了。昨晚陈宇做了一个好梦，那应该就是营养物质的来源。荆棘妖灵轻轻拉了拉陈宇，再次传递意念，他希望陈宇给予他更多的营养物质，并表示那是他尝试过的最美妙的东西。陈宇嘴角一抽，你给我等着，等你晋升了神话级，天天给你吃，让你吃到饱。荆棘妖灵当即表现出开心的情绪，表示自己一定会加倍努力，早点晋升。嘿嘿，看来以后的生活会很有趣。陈宇笑了，可是没过多久，他的笑容就僵硬了，因为他一抬头就看见不远处的一大片植物美人，足足有500多个。陈宇赶紧摇了摇头，将某些乱糟糟的想法抛到脑后，走到世界树下。小燕和小风又在那玩弄他的一大堆战利品，准确的说是小燕在玩弄战利品和小风。陈宇上前用2根手指拧着小燕白嫩的小脚丫，将它倒提起来扔了出去，然后心疼地将小风从一大坨臃肿的饰品中拆出来，揣进自己衣兜里。哇呀呀！主人，你又和我抢小风，还欺负我！小燕气愤地飞回来，控诉陈宇的暴行。陈宇淡定地伸手将她抓住，双手猛搓，直到小燕晕头转向，才将她放下，然后开始开宝箱。提示：开启稀有级副本宝箱，获得稀有级装备精英骑士铠甲。提示：开启史诗级副本宝箱，获得精英重骑兵套装图纸，获得史诗级装备贵族指环。提示：开启宝箱全部开完，又获得了大量的金币、装备和少量的技能书、图纸，但数量多不代表值钱，估计所有装备和金币加起来，价值都没有那寥寥无几的技能书和图纸高。随后，陈宇找了个位置，将黄泉花和2颗魔云藤的种子埋下，3颗种子很快生根发芽，破土而出。只是它们的成长速度明显比之前的打人藤、毒柏和食人花要慢得多。咦，主人，它的气息好奇怪啊，好像很高级的样子。小燕好奇地飞过来，观察黄泉花幼苗。乖，别欺负它，去玩这些。陈宇将小燕放在宝山上，好好玩，等会儿全部卖掉。你想玩都没得玩了。小燕顿时惊恐，也顾不上好奇黄泉花了，死死趴在宝物堆上，回过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陈宇。陈宇没理他，直接退出了无上圣土。聚宝阁职业者商城是江阳市最大的职业者商场，据说是全国连锁，摊子铺得很开。聚宝阁出售装备、技能书、药品、地图、副本攻略等各类职业者需求的物品，当然也负责收购。前2次陈宇在野外打怪掉落的物品，便是在聚宝阁出售的，这一次也不准备例外。毕竟店大麻烦少，他时间宝贵，不想和小店的店主拼眼力、拼砍价、拼扯皮。陈宇走进聚宝阁，前台的圆脸小妹立即笑脸相迎。陈先生，看来你又有大收获呀。什么大收获？赚点辛苦钱而已。陈宇谦虚地说道，哪像你们聚宝阁日进斗金的？日进斗金的是聚宝阁，和我有什么关系？前台小妹幽怨地看着陈宇，之前我给您的电话，您一次都没有打过呢。哈哈，行了，你快别贫了，弄得我好像是个渣男似的。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吧。陈宇哈哈笑着，将一枚金币弹起来，刚好落在前台小妹的深沟里。是，我这就去。前台小妹顿时笑得合不拢腿，站起身一摇3晃地走进后台。不一会儿，她便领着一只面无表情的小萝莉走了出来。小萝莉梳着双马尾，穿着粉色连衣裙和小白袜，肉嘟嘟的浅粉色娇嫩嘴唇极为惹人遐想。只不过她的扑克脸一般会负责打断这种遐想。小萝莉是江阳市聚宝阁总经理，陈宇前2次出售物品都是他负责收购的。实际上前2次出货价值都不高，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惊动这位江阳市聚宝阁的第一负责人。拿出来吧。小萝莉走过来，抬起头翻着死鱼眼看着陈宇。行。陈宇也不二话，直接将战利品一股脑倒在小萝莉面前。闪烁着光芒的物品倾泻而出，堆成小山，甚至比小萝莉还要高上少许。一堆物品中大部分闪烁着蓝光，紫光的比例也不少。小萝莉的嘴顿时张成了一个小巧的圆形，一双死鱼眼瞪得老大。这个表情倒是有了几分符合她形象的可爱气息。陈宇都忍不住多看了一眼，觉得小萝莉此时的口型似乎很适合自己。如果是前世，他说不定会想方设法将小萝莉骗到手，
然后粗暴地喂他吃棒棒糖。今生的话志不在此，一切随缘。你做了什么？小萝莉奇怪地看着陈宇，把哪家店给抢了吗？运气好而已，爆出来的，估个价吧。陈宇笑道。你稍等，云洛，还不快过来帮忙？小萝莉对依旧在惊讶状态中的圆脸小妹叫道。是，小姐啊，不，总经理。圆脸妹子回过神，急匆匆跑到物品堆旁边，帮着小萝莉一起挑挑拣拣。史诗装备1件、2件、3件，重骑兵统领套装，好厉害的套装技能，竟然还不止一套！天呐，这是抢劫了哪个国家的高级军械库吗？还有史诗级饰品，竟然这么多！不是吧？紫色饰品也能成套？我的天！陈宇坐在一旁品茶，心情愉悦地看着小萝莉和圆脸小妹盘点货物。突然，他感觉口袋里的小封动了动，传来一股渴望的意念。陈宇疑惑地将小封掏出来，吸溜。小峰趴在茶杯上，把脑袋探进去，美滋滋地将茶水一口吸干，露出一本满足的小表情。喝完茶后，他又陷入了一动不动的僵直状态。原来喜欢吃吃喝喝呀，可惜你这体型又能装得下多少？陈宇好笑地戳了一下他柔软平坦的小肚子。大约过了1个小时左右，小萝莉和圆脸小妹才把一大堆装备清点完成。贵客，这里一共是史诗级套装7套，其中饰品2套；史诗级装备103件，其中饰品23件；稀有级套装16套，稀有级单件423件。按照我们聚宝阁的收购价，一共价值198700金币。如果您确定要售卖的话，货款立即到账。没问题。陈宇点了点头，这个价格比他自己估算的还要高上一些。另外还有点东西，你们再估个价。说完，陈宇将一只木盒递给小萝莉。好的。小萝莉接过木盒打开，死鱼眼瞬间再次变成卡姿兰大眼。稀有级城墙图纸，稀有级箭塔图纸，50级稀有套装图纸，7张稀有级图纸，出价吧。陈宇手中把玩着小风，笑呵呵地说道。看到小萝莉的扑克脸频频变形，他有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感。50万金币。小萝莉沉默片刻之后，缓缓开口说道。行，那就这么定了。陈宇点头答应。小萝莉出价一向公道，这也是他几次都选择聚宝阁的原因。另外，我还要购买些材料。请说。土火水风光暗属性的魔晶各1000克，普通魔晶要1万克，打人藤种子1800克，食人花种子1800克，毒百合种子900克。光暗属性魔晶10金币1颗，其余4属性3金币1颗，普通魔晶1金币1颗，种子1金币1颗，共计46500金币。小萝莉很快计算出价格。没问题，金额从货款里扣就行。陈宇说道。另外，我还想和你打听一下几种材料的情况，时间和空间属性的魔晶或者其他资源，生命之树的叶子，还有生命之水，这些东西聚宝阁出售吗？出售的话价格怎样？不出售的话哪里可以弄到？听到陈宇的提问，小萝莉眉头一皱，陷入沉思。良久之后才开口说道。你打听的这几样东西，生命之水是最容易得到的。生命之水是制作超阶瞬间恢复药剂的主材料，聚宝阁就有稳定的出产渠道。不过你应该明白，超阶瞬间恢复药剂是7传职业者关键时刻用来保命的东西，所以价格很高，一单位生命之水就能买下半个江阳市聚宝阁。生命之树据说是精灵族的母树，成熟的生命之树本体是5彩神话级的植物生命，哪怕一片叶子也是神话级。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除非你遇到相关副本，或许能搞到手。至于时间和空间属性的资源非常稀少，没有现货，价格也是忽高忽低。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留意。生命之水有现货，随时可以拿到。陈宇心中一喜，这可是传说级植物生命晋级的主材料，有钱就能买到，绝对是一件好事。至于价格，这是问题吗？是的，有现货，可以随时调取500万金币一单位。小萝莉淡淡的说道。你要买吗？陈宇，好吧，现阶段价格上还是存在问题的，咱们加个好友吧。如果你有时空属性资源的消息，随时联系我。好。小萝莉打开好友面板，和陈宇互加好友。谢谢了。陈宇一笑。小萝莉是聚宝阁总经理，消息灵通，由他帮忙留意，陈宇可以省下不少时间。不用谢。小萝莉认真的说道。如果我帮你找到你需要的材料，并且达成交易，我是会收取佣金的。陈宇嘴角一抽，这死要钱的谢萝莉。小萝莉，贵客还有其他需要吗？没有的话，我现在为您结账。末了。陈宇摇了摇头。随即小萝莉便从好友面板发起了交易，给陈宇转账了66万金币。行，那么下次见。对了，这个送你。陈宇站起身，将一只棒棒糖放到小萝莉手中，然后转过身挥了挥手，离开了聚宝阁。材料齐全，资源充足，世界树又可以生育新的原初精灵了。聚宝阁中，小萝莉望着陈宇离去的背影，久久不语。云洛见状，语气焦急，我说小姐，你看看他都成长到什么地步了，你再不出手可就没机会了。你以为真正的天骄是那么好拉拢的吗？云碧月淡淡的说道。你以为是我不想投资他吗？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怎么会呢？云洛不服气的说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才刚刚转职，等级还不到10级，就算是现在他也还是个新手职业者，只要小姐你抛出条件，他未必不会答应。无知。云碧月瞪了云洛一眼，真正的天骄从来不肯屈于人下，他们会用一步步靠自己打下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他人的施舍。愿意成为他人走狗的，未来成就注定有限。而且你知道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为什么判断他是妖孽天骄？难道不是靠你的像人术技能推演得出的结论吗？
云洛说道，向人术根本推演不出半点关于他的未来片段。云碧月撇了撇嘴，我用天赋鉴定术观察过他的天赋我看不透，被动技能也看不透。等等，云洛惊道，小姐你的天赋都看不透，岂不是说他的天赋和被动都在神话级以上？没错，云碧月说道，我刚才又对他使用了一次鉴定术，他又多出了2个我无法观测的技能，以及一部传说级根本法。也就是说，他学了2个神话技能，一部传说级根本法。云洛骇然，怎么办到的？他不是无父无母，家庭条件很差吗？难道他的父母是什么隐藏的大能？我们查到的信息都是假的？未必。云碧月摇了摇头，天骄者自有大气运，说不定我们也只是他的气运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环，堪堪能为他的成长节省一些时间罢了。对了，你知道刚才他手里玩的是什么吗？是一个很漂亮人偶，做工非常精致。云洛回忆，如果不是没机会，我都想问问他在哪儿买的。人偶？云碧月冷笑，那是一个植物生命，他的信息我的天赋鉴定术看不到。神话级植物生命？云洛呼吸急促起来。所以说，你认为我们能用什么投资他？用什么拉拢他？云碧月淡淡的问道。用屁股吗？你的还是我的？用我的。云洛立即兴奋起来，年轻帅气又前程远大，只要他愿意，我家倒相迎啊。小姐，你把我送给他吧，我不介意的。能够天天被这么厉害的男人，云洛闭着眼睛，双手捧脸，一脸痴女笑啊。小姐，我要到了。得了吧。云碧月嘴角一抽，你一个无转炼装师，浑身都被尸臭烟入味了，你也不怕刚脱装备就把人家熏吐了？再说了，你早就把电话给他了，烧得明明白白的，他联系过你吗？嘿嘿，那就用小姐你的。云洛讪笑着说道，他刚才一共盯着小姐你的嘴巴看了3次，一次1秒，一次3秒，一次2秒。小姐你猜他在想什么？你给我滚！云碧月恼怒地踹了云洛一脚。嗨，云洛丧气道，那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个优质天骄离我们远去吗？谁说的？云碧月扬眉一笑，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们或许也是他气运中的一部分，你不觉得上天安排的很巧妙吗？我刚好需要一名绝世天才撑腰，他也刚好出现在我的面前。小姐醒醒吧，人家可不会给你撑腰，别幻想了，家族里的老东西都快骑到咱们头上拉屎了，你再不做出点动作，小心那些狗东西找个联姻的名义把你嫁了，他们还不敢。云碧月冷声说道，别忘了，我们这一脉刚顶的人是姐姐，不是我。姐姐虽然不怎么理会家族里的龌龊事，但7转超阶强者的威严，没有人敢轻易冒犯。而且我已经出手了，不然他能连续3次都来咱们店里。云碧月慢条斯理地剥开棒棒糖放进嘴里。天骄人物肯定不喜欢在生意上和别人扯皮，这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所以往往需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商业伙伴。我把收购价调整到略微高于市价的程度，就是展现我的诚意。人是有习惯性的，一旦他习惯了与我合作，有什么事也会第一时间考虑找我。比如今天，他就让我帮忙留意需要的资源。等到拥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小姐你再找机会给他来个吞吞吐吐口若悬河舌战莲花，加固一下这份联系，不就牢不可破了？云洛双眼冒光，不愧是小姐，高明啊，深知明骚一朵，暗送难防的智理啊，你那豆渣一样的脑子里也就这点东西了。云碧月不屑道，下贱。呵呵。云洛冷笑，那小姐别换衣服啊，别图唇彩啊。咔嚓，云碧月怒视云洛，狠狠地将口中的糖果嚼烂。陈宇从聚宝阁离开，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入无上圣土。刚一出现，小燕就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希望陈宇将玩具还给她，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小风。可惜小燕的玩具已经全部卖掉，换成了金币，不会再回来了。陈宇拨开一个棒棒糖，塞到小燕怀里，乖，拿去吃吧。小燕双手捧着巨大的糖球，尝试着舔了一口，甜丝丝的滋味让她眼前一亮，顿时把玩具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开心地吃了起来。用一颗棒棒糖打发掉了小燕之后，陈宇来到世界树下，将魔晶全部取出，铺在世界树的树根上。很快，普通魔晶就消失了一大半，属性魔晶也被全部吸收。世界树的枝头迅速长出一排5颜6色的果实，其中一颗明黄色果实脱离树枝，缓缓落下。陈宇伸出双手捧起果实，果实裂开，从中走出一名鹅蛋脸披肩发、身材紧致、双腿修长的御姐姬秀珍美人。秀珍御姐半跪在陈宇掌中，恭敬道：“至高无上的主人，原初土精灵向您献上忠诚。自主人赐予吾生命而起，吾将爱主之所爱，仇主之所仇。吾之言行举动，必将以吾主之意志为最高准则，至上荣耀。为主而生，为主而战，永恒不变，至死不休。”陈宇盯着原初土精灵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与小燕的活泼可爱和小凤的呆萌不同，他非常严肃，很有仪式感。只是，嗨嗨，作为主人，我为你的忠诚感到骄傲。不过，你还是先把衣服穿起来吧。原初土精灵愣了愣，随即脸色一红，他招了招手，裂成2半的果壳化作一身精美的镂空铠甲，套在身上，英姿飒爽的同时又凸显身材不失性感。属下失礼了，请主人责罚。不过，你并没有失礼，相反，你非常礼貌，我很喜欢。陈宇说道。不过，只能在我面前这样，不能给别人看，知道了吗？是，主人。属下明白了。原初土精灵再次单膝跪地，一脸严肃。好了好了，不用这么正式的。陈宇揉了揉他的脑袋，以后你就叫叫后土吧。按照前2只原初精灵的命名方法，陈宇下意识想要将它命名为小土，但话到嘴边又感觉这个名字不怎么好听，于是灵机一动，改为后土。传说中司掌大地与轮回的神灵，比格多高？原初土精灵后土，谢主人赐名。后土若一次跪地谢恩。命名完成，陈宇打开后土的属性面板观看，
原初土精灵后土，品阶异彩神话，等级50，属性力量5500，敏捷5500，体质5500，精神11000，天赋土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土系伤害，自身土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土精灵，使用土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崩山裂地禁咒，天降陨星禁咒，叹息之壁禁咒，原子固化禁咒。与小燕和小风是差不多的模板，只不过系别是土系。唯有原子固化这个禁咒让陈宇多看了一眼。原子固化禁咒使技能范围内一切生物停止生命反应，陷入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特殊状态，保持原有特性，但无法进行任何行动。原子固化居然是一个控制技能，而且专门针对生物，不改变地形和环境。要知道，小风和小燕的禁咒破坏力是一个比一个夸张，一个比一个猛烈。陈宇每次使用的时候都要3、4、2后行，害怕波及到不该不波及的东西，造成后续一大堆麻烦。而后土的原子固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禁咒了，没有那么浩大的声光效果，甚至不会直接造成杀伤，就算打错了人也能及时纠正回来。不过优点也是缺点，没有伤害意味着用来刷怪的话效率不高。随后陈宇再次看向世界树，这一波他带回来很多资源，世界树上成熟的果实还有好多个，他今天还能收获一批原初精灵。然而世界树传来意念，破灭了陈宇的期待。果实虽然成熟了，但原初精灵却不能大批量孵化，能量和属性只是为原初精灵诞生提供外部条件，相当于是营养，而真正的核心是世界树赋予它们的灵性。原初精灵是潜质非常高的神话生物，即便是世界树也无法做到吃完东西马上下载，中间需要一个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大概需要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3天时间也不长嘛，就跟下饺子似的。一想到今后自己会拥有一大群可爱的小精灵，挥手间万千禁咒齐放，陈宇立即精神百倍。走走走，刷本刷本！陈宇捞起小风和后土，分别揣在自己左右衣兜里，离开了无上圣土。哎，主人，别丢下我呀！小燕看见陈宇带走了后土和小风，唯独把他留下，顿时气得直跺脚。以前陈宇只带小风，还可以解释为把他和小风分开，不让他欺负小风，但后土看上去就不是好欺负的类型啊！臭主人，不带我出去玩！小燕抄着手坐在世界树上，小嘴撅得老高。进入无上圣土时，陈宇找了个厕所隔间锁上门，形成无人的封闭空间。出来的时候依旧在厕所隔间里。陈宇打开门走出隔间，正好看见隔间外有着2名职业者，互相伸出一只手掌摊开，掌心里各有一枚黑色徽章，徽章上刻画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形，身上布满各种伤口，表情痛苦。咦，这徽章有点眼熟啊！陈宇沉思了一瞬间，突然想起自己似乎也有这么个玩意儿，是在学校副本里打反叛骑士 BOSS 爆出来的。根据介绍，持有徽章就能无条件跳槽到深渊阵营，并且获得一定的好处。这2人也有这种徽章，难道说他们也打过类似的副本，或者说正要去打恶魔本？陈宇立即来了兴趣，他正愁找不到深渊魔力的稳定来源呢。2位，你们在商量什么？陈宇试探性问道。2名职业者齐齐转过看向陈宇，先是神情惊愕，随即面色阴沉的将徽章收起。事情算我一个，怎么样？多个人多份力量。陈宇从背包中取出深渊领主徽章。众所周知，恶魔是击杀收益很高的怪物，很少出现在副本之中。江阳市根本就没有恶魔相关的副本，守卫村庄中的尤纳西弗斯也只是一个意外，并不是固定存在的。这2人很可能知道哪里有恶魔副本，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小团体垄断了恶魔副本的消息。陈宇打算装作很熟悉的样子，凭借徽章先混入其中，找到恶魔副本的入口再说。你们互相亮徽章，确定对方是老手，我也亮出来，岂不是说明我也是老手？大主教勋章？怎么可能？看到陈宇拿出徽章，2名职业者明显呆滞了一下，然后神情变为疑惑，甚至还有几分敬畏。敢问您的大主教勋章是来自于？一名职业者小心翼翼地问道。尤纳西弗斯。陈宇说道。你们也是一样。嘶，2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敢于直呼深渊大魔神之名，又有着级别最高的深渊徽章，这位不简单啊。等等，他说徽章来自于那一位，莫非？大人，您是说您的徽章是那位亲手交给您的？2人神情惊骇，难以置信地问道。陈宇愣了愣，思考着2人话语中包含的信息。那位是哪一位？难道是垄断恶魔副本那个组织的老大？这个组织似乎是用恶魔徽章作为身份象征，我这枚徽章代表的级别好像还蛮高的。陈宇脑海中灵光一闪，决定先拉虎皮做大旗，蒙一蒙这2个人，至少先搞到恶魔副本入口的地址。当然，陈宇严肃地说道，那位怕你们这些人坏事，让我来看着你们。果然，你们的警觉性太差了，我一直在这里，你们居然没有发现。如果今天出现在这里的不是我，而是江阳市其他大势力的强者，你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这招叫做先夺人生。2人碰头前肯定检查过厕所，不过当时陈宇还在无上圣土没出来，自然不会被发现。但陈宇又从隔间里出来了，这就形成了一个2人警觉性差的事实。这一通呵斥下去，2人对他的怀疑肯定会减轻不少。大人恕罪。果然，2人冷汗涔涔的低头挨训，对于陈宇的徽章来源没有丝毫质疑。大人，您手段通神，我们实力低微，怎么可能发现得了您的存在啊？对啊，大人，您是那一位钦点的大主教，我们在您的面前自然是无所遁形的。2名职业者急中生智，连连拍马。陈宇也没有为难他们，毕竟自己只是个被吸货，交流过多难免露出犄角。
这次就算了，以后注意点。当然，陈宇也并不怕他们发现。两名职业者，一个80级战士，一个90级弓箭手，实力低微，随便一个荆棘藤妖就能碾压他们。甚至陈宇自身的属性都比他们高得多。是，大人教训的是，我们以后一定谨慎再谨慎。对了，我也是刚到，你们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陈宇淡淡的问道。大人，我们……等等，先别在这个地方说话了，容易被人发现。是，大人。陈宇对两名职业者点了点头，带头走出厕所。你们不知道找个茶室或者咖啡厅碰头吗？非得在厕所这种随时都能进人的地方？我们也只是不想引人注意。弓箭手职业者讪笑道：“您知道的，要是其中一人被发现了，肯定要被彻查，完全没有交集，才能不牵连到另外一方。”说的有道理，不过做法还有待改善。陈宇说道：“有时候过度的谨慎反而容易暴露。”大人教训的是。三人进入一间咖啡厅，要了一个包间。大人，您看，这是我收集到的可以拉拢的人员名单。战士职业者将一张名单放在陈宇面前。拉拢这个组织还在暗中发展人员，壮大自己。陈宇暗中猜测，或许这就是一个新兴的组织，他们背靠高回报率的恶魔副本，才能迅速壮大起来。大人，我负责的是1中和2中，这是名单。弓箭手也拿出一张名单。1中，陈宇自己就是1中的人，顿时来了兴趣，立即接过弓箭手的名单查看。名单上记录着一排姓名、职业，还备注了对应人物的境遇以及拉拢方式。根据备注看，上面的都是一些有资质，但因为各种境遇而不得志的天才人物。1中名单的中间部位，陈宇赫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陈宇，男，职业种植师。备注：1中年纪第1名，家境贫寒，对自身职业心有不甘，可以尝试用相关资源拉拢。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宇指着自己的名字，阴沉地问道：“年纪第1，排名这么靠后啊？这个呀。”弓箭手职业者说道：“大人，您知道的，种植师前期战斗力弱，要派上用场的话，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物资去培养，不值得优先考虑。”废物！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连人都没见过，也敢拟定名单？陈宇突然大怒。这些人，陈宇指着名单，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认得出来吗？找机会借题发挥，玩的就是职场扑啊！我在你们的名单上，我站在你们面前，你们都没认出我，是不是你们的失职？是的，陈宇并不打算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畏惧，自然不需要遮遮掩掩。大人，虽然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见过，但照片还是看过的，站在面前应该能够认出来。弓箭手小心翼翼地说道。能认出来？陈宇冷笑，指了指自己的名字。你认出我来了吗？弓箭手一愣，看了看名字，又仔细看了一下陈宇的面容，仔细回忆了一下，顿时冷汗直流。您居然是？很奇怪吗？这值得奇怪吗？怎么，认为我一个种植师不配？陈宇沉声说道。在你们的名单上，我都排名靠后，更高层又怎么能看得起我？你们是这意思？不敢！大人您误会了，小人绝对没有这种意思。弓箭手大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哟呵，这组织看起来还挺严谨的，地位分明，阶级的威严浓重啊。陈宇依旧保持着愤怒的脸色，心中却开始揣测，或许他们的底气不止一个恶魔副本，还有更多害怕曝光的好东西，能大批量的拉拢不得志的天才，说明这组织不是一般的有钱呢。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这种失误没有第二次。陈宇冷声说道，凌厉的眼神如同刀刃一般刺向弓箭手。是，谢大人。弓箭手如遇大赦，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你们两个手上的事先放一放，和我回一趟总部。陈宇淡淡的说道。拉扯了这么久，图穷匕见的时候终于到了，只要找到对方的老巢，就是陈宇的胜利。既然见不得光，那么就算粗暴的把对方吃掉，也完全不会引起什么深层次的后果。对方有钱，刚好他现在很缺钱。生命之水500万一单位，每个传说级植物生命都需要10个单位才能晋升神话。黑吃黑无疑是来钱最快的途径。在陈宇将自己的真实身份摆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打算。至于吃不吃得下，禁咒了解一下，就算对方连禁咒都扛得住，他还有生命之树和无上圣土这2个底牌，至少自身不会有危险。除此之外，深渊的眷恋还能召唤深渊大意志帮忙，这是真正的无敌底牌。整个人类世界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对抗深渊大意志，没有生命危险，那为什么不干上一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规规矩矩的怎么才能快速获得资源变强？何况强者都喜欢行走在阳光下，对方行事遮遮掩掩，谨小慎微，未必能有多强。是，大人，我们这就和您回去。2名职业者点头哈腰，一副狗腿相，完全没有过问原因的意思。走出咖啡厅，3人一路出城，来到城外的客运站。客运站没有城际路线，目的地全是江阳市周边的练级点。江阳市一共有8座城门，每座城门外都有一个汽车站。客运站中人来人往，大部分是出城练级的职业者，也有一部分外出蹲点收购货物的商人。2名职业者带着陈宇坐上了一辆目的地为东风镇的大巴车。居然是东风镇！陈宇有些诧异。东风镇是江阳市新手副本的集中区域，镇子上一共有8座新手副本，江阳市也只有这8个新手副本，给钱就能进，完全不需要加入任何势力。原本陈宇就准备去东风镇刷副本，没想到寻找神秘组织的时候，居然还顺路了。半个多小时后，大巴车到达东风镇。刚下车，陈宇就感受到了与城中完全不同的气息。在城内，除了职业者交易中心这一块，大部分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现代服饰，建筑也是高楼大厦，一片现代城市风貌。而东风镇则完全不同，职业者们大部分穿着装备，
挎着武器。建筑也是复古式设计，而且大部分都是消耗图纸建造，具有特殊效果。镇子入口聚集着大批量的新手职业者，他们有的举着牌子，有的干脆就用嗓子吆喝。36级战士求组困难黑风寨，3技能5级自备干粮；25级法师求组普通午后雨林，有5级技能火球术，输出爆炸，要的联系。血色教堂噩梦队缺个削弱辅助，有6级以上技能的来。回收各种副本产物，价格从优。陈宇跟随两人穿过镇口，来到最繁华的镇子中心，走进一家人来客往的酒馆。酒馆也是特殊建筑，其中的饮料和食物有帮助恢复体力和精神力的效果，恢复速度比不上药剂，但胜在便宜。从客流量上看，恐怕每天的进账都不会少。两人并没有在酒馆中停留，而是径直穿过酒馆厨房，来到封闭式的后院。在院墙下拉起一块覆盖着泥土、伪装十分到位的地板，露出一座向下的台阶。顺着阶梯往下，然后穿过一条幽暗的长廊，尽头竟然是一间金碧辉煌的现代风格大厅。陈宇远远的便看见一群各式各样的职业者正在大厅入口严阵以待。难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带路的这2名职业者已经通风报信，对方想要来个瓮中捉鳖。不过现在暴露也无所谓，反正都是要翻脸的。陈宇沈然一笑，步伐没有变慢，甚至还有加快。他已经暗中沟通了无上圣土，准备随时放出植物生命，给对方来个大清洗。不过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那一片职业者却齐齐向他躬身，口中高呼：恭迎大主教阁下莅临。啥？陈宇顿时一愣，我都准备动手了，你们给我看这个。大主教阁下。一名穿着法师长袍、面容颇具威严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在下便是苦痛教会江阳分会主教刘鹏。大主教阁下大驾光临，亲自指导工作，在下时乃3生有幸啊。陈宇淡淡的点了点头，心中总感觉不太对。这种秘密组织不是应该全员黑袍罩体，规矩森严，说话神秘简短才对吗？怎么还跟领导视察似的？这刘鹏还和自己打起官腔来了。另外，陈宇倒是搞清楚了一点，这个神秘组织名为苦痛教会，而且组织构架比较庞大，江阳市只是一个分会而已。自己拥有那颗徽章，似乎比江阳市的老大级别还高。寒暄就不必了。陈宇说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个嘛，稍后在下会向大主教汇报的。刘鹏说着，用隐晦的探寻目光扫向陈宇。不过在此之前，还请大主教阁下证明一下身份。虽然林教士和王教士已经通过好友面板告知过我们，但这种事情还是要眼见为实，希望大人您能理解。拿去看吧。陈宇将深渊领主徽章扔给刘鹏，徽章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刘鹏顿时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将徽章接住，似乎生怕徽章掉落在地。这个气息不会错，的确是我神亲手创造的深渊勋章。刘鹏的神色激动。我神？陈宇眉头一挑，这枚深渊徽章是尤纳西弗斯制作的，而刘鹏却称呼其为我神。结合之前的种种，不难猜出，这个苦痛教会实际上是个信奉深渊魔神的邪教。只是尤纳西弗斯明明只是个深渊领主，什么时候变成深渊魔神了？而且在蓝星世界居然还有教会和信徒。陈宇回忆起副本里那只瑟瑟发抖的女恶魔，很难将她和魔神2字联系起来。看清楚了吗？陈宇淡淡的说道。看清楚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刘鹏恭敬地将徽章送还给陈宇，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还请大人展示一下我神赐予您的力量。你当我是马戏团里的猴子吗？我神赐予的力量是表演的道具。陈宇脸色一沉，冷声呵斥：不敢！刘鹏顿时吓得跪倒在地，背后冷汗直冒。实际上在感知到徽章上的气息之后，刘鹏就已经相信陈宇是魔神亲手接引的大主教，要求展示力量也不过是多加一层保险而已。不敢。陈宇冷笑：看来你心里还是有这种想法的，是吧？也罢，我今天便在你的面前耍一次猴戏，看好了。说罢，陈宇沟通无上圣土，召唤出一只荆棘妖灵。这是？刘鹏疑惑，不知道陈宇从哪里弄出一名美少女，让她出来又是为了做什么。不仅刘鹏，大厅里围观的一群苦痛教会教众也不知所以，竟然是传说级植物生命。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40-50名教众里，终归还是有识货的人。传说级植物生命有什么特别的吗？非常特别。传说级植物生命可是能让种植师轻松晋升7转的强大存在，刚刚转职就能培养出传说级植物生命，怪不得连我神都亲自为他降下光辉。我看过一中的名单，这陈宇好像排名不靠前吧？怎么可能拥有传说植物？哼，凭你们这些废物，能调查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可是大主教召唤传说级植物生命出来做什么？不是要展示魔神的力量吗？看着吧，大人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安静！刘鹏一声低喝，大厅内议论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陈宇。陈宇淡淡的一笑，伸手搭在荆棘妖灵的头顶。魔神赐予的力量，这个他没有，但他有白嫖深渊抑制眼球得来的神话技能，当然说是来自于尤纳西弗斯也没毛病。你们不是信奉恶魔吗？见到这么纯正的深渊力量，还不得给我跪下？神话技能拥抱深渊发动，一道猩红色的光芒从陈宇的掌中绽放而出，顷刻间便将荆棘妖灵全身覆盖。古老神秘、混乱疯狂的气息在明亮的大厅中蔓延开来。大厅中的苦痛教会众人这一刻仿佛陷入了无垠深渊，脚下不再是平滑的实木地板，而是坚硬的仿佛被鲜血浸染的紫红色泥土，耳边响彻的是诡异而声嘶力竭的恶魔嚎叫。头顶明亮的白炽灯照射出的不再是温暖的白色光芒，而是厮杀惨败者流淌的鲜血。深渊，这是深渊啊！
一名法师浑身发抖，口中喃喃。精神属性高的存在，反而更容易受到深渊气息的感染。这就是真实的深渊，这股强大纯正的深渊魔力，简直就像是我神清灵。不是我神清灵，而是深渊清灵。恍惚间，大厅中的所有人都已经跪倒在地，向着陈宇的方向顶礼膜拜。陈宇没有关注这些人，他现在状况有点尴尬。自己一共就5点深渊魔力，已经被荆棘妖灵吃掉了3点，消耗速度依然没有变慢。不行，必须完成转化。陈宇赶紧拿出炼金恶魔药剂备用，一旦深渊魔力用光，立刻用药剂顶上，绝不能半途而废。生息演算被中断，最多只是无法完成推导。拥抱深渊可是使用深渊魔力对植物生命的改造，改造只进行一半突然断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最好的结果也是这只荆棘妖灵变成半成品，力量和潜力降低，严重些的话甚至会因此而死亡。希望能够顺利完成。陈宇暗中祈祷。炼金恶魔药剂可是十分珍贵的保命道具，最好不要随意消耗。结果还算幸运，几秒钟之后，荆棘妖灵的改造完成，刚好将5点深渊魔力消耗一空。陈宇立即打开他的属性面板查看，深渊荆棘妖灵，品质传说，等级50，属性力量6000，敏捷6000，体质6500，精神3000，深渊魔力10，技能荆棘缠绕 LV10，无情鞭笞 LV10，毒刺飞射 LV10，盛情绽放 LV10，魔化 LV10。魔化 LV10，消耗深渊魔力，进入魔化状态，全属性提升，伤害减免提升，最终伤害加成提升，全技能伤害倍率提升，增强幅度与持续时间和深渊魔力消耗相关。厉害了！陈宇惊喜，这提升幅度堪称恐怖。原本荆棘妖灵的属性就很高，深渊化之后属性翻倍，竟然又3项属性直接超越了神话生命原初精灵。当然，也只是立明体3属性略微超越，战斗力还是不能比的。原初精灵可是动不动就搓禁咒的存在，荆棘妖灵属性再高个几倍也扛不住一发禁咒。不过就常规战力而言，深渊荆棘妖灵已经成为了他手下的头号战将。除了属性之外，深渊荆棘妖灵的外形也比普通荆棘妖灵更加接近于人，或者说恶魔。头上的犄角以及背后的翅膀和尾巴，让他看上去与女性深渊恶魔无二。主人，深渊荆棘妖灵缓缓开口，艰难地叫道：“很好。”陈宇唇角止不住的上扬，能够开口说话，证明他的智慧和拟人程度再上一层楼。战斗。深渊荆棘妖灵身后的尾巴陡然分裂成数十根猩红色藤条，在整个大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蔓延。藤条上布满了如同尖刀一般的锋利倒刺，倒刺的尖端还闪烁着幽幽的蓝绿色光泽，一看就是剧毒之物。要是有谁被这种藤条摸上一下，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乖，暂时不用。陈宇揉了揉深渊荆棘妖灵的脑袋，深渊荆棘妖灵十分听话的将藤条收回，重新变成一根肉质的光滑尾巴。你们都起来吧。陈宇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苦痛教会众人，淡淡的说道：“现在还有人质疑我吗？”苦痛教会众人心有余悸的起身，包括主教刘鹏在内，都低着头不敢直视陈宇，都哑巴了。刘鹏，我问你的问题，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吗？可以，当然可以。刘鹏弓着身子，小跑到陈宇面前，大人，请跟我来。当他无意间接触到深渊荆棘妖灵冰冷的目光，身体又是一颤，差点跌倒在地。能够随意将一个传说级植物生命转化为深渊恶魔，并且实力大增，这是多么恐怖的力量！现在就算是苦痛教会的教宗来告诉他陈宇是个假货，他也绝对不会相信，甚至还有可能和对方翻脸。跟随着刘鹏离开大厅，一路深入，陈宇发现这个地下空间总体设计是一座教堂。教堂的正厅正中间摆放着一座3米高恶魔雕像，从容貌和形体上看，果真就是之前被陈宇各种教育的小可怜恶魔领主尤纳西弗斯。走廊两边的墙壁上还悬挂着描绘深渊场景的壁画。刘鹏将陈宇带到一间装潢精致的会客室，奉上茶水，然后将一叠资料交给陈宇。大人，我们江阳市分会的重点任务还在进行之中，各大中学新进职业者目前为止一共成功拉拢了12人，预计还需要88就能达成基础计划，然后向着200人的目标努力。陈宇一边观看资料，一边听刘鹏汇报，时不时旁敲侧击。大约花费了半个小时时间，终于对苦痛教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苦痛教会的确是邪教，但它又和其他邪教不一样。苦痛教会不喜欢搞破坏，甚至不怎么杀人，可以说教众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信奉深渊魔神，渴望博取魔神的关注。魔神给予他们的任务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不停地拉人。根据发展下线的数量和质量，教众会获得相应的资源奖励。如果拉拢到了真正的天才，魔神甚至会亲自赐下强大的力量。这倒是有点尤纳西弗斯的风格。陈宇暗中点头。在副本之中，尤纳西弗斯就没有表现出杀人吃人的爱好，只想把别人拉入深渊阵营。对图特城如此，对于陈宇也是如此。甚至一群哥布林都在他的控制下秩序井然，建立起了一座有模有样的主城。但这一次，苦痛教会大批量拉拢新进职业者的意图却不是单纯的拉人，而是妄图染指这一届的高考副本。苦痛教会花费重金，让新进职业者在高考时将仪式物带进高考副本，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激活。仪式物激活之后会互相感应，组成阵法，召唤魔神分身降临。魔神分身降临的目的也不是捣乱或者伤害考生，而是将腾龙帝国这一届的新生代顶尖职业者腐蚀，使其堕落成为深渊的一员。实际上，大部分被拉拢的新进职业者都不知道苦痛教会的真实意图，甚至连苦痛教会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他们只是收钱将东西带进考场而已。仪式物在未激活时与普通的饰品无异，几乎不会被任何手段检测到。让诸多考生分散带入的目的是不想引人注意。
毕竟一个考生带着一大堆饰品，很容易被考官发现，然后收缴。召唤魔神分身所需的仪式物数量十分庞大，江阳市分配到的任务只是一小部分。召唤魔神分身的计划，每个苦痛教会的分会都只有主教和几个核心的高级教师知晓，其余人只是负责普通的拉拢投资，获取新进职业者信任。等到高考前夕，主教才会将仪式物分发下去。你们给每个仪式物的预算金额是2至5万金币。陈宇暗自咂舌，这苦痛教会真不是一般的有钱，自己这趟算是来对了。虽然没有找到恶魔副本，但绝对能进账大把的金币。是的，大人，这个金额是教宗大人制定的。刘鹏答道。整个腾龙帝国高考预计投入超过20万名考生，而我们需要带入至少1万枚仪式物，确保仪式能够顺利开启。也就是说，苦痛教会为这个计划准备了至少5亿金币。陈宇微微惊愕，没错，能以微小的代价收获一批顶尖天才，不得不说，教宗大人确实手段高明啊。刘鹏话语中满是敬佩之意。微小的代价，陈宇嘴角一抽，5亿金币也叫微小的代价？好吧，相比于拿下腾龙帝国整整一届的天才，这个代价确实微小。这个计划现在开始由我来负责。陈宇装作沉思了片刻之后，郑重其事地说道：“由您来负责。”刘鹏大吃一惊，连忙说道：“大人，您刚到教会，恐怕还不了解教会的运作模式。这几天还是先由属下为您细说详解一番，您再亲自指挥也不迟啊。”不了解运作模式，陈宇冷笑：“你手下的人警觉性太差，使用的方法也太蠢，能否完成任务，我很是怀疑啊。”刘鹏迟疑。对于陈宇和2名教师相遇的过程，他已经了解过。他也认为这一次教会进行任务的形式不太严谨，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教众的第一要务是隐藏自己。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还是第一次，难免有所疏漏。你可以放心，我就是这一届的高考生，对于高考，我比你们熟悉得多。”陈宇淡淡的说道。“关于如何将仪式物带入高考副本，我自有办法。别说你手上的200个，就算是2000个乃至2万个都不成问题。对于苦痛教会以前的方法，我根本不会去动用。你以为魔神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亲自选择我？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将仪式物交给我，然后相信我。”对啊，刘鹏脑海中灵光一闪，大魔神在这个时候亲自加冕一位大主教，难道不正是让他来主持这件大事吗？大人您稍等，我这就去将仪式物给您拿过来。刘鹏快速离开会客室，不久之后便将一个大盒子带回来，放在陈宇面前。陈宇将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形态各异的小物件，有钥匙扣，有徽章，有小玩偶，有粉红色的发卡，甚至还有女孩子每月都有几天需要使用的物品。陈宇一挥手，将这一盒东西收入无上圣土，并且严厉警告小燕不准破坏。看到这一幕，刘鹏忍不住瞳孔一缩。要知道，仪式物可是有主的物品，它们属于深渊魔神，普通的职业者是无法将其更改归属权，从而收入背包的。还有呢？陈宇敲了敲桌子，对刘鹏说道：“报告大人，没了，就这么多。”刘鹏惊醒过来，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说的是钱。”陈宇怒道：“你该不会以为你们办事要花钱，我就能一分不花吧？”“是，大人教训的是，您瞧我这脑子。”刘鹏讪笑着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然后从储物背包中拿出一盒叠得整整齐齐的卡片。“大人，这是职业者银行的不记名卡，每一张金额是10万金币，可以随时取用。职业者银行并不是人开的，而是天道开设的，每个已转职的职业者都能随时联络职业者银行存取金币。”刘鹏拿出来的不记名卡只需要100金币就能无条件办理一张。陈宇接过盒子数了一下，一共是120张，也就是1200万金币。这不是美滋滋，抢劫都没这来钱快。巨款入账，陈宇心情大好，笑着对刘鹏说道：“你可以联络其他地区的主教，如果任务存在困难，可以随时找我。多谢大人体谅。”刘鹏的心情也非常不错，我这就找机会联络。毕竟收买200个新手职业者还要不留痕迹，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每天都为这件事忙得焦头烂额，如今突然出现一位大佬，直接揽下这个苦差事，解决了他最大的麻烦，他又怎么可能会不高兴？好的，陈宇点头，有消息了，可以派人来联络我。这地方我也不方便多待，就先离开了。恭送大人。刘鹏赶紧起身为陈宇引路送行。离开苦痛教会经营的酒馆，陈宇立即打开好友面板滴滴聚宝阁小萝莉。陈宇，宝在吗？有生意找你。小萝莉几乎是秒回。云碧月说：“陈宇，帮我订购生命之水，暂时要2个单位。”云碧月，陈宇是什么意思？有困难？云碧月，你有钱？陈宇，职业者银行不记名储蓄卡10万金币，星号100。云碧月，我靠！聚宝阁中正翻着死鱼眼，嘟着嘴嚼棒棒糖，百无聊赖的小萝莉突然瞪大了眼睛：“小姐，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圆脸小妹急忙冲进后台，神色警惕：“没你事，出去吧。”小萝莉挥了挥手，然后再次打开了好友面板，点开陈宇的对话：“云碧月，你哪来这么多钱？把哪个大势力给抢了？”陈宇看见小萝莉发来的消息，顿时心生不爽：“抢？说的多难听，我怎么可能去抢呢？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收入，而且还帮人家解决了大难题。陈宇，劳动所得，这就没必要和你汇报了吧？说吧，怎么才能买到生命之水？”云碧月，对不起，是我失礼了。云碧月，生命之水需要预定，每份100万金币定金，尾款货到付清。云碧月，付完定金就能申请出货，如果货源充足，1周内能到货，稀缺的话最迟1个月。云碧月，你确定要买的话，我可以现在帮你申请，定金在你有时间的时候过来付清就行。陈宇，谢谢了，下次过来请你吃热狗，加粗的。聚宝阁，小萝莉看着手中吃了一半的热狗，
又看了看好友面板上陈宇的发言，顿时神色有点微妙，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东西，白嫩的脸蛋迅速变红。东风镇是围绕8座新手副本建立起来的一座商业中心，这些新手副本并非一开始就在东风镇，而是拥有副本的几个势力为了方便管理，也方便赚钱，将副本迁徙了过来。副本管理处类似于银行前台，一共8个窗口，分别售卖8座副本的门票。陈宇将所有副本的门票都买了一次，总共花费100金币。有6座副本的票价是10金币，剩下的2座是20。这个价格，一般的新手职业者根本刷不起，只有熟悉副本的队伍才能在高难度堪打回票价。这就相当于无数人在为副本持有者打工。每一座副本传送门都有单独的大厅存放，凭票入场。陈宇将副本门票交出，进入黑风寨副本大厅。大厅墙壁上悬挂着一个液晶屏，许多职业者正围绕在显示屏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陈宇凑过去，好奇地看了看显示屏。副本攻略排行榜，第1名，用时1小时25分，攻略者勇闯小队，队长王之明，队员。第2名，用时1小时32分，攻略者赚钱小队，队长黄子成，队员。第3名，听说了吗？三山公会和雪落公会正在比赛冲榜，这些公会是闲的没事干吗？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段时间新手职业者刚好转职，人家那是要打出招牌，方便招揽人才。听说两边的队长都是从云川职业者大学回来的50级高手，故意压着没有转职，就是因为公会许诺过，只要打到榜首，能拿到一大笔奖金。快看，他们来了！一群职业者纷纷转身看向副本大厅的门口，2个6人小队齐头并进走进副本大厅，他们装备精良，职业配置齐全，精神奕奕，干劲十足。其中一个小队的队长是男性狂战士，胸口佩戴着众字形工会徽章；另一个小队队长是女性魔法师，胸口佩戴着雪花形工会徽章。这名狂战士队长，陈宇还有些眼熟。细细回忆之下，突然想起，这不正是周博文给他放的视频里与种植师打擂台的对手吗？他在视频里的表现很呆，3两下就被种植师利用攻击惯性放倒，然后被一群普通植物生命一拥而上制服。2队人马走到副本传送门前站定，狂战士队长笑着对魔法师队长说道：“李静元，无论你承不承认，我们三山公会的小队实力确实要比你们雪落公会强，东风镇新手副本的榜首我们拿定了。”李静元闻言不屑的一笑，攻略副本靠的是策划和配合，不是肌肉。哼，更何况咱们云川大学谁不知道你黄一山连种植师都打不过？黄一山顿时涨红了脸，但又无法反驳，他的确在擂台上输给过种植师，而且输得干脆利落，连种植师这种垃圾职业都能打赢你，你究竟战力如何，还真不好说。李静元露出讥讽的笑意，除了这件事，你还会说什么？黄一山破大防，额头上青筋暴跳，整个人的气息都紊乱了，连垃圾种植师都打不过的垃圾狂战士，丢脸！李静元继续嘲讽。陈宇听到这话，顿时不乐意了，你们赛前互标垃圾话没毛病，凭什么乱开地图炮？种植师招你惹你了？怎么就垃圾职业了？虽然陈宇不能以常规眼光来看待，但他毕竟也是个种植师，这李静元不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吗？陈宇当即沉着脸走上前去，但他没有去反驳李静元，而是拍了拍黄一山的肩膀。羞愤难当的黄一山回过头，愕然看着陈宇。兄弟，陈宇说道，曾经输给谁并不重要，毕竟哪个职业没出过几个强者呢？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也不重要，咱们职业者重要的唯有自身实力。你们要比赛冲榜，不正是拿实力说话的时候吗？他这是故意用语言影响你的心态，试图降低你的实力发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战胜他，所有闲言碎语都会不攻自破。听到陈宇的话，已经面红耳赤，快要情绪失控的黄一山豁然开朗。狂战士的职业特性就是容易冲动，容易失控，但他们只是轴，并不是傻。被陈宇叫醒，他立即知道自己中了对手的圈套。兄弟，多谢了。黄一山感激地说道，今天任务在身，等闲下来一定请你喝上几杯，好好感谢你。如果不是陈宇，他还真有可能被对方得逞。不必，陈宇笑着说道，我也只是看不惯那女人的嘴脸，你能胜过她就是最好的感谢了，能对一个素未平生之人出言相助，兄弟仗义。黄一山对陈宇抱拳，也不算素未平生。陈宇笑道，其实我早就认识你。早就认识我？黄一山疑惑，他根本不是云川省的人，只是考进了云川省职业者大学而已，怎么会有人早就认识他？不过陈宇马上就解答了他的疑惑，我也是个种植师。陈宇说道，我有个老师叫周博文，他和我说起过你，兄弟加油。说完，陈宇对黄一山握拳，然后转身走进副本传送门。周博文？黄一山愣了愣，迅速回忆起来周博文这个名字。卧槽，周博文不是在擂台上打败我那个种植师的老师吗？一定程度上说，黄一山之所以总是被人用打不过种植师这件事攻击，和周博文脱不了干系。正因为周博文把那场比赛的视频做成了教材，黄一山才在云川大学火出圈了。那兄弟居然是周博文那老家伙的弟子，也是个种植师。靠！黄一山顿时嘴角狂抽，多管闲事。一旁的李静元看见黄一山醒悟，感觉十分可惜，自己这边实力不如对方，现在对方又冷静下来了，恐怕胜算会小很多。同时心中也有点后悔，刚才他骂种植师也是为了提升嘴炮伤害，攻击黄一山，没想到现场居然真有种植师，而且还是个敢单刷副本的种植师。要知道，厉害的种植师肯定有钱有后台，无缘无故和这样的人结了梁子，还没达成激怒黄一山的目的，简直亏得要死。李静元，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黄一山神色不善地看向李静元，竟知道耍些鬼域伎俩，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几斤几两。
哼，那就比比看，榜首究竟花落谁家。我们走。李靖元虽然心虚，但嘴上却不服输，与黄一山针锋相对，先一步带着队员走进副本传送门。黄哥，咱们也进去吧。黄一山队中一名盾战士上前问道。好。黄一山点了点头。哦，对了，刚子，你是江阳市的人，消息灵通，找人帮忙留意一下。刚才提醒我那个兄弟，他有个好老师，能单刷副本，证明他自身实力也很强。如果有机会，可以邀请他进公会。好的，黄哥，刚好我一个学弟也在这刷本。盾战士跑进围观人群，对一名刚转职的新手小战士说了几句。新手小战士立即面带笑容，连连点头。走吧，都打起精神来，咱们实力更强，别让月落公会压了一头。盾战士归队后，黄一山立即带领队伍走进副本传送门。副本黑风寨，等级限制小于等于50级，组队限制小于等于6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请选择副本难度：简单、普通、困难。看见浮现在眼前的难度提示，陈宇忍不住眉头一皱。没有更高难度吗？噩梦难度和真实难度呢？提示：该副本仅提供3种难度，由职业者选择。好吧，给我选困难。陈宇心中遗憾，如果有真实难度，他又能大捞一笔，说不定一个副本就能刷够技能点，还能获取大量的金币。可惜，并不是每个副本都有高难度可供选择的。提示：该副本设有通关时间排行榜，是否公开自身及小队信息？副本排行榜。之前，陈宇还以为挂在副本大厅墙上的显示屏是有人专门记录通关信息，然后输入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所有通关时间都是直接从副本里导出来的。排行榜有上榜奖励吗？陈宇问道。提示：副本排行榜暂未设置上榜奖励，相关事项请咨询副本持有者。那不公开，打上副本排行榜，无非就是获得一个名誉。陈宇暂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直接选择了不公开。选择完成之后，四周场景变换，陈宇出现在副本之中。脚下是一条山路，山路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陈宇顺着山路向前，没过多久就看见了黑风寨的山门，门口是2个山贼打扮的小怪。探查术一扫，等级30，属性中规中矩。陈宇立即失去了兴趣，挥手放出几只荆棘藤妖，给我上！荆棘藤妖双手化作藤鞭形态，漫天飞舞，快速靠近过去。当他们走进2个山贼小怪的攻击范围，2个小怪立即大喝：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长黑风寨？他们面容呆滞，没有半点表情，也根本不在乎荆棘藤妖是不是人，挥着砍刀就冲了上来。砰砰，2声闷响，2个小怪毙命。击杀30级黑风寨山贼，经验值加60点，由于等级被限制，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击杀30级黑风寨山贼，经验值加60点，由于等级被限制，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山贼尸体直接被荆棘藤妖当作花肥稀释干净，只留下一些骨头渣子，绿色环保无公害。陈宇又放出几个荆棘藤妖，沿着山路向上走。一路上零零星星有一些山贼小怪，全部变成了花肥。大约2-3分钟，前方出现一座还算宽阔的平台，平台上有着一座凉亭，前方有一座石碑，上书半山亭。此时平台上有10多只山贼小怪，半山亭中则是坐着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形怪，以及2个戴着斗笠的人形怪。黑风寨3当家，35级 BOSS， 黑风寨高手，35级精英。姑娘们，开饭了！陈宇一声令下，10多个荆棘藤妖如狼似虎地冲了上去，几秒钟就解决了平台上的小怪。奇怪的是，明明近在咫尺，荆棘藤妖们杀小怪的时候 ，BOSS 没有丝毫反应，直到小怪死光 ，BOSS 才带着2个精英怪跳了出来，一声大吼：“洒家乃黑风寨3当家是也，来者通明，洒家手下不收无名之鬼。”我乃……陈宇玩心大起，正准备想个威风凛凛的名号，结果 BOSS 根本没给陈宇报名的机会，直接拔出大砍刀，带着2个精英怪冲了上来。不讲武德是吧？给我打！陈宇脸色一黑，数十条藤鞭瞬间砸下，3当家出师位，洁身先死。奇迹的是，当藤妖们的鞭子收回，3当家居然还留着一口气，甚至看不出多大伤势。所血的 BOSS， 陈宇好奇地看着3当家，只见他跪在地上，大刀支撑着身体，艰难地说道：“想不到尔等竟然有如此身手，我不干！大哥二哥多保重。3弟先行一步了。”说罢，倒地身亡，倒出一个稀有级副本宝箱。原来不是锁血啊！陈宇震惊，这是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啊！死透了都还能憋出一句话来。他走上前，将宝箱捡起，放心吧，你的大哥二哥会很快和你团聚的，而且会变成花肥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山亭之后，山路变得十分陡峭，前方的怪物密度也变大了一些。不过荆棘藤妖们依旧是平推，没有遇到丝毫阻碍，一路轻快打上山顶。山顶平台上是黑风寨的聚义堂，好像凡是山贼的老巢都叫这个名字。陈宇带着荆棘藤妖们走了进去。聚义堂上手有3把铺着虎皮的座椅，其中一张座椅上坐着一个和3当家外形差不多的人形怪。副本 BOSS 黑风寨2当家。除了2当家，聚义堂中还有2排椅子，只有8个椅子上有人，是之前见过的精英怪黑风寨高手。太尔等何人？随着2当家一声大吼，8个精英怪也跳了起来，竟然能闯入聚义堂，莫非3弟已经啊？3弟！2当家一声悲戚的怒吼：“我要你们，给我打！”陈宇懒得看过场剧情，直接让荆棘藤妖们发动攻击。数十条藤鞭伴随着破空之声抽打在2当家和8个精英怪身上。2当家的话还没说完，直接无缝变成了另外一句：“我不干，大哥呀！”陈宇，
看来死了都能继续说话，是黑风寨 BOSS 的共有技能了。正在这时，聚义堂外突然响起一声悲戚的呼嚎：“不，二弟！”紧接着，一个更加膀大腰圆的人形怪带着12只精英怪冲了进来，竟敢杀我二弟！我要你们偿命！大当家吼得撕心裂肺，气势十足。不过他依旧没能在10多个荆棘藤妖的手中活过1秒。当然，他也拥有和他2个兄弟一样的规则技能力，哪怕都道歉陈宇一管血了，还能垂死病中惊坐起，艰难的喊一声：“我不甘心！”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困难，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200%，副本用时12分34秒。综合评价 SSS。收益结算：金币加100，经验值加50000，自由属性点加5，技能点加1，史诗级副本宝箱加1。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收益太低了。陈宇叹息，上前拾起大当家掉落的副本宝箱，选择了退出副本。困难级副本打出最高评价，也才1个技能点奖励。至于额外的金币、经验等等，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歹还有7个副本没刷，希望可以遇到一个能选高难度的副本吧。陈宇走向大厅出口，准备一次性将副本全部刷完。虽然收益低，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省时间。如果都像黑风寨这么省事，那陈宇还可以回学校吃食堂的爱心晚餐。嘿，兄弟，你这么快就出来了？一个新手小战士突然跑过来，试图和陈宇攀谈。你才进去12分钟吧？门口的哼哈二将清掉了吗？太简单，已经通关了。陈宇随口说道。噗，小战士失笑，转身指了指副本传送门，兄弟口气不小啊，该不会连2个门将都没打掉吧？那可就亏大了。不是我说你，打副本还得有高效固定队啊，看他现在白浪费10金币了吧？等到小战士回头，却发现身边已经没人了。陈宇自然没时间去做别人质疑我打脸这种低级无趣的游戏。此时他已经来到了第2个副本的门口，递交了副本门票。副本丧尸危机，等级限制小于等于50级，组队限制小于等于6人，冷却时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请选择副本难度：简单、普通、困难。最高难度依然还是困难，让陈宇有些失望。困难。提示：副本排行榜暂未设置上榜奖励，相关事项请咨询副本持有者。不公开。做出选择后，陈宇眼前一暗，出现在副本之中。与黑风寨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不同，丧尸危机的背景是生化末日。天空灰暗阴沉，布满陈旧垃圾和干渴血迹的街道上，散乱着锈蚀到只剩下框架的汽车。街道两旁是残破不堪的高楼大厦，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倒塌。不要以为全民转职时代和游戏一模一样，全是些西方奇幻或者东方玄幻的怪物，场景也是或复古或神秘。在这个世界中，任何场景的出现都不值得让人惊讶。别说丧尸副本，就算星际战争都不在少数。这个副本的空间倒是比黑风寨要宽裕一些，从怪物的分布上就能看得出来。除了街道，两边已经空旷的商铺中也有游荡的丧尸存在。家人们，给我上！由于空间足够，陈宇直接放出了所有植物生命，一些植物生命直接就出现在丧尸的攻击范围之内。吼！几头丧尸嘶吼一声，向着陈宇冲了过来。然后没等他们跑出几步，就已经被无数藤条贯穿。击杀15级丧尸，经验值加30，由于等级被限制，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击杀15级丧尸，经验值加30，由于等级被限制，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击杀20级丧尸，经验值加40，由于等级被限制，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500多个植物生命默默地散开，开始飞速绞杀副本中的怪物。陈宇搂着一只百合妖灵，埋头享受着它的花香，根本就没有移动的意思。植物生命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自己打怪，根本用不着他费心指挥。不出所料，仅仅过了5分钟时间 ，BOSS 击杀提示响起，副本进入了结算期，依旧是最高评价，收益与黑风寨相差仿佛，技能点1个，自由属性点5个。等到植物生命返回，陈宇便选择了退出副本，下一个就血色教堂好了。之前在镇子外面听见过有人求组这个副本的噩梦模式。黑风寨副本大厅，开盘啦开盘啦！我赌1个金币，黑风寨榜首要被3山公会拿下。废话，谁都知道3山公会的小队实力更强，也不一定落雪公会不差。你们注意到了吗？落雪的队伍里有2个法师，3山只有1个，说不定落雪的清怪速度会快一些。法师输出是高，但前期续航不行啊。那就看着吧，反正过不了多久就能出结果。大厅内吃瓜看戏的职业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挂墙的显示屏上。正在此时，显示屏突然跳动了一下，原本的所有排名齐齐向后退了1位，而第一栏则变成了第1名，用时12分34秒。攻略者：小队不公开，队长不公开，队员不公开。不是吧？这就出结果了？卧槽，12分34秒，离原上谱？不可能啊！黑风寨这个副本从入口走到山顶聚义堂也要10多分钟吧？他们打怪不要时间的，太可怕了！他们是有人住在这个副本里研究攻略吗？就算练习2年半，也不能这么快通关吧？等等，就我一个人关注，通关队伍究竟是3山队还是雪落队呢？对啊，这人员信息为什么是隐藏的啊？难道是进副本的时候大意了，选错了？别逗了，他们就是为了排名来的，能选错？不用猜了，既然已经通关了，那想必攻略队很快就会出来，到时看看是哪个队先出来，不就得了？说的也是。吃瓜职业者们纷纷目不转睛地盯着副本传送门。不久之后，身形有些狼狈却神采飞扬的黄奕山带领小队走了出来。快看，出来了！
出来了，是三山公会。吃瓜职业者们发现黄一山的队伍出现，立即一拥而上，将小队围得水泄不通。黄一山和他的小队成员们一脸懵逼，怎么这是？我们知道自己超常发挥，肯定超越雪落，拿到了榜首，但围观群众也不至于这么热情吧？恭喜三山公会拿下榜首，恭喜黄队长，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打通副本，太厉害了！嗨，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在开打之前怎么能这么粗心呢？对啊，真是可惜。可惜什么？成绩就是成绩，实打实的摆在那。是啊，恭喜三山公会！四周一片恭贺之声。黄一山本就是狂战士，比较情绪化，一时间不禁有些飘飘然。哈哈，多谢各位，多谢黄哥，黄哥，你们太强了！一名新手战士挤了过来，用惊若天人的目光看着黄一山。这名新手战士正是之前黄一山让队员找来观察陈宇的那人。加油，以后你也可以。黄一山笑着鼓励道。谢谢黄哥。新手战士欣喜，然而又崇拜地问道：黄哥，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做到12分34秒通关副本的吗？闻言，其余围观的职业者也纷纷好奇。对啊，黄哥，和我们说说呗，你们是怎么做到的？12分34秒啊，我们光是花费在路程上都要这个时间吧？12分34秒。黄一山和队员们面面相觑。副本结算的时候，他们此次的通关时间清晰地标注着54分钟12秒，怎么可能是12分钟？队长，是我听错了，他们说的是不是12分钟？队伍中的法师在黄一山旁边低声问道。你没听错，要不就是我们都听错了。黄一山也低声回应。而且排名显示不是有一段时间的延迟吗？我们才刚出副本，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么准确的数据的？等等，黄哥，你看小队中的盾战士突然指了指墙壁上的显示屏，脸上满是惊愕。黄一山和其他队员也看向显示屏，显示屏的第一栏赫然显示着一个不公开通关者信息的排名，通关时间正是12分34秒。怎么可能？黄一山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整个人瞬间呆滞，仿佛脑袋上被敲了一记闷棍。其余几名队员也是差不多的表现。哈哈，黄哥，我们也没想到这次副本中心的人效率这么高，你们还没出来就把排名给打上了。新手战士笑着说道。不过黄哥，你们也太大意了吧，竟然选择不公开信息，简直太可惜了，因为你们不公开，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吹嘘这是他们打出来的呢。等等等等，黄一山双手下压，无奈地解释道。各位，你们误会了，这个榜首记录不是我们三山公会打出来的。他总算是明白了，周围这些人是把这个12分34秒的记录自动扣在他们的头上了，所以才会这么热情。但问题是，这记录真不是他们打出来的呀。他们这次打榜可是策划良久，然后又临时超常发挥，才将时间压缩到了1个小时之内。话说12分34秒通关，那真是50级以下的队伍能办到的事情吗？就算打怪时间被压缩到极致，恢复状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黄哥，你就别谦虚了。新手战士一副我懂的笑容。今天因为你们打榜的事情，根本没几个小队进去过。雪落公会的人现在还没出来，不是你们，难道还能是他们不成？可是这记录真不是我们打的。黄一山苦笑，我们队的通关时间是54分12秒，也没有选择不公开，等会儿记录就出来了，你们能看到。真不是你们？围观群众也傻眼了，不过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真不是？如果可以的话，黄一山小队也想冒领这个记录。超快速通关，只要稍微炒作一下，就能博取一大波流量，这可比普通的冲上排行榜有价值的多。但他们是选择公开信息的，根本冒领不了。又过了几分钟，雪落小队也打完了副本，回到大厅，看见黄一山被吃惯群众们众星捧月，李金元心里很不是滋味。恭喜你，这个副本的榜首是三山公会的了。他带队从黄一山身边走过，淡淡的说道。输了就是输了，赛前可以喷垃圾话，但赛后必须有风度。等等，黄一山突然叫道。还有什么事？李金元转过身，冷着脸说道。这个副本是你们赢了，但别得意的太早，这里的新手副本整整有8个。黄一山没说话，指了指悬挂榜单的屏幕。李金元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目瞪口呆。怎么可能？12分34秒的数字如同一支利剑刺穿了他的所有自信与骄傲。再想想自己队伍1小时2分钟的成绩，差距太大了，一股浓浓的挫败感袭上心头。你赢了，我们不是你们的对手。李金元苦涩地说道。看到李金元的表情，黄一山就知道他误会了。不过他也没有借此打击李金元的自信心，而是如实说道。我什么水平你还不清楚吗？这成绩可不是我打出来的。不是你？李金元愕然。那还能是谁？我也正想知道。黄一山叹道。太强了，根本不像是我们这个阶段的职业能打出的成绩。的确，李金元感触很深，估计得6个穿着史诗级套装的隐藏职业者组队才能打出来吧。正在这时，排行榜屏幕再次变化，第1名没有动，第2、第3出现了变化。第2名用时54分12秒，攻略者三山小队，队长黄一山，队员。第3名用时1小时2分35秒，攻略者雪落小队，队长李金元，队员。黄一山和李金元对视了一眼，默默带着队伍离开大厅。两队人马刚来的时候神采飞扬，针锋相对，出去的时候却人人带着一股丧气。然而就在他们走到另一个副本大厅时，却远远的就看见大厅中一片喧哗，大量的职业者挤在门口，围绕着墙上悬挂的排行榜单。不会吧？黄一山和李金元的心中同时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两队人连忙递交门票，进入副本大厅。他们迫不及待地看向悬挂在墙上的电子屏幕。果然，第1名用时4分3秒，攻略者
不公开。队长，不公开。队员，不公开。黄一山与李静元再次对视一眼，纷纷露出骇然的神色。4分3秒，这还是人吗？这座副本名作午后雨林，难度和黑风寨差不多，但地形复杂，怪物多样。抛开打怪不说，赶路的时间恐怕都要超过半小时。三山公会和雪落公会的小队能1小时左右通关黑风寨，但午后雨林副本能在1个半小时内通关，都烧高香了。我们还比吗？李静元咬着下唇，咽了咽口水，艰难地问道。黄一山本来是看不惯李静元的，但此时也和对方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比还是要比的，毕竟是公会任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不是吗？那我们开始。李静元指了指副本传送门。那个李静元，虽然榜一拿不到，但第2名我们还是可以竞争一下的。黄一山迟疑了片刻说道。是啊，遇到变态不是我的错，第2名也可以争一争。李静元迅速燃起斗志。多谢。哈哈，这样才有意思。黄一山大笑着带队走进副本传送门。副本天灾之后，这是东风镇唯2能够选择噩梦模式的副本之一。陈宇走进传送门，熟门熟路地选择了最高难度，然后隐藏个人信息，随后便被传送到了一片大平原之上。大地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灰色，寸草不生，入目满是各种生物的骸骨，四面八方都游荡着各种骷髅架子以及满身腐肉的僵尸。这里的僵尸是西幻世界的亡灵生物，而不是科幻世界的丧尸，在实力上两者都差不多，行动迟缓，属性低于平均线。不过科幻丧尸的攻击带有非常恶心的毒素 buff， 中毒之后会持续掉血，减慢移动速度等等，而死灵僵尸则没有那种能力。平原十分广阔，一眼望不到边。陈宇拍了拍自己左边的衣兜，原出土精灵后土立即飞了出来，他一脸憋屈的神色对陈宇说道：主人，请让我为您战斗。真是不好意思。陈宇一拍脑袋，小峰平时和手办一样懒得动弹，自己把他揣上个几天几夜估计都不会有问题，但后土显然不是那种安静的性格，把他放在衣兜里这么久，估计是憋坏了。主人不可。后土听见陈宇道歉，立即露出惶恐的神色。您的意志至高无上，您的决定永远正确，怎么可以向我们这些属下道歉？行了行了。陈宇无奈地弹了一下他的额头，说道：你飞上去看看这个副本有多大。是。闻言，后土对陈宇微微躬身，然后飞上天空。不一会儿，他便完成探查任务，重新降落到陈宇面前。主人，根据怪物分布来看，这个副本大概是一个半径2公里左右的圆形，我们所在的位置距离副本的边缘很近，副本 BOSS 在我们的另一侧，半径2公里。陈宇眉头一挑，这么大的范围，而且怪物分布还非常稀疏，要全部清掉的话，即便将500个植物生命全部放出去，都得用不少时间。习惯了无上圣土中生机勃勃的氛围，天灾之后副本中死气沉沉的气息让他极度不爽。或许除了死灵系生物或者相关职业之外，没有生灵会喜欢这种环境。那么就交给你了，为我战斗吧，后土，将这个副本给我清空。是，主人。后土极度兴奋，这可是他诞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主人指派的战斗任务。他右手抬起虚握，一把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中，身上的镂空轻甲也在淡淡的光芒中变成了厚重的铠甲。还能变装？陈宇眼前一亮，不知道能不能变成其他类型的。对于土系禁咒的期待突然减弱，什么各种丝，什么开背毛衣，什么水手服，什么省料版婚纱之类的东西在他脑海中一一飘过。当然后土并不知道这些，他持剑指天，口中念诵着无声的咒语。几分钟后，蹦，山裂地，后土的长剑闪烁着淡黄色光泽，向着地面摇摇一划，灰白的土地之上突然出现一条细细的裂纹。这条裂纹似乎与其他因为干渴而产生的缝隙相差不大，然而它却在诞生之后迅速蔓延扩大，几秒钟时间就变成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随后沟壑边沿再次出现无数裂纹，向着四面八方延伸。当整个副本之中都遍布裂纹的时候，大地开始震颤，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际，被裂缝布满的平整土地瞬间崩塌，无数怪物反应不及，坠入黑暗的裂隙之中。这样的话似乎用来改变地形不错，但伤害有些不足啊。是和其他精灵的禁咒相比。陈宇观看着后土的禁咒下果，捏着下巴思考。不过没过几秒钟，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轰隆，大地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随即一条无底裂隙之中，一道赤红色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岩浆柱喷薄而出。轰轰轰，紧接着无数巨响震耳欲聋，整个灰白的世界被无数岩浆柱的光芒照成了亮红色。岩浆柱喷发了足足1分钟才停止下来，而这时整个副本都变成了一片刺目的岩浆之海。无数击杀提示几乎一瞬间在陈宇脑海中响起，震得陈宇脑瓜子发懵。主人，幸不辱命。后土回到陈宇面前，面带骄傲之色。陈宇望着连地理环境都彻底改变的副本，连连点头。好，不错，很强。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噩梦，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300%，副本用时1分14秒，综合评价 SSS。 收益结算：金币加500，经验值加1000000，自由属性点加10，技能点加2，传说级副本宝箱加1。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警告：因副本被严重损坏，你失去了休整时间，准备强制传送。喂，等等，我还没捡装备呢。陈宇连忙抗议。
提示：所有掉落物品将强制收归通关者物品栏，超出容量部分将形成临时背包，临时背包存在10分钟，超时后所有物品遗失，请注意查收。几秒之后，陈宇走出副本传送门，立即打开物品栏查看。物品栏已经填满，旁边还有一排虚幻透明的格子，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杂物，价值不高，比如骷髅战士的肋骨、腐烂僵尸的菜刀、充满亡灵气息的骨灰。只有死灵系职业会比较感兴趣，比较有价值的只有 BOSS 掉落的史诗宝箱以及最后结算的传说宝箱。陈宇迅速将物品栏清空，全部放入无上圣土之中。令他有些惊讶的是，世界树并不嫌弃死灵气息，这些死灵系的普通材料很快就被吸收得一干二净。离开副本中心，陈宇直接前往车站，坐上了回程的班车。副本已经全部刷完，没必要再逗留。东风镇的8个副本一共为他提供了10个技能点以及50个自由属性点，当然也只有陈宇每个副本的评价都是 SSS 级，才能打出如此巨大的收获。副本评分会随人数增多、通关时间增长、怪物未全部击杀等因素而降低。奖励技能点和自由属性点的门槛就是 S 级评分。像黄奕山、李静元这样的精锐队伍冲上通关时间排行榜，也最多只有 A 级评分，根本得不到自由属性点。陈宇将得到的10个技能点加在传说根本法生息演算上，让其技能等级达到了 LV7。自由属性点则是全部加在了体质上。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两旁的景物飞速倒退，半个多小时后便回到了江阳市城区。下车之后，陈宇立刻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阳江市职业者协会，准备领取转职任务。虽然还差19个技能点才能让全技能达到10级，但东风镇的副本每周都可以固定提供10个技能点，最多2周时间就能把技能升满。可以先把任务拿到手，看看内容，早做准备。职业者协会大厅的转职业务窗口并不忙碌，陈宇随意找了一个窗口，发现柜员正在用手机玩游戏，还玩得非常专注。他敲了敲窗户玻璃，说道：“你好，我要接取转职任务。”柜员小姐姐吓了一跳，猛地抬头，看到不是领导，才松了一口气。她立即换上职业化的微笑，用甜美的夹子音说道：“好的，先生，这边马上为您办理。”对着电脑敲打了几下，柜员小姐姐将一张表格递给陈宇，请先填写一下表格，手续费1金币，谢谢。表格要求填写一些个人基础信息，实际上表格乱填都无所谓，根本没人在意。不过不认真填写的话，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情需要调查履历时，会查无此人，造成一些麻烦。提交表格和金币后，柜员小姐姐走出柜台：“先生，请跟我来。”陈宇跟随柜员来到一间十分宽阔、层高至少10多米的大厅，大厅中间摆放着本源之柱以及功能阵法。柜员小姐姐上前打开阵法，将本源之柱激活，然后面色严肃地说道：“先生，鉴于您是第一次转职，所以我要特别提醒您，一转的转职任务分为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5个难度，任务难度越高，转职收获越大。但如果连续3次任务失败，您将失去转职的机会，所以请根据您的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难度。”“好的，我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走向本源之柱。难度什么的是问题吗？以他的实力，无法完成转职任务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剧情杀，还必须是智商归0的编剧才能想出来的那种。陈宇将手掌按上本源之柱，脑海之中立即浮现出提示：本源之柱检测到你已达到50级，是否接受转职任务？是，请选择任务级别：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我选择炼狱。提示：困难级以下转职任务可以接取3次，噩梦级可以接取2次，炼狱级只能接取1次，失败后将失去转职机会。是否确认接取炼狱级转职任务？确认。虽然与柜员小姐姐说的不太一样，炼狱级没有失败机会，但陈宇依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认。提示：任务正在生成，生成完毕，一阶晋升任务，任务难度炼狱级，执行人陈宇，任务内容：成为腾龙帝国本届高考魁首。注：该任务不排除一切诸如黑幕、被针对、临时无法参加高考等干扰因素，直至高考结束未获得第1名或与他人并列第1，则算作任务失败。高考魁首吗？陈宇仔细查看任务说明，炼狱难度名副其实，全国那么多考生，谁能保证自己能夺得状元桂冠？而且还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但是对于我来说不难。他就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拥有无上级天赋的妖怪。这个世界对于天赋的认知从来都只有从普通到神话5个等级。退1万步说，就算有人能在战力上和他抗衡，他也能召唤深渊大意志的力量碾压对方。转职任务是高考的话，倒没什么好计划的。距离高考还有2个多星期的时间，刚好东风镇的副本能刷新2轮，可以获得足够的技能点，把技能全部升满。离开职业者协会，陈宇准备去一趟聚宝阁，把购买生命之水的定金给小萝莉补上。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的小吃摊，陈宇上前买了几根加粗版的烤肠，放在物品栏中。之前自己可是说过的，要请小萝莉吃热狗，万万不能食言。东风镇副本大厅，三山公会和雪落公会的队伍先后从副本传送门走出。这一次，三山公会发挥不怎么样，只比雪落公会领先了1分钟左右。下一个打哪儿？李静元对黄奕山问道。选个难一点的，就天灾之后吧。黄奕山说道。完成这次公会任务，我就要去做转职任务了。正好大家也都热身完毕了，我想拼一把，看看在新手期拿下一个噩梦副本的 S 评价。可以，正有此意。李静元点头道。对了，你准备接什么难度的转职任务？普通级吧。黄奕山回答。怎么，不尝试挑战一下困难级？怕了。李静元浅笑着说道。困难级，那至少是隐藏职业的天才才有资格触碰的难度，我又何苦去自找没趣浪费时间？黄奕山摇头。
就算普通级也不是100%能够过关，说不准我还要在普通级上栽个2次，迫不得已降到简单呢。噗，你这会儿倒是谦虚起来了。李金元掩嘴一笑，顿时觉得黄一山这个对手似乎也挺有趣的。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试试。这还真不是谦虚，我自己的水平自己知道。困难级转职任务必须得是家世强大、天赋强大、职业强大的新手才能通关，缺一不可。我这种人就算了吧。真不知道那些一转任务挑战噩梦级的天才是何等风采啊！黄一山露出向往之色。闻言，李金元笑着说道：“和我们同届新手职业者中，一共有12人完成了噩梦级转职任务，其中就有1人出自江阳市。”江阳市？谁这么厉害？黄一山好奇地问道：“是哪个家族秘密培养的天才吗？”江阳市只是个小城市，整个腾龙帝国这样的城市少说都有几百上千座，金榜题名天下小，说是一个人成为了一座城市的荣光，一点不为过。你以为只有大家族才能培养出绝世天才？李金元冷笑，就那么迷信背景论和血统论？告诉你，人家可不是什么大家族培养的，资料里写得很明白，他是无父无母，家中没有任何亲人，全靠自己打拼。行，不说题外话了，刷副本，赶紧的。黄一山咧了咧嘴，赶紧转移话题。哼！李金元冷哼一声，率先带队行动。3山公会的队伍也紧随其后。当2队人走进天灾之后的副本大厅时，发现里面闹哄哄的，一片拥挤。已经有过经验的2队人立即看向挂在墙上的排行榜。第1名用时1分14秒，攻略队伍不公开，队长不公开，队员不公开。我看错了。看见这个通关时间，黄一山忍不住使劲揉了揉眼睛。天灾之后可是个大地图副本，而且排行榜记录的通关时间都是最高难度。什么鬼啊！李金元忍不住失声，怎么可能？1分14秒，别说新手职业者，就算3转4转的职业者也做不到吧？如果使用高级魔法卷轴的话，还是可以办到的。良久之后，雪落公会队里的一名法师说道：“天灾之后的地形大约是个半径2公里的圆，顶尖的5阶或者一般6阶群攻技能可以做到瞬间全清。我也只想到这么一种可能。魔法卷轴？”李金元皱眉，的确可以做到，但谁这么无聊会用高级魔法卷轴刷一个副本？这种副本就算卖掉，价值都远远不如高级魔法卷轴吧。不过一想到之前2个副本那诡异的通关速度，似乎又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还以为是撞到什么天才了，没想到是遇到了败家子。晦气！李金元摇头说罢，带领雪落公会的队伍走进副本。虽然说得通，但为什么黑风寨副本又用了12分钟时间呢？黄一山队伍中的法师有些不解地说道：“12分钟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是自己打了一会儿，发现没什么意思，才动用卷轴的吧。走吧，我们刷自己的，别管这些事了。”黄一山也带队走向副本传送门。12分钟。正在这时，与队伍中的盾战士认识，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当啦啦队的新手战士突然愣住了。等等，黄哥让我关注的那个人，好像进出副本的时间就是12分钟吧？他想起整个黑风寨副本进去的队伍，没有一个在1小时之内出来的，唯有那个人从开始到结束仅仅用了12分钟。新手战士顿时觉得自己发现了大秘密，兴奋地跑到黄一山面前：“黄哥，我好像知道刷下这些记录的是什么人了。你知道？”黄一山顿时来了兴趣，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奢侈到用高级魔法卷轴刷新手副本，就好像有人用纯金制作枪械子弹或者手雷外壳，是个人都会好奇。黄哥，就是之前你让我帮忙关注一下的那个人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进出副本的时间差低于1个小时。是他？那个种植师？黄一山瞪大了眼睛。江阳市职业者交易中心聚宝阁。陈宇走进大厅，圆脸小妹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着手机，脸蛋红红的，时不时发出嘿嘿嘿的声音，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整个聚宝阁的接待大厅就属他最闲。陈宇4次过来就没看到他做过什么正事，其他服务员都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有心思摸鱼。砰砰，查岗！你在干什么？陈宇敲了敲玻璃，粗着嗓子怒喝一声：“谁啊？有病吧？”圆脸小妹挑着单边没抬起头，一脸不爽，但看到来人是陈宇，连忙换上了一副笑脸，夹着嗓子说道：“陈先生，是您啊，这么快就又有收获了？你们经理呢？”陈宇问道。“后面坐着呢。”圆脸小妹笑颜如花，她吩咐过，如果这几天您过来，让我直接带您去找他。跟我来吧。那谢谢了。叮！陈宇用大拇指弹起一枚金币，金币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进圆脸小妹的事业线。圆脸小妹满是欣喜地将金币拿出，不过她没有收起来，而是捉起陈宇的手，将金币放回陈宇手中。怎么不收小费了？陈宇好奇地问道。上面有新规定。不是，怎么可能？圆脸小妹抛出生硬的媚眼，只是您给小费的方式不大对，应该这样。说着，她抓着陈宇捏金币的手往自己面前拉，似乎要让陈宇亲手将金币放进去。陈宇清晰地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云洛那半生不熟的魅惑表情变成了痴女笑，甚至还盯着他咽了咽口水。瓦特！陈宇眼疾手快，赶紧抽回自己的手臂。果然姐姐说的没错，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世界上的坏人实在是太多了。吸溜给个小费而已，不要那么大的反应嘛。圆脸小妹吸了吸口水，若无其事地说道：“是要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对方这个理念贯彻到底。跟我来吧。”云洛转身走向聚宝阁后台，陈宇警惕地跟了上去。好在他没有玩什么新花招，将陈宇带进聚宝阁后堂的一间书房，便退了出去。书房很宽阔，摆满了书籍以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小萝莉很不雅观地坐在书桌上，粉色连衣裙下
一双套着白丝的小腿不断的晃啊晃，晃得人眼花缭乱。他的嘴里衔着一只奶油冰激凌。看见陈宇进来，小萝莉将冰激凌从口中扯了出来，发出啵的一声脆响，一滴奶渍从他的嘴角缓缓淌下。你来了。小萝莉摆着扑克脸，翻着死鱼眼看着陈宇，然后不动声色地伸出舌头，将嘴角的奶渍刮掉。大意了。陈宇内心狂呼，我为什么要请他吃热狗？冰激凌不香吗？过来给你送钱。陈宇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将一盒职业者银行的不记名卡交给小萝莉。小萝莉接过银行卡，直接收了起来。你不清点一下？陈宇提醒道。呵呵。小萝莉皮笑肉不笑，我相信你不至于连这几张卡都数不清楚吧？好吧，对了，时间和空间系的材料有消息了吗？陈宇问道。哪有这么快？我刚刚才把收购信息放出去。小萝莉白了陈宇一眼。云川省这边的聚宝阁，如果有人得到消息，会联系我的。谢了。陈宇十分感激，连忙将热狗从物品栏取出来，送到小萝莉手中。小萝莉左手拿着热气腾腾的加粗版火腿肠，右手拿着冷气四溢的雪糕，莫名其妙的脸红了一下，表情十分微妙。尝尝看，很好吃的。陈宇充满期待的看着小萝莉。小萝莉瞥了陈宇一眼，张开嘴，两排小白牙闪烁着寒光。她面无表情的盯着陈宇，将热狗放进口中，然后狠狠一口将热狗咬断，慢慢的咀嚼。没事了，那我先走了。陈宇咧了咧嘴，准备开溜。等等，小萝莉叫道。什么？陈宇回头，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小萝莉将一个小小的玉制盒子抛给陈宇。这是？陈宇打开盒子，盒子里堆砌着柔软的丝绸，中间别放着一枚拇指大小的灰色莲子，不知名种子，品质、效果，说明它的来历不可考证，但你可以尝试着种植它，虽然从来没有人成功。这是什么？陈宇疑惑地问道。归属权已经转移到自己手上，居然所有属性全是问号，是从一个很高级的真实模式副本中获取的。小萝莉说道。虽然只是一个附带品，但本质应该不差。可惜，连我们聚宝阁最好的鉴定师都无法鉴定出它的品质和功效。我们的培育师费尽心思也没能让它发芽。嗨，你们聚宝阁家大业大的，都搞不清楚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拿着能干吗？陈宇为难地说道。送你玩，不要就还我。小萝莉面无表情地摊开手。既然是你的一片心意，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不要的话，多伤你的心啊，是吧？陈宇飞快地将盒子收进无上圣土。不要白不要，这东西神神秘秘的，说不定大有来头。没听小萝莉说吗？来自于高级真实副本，自己坐拥无上圣土，就不信不能让它生根发芽。慢走不送。小萝莉从桌子上跳下来，赤着脚走到陈宇身边，在陈宇愕然的目光中，将陈宇推出了他的书房。砰！房门关闭。陈宇顿时嘴角一抽，敲了敲门，向里面喊道：谢谢了，下次有时间带你去看我养的金鱼，很漂亮的。嚯！一直在门外等待的圆脸小妹凑了上来，期待地说道：陈先生，我们总经理很忙的，没有时间，要不带我去吧。对了，你养的金鱼有多大啊？有18厘米长的吗？我最喜欢大的金鱼了。其实大小都无所谓，只要好吃就行了。小也有小的好处，一口就能吞掉，不会堵喉咙，嘿嘿嘿。嗨，云洛小姐，其实金鱼是观赏动物，不是用来吃的，看看也行啊。圆脸小妹眼前一亮，走吧。陈宇离开聚宝阁，陈宇想起学校里还有2个新手副本可以刷，于是返回学校，将守卫村庄之外2个副本都刷了一遍。学校的新手副本开放当天只能选择1个，免费进入，但是第2天之后就不会进行限制了。不过每个人只有1次免费，之后进入副本需要缴纳每次1个金币的维护费。比起东风镇的副本入场券，学校算是良心到家了。2个副本的最高难度为困难级，为陈宇带来了10个自由属性点和2个技能点的收益，算是聊胜于无。刷完副本，陈宇立即回到寝室，锁好门，进入无上圣土。世界树，你帮我鉴定一下。陈宇将小萝莉赠送的玉盒打开，拿出里面的种子。这东西是什么？对于未知物品，问世界树肯定是没问题的。它的品质很高，一般的物品都无法逃避它的感应。主人，世界树的声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能否将它置于我的身体之上？我需要仔细感应。这么夸张？陈宇眼中露出一抹异色，按照世界树的要求，将莲子放在世界树的树根上。世界树上垂落下丝丝缕缕的淡绿色气息，钻入莲子之中。1分钟过去，莲子毫无反应。2分钟，3分钟，随着时间的流逝，淡绿色气息越来越密集，最终竟然形成了一片透明的嫩绿色漩涡，汹涌澎湃地灌注到莲子之中。因为没有接收到命令，而呆滞不动的其余植物生命感受到无穷无尽的生命气息，纷纷向着绿色漩涡围拢。无论是传说级、稀有级，还是刚刚种下还没有成熟的普通级，对于世界树释放的嫩绿气息都趋之若鹜。就连2株已经生长到10多米长的魔云藤幼苗，都将藤条的尖端凑了过来。甚至被魔化过的那一只深渊荆棘妖灵，也十分惬意地享受着世界树的馈赠。唯有堪堪长出花骨朵的黄泉花不为所动，默默在角落里独自生长。又过了几分钟时间，从天空降下的淡绿色气息才逐渐稀薄。陈宇看向漩涡的中心，那原本灰白如同风化岩石的莲子，如今变成了温润如玉的亮白色。莲子的尖端微微破开，一点青葱的莲心探出头来。主人，幸不辱命。世界树的声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温柔之中带着一丝疲惫。辛苦你了。陈宇轻轻抚摸世界树的树干，搞清楚它的来历了吗？我虽然救活了它，但依旧无法探知它的全部。它的本质与我相似，但似乎比我高级，与我扎根的这片圣土同等，与无上圣土同等。陈宇一惊，岂不是说它是无上级的存在？迄今为止，
陈宇只见过2个无上级品质的存在，一个是他的天赋绝对强化，另一个则是被绝对强化作用过的种植空间，也就是现在的无上圣土。是的，主人，他的本质与无上圣土同等，但他并不是无上级存在。什么意思啊？陈宇有些犯迷糊。什么叫做本质同等，但又不是无上级？或许是他的亲本，又或者是他的先祖曾经踏足过无上级，在那一段时期之中，无上级的本质孕育出了后代，并且流传了下来。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他的最终成就恐怕不会超过神话级，那一丝无上级的本质会继续静默潜伏下去。懂了，皇帝的子孙不可能都是皇帝，是这意思吧？陈宇点头，然后继续问道：有办法激活这一丝无上级的本质吗？绝对强化天赋能够强化出无上级品质的存在，但冷却时间很长。如果能够平白得到一个无上级，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或许圣土的力量能够起到作用。世界树回答：那种将我从普通级强行拔升到至高级，并且让我与主人命运相连的力量，没问题。我转职过后，下一个本命植物就是它了。陈宇美滋滋地说道：主人，我建议您谨慎选择。为什么？陈宇不解。无上圣土每次转职都可以升华一株本命植物，但至高级的哪有无上级香？因为我的推测不一定准确，单靠一次升华未必能彻底激活它的无上级本质。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得用升华本命植物的机会去填，几次能填满还不确定。陈宇顿时兴趣大减。是的，但我们可以尝试着养育它。世界树说道：它现在只是一颗种子，成熟稳定之后，我才能进一步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好吧。陈宇将莲子紧挨着世界树种下。普通的莲子需要种植在水底淤泥里，但这个莲子并不普通，无上圣土也不是普通的泥土，旁边还有世界树的照看，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对了，世界树，你认为我下一个本命植物该怎么选择？陈宇问道。荆棘妖灵、百合妖灵、贪食妖灵，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你能推测一下它们被强化之后的形态吗？主人，它们的最终形态无法猜测，但建议您不要选择它们。世界树回答。你应该选择拥有高级本质的存在进行升华。莲子倒是拥有高级本质，但它不稳定啊。陈宇苦笑。我说的不是莲子，是那一株彼岸花。世界树说道。它本身就拥有一丝接近至高级的本质，而且它的力量性质非常特殊，作用很大。彼岸花。陈宇走到彼岸花的旁边，蹲下身看着那一株才20多公分高的花朵，没想到你居然也有这么大来头。行，既然世界树都这么说了，那就决定是你了。彼岸花幼苗似乎听懂了陈宇话，它摇晃着向陈宇传递着欢呼雀跃的模糊意念。处理好莲子，并且决定好下一个本命植物，陈宇将恶魔低语套装带上，叫上3个原初精灵，带着植物生命们来到无上圣土的边缘，让他们围成一个圈。姑娘们，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客人，给予他最热情的款待，务必让他有来无回。众植物生命包括3个远处精灵均是精神一振，跃跃欲试。做好事前准备，陈宇在包围圈中放置了1万金币以及1000个低级魔晶，然后发动恶魔低语饰品的套装技能恶魔降临。恶魔降临，献祭1万金币，1000低级魔晶，随机召唤一头100级普通 BOSS 深渊恶魔。深渊恶魔将对视野之内的所有单位发动无差别攻击。恶魔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3天。在苦痛教会的时候，陈宇的深渊魔力已经消耗干净了，想要补充只能依靠击杀恶魔。恶魔低语套装技能是他目前唯一能接触到恶魔的途径。随着技能生效，1万金币和1000低级魔晶消失不见，原地出现一道泛着猩红色光芒的传送门。几秒之后，传送门中探出一个长条面包状的红色肉质物体。观察了片刻，陈宇才认清这似乎是一个鼻子。嗅嗅，长鼻子尝试着吸了吸气，随后仿佛饿死鬼闻到了人间美味一般，开始疯狂嗅闻。紧接着，一个身高2米多、肌肉纠结、浑身通红的丑陋恶魔迫不及待地从传送门中钻了出来。他闭着眼睛，充满创意的五官纠结在一起，露出陶醉的神色。啊，这是多么美妙的生命气息啊！充满活力，仿佛聚集着世间的一切希望与美好。没有硫磺味的清新空气，还有那比魅魔更加诱人的花香。伟大的深渊意志啊！我爱这个世界，我爱它。说到这里，恶魔越发陶醉，爱到忍不住想将它撕裂，将它毁灭。那鲜血喷溅的美妙场景，太让人期待了。哈哈哈哈！恶魔仰头，双手摊开，仿佛在拥抱天空。逃命吧，我的猎物们，争取让我享受追逐的快感。我数到3就会睁开眼睛，挑选我的第一只猎物哦。1、3，长鼻子恶魔陡然睁开双眼，哈哈，想不到啊！看清周围的景象，恶魔的笑容顿时僵硬。想象中的混乱与恐惧并没有出现。以他的身高，可以清楚看到几百个面无表情、容貌精致的美少女将他团团围住，每一个美少女的身上都散发着强悍的气息。为首的是一只身形与魅魔相似的深渊物种，它体内还储藏着等级超高的深渊魔力，甚至不下于传说中的深渊领主。天空中漂浮着3个洋娃娃一般的小精灵，他们的气息更加强悍，如渊似月，令他心惊胆战。不远处还有着一株通天彻地、不知向着何方生长的恐怖巨树，巨树微微摇晃，一股仿佛深渊意志清灵般的威压将他笼罩，让他两腿发颤，差点跌倒在地。咕嘟，长鼻恶魔咽了咽口水，扯出一个比哭难看笑容。嗨嗨，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表演，那个给钱就不必了，如果喜欢的话，我再来一个。哟呵，居然还是个有思想的。陈宇饶有兴趣地看向长鼻恶魔。撕裂恶魔100级普通 BOSS，
长鼻恶魔也发现了陈宇这个将自己召唤到这种大凶之地的坑货人类，周围这些恐怖的家伙似乎还隐隐以这名人类为首。他认为自己抓住了重点，人类将自己召唤出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去做。如果办好了，说不定能保住性命。大人，大人呐！长鼻恶魔推金山倒玉柱般的跪倒在地，一个西滑冲向陈宇。不过他还没有滑出多远，就被数十根藤条一顿猛抽，然后吊了起来。大人，小魔可是您召唤出来的呀，您不能不管我啊！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辞。能为大人效力，是小魔的荣幸啊！长鼻恶魔露出一个脑袋，声泪俱下的喊道：“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陈宇咂了咂嘴说道：“我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来做。”大人请说。长鼻恶魔心中一喜，连忙说道：“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为您办好。”你就给我补个魔吧。补魔？长鼻恶魔愣了一下。深渊之中倒是有一些魅魔之类的物种，依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为强大的恶魔补充深渊魔力。这个人类难道也是个深渊恶魔？他手下不是有一只很厉害的魅魔吗？补魔长魅魔不行吗？再说他也不会为别人补魔呀。不过形势比魔强。是，大人，您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鼻恶魔一脸谄笑。还有文学功底，可惜用错了地方。陈宇可惜的摇了摇头，说道：“动手吧，别让他太痛苦。”闻言，一众传说级植物生命以及3只原初精灵摩拳擦掌的向恶魔 BOSS 靠了过来。不到1分钟之后，击杀100级 BOSS 撕裂恶魔。由于该单位是你的召唤物，无击杀奖励以及掉落。没有击杀奖励，在陈宇预料之中，召唤恶魔 BOSS 也不是为了爆装备。打开属性面板，深渊魔力属性已经从0.5变成了2/5，也就是说，一头100级的恶魔 BOSS 能为他恢复2点深渊魔力。恶魔低语套装每隔3天能召唤一次，9天就能将深渊魔力补满一次，继续制造魔化植物。至于使用恶魔系的力量会不会有麻烦，比如被当作人类叛徒，根本不会。现在可是全民转职的时代，正魔不两立只存在于无尽岁月之前的武侠小说里。人类职业者中甚至有一部分职业，比如恶魔术士、恶魔猎手之类的，直接就是恶魔专业户，所有力量都和恶魔有关。对于职业者而言，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力量，只要为我所用，那就是好东西。哎，我真是太不优雅了，身为原初精灵，怎么能用身体攻击敌人呢？小燕一本满足地叹息着，从变成一滩烂泥的恶魔身边离开。刚才他看见传说级植物生命们打得很畅快，忍不住加入了拳打脚踢的行列。没想到这种拳拳到肉的扎实感，竟然意外地让人感到愉悦，于是就没收住手。这头恶魔的血量至少有小半是他的小拳头清空的，做得不错。陈宇习惯性地夸赞了小燕一番，然后奖励了他一颗棒棒糖。哦，小燕捧着棒棒糖，眉开眼笑，飞快地撕开糖纸，美滋滋地吃了起来。一旁的小风歪着头看着小燕捧在手中的棒棒糖，充满了好奇。他飞过去闻了闻气味，立即双眼发亮，趴在上面咬了一口。小燕从糖球的另一边探出头，看见小风在偷吃，赶紧捧着糖球转了一圈，准备吃独食。小风吃完第一口，发现食物被小燕拿走了，顿时小嘴一撅，那万年不变仿佛没睡醒一样呆呆的小脸迅速鼓成了包子。他悄悄飞到小燕头顶，从上面抱住糖球，趁着小燕不注意，肉乎乎的小脚在小燕肩膀上一蹬，砰！小燕保持着手捧东西的姿势砸进土里。小风趁机抱着糖球飞走，躲进了世界树的树冠。小燕回过神来，一脸懵逼，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双手，抬起头，又刚好看见小风拿着糖球逃走的模样，一股莫大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忍不住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吃！亲眼目睹案发现场的陈宇忍不住笑出了声。有人终日打雁，却被雁啄瞎了眼。没想到，经常把小风当成玩具摆弄的小燕，也有被小风制裁的一天。原初精灵诞生于世界树，看似可爱，实则内心骄傲高不可攀。如果是敌人，或许力量上可以超过他们，但想要在意志上战胜他们，却绝无可能。处于更高位置且关系亲近的陈宇和世界树又不会欺负他们，能让原初精灵嚎啕大哭的，恐怕就只有那些异母同胞的姐妹了。小风欺负我，主人也不管我。小燕看见陈宇发笑，一时间满地打滚，哭得更加委屈了。噗噗噗！陈宇努力忍着笑意，将小燕从地上捡起来，捧在手中。小燕乖，不哭哦，那个就让给小风吧，我再给你一个。陈宇亲了亲小燕梨花带雨的小脸，拿出一个新的棒棒糖，放在小燕面前。吸。小燕啜泣着接过棒棒糖，一边流泪一边吃。对了，你要吗？陈宇再次拿出一只，向后土示意。多谢主人赏赐。后土飞过来，抱着棒棒糖，神色茫然。不过，当他尝过第一口之后，就立即喜欢上了这种味道。好吃吗？陈宇笑着问道。主人，恩赐，乃属下之荣幸。便是，一棵寻常野草也能比监视坚贞秀。后土一边不断地啃咬着糖果，一边含混不清地回答道。你还是算了吧。陈宇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摇头说道。虽然后土的话都是真心实意的，但听起来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钟。陈宇没有离开无上圣土，而是来到世界树下，开始为莲子释放快速生长。江阳市职业者协会会长苏正辉正拿着一张照片以及一叠资料陷入沉思。照片是从东风镇副本中心传回来的。报告显示，就在今天下午，一名少年单枪匹马打通了东风镇的所有新手副本，而且通关时间全部都快到不可思议，高悬8个副本排行榜的榜首。特别是天灾之后副本，
居然能以1分钟出头的时间打通，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普通新手职业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绩。副本中心那边猜测，这人的通关手段应该是用高级魔法卷轴进行全图秒杀。最开始，苏正辉以为是某个大势力的败家子，还准备联系交涉一番，让对方收敛一点，不要太出格。然而，经过调查才发现，并没有什么大势力。通关者居然是江阳市本地人，甚至还是本届的新手职业者江阳一中的学生。家中无父无母，但其姐陈默是上一届的云川省高考状元，进入了腾龙帝国最高学府腾龙大学，并且入学刚1个月时间就通过了噩梦级一转任务。2个月后，陈默本人所有资料成为绝密，连家庭资料也进入了保密程序。腾龙大学那种地方，有所成就的天才想要帮助自己的家人，肯定是有办法的。不过，能够用这种方式帮助，那陈默可有些不得了啊！而且对他这个弟弟也实在太溺爱了吧。可惜他在高考上一鸣惊人之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以至于这样的人物出自我们江阳市，居然没能搭上关系。等等，这陈宇似乎和月月关系不错。吱嘎！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苏正辉看向门口，只见身着一袭复古流苏长裙的苏淼月走了进来，笑容满面的娇声叫道：“祖爷爷，月月来了。”苏正辉将资料收起，点了点头。前段时间苏淼月转职隐藏职业，苏正辉可是因此高兴了好一阵子。苏家是职业者世家，分支众多，年轻一辈中就属苏淼月的天资最高，未来必定有所成就，甚至有机会能超过他这个现任家主。哟，都12级了，不错不错。按照你的成长速度，就算是腾龙大学的资格也能争一争。探查到苏淼月的等级之后，苏正辉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腾龙帝国的战斗职业者高考共分为2轮，第1轮淘汰赛，每个省选出1000人参与第2轮，在第2轮的高考大副本中角逐出最终排名。第2轮是全国考生进入同一个副本，所以既有本省排名，又有全国排名。顶尖的职业者大学会从全国排名中录取，但每个省份都有顶尖大学的特招名额。特招名额是完全透明的，由省状元开始，按排名选择，直到所有名额消耗完毕。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实力不是那么出众，认为自己考不上心仪大学的天才，会润到本届实力弱一点的省份去争取特招名额。职业者的实力往往与等级挂钩。转职之后，到高考前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新手职业者的重心会完全放在升级上。抛开天赋惊人的怪物不谈，战斗职业者能在高考之前升到10级是平均水平。如果有20级，那就能稳稳地排进全省前1000名，有资格参加第2轮排名赛。25到30级就是省状元水准了。职业者世界打野怪是按贡献分配经验值的，虽然没有等级惩罚，但把高级怪打成残血，让新手收割这种事，收益低到令人发指，没有势力愿意用这种方式培养新人。再说副本，副本虽然平均分配经验，但副本是有等级限制的，只能由当前阶段的职业者进入，新手进不去50级以上的副本，1转以上的职业者进不去新手副本。一名新手职业者如果实力不足，想在新手副本中取得高收益，只能使用高级伤害性消耗品。高级消耗品价格非常珍贵，有这等实力的组织基本上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培养新人争夺高考名次，因为根本不值得。培养新人最奢侈的方式就是养一队50级的职业者，让他们精通新手副本，然后不转职专门带人。不过这么做的成本也很高，大多数势力都玩不起。有潜力的新手职业者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耽误自己的前程，觉得前途无望的又往往没什么实力。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高考前的等级是能够代表一名职业者真实水平的。不惜代价培养自家后辈参加高考的不是没有，但只是极少数。祖爷爷，我要申请使用家族资源。苏淼月走到苏正辉面前，正色道：“传承久远的职业者世家，家中都有成熟的资源分配制度，想要使用家族资源，就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废物是不配得到培养的。当然，苏淼月这种隐藏职业，并且还有着优秀天赋的家族，肯定是一路开绿灯。苏家一般的后辈可没办法轻易和苏正辉说上话。想要新手副本使用权是吧？我已经为你开通过了。”苏正辉笑着说道：“还有这个给你。”苏正辉将一块方形的石片递给苏淼月，新手副本冷却符，品质稀有，功效对一个新手副本使用，生效后副本冷却时间归0，次数20/20。苏淼月接过石片，查看之后露出惊喜的神色：“谢谢祖爷爷。高考之前有把握升上25级吗？”苏正辉问道。“绝对没问题。”苏淼月露出自信的神色，扬了扬手中的石片：“有这个，别说25级，28级都有希望。”哦，对了，苏正辉说道：“我听说你和你们学校的一个男同学关系挺好，还把技能练习室共享给他，有这么回事吗？”“有。”苏淼月直接承认，这些事情都很透明，一查就能知道，而且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好，苏正辉点了点头。那孩子背景，嗨嗨，天赋不错，实力很强，你可和他多来往。家族副本我也给你开通一个带人入内的名额。什么？苏淼月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这种时候，祖爷爷不是应该告诫自己，升级为重，不要儿女情长吗？苏正辉笑着说道：“怎么，以为我要提醒你不该和男生关系太近？且不说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到底存不存在，就算存在也没多大关系。与强者交往会让你看到强者世界的风光，与弱者交往会让你沉溺在弱者世界的无奈。交友也好，恋爱也罢，不要选择档次低于你太多的存在，因为那会让你既苦恼又骄傲。苦恼在于对方的见识和层面太低，与你没有共同语言；骄傲则是你的层次高于他们，所以能轻易解决他们的麻烦。”苏淼月犹豫地说道：“可是祖爷爷，我是和他关系不错，但将家族资源分享出去会不会不太好？”“无妨。”
苏正辉摇了摇头，多谢祖爷爷。苏淼月面色一喜，对于陈宇的实力，他非常清楚，自以为那可是转职第一天就能冲进10级以上区域单刷的狠人。如果陈宇肯带他刷副本，岂不是躺着都能起飞？公共副本他不好意思开口，因为那会分薄人家的收益。如果副本是他家的，可就不一样了。虽然是陈宇带他，但陈宇自己也是受益方啊。无上圣土之中，陈宇罢了一个闹钟记录时间，以免耽误副本 CD， 然后开始疯狂对莲子刷快速生长。累了就休息恢复，恢复好了继续刷。副本 CD 期间，他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不如将时间用来催生莲子。一连3天时间不间断的催生之下，莲子的莲心嫩芽成功长到了10厘米。恶魔低语的主动技能冷却完毕，又一头100级的恶魔 BOSS 成为了受害者。只是这次的恶魔比较无趣，和疯子一样，刚刚被召唤出来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结果被小燕殴打致死。另外有一件可喜的事情，那就是新的原初精灵快要诞生了。世界树下，陈宇向上凝望，一颗无色透明几乎不可见的果实摇摇欲坠。补点设定，免得有人攻击我不合理，等下还有更新。世界树的树枝轻轻摇曳，果实从枝头缓缓落下。陈宇伸出双手将果实捧起，这是什么属性？这颗果实几乎没有重量，甚至没有任何质感，看似陈宇捧着它，实际上却是它漂浮在陈宇的双手上。片刻之后，果实裂开，然而并没有小精灵从中走出来，就连2片果壳都消失不见。我的原初精灵呢？陈宇目瞪口呆，这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他赶紧联系世界树询问原因。原初之案不可戏弄主人，还不快出来！世界树责怪的意念传达过来。嘻嘻，随着一道俏皮的嬉笑声，半空中浮现出一个透明的人形轮廓，随后轮廓之上被勾勒出各种色彩。大约过了几秒钟，一只穿着黑色纱衣、嬉皮笑脸的小精灵出现在陈宇面前。主人，原来你是原初暗精灵，那么就叫小暗好了。说着，陈宇打开了小暗的属性面板。原初暗精灵小暗，品阶异彩神话，等级50，属性力量5500，敏捷5500，体质5500，精神11000，天赋暗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暗系伤害，自身暗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暗精灵使用暗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寂静暗域禁咒，无序暗域禁咒，永恒放逐禁咒，最终平衡禁咒。原初暗精灵的力量似乎与传统的暗属性不太一样，它并不是光明对立面的那个黑暗，而是更加虚无缥缈，代表着存在却不可见的世界另一面。不过它的能力却比传统的黑暗更加诡异，令人防不胜防，甚至它本身都能进入那种没有形体、不可触碰的状态。陈宇认为小暗不应是原初精灵中的老4，还是老6比较适合他。接生暗精灵之后，陈宇又进入了催生莲子和睡觉的循环。由于准备了足够的食物，连吃饭都在无上圣土之中。又是3天之后，原初水精灵诞生。原初水精灵小淼，品阶异彩神话，等级50，属性力量5500，敏捷5500，体质5500，精神11000，天赋水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水系伤害，自身水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水精灵使用水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冰封领域禁咒，灭世洪流禁咒，赤地千里禁咒，万物溶解禁咒。小淼拥有着一头冰蓝色的及腰长发，面庞上总是挂着淡淡的柔和笑意，给人一种温柔大姐姐的感觉。然而这位原初水精灵却是目前为止诞生的原初精灵中攻击性最强的一个。在陈宇的印象中，水系应该会以治疗、辅助、控制、防御为主，但小淼的4个禁咒全是极其凶狠的伤害技能。原初精灵诞生和召唤恶魔的间隔刚好都是3天。为了庆祝小淼的出世，陈宇很大方地召唤了一只恶魔给植物生命们加餐。恶魔 BOSS 的死亡让陈宇的深渊魔力恢复到了满值，于是又有一只荆棘妖灵形态大变，投入了深渊的怀抱。第2天，陈宇没有继续窝在无上圣土中，因为副本 CD 已经刷新，可以去提款自由属性点和技能点了。时隔7天，陈宇终于再次踏足了外面的世界。刚刚离开无上圣土，手机便疯狂地响起提示音。打开手机一看，大部分消息都是李薇和苏淼月发来的。砰砰砰！正在这时，敲门声疯狂传来，伴随着李薇的声音：“老陈，老陈，你在里面吧？我听到你手机声音了。”陈宇刚刚拧开门锁，李薇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门冲了进来。卧槽，你他妈还活着，吓死劳资了！李薇狠狠拍了一下陈宇的肩膀。你啥时候回来的？这么些天去哪儿了？人不在宿舍，手机也没信号，出去打怪啊，还能怎么样？陈宇笑道，长时间没回来，手机没电了。实际上，职业者因为各种原因失联一段时间是正常现象，比如打副本的时候，不仅手机联系不上，好友面板也是无法联络的。你呢？多少级了？陈宇问道。昨天刚升的8级，才8级。陈宇诧异，你怎么会升级这么慢？你不是有固定队吗？职业好，有固定队的职业者升级一般会比较快。现在距离转职已经过去了快2周时间，有固定队伍的职业者少说应该10级以上才对，努力一些的说不定已经升到12、13级了。李薇的脸上闪过一丝阴霾，固定队临时队友而已，已经散了。这些天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升级。你盾战士一个人升级？陈宇诧异，防御型职业攻击力不足，打怪效率很低，
一个人升级的话可是非常吃力的，就算前一个队伍散了，再组一个不就完了？盾战士至于组不到人吗？不是组不到，是我不想组。李维撩了撩头发，骚包的说道：“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牛羊才会成群，猛兽总是独行。经过这么些天的磨练，我单刷的水平不说登峰造极，也已经炉火纯青了。刚好副本刷新了，咱出去刷个本，给你看看爷的本事。之前就说过一起升级，结果被那群二货给搅和了。以后咱们两个猛兽组队，不受那群牛马的鸟气。”李维说的意气风发，陈宇却沉默了。不难想象，李维脱离队伍并且不再组队，苦练单刷技术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带他一起升级。要知道，现在可高考之前新手职业者升级的黄金时间，这段时间的成果几乎能够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前世混迹过职场，见过太多利己主义者，陈宇深度怀疑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都是艺术形象。然而李维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这种人是真的存在。呵，片刻之后，陈宇叹了口气：“好啊，咱们两个猛兽组队，刷个本先。人诚以待我，我亦诚以待人。”李维将他当作真兄弟，为了他不惜自身前途受损。陈宇如今有那个能力，自当保李维一个锦绣前程。而且他已经满级，没有经验需求，带李维一起刷本，也并不影响他自身的收益。前期人物得有个交代，如果不喜欢我就不写这些了，马上是下一波大剧情。另外，要不要草木之灵呢？你们说了算。陈宇和李维离开宿舍，来到副本广场门口。班级、姓名。管理副本广场的老师问道。本届一班，陈宇。李维。管理老师将信息输入电脑查询了一下，又看了看两人的脸，确认是本人，然后才说道：“你们的免费次数已经消耗掉了，现在进入副本需要每人1个金币的维护费。你们要刷哪个副本？”末日生存。李维抢先说道。末日生存，怪物是科幻丧尸，与东风镇的丧尸危机属于同一个类型。都来一份。陈宇将6个金币交给管理老师，似笑非笑地看着李维说道：“全要？行。”管理员老师收下金币，递给陈宇6张副本门票。不是，3个副本，咱俩打得完吗？李维脸都绿了。他是个盾战士，缺乏伤害手段，一个丧尸危机都够他打大半天了。3个副本，其中还有守卫村庄这种怪海类，真的会累死人的。至于陈宇的战斗力，此时的李维并不抱有太大的期待。这段时间，他特意研究过种植师，对于相关知识有了一些了解。他估计陈宇现在能有20-30个小树妖，2根成熟的打人藤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真打起来 ，DPS 总量或许会比他高一些，但种植师前期的植物生命非常宝贵，是不能拿来消耗的。所以打怪的主力还得是他这个盾战士。怕什么？不是能耐吗？走吧。陈宇拍了拍李维的肩膀，率先走进副本广场。的，爷今天舍命陪君子。李维一咬牙，跟了上去。副本传送门处，陈宇向李维发出组队邀请。李维立即选择了同意。提示：你与其他职业者组成临时小队，由于你是发起人，自动成为小队队长。提示：临时小队在副本中获得的经验由成员均分，在野外获得的经验值按贡献分配。提示：请决定掉落物归属权，队长分配按需分配，掷头分配自由拾取，决定后不可更改。自由拾取。提示：掉落物归属权已决定为自由拾取。组好队，陈宇向守在副本传送门前的登记老师递交了副本门票。一上来就打最难的。李维看着守卫村庄的副本传送门，有些心里发虚。猛兽怕这个。陈宇拉过李威，直接将他踹了进去，然后自己也跨入其中。副本名称：守卫村庄，等级限制小于等于50级，人数限制小于等于8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真实难度已经没有了，上次被陈宇完美通关后便消失了。那么噩梦。提示：你已选择噩梦难度。下一刻，陈宇和李威出现在先锋村之中。等等。李威面带惊恐，我刚才听到了什么？你选择了噩梦难度？不是，你能不能靠谱点？这也能选错？打的就是噩梦。陈宇笑着说道，低难度能有什么收益？说罢，直接找老村长领取任务，向着城墙走去。你能不能靠谱点？噩梦是我们这种菜鸡能碰的吗？50级大佬来了，都够呛好吧？李威欲哭无泪。不过已经进入副本了，退出去和死出去没有区别。无奈他只能选好一套临时装备，跟着陈宇上了城墙。副本中的与陈宇上次刷真实难度时区别很大。真实难度中，先锋村所在的山谷开口是开放式的8字形，外宽内窄，土墙足足有几百米长。而噩梦副本之中，地形明显改变了，谷口变成了葫芦形，开口极窄，城墙只有几十米长。不过噩梦难度的城墙上，先锋村战士也只有20个，但相较真实模式，防守难度依然是降低了无数倍。随着凄厉的号角声响起，远处的白雾中开始出现老弱病残哥布林。嗨，老陈，你看这些小怪好像很弱的样子，要不咱们先冲上去捞上一笔？李维提议道。这样子后面就算防守失败，收益也能高一点。防守失败？不存在的。陈宇直接召唤出几百号史诗级植物生命，在无上圣土中待了1个星期，之前种下的4500个种子也已经全部成熟，并且进化到了史诗级。卧槽，啥玩意儿？李维看着四面八方突然出现的僵硬美少女，一脸懵逼。姑娘们，开饭了！陈宇向着前方一挥手，植物生命们接收到陈宇的命令，立即跳下城墙，向着一瘸一拐的孱弱哥布林们冲了过去。几百米距离转瞬即至，一群哥布林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全军覆没。
消灭这群哥布林之后，植物生命们没有返回，而是直接堵在了白雾空气墙前面，将刷怪口挤得水泄不通。和上一次一样，食人花吃得满嘴流油，荆棘藤妖也能饱腹。可怜的百合花妖只能在后面干看着，时不时捡一点残羹剩饭。这他 是什么鬼？经验提示接连不断的响起，李薇直接呆住了。良久之后，他才回过神来，难以置信地对陈宇问道：“老陈，那些女孩子是你种的植物生命？”“没错。”陈宇点了点头。等等，李薇指了指空气墙边挤成一团的植物生命们。我听说植物生命越接近人形，品质越高，像这样的，至少是史诗级吧？是的，都是史诗级。陈宇笑道：“现在不怕了，全都是。”李薇顿时用幽怨的眼神盯着陈宇，看得陈宇直起鸡皮疙瘩。爷还在苦哈哈的拿盾牌砸怪物升级，你特么都成大佬了。因为特意了解过种植师，所以李薇知道史诗级植物生命是什么概念。那可是超越同级别隐藏职业的战力啊！几百个成熟的史诗级植物生命，我直接逆天好吧？还打什么怪？躺平躺平！李薇直接靠着城墙坐了下来，美滋滋的盯着自己的经验条。噩梦副本怪物比真实副本也要少得多。真实难度的第一波攻击有300多只怪物，而噩梦难度只有40-50只。半小时之后，第二波攻击到来。李薇探头探脑的准备瞧一瞧来的是什么怪物。实际上，李薇并不知道第二波攻击来了。他的经验条开始上涨，才判断出怪物已经刷新了。只是无论他怎么看，都看不到哪怕是半个怪物的身影。能看到的只有白雾墙前方各种藤条、花朵挥舞交错。我说老陈，李薇无语道：“你就不能收敛点吗？没必要放这么多史诗级出来吧？几个史诗级带一些稀有级也能打通这副本了。这么强的底牌，可别轻易翻出来啊！”他在为陈宇的成就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些好奇，为什么陈宇能有这么多高品质植物生命？只不过这种事情肯定牵涉到陈宇的秘密，陈宇肯在他面前展现出来，就是将他当作好兄弟。没事探究人家秘密的，那是敌人，不是兄弟。并且他也担心，如果陈宇这种不正常的强大会被别有用心之人觊觎，所以才会提醒陈宇不要暴露太多。我底牌多着呢。陈宇笑了笑说道：“这些不过是小意思。”他当然知道李薇担忧的是什么，但是刚才放出来的那一批植物生命根本就不是他的底牌，而是他手下品质最低的那一批。别说史诗级，就算传说级也是可批量生产的常规战力。陈宇也知道木秀于林的道理，可做人总不能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到就自缚手脚吧。因噎废食不可取，适当展示自己的天赋，引来不仅是觊觎，也会有善意的关注。退一万步说，就算有什么人打他的主意，实力弱的他根本不怕，大不了几个禁咒下去灭了他。实力太强，禁咒都不起作用的，就只能请他和世界树或者深渊大意志碰一碰了。你心里有数就好。李薇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安心享受起经验值暴涨的快感。天可见怜，他从来没升级升得这么舒服过。和人组队的时候，他是顶在前面挨打的肉盾，还得随时注意援护队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挨打，还要找机会反击。而现在就别提有多爽了，躺着都有经验值进账。陈宇因为嫌烦，早就把提示给关掉了，而李薇却舍不得关，认为那密密麻麻的提示音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深夜时分，陈宇和李薇离开了学校的副本广场，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守卫村庄里度过的。另外2个副本仅仅只花了几分钟时间，爽，简直太爽了！这就是大佬带飞的感觉吗？李薇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每一个副本都刷得干干净净，每一个副本都是完美评价。3个副本打下来，他的等级直接从8级飙升到了18级。不仅如此，还拿到了一个传说级宝箱以及2个史诗级宝箱。本来他还想要将宝箱交给陈宇的，但陈宇没有接受。回到宿舍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陈宇就带着李薇前往了东风镇。东风镇有8个副本，今天全刷。副本中心门口，李薇期待地问道：“当然全刷。”陈宇点头。东风镇的8个副本刷起来都很方便快捷，就算是不用禁咒，半天时间也绰绰有余了。好嘞，李薇跑到售票处，豪气地拍出200金币，买了双人份的全部门票。咱走着。从哪个开始刷？当然从近的。2人走进了靠门口最近的副本大厅，这是天灾之后副本，东风镇的2个噩梦级副本之一。上次刷这个副本，陈宇是用原初土精灵的禁咒解决的，这次李薇在旁边不方便使用禁咒，不过纯靠植物生命去杀也没问题，只不过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进入副本之后，陈宇直接放出几百个史诗级植物生命，中间混杂着传说级。果然半个多小时之后，副本被清空，评价依旧是最高的 SSS 级。即便是只用常规手段，东风镇的8个副本也没能在陈宇手中坚持超过2个小时。从副本中心出来，李薇的脑袋都在嗡嗡作响，整个人跌跌撞撞，如同喝醉了酒一般。这是被密密麻麻的击杀提示给震晕的。不行了，不行了，我得回去好好歇一歇。不回去还能怎么样？副本都刷没了。陈宇好笑地说道：“同学，同学！”这在这时，一名法师打扮的女生突然跑了过来，小脸微红，俏生生地对陈宇说道：“能和我来一下吗？有点事想要问问你。”不好意思。陈宇刚想拒绝，却发现女生做出了一个口型：“教会。”对了，李薇，我还有点事，你先回去吧。李薇看了看陈宇，又看了看旁边清纯可爱的法师妹子，顿时露出一个我懂的表情。哈哈，行啊，你老陈，你们谈，我先走了。说罢，头也不回的快速离开，还为陈宇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李薇走后，女生将陈宇带到一个无人的角落。说吧，有什么事？陈宇淡淡的问道。陈同学，
女生撩了撩法师袍的衣袖，露出手掌中的苦痛教会徽章。刘老师，请您过去一趟。我知道了。陈宇点头。女生说完之后，很快便离开了，并没有与陈宇同行。几分钟后，陈宇来到上次进入苦痛教会经过的酒馆。正当他通过后厨进入后院的时候，却被2名职业者拦下。不好意思，先生，后院不对外人开放。滚滚滚！一名正在炒菜的厨师走过来，将2人驱散。不长眼的东西，这是外人吗？这是老板的贵客。说着，厨师向着2人使了个眼色。2人身躯一震，连忙说道：“是我们失礼了，贵客，请进。”其中一人走在前方引路，然后为陈宇打开了院墙下的暗门。陈宇走过长廊，进入苦痛教会的前厅。刘鹏正在前厅中等待。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陈宇问道。以苦痛教会的谨慎作风，敢在大街上派人过来联络他，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大人，刘鹏说道，上次您吩咐过其他区域的教会，如果任务上有困难，可以过来寻求您的帮助。其他区域的人过来了。陈宇眼前一亮，在哪？这是有人不惜千里迢迢到江阳市给他送钱来了啊。是隔壁越城市的主教，今天下午刚到，现在正在等候您的召见。刘鹏说道。走吧，去见见他。陈宇淡淡的说道。是，大人。刘鹏将陈宇带到会客室中，然后离开。几分钟之后，领着一名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女性职业者走了进来。女子面色苍白，一袭蓝色紧身衣破破烂烂，还沾染着血迹。进来之后，便恭敬地对陈宇行礼。大人，属下是苦痛教会越城市分会主教庄彩星。陈宇眉头一皱，你好歹也是负责一座城市的堂堂主教，怎么弄成这样？大人，女子面容苦涩，属下在路途中遭遇了撕裂教会的袭击，能逃得一命已经是侥天之幸了。撕裂教会？陈宇看向刘鹏，怎么回事？大人，刘鹏答道，撕裂教会在云川省的力量比我们苦痛教会强很多，那就是一群热衷毁灭的疯子，对我们还无比敌视。我们的成员如果被撕裂教会的成员发现身份，就会引来无休止的追杀，这也是我们行事谨慎的原因之一。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撕裂教会就像一群疯狗，不惜暴露自身，都要和我们作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江阳市？陈宇面色一沉，不是的，属下是在越城市被劫杀的。庄彩星说道，对方是一名无转战士类职业者，好在属下的职业是刺客，有着隐秘技能，才能摆脱对方的追杀。我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不以为意。如果撕裂教会在江阳市搞事情，他还得注意一下，以免影响到他的高考。但对方在越城市，那就不关他的事了。遗失物没丢吧？陈宇问道。还在。庄彩星从旁边的背包里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陈宇。大人，这是我们越城市的500个遗失物。说罢，又从凭空取出一个小盒子，这是我们的任务经费。陈宇将装着遗失物的大盒子扔进无上圣土，然后打开小盒子查看，里面是整整齐齐的职业者银行不记名卡片，每张10万，一共有300张之多。你们的任务经费还挺充足啊。陈宇满意的说道。求大人办事，该有的辛苦费自然少不了。庄彩星笑着说道。不错，你有心了。陈宇淡淡的瞥了刘鹏一眼。刘鹏的后背上顿时冒出冷汗，暗骂庄彩星多事。大人若是在经费上有困难，尽管开口便是，我们江阳市分会挤一挤，1000万左右的金币还是能拿出来的。闻言，陈宇顿时一喜，没想到这江阳市分会还挺肥的。好啊，现在就给我拿过来吧，我正好有件事情要办，需要资金。尤纳西弗斯的毛，不薅白不薅。是，大人。刘鹏苦着脸从背包拿出一叠卡片，交给陈宇。细数之下，竟然有120张之多。好，你们都很不错。陈宇忍不住笑意，下次与我神见面时，我自然会向他表彰你们的功劳。多谢大人。刘鹏大喜过望，见到魔神大人，庄彩星的心中瞬间掀起巨浪。这位居然能够直接面见大魔神，而且听口气好像还并不是非常困难的样子。难道真如刘鹏所说，这位和大魔神关系匪浅，深得魔神大人看重？否则怎么可能这般随意的提起魔神，甚至还敢说为他们美言几句？就连那位传说中的教宗阁下，恐怕都不敢这么轻松的将魔神挂在嘴边吧。至于陈宇是不是忽悠他们的，庄彩星没有丝毫怀疑。能被大魔神亲手赐予勋章，成分上肯定是没问题的。一个真正信仰神的人是不可能拿自己的神来开玩笑或者招摇撞骗的。咱们不信神，没这种感觉，但可以参考木教和基教。愣着干什么？刘鹏对庄彩星使了个眼色。多谢大人。庄彩星连忙对陈宇行礼。两人万万想不到，陈宇所说的与尤纳西弗斯见面，并不是正常见面，而是在高考上与他的分身见面。看得出来，尤纳西弗斯是非常在意自己分身的，不愿意分身死亡。到时候或许可以向他要一点召唤他分身过来的辛苦费，想必对方不会拒绝。陈宇点了点头。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大人，庄彩星喊道。什么事？陈宇回头。我在越城市的时候，探听到消息，撕裂教会似乎和我们一样，对这一届的高考有想法。对高考有想法？陈宇眉头一皱，有具体的情报吗？这一届高考可是他的转职任务，容不得差错。要出了什么大问题，那就真的只能请深渊大意志出来给他兜底了。这种底牌能不用还是不用比较好。好的，我知道了，你们自己小心，有事可以联系我。如果得到撕裂教会的情报，不用顾忌太多，立即联系我。说罢，陈宇起身向外走去。陈宇走后，庄彩星斟酌着说辞，对刘鹏问道：刘鹏主教，这位大人真的呢？当然。刘鹏斩钉截铁地说道：大人展现过他的深渊系力量，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纯正最高级的深渊力量。当时面对大人，我甚至有一种直面魔神，不，直面深渊的感觉。你知道，我们人类之中
也有恶魔系职业者，但无论多高级的恶魔系职业者，都不可能展现出那样恐怖的深渊力量，甚至真正的深渊恶魔都远远不如。原来如此，庄采欣喜不自胜，能够和这样的大人物搭上关系，这趟江阳市还真没白来。离开苦痛教会，返回城市的途中，陈宇思考着自己将要如何处理撕裂教会的事情。上报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官方人员问自己消息来源，自己该怎么说？说自己混成了邪教头子，听手下汇报的，这不是扯淡吗？况且真实情况就连庄采欣自己都说不明白，只知道对方的目的和高考相关。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撕裂教会想要破坏高考是肯定不可能的，毕竟高考是腾龙帝国1年1度的大事，防卫力量极其恐怖，每个考点看守的竞技强者都不止一位。对高考下手，苦痛教会的目的是侵蚀考生，说不定撕裂教会的目的就是残杀考生。在严密的防卫之下，撕裂教会想对高考下手，只有2个途径：第一，和苦痛教会一样，从高考副本内部做文章；第二，直接在途中截杀未进考场的考生。第2个途径并不是那么好操作，考生来自全国各地，会从本市的传送点直接传送到考试地点，一到考试地点就立即处于竞技强者的庇护之下，根本没办法下手。这么说，撕裂教会大概率会使用和苦痛教会相似的方法。刘鹏说的撕裂教会这段时间特别针对苦痛教会，就是佐证。毕竟出现2个目标对立的魔神分身，互相之间直接打起来的概率最大，最后可能双方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撕裂教会也要在高考副本里召唤魔神分身之类的玩意儿的话，那岂不是双倍的快乐？返回江阳市城区，陈宇没有回宿舍，而是来到了职业者交易中心的聚宝阁。刚刚获得4000万巨款，他没打算留着，肯定是要找小萝莉换取生命之水的。上一次订购了2个单位的生命之水，这次可以订购8个单位，加起来正好足够一个荆棘妖灵晋升神话品质。走进聚宝阁，陈宇习惯性的来到圆莲小妹定点摸鱼的柜台，发现圆莲小妹恰好不在，便在聚宝阁的展示柜前转悠了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圆莲小妹依旧没有回来，于是陈宇拦住一名聚宝阁的服务员，问道：“你们总经理在吗？麻烦帮我通报一下，我要见他。”“先生，请问你有预约吗？”服务员礼貌的问道。“预约？没有。”陈宇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先生，没有预约的话，我们无权通报总经理。”服务员说道。“好吧。”陈宇继续说道，“那云洛在吗？见他总不需要通报吧？”云洛主管。服务员望了望圆莲小妹摸鱼的柜台，现在不在。如果您确实需要，我可以帮您电话询问一下。那算了，我自己也能打。好的，先生，请问您还有其他需要吗？没了，谢谢。那么祝您购物愉快。服务员露出标准的职业化微笑。陈宇回到圆莲小妹的柜台，拿出手机，找到她的电话拨出。虽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和云洛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但之前从来没打过。拨通之后，过了很久才被接听。刚刚接通，电话里便传来压抑的喘气声。呼嘿嘿，打扰了。陈宇犹豫了1秒，选择了挂断。几秒钟之后，电话铃声响起，是圆莲小妹打来的。陈宇接通，圆莲小妹的声音立即传了过来。陈先生，我在，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她的声音有些气促，就像是刚刚在高度紧张和集中的情况下完成了某项重要任务。你现在方便吗？陈宇问道。方便。圆莲小妹说道，只要您找我，随时都方便。我在聚宝阁1楼的大厅，要见一下你们总经理。陈宇说道。好的，我马上过来。电话挂断。几分钟后，圆莲小妹从后台冲了出来，她穿着宽松的睡袍，满脸通红，额前的头发被汗渍粘连在一起。抱歉，打扰到你了。陈宇真诚地说道。没有啦，您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圆莲小妹整理了一下耳发，走到陈宇面前，笑着说道。圆莲小妹靠近的时候，陈宇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他预料中的海鲜或者石楠花气味，而是一种非常恶心的酸臭味，就像炎炎夏日老鼠死在家里好几天没有清理一样的味道。陈宇不着痕迹地退了一小步，问道：“云小姐，请问你觉得几天洗一次澡比较好？”“洗澡？当然是天天洗啦。”圆莲小妹理所当然地说道。“有时候我一天还要洗几次呢。如果陈先生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洗哦。”嘿嘿嘿。问这个问题，难道是您终于要对我有所回应了吗？圆莲小妹双眼放光，走到陈宇面前，想要抓住陈宇的手臂。走，你先和我们总经理谈，然后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独谈谈。嗨，先找你们总经理再说吧。陈宇嘴角一抽，不着痕迹地转身，避开圆莲小妹。那味道实在太上头了。圆莲小妹在前面引路，陈宇随时与她保持着1米以上的距离，甚至屏住了呼吸，直到进入小萝莉的书房，才松了一口气。书桌上堆着几件看上去有些年头的装备，小萝莉正在认真地擦拭。你来了，坐。看见陈宇进来，小萝莉起身为陈宇倒了一杯茶，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正好有件事要和你说。有事和我说。什么事？陈宇面带喜色。时间系材料和空间系材料找到了。这倒没有，是其他事。小萝莉说道。过几天我就要离开江阳市了。离开江阳市？工作调动？去哪儿？陈宇好奇地问道。东都市。小萝莉回答。不过你放心，聚宝阁全国连锁，你要找的东西只要找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收获。东都市？高升啊！恭喜恭喜！陈宇对小萝莉抱拳。腾龙帝国排在第1序列的8座城市被称作2京6都，2京分别是玉京和盛京，6都则是东西南北中5都以及魔都。2京6都之上
还有一座超级城市，整个蓝星世界都无出其右，那便是腾龙帝国的中枢所在京都市，直接以京和都命名，其繁华鼎盛，可见一斑。跟东都市比起来，江阳市无疑就是一个未开化的小山村。别说江阳市，就算云川省的省府九峰市，都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借你吉言。小萝莉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我这次过来还是给你送钱的。陈宇笑着取出一个卡包递给小萝莉，生命之水8个单位的定金，8个单位。小萝莉将陈宇上下打量了一番，是把江阳市财政金库给劫了吗？江阳金库算什么？我劫的可是京都金库。陈宇向小萝莉挑了挑眉，怎么样，怕了吗？嘚瑟。小萝莉白了陈宇一眼，你有那本事还找我买东西？哈哈，我有那本事就把聚宝阁给买下来，让你给我打白工。陈宇大笑，加上上次的，一共10个单位，能拿到货吗？能。小萝莉接过盒子，只不过质量有点大，很难一次性拿到这么多，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没关系，有货就成，我不急的。荆棘妖灵进阶神话的材料并不是只差生命之水，还差很多其他材料。哦，对了，这个送你。陈宇取出一个大鱼缸摆在小萝莉面前，里面养着一条足有1尺多长的锦鲤。我家养的金鱼太小，只有这个尺寸足够，你看看能不能吃，提前适应一下。小萝莉看着鱼缸，一脸无语。锦鲤不是观赏鱼吗？能吃。不过片刻之后，她好像明白了什么，脸色微微一红，咬着粉嫩的下唇，愤怒地尖叫道：没事就给我滚，少给我送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陈宇离开之后，圆脸小妹推门而入，恰巧看见小萝莉正神色微妙地盯着鱼缸。咦，小姐，这是陈先生送你的？云洛好奇地看着鱼缸里的锦鲤，还挺漂亮的。他说这鱼的尺寸刚好，让我试试能不能吃，提前适应一下。小萝莉面无表情地说道：有什么不能吃的？虽然是观赏鱼，而且有点小，但看起来肉还挺足的呀。圆脸小妹说道：要不咱今晚把它做了，吃个糖醋鱼。吆喝小萝莉眉毛一挑，你倒是少见的正经啊。什么正经？咦，等等，尺寸刚好，能不能吃？适应一下。圆脸小妹顿时呆若木昆。我云洛也有被车轱辘从脸上碾过去还毫无所觉的一天。小姐不愧是小姐，高啊。圆脸小妹叹服，你要试试吗？吃得下。小萝莉笑眯眯的将鱼缸推给圆脸小妹，还是算了。圆脸小妹尬笑，我嘴笨，还是小姐唇舌灵活。呵呵，我看你是巴不得吧。小萝莉扯着嘴角冷笑，见人就是矫情。哪里，跟小姐的无上茶艺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圆脸小妹做谦虚状，指了指茶几上被陈宇喝过的茶杯。闲扯了几句之后，云洛才正色道：小姐，咱们这次回东都恐怕是不能平静啊，真的不和大小姐说一声吗？一次试探而已。云碧月平静地说道，他们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真的斗起来只会两败俱伤。对了，你的事情做完了吗？信不如命。云洛嘴角向两边咧开，露出兴奋的笑容，两具5转级别的盛装尸魁，一具恶魔 BOSS， 一具人类隐藏职业者，单个的6转职业者，能杀，那就没问题了。云碧月点了点头，你去洗个澡吧。洗澡？为什么？云洛茫然，你身上的尸臭味太重了。这也就是我，换个人和你距离这么近，早就被熏土了。江阳一中，陈宇回到宿舍，便锁上门进入无上圣土，开始催生莲子，直到精神力和体力全部消耗干净，才靠着世界树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陈宇没有自然醒，而是被一阵哭声吵醒的。睡意朦胧的睁开眼睛，低头就看见一个火红色的小精灵趴在自己胸口哇哇大哭，芝麻粒大小的泪水一颗颗往下掉。怎么了这是？陈宇心疼地将小燕捧起来，为她擦了擦泪水。嘻，主人，小风欺负我。小风怎么欺负你了？平时不都是你欺负小风吗？陈宇大为困惑。小风，他抢我的。呜。小燕断断续续的边哭边说，好一会儿陈宇才明白前因后果。前天早上，陈宇离开圣土空间的时候，给每个小精灵分发了糖果和小零食。分给小燕的糖果中有一颗是小燕最喜欢的口味，小燕舍不得吃，就偷偷藏了起来。昨晚上想要扒出来尝一尝的时候，竟然发现糖果不见了。小燕在整个无上圣土里找了一圈，刚好发现小风将她的糖果抱着狂啃。她十分气愤，想要抢回来，无奈根本就追不上小风，只能跟在小风后面，眼睁睁看着小风将她最喜爱的、舍不得吃的糖果一点点吃光。噗！天道好轮回。陈宇失笑，一旦牵扯到食物，小风的战斗力立刻就起来了，瞬间从玩具变成 BOSS。小燕食物被抢的案件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犯人每次都是小风。好了，别哭了，我再给你还不行吗？陈宇将一把糖果递给小燕。哇，主人真好！小燕立即开心起来，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他能保护自己的食物多久。安抚好小燕之后，陈宇将小淼和小岸叫了过来，带着他们退出无上圣土。这两只小精灵诞生到现在还没有出去看过外面的世界，正好带着他们出去逛一逛。刚到外界，小岸便表现出满是期待的神情。哦，这是多么庞大的世界啊！还有世界背面那无穷无尽的岸。主人，我可以去这个世界的背面看看吗？可以，你去吧，别迷路就好。虽然不知道世界的背面究竟是什么，但陈宇一般不会拒绝小精灵的要求。主人你真好。木啊！小岸趴在陈宇脸上狠狠亲了一下，然后整个身体瞬间消失。然而1秒钟之后，啪的一声轻响，浑身是伤、气息萎靡的小岸在陈宇身边浮现，无力地掉落在地上。陈宇大惊，连忙将小岸捡起来，瞬间返回无上圣土。世界树也察觉到小岸的状态，
释放出无数淡绿色气息，向着小安汇聚。几分钟之后，小安才逐渐恢复过来。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受伤的？陈宇关心道。世界树孕育的原初精灵受伤，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主人，小安面带惊恐。那个世界的背面太可怕了，怪物，满世界都是怪物。我能感受到，还有一只很恐怖，非常恐怖，超级恐怖的怪物。你被那个怪物伤害了。陈宇眉头一皱，敢伤害他的小精灵，等他实力足够，必须得报复回来。不是。小安的状态逐渐恢复平稳，心有余悸地说道，如果他对我动手，我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不，他根本不可能出手攻击我，我太渺小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对我出手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怪物，在世界背面，那样的怪物无穷无尽。我在那一瞬间张开了双重领域，可是没能挡下他平平淡淡的一次攻击。如果不是我本身是暗的一部分，能免疫暗系伤害，我就已经被他杀掉了。闻言，陈宇骇然，普通怪物的平常一击就将原初暗精灵打成重伤。你能大致猜测他的等级吗？陈宇问道。可以，按照我诞生时得到的信息，伤我的那只怪物大约相当于10转巅峰。陈宇扶额，那个小安，看来世界背面那种地方你还是不要再去的为好。虽然他也想为小安报仇，奈何有心无力啊。10转巅峰的存在，别说他，就算是整个腾龙帝国都不愿平白与那样的存在为敌。而且听小安说，这种怪物还只是普普通通的小怪，那个所谓的世界背面究竟是什么龙潭虎穴啊？等等，小安，那些怪物有没有可能突然出现在世界正面？既然小安有穿行世界两面的能力，其他怪物是否也可能拥有呢？如果10转巅峰的怪物出现在世界正面，不用太多，只要为数不多的几只发起疯来，就能毁灭大半个腾龙帝国。不会的，主人。小安说道，我是特殊的，除了原初之暗或者相似的存在，没有任何存在能够轻易穿越世界两面。主人你看。小安伸出手，一个足球大的球体在他的面前浮现。如果这就是世界，那么主人您所在的世界正面就是这个球的表面，而世界的背面则是球体内部。世界是封闭的，正面与背面永不相交，除非什么？陈宇问道。世界毁灭。小安伸手一戳，圆球猛然炸成碎片，然后消失不见。那就好。陈宇松了一口气。虽然作为一名还没一转的新手职业者，担心世界背面的怪物有点杞人忧天，但只要是个人，只要发现了那个恐怖的世界，难免会寝食难安。但是主人，小安不无担忧地说道，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怪物很强，而且还是飞快的继续变强。他再强，只要不影响到世界正面，也与我们无关，不是吗？陈宇说道。就是你在有能力打败那个怪物之前，不进入世界背面就是了。我怎么可能打败那个怪物啊？他那么强。小安双手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圆，表示很大的意思，连母亲大人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你的母亲大人现在还小，等他以后长大了就打得过了。陈宇摸了摸小安的脑袋，安慰道。世界树虽然已经是成熟状态，但它的体量依旧非常渺小，缺乏岁月的沉淀和力量的积累，而且连自我世界都还未开始创造，可以说只是个世界树中的萌新。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小安连忙解释道，我是说我们的本质不如他。本质不如他。陈宇面色一凝，世界树的可是只高级存在，本质比世界树还高。那个怪物竟然是无上级。似乎是明白了陈宇心中所想，小安继续说道，我隐约能感受到他并没有达到无上级，不过他是至高级中非常强大的那一类，比母亲大人强很多。他的成长速度很快，如果他继续这样成长下去，终有一天世界会无法限制他。什么意思啊？陈宇问道。他有可能进入世界正面。不，他虽然强，但并不是原初之暗，无法进入世界正面。小安说道。但是却有毁灭整个世界的可能。主人，你知道世界的背面对世界起到什么作用吗？它支撑着世界正面的存在，就像一个球，球的表面只是很轻薄的一张纸，有着世界背面的支撑，世界才完整，拥有着恒定的规律、法则、物质、能量。如果内部过度膨胀的话，球就会炸开。陈宇皱眉，不是炸开，而是失衡，背面无限膨胀，正面就会被无限稀释。小安说道。届时所有的规律与法则将会混乱，失去作用，所有的能量与物质归于沉寂，世界进入死寂状态。我的技能无序暗喻就是模仿这种状态而存在的。他什么时候会撑破这个球？陈宇急切地问道。如果这个时间不长，他就必须早做打算了。这个小安表现出些许茫然，大概也就很多年。很多年是多少年？陈宇脸色一黑，10年、100年、1000年？不可能的，没那么快。小安说道。按照现在的速度，不出意外的话，在10亿年以上吧。10亿年？陈宇脸皮抽搐了一下。打扰了，您老人家继续好好发展，慢慢发展，可以不用担心了。你好好休息，以后小心一点，别随便进入世界背面。说罢，直接把小安放在世界树上，然后退出了无上圣土。原初精灵作为世界基石，某些时候思维和创世神一类的存在比较相似。10亿年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有点迫在眉睫的意思，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可是陈宇现在才活多少年？10亿年后，他用得着害怕一个至高级的怪物？那个时候的他，说不定一巴掌就能拍死对方。而且，就算这个世界毁灭了，他也不愁去处。世界树、深渊，乃至其他世界，哪里去不得？更何况那时候无上圣土都不知道膨胀到多大了，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学校食堂，陈宇点了一份爱心早餐，
以及2人份的甜点和饮料。小淼蹲在餐盘旁边和他一起吃，看得出来他对食物并不怎么感兴趣，拿着一颗饭粒陪着陈宇从开始吃到结束。吃完饭，刚刚离开食堂，陈宇的好友面板突然不断的传来消息提示。陈宇打开好友面板，发现上面全是苏淼月发来的消息。苏淼月在不在？苏淼月你在哪儿啊？苏淼月最近很忙吗？怎么不接电话？陈宇什么事？苏淼月显然是正在守着好友面板，看到陈宇说话立即发来回复。苏淼月刷副本吗？陈宇不刷，所有副本都刷完了，全部在 CD。苏淼月这么快？学校的和东风镇的都刷完了？陈宇是的。苏淼月我家有2个私有副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和我一起怎么样？陈宇你家族里的副本我可以进吗？有什么附加条件吗？苏淼月可以，我有带人进去的权限。附加条件的话，你得带着我，不能单刷。陈宇 OK， 在什么地方？我马上过去。别人家的副本不刷白不刷，虽然暂时不需要经验值，但技能点和自由属性点可是好东西。苏淼月我在学校宿舍，昨天刚刷了学校的本，要不你在校门口等我？陈宇好。不得不说，这就是背靠势力的优势，能够获得一些普通人没有资源。苏淼月家有这2个私有副本，但苏家还能和其他拥有私人副本的势力交换使用名额，一来一去，这些大势力的新人就比普通新人多出了大量的升级资源，甚至家里穷一点的新手职业者连副本门票都买不起，苦哈哈的在野外练级，忍受野外怪物那微薄的经验值。只能说，无论哪个世界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投胎是门大学问。世界背面不是水字数啊，是个重要设定，现在写出来是怕过段时间又被不合理。校门口，陈宇等了差不多10分钟，苏淼月便从宿舍楼的方向跑过来。她穿着一身淡蓝色复古劲装，长发挽着马尾辫，英气十足，颇有古代女侠的味道。你不带你的队友？陈宇诧异地问道。苏淼月将额前因跑动而散乱的发丝撩到耳后，微笑道：最近对技能和作战方式熟悉之后，我都是单刷的。我这个职业本身也比较适合单独作战。正在这时候，苏淼月的座驾也到了校门口。走吧，边走边说。苏淼月带着陈宇坐上他的专车。保镖3人组有变动，从2转法师加上1转战奶变成了2转法盾奶的组合。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汽车行驶进入一座庄园。从外面看，占地面积至少有2平方公里。虽然这个世界不炒地皮，但在一座现代化城市中拥有这么大面积的庄园，苏家在江阳的势力可见一斑。庄园内风景秀丽，有假山池水、珍贵林木、绿草成荫。副本传送门就放置在苏家内部。下车之后，苏淼月带着陈宇穿过一排别墅和小院，到达一座单独修建、不与任何建筑相连的礼堂。大小姐，礼堂的窗口处，一名看起来50、60岁的中年人对苏淼月起身行礼，然后打开礼堂大门。苏淼月和陈宇步入其中，恰巧一队6人从中走了出来，和苏淼月打了个照面。等等！走在最前面背着弓箭的青年男子突然叫道：有事？苏淼月冷冷地问道。这个人，弓箭手指着陈宇，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吧？苏淼月，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的权利，带着外人来使用家族的珍贵资源？陈宇微微皱眉，没人喜欢别人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然而没等陈宇说话，苏淼月已经动手了。谁给我的权利？苏淼月沈然一笑，将手按在剑柄上。当然是实力。唰，一道寒光闪过，苏淼月出现在弓箭手身侧。他那原本还算有型的头发被直接削掉了一层，变成了平整的板寸，细密的黑色发丝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好快的出手速度！陈宇暗赞。苏淼月那一手应该是借助了职业被动拔剑术，裸装状态下都打出了将近400敏捷的速度。要知道，苏淼月是平均加点的，真实敏捷不超过50点。等级和属性稍微起来之后，隐藏职业立即就和普通职业拉开了极大的差距。你竟敢！弓箭手面带恐惧，摸着自己的脑袋，他浑身颤抖，口齿不清，一溜淡黄色液体从裤管滴落在地。废物！苏淼月不屑的一笑，将剑收回剑鞘，滚！你给我记住！弓箭手怨恨地看了苏淼月一眼，飞快地逃走了。剩余的5人并没有跟上，而是纷纷向苏淼月问好。大小姐实力高强啊，在下佩服。大小姐您请，苏淼行那只是个人行为，与我们无关啊，还请不要怪罪。苏淼月淡淡的点了点头，向着大厅内走去。5人这才如释重负的离开。大小姐威势不小啊！陈宇咂舌，刚刚那人是我一个堂哥，跟我们同一届转职。苏淼月解释道。不过他只是普通职业，天赋也不好，而且胆小，实战能力差，面对怪物的时候10分实力发挥不出3分。这样的人，家族自然不会给他太多的照顾，只是按照一般的家族子弟给予待遇。不过因为他是嫡系出生，我是旁系，所以一直怨恨我，认为是我抢了他的资源，没事就喜欢盯着我找茬，可是又胆小，稍微唬一唬就屁都不敢放一个。你们职业者世家还分嫡系和旁系？陈宇好奇地问道，不自觉地想起前世看过的宫斗大戏和爽文小说，旁系子弟逆天崛起，一般都是从打脸看不起自己的家族嫡系开始，是要分，但分得没那么明白。苏淼月笑道，转职之后还是用天赋和实力说话。他们为什么叫我大小姐？就是因为我是隐藏职业，在整个苏家上属3代以内，必然是成就最高的那个。厉害！陈宇竖起大拇指，比我厉害多了。苏淼月的确比他强多了，毕竟上属第4代就有最终成就可能超过他的，而陈宇家细数祖宗18代都找不出一棵能罩得住他的大树。有你厉害就好了。
苏淼月悠悠地白了陈宇一眼。传说级植物生命的拥有者，不出意外，保底也能成长到6转，还在这和他装萌新。开工吧！苏淼月向陈宇发起了组队邀请。等等，我来。陈宇拒绝了苏淼月，然后自己发起了邀请。苏淼月奇怪地看了陈宇一眼，选择了同意。副本内容我在车上和你说过了，怪物属性资料也给你了。你觉得我们能打什么难度？苏淼月问道。我的战力可以单刷普通，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加上你打困难不成问题吧？当然没问题。陈宇露齿一笑，走着。说着，陈宇直接走进了副本传送门。副本名称：地下矿洞，等级限制小于等于50级，人数限制小于等于6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噩梦。选完难度，陈宇和苏淼月瞬间传送到了副本之中。整座副本是一条幽深的矿洞，矿洞壁上隔着很远才有一个照明的火把，发出昏黄的光芒。黑暗的隧道深处，时不时传来吱吱吱的尖叫声，像是老鼠，又像是蝙蝠。我没看错吧？你选的是噩梦难度？苏淼月惊愕地问道。你确定能打？当然呢。陈宇肯定地说道。确定？苏淼月有点心虚。要知道，副本难度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等差数列，慢慢递进。如果说普通级难度是1，那么困难级就是3，而噩梦级直接就会跳到10。当然，收益也会跟着难度上升。确定？陈宇保证，打副本我是专业的。那我们开始。苏淼月说道。怎么打？我听你的，随便打就行。说罢，陈宇直接放出几十只植物生命，传说级荆棘妖灵带头，直接冲进了矿洞深处。这副本就一条路，这么些打手已经绰绰有余。不一会儿，获得经验的提示就开始不断响起。苏淼月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他发现自己还是太低估陈宇了。每次当他自以为了解一点陈宇的实力，陈宇总是能拿出让他更加震撼的东西。几十个形体接近于真人的植物生命啊！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传说级植物生命就能保送6转，这么多传说级，这是要保送竞技吗？愣着干嘛？上去捡装备啊，收益咱们平分。陈宇说道。哦，好的。苏淼月回过神来，连忙沿着植物们进攻的轨迹追了上去。等等，怪物尸体呢？一路上，苏淼月只看到掉落物，一个怪物尸体都没看到，感到十分奇怪。大概是变成花肥了吧？你看，那不还有点剩下的？陈宇指了指黑暗的墙角处，那里有着一点被磨碎的骨渣，被你的植物生命给吃掉了。苏淼月顿时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很难想象一群如花似玉的美人，竟然是这种敲骨吸髓还挫骨扬灰的存在。吃？说的真难听。陈宇道，那叫化作春泥更护花。反正等会儿我们出去也会被副本刷新掉，不如废物利用一下。噗！苏淼月忍俊不禁，歪理。两人继续前进。一路下来，苏淼月只感觉自己捡掉落物捡得手都酸了。他听说过打噩梦级副本，为了节省时间拿高评价，一些支路上的怪物都是能不打就不打的。副本最终评价上升一个等级，比多打一些小怪的收益可高多了。而陈宇的这些植物却是连犄角旮旯里藏着的怪都清得一干二净，生怕遗漏了半个。前行了几分钟，苏淼月和陈宇终于追上了正在稳步推进的荆棘藤妖。能够追上，并不是因为荆棘藤妖们打怪速度慢，而是因为这次外出的荆棘藤妖数量少，没有太多同伴争抢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悠闲地汲取养分。苏淼月眼睁睁看着几个荆棘藤妖瞬间将一只小怪扯成碎片，然后一点点吸食殆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不着痕迹地躲到陈宇身后。清空一处怪物，荆棘藤妖们离开，他才敢上前捡取掉落物。你这刷图速度也是没谁了。苏淼月感叹。前段时间东风镇那边出现了一个狂人，1分钟时间清空了一座噩梦副本，闹得沸沸扬扬的。不过听说那人是个败家子，对新手副本使用了高级伤害性消耗品。我感觉你全力出手的话，绝对不会比那人慢多少。闻言，陈宇脸色怪异。1分钟清空噩梦副本，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不过他可没有使用什么消耗品，他用的是土系原初精灵的禁咒。或许，我说有没有可能不用消耗品也能打出那样的战绩？陈宇有点犹豫地问道。绝对不可能。苏淼月斩钉截铁地说道，至少新手职业者绝对做不到。天灾之后是个范围很大的副本，直线跑图到 BOSS 都需要不止10分钟，更别说打怪时间了。说实话，那人是真的很败家啊。那个等级的消耗品，把副本直接买下来都足够了吧？何必用来打一个记录？甚至打完记录连名字都没留下。此时，苏淼月对于东风镇副本记录保持者是陈宇这件事并不知情。苏正辉虽然查到了陈宇的资料，却耍了个心眼，没有直接告诉苏淼月，可能是不太想出名的原因吧。陈宇笑了笑，或许吧。苏淼月叹了口气，不无羡慕地说道，那种超级二代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眼里的天价宝物，人家看来或许也就只是个随手可用的消耗品。可是还是想想就心疼啊，那可是至少5阶巅峰的伤害性消耗品啊，就这么随随便便用掉了，用的毫无价值，而且一用就是8个。败家子，败家子啊！苏淼月痛心疾首。陈宇，二代竟是我自己。10分钟之后，植物生命们抵达了矿洞的尽头。矿洞尽头是一个面积大约几亩地、高度10来米的山腹空洞，里面只有一个 BOSS 带着几只精英怪以及10来只小怪。副本 BOSS 是一只2米多高、耳朵很长但没有眼睛的人形怪物。雪巨人酋长45级 BOSS。苏淼月顿时神色一凝，小心一点，这是个敏捷系的强力 BOSS， 在地穴环境中有属性加成，到半血的时候还会触发狂暴，属性大幅度增长。
你的职务不是用藤条攻击吗？可以让他们用藤条限制他的速度。然后，苏淼月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一群植物生命如狼似虎的冲了上去，长着锋利倒刺的藤鞭漫天飞舞，带起尖锐的破空之声。几秒钟之后，击杀45级 BOSS 学巨人酋长，经验值加1300000。你刚才说什么来着？陈宇转头看向苏淼月，苏淼月眼皮直跳，没什么。他知道陈宇的植物生命很强，但也没想到会强到这种地步。那可是副本 BOSS 啊，怎么在这些植物生命的手下表现的和小怪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一想到自己之前在简单难度中面对15级的 BOSS 还打得险象环生，苏淼月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一股丧气。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能这么大呢？完事了是吧？那我们赶紧下一个。陈宇向前走，准备将 BOSS 掉落的宝箱拾取。然而正在这时，地面突然猛烈震动，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山腹空洞后面的石壁整个裂开，一只足有5-6米长的巨大黑色蜘蛛从裂缝中爬出。大蜘蛛身边跟随着4只2米多长的中型蜘蛛，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半米长的小蜘蛛，密密麻麻如同潮水，瞬间将整个空洞塞满。粗略一数，小蜘蛛的数量不下500只。这什么情况？陈宇疑惑地看向苏淼月。之前苏淼月给他讲解的副本资料中可没说矿洞里有这种怪物。我也不知道啊。苏淼月目瞪口呆。地穴蛛后50级 BOSS， 地穴蛛后护卫50级精英，地穴蜘蛛30级小怪。这副本是你家的吧？里面有什么怪物？你们都没搞清楚。陈宇顿时无语。大概是某种隐藏机制被触发，然后临时刷新出来的隐藏 BOSS。苏淼月不确定地说道。副本和野外一样都有隐藏机制，触发这个隐藏机制就会刷新出隐藏 BOSS， 大部分和清怪时间、杀 BOSS 的速度等条件相关。只是我们苏家的人刷副本从来都没有触发过这种隐藏机制。这样啊。陈宇点了点头。之前在野外刷怪的时候，小燕一发禁咒下去，触发了不少隐藏机制，刷掉了成片的 BOSS。副本有隐藏 BOSS 也不奇怪。对了，苏淼月又说道，之前听人爆料过东风镇的黑风寨副本隐藏 BOSS 机制被人探索出来了，黑风寨也有隐藏 BOSS。陈宇顿时来了兴趣。黑风寨副本他刷过2次，都是最高评价通关，也没见过什么额外的怪物。苏淼月点头。黑风寨副本在最后的 BOSS 战中，从开怪到击杀副本 BOSS 黑风寨2当家，如果时间不超过1分钟，就会刷出隐藏 BOSS 黑风寨大当家。不过50级以下的队伍要在1分钟内击杀黑风寨2当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原来那玩意儿还是个隐藏 BOSS。陈宇嘴角一抽，想起了那个膀大腰圆大喊2弟的土匪头子。这么说起来，或许很多副本的隐藏 BOSS 他都已经刷过了，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那是隐藏 BOSS 而已。比如这次，如果不是事先看过副本攻略，知道副本里没有蜘蛛怪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觉得蜘蛛怪出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反而只会认为这就是副本里的普通 BOSS， 打完才能通关。这么多怪，我们要不要推到矿洞里打？苏淼月看着遍地都是外形可怖的蜘蛛，忍不住心里有点发毛。不用，看着就行。陈宇拉着苏淼月推到矿洞里，然后对植物生命下达了进攻指令。周伯文说的没错，种植师是优雅的指挥官，和敌人肉搏就太掉价了。啪！一条藤鞭狠狠抽在一只小蜘蛛身上，小蜘蛛瞬间爆开，粘稠的青绿色血液溅出好几米远。植物生命率先动手，惹怒了蜘蛛大军。在地穴蛛后的带领下，小蜘蛛密密麻麻地冲向几十个植物生命。然而在藤鞭之下，小蜘蛛仿佛玩具水气球一样，一鞭子就会被抽爆一个。2分钟后，随着地穴蛛后那硕大的屁股爆浆，副本进入了结算阶段。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噩梦，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300%，副本用时16分05秒，综合评价 SSS。 收益结算：金币加500，经验值加1200000，自由属性点加10，技能点加2，传说级副本宝箱加1。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天哪！苏淼月一声惊呼。怎么了？大惊小怪的。陈宇不解地问道。最高级，你竟然打出了最高级评价，你知道吗？我拿到了传说级副本宝箱。我的天，这太不可思议了。苏淼月难以置信地说道。少见多怪，这有什么好惊讶？不是挺正常的吗？陈宇突然觉得苏淼月这个大小姐见识也不是那么的丰富，至少带李薇的时候，李薇就没她这么夸张。正常？苏淼月情绪激动。你知道在普通情况下，噩梦级新手副本打出最高评价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吗？咱们整个腾龙帝国都没几个人能做到。不说别的，就我们上一届通过噩梦级一转任务的12天交中，能在新手期打出噩梦副本最高评价的只有区5人。不说最高评价，就连 S 级评价都很难打出来。你知道 S 级以上评价意味着什么吗？自由属性点啊！额外的自由属性点有多珍贵，你竟然没有这个概念吗？如果我有能力固定打出最高评价，我肯定会在新手期把属性点积累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才会考虑转职。对于苏淼月的想法，陈宇不敢苟同。他一身2个套装加上根本法，最低的属性都破2000了，区几十个自由属性点还真没看在眼里。毕竟副本的时间间隔太长，靠刷副本累积自由属性点，要看到成效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新手期的副本能获得自由属性点，更高级的肯定也能。为什么非要赖着50级以下的副本刷呢？当然，也就是陈宇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有信心在任何副本都打出高评价。换个人能在新手副本打出 SSS 级评价的，面对难度陡然提升的一转副本，可能连 S 都拿不到。转职任务不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增加吗？
你就不怕时间太长，任务难度恐怖到根本无法完成？陈宇问道。就算转职任务的困难程度会随着时间提升，但肯定跟不上我变强的速度。苏淼月目光中透露着向往之色，说不定积累个2-3年就能挑战那最高级别的炼狱转职任务。陈宇，合着你想积累属性的目的是挑战炼狱级转职任务？那没事了。收拾好一地的掉落物之后，陈宇和苏淼月退出了副本。陈宇准备换个副本时，苏淼月却阻止了他。我们继续刷地下矿洞，不是 CD 了吗？还怎么刷啊？陈宇奇怪地问道。苏淼月神秘的一笑，将一块不到巴掌大的小石片递给陈宇。陈宇接过石片观看属性，新手副本冷却符，品质稀有，功效对一个新手副本使用，生效后副本冷却时间归0，次数20%。看到副本冷却符的效果，陈宇只能感慨，大家族就是不一样。之前他都没听说过这种东西，现在他有点理解苏淼月之前的说法了。一个副本冷却符就能刷20次副本，意味着直接进账200自由属性点和40个技能点。如果冷却符多一点，的确能够实现大量刷属性，然后一路碾压。想到这里，陈宇立即打开了好友面板，联系小萝莉。陈宇在。过了大约1分钟，小萝莉回复了陈宇。云碧月在。什么事？别告诉我你又弄到了几千万金币。生命之水虽然稳定供应，但也是有限的。陈宇，不是问你生命之水的事情，是这个新手副本冷却符。云碧月，陈宇，这种东西你们聚宝阁售价多少？我想买一批。陈宇打算，如果聚宝阁有出售，那么他就批量购买，将自己手上的资金全部换成冷却符，找个收益高的副本狂刷。云碧月，云碧月，你在想什么？这种东西聚宝阁可能拿出来卖吗？你还想买一批？陈宇，你们不出售，那你知道哪里有大量的冷却符吗？云碧月，云碧月，大量的话，腾龙帝国国库应该有。你本事大，可以试试能不能搞到手。陈宇，云碧月，可真有你的，这东西一般的势力拿到手都是当传家宝藏着掖着，你还想要大量？陈宇，那你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哪里出售或者拍卖，通知我。新手级就不用了，要新手以上的。云碧月，据我所知，副本冷却符很少出售或者拍卖，就算有卖，也都是以物易物。就你手上的新手副本冷却符，都价值连城。陈宇，谢谢，没事了。果然，这玩意儿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甚至一些普通出身的职业者，到死都不会知道有副本冷却符这样的道具存在。关闭好友面板，陈宇对着矿洞副本使用了一次冷却符，副本冷却时间直接归0，而冷却符的使用次数也变成了19%。用完之后，陈宇将冷却符还给了苏淼月。苏淼月也刷新冷却之后，两人再次进入噩梦级地下矿洞。这一次，陈宇连跟上去观战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在原地等待。他释放了接近100个荆棘藤妖，每打掉一波怪物，都会有荆棘藤妖将掉落物送回来。苏淼月也乐得如此，主要是地下矿洞的环境太差，需要打怪那是没办法，必须走。但现在是大神代练时间，躺着起飞不好吗？两人坐在副本入口休息，陈宇将小苗捧在手中，喂他吃小零食。苏淼月觉得气氛有些尴尬，于是开口找话题。对了，陈宇，再过不久就是高考，你的目标是哪所大学？腾龙大学。陈宇不假思索地说道。腾龙大学是整个腾龙帝国无可争议的最好大学，也是整个腾龙帝国学阀实力的龙头老大，其掌握的各种珍贵资源多不胜数。不说别的，就说副本。传言腾龙大学中副本足足有好几十个，而且0-4阶副本全部免费向学生开放，这是什么概念呢？看看江阳市就知道，江阳市根本就没有2阶及以上的副本，101级以上的职业者想要升级，只能去忍受野外怪物那微薄的经验值收益，而腾龙大学的职业者一直到4阶都有免费副本可以刷。腾龙大学啊，苏淼月笑着说道，我的目标也和你一样呢。挺好。陈宇点了点头，希望到时候咱们还能再做同学。肯定可以的。苏淼月眼中燃起斗志的火光。原本他还觉得自己想要上腾龙大学希望不大，但现在抱上了陈宇这条大腿，狂刷噩梦副本最高评分。副本冷却符有20次使用机会，也就是说他能平白多出100个自由属性点以及20个技能点，再加上副本怪物和副本结算时的高额经验，等级飞升到30多接近40级绝对不成问题。这种实力考上腾龙大学基本上不成问题。那就恭喜你了。陈宇说道。这还要多谢你才是。苏淼月走到陈宇面前坐下，你不带我刷本，全靠我自己的话，把握可就小了不少。不客气。陈宇并不认为自己对苏淼月有多大恩惠，副本是苏家的，冷却符也是苏家的，他和苏淼月之间只不过是个取所需而已。咦，这是什么？借着昏暗的火光，苏淼月发现了陈宇手中的小淼，那小小的身形以及精致的面容，瞬间就击破了苏淼月的少女心，眼珠都差点变成了桃心的形状。好可爱的玩偶。说着，苏淼月下意识地向着小淼伸出手，不过因为没有取得陈宇的同意，他的手又僵在了半空中。我可以摸摸它吗？苏淼月用祈求的眼神看向陈宇，看见苏淼月的动作，小淼的脸色瞬间冰冷。拿开你的臭手，肮脏的母畜！你这个下贱的繁殖机器，有什么资格触碰无纯净无瑕的身体？哎呀，苏淼月吓了一跳，是活的？母畜，你是瞎了吗？还是你那充满污秽之物的脑子太过愚蠢，连生物与死物都区分不开？小淼神色厌恶的怒斥道。这攻击性！陈宇暗自啧舌，不愧是4个攻击技能的原初精灵。对不起。苏淼月被骂得脑袋发懵，只好尴尬的道歉。虽然对方说话很难听，但他也不可能和这么一个小家伙置气，特别是
这小家伙还是陈宇的眷属。这是我的宠物小淼，他不喜欢别人靠近他。陈宇说道。哦，苏淼月点了点头。植物生命？是的。陈宇答道。厉害。苏淼月赞叹。从外形看，如此接近于人的植物生命，甚至还能说话，显然又是一尊传说级存在。不过苏淼月也没有太过惊讶，毕竟陈宇派出去的生物个个都潜力无限，十分接近传说级。小淼这种小体型的植物生命，而且还是宠物，或许战斗力还不如那些挥舞着藤鞭吃怪物不吐骨头的存在。轰隆隆！正在这时，山洞深处传来一阵巨响声。陈宇知道这是地穴诸后 BOSS 出场了。果然，1分钟之后，随着击杀提示响起，副本进入了结算期。结算完成，等待植物生命们将掉落物带回，陈宇便选择了退出副本。刚刚出现在外界，苏淼月便将冷却符递了过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陈宇：“咱们继续。”好。陈宇点了点头，对着副本使用了冷却符。鏖战整整11次之后，副本冷却符被使用完毕。除了地下矿洞之外，苏家的另一个副本也被迅速打通，收益比地下矿洞要略低一些，但也差不太远。苏淼月依旧神采奕奕，意犹未尽。陈宇也觉得不太过瘾，于是问道：“冷却符是可以充能吧？”最后一次进入副本之前，冷却符的次数消耗一空，但并没有损坏，说明这东西应该是可以循环使用的。而且小萝莉也说过，大势力都把冷却符当传家宝，如果只是个一次性物品，那么大可不必如此。可是可以，不过非常麻烦。苏淼月答道：“需要4阶以上的阵法师和制服师合力，消耗大量资源才能为他充能。需要消耗多少资源？”陈宇问道。如果消耗资源不多的话，他可以在这里刷到高考开始。材料费的话，充能一个使用此时大概需要1万金币。苏淼月回答：“1万金币，倒是可以考虑。”陈宇在心中计算了一下，每次进入副本能得到 BOSS 宝箱2个，都是史诗级。最后结算的时候，还能够获取一个传说级副本宝箱。虽然噩梦级副本里的宝箱水分比较重，和真实级副本没法比，但至少也能开出2件史诗物品和1件传说物品。50级以下是新手期，装备只是过渡，不会用很久，即便是传说装备也不会太值钱。不过平均下来，刷一次副本7、8千金币的收益是有的。苏淼月那边 BOSS 宝箱不归他，单副本结算的传说宝箱能价值4、5千金币，这就够冷却符成本的大半了。要不咱们合计合计，给他充满再来一次？陈宇提议道。搜刮了苦痛教会2次，小萝莉那边又只收了定金，目前他身上还有4000多万金币的巨款，足够为冷却符充满很多次了。至于小萝莉的尾款，如果获到了，他身上钱不够，大不了找苦痛教会再提一点。他现在的身份可是尤纳西弗斯大魔神钦点的大主教，想必只要开口的话，苦痛教会不会拒绝。就算拒绝也没关系，他还可以明抢吗？你当冷却符是想充能就充能的吗？苏淼月白了陈宇一眼，解释道：“为冷却符充能，材料费都是其次。制服师是生活职业，阵法师虽然是战斗职业，但和种植师一样，也比较偏向于生活职业。这2个职业低级的好找，但到了高级就非常稀少了，都是各个势力花费大代价培养起来的，身价很高。就算是我祖爷爷，也要花费人情才能请得动。而且要把冷却符充满20个使用次数，大概要10天左右的时间，高考之前是来不及的。这样啊，那只能算了。”陈宇颇为遗憾地说道。闻言，苏淼月微微一笑：“急什么？还有其他副本可以刷呢。江阳市又不是只有苏家拥有私人副本，我们苏家和其他势力有交换副本名额，其他势力的副本我们也是可以去刷的。苏校花神通广大呀！”陈宇竖起大拇指：“能不能好好说话？”苏淼月嗔怒道：“我没名字的吗？校花这种名头，听到别人背地里议论，感觉还挺不错。这是学校里大部分同龄人对他能力和容貌的肯定，但被当着面叫，就有点尴尬了。”是，苏淼月同学，行了吧？陈宇嘴上称是，心里却不屑一顾。呵，女人，明明心里喜欢的不行，口头上还总说不要，懒得和你拌嘴。苏淼月撇了撇嘴，走吧，办正事。走着。陈宇兴致高昂，今天就要让江阳市所有新手副本都留下咱们2个的痕迹。没错，苏淼月也兴奋起来。大部分势力的新手副本都有设置榜单的，以后江阳市所有刷副本的新手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可惜最近江阳市的传送阵没有开放，不然其他地区的新手职业者也要瞻仰我们的荣光。江阳市的新手副本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苏淼月带着陈宇刷遍整个江阳市，一共打通了接近20个新手副本。要知道东风镇的新手副本一共也才8个，可想而知出生大势力的新手掌握着多么巨大的优势。正如苏淼月所说，江阳市大部分新手副本的榜单上都留下了陈宇和苏淼月的名字，甚至连林氏都开始流传，江阳市出了一对新人王，霸占了一个城市的所有新手副本榜单。那奇迹一般的通关时间，把各大势力的高层震撼得不轻。苏淼月大家都认识，知道他是隐藏职业，战力不弱，但隐藏职业战力再强，也不可能打出那样恐怖的成绩。于是所有人都将目光锁死在苏淼月的队长陈宇身上。陈宇的资料被加过密，各大势力只查出父母双亡，有解有防这么个离谱的情况，自然不会罢休。因为陈宇和苏淼月组队，凭借苏淼月的名头进入副本，各大势力便默认陈宇是苏家的人。苏正辉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天天都收到无数请帖，什么120岁的某公司老板亲儿子百日宴，什么12岁的某工会会长之子娶小老婆，什么某4转生活职业者升了1级。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纷纷旁敲侧击，试图问出陈宇的信息，甚至还有明着开价想要结交陈宇的。
但苏振辉是什么人？职业者协会会长，向来都是他挥起锄头挖别人的墙角，岂有被人挖了自己墙角的道理？眼见苏淼月和陈宇关系越来越好，连带着等级都突破天际，他怎么可能让其他人横插一脚？投资天才，向来看个人眼力。我苏家发现的天才，赔上了半个副本冷却符，甚至自家最出色的小辈才堪堪拉拢成功。你们一来就想吃现成的，想什么呢？苏会长一手太极拳出神入化，直接打得各大势力晕头转向，只能息了挖掘陈宇的心思。由于苏振辉的掩护，陈宇这几天时间没有被牛鬼蛇神骚扰，将江阳市能刷的私人副本刷了一遍之后，东风镇的副本冷却时间又到了。陈宇带着苏淼月和李薇将东风镇的公共副本再次扫了一遍，这一次速度不比单带李薇那次慢，所有隐藏怪也都吃到了，但副本评级却从 SSS 级降到了 SS 级。显然，想要拿到最高评级，最基础的条件之一就是队伍人数不能超过2人。陈宇估计，如果将队员组满，最终结算时的副本评分还会继续下降。或许满编队伍打副本，评分最高就只有 S 级。不过这只是猜测，真实情况还有待验证。无上圣土，世界树下，陈宇抬头望着世界树的树冠，透过层层阻隔，可以清晰地感应到一个强大的小生命正在逐渐成型。这是即将诞生的原初光精灵，也是世界树麾下的第6个原初元素精灵。随着光精灵果实脱落，无上圣土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小太阳，温暖和煦的光辉洒满柔软的土地，沐浴在光明之中，这个生机蓬勃的世界多出了一丝神圣。陈宇伸出双手接住光明之源，果实裂开之际，更加明亮的光芒从果壳间隙照射出来。这道光芒耀眼却不刺眼，温和而圣洁。片刻之后，光芒收敛，化作一袭素色衣裙，套在跪坐于陈宇掌中的袖珍少女身上。她宛如一尊象牙雕刻的女神，大方、优雅、端庄、娴静，身上同时齐聚着东方大家闺秀与西方贵族小姐的迷人气质。少女微笑起身，提着两边的裙摆，右脚后撤，踩着陈宇掌心的横纹，向着陈宇躬身：“原初之光向您献上祝福，贵安，我的主人。你是原初光精灵，那么以后你就叫小光吧。”陈宇思索良久之后说道。少女眼皮一跳，优雅的笑容僵硬了一下。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态，她的笑容更加明媚了，然后用轻柔的嗓音答道：“感谢您的赐名，我的主人。”真乖。陈宇欣喜地摸了摸光精灵水晶般的长发，发给她一颗橙子味的水果糖。看来这也是个简单可爱的小精灵。在小光之前，唯有小燕因为被他取名而感到开心。原初光精灵小光，品阶异彩神话，等级50，属性力量5500，敏捷5500，体质5500，精神11000，天赋光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光系伤害，自身光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光精灵，使用光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光明圣域禁咒，阴影圣域禁咒，雷霆圣域禁咒，终结的绝望之光禁咒。接生完小光，陈宇打开属性面板，将这段时间得到的技能点和属性点全部分配完毕。一瞬间，属性暴涨，所有的技能全部升到1转前的满级。陈宇职业种植师变异，等级50%，力量12加1300，装备加2000，根本法。敏捷13加1250加2000，体质455加1550加2000，精神470加1550加2000，深渊魔力3，上限5，生机100，上限100，自由属性点0，技能点21，附加属性最终伤害正9%，伤害减免正5%。天赋绝对强化无上级，指定一个对象进行绝对强化，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命、物品、技能、天赋。职业被动无上圣土 LV1， 开辟一片无上圣土，种植于无上圣土中的植物生命将会得到大幅度强化，每次转职可指定一种植物作为本命植物，本命植物将会极尽升华并且瞬间成熟。技能加速生长 LV10， 使植物生命生长速度加快。植物强化 LV10， 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100%，持续100秒，冷却300秒。传说生息演算 LV10， 全属性加2000，生机加100，消耗生机可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品质越高，消耗生机越多。神话拥抱深渊，选择一株植物生命，使其深渊化，全属性正100%，获得技能魔化。至高深渊的眷恋，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你都能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降临，不惜倾尽自身存在，为你解除危机。注：本技能每次转职可增加一个使用次数，当前可使用次数1。这面板堪称完美，高考状元什么的，简直就是小意思。清晨8点，江阳一中操场，朝阳缓缓升空，如同17、18岁少女的笑容一般明媚。金灿灿的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倾泻下来，铺满大地的四面八方。今天的江阳一中格外喧闹，因为整个江阳市4所高中的新手职业者全部都聚集了过来。4位校长并排坐在操场前方的主席台上，笑意盈盈地看着下方熙熙攘攘的学子们。江校长，你们一中今年可是出了大风头啊！二中校长不务羡慕地说道，不仅战斗职业者比例最高，还出了一名难得一见的隐藏职业者。江校长德高望重，这不是名师出高徒吗？三中校长笑着说道，过奖了，都是运气，和我老头子有什么关系？江天明笑得合不拢嘴，依旧谦虚地说道，看，那边是我们4中最优秀的战斗类职业者，几位不妨看看成色如何。4中校长是个长胡子老者，他指了指操场上一个小团体，抚着自己的胡子微笑道。其余3名校长闻言立即顺着4中校长所指的方向看去，
几个探查术抛出：李金明强攻手变异21级，常华法师20级，翟仲书剑侠变异22级，厉害，都是好苗子啊！二中校长赞叹道：“20多级的职业者100%杀进高考第2轮，的确都是好苗子。”校门口，几名佩戴着二中校徽的职业者走了进来。二中校长眼前一亮：“咦，我们二中的尖子生也来了。”几名校长顿时看向校门口。木子明鼓舞者22级，任巧云午休变异29级，竟然有29级的变异职业者，这都能冲击省状元了吧？你小子藏得深啊！这种天才，我们居然毫不知情。今晚这顿饭必须你请。没错，大家都是同僚，就不能坦诚一点吗？哪里，都是学生自己努力罢了。二中校长颇为自得地说道。正在这时，操场中突然一阵骚动，大部分学生都将目光投向校门口。只见2男1女3个身影走进学校大门。为首的男性职业者昂首挺胸，手持白金大盾，装备开着骚包的光芒特效，一身蓝紫光晕带成，脚踩六亲不认的步伐。而后面的一男一女并肩行，保持着不到半米的距离。这2人没有开特效，除了好看的皮囊之外，倒是挺平凡的。咦，这人装备也太好了吧？这是谁的部将？啊不，这是哪家的子弟？看他做什么，肯定是暴发户一个。谁进学校还开装备特效的？后面的是苏淼月吧？一中的校花啊，还是隐藏职业者？叫个屁的花！人家现在是咱们江阳市新人王。什么新人王？隐藏职业者又怎么样？大家都还在新手期，属性技能没起来，他能比我们强多少？你野外刷怪刷傻了，连苏淼月的战绩都不知道？什么战绩？一个星期之内图榜江阳市几乎所有新手副本知道不？人家通关噩梦副本比你导一馆都快。什么？他竟然能够1分钟打通噩梦副本？我不信，绝对不信，这不可能！兄弟，速战速决的本事不错呀。主席台上，二中校长皱了皱眉，老姜，那个盾战士也是你们一中的种子选手吧？看得出来还不停错的，就是有点。三中校长，欠打。二中校长，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有这装备，等级应该也不低吧？四中校长释放了一个探查术，李威，盾战士34级。卧槽，34级，34级！其余3名校长也纷纷骇然。江阳市这样的小城，资源贫乏，天才也十分少见。一般情况下，高考前有个25、6级就是顶尖了，能够在高考前升到34级，在省府中都是1等1的存在。江校长，这是什么人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咱们江阳市有这么厉害的盾战士？二中校长目瞪口呆地说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江天明苦笑，他对李威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上次见面还是在转职仪式上。45级，我没看错吧？突然间，四中校长再次惊呼出声。那是苏淼月，我知道。二中校长也看了过去，然后说道，这几天江阳市新手副本被图榜，就是他和一个叫陈宇的新手职业者做的，只是没想到居然能成长到这种地步，这是真正的状元之姿啊！的确，不愧是咱们江阳市的隐藏职业者，苏振辉家的后人，名不虚传啊！三中校长也感叹道。比起名不见经传的李威，苏淼月能够升到45级，倒没那么让人惊讶。毕竟前几天苏淼月的名字都在江阳市传疯了。咦，旁边那是陈宇。江天明在惊讶之余，看向苏淼月身边的陈宇，释放了一个探查术。陈宇，种植师，变异50级，未转职。什么？50级？江天明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比起其他势力的人，江天明对陈宇了解更深。经过4转种植师周博文的反馈，他也知道陈宇手段不凡，麾下有完美的史诗级植物生命，潜力能够媲美隐藏职业者。对于陈宇和苏淼月强联手，闯出偌大的名头，他倒是不怎么奇怪。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陈宇究竟是怎么升到50级的？按理说，陈宇所拥有的资源绝对不会比苏淼月更多才对。就算2人组队，共享苏家能使用的所有副本，陈宇的等级也不可能比苏淼月更高。50级。看到陈宇的信息后，其他3名校长的反应比江天明好不到哪里去。4中的老头子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陈宇的名字几乎和苏淼月绑定在一起，听说过苏淼月，就不会没听说过陈宇。而且比起苏淼月，陈宇的神秘度更高。震撼的心情平复之后，几名校长议论纷纷，赞美之意溢于言表。陈宇，原来这就是苏振辉那家伙藏着的超级天才，果真天才，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啊！难怪苏振辉总是遮遮掩掩的，怕别人知道给他挖走。咱们江阳市多久没出过高考前满级的天才了？什么天才？那叫妖孽！别说江阳市，放眼全国，能有几个新手职业者在高考前达到满级？确实，全国都没几个。这种妖孽天才，就算2京6都和帝国、中枢京都也很难培养得出来吧？老江，听说你以前对这陈宇还挺不错的，以前咱们小聚你都提起过这陈宇，说是你的得意门生。我说江老狗，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这种天才怎么就出自你的门下？上天不公啊！我当校长30年，别说高考前满级的天才，就连隐藏职业者我都没碰上过一个。江老狗倒好，今年全给他撞上了。2、3、4中的3名校长妒火冲天，用吃人的眼神看着江天明。这一次没人恭维江天明的教学水平了，大家共事这么多年，谁什么水平大家能不知道？虽说花花教子人抬人，但也分情况。高考前50级的种植师，那明显是人家自己的天资，跟你江校长有屁关系？说句不好听的，校长这位置拴条狗上去都不影响人家一飞冲天。这种妖孽天才出在一中也就罢了，关键是还和江天明关系匪浅。陈宇功成名就之后，江天明的名字也必然经常被人提起，至少要被安上一个慧眼识才之类的名号。
哈哈哈，不必如此，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想必诸位今后也会有如此际遇。江天明的老脸都笑开了花，心中也在感叹，自己当初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学生争气啊！这一届高考之后，他江天明在整个云川省乃至周边大省的教育系统都是光鲜亮丽的面子人了。又过了1个多小时，校门口不再有人进入。上午10点整，江阳一中的校门关闭。高考的考场并不在江阳市，而是在云川省的省府九峰市。腾龙帝国的所有身份考场都设置在省府城市。眼见时间已至，主席台上的江天明拿着话筒站起身：“各位同学，学校已经架设好了传送阵法，传送阵法会直接把你们传送到考场之中。鼓励的话，相信不用我再多说。最后，祝各位同学金榜题名。”传送开始。操场上，陈宇和苏淼月对于周围的目光选择视而不见。苏淼月早就习惯了周围之人的关注，而陈宇则是从来没有在意过。怎么样，有把握考上腾龙大学吗？陈宇笑着对苏淼月问道。苏淼月神色自信：“当然。那么，加油了，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加油。操场的地面和空中亮起一道道繁复的纹路，紧接着一道白光闪过，操场上的所有学生都消失不见。第一次乘坐传送阵，陈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稍微失重了一下，便重新脚踏实地。考场是一个巨大空旷的封闭广场，上方还有一道透明琉璃罩顶。广场上大约有1000人左右。陈宇环顾四周，发现苏淼月和李薇都不在，应该是被分配到了别的考场。不一会儿，广场上响起一道庄严肃穆的声音：“现在开始宣读考试规则，请各位考生保持安静。”声音一出，原本喧闹的考场瞬间安静下来。在来之前，各个学校就专门进行过高考常识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务必遵守考试规则。考场之中规则极度严格，稍有违反便会被取消考试资格。几秒钟之后，声音再次响起：“本次考试会按照职业类别划分考试内容，各类生活职业、各类战斗职业将面临不同的考试场景。本次考试禁止穿戴自有装备，考场会按职业发放制式基础装备。本次考试将在特殊副本中进行，期间禁止使用任何消耗品。本次考试将会封禁考生的物品栏，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空间装备进入考场，违规者将取消考试资格，并按情节进行行政处罚。现在，请各位考生排队领取考试装备，并保存个人物品。”广场中升起一座大厅，其中的相关工作人员严阵以待。考生们纷纷进入大厅，领取制式装备，并将个人物品寄存。陈宇不喜欢将私人物品交给他人保存，早就将自己的东西扔进了无上圣土。当所有人换装完毕之后，大厅从广场上消失，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副本传送门开启，现在考试开始。”广场中一道巨型蓝色传送门出现，考生们默不作声，纷纷走进蓝色副本传送门之中。陈宇也跟随在人群之中走进了副本传送门，紧接着便出现在了一片极为空旷的土地上。提示：因副本特性，你的物品栏已被封禁。天道提示响起，陈宇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物品栏，发现果然已经无法使用。片刻后，一道机械声响起：“请考生注意，第一关考试即将开始。考试内容：10级普通怪物，哥布林战士星号1。5、4、3、2、1、0。”倒计时归零的刹那间，距离陈宇大约10米左右的地点，出现了一只拿着锈蚀短剑的哥布林。哥布林战士吼叫着，向着陈宇冲了过来。什么玩意儿？陈宇连植物都没有召唤，不慌不忙地走上前，一脚踢了上去。哥布林战士顿时爆成一堆碎片，消失不见。他虽然没有加过力量和敏捷，不过单是传说级根本法提供了2000点全属性，10级小怪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程度的伤害。实际上，这第一关根本就是白给。考场提供的制式装备就加了50点全属性，就算是个弱智来了，都能吊锤10级小怪。制式装备存在的意义，应该是最大程度弥补考生之间家世的巨大差异。战斗意识比较强的考生，就算等级不高，也能凭借这套装备考出不错的成绩。第一关考试结束，总计用时12秒，评价良好。你有10分钟休息时间，也可以立即开启下一关考试。注：休息时间不累计，直接开启下一关吧。陈宇说道。好家伙，这高考也太人性化了吧！打一只10级的水货哥布林，还给10分钟休息时间。不过，这真的不是浪费时间吗？第二关即将开始，考试内容：10级哥布林战士星号5。倒计时结束，5只哥布林战士出现在陈宇前方。陈宇随手召唤出一只食人花妖，交给你了。食人花妖看见哥布林战士，十分开心地冲了上去。他的背后长出5根花茎，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出5朵巨大的食人花。5个哥布林战士还没动，就被一口吞掉。可是下一秒，食人花妖就露出疑惑的神情。明明吃掉了5个怪物，但却感觉到闭合的花苞之中空空如也。他忍不住将一朵食人花张开，放在面前仔细查看。花瓣中布满了尖锐的锯齿和腐蚀性液体，只不过食物却不见了踪影。食人花妖一脸懵逼，向陈宇传递出疑问的情绪。陈宇拍了拍他的脑袋，以示安抚，没有多说。这种事也无法向头脑简单的植物生命解释。其实，陈宇刚才便注意到，这座特殊副本中的怪物和普通怪物不一样。普通怪物死后，尸体如果不拾取，会在一定时间后刷新掉。但他刚才踢碎的哥布林战士直接就没有留下尸体，甚至连最近本的击杀提示都没有。或许这个副本中的怪物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一段数据或者说有实体的幻想。第二关考试结束，用时5秒，评价优秀。你有10分钟时间休息，或者直接开始第3关。开始第3关，陈宇做出选择。第二关即将开始，考试内容：15级野狼星号2。嗷呜！随着一声吼叫，
陈宇面前出现了2条壮硕的野狼，可以看得出来，从第3关开始就已经不是送分题了。野狼可不是哥布林那种水货属性，15级野狼基础属性都在40点左右，一些10级、11级的职业者，就算穿着制式装备，也有可能遭受到一定的伤害，实战能力差的直接被淘汰都有可能。不过对于陈宇而言，这个第3关依旧没什么意思。食人花妖或许是受到刚才食物失踪事件的影响，他犹豫了一下，没有直接上嘴，而是伸手将2个野狼抓住，近距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生命气息，发现这真是2只活着的怪物之后，才展开花瓣将它们吃了进去。不过他的谨慎是徒劳的，野狼死亡之后和哥布林一样消失掉了，他什么都没吃到。食人花妖歪着头看着陈宇，一脸疑惑。算了，你回去歇着吧。陈宇将食人花妖收回，又召唤了几只荆棘藤妖以及一只百合妖灵。百合妖灵跪坐在地上，面前开出一朵巨大的百合花。陈宇走上去，睡在洁白柔软的花瓣上，脑袋枕着百合妖灵的膝盖，幽香的气味令他心旷神怡。第3关考试结束，用时21秒，评价优秀。你有10分钟时间休息，或者直接开始第4关。不用再向我确认了，关卡结束之后直接开启下一关。陈宇不耐烦地说道。是否确认放弃所有休息时间，不间断闯关？确认。第4关开始，考试内容15级野狼星号5匹野狼刚刷新出来，便被10多根藤条瞬间当头砸下，连嚎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就被抽打成了碎片。怪物根本没有丝毫难度，陈宇索性闭上眼睛小憩，等待考试结束。九峰市作为云川省的省府，繁华至极，在江阳市算得上高手的3转4转职业者，大街上随处可见，甚至稀少的高级生活职业者都有不少。九峰市城西的位置有着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占地面积极广。这座建筑平时并不开放，只有在1年1度的高考之时才会运行其职能。就连考场内的工作人员都是专门从事这一行业，并非临时抽调。可想而知，腾龙帝国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考场指挥中心4周的墙壁都是由显示屏组成，屏幕上显示着一排排的考生信息以及当前排名。中间的一排坐席上，一名蓝衣中年与一名黑袍人高居首席，两人身边则是云川省政要以及职业者协会高层。此时，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只因为中间这2位是坐镇本次高考的竞技强者。蓝衣中年人出生云川省，是本次高考的主考官；黑袍人则来自帝国中枢京都，是本次高考的总监察官。主持高考的同时，2人也负责震慑宵小。以往的情况下，主考官和总监察官虽然分别来自中枢和地方，但毕竟有了同僚情谊，关系会处得很不错。但这一次不同寻常，2人都有家中重视的小辈在云川省参考，而且其中还有1人是从京都那边临时转学过来的。说白了，就是觊觎云川省的特招名额。主考官作为云川出生的竞技强者，自然对其没什么好感。显示着排名的屏幕上，无数名字飞速变动着，但有2个名字却一直高居榜首。第1名，考生序号00128，目前考试进度第12关，前11关总时长115秒。第2名，考生序号13987，目前考试进度第12关，前11关总时长127秒。又过了1分钟时间，排名第1的考生已经闯到了第15关，而排名第2的考生还在第14关。见到这一幕，蓝衣中年人唇角微翘。现在看来，烈焰王座阁下那一道禁咒算了白放了呢。语气之中不无嘲讽之意。呵呵，考试才开始多久？霜寒领主阁下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黑袍之下传出一个冷冰冰的女声，而且女声从冷淡变为恼怒。我早就说过，我没有在你们云川省放过禁咒。没放过？蓝衣中年冷笑。腾龙帝国一共才几个火系禁咒法师，你没放过，是谁放的？坐镇战场的红颜领主，还是远在海外的天花领主，或者在离谱点正在开发秘境的烈阳尊者？哦，对了，咱们腾龙帝国的当朝大帝似乎也会使用末日审判来着。我估摸着，是不是大帝最近闲得发慌，来咱们云川省研究一下技能？黑袍人顿时语塞，只能冷冰冰地抛下一句：我说不是我，就不是我。我堂堂8阶职业者，不至于撒这种谎。行，蓝衣中年沈然，你说不是你，那就不是你行了吧？反正做都做了，你家小辈也来都来了，再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就看看你家那个小辈能不能为你争下这口气了。那就看着吧。黑袍人冷然道。2人停止交谈，继续看向屏幕上的排名。前几关偶然性很强，怪物弱小，有点实力的职业者都能秒杀，但到了10关之后，排名就会相对稳定下来，特别是排行榜前列的排名。然而不长的时间之后，却有2个名字如同坐火箭般的直冲而上，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分别占据了第1和第22个名次。之前的第1和第2直接被挤到了第3和第4。第1名，考生序号36589，目前考试进度30关全部完成，总时长205秒。第2名，考生序号36329，目前考试进度18关，前17关总时长292秒。这2人又是谁？身着黑袍的烈焰王座惊奇道：205秒打完30关，你们云川有这种怪物？你早说的话，我还来云川干嘛？我也不知道啊。霜寒领主一脸无辜，我要知道有这种人，我早就把我家那孩子带到外省去了。第10关以后，关卡难度攀升很快，为的就是对考生进行筛选分流，即便是天才，阻力也会越来越大，用时越来越长。205秒打完全部30关，着实把2位竞技强者都小小的震撼了一把。还有这个第2名，比你们家那小姑娘可厉害多了。烈焰王座面色古怪，看来你们云川省今年是卧虎藏龙啊。
此时第3名，也就是霜寒领主家的小贝才打到第17关，前16关总用时已经超过了300秒，而第4名烈焰王座家的小贝16关都还没有打完，不应该啊！霜寒领主一脸疑惑，以这2个考生的成绩，早就应该排名前2位了，怎么现在才爬上榜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霜寒领主将排行前2名的通关记录打开，首先是第1名，第1关用时12秒，评价只有良好；第2关5秒，评价优秀；第3关也是优秀；第5关以后才是完美。原来如此，前面几个关卡的评价拉低了综合评分。不过，综合评分只在考试过程中影响实时排名，方便我们观看，并不影响最终成绩。全部通关之后，只会记为基础关卡满分，所以排名会自动涨上来。等等，霜寒领主发现，这名考生除了前几关用时比较长之外，后面的关卡用时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他能理解是怎么回事？大概也就是怪物刷新后确定位置，然后过去将怪物秒杀。但是能理解不代表能接受。要知道，第30关的考核内容可是5至30级的精英怪啊！就算放在京都考场，那些怪胎妖孽也是要费一番手脚才能解决掉的。而这个3689号考生居然能够秒杀，也就是说，在他的手中，5至30级的精英怪和1至10多级的普通怪没什么区别。还有这个第2名，霜寒领主点开36329号考生的通关过程，发现也就前2关多用了一点时间，后面开始突飞猛进。只不过这人还算在常理之内，不像第1名那么离谱。这个第1名应该要开始打积分关卡了吧？把他的实时数据调出来。霜寒领主对旁边的助手说道：“是，大人。”穿着考官制服的助手赶紧吩咐下面的员工进行操作。考场中，陈宇刚刚休息了2分多钟，便听见提示音响起：“你已完成全部30个基础关卡，你可以选择考试完结，退出考场，也可以选择开启无尽模式。在无尽模式中，怪物会不断刷新，并且根据你击杀的怪物数获得相应的积分。无尽模式中获得的积分会作为高考排名赛的初始分数。无尽模式开始之前，你有10分钟休息时间。注：排名赛中的最终分数可以在排名赛结束之后兑换为各类资源，也可以在高校系统确认录取之后转化为高校内部积分，用于高校内部消费。注：腾龙帝国教育部留言：我不鼓励有能力的考生全力挑战无尽模式。那就开始吧。陈宇选择直接开启无尽模式。按照公告上的意思，这个无尽模式就是用来给强力考生薅羊毛的，算是奖励关卡，不打白不打。基础关卡之中，每一关都有考试内容的提示，并且还有倒计时，让考生做好准备。无尽模式却没有任何提示。在陈宇选择开始之后，怪物立即就刷新了出来，或者说投放。陈宇清晰地看到一个半透明的传送门在距离他不远处的地方开启，随后10只装备精良的哥布林战士从中走了出来。对于哥布林，陈宇还是比较熟悉的。从外形看，这10只哥布林战士的等级应该在30到35级之间，不够看。陈宇摇了摇头。荆棘藤妖们发现敌人出现，立即冲了过去，数十条藤鞭抽打下去，10个哥布林战士瞬间变成了肉泥。击杀30级哥布林战士，经验值加30，由于等级限制，经验值自动存入经验池。击杀31级哥布林战士，经验值加31，由于等级限制，经验值自动存入经验池。天道提示传入陈宇脑海，证明这批哥布林是真实的怪物，不是特殊副本自动生成的幻象。真实的怪物在短时间内是会有尸体遗留的。于是荆棘藤妖们开始痛快地享用美食。击杀哥布林战士，星号10，高考积分加1。副本提示音也随之响起。陈宇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数字1，想必这就是无尽模式之中考生获得积分的记录。刚才开启的透明传送门，在哥布林战士走出之后并没有关闭。大约30秒之后，又有10只哥布林战士从中走了出来。荆棘藤妖们顿时双眼发光。这些哥布林战士还没离开传送门多远，便被数十根藤条卷走。一些被复数荆棘藤妖的藤蔓同时缠住的哥布林，下场就有些凄惨了。荆棘藤妖们互不让步，直接将其撕成了几段，各自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不过荆棘藤妖们很快就不会继续争抢了，因为传送门之中连续不断的冲出哥布林战士。一开始每一批出现10个，10批哥布林战士都被迅速灭杀之后，变成了每一批20个。出怪速度已经超越了荆棘藤妖们的吸食速度。围在传送门旁边的荆棘藤妖们身边很快堆积了大量的怪物尸体，根本就吃不完。见状，陈宇再次释放了上百个植物生命。抢食小能手食人花妖出场，无数花精冲天起，瞬间开出遮天蔽日的食人花海。这下传送门出怪的速度又不够了，一批哥布林刚出现就被抢食一空。荆棘藤妖们感受到了威胁，进食速度都快了不少。陈宇好整以暇地坐在一旁，怀中抱着一只身材娇小的百合妖灵，兴致勃勃地观看藤条和食人花抢食。20多个百合花妖围坐在陈宇身边，陪着他一起看。有一只食人花妖的表现十分亮眼，他根本不和其他同僚争夺已经出现的哥布林战士，而是悄悄张开几朵食人花对在传送门上。不一会儿，花朵鼓了起来，食人花妖便将这朵花收回，然后换上另一批，直到所有花朵都塞满，才心满意足地退出包围圈。这操作让陈宇感觉有些眼熟，似乎曾经在真实副本中一些机智的食人花也是这么干的。那些比较聪明次次都能吃饱的史诗级，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进化到了传说级。受到先行者的启发，其余食人花妖纷纷效仿。出怪的传送门被一朵朵食人花里3层外3层围得严严实实。荆棘藤妖们傻眼，他们没这种本事，只能退回来和百合花妖们排坐。直到出怪速度越来越快，超过了食人花妖的消化速度，荆棘藤妖才有机会再次上场。副本之中没有时间提示，也不知过了多久，击杀提示才停止。
传送门旁边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植物生命，总数上千。这些都是因为出怪速度越来越快，后面才放出来的。陈宇抬了抬眼皮，积分记录已经变成了5000，说明这段时间之内，他的植物生命们已经堵门击杀了5万个哥布林战士。又等了一会儿，不见怪物刷新，陈宇吩咐植物生命们退开，自己走上前查看。此时，那一道透明的传送门还在，但已经没有哥布林战士从中涌出来了。这就结束了？陈宇心中有些疑惑，应该不会吧？基础关卡的最后一关，怪物可是35级的精英怪，没道理无尽模式中反而只有一些低质量的小怪。云川省考场高考指挥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关卡强度不断提升，屏幕墙上不断有考生的名字亮度变暗，这代表着这名考生已经被淘汰出局，结束了本次高考之旅。他们的成绩已经定下，只等考试结束时进行最终的宣判。不过，作为主考官与总监察官的2位竞技强者，此时却已经忘记了关注本届考生的大致情况。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排行榜的第1位。数据栏的最右侧有着一个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代表着这名考生在无尽模式中获取的积分。2位竞技强者眼睁睁看着红色数字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上涨，从最开始的1，直到变成现在的5000。突然，穿着考官制服的助手进入大厅，走到双寒领主身边，小声说道：“主考官大人，考场出了一点小状况。”“什么情况？说吧。”双寒领主淡淡的问道。“为战斗型职业准备的无尽模式初级怪物哥布林战士不够用了。”助手小心翼翼的说道。“用光了。”双寒领主眉头一皱，不过就赶紧补充，不能对顶尖天才的高考成绩造成影响，特别是排名第1那位。高考特殊副本可以制造实体幻象，但无尽模式中必须使用真实怪物，这是硬性规定。腾龙帝国对于高考的准备向来都十分充分，极少出现疏漏。怪物不够用这种低级错误不应该出现在高考的考场上。其实怪物不够，正是因为现在排名第1的那位。助手苦笑着说道。大人，您应该知道高考中无尽模式的规则。无尽模式是按照时间划分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固定。前2个阶段的主要意义是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需要考生在周围存在大量怪物的情况下保全自身，并且做出有效反击。无尽模式前2个阶段的怪物每隔30秒固定出1波，前10波每波10只，11波到20波每波20只，以此类推，直到怪物数量达到场景上限，就算怪物被击杀也会重新补满。对，这个我知道。双寒领主点了点头。虽然主考官的职责大部分在镇守与威慑，而不是负责高考具体琐事，但一些高考制度他还是有所了解的。问题就出在机制上，而且这是以往从未遇见的情况。助手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除了固定时间出怪之外，无尽模式还有一个隐藏机制，在一定时间后，场景中的怪物数量如果低于场景上限的 80%， 那么波次间隔会逐渐缩短，每波的怪物数量会增大，直到补满场景上限的 80% 为止。也就是说，考生消灭怪物的速度越快，出怪也就越快，而且出怪速度是没有上限的，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快。根据我们的观察，排名第1那位考生的考场中从头到尾都没法发生过怪物堆积的现象，所以考场准备的怪物被他一个人给刷光了是吧？我知道了。双寒领主点了点头。第1关的哥布林战士每10头算1点高考积分。大屏幕上第1名考生积分栏中，那红艳艳的数字5000标志着已经有5万只哥布林战士丧命在他手中。无尽模式第1阶段怪物是30级左右的哥布林战士，每个场景的数量上限为500头。按照正常出怪速度，就算是满级50级专注范围伤害的隐藏职业考生，也无法短时间内将怪物消灭干净。用不了多久，怪物就会达到数量上限。捕捉和关押怪物也是需要成本的。高考之中能够打进无尽模式的天才本身就不多，怪物自然也不会大批量的准备。按照以往高考的经验，5万头哥布林战士已经是无尽模式需求总数量的5倍以上了。这次事件还真不能怪考场方面准备不充分，只能说排名第1那位考生太过变态。可惜淘汰赛的副本无法观察，不然真想亲眼看看。双寒领主不无遗憾地想到。主考官阁下，烈焰王座起身走了过来，皱眉说道：“这个第1名的考生该不会是用什么方法作弊了吧？是否应该对其进行查验？”这话一出，双寒领主顿时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向烈焰王座。“你什么意思啊？”烈焰王座怒道。双寒领主深吸了一口气，淡淡的问道：“阁下认为他是用什么方法作弊？会不会使用了一次性消耗品？”烈焰王座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闻言，双寒领主摇了摇头：“阁下来参加高考的主持工作之前，一点相关内容都没有了解过吗？且不说开始考试之前已经进行过携带物品检测，就算他躲过检测，将消耗品带进考试副本也是无法使用的。第一，考试副本中物品栏会被封禁，别说是考生，就算你我进入其中也无法例外，这是副本规则。第二，副本之中设置了十分敏感的检测报警系统，一旦有人使用消耗品，哪怕只是一滴药水，也会触发警报，直接将使用者踢出副本。那会不会是有人替考？”烈焰王座说道：“我听说一些新手职业者会故意停留在50级不转职。”闻言，双寒领主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片刻之后，烈焰王座略微思考，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十分愚蠢。考生的身份都是经过严格核验的，如果高考都能有人替考，最大的可能是腾龙帝国教育系统内部出现了蛀虫，而且身居高位。就算教育系统高层腐败了，进行这种操作也必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发现，不可能弄出这么大动静。况且这种战绩连京都的天骄都不可能打出来，又岂是一个终生不转职的废物新手能打出来的？可嗨，事已至此，不妨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吧。烈焰王座尴尬的咳嗽了几声，开始转移话题。
按照高考制度来说，在第一阶段时间结束之前，考场是应该持续为他提供怪物的。不过，按照他杀怪的速度，补充怪物也意义不大。很明显，他是在赌门刷怪，出多少就能刷多少。的确，霜寒领主点了点头，先将他的第一阶段结束掉吧。可是分数怎么算？烈焰领主问道。第一阶段的时间才过去一半多一点，无尽模式中怪物应该是源源不断，每一只怪物都代表着考生可获得的积分。现在的情况是，考生有能力继续获取积分，而考场方面却无法继续提供怪物。霜寒领主思索片刻之后说道：根据腾龙帝国职业者高校升学考试执行办法补充条例，考生在无尽模式关卡中，由于考场的疏漏对考生造成收益损失，可给予该考生100-5000高考积分补偿，具体补偿额度由考试现场相关人员进行议定。针对现在的情况，我提议为该考生增加5000点高考积分，作为考场无法继续提供怪物的补偿。各位意下如何？复议。烈焰王座首先举起右手。复议。我也复议。在场的其他考官和监察官也纷纷选择同意。那么现在我宣布对36589号考生的考试进程进行人为干涉，结束其无尽模式第一阶段。书记官做好相关记录，将原因写清楚，归档时附上高考指挥中心的现场录像以及副本信息的记录资料。执行官去进行相关操作吧。遵命。是。主考官阁下。书记官和执行官开始各自的行动。烈焰王座突然将罩在头上的兜帽摘下，露出星眉剑目的英气女子面容。她唇角含笑，右手捏着下巴，说道：按照无尽模式关卡的出怪机制，一半的时间就打出5000点积分的成绩，后半段无论如何都会高于5000积分。因为传送门本身的效率限制，这个数字应该在8000-9000左右。我说的没错吧？没错。霜寒领主说道。不过按照条例，5000积分已经是顶格补偿了。我记得高考规则中还有这样一条吧？烈焰王座笑道。8阶及以上的主考官或监察官，如果认可某考生的表现，可以用私人身份对其进行不超过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嘉奖积分不计入高考排名赛基础成绩，但在高考后兑换资源时与正常高考积分等效。另外，嘉奖者需要向教育系统提供嘉奖积分的等价资源。我决定对其进行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是有这么回事？霜寒领主脸色怪异。不过，你确定要这样？这个规则是给机会让强者投资自己看好的新人。无尽模式积分可以计入排名赛作为基础成绩，在高考之后还可以兑换资源。嘉奖积分则不计入考试排名，只能用来兑换资源。不过，这个积分是嘉奖者用资源兑换来的，和直接送资源相比，还多了腾龙帝国教育系统这个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一般来说不会有竞技强者兑换嘉奖积分，即使兑换也是几十几百，直接兑换满额5000的可谓少之又少。大额度嘉奖除了被赚差价之外，还有很大的风险。考官在考试中是无法查看考生具体信息的。2名竞技强者能知道自家后辈的考号，都是因为事先询问考生本人，这就导致了你投资的那个人很有可能是别人培养出来的天才。如此一来，这一笔投资就算是打水漂了，只能算是结个善缘。资源倒是小事，最大问题是会在同级之中丢了面子，并且还会让别人家的天才大出风头。比如，如果烈焰王座把5000积分投资到了霜寒领主家的小辈身上，霜寒领主家的小辈必然名声大噪，烈焰王座本人反而会被人嘲笑家里没有人才，急不可耐。所以，霜寒领主并不是很理解烈焰王座的行为。这一届第1名考生的表现的确惊艳，但在竞技强者眼中，实际上也就那样。竞技强者见多识广，站在职业者社会的最顶端，什么天才没见过？高考年年有，精彩绝艳的新人也时常出现。但是这些天才之中，又有几个最终能成为竞技强者？迅速通关基础关卡，赌门刷无尽模式第1关，虽然罕见，但也并不是绝无仅有。高伤害天赋配合高续航职业，或者高伤害职业配上高续航天赋，就能完美复制现在排名第1这位考生的成绩。除了一般的战斗职业之外，御兽师、御灵师、种植师、召唤师、亡灵法师之类依靠附庸单位战斗的职业，如果获得了高品质的召唤物，也是能做到的。况且能做到这一步的新手职业者，说背后没有势力培养，谁信呢？我确定对其进行5000积分嘉奖，帮我发通告吧。烈焰王座说道。霜寒领主见烈焰王座意志坚决，只能同意。我宣布，本届高考云川省总监察官8阶职业者林秀和，尊号烈焰王座，对36589号考生进行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书记官，坐好，这个就不必详细记录了。执行官向考生以及外界发送通告。向考生发送通告是主要目的，是告诉这名考生有强者在关注你，在对你投资。向外界发送通告，则是为考生扬名，同时也告知其他强者，这人我看上了，你们不要来横插一脚。是，大人。遵命，主考官大人。额外嘉奖属于强者个人行为，不必报请考场表决同意。在嘉奖完成之后，烈焰王座才叹息了一声，对霜寒领主说道：别怪我没提醒你，如果你家那个小辈很重要的话，你最好也送点人情。高考可不止一轮，这一届云川省的状元榜眼基本上跟我们2家无关了。这人不管他是谁的人，具体有何种潜力，至少这一届高考排名赛，考生想要获得好成绩，得看他的脸色。当然，如果你喜欢自己在家培养人才，觉得腾龙大学没用，那无所谓了。正在盯着大屏幕的霜寒领主愣了一下，脸色微变，沉思了片刻之后，黑着脸开口道：我宣布，本届高考云川省主考官8阶职业者万江，尊号霜寒领主，对36589号考生进行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另外，赶紧准备新的一阶段怪物，在其他考生开始无尽模式之前，务必补足数量。考场中，陈宇默默地等待怪物刷新。
植物生命们瞪着传送门，口水直流。时间过去好几分钟，陈宇没有等到新的怪物出现，却等来了一道提示音：通告36589号考生，由于考场怪物数量不足，无尽模式第一阶段已提前结束，你的剩余时间结算已结算为5000点高考积分。原来高考也有出纰漏的时候啊！陈宇大为惊奇。不过好在有5000点高考积分补偿，也并不是很亏。通告36589号考生，云川省高考总监察官8阶职业者林秀和尊号烈焰王座，给予你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注意，额外嘉奖为本次考试中8阶及以上的考官或监察官对你在考试中精彩表现的肯定，属于个人行为。注意，嘉奖积分可以在高考后与高考积分合并使用，但不计入高考第2轮排名赛的基础成绩。2道通告之后，陈宇面前的积分数字变成了1万，正常积分数字的旁边还显示着嘉奖积分5000点。有强者注意到我了，这是对我的投资。陈宇瞬间想通了其中关节，而且这名强者还是高考总监察官，一位8阶职业者。5000积分的话，应该只是表明一个友好的态度，等我考完试，或许会派人过来招揽我。陈宇决定，如果不影响他夺取高考状元，自己可以先答应下来。至于那名竞技强者有没有可能剥削压榨，让他签订不平等合同之类的，他会怕吗？连深渊大魔神的羊毛他都敢薅，竞技强者算个蛋。如果对方对他不友好，大不了薅完羊毛就跑。对方敢不依不饶，他直接召唤6个小精灵跟他竞咒对轰，看看谁怕谁。然而没过多久，又是一道通告响起。通告36589号考生，云川省高考主考官8阶职业者万江，尊号双寒领主，给予你5000积分的额外嘉奖。这第2道通告就让陈宇十分疑惑了。如果积分额度有不同的话，可以解释为2名强者同时看好他，有争抢的意思。但积分额度一模一样，又是什么意思？同时表达看好的意思，让他出去之后自己选择。正在这时，提示音再次响起：无尽模式第1阶段已结束，你有30分钟休息时间，或者直接开始无尽模式第2阶段。直接开始第2阶段。听到提示音，陈宇不再思考嘉奖积分的问题，反正这些事情等他出去之后自会一目了然。现阶段还是考试重要。无尽模式第2阶段开始，传送门之中接连冲出10名身高2米多、绿皮獠牙、手持重型冷兵器的类人形怪物。兽人。陈宇立即想到了前世某游戏中的经典形象。这些兽人的全称应该叫做诺森德战士。陈宇在书本中看到过这种怪物的相关资料。诺森德也是一个怪物种族，与哥布林相似，都是绿皮。不过诺森德的战斗力根本不是哥布林那种水货能相提并论的。50级以下的小怪，正常属性成长是等级每增加1级，主要属性增加2点左右。哥布林的增长数值是 1.5 甚至1，而诺森德则是 2.5-3.5。当然，对于植物生命而言，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之前放出去的植物生命生吞了5万哥布林，个个都已经吃饱喝足。陈宇将他们收回无上圣土中，让他们慢慢消化，然后拉出了一批新的史诗级植物生命。这一次，除了荆棘藤妖、百合花妖、食人花妖之外，2株魔云藤也被召唤了出来。魔云藤，品阶史诗级，等级50，属性力量1650，敏捷1500，体质2100，精神650。技能扎根 LV10，距离LV10，延伸LV10，再生 LV10。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养，魔云藤已经成熟，并且进化到了史诗级。一株魔云藤从头到尾只有1根藤条，最粗的地方直径达到了1米多。整条魔云藤的长度至少在100米以上。4个技能中，再生不必解释，顾名思义。扎根是个状态技能，魔云藤处于扎根状态时，全属性会获得提升。距离也是状态技能，让魔云藤攻击时的力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延伸则是让魔云藤能够在瞬间暴涨，相当于本体10倍的长度。看属性和技能，其战斗力应该会比其他3种史诗级植物生命还要高一些。可惜附近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对手，可以让魔云藤练手。高战力的魔云藤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其智慧程度比较低。如果没有陈宇的指挥，他便只能照本能行事。比起会简单思考的类人形植物生命，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体型庞大的魔云藤出现，让10个诺森德战士愣了一下，随即再次吼叫着冲了上来。魔云藤也行动了，2根巨大的藤条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兽人战士中间。砰！土石飞溅，一道沉闷的爆鸣声响起，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大坑，10个兽人战士直接尸骨无存。陈宇看着魔云藤的表现，不禁点了点头。虽然有点大炮打蚊子的嫌疑，但这2个家伙的确是物理群攻的一把好手。面对大批量的敌人，清怪速度比荆棘藤妖快得多。有魔云藤堵门，基本上就没其他植物生命什么事了。诺森德战士刚出现，就会被砸成一地浆糊。3种类人形植物根本不用攻击，就能美美的享用食物。这种情况对于百合花妖十分有利，让他们能吃上一顿难得的饱饭。但对于食人花妖而言就不那么友善了，连一个囫囵的怪物都找不到。无尽模式的第2阶段，出怪机制明显遭到了修改。之前的第1轮到了后期，怪物像是潮水一样从传送门里涌出来，这一轮则是严格遵循30秒一波的限制，而且每一波的出怪数量到了50个就不再增长。前10波共100只，11-20波共200只，21-30波共300只，31-40波共400只，41-120波每波50只。算下来，无尽模式第2阶段持续时间为1小时，一共120波怪，总共数量5000只。诺森德战士的积分比哥布林要高1倍，每5只就算1积分，但由于数量稀少的缘故，总共只有1000积分的收益。陈宇严重怀疑高考官方给他放了海，不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怪物。实际上，陈宇猜对了。通告36589号考生，由于考场怪物数量不足，
你的无尽模式第二阶段出怪机制遭到修改，机制改动已结算为5000点高考积分。无尽模式第二阶段已结束，你有30分钟休息时间，或者直接开始无尽模式第三阶段。果然，又是怪物数量不足。陈宇看了一眼变成16000点的高考积分，说道：“直接开始吧。”传送门中再次出现怪物，这一次是10头5米多高、人立而起的巨大棕熊。吼！砰！一头棕熊发出一声怒吼，但吼声还没结束，便被魔云腾的巨大藤条砸碎。击杀50级精英暴熊，经验值加250，由于等级限制，经验值已自动存入经验池。击杀50级精英暴熊，经验值加250，由于等级限制，经验值已自动存入经验池。无尽模式第三阶段已结束，你有30分钟休息时间，或者直接开始无尽模式第四阶段。不是吧？这就结束了？陈宇看了看才上涨200点的高考积分，有些不敢相信。算下来，一只50级精英怪价值20积分，但这数量也太少了吧？而且这一次没有补偿提示，说明无尽模式第三阶段本来就只有这10只怪物。继续下一关，陈宇黑着脸说道。从第3关就能看得出，后面的关卡收益是铁定比不上前2关了。同一时间，苏淼月也完成了全部的基础关卡。第30关的难度有点高，他打完之后选择了休整半个小时才开启无尽模式。10只哥布林战士从传送门中走出，苏淼月毫不犹豫地开启秋水剑法冲了上去。他如同一位翩翩起舞的死神，长剑闪烁着寒光，不断收割着敌人的性命。短短20秒时间便将10只哥布林战士杀光。几秒钟之后，传送门中再次走出10只哥布林战士。苏淼月依旧是舞姿优雅，一剑一个。接下来的8波没有任何意外，都是30秒内全清。到了第11波，传送门中出现20只哥布林，这一次秋水剑法的清怪速度就有些跟不上。第12波怪物走出传送门时，场上还残余着4只上一波的怪物。苏淼月一咬牙，挥出一道剑气，接连穿透了好几只哥布林，然后再次用出秋水剑法近身收割。终于在第13波怪物出现之前，堪堪杀光场上的所有怪物。第13波的20只怪物，苏淼月没有再使用其他技能，而是单纯以秋水剑诀应对。秋水剑诀主打近身攻击，低消耗高伤害，但要求走位好。他的其他4个技能，一个是爆发性状态技能，一个是增加武器伤害的被动技能，另外2个则是剑仙职业基础自带的攻击性技能，一个是造成线性伤害的剑气斩，一个是对群的断水流。怪物不多的时候，使用这2个技能，消耗和收益根本不成正比。于是苏淼月不再追求每一波将怪物杀光，而是不断游走，尽量保存自身状态。场景中的哥布林战士越来越多，很快便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片。怪物越多，走位压力越大，一不小心被围住，说不定还得挂在这里，直接结束掉这一场考试。同样的场景发生在多个考试场地中，能打到无尽模式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但在天才的新手职业者也不敢和无穷无尽的怪物硬碰硬，只能在怪群边缘一处疾走，不时使用远程技能收割。高考积分也是一分一分的慢慢上涨。陈宇那种麻袋装钱的行为，目前还找不出第2个同款。高考指挥中心2名竞技强者和诸多考官、监察官看到情况回归正常，终于松了一口气。如果再出现怪物不够的情况，他们恐怕得被腾龙帝国教育系统总部问责，就连霜寒领主和烈焰王座都要丢尽脸面。无尽模式从第3阶段开始就从生存模式变成挑战模式，传送门中出现的不再大批量怪海，而是少数高质量怪物。关卡不限制时间，以击杀全部怪物为通关标准。对于一般考生而言，如果能够通过，获取的积分肯定会比前2个阶段要高。但对于陈宇而言，享受过前2个阶段海量怪物带来的高收益，第3阶段以后获取的积分只能算是聊胜于无。50级以下的怪物，不管任何种类都无法承受2条魔云腾的致命一击。没过多久，陈宇就从第3阶段一路暴杀到第10阶段。第10阶段便是无尽模式的最终关卡，怪物是一只60级的食人魔 BOSS， 其战力非常强悍，与2条史诗级魔云腾打得有来有回。如果对阵荆棘藤妖，恐怕能以1敌5。不过在陈宇看见魔云腾迟迟无法拿下 BOSS 的时候，便直接下令所有植物生命并肩子上，即使是60级 BOSS 也不可能经得住几百个50级史诗生物的毒打。百合花妖释放毒粉削弱，食人花妖喷吐酸液，荆棘藤妖毒刺齐射，攻击才刚刚开头 ，BOSS 就已经一命呜呼，后续的大部分远程伤害对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鞭尸。一轮攻击下来，强壮凶猛的食人魔 BOSS 连骨灰都找不到了。你已完成全部无尽模式关卡，正在结算总成绩。结算完毕，你的第1轮高考总成绩为基础模式30关加无尽模式积分18500点。你的物品栏将在退出副本后自动解禁。无尽模式怪物掉落物将自动存入你的物品栏，物品栏不足时将形成临时背包，请注意及时查收。提示音落下，一道白光照射在陈宇身上。下一刻，陈宇从副本场景中消失，回到了进入副本之前的广场上。此时，高考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些考生，正在谈论考试内容。完了，我只打到第6关，注定和大学无缘了。这次高考题目也太难了吧？可不是嘛，第8关居然有人族的射手怪，躲在后面放冷箭，直接给我射没了。只能说是你们实战能力不行，只要等级在10级以上，依靠考场发放的制式装备，打到第10关并不难。的确，前10关考验的根本不是你的技能和属性，而是实战应对能力，只要不是烂得太离谱，都能过。正在这时，一道白色光芒闪过，原地出现一名浑身装备破破烂烂的考生，虽然身形狼狈，却极度兴奋，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我闯到了25关，25关啊！他似乎恨不得与全世界一起分享他的喜悦之情。25关，太强了！旁边一些考生立即露出羡慕的表情。听说九峰大学去年的招录基础分数线是23关，没错，
我堂哥就是去年高考以23关的成绩考进九峰大学。照理说，大学每年的招录分数线应该都差不多，25关岂不是稳稳的考进九峰大学？九峰大学可是一流大学啊，毕业之后至少也是2转职业者吧，都能进入一个大工会或者公司，混个不错的岗位了。酸了，我酸了。考试副本中，由于考生们应对关卡的时间不同，中间还有休息时间，所以考生们的考试进度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大部分考生都已经考试完毕，还没有考完的，也都是在最后机关或者无尽模式之中奋战。又过了几分钟，一批考场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带领考生离开广场。成绩优异的考生会被邀请入考场宿舍休息，等待明天出最终排名。第一轮考试的前1000名将会获得参加高考排名赛的资格。当然，如果成绩不理想，认为自己不可能进入排名赛，也可以直接走人。反正离开高考副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成绩，只需要等待职业者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公布，然后报名就是了。陈宇跟随着一名工作人员进入了考场宿舍区。宿舍区是几座并排的酒店式大楼，外观并不华丽。陈宇的房间在第一栋大楼的最顶层，最顶层一共只有10个房间，房门上挂着考生的考号以及姓名。每个房间都是至少200多平米的大套房，内部设施十分齐全，甚至有阳台和露天泳池。很显然，考场宿舍并不是所有房间都有这种规格，考场也是看人下菜，只有在考试中表现优异、名列前茅的才能享受这种住宿待遇。陈宇进入房间休息了一会儿，便有服务人员为他送来极为精美的餐食。吃完晚餐，陈宇坐在沙发上休息，一只百合妖灵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充当香味剂。大约晚上10点钟左右，房间门被敲响，陈宇起身前去开门。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中年男子身着蓝衣，表情严肃；女子一袭黑袍，五官虽然精致，却略显硬朗，有点女生男相的意思。陈宇同学，你好，我是林秀禾。女子微微一笑，对陈宇说道：你好，我是万江。男子也笑了笑说道：林秀禾，万江。陈宇立即记起这2个名字，正是在考场上对他进行积分嘉奖的2名竞技强者。从离开考场开始，陈宇便等着这2人。他原本还以为这2人会让派人请他过去，没想到身为竞技强者居然会亲自登门。主考官大人，总监察官大人。陈宇恭敬地向2人行了一礼。不必多礼。林秀禾笑着说道：我和万江是以私人的身份过来见识一下咱们腾龙帝国的少年英才，怎么不请我们进去坐坐？是学生失礼了，2位前辈请进。陈宇让开身位。林秀禾和万江走入房间，2人各自身边还带着一名年轻人。林秀禾身边是一名气质有些阴郁的少年，他将头埋得很低，似乎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万江身边是一名活泼灵动的少女，瞪着杏眼，好奇地打量着陈宇。艾罗，来。万江将少女叫到陈宇面前，然后转头对陈宇说道：这是我家的一名小辈，也是这一届高考的考生。你好啊，大神，我叫林艾罗，和你一样也是培育师，不过我是预售师哦。少女巧笑嫣然，对陈宇伸出右手。你好，林同学。陈宇和少女握了握手。另一边，林秀禾身边的少年没有任何动作。林秀禾恨铁不成钢地踢了他一脚，然后将他拉到陈宇身边，为陈宇介绍：陈宇同学，这是我家后辈林法道，也是这一届的考生。你好，陈同学。少年畏畏缩缩地对陈宇伸出手。林同学，你好。陈宇笑着和他握了握手。这孩子似乎有点社恐的毛病。4人进屋坐定，陈宇为他们倒上茶水。2名竞技强者和陈宇一番寒暄，言语之中不吝夸赞之词，但对于积分嘉奖的事情以及目的却绝口不提。闲聊应付几句之后，陈宇心中差不多弄明白了他们的来意，那就是让陈宇在之后的第2轮高考中照顾一下他们这个2个后辈，至少碰见的时候手下留点情。考场中的积分嘉奖以及带着2名后辈过来认识的行为，意思已经很明显，这种事情不能明说。陈宇用一些暗示进行了回应，表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忙照看。2名竞技强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小坐了10多分钟，便带着自家后辈离开了。照顾林艾罗和林法道对陈宇而言只是小事，到时候随便派一个植物生命看着，就能让他们拿下一个不错的成绩。举手之劳，能卖2个竞技强者1个人情，何乐而不为？腾龙帝国中枢京都高考考场住宿区，一个房间内聚集着5名少年少女。一名气质儒雅的少年坐在沙发上摆弄着茶具，他的动作优雅而流畅，不一会儿便沏好了一壶茶，分装到5个茶碗之中。茶水清冽，浓香四溢。都来喝茶。少年将茶杯推到茶几上的5个方位，笑着招呼道：七，我说李浩，你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吗？怎么就学着那些老头子开始喝茶了？一名坐在落地窗台上少女嘲笑道。少女身材火辣，穿着小背心超短裤，翘着2郎腿，一手捏着一罐啤酒，一手夹着一支香烟。其实我也挺喜欢喝茶的，这和年龄无关。和李浩同样坐在沙发的丸子头少女端起茶杯吸了一口，露出享受的表情。不得不说，李日天别的不行，泡茶的手艺还挺不错。李浩脸色一黑，元宵，你能正常叫我名字吗？嘻嘻，对不起哦，不行。丸子头少女嬉皮笑脸的拿过茶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各位，先别闹了。关于明天的高考排名赛，我有一个提议。一名古装少年靠在门边的墙上，神色严肃，缓缓开口。刘皇，你是想说我们几个联盟，然后以我们为中心，对于其他地方的强势天才拉一批打一批，在高考中收获最大利益，我说的没错吧？一名梳着2条麻花辫，戴着眼镜，气质文雅的少女突然抬起头说道。没错。古装少年刘皇点头。听说今年有好几个省份都有超级天才冒头，对我们威胁很大。嘿嘿，说起这个，
我倒是听说了一个消息。丸子头少女元宵捧着茶杯，笑嘻嘻地说道：“听说灵法道那个小废物润过去的云川省出了一条粗大腿。”粗大腿？坐在窗台上的不良少女顿时来了兴趣，眯起眼睛，有多粗？我倒是想见识见识。很粗。元宵继续地说道：“你们都知道灵法道那家火润过去碰到铁板了吧？”知道。不良少女点了点头。云川那边的竞技强者，霜寒领主家的人吗？好像叫林爱罗，比小废物厉害多了。我说的可不是林爱罗。元宵皱了皱鼻子，林爱罗再厉害，估计也就 0.8 个李日天的战斗力，能称得上什么大腿？人家大腿的战斗力，少说也在5个李日天之上。5个李浩这么强？不良少女惊讶，竟然能比肩5个李浩，确实厉害。眼睛少女一脸严肃的点了点头。李浩，我不是开玩笑的。元宵一脸认真的说道：“我刚刚出考场的时候，云川那边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烈焰王座和霜寒领主居然同时对同一名考生进行了最高额度的额外嘉奖。那2位自身都有后备参考，还是在同一考场，这意味着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意味着那位考生的实力远远超过林爱罗和灵法道，甚至能够带着那2个拖油瓶在高考中拿到好名次。”眼镜少女说道：“也就是说，那人是冲着状元的位置来的，所以要联盟吗？”古装少年刘皇再次严肃地提议道：“我们身在京都，名声在外，目标很大，如果分散开来，很容易被人针对。要联盟，你们联盟吧，我就算了。”不良少女不屑说道：“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说罢，不良少女直接站起身离开了房间。你们呢？刘皇看向其余3人，我觉得可行。眼镜少女点头，我也觉得可行。元宵也说道。那么，刘皇看向正在倒茶的李浩，我的话，他也行。元宵直接掐住李浩的脸颊，往外拉长，用威胁的眼神看着他说道：“是不是啊？”日天，是，别掐了，疼。李浩一脸苦笑的点了点头。需要商议一下计划吗？眼镜少女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问道。暂时不需要。刘皇摇了摇头，今天只用确定联盟意向，高考排名赛副本的情况尚不明确，需要进入副本之后再做打算。可以。李浩站起身说道：“如果没其他事的话，就明天见吧。”说罢，迈开脚步，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喂，你跑什么？你等等我呀！元宵喝了一口茶，抬起头发现李浩已经走到了门口，连忙起身追了过去。次日清晨，云川省九峰市高考考场，第1轮高考在昨天结束，今天是放榜的日子。偌大的考场建筑外围挤满了围观人群，其中不乏一些中小势力的猎头。排名前1000的考生将会参加第2轮高考，但1000名之后的考生将会离开考场。凡是第2天才离开考场的，都是排名接近前1000的存在，天赋实力俱佳，至少都能考上一流大学。这些人就是中小势力猎头们的目标人群，毕业就是2转，今后有机会晋升3转、4转，足以成为中小势力的中坚力量了。早晨8点整，榜单正式公布。高考场馆前方的大屏幕上，字幕滚动，如同流水一般拉出一排排考生名单。无论是考试还是比赛，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第1名。大部分人第一时间将目光聚焦在榜首。第1名，考生姓名陈宇，考号36589，籍贯云川省江阳市。考试成绩：基础关卡30关加无尽积分18500分加嘉奖积分1万，烈焰王座5000加霜寒领主5000。几乎是瞬间，榜首的成绩就在人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次的榜首有点厉害啊，居然在无尽模式里打出了1850分的高分，也就去年的榜首能比一比，往届榜首都只有1000分出头的水平呢。瞎了你的狗眼，那是1850分，那他妈明明就是18500，18500，等等我没看错吧？卧槽，真的是18500！龟龟，这是什么妖怪？状元之姿啊！不可能，绝不可能，不会是作弊了吧？做你 M 的麻痹，你他妈高考做个弊给我看看！现在都降临纪元了，你以为是传说中的旧时代呢？还高考作弊？不会吧？不会真有人以为高考能作弊吧？各位，或许18500分的分数有点夸张，但这并不是我们腾龙帝国历史上的高考第1轮最高分。历史记录中的最高分是73600分，保持者是当今的9届奥义强者罗天星君。虽然当时的无尽模式规则和现在不一样，但难度毫无疑问比现在更高。现行规则下的高考无尽模式最高分是32600分，保持者是当今竞技强者风雪王座。我去，你不科普还好，越科普越夸张，这特么都能和竞技强者相比了。你别说，这陈宇还真的被竞技强者看好，坐镇高考的2位竞技强者都给出了最高规格的嘉奖，那岂不是说今年的榜首有希望成为竞技强者？竞技强者不好说，但7阶强者绝对有很大可能。今年的榜2也不赖啊，居然打出了1600多分。咦，怎么还是江阳市的？这江阳市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江阳市我知道，就是个小城，这2年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人杰地灵起来了呢。你们看，第7名那个李卫也是江阳市的，我记得去年的榜首也是江阳市的吧？我儿子明年高考，我要不要把他送去江阳市沾沾仙气？说不定明年也能混个榜首回来。早点洗洗睡，你儿子在梦里给你拿个榜首回来。江阳市江阳一中，江天明正坐在办公室中，目不转睛地盯着高考放榜直播。陈宇的大名出现在榜首，他的心脏便开始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当确定榜上的陈宇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时，他恨不得仰天大笑出门去，把整个学校都拉满喜庆的横幅。连续2届省状元出自他的门下，对于一个小城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便是至高的荣耀。等等，这18500分，2名竞技强者嘉奖合计1万积分，我的天！注意到陈宇的具体成绩，江天明内心无比震撼，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叮铃铃，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江天明深吸一口气，将电话接通。电话中传来二中校长羡慕嫉妒恨的声音：“老江，恭喜恭喜啊！你们一中又出了一个状元，而且这个比上一个还要离谱啊！”江天明愣了愣，随即发出一阵畅快的大笑声：“哈哈哈哈！同喜，同喜！陈宇出自咱们江阳市，可是为我们江阳市狠狠地长了一次脸呐！”“没错，没错。”哈哈哈哈！二中校长也同时笑了起来。的确，在江阳市内部，陈宇是一中的人，但在整个云川省乃至腾龙帝国，陈宇就是他们江阳市的人。九峰市高考考场中，高考第一轮放榜在外界引起的热潮，对于前1000名的考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今天便要开始高考第2轮的排名赛。高考排名赛会将全国所有考生统一放进一个超大型副本，考生将在副本中自由探索，获取高考积分。排名赛考验的不再是考生单打独斗的能力，而是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这个各方面涵盖了考生的智商、情商、社会经验，甚至家世、运气等诸多因素。家世好的考生很容易在身边拉起大批附庸，帮助自己获取积分；运气好的考生可能找到一个隐藏任务或者高价值物品，就能获取大量积分。淘汰赛注重公平，给所有考生一个竞争的机会，而排名赛却并不看重所谓的公平，只为选拔最出众的精英。运气、智商、家世、组织能力等等方面必须有脱颖而出的地方，才能在排名赛中取得高分。在这其中，家世又是价值最低的一项，毕竟外界无法对排名赛副本进行直接帮助。副本开始之后，甚至连考官都无法对副本进程进行干涉，这是天才之间最直接的对决，智者运筹帷幄，强者以力破巧，大气运者走路都能捡到积分，平庸者只能沦为陪衬。考场中的一座广场上，1000名考生整齐的严肃的站立成一个方阵，方阵前方的高台上是由2名竞技强者领导的考务团队，竞技强者当面，没有任何人敢做小动作。双韩领主上前一步，各位考生，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过，高考排名赛中，除了严禁从外界带入消耗品之外，没有任何规则。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择手段，获取更多的高考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排名赛中没有准备时间，从你们踏入副本的那一刻，考试就已经开始了。听明白了吗？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是。所有考生齐高声呼喝。那么，我在此代表云川省，祝各位学子金榜题名，蟾宫夺桂。传送门开。随着双韩领主的指令，一道淡蓝色传送门出现在广场之中，考生们维持着队列走进传送门之中。陈宇刚刚走进传送门，便发现四周的场景发生了改变。他正身处一条街道上，四周都是西式风格古典建筑，街道上行人的穿着也接近西方中世纪风格。此时，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陈宇的面前浮现出一行金色大字：腾龙纪元8020年高考排名赛副本《魔龙与公主》。背景介绍：1年前，魔龙自天外降临，夺走了赫拉迪克王国的继承人迪利亚公主，并占据了王国的7座主城。赫拉迪克国王厉兵秣马，试图斩杀魔龙，夺回他的城市和继承人。机制介绍：该副本中一切怪物均不提供经验值，击杀怪物将直接获得高考积分。机制介绍：该副本中开局持有特殊装备文章之书，将文章置入文章之书，可获得相应的属性技能。文章之书初始页数为1页，通过击杀怪物等方式可增加文章之书页数。考生初始身份为王国冒险者，隶属于赫拉迪克王国阵营。注意事项：本次考试中，考生可相互攻击，但击杀考生不掉落高考积分，被击杀考生直接淘汰，无法继续参与排名赛，并且已获得的高考积分将会减半结算。注意事项：本次考试中，考生有7天自由行动时间，7天之后将会发布终极任务，无论终极任务成功或失败，本次考试都会进入结算阶段。过了几秒钟时间，金色大字上燃起黑色火焰，随后化作火星消失。同时，灰色的世界迅速被各种色彩填充，时间开始流动。提示：你获得了特殊装备文章之书。提示：你获得普通级空白文章星号时。陈宇打开物品栏，里面多出一本白色的书籍。文章之书，品质史诗，页数10100，文章无效果。该装备置于物品栏中即可生效，根据置入的文章提供相应能力，每页可置入1枚文章。注：该装备不可带出副本。空白文章，品质普通，效果无。说明空白的文章不蕴含任何力量，可以作为货币使用。除此之外，你也可以聘请文章师对其附魔，使其成为1枚能加持属性或技能的附魔文章。注：该物品不可带出副本。陈宇关闭物品栏，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环境，然后走进街道上一家出售文章的店铺。店主一个酒糟鼻大胡子的白皮。嘿，我的兄弟，你是新手冒险者吧？你可以好好看看，这里一定有很多适合你的文章。大胡子老板打量着陈宇，笑着拍了拍柜台。陈宇顺势看去，柜台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已附魔文章。力量文章，品质普通，效果力量加10。敏捷文章，品质普通，效果敏捷加10。这个多少钱？陈宇指了指1枚加10的力量文章。这是1枚很不错的力量文章，只需要50枚空白文章你就能得到它，它一定能为你提供很大的助力。大胡子老板热情推销，憨厚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奸诈的笑容。老板，我身上暂时没有这么多空白文章。陈宇问道。那么我该从什么地方获取空白文章呢？你可以去冒险者公会接取任务，完成之后可以得到佣金。另外，
城外的魔物身上有时也会携带空白文章，击杀之后会掉落出来。大胡子老板有些失望地说道：“知道了，谢谢。”陈宇点了点头。显然，这个副本中空白文章就是一般等价物，相当于外界的金币。接任务可以赚钱，打怪也能爆钱。啊，我亲爱的兄弟，不知道你身上还有多少空白文章？大胡子老板说道：“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些有用的东西。10枚。”陈宇将自己身上的空白文章全部摆在柜台上。10枚啊！大胡子老板眼珠子一转，这样的话，我这里的确有一件非常有用的东西，只需要10枚空白文章。赫拉迪克王国大地图，新手冒险者必备物品之一。老板拿出一张半米宽的地图，递给陈宇。好的，我买下了。陈宇接过地图，将物品栏里的10枚空白文章全部交给老板。另外，这个也是冒险者必备，只需要500枚空白文章。老板再次拿出1枚文章，展示给陈宇。传送文章，品质普通，效果你可以记录最多2个传送点。置入文章之书时，你可以选择任意传送点进行传送。说明传送点可以自由更改，取下文章不会清空已有传送点。传送需要10秒钟，引导时间战斗状态无法进行引导。传送文章确实是冒险者必备。副本地图很大，如果不想在赶路上浪费太多时间，那就必须准备一个甚至多个传送文章。我很需要，可惜暂时没有那么多空白文章。陈宇遗憾地说道。没关系，我可以为你赊账。大胡子老板脸上闪过贪婪的神色，只要我们订立赊欠契约，你就能立刻得到这枚传送文章。赊账？你就不怕我离开这座城市逃债吗？陈宇笑着问道。这是不可能的。大胡子老板把玩着传送文章。契约是公正的，签订之后如果不遵守，那么你就会在整个赫拉迪克王国被通缉，所有商人都不会再和你进行交易，冒险者工会也会拒绝为你提供任何服务。冒险者是最具有契约精神的人群，我想你应该不会选择违约。好的，我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那么要签订契约吗？大胡子老板拿出一张契约纸，用期待的眼神看向陈宇。对了，老板。陈宇没有回答大胡子老板，而是问道：我听说最近城里来了一伙穷凶极恶的匪徒，你店里只有1个人，不怕遭到抢劫吗？当然不怕。大胡子老板说道。我的店里设置了报警装置，只要我按下按钮，卫兵就会在5分钟内赶到，捕捉歹徒。报警按钮是那个吗？看起来的确很安全。陈宇指了指店铺墙上的一个醒目红色按钮。那是当然。大胡子老板得意地说道。为了这个报警装置，我足足花费了1000个空白文章。那要是你没能及时按下按钮呢？陈宇向前一步，挡在大胡子老板和按钮之间。你什么意思啊？大胡子老板露出警惕的神色。陈宇咧嘴，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的身边陡然出现了10多只荆棘妖灵，一只荆棘妖灵直接挥出藤鞭，将店铺的大门关闭。其余荆棘妖灵瞬间探出数十条藤鞭，将大胡子老板缠得严严实实。我的意思是，你被打劫了。几分钟后，陈宇从店铺中走了出来，然后重新将店门关好。整个店铺被他洗劫一空，无上圣土之中已经堆积了数十枚已附魔的文章，以及上千枚空白文章，更多的是一些杂物，不管有用没用，反正能搬的东西一件都没有留下。他本来还准备先熟悉一点地图再做打算，不过那位大胡子老板想要将他当成肥羊仔，那么他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就在这时，陈宇耳边响起一道提示音：36589号考生，恭喜你完成成就，明火执仗，高考积分加500。陈宇，抢个劫都能完成成就获得高考积分，你他妈确定不是在逗我？不过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副本中获取高考积分的途径很多，并不局限于杀怪。离开店铺，陈宇将赫拉迪克王国大地图拿了出来，展开观看。地图上，赫拉迪克王国被划分为多个区块，一共20座主城以及1座王城，而魔龙一方则有着6座主城以及1座魔龙城。有意思的是，魔龙占据的7座城池大致上是呈直线排列，如同游戏中的一个个关卡，等待玩家去打通。7天后的终极任务估计就是魔龙一方和王国一方的决战，并且进入副本时的提示提到了考生所属的阵营。有阵营之分，那么就意味着除了赫拉迪克王国之外，考生是可以加入其他阵营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些人也都是我的高考积分啊！陈宇环顾四周，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在大街上随意拉住一个行人，付出1枚空白文章的代价之后，陈宇找到了本地的冒险者工会。这是一座占地面积大约10亩的巨大教堂式建筑，与西式幻想小说中的冒险者工会差别很大。这里没有喝酒聊天、大口吃肉的冒险者，只有一名名神色警惕的少年少女。如果陈宇猜的没错，所谓的冒险者应该全部，至少绝大部分都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冒险者工会大厅之中竖立着几块巨大的公告栏，上面钉着一页页写着任务内容的纸张。任务内容各式各样，有收集矿产、药草，也有击杀怪物或者保护商队。公告栏最上方还有几个不能撕的常驻任务可以循环完成，不过奖励比起一次性任务来说低了很多。公告栏旁边挤满了年轻的冒险者，不断有冒险者撕下任务纸张，然后前往大厅中的柜台接受任务。不一会儿，公告栏上的纸张就被轰抢一空。过了几分钟，几名身穿女仆装的女子拿着任务纸张走过来，将公告栏重新贴满。陈宇没有关注公告栏，而是直接走到大厅的柜台前。我要发布任务。好的，先生，接受任务的话，请出示任务间和您的冒险者徽章。如果您还没有注册正式冒险者，请出示您的文章之书，并且缴纳10枚空白文章，我这边为您注册。等等，您说您要发布任务？柜台内金发碧眼的大熊妹子愣了愣。是的，我要发布寻人任务。陈宇说道。
高考排名赛大副本的自由度极高，他准备先找到李薇和苏淼月以及2个竞技强者的后辈，然后派植物生命帮他们拿一些积分，顺便再让他们帮自己收集高考副本中的重要信息。他不准备在高考副本中拉帮结派，但没有组织的话，很容易两眼一抹黑。这时候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信息来源。先生，发布任务的话，也需要先出示冒险者徽章。金发妹对陈宇说道：“给我办理一个吧。”陈宇将10枚空白文章和文章之书交给金发妹。片刻之后，金发妹将文章之书以及1枚五角星徽章递给陈宇。先生，这是您的冒险者徽章，您可以凭借徽章发布或接受任务。另外，您的冒险者编号是云川32589。那么，帮我发布任务吧，一共是4个人。陈宇将4人的名字以及大致长相描述了一下。金发妹做好记录，然后对陈宇说道：“好的，先生，您发布的是普通寻人任务，每人需要100枚空白徽章的酬金，你需要提前支付总共400枚空白徽章。另外，在冒险者公会发布的任务会实时同步到所有主城的冒险者公会，不必重复发布。不过，由于坚石城是您的任务发布点，所以您只能在坚石城冒险者公会查看任务进度。”好的。陈宇将400枚空白徽章交给柜员，然后取出文章之书，置入传送文章，将冒险者公会记录为传送点。任务已经发布出去，现在只需要每天回来看看就行了。发布完任务，陈宇再次取出地图观看，思索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根据大地图上的怪物分布情况，越靠近魔龙势力范围，怪物等级越高。他决定直接去魔龙的势力范围中看看，能不能批量击杀怪物，获取高考积分。冒险者公会中就有通向各个城市的传送阵。陈宇花费100枚空白徽章，直接乘坐传送阵前往了最前线的主城壁垒城。壁垒城的冒险者公会和陈宇的出生点坚石城没多大区别，也是一群考生在哄抢任务。实际上，做冒险者任务应该就是考生获取高考积分和资金的正统途径。进入副本时赠送的10枚空白文章，多半就是让考生用来注册冒险者徽章的。走出壁垒城冒险者公会，陈宇明显感觉到了壁垒城的不同之处。坚石城处在赫拉迪克王国的大后方，气氛比较自由散漫，商业繁荣；而壁垒城是最前线，城中街道上都充满了肃杀的气氛。不远处的城墙上更是5步一岗，10步一哨。离开壁垒城没走多远，陈宇便看见了一座大型军营。用侦探眼镜观察，巡逻队和哨兵都是60级以上的小怪，一些正在训练的精锐军队更是达到了80-90级，其中甚至不乏精英单位和 BOSS 单位。显然，赫拉迪克王国正在准备一场战争，一场与魔龙势力之间的战争。从赫拉迪克王国的军队可以推测，魔龙一方的实力肯定也与其相当，甚至更强。而考生的等级普遍只有20多级，甚至不到20级。就算高考排名赛中，考生可以自由携带装备进入考场，也难以弥补巨大等级差异带来的实力差距。低等级的考生如何面对高等级的怪物？陈宇认为其关键应该就是文章之书。今天我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18岁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你会有什么反应？ A. 怒气冲天， B. 欣喜若狂， C. 如释重负， D. 不以为意，E. 兴致全无。我说我选 A， 我朋友说原来你才是最变态的那个。我当时就纳闷了，正常人应该都谁反应吧？选 B 的是神经病，选 C 的应该另有隐情，比如自己也有对不起老婆的行为之类的。选 D 的绝对是绿圣母或者很爱自己的女儿。E 应该是除了 A 之外最正常的反应，因为知道女儿不是自己的，对女儿的期待和亲情全部白费了。我就不明白选 A 为什么变态，家人们谁懂啊？文章之书依靠打怪增加页数，就是一种另类的升级。如果文章之书的页数够多，光是文章给予的属性就能达到非常夸张的程度。陈宇从大胡子老板那里借来的文章，最高能提供50点单一属性。大胡子老板的店铺只是个街边小店，里面肯定没什么真正的好货。高级的属性文章陈宇没见过，但应该会有那种一枚就能提供数百属性的极品文章，否则考生在这个副本之中就只能搬砖打小怪了。作为高考排名赛副本，考生在其中的作用不可能只是打酱油的看客。壁垒城城外是一片杂草稀疏的荒原，狂风呼啸而过，卷起一片片烟尘，让天空看起来分外浑浊。空旷的原野中不时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兽吼。遥望远方是连成一片的黑色山脉，山峰顶端覆盖着皑皑白雪。后方的壁垒城屹立在荒原之中，如同一位边塞岗哨中的迟号老兵，苍凉孤独而又充满坚毅。路过军营，没走出多远，前方开始出现稀稀拉拉的怪物身影。荒原上的怪物大部分是一些野兽类。一头肩高足有1米多的巨狼发现了陈宇的身影，嚎叫一声，向着陈宇冲了过来。陈宇向他释放了一个探查术。荒原巨狼40级小怪。几秒钟之后，荒原巨狼接近，向着陈宇飞扑过来。凭借着高达3000多点的敏捷属性，陈宇轻而易举地避开野狼扑击，然后又再次退开了一点，避免等下血溅到自己身上。荒原巨狼一击不成，正想发动第2次攻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凹凸不平的人类身影挡在自己面前。不过这并没有减弱巨狼的攻击意图，他直接转换目标，扑向那个曲线夸张的身影。然而在他扑倒半空中的时候，一朵巨大的食人花突然在他前方展开，于是荒原巨狼直杠杠地撞上了食人花的花心。下个瞬间，食人花陡然闭合，其中传出切割咀嚼的声音。陈宇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贪食妖灵出场，别说是血，骨头都不会留下一点。你们几个给我开路，走吧。陈宇又召唤出几只妖灵，然后向着魔龙领地的方向急速奔袭。飞奔大约10多分钟之后，前方出现了2道高耸连绵的山脉，山脉中间是一道峡谷。这条峡谷在地图上名为哀嚎峡谷，是赫拉迪克帝国势力与魔龙势力的分界线。峡谷口杂乱地聚集着上百人，看样子应该是高考的考生。高考副本之中，陈宇可没心思凑热闹，直接拨开人群继续前进。正当他刚刚走进谷口的时候，
一名战士职业者突然走过，拦住他的去路。你给我站住！战士职业者一脸傲然，刚才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哀嚎峡谷已经被我们怀龙公会包场了，不想死就赶快走，找其他地方去打怪，否则就别怪我们怀龙公会手下不留情了。怀龙公会？高考副本里也能组建公会吗？陈宇大感惊奇。闻言，后面立即有一名考生走上前，对陈宇低声说道：怀龙公会不是副本里组建的，是东都市的一个大型公会，听说会长是一名6转强者。现在哀嚎峡谷里面是几个怀龙公会的公子哥用公会名义招募的一批狗腿子，强行霸占了这个炼基点。兄弟，咱们先忍忍，别跟他们冲突。壁垒城的考生都知道，哀嚎峡谷是附近最好的刷怪点，这地方他们霸占不了多久，等人多了，大家并肩子上砍死他丫的。原来如此，陈宇点了点头，怪不得这些人聚集在这里，还有人来劝他别冲动，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只不过陈宇并不看好聚集在一起的这些考生，人家公会的公子哥肯定是许下了一定的承诺，出去之后会给予好处，才将手下的人聚集起来。换句话说，霸占哀嚎峡谷的怀龙公会是有凝聚力的，而外面这些人则是一群乌合之众，大家都是考生，各有各的想法，谁都不服谁，也没有人会第一个冲上去拼命。如果围观的人数没有达到远超怀龙公会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打下哀嚎峡谷的。但是高考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外面的考生不可能无限制的等下去，久等之下，必然有人陆续退走。怀龙公会的几个公子哥多半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根本没把聚集在外面的这群人当回事。不过这些和陈宇无关，他的目的只是通过哀嚎峡谷。麻烦让一让，我路过，不和你们抢怪。陈宇走上前对战士考生说道。呵，路过。战士考生不屑的一笑，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幽默的笑话。我告诉你，今天谁都不可能进入哀嚎峡谷。哈哈，路过。几名同样把守谷口的职业者考生也走了过来。你路过哀嚎峡谷是想去哪儿？魔龙领地。哀嚎峡谷里有50级 BOSS 堵门，怪物也全都是50，告诉我你想怎么路过？一名穿紧身衣的刺客职业者嗤笑道。另一名骑士职业者也开口说道，我不管你是路过还过路，今天想要进入哀嚎峡谷，就必须从我们几个的尸体上踩过去。考生死掉之后会竟然留下尸体？陈宇大为震惊。你们确定？考生在副本中死亡又不是真正死掉，怎么会留下尸体呢？几个守门的考生明显一愣，这问题他们也不知道啊，毕竟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见过有谁挂掉。几秒钟之后，最先开始拦住陈宇的战士反应过来，不耐烦地说道，不管有没有尸体，反正你不可能从这里过去，除非我们死了。轰！一道爆鸣声响起，说话的战士化作一道白光消失。陈宇身后，一只荆棘妖灵缓缓收回藤鞭。事实证明，考生死掉之后没有尸体。陈宇嘴角咧开，和善的一笑，所以很遗憾，我无法从你们的尸体上踏过去了。种植师，那是植物生命。几名守门考生骇然，连连后退。这个植物生命能一击秒杀战士考生，显然也能秒杀他们。这个种植师明显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怀龙公会的，你杀了我们的人必不会有好下场。不仅在副本里，就算出了高考副本，你在外面也要被我们怀龙公会追杀。几名守门考生试图用语言恐吓陈宇，然而回应他们的是一条条布满尖刺的藤鞭。几道白光闪过，守门的考生结束了高考排名赛之旅。之前不动手，只是因为这群霸占哀嚎峡谷的考生和他没有利益冲突。不过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这些人选择挡陈宇的路，那么陈宇就只好送他们上路了。至于怀龙公会，什么渣渣玩意儿？他们在外面的6阶强者会长知道了这件事，别说追杀，说不定还得提着礼物上门赔罪。1万点嘉奖积分摆在那，就算是竞技强者想要动陈宇，恐怕都得慎重考虑。陈宇带着10多只妖灵走进哀嚎峡谷，外面聚集着的那群考生没有一人有所动作，显然对于怀龙公会，他们还是心存畏惧。有陈宇这个强者带头，他们都不敢跟随，可见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成事。峡谷之中鬼气森森，阴风呼啸，四处都是会动的骷髅架子以及通体惨白透明的幽灵。骷髅士兵50级小怪，怨气幽灵50级小怪，上攻击他！陈宇指着一个幽灵对一只荆棘妖灵说道。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灵体怪物。根据书本上的介绍，灵体怪物具备灵体护甲，能够大幅度减少物理伤害。这个大幅度在70%至100%之间浮动。强大的灵体怪物能完全免疫物理伤害，和原初精灵的元素形态类似。荆棘妖灵接收到陈宇的命令，立即挥出一条藤鞭向怨气幽灵抽打过去。砰！藤鞭直接穿过怨气幽灵，砸在地面上，扬起一片土线。再看怨气幽灵直接被抽成了2半，但是他的血条并没有见底，只是减少了1/3左右。果然，不到1秒钟时间，怨气幽灵的2半便重新聚集成一个整体，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冲向荆棘妖灵。荆棘妖灵已经有一定的智慧，发现自己的攻击居然没有秒杀同级别的小怪，顿时露出愤怒的表情，总共10条藤鞭同时挥出。LV10无情鞭笞，1秒钟时间，怨气幽灵所在之处遭到了数十次猛烈的抽打，地面都被轰击出无数坑洞和裂纹。怨气幽灵自然是第一时间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别这么激动啊，不值得。陈宇揉了揉荆棘妖灵的脑袋，50级的传说级植物生命荆棘妖灵，一个10级技能下去，别说是同级小怪，就算同级 BOSS 也承受不起。事实证明，幽灵小怪的物理免疫修炼的还不到家。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陈宇还是将原初精灵们召唤了出来。小光和小淼十分安静地坐在他的肩头，一边一个。小安隐身，不知道去了哪里，但估计他不敢做死跑去世界背面。
后土漂浮在陈宇前方，双手持剑，警惕地环视着四周的怪物。小风兴奋地飞来飞去，好吧，他似乎并不是兴奋地飞，而是小燕在后面拼命地追。看见小风抱着一个棒棒糖的糖球，以及小燕愤怒的小表情，陈宇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你们两个别玩了，看不见现在的处境吗？后土对着小风和小燕轻声呵斥，给我做好战斗的准备。小风顿时停下，茫然地看向四周。小燕刹车不及时，直接撞在小风背上，两只小精灵叠在一起砸在陈宇胸口。陈宇微微一笑，将小风和小燕分开，然后为了调解矛盾，重新给了小燕一颗糖。小燕抱着糖果环视四周，面露兴奋之色。哇，好多怪物！主人，要战斗吗？主人，需要我为您净化这片污秽之地吗？小光那清甜的声线也在陈宇耳边响起。暂时不用。陈宇摇头，遇到了一些物理免疫的怪物，不过不是完全免疫，荆棘妖灵能应付。让你们出来在外面玩玩，顺便也以防万一。带着几只原初精灵，陈宇继续沿着峡谷前进。峡谷的谷口处比较狭窄，只有10多米宽，但越往里越宽。行走几百米之后，两面山壁的间隔已经达到了200米以上。峡谷中怪物密度非常高，骷髅架子和幽灵不计其数。也不知道那怀龙公会是有什么大病，这么宽的地方你们刷得完？陈宇忍不住摇了摇头。他已经深入峡谷数百米，依旧没有看到怀龙公会其他人。外面这么大块地方，能容纳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也都是高考积分，不能浪费。陈宇直接召唤出数百只植物生命，一路轻快前进。植物生命们横截峡谷，如同一把剃刀一样前进。所过之处，一切怪物灰飞烟灭。击杀骷髅战士星号时，高考积分+1；击杀怨气幽灵星号时，高考积分+1。虚幻的积分板上，代表高考积分数字不断跳动。除了高考积分的变动之外，文章之书的成长进度也在不停的增加。每击杀2只50级怪物，文章之书的经验值就会增加1点。等到高考积分增加20点之后，文章之书页数变成了2页，第2页到第3页经验值需求依旧是100点。随着植物生命们的前进，陈宇的文章之书很快便翻开到了第10页。第10页到第11页的经验值需求直接暴增10倍，从100变成了1000。不过依照陈宇的刷怪速度，1000点也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刷怪之余，植物生命们还源源不断地将怪物掉落的空白徽章送到陈宇面前。陈宇双手不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收取空白文章。几分钟后，他有些不耐烦，直接叫来一只贪食妖灵，让他开出一朵巨大的食人花。植物生命们空白文章送过来，陈宇便让他们直接放进食人花里面，自己每隔一段时间收取一次。哀嚎峡谷之中，怪物刷新的速度也非常快。陈宇一路走过，地皮都刮掉了一层。然而当他回头的时候，却发现后方不远处又有零星的怪物刷新了出来。想必过不了多久，整个峡谷又会被怪物充满。难怪这个地方被称作刷怪宝地，引起大量考生的觊觎。再次前进了数公里之后，陈宇终于看到前方出现了人类的身影，大概300-400名职业者组成一个圆阵，正在不断击杀峡谷中的亡灵怪物。植物生命大军一路清怪，声势浩荡。组成圆阵的职业者们不是瞎子，自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过对方并没有和陈宇交流的意思，二话不说便是一道道远程攻击向着陈宇这边扔过来。弓箭破空呼啸，瞬息即至，魔法声光浩荡，看似威力无穷。然而这些攻击对于50级的史诗级植物生命而言，不过就是挠痒罢了。第一排的荆棘藤妖们将藤鞭挥舞得密不透风，从怀龙公会职业者圆阵里发出的远程攻击，轻而易举的被尽数击落。这样最好，懒得浪费口舌。陈宇抬起手向前一挥，顿时数百名史诗级荆棘藤妖，数十名传说级荆棘妖灵将藤鞭扬起，铺天盖地的毒刺向着对方的圆阵爆射过去。圆阵最外围的防御型职业者首先遭殃，即便是最肉的盾战士和骑士也根本扛不住几发毒刺。紧接着便是内围的战士、武者以及更内围的法师、弓箭手、道士等等远程职业。几秒钟时间之内，数百名职业者考生原地飞升，化光而去。一轮攻击之后，还活着的只剩下几名举着大盾的盾战士。他们能活下来，固然因为皮厚血长，但更应该归功于前面的人为他们做了肉盾。或许是发现攻击暂时结束，几名盾战士后方2男1女3名职业者高举双手站了起来。站在最前方的男职业者口中高喊：“我们投降，别杀我们！我爷爷是东都市怀龙公会的副会长。”爷爷是副会长，这多拉呀！我还以为你亲爹是会长呢。杀！陈宇一声令下，几只荆棘妖灵立即冲了上去，数十根藤条挥舞，瞬间将几名职业者抽打成了一片白光。斩草除根吗？反正都开杀了，不如全部杀光，不给他们任何可能恶心到自己的机会。怀龙公会2代聚集的这些考生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解决之后，陈宇继续前进，带领植物生命一路绞杀。峡谷的宽度开始变窄，怪物的密度越来越大。再次前行了几公里之后，2只 BOSS 拦住了陈宇的去路。一只足有5米多高的白骨骷髅，身披破烂的铠甲；一只3米多长的人形虚影幽灵。50级 BOSS 骷髅将军，50级 BOSS 哀嚎怨灵。2只 BOSS 身边还各带着10多只50级精英怪。遇到 BOSS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打。百合花妖花粉削弱，荆棘藤妖毒刺飞射，食人花妖酸液喷吐。一轮远程攻击之下，骷髅将军直接暴毙身亡，变成一堆骨粉被山谷中的阴风卷走。精英骷髅兵以及精英幽灵也全部消灭，只剩下哀嚎怨灵孤零零的飘在原地，居然是完全物理免疫。陈宇有些惊讶，承受了那么多攻击，哀嚎怨灵 BOSS 的血条居然一点都没有减少。正在这时，哀嚎怨灵突然张开嘴，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
如同用尖刀刮玻璃的声音100倍放大，无比刺耳，令人心烦意乱，只想转身逃走。陈宇微微一怔，便从烦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战斗提示：你受到 BOSS 哀嚎怨灵的技能影响，陷入恐惧状态，持续5秒。战斗提示：由于精神属性压制，你的受控制时间缩短。生吃了一记 BOSS 技能，陈宇的血条居然受到了一点损伤，降低了一丝丝。随即，陈宇的体表浮现出一道道浅绿色气息，消减的血条被瞬间补满。世界树效果2：生命之息。虽然不在无上圣土之中，但他时刻享受着生命之息的庇护，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只要人没死，就能瞬间回到满血。后土，为主人尽忠的时候到了。陈宇一脸严肃：去吧。后土微微一愣，一脸茫然的回头看着陈宇。不过随后，他拔出腰间的金色长剑高举，神情热烈：是，主人，属下为您而战。说罢，双手握剑向着哀嚎怨灵 BOSS 冲了过去。10几米的距离瞬息即极致，后土化作一道金色闪电，从怨灵 BOSS 身体中穿过。下一刻，怨灵 BOSS 化作一缕青烟，烟消云散。提示：击杀50级 BOSS 骷髅将军，高考积分加100。提示：击杀50级 BOSS 哀嚎怨灵，高考积分加100。2只 BOSS 死亡，分别掉落了一枚文章，10多只精英怪也掉落了一些文章。一只荆棘妖灵用藤鞭将文章卷起，交给陈宇。骷髅将军掉落的是稀有级高级力量文章，装备之后可提供200点力量。哀嚎怨灵 BOSS 掉落的也是稀有级文章，不过增加的是200点精神属性。精英怪掉落的只是普通级文章了，属性增幅只有20至50点。陈宇取出文章之书，在哀嚎峡谷中一路刷怪，此时的文章之书页数已经达到了17页之多，就算减去刚才打掉2只 BOSS 刚刚翻开的一页，也有16页。也就是说，从走进哀嚎峡谷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刷掉了12000多只怪物。陈宇挑选出属性最高的文章，置入文章之书。第一页的传送文章没有取下，后面的16页一共带来了920点的属性加成。其他考生的文章之书页数不会有陈宇这么多，但7天之后应该也能翻开10页左右。有实力的考生，不管是打怪还是做任务，甚至赚钱去买，弄到一身稀有级文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考生不用太多，只需要几千人就能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打掉2只 BOSS 之后，哀嚎峡谷就此通关。走出峡谷的山口，视野豁然开朗。与峡谷另一头的黄沙漫天相比，魔龙的势力范围里，风景居然优美了许多。地面上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绿草，显得生机勃勃，丝毫没有魔物统治下那种荒凉破败的景象。魔龙势力范围这边也有许多可以刷怪的区域，每个区域中都有 BOSS 镇守，并且所有怪物等级都在50级以上。估计只有到了后面2天，这些区域才会有实力顶尖的那一批考生踏足。不过陈宇不准备去找区域 BOSS 的晦气，而是根据地图致命的路线，直奔魔龙麾下的第一座城池江阳市。位于城市边缘的一栋住宅楼内，一名少女双腿交叠，姿态懒散地靠在沙发上。少女身着淡蓝色连衣纱裙，上半身套着浅黄色短袖针织衫，2条雪藕般的手臂环抱胸前。她眼眸淡静，如同碧空之下无波的海面，浩瀚而神秘。此时，少女正将目光投向挂在墙上的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滚动播放这一届的高考第1轮排行榜单。画面最下方还有一行预告，节目预告19点，8020年腾龙帝国高考排名赛直播。画面中考生名字多不胜数，榜单飞速向上流动，但前10名却始终挂在排行榜的最顶端，18500分。2名竞技强者最高嘉奖，不错嘛，出息了。排名赛争取拿个全国状元回来，光宗耀祖哦。少女的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端起面前茶几上的一个相框，相框中的照片是她与一名少年的合影。照片之中的少女巧笑嫣然，下巴抵着少年的头顶，双臂环着少年的脖颈，在少年的胸前交叉。少年则是面露无奈的表情。突然之间，少女的笑容收敛，放下相框，看向自家房门。1秒之后，砰！一声巨响传来，房门门锁的位置被一只外表猩红色、长着尖锐指尖，如同兽爪一般的手掌从外面洞穿。吱嘎！失去门锁的房门被人从外面拉开，猩红手掌的主人走进屋内。这是一名身着黑袍、面容阴鸷的中年男子。少女沉着脸站起身走了过去，将中年男子挡在玄关处，冷声说道：“你把我家房门弄坏了，背叛者！我找到你了。”中年男子露出疯狂残忍笑容：“你背叛了教会，背叛了信仰，背叛了我神。身为我神钦点的大主教，你的背叛必须接受最严酷的惩罚。身为撕裂教会执行者，我要一点点将你的身体撕成碎片。你把我家房门弄坏了。”少女再次认真的说道：“我现在很生气，接受审判吧。”中年男子陡然冲向少女，他的双手泛起猩红色光芒，如同浓稠的鲜血，尖锐的利爪刺向少女的心脏，所以后果很严重。少女的双目瞬间变为纯净的银色，她身旁的虚空中浮现出一只又一只大小不一的眼睛，最大的有篮球那么大，最小的只有荔枝大小。这些眼睛圆睁着，瞳孔也是如少女一般的银色，每一只眼球的两边都有着一双纯洁无瑕的白色羽翼。这些眼球之中突然激射出一道道金色光芒，凝聚而成的锁链，瞬间将冲过来的中年男子死死缠住，吊在半空中。这是天堂的力量！中年男子布满血丝的双眼暴突，不可思议的吼叫：“不，这怎可能？你接受过我神的恩赐，深渊的洗礼，为什么你还能掌控天堂的力量？为什么你的身边会有天使追随？天堂？深渊？”少女缓缓走到中年男子面前，力量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然后对中年男子摇了摇头，伸出右手：“为什么你们就不明白呢？”他的右手也泛起猩红的光芒，如同刚才的中年男子一般。深渊魔力荡漾之下，
光滑洁白的皮肤化为血一般的红色，指甲骤然生长到2寸多长，锋利如刀。追逐力量也就罢了，自己的谎言把自己都骗了，忘记了自己是人是鬼。信仰、教会、魔神，所谓的魔神不过只是个高级一点的怪物，会动的经验值和宝箱而已。你们还真把他当成神灵了，可笑，可悲。少女手掌前探，锋利的爪子如同切开一块果冻一般，刺入中年男子的胸口，随即向外轻轻一拉，扯出一颗跳动的心脏。噗！中年男子吐出一口鲜血，眼中的神采逐渐消失，到最后他依旧保持着不敢相信的神情。看看，少女将心脏拉到中年男子面前，你的心脏也是红色的，明明自己也是职业者，明明自己就有无限的可能，为什么偏偏要去跪拜区区一个高级怪物？虽然我曾经加入了你们，但我依旧不是很懂啊。说罢，少女将心脏往身后一抛，少女身后一颗最大的眼球中间裂开一道缝隙，然后陡然张开，露出布满尖牙的巨口，巨口飞向空中的心脏，一口将其吞下。赏给你了。少女神色漠然地指了指中年男子的尸体，对变为巨口的大眼球说道：吃干净一点，一滴血也别剩下。如果你吃不干净它，那么我就吃了你。就像这样。少女伸出左手抓住一颗最小眼球的一边白色翅膀，猩红右手的指甲在眼球另一片翅膀上轻轻一掐，将其掐断。眼球在少女手中不断地挣扎着，跳动着，但她被抓住的那一边翅膀永远不可能挣脱少女纤弱的手掌。少女笑了笑，把断了一边翅膀的眼球送到自己口中，咬住翅膀与眼球连接的部位，轻轻一扯，将剩余的一边翅膀也扯断，随手将其丢弃。随后她下颌微动，噗，轻微的爆裂声响起。天使啊，真是个令人难忘的美味物种呢。将口中的汁水咽下，少女舔了舔嘴角，回味无穷地看向漂浮在她身边的一颗颗眼球。几十颗眼球瑟瑟发抖，连忙闭合起来，消失在空气中。只有最大的那一颗还在战战兢兢地吞噬中年男子的尸体。什么嘛，真是的。少女叹了口气，看着破烂的房门直摇头，难得回来一趟，居然搞成了这样子，还想看看老弟上电视的英姿来着，结果老弟没看见，家里的门还弄坏了。算了，溜了，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只能帮他到这里了。他回到沙发旁边，取出一个精美的礼物盒，放在相框前面，双指并肩，点在照片中少年的头上，轻声呢喃：老弟加油哦。然后再次看向大型眼球，冷声说道：你在我弟弟回来之前把东西看好，要是丢了，我给你机会选择一种死法。说罢，走到客厅的窗边，打开窗户，一跃而出。半空中，少女的背后猛然弹出2片巨大的纯白色羽翼，羽翼轻轻扇动了一下，倩影便已经消失在了遥远的天际。云川省九峰市高考考场，指挥中心内端坐着2名竞技强者与一种主要的考官和监察官，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的大屏幕。大屏幕上展示的正是高考排名赛副本之中的场景。高考第1轮考试场景不对外展示，但第2轮却是面向全国直播的，这是为了向全国民众展示腾龙帝国新生代的风采。最初的高考排名赛直播其实还有钓鱼的意思，依靠天才的名声，把那些潜伏在暗中属于敌对国家甚至敌对世界的心怀不轨之辈引诱出来，一击必杀。不过后来被钓得多了，鱼也就变聪明了，不会轻易上钩。现在基本上不会有其他势力的蠢货试图在高考后对腾龙帝国的新生代天才动手。高考排名赛直播镜头并不会跟随某一个考生，大部分时候都会采用宏观视角。此时电视画面之中便是一座西方中世纪风格的城池，画面不断移动，伴随着解说的声音。刚才已经为大家展示了此次高考排名赛的大地图，也对地图势力进行了详细介绍。那么我们先看看地图势力双方的交界点哀嚎峡谷。副本后期地图势力双方应该就会在附近展开大决战，而我们的考生也会在这里一展身手。不过现在根据官方介绍，这里还是一个副本前期的刷怪圣地。大家可以看到，哀嚎峡谷之中已经陆续有考生进去刷怪了。咦，峡谷里的怪物好像有点少，难道是之前已经被大部队刷过一轮了？京都高考排名赛直播间，负责本届高考直播的是业界著名主持人兽人不洗手和小小团子，2人曾搭档主持过多档大型节目。不过高考排名赛这种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关注度极高的赛事却还是第一次。此时2位知名主持人心里有点发慌。高考排名赛的前期，由于考生们都在着重收集信息摸索副本，没什么大场面，内容乏味可陈。直播哀嚎峡谷这种怪物比较集中，会吸引大量考生前往的区域，就是为了展示一下本届天才考生们的手段和实力。结果将画面调转过去，才发现哀嚎峡谷里人倒是挺多，但根本就没几个怪。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对于2位主持人而言，这已经打乱了他们的解说节奏。调动观众情绪的第一步失败，算得上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直播事故了。趁着兽人不洗手正在努力圆场，小小团子赶紧招呼考场派过来和他们对接的几名考官。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哀嚎峡谷是前期刷怪的圣地吗？怎么怪物那么少？我们也不知道啊。几名考官面面相觑。哀嚎峡谷情报公开，考生只要去过冒险者公会就能得知，并且选择优先前往。整个地形中怪物类型比较单一，只有2种50级亡灵，皮薄屑少，伤害也不高。关键是怪物密度很大，刷新也够快，足以容纳上千名考生刷怪。而现在哀嚎峡谷就像是被人用剃刀刮过一遍似的，如果不是后续刷新，恐怕一只怪物都不会有。这简直土匪见了都要流泪啊！难道是各省排名第1的天才组成队伍，直接把哀嚎峡谷给刷光了？不可能啊！
别说各省排行榜前列的天才不会全部分到同一个主城，就算真的在一起，也不会这么快就组成队伍，并且目的性极强的刷空哀嚎峡谷吧。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快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会有众多考生展现自身实力？小小团子急道。对了，王国势力区域的风啸山脉也是个不下于哀嚎峡谷的刷怪区域。一名考官提议道，或许可以直播一下风啸山脉。不行，另一名考官否决，风啸山脉的信息不是直接公开的，至少要等考生接到任务之后，才会有人陆续前往。现在应该没几个人，你们先讨论一下，我得赶快去救场。小小团子没时间和考官们商量，连忙回到直播位上。在直播内容不丰富、没有看点的时间段，正是需要展示主持人功底的时候。无论是逗哏捧哏、讲笑话，还是谈天说地，总之需要让气氛热起来，不能冷场。受人不洗手虽然厉害，但这种情况下也独木难支，需要有人打配合。就在两人暖场的时间，导播也开始不停转换镜头，寻找比较有趣的画面。几经切换之后，镜头终于停了下来。画面之中是10多名考生正在围攻一只身高5米有余、体型肥硕的食人魔 BOSS。受人不洗手看到这一幕，立即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和小小团子正在聊着的话题，然后说道：“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考生小队正在围攻一只40级的 BOSS。小队配置齐全，2名法师、3名弓手、2名辅助、2名治疗、1名盾战士、1名骑士作为肉盾。”这时，小小团子接话道：“但是呢，这支小队的核心是游走在 BOSS 身边的2名武者，为何动作非常流畅，令人赏心悦目啊？而且还有着不俗的伤害。对了，兽人，我看他们好像有些眼熟哎，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当然，我可是提前做过功课的。”兽人不洗手会心一笑，对小小团子点了点头。男性武者名叫李浩，是本届京都市考场的榜3，在高考第1轮中砍下了1480分的高分。女性武者就更厉害了，京都市的榜1大姐元宵，高考第1轮成绩达到了夸张的2360分。虽然都是武者类职业，但李浩走的是刚猛路线，一手形意拳法拳横推无敌。别看 BOSS 体型大，在铁拳之下都得抖3抖。相反啊，小小团子说道，元宵大姐走的就是以柔克刚的路线，主灵动飘逸，出招路数天马行空，你根本猜不透她的下一步动作。正在这时，画面中的李浩一跃而起，如同千钧之势的一拳轰在食人魔 BOSS 的胸口。同一时间，元宵已经绕到了食人魔的身后，势大力沉的一脚横扫 BOSS 的腿弯，两相合力之下将 BOSS 击倒在地。其余队员们则是纷纷开始无脑输出，好一记漂亮的配合连击。兽人不洗手一拍惊堂木，李浩选手在 BOSS 攻击的间隙借力上跃，吃准 BOSS 攻击后僵直的一瞬间打出一记形意炮拳。元宵选手则是同一时间攻击 BOSS 下盘，直接将 BOSS 放倒。盾战士和骑士压上，限制 BOSS 行动，辅助加持状态，后排开始无压力输出。BOSS 毫无还手之力，血条正在稳定下降。BOSS 还想挣扎起身，但是李浩和元宵的攻击总是恰到好处的落到他的发力点上，让他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好的，一番急火输出 ，BOSS 的血条清空了。诸位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腾龙帝国新生代天才的战斗意识。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温室花朵，经不起风雨摧残，他们是腾龙帝国的新生代中坚力量，冉冉升起的朝阳。兽人不洗手一番慷慨陈词，眼角余光却瞥向直播间观众视角。一次 BOSS 战直接让直播间氛围热烈起来，弹幕量增长数十倍。两名解说总算松了一口气，相视一笑。考场中，陈宇在离开哀嚎峡谷之后，横穿3块地图，魔龙势力的第1座主城终于遥遥在望。从外观上看，魔龙势力主城与赫拉迪克王国的主城差别不大，就连城上的军队都和普通人类一模一样。正在这时，主城的城门打开，一名体型壮硕、身穿重铠、披着大红披风的将军，带着上千名骑兵向陈宇飞奔来。陈宇丢出鉴定术，原关城镇守者伊斯坎达尔80级青铜 BOSS， 原关城精锐骑士70级精英。淅沥沥 ，BOSS 策马而至，在陈宇面前停了下来，用粗犷的声音高声说道：“赫拉迪克的冒险者，能在这个时候单人独行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很强，谢谢夸奖。”陈宇礼貌地笑了笑：“你也不错。”伊斯坎达尔微微一愣，随即仰天大笑，哈哈哈哈！然后他翻身下马，取下挂在马背上的重剑。我渴望与强者交手，更渴望与勇者对决。来吧，拔出你的武器，让我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战斗？陈宇摇了摇头，我不会和你战斗，那很没意思。为什么？伊斯坎达尔眉头一皱，满面怒容。难道你觉得我不配吗？还是我身后的士兵给了你压力？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让他们退开。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陈宇说道，你想要的只是战斗。他一挥手，密密麻麻的类人形植物生命出现在他的身后，2条长达100米的魔云藤出现在他的身侧。而我想要的是战争。突然之间出现的大批植物生命让 BOSS 有点不知所措。陈宇后撤几步，退入植物生命的保护之中。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跟你玩阵前斗将这一套？他是种植师，不是什么擅长单挑的职业。给我杀光！陈宇发出号令，植物生命们立即对前方的精英重骑兵发动了冲锋。一群娇滴滴的少女冲向披甲执锐、高头大马的重骑兵，怎么看都有点投怀送抱的意思。然而在双方接触的一刹那，投怀送抱的少女陡然露出獠牙，变为了虎入羊群的猛兽。无数巨大的食人花瞬间绽放，对着一名重骑兵当空照下。手腕粗的藤鞭急速挥舞，一击就能将一名重骑兵抽成肉泥。史诗级的植物生命只是略微弱于同级的普通 BOSS， 面对70级的精英怪物，依旧是属性碾压。原关城镇守者伊斯坎达尔大骇，连忙举起重剑，高声呼喝，命令士兵防御反击。一只贪食妖灵和一只荆棘妖灵同时盯上了 BOSS。
首先动手的是贪食妖灵，他的背后伸出3条花茎，顶端开出的3朵食人花向着 BOSS 是咬过去。之前百试不爽的技能对于青铜 BOSS 却失效了。镇守者伊斯坎达尔手中巨剑一挥，瞬间将3朵食人花砍成2半。正在这时，20条灵蛇一般的藤鞭袭击过来，挥出一道道急速狂暴的抽击。LV 时无情鞭笞，乒乒乒，金属交击的声音响起。伊斯坎达尔举起巨剑，将藤条一一格挡开来，甚至还抽空反击，砍断了几根藤条。不过20根藤条中，总算有一根抓住了机会，抽打在伊斯坎达尔的肩膀上。砰的一声闷响，金属的肩甲凹陷了一块 ，BOSS 的血条也略微下降了一点，大概有1%左右。给我死 ！BOSS 愤怒地冲向荆棘妖灵，巨剑斩出一道灰色的月牙形剑气。被当作目标的荆棘妖灵，连带后方的几只史诗级荆棘藤妖都被斩成2段，他们的上半身掉落在地，迅速解体脱水，变成一堆枯黄的藤条，而下半身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甚至断口处已经开始生长出新绿色的嫩芽。不愧是80级的青铜 BOSS， 单个的传说级植物还不是他的对手。传说级植物生命的属性成长与青铜 BOSS 差不多，但他手下的这些等级比青铜 BOSS 低了整整30级。50级一转之后，职业者的属性增长会大幅度提升，怪物也同样如此。30级的等级差距本身就代表着更加巨大的属性差距，更别提还有职业属性的加成了。如果是普通职业者，这一击或许直接就会被斩杀。好在植物生命的生存能力非常强悍，别说腰斩，就算骑着小腿砍都还能继续活下来。 BOSS 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继续向着荆棘妖灵冲过去，是要将其斩杀。这可就不能让你如愿了。陈宇对身边的深渊荆棘妖灵说道：“去，会会他。”是，主人。深渊荆棘妖灵僵硬地回答道，然后向着 BOSS 冲了过去。陈宇施然走上前，将几个只剩半截的植物生命收回无上圣土，然后看向 BOSS 和深渊妖灵的战斗。深渊荆棘妖灵的属性是普通荆棘妖灵的2倍，立名体3属性都达到了6000点，属性已经与 BOSS 差不多了。不过 BOSS 显然更加擅长战斗，而且更加灵活。缠斗了一会儿，深渊荆棘妖灵已经硬吃了 BOSS 几个技能，血条减少了1/3，而 BOSS 受到的损伤极小，不到1/10。这也是他手下植物生命的缺点，战斗经验不足。属性碾压还好，战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就需要种植师指挥才能发挥应有的战力。别的种植师都是沉浸式指挥，恨不得自己变成植物去战斗。而陈宇为了培养植物生命的自主战斗能力，从不过多干涉他们的战斗。反正他手下的植物生命最少都能进化到传说级，有一定智慧。战斗经验这东西可以慢慢培养吗？主人，我去烧掉它。小燕看见深渊荆棘妖灵迟迟无法结束战斗，立即跃跃欲试。不用。陈宇摇了摇头，将另外2只深渊荆棘妖灵也派了出去。实际上，深渊荆棘妖灵还有魔化这个底牌技能，可以大幅度提升战斗力，但魔化需要消耗深渊魔力，用在这种地方不值得。伊斯坎达尔本就不是灵活型怪物，面对一只深渊荆棘妖灵，还能堪堪躲避攻击，3对1立即就落入了下风。原本他还能找机会反击，但现在只能专注于防御了。依靠骑士的高护甲和高血量，3只深渊荆棘妖灵一时之间竟然也没法将他打死。BOSS 这边僵持着，陈宇手下的其他植物生命可没有看戏，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横扫战场，将伊斯坎达尔带出来的这上千只精英怪全部击杀。看到植物生命们已经开始打扫战场，陈宇觉得没必要再僵持下去，于是直接对一只深渊荆棘妖灵释放了植物强化。植物强化 LV 时，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100%，持续100秒，冷却300秒。植物强化技能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一般种植师手上没有属性突出的植物，放了也等于白放。强力的种植师，比如云川大学的导师周博文，拥有史诗级植物生命，虽然培养得很糟糕，同级属性和陈宇手下史诗级不在一个档次，但一个强化下去，估计也能和同级的普通 BOSS 斗上一斗。当时周博文为陈宇上课，直言种植师一定要不惜一切重点培养高品质植物，就是这个原因。深渊荆棘妖灵的属性本身就很夸张，除精神之外的3维达到了6000点，经过植物强化技能翻倍，直接破万。可怜的 BOSS 并不知道面前的对手已经是另外一种实力，看见数根藤条袭来，无法全部阻挡，立即放弃了速度最快的那一条，选择硬吃这一击攻击，然后挡住其他藤条。然而，砰！一声闷响传来，被强化的深渊荆棘妖灵的藤条结结实实抽打在 BOSS 的胸腔。BOSS 瞬间倒飞出去，胸前的盔甲出现了深深的凹陷，本来还有一半的血条，瞬间降低到了不到1/10。植物生命们可没有等对手站起来的习惯，3只深渊荆棘妖灵乘胜追击，藤条如同雨点一般抽击在 BOSS 身上，直接清空了他那为数不多的一点血量。击杀80级青铜 BOSS 伊斯坎达尔，高考积分加3200。刷光镇守园关城的精锐骑兵和将领，除了高考积分的收益之外，文章之书的等级也再次飙升，从17页猛涨到20页，从20页到21页，升级需求的经验值已经从1000变成了1万。这一次战斗，文章之书没能翻开第21页，但经验条已经涨满了大半。BOSS 死亡之后，发现敌人已经全部消灭，3只深渊荆棘妖灵立即就因为争抢尸体内斗了起来。被陈宇强化的那一只，仗着强化时间还没过，对2位姐妹实施属性碾压，将她们裹起来扔了出去，自己独享 BOSS 尸体。另外2只深渊荆棘妖灵没有办法，只能去寻找战场上其他更加有价值的尸体。BOSS 死亡的地点一共留下了3件物品，2枚文章以及1个日记本。陈宇拾起日记本，立即接收到天道提示。提示：由于称号天高3尺，你获得了额外的隐藏线索迪利亚公主的日记本。陈宇立即翻开日记本，里面都是他看不懂的文字。不过天道提示却直接把内容翻译了出来，大致意思是：
现任王后是个有毒的后妈，对迪利亚公主非常嫉恨，时常想要弄死迪利亚公主，让自己的亲儿子当王国继承人。迪利亚公主势力不够，智商也不是很够，于是在与王后的宫斗之中节节败退。唯恐自己被后妈弄死的迪利亚公主，只能寻求场外援助。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她接触到了一个势力组织，名为暗魔教团。暗魔教团与后妈的娘家斯图亚特帝国是死敌，于是公主很自然地加入了暗魔教团。借着赫拉迪克王国的资源，公主在暗魔教团中晋升到了很高的位置。随后，她与暗魔教团的大主教合力，自导自演了一出魔龙抢公主的戏码。迪利亚公主的原打算是趁着双方交战的时候制造混乱，让暗魔教团的人行动，将后妈的势力全部清除掉，然后在双方大战最激烈的时刻以高姿态出现，单枪匹马感化魔龙，顺便趁机借势将死鬼老爹赶下台，自己上位当国王。魔龙一方的7座城池实际上是迪利亚公主所掌控的势力范围，7座城池中被魔化的人也是公主的人，所以说实际上魔龙阵营应该叫做公主阵营，赫拉迪克王国阵营应该叫王国加王后阵营，暗魔教团、斯图亚特帝国，想必这也是后期会入场的2个阵营。陈宇瞬间厘清了4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副本有可能的动态发展。起因，斯图亚特帝国打算以王后为媒介，吞并赫拉迪克王国，王后打压公主，甚至准备弄死公主，让自家亲儿子当上国王。经过公主不敌，投靠暗魔教团，暗魔教团借着公主的手和斯图亚特帝国作对，企图破坏对方的吞并计划。高潮，魔龙和赫拉迪克王国大战，公主王后斗得不可开交，暗魔教团与斯图亚特帝国入场，4方势力2个阵营展开大混战。结局，4方势力捞不捞得着便宜不好说，考生肯定赚得盆满钵满。目前处于敌对的双方本质上是公主和王后，日记本里没有提及老国王，所以陈宇对老国王的立场并不是很清楚。普通玩家得到这条线索，或许会想方设法去做公主和王后甚至老国王的任务，挖掘额外剧情获取高考积分。不过陈宇的思路注定普通玩家不一样，在他看来，做什么挖掘剧情什么的得分效率太低了，还是打怪来的爽快。将日记本收起后，陈宇看向 BOSS 爆出来的2枚文章，真品力量文章，品质史诗，效果力量加500，附带技能巨力，开启该技能时力量属性额外加500，持续1分钟，冷却10分钟。真品体质文章，品质史诗，效果体质加500，附带技能磐石，开启该技能时体质属性额外加500，持续1分钟，冷却10分钟。陈宇拿出文章之书，把新爆出来的文章换上，属性再次暴涨了一大截。等植物生命们进食完毕，陈宇带着植物生命们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元关城城墙下。城内的军队眼睁睁看着镇守者以及最精锐的军队被屠戮一空，哪里敢出城迎战？望着紧闭的城门，陈宇将目光投向几只原初精灵，你们谁上？后土当即拔出宝剑，愿为无主斩杀一切敌人。他的宝剑比牙签稍微长一点，看起来和玩具一样。实际上，剑和铠甲本就是他具现出来的玩具，为了使他看起来更像一名尽忠职守的将军。世界树果实果壳变化的装备，形态无论是连衣裙还是铠甲宝剑都不会有任何区别。严格说来，这也是原初精灵的一部分。好的，去吧。陈宇对后土点了点头，用你的原子固化，给我的花花草草们留点肥料。遵命，主人。后土飞到半空中，手中的宝剑指着元关城，开始念诵咒语。因为元关城范围不大，不到半分钟时间，禁咒便已经准备完成。一道无形的波纹从金色的剑尖上蔓延而出，波纹所过之处，一切生命都陷入了静止，仿佛时间陷入了凝滞。没有天降烈火，没有地动山摇，这一记禁咒安静的可怕。过程无比安静，结果更加安静。微风吹过，城头的旗帜依旧在迎风招展，然而守城的士兵却如同被按下的暂停键一般。几名士兵坐在城墙的墙垛下面，似乎正在交谈。一名士兵惶恐和惊愕的表情停留在脸上，嘴唇保持着说话的口型，似乎上一刻还有声音从他口中发出。一个正在行走的士兵脚步已经抬起，因为无法再动弹的原因，向前倒下，脑袋在城墙石板上磕出一声闷响。天空中的飞鸟停止了挥动翅膀，直直地落在地面上，摔成了碎块。这一幕静得诡异。然而，对于植物生命而言，这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一整座城市的生灵仍由他们享用。陈宇转身对植物生命们下令：“去吧，交给你们了。”植物生命们立即面带兴奋地冲了上去。城墙对于植物生命而言形同虚设，他们有的用根系扎进城墙砖时间的缝隙，慢慢向上爬；有的一跃而起，直接跳上城头，大快朵颐。下一刻，无数获得积分的提示在陈宇脑海中响起。高考排名赛副本第3天，魔龙势力第6主城，原子固化。一道无形的波动扩散，将整个城市冻结。随后便是植物生命们一拥而上，享受自助餐的时间。原初土精灵歪歪斜斜地飞回来，被陈宇双手接住，然后送回无上圣土中休养。现阶段，原子固化的控制能力比其他任何小精灵的禁咒都更加实用，因为它无声无息，而且能完整的将敌人保留下来，为其他植物生命提供养分。不过，因为原初精灵等级太低的缘故，持续作战能力不强。普通的竞技法师释放禁咒需要消耗大量的职业属性魔力，原初精灵就是元素本身，不需要魔力作为媒介，但也会损耗大量的精神力和体力。就算有消耗减免 99% 的被动，也最多只能连续使用2次禁咒。3天时间，借助后土的控制禁咒，陈宇在魔龙势力范围内连下6城，不只是主城，连周边的怪物区域都被全部清空。由于得到了大量的高质量养分，5000多只植物生命有一半已经晋升传说。
魔龙势力的6座主城以及周边的怪物区域，难度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越往后越难。攻下第1座主城，将整个主城的怪物全光，也才价值不到2万高考积分。但刷完第6座主城之后，陈宇的高考积分已经增长到了60万，就连文章之书也升级到了42页。陈宇认为自己应该定个小目标，在排名赛副本里争取把文章之书翻到50页。文章之书20页之后，每页需要1万点经验；30页之后是10万，40页之后100万，50页总共也就1000多万。努力一下，应该可以做到。魔龙第6主城之中，镇守者是一只130级青铜 BOSS， 手下还有5只110级的青铜 BOSS， 以及20只110级的普通 BOSS。这种级别的 BOSS 根本就不是用来给考生打的，估计在副本后期会成为剧情 NPC 一类的存在。BOSS 手下还有上万只101级以上的精英怪，以及数万只101级以上的小怪。整个魔龙第6主城就没有一只怪物等级低于101级，换算成职业者阶位就是2转以上。如果放出来和陈宇的植物生命军团正面对决，陈宇手下的植物生命还真不是对手。不过在禁咒之下，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所有怪物都只能一动不动地等待死亡降临。等到植物生命们将战利品运送回来，陈宇将 BOSS 掉落的文章挑选出来。传世力量文章，品质传说，效果力量加3000，附带技能传世之力，开启该技能期间力量属性额外正 50%， 持续1分钟，冷却10分钟。传世技能文章沧浪百连斩，品质传说，效果获得史诗级技能沧浪百连斩。沧浪百连斩5秒之内对目标进行连续100次斩击，每次斩击伤害提升 5%， 期间不可更换目标，连击中断则技能结束，冷却时间300秒。传世技能文章火海，品质传说，效果获得史诗级技能火海。火海在一定范围内释放一片火海，对火海内的单位持续造成高额火系元素伤害。传说级的属性文章，属性加成已经达到了3000。技能文章则是各职业技能都有，不过技能文章中的技能品质比文章本身的品质要低一个品阶。但与外界不同的是，在高考排名赛副本中，文章技能不要求特定职业，也就是说，如果想的话，一个法师也能掏出大剑使用沧浪百连斩，一名战士也能随手放出火海。将文章之书清理置换了一遍之后，陈宇的4属性加成已经达到了上万点，史诗级技能的数量也达到了5个。时间差不多了，眼见天色已晚，陈宇决定先回监视城的冒险者公会看看寻人任务的情况。监视城冒险者公会，陈宇将自己的冒险者徽章递给冒险者公会的柜员，帮我查询一下任务进度。尊敬的冒险者，您请稍等。柜员接过徽章，片刻后，柜员将徽章还给陈宇，问道：先生，您要查询的是你在3天前发布的普通寻人任务吗？是的，您要找的人里面有2人已经在今天早晨找到，他们听说是您发布的寻人任务之后，便直接来到了我们监视城冒险者公会，等待您的消息。柜员说道。他们现在在哪？陈宇问道。正我们冒险者公会提供的住宿房间。柜员撕下一张纸条，写上一个数字，然后将纸条递给陈宇，这是他们租用的房间门牌号。陈宇接过纸条，上面写着2行文字：林法道一栋3025，林艾罗一栋3026，是2位竞技强者的后辈。另外2人呢？有消息吗？陈宇继续问道。暂时还没有。柜员摇了摇头，有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这边的。好的，你们继续帮我关注。陈宇离开柜台，拿着纸条找到一名服务人员，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很快便在冒险者公会大厅的楼上找到了林法道和林艾罗租住的房间。砰砰砰，陈宇敲响了3026的房门。很快，房门打开一条缝隙。哇，大神，是你啊！快进来，快进来！林艾罗兴奋地将陈宇拉进房间。走进房间之后，陈宇才看清楚，林艾罗整个人都套在狼皮之中，连脑袋上都套着狼头。你这是什么造型？陈宇失笑。这个呀，在副本里做的新装备哦。林艾罗笑嘻嘻地说道。其实还挺好看的，是吧？对，挺好。陈宇尊重林艾罗的行为艺术，但对于林艾罗的审美不敢苟同。狼皮是完整的，如果他趴在地上低下头，估计别人都会认为他是一只小怪。这3天时间收获怎么样？陈宇问道。收获？林艾罗嘴角一撇，也就那样吧。这3天时间加起来才赚到500多分，还不如上一轮的基础分数，甚至还差得很远。整个考场，陈宇这种狠人也就他自己一个，其他考生包括其他省份的第1轮榜首，也得老老实实在赫拉迪克王国区域打怪做任务。副本前期高考积分是其次，主要还是升级文章之书，收集高属性文章，实力提升之后，才能在即将开始的魔王与王国的大战之间狠狠捞一波。不过现在魔龙一方都快要被陈宇刷光了，战争估计是打不起来了。对了，大神，现在有很多考生都在组建联盟。林艾罗说道。目前有3个联盟实力拔尖，远远超过其他联盟，分别是以京都考生为首的天下盟，以魔都考生为首的六都盟，以及以玉京圣经考生为首的盛世盟。其中又以天下盟的实力最强，而且天下盟似乎特别针对云川省的考生。天下盟的盟主元宵甚至放话说要找大神你单挑，试试你这个第1轮总魁首的本事。说到这里，林艾罗露出义愤填膺的神色，他还说，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就是怕了他，你第1轮里面的18500分肯定是作弊得来的。现在这种说法在考生之中还流传得很广。呵，单挑？作弊得来的？陈宇不禁失笑，这种拙劣的激将法，如果是其他心高气傲、年少有为的天才，还有可能中招。陈宇心中却是波澜不惊，因为不管是实力还是心智，陈宇都明显高出他们几个大层次。蚂蚁在人类面前耀武扬威，人类一般是看不见的，就算看见了，也就当个乐子，
不会因为一只蚂蚁而生气。大神，你可别上当。林爱罗皱着鼻子说道，他们肯定是知道在能力上比不过你，有你在的话，状元之位肯定没他们的份，所以想把你骗过去，然后围攻你。放心，不会。陈宇笑道，他现在一门心思弄积分，哪里有空去理会什么元宵贬销的。至于所谓的天下盟，到底是不是想要把他骗过去，然后围攻，陈宇丝毫没有在意。一个蚂蚁想要挑战一个人类，不管他是真心想要挑战，还是在身后埋伏了一窝蚂蚁，想必人类都不会在意。如果路上遇到了，随手也就灭掉了。要是没遇到，也没必要刻意去寻找他们。大佬，你有想过组建一个联盟吗？林爱罗兴致勃勃地问道。以你的声望，只要振臂一呼，肯定有很多高手愿意跟随你的。没想过。陈宇摇头。组建联盟的目的在于借助集体力量来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考生们的实力对于陈宇而言基本没有帮助，自然没有必要去组建联盟。对了，这些你拿着。陈宇一挥手，一大堆文章出现在林爱罗的面前，差点将林爱罗淹没。大部分是普通文章，也有少部分稀有文章和史诗文章。他这段时间打到的高品质文章，除了功能性文章以及为李威和苏淼月留了几套之外，全部扔了出来。这些东西是副本专属物品，不能换积分，也不能带出副本，对他百无一用，还不如送给林爱罗和林法道提升一下实力，也算是完成了2位竞技强者的托付。原本他是想分派2个植物生命照顾他们，但文章对他们的提升显然比植物生命的照顾来得实在。这些给我。林爱罗目瞪口呆，悦耳的嗓音都变得尖锐了几分。都给你，好好加油，顺便也照顾一下林法道，那孩子好像有点怕生。行了，就这样吧，我先走了。说罢，陈宇向林爱罗挥了挥手，离开了房间。隔了好半天，林爱罗才从震撼中苏醒过来。这一堆文章，史诗级都有好几十个，稀有级更是成百上千。在副本中待了3天时间，他当然知道文章的作用以及高品质文章的稀有程度。稀有级文章一般是40级以上的 BOSS 才能爆出来，而史诗级文章得要60级以上的 BOSS 才有极小的概率出货。现有的大部分史诗级文章都是完成高难度连环任务后的任务奖励。他敢肯定，就算是最强的天下盟首领元宵，都不可能有一整套史诗级文章。而现在，史诗级文章和稀有级文章却被陈宇扔垃圾一般倒出来一大堆。3天时间，显然不可能是做那些繁琐的任务得到的奖励，只能是打怪掉落。由此可见，陈宇的实力强到了何种地步。乖，大神不愧是大神，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啊！高考排名赛直播间，直播镜头中，100多名考生顶着风雪严寒，在峡谷之中前进。主持人兽人不洗手正在兴致勃勃地解说着。屏幕前的各位，大家可以看到，组成盛世盟的天才选手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赫拉迪克王国的地图边缘。他们是第一批接触王后并完成相关隐藏任务，发现第三方地图势力的选手。不过，这条通往第三方势力的路线可不太平。通过之前的上帝视角，我们已经知道，峡谷尽头的守门 BOSS 是80级普通 BOSS 双血巨人，实力非常强悍。那么，盛世盟的选手们是否能够成功与第三方势力接触，并且完成阵营转换呢？我们拭目以待。没过多久，镜头中的百人小队就抵达了峡谷尽头，并且开始与一只身高10多米、全身覆盖冰晶的人形怪物交战。百人小队配合默契，以辅助职业者的削弱技能起手。坦克类职业者立即顶上，对 BOSS 进行控制，并且拦截 BOSS 的攻击。远程输出职业者则在后排无压力输出。大约10多分钟之后 ，BOSS 发出一声悲鸣，浑身的冰晶寸寸碎裂，倒地身亡。真是漂亮的配合！兽人不洗手用高亢的嗓音赞美，一次教科书般的 BOSS 战。他们已经将每一个职业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是无损伤的拿下了这个等级远超他们本身的 BOSS 怪。既然最后一关已经打通，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选手视角，见识一下第三方地图势力的魅力吧。镜头中，画面跟随着盛世盟的考生缓缓向前移动，走出山谷，又穿越了一片冰雪封冻的平原。最终，在平原的尽头，一座宏伟的巨城展现在画面之中。这座城池从面积上看，几乎等于4座赫拉迪克王国的王城。如果与主城相比，那么将是8座，甚至更多。城墙高达20米，城上的士兵装备精良，神色肃穆。每30米距离便设有一座箭塔，每隔1-20米距离便设有一座放着水晶巨炮的高耸炮塔。直播间中，兽人不洗手和小小团子同时发声，恭喜我们的考生发现了隐藏地图势力斯图亚特帝国。盛世盟一行100人凭借从赫拉迪克王后隐藏任务中获取的信物，成功进入了斯图亚特帝国的雪原巨城。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面见这座巨城的掌控者，隶属于提图亚特帝国的考珀扎克利伯爵，并且完成自身的阵营转换。一路上，考生们忍不住频频观察四周，并且扔出探查术。160级，160级，我去，那边的精英怪居然是170级的！一名考生惊呼，就连装备和赫拉迪克王国的军队都不是一个档次。还有那些城防炮，估计200级的怪物都扛不住一下吧？这有什么奇怪的？刚在城外的军营那边，我还看见了180级的青铜 BOSS。旁边的考生撇嘴说道：“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土鳖样，明明是高考副本，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等级的怪物？”另一名考生皱眉说道：“既然赫拉迪克王国有这样的盟友，那么魔龙那边大概率也会有。按照我们的等级，就算文章之书翻开20页，全部置入稀有级文章，估计也很难应付吧？谁告诉你这些怪物是给考生准备的？依我看，多半就是一些剧情 NPC。没错，不必太过担心，我们的任务是获取高考积分，只需要去击杀我们力所能及的怪物就行。”盛世盟的领头人也出声说道：“我认为加入第三方阵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各种任务的奖励上限应该会获得极大的提升。赫拉迪克王国那边的任务，连获取稀有级文章的任务都非常稀少，史诗级更是凤毛麟角。斯图亚特帝国这边的情况显然要强上不少。
而且强大的势力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定的大后方，如果前线混战起来，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前去获取积分。好了，别浪费时间了，先把阵营任务完成再说。各位，走吧。盛世盟一行在面见扎克里伯爵，转换自身阵营之后，果然发现了大量的高级阵营任务。斯图亚特帝国的任务与赫拉迪克王国的任务内容相差，仿佛都是清剿怪物或者击杀 BOSS， 甚至任务地点都在赫拉迪克王国的地图上。然而其奖励之丰厚，与赫拉迪克王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欣喜若狂之下，盛世盟的考生立即大批量接受任务，然后离开雪原巨城，返回王国地图打怪做任务。清晨，坚石城冒贤者公会顶层最奢华的房间之内，陈宇从柔软的床褥之间醒来。由于击杀了大量怪物的原因，他手中的空白文章多到没地方用，这东西离开副本就会失效，所以他也只能在副本里最大限度的进行挥霍。在与小精灵们一起享受了一顿豪华早餐之后，陈宇打开文章之书，启动传送文章，读秒完成，一道白光闪过，陈宇出现在魔龙第6主城的废墟之上。说，你是什么人？陈宇刚刚站定，便听见旁边响起一声怒喝，一名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铠甲的将领就在他前方不远处，用门板巨剑指着他。魔龙城第1军主将，150级 BOSS。陈宇环顾四周，发现此时他正处于千军万马的包围之中，整个魔龙第6主城的街头巷尾到处是身披铠甲的重骑兵。昨天他已经把第6主城全部清空了，这些军队应该是从魔龙势力最后一座主城魔龙城那边赶过来的，多半是魔龙城发现了6座主城失联，派人过来探查情况。陈宇二话没说，直接将植物生命全部召唤了出来。重骑兵都是150级小怪，主属性平均值在700点左右，150级普通 BOSS 主属性在7000点左右，4只深渊荆棘妖灵围攻 BOSS， 其余植物生命则是冲进小怪群中一顿乱杀。不多时，这支军队便全军覆没。收拾好战利品，陈宇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魔龙城。既然魔龙城已经发现了其他主城失联，那么肯定会源源不断地派人出去探查。每派出去一批人，陈宇就会损失一部分高考积分，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急速飞奔之下，陈宇只花费了不到2个小时时间，魔龙城便遥遥在望。在大小和外观上，魔龙城与其他主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怪物质量上却远远高于其他6座主城。魔龙城城外的军营中全是150级怪物，其中精英怪不在少数，就连 BOSS 都成片出现。高耸的城墙旁边屹立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黑色生物，其身形如同放大了无数倍的巨蜥，脑袋上长着一双向前的犄角，看起来如同西方传说之中的巨龙，但似乎又差了点意思。魔龙的脚下还站立着一名人类女性，她身穿如同婚纱一般的白色礼服，头顶戴着一顶黄金冠冕。陈宇对着巨龙和女人放出探查术。魔龙150级青铜 BOSS， 说明一头被魔化、非深渊化的亚龙众，魔龙阵营的终极 BOSS。迪利亚公主100级 BOSS， 说明赫拉迪克王国的继承人被魔龙抢走的公主。好家伙，如果不是得到了隐藏线索，我还真就信了。陈宇忍不住腹诽，这2条说明分明就是用来误导考生的。魔龙阵营的终极 BOSS 明明就应该是迪利亚公主才对，虽说其实力非常垃圾，但毫无疑问她才是魔龙阵营的真正掌控者。所谓的魔龙不过是一个打手而已。后土，交给你了。陈宇从圣土空间将6只原初精灵放了出来，然后对后土说道：魔龙城的实力比他手下的植物生命军团强出数十倍，150级精英怪实力已经超出50级的史诗级，150级 BOSS 更是比单个的魔化荆棘妖灵都要强出一些。如果靠植物生命军团硬冲，恐怕植物生命死光都不会对对方造成多大损伤。不过史诗级和传说级打不过，就上神话级开禁咒嘛，这是惯例。放心吧，无主，吾手中之剑必定会为您扫清障碍。后土轻车熟路地飞了起来，开始念咒。半分钟之后，后土的咒语念诵完成，一道快如闪电的波纹横扫整个魔龙城。在禁咒面前，150级和15级没有任何区别。气势昂扬、装备精良的军队瞬间凝滞，就像是一座座栩栩如生、巧夺天工的兵马俑。就这阵势，秦始皇看了都要眼馋。无主，信不辱命。后土飞回来，手握宝剑，对陈宇单膝跪下。做得不错。陈宇拿出一串大个的糖葫芦，从上面取下一颗，塞进后土怀里。后土抱着直径比他脑袋还大好几倍的糖葫芦，一脸懵逼。不过他闻到了糖葫芦上散发出的香甜气息，于是低下头轻轻咬了一口。尝到那酸酸甜甜的滋味之后，他的双眼开始发亮。真好吃。小风和小燕见状，立即飞到陈宇面前，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陈宇。陈宇将糖葫芦挨个取下，一串糖葫芦刚好6个，每个小精灵都分到了1个。小燕拿到糖葫芦之后，立刻绕到陈宇另一边，远离了小风。多次被抢劫之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他手中没有食物的时候，小风是最好欺负的存在；当他手中有食物的时候，小风立刻就会变成最恐怖的存在。分掉糖葫芦之后，陈宇才将麾下的植物生命军团全部召唤了出来。集美们，开饭了！听到陈宇的号令，植物生命军团瞬间向着魔龙城冲了过去。这个时候，传说级和史诗级的属性差距就彻底体现了出来。3000只传说级植物生命瞬间将2000史诗级甩在身后。见状，陈宇连忙再次发出指令：传说品质的都谦和一点，让史诗品质的小集美先吃。他手下的植物生命在战斗的时候相互配合得很好，但在抢食的时候绝对不会顾念姐妹情。如果没有他的命令，传说级能吃到的肯定比史诗级要多得多。更何况剩下的2000史诗级中，大部分都是近战实力比较差的百合花妖。百合系的智商比荆棘系和食人花系要高出那么一点，但近战实力却差了好几个档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每次抢怪的时候都只能在一边干看着，
好在植物生命们非常听话，已经进化到传说级的植物生命，看到身边有史诗级，便主动将怪物让给他们。在植物生命们进食的时候，陈宇来到了迪利亚公主的面前。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有着柔顺细腻的金色长发以及绿宝石般的双眼，虽然嘴巴略大，但在娇嫩鲜艳的双唇衬托下，反而成了加分项。陈宇将她提起来，从魔龙旁边搬开，免得被吃红眼的植物生命们误杀。这是个关键剧情人物，只要他不死，魔龙阵营就还存在，可以让人加入。砰砰砰！正在这时，陈宇耳边响起金铁交鸣的声响，回头一看，却是数十个荆棘妖灵正在对身形有一栋小别墅那么大的魔龙进行疯狂攻击，其中甚至还有陈宇昨天刚刚转化的那只深渊荆棘妖灵。一根根藤条抽打在魔龙体表的黑色鳞片上，溅起无数火星。然而，魔龙的血量却是一点都没有下降。身为150级的青铜 BOSS， 又是成长性偏高的龙系生物，魔龙的主属性估计在17000以上，再加上龙类的鳞片本身防御力就极高，植物生命中属性最高的深渊荆棘妖灵，主属性也不过6000点，根本就破不了防。见状，陈宇只好亲自教导，让深渊荆棘妖灵寻找弱点攻击。眼、耳、口、鼻这一类的孔窍部位是没有鳞片保护的，防御力非常低。深渊荆棘妖灵顿时开悟，带着无数毒刺的藤鞭当即钻入魔龙身上各个弱点部位。其他植物生命见状也学得有模有样，魔龙的血条立即开始直线下降。几分钟时间之后，魔龙的生命值彻底归零，爆出一堆各式各样的文章。同时，天道提示响起：击杀150级青铜 BOSS 魔龙，高考积分加4500。提示：由于你单独击杀了魔龙阵营终极 BOSS， 你额外获得5万点高考积分。提示：由于你单人击杀魔龙，并获得了关键剧情人物迪利亚公主，你可以做出如下剧情路线选择：选择1，公主与勇者的命运邂逅，将迪利亚公主送还赫拉迪克王国。选择后获得1万点高考积分，获得赫拉迪克王国崇拜级声望，获得斯图亚特帝国尊敬级声望，获得暗魔教团仇恨级声望。注：选择该选项必须将迪利亚公主安全送达赫拉迪克王国王宫，否则是做失败，无法获得奖励。选择2，屠龙勇者终成恶龙，继承恶龙未完成的事业，继续霸占迪利亚公主，代替恶龙成为魔龙阵营终极 BOSS， 掌控整个魔龙阵营。选择后将遭到其余3方地图势力的同时仇恨。注：选择该选项必须保证持续持有迪利亚公主，若迪利亚公主丢失或死亡，你都将失去阵营终极 BOSS 身份。妙啊！陈宇抚掌而叹，他刚才还在想用什么办法威胁迪利亚公主，撬开她的嘴巴，让她答应自己加入魔龙阵营。没想到魔龙一死，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选择屠龙勇者终成恶龙。提示：你选择霸占迪利亚公主，你的身份自动晋级为阵营终极 BOSS。提示：因为你的选择，你将会同时遭到3方地图势力的敌视，并将以 BOSS 身份参与副本终极任务。你可以随时以杀死、丢弃、送还、放走迪利亚公主的方式来放弃该身份。过了2个小时左右，植物生命们吃饱喝足，并且将战利品运送了回来。陈宇让后土解除了对迪利亚公主的控制，禁咒解除，迪利亚公主苏醒过来，她环顾四周，一脸惊愕。在她的记忆之中，上一刻还在与手下的将军商议6座主城失联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他手下的将军不见了，军队不见了，就连身后的魔龙都不见了，唯一剩下的就只有眼前这个他不认识的男人，以及他身边那不计其数的美貌少女。你是谁？迪利亚公主茫然地问道。我在哪里？是你把我从魔龙城带出来的吗？是的，我将你带出了魔龙城。陈宇义正言辞地说道。年轻美貌的公主被一头肮脏丑陋的魔龙霸占，我绝对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我响应国王的号召，前来寻找您，公主殿下。幸运的是，我成功了。迪利亚公主嘴角微微一抽，随即露出既喜悦又担忧的表情。感谢您，我伟大的勇士，但是魔龙实在是太强大了，你赶快将我送回魔龙城吧，否则我会连累你的。在迪利亚公主看来，一定是陈宇用了什么空间转移之类的法术，将她偷偷带了出来。不用担心，我的公主殿下。陈宇露出和煦的微笑，魔龙已经死在我的手中了。你看，在陈宇的指示下，植物生命们让开一条通道。迪利亚公主抬头看去，便看见一具只剩下一张龙皮和骨架的魔龙。由于视线开阔，她还看到了不远处的魔龙城以及散落一地的残缺不全的装备。尊敬的勇士，是您击杀了魔龙和他的爪牙。迪利亚公主心中泛起滔天巨浪，震惊的同时又无比恐惧。魔龙阵营的力量，没谁比她更加清楚。面前这个人竟然正面灭掉了整个魔龙阵营，甚至还让他毫无所觉。这种手段简直让人惊悚。是的，是我击杀了魔龙和他的爪牙。陈宇答道。感谢您，尊敬的勇者大人。迪利亚公主欲哭无泪。您现在可以将我送回赫拉迪克帝国吗？我的父王一定会拿出令您满意的报酬。纵然自己身就是100级 BOSS， 但此时的迪利亚公主心中毫无安全感，她只想快点回到王国，离开面前这个恐怖的男人。对不起，不可以。陈宇的嘴角逐渐向两侧裂开。亲爱的公主殿下，我正式向你宣布，你被我霸占了。从现在起，我才是真正的恶龙。陈宇的恶龙宣言让迪利亚公主惊呆了。片刻之后，她才继续小心翼翼地问道：勇者大人，是在和我开玩笑的对吧？不，公主殿下，我是认真的。陈宇充满兴奋地对几名荆棘妖灵说道：你们把他给绑起来，好好看着，别让他跑了。对了，注意力道，别把他弄死了。几名荆棘妖灵立即伸出藤鞭，将迪利亚公主绑成了一个粽子。好在他们已经提前收回了藤条上的倒刺，否则的话，娇贵的小公主身上怕是多出成百上千个血窟窿。迪利亚公主差点哭出声来。天可见怜，她
她只是被后妈迫害，家亲春妻叛逆，跟外人合谋，找了个借口离家出走，想要弄死后妈，外加继承老爹的家产而已。怎么就引出了这么一个变态啊？话说，传说中的恶龙抢公主的故事结局，不都是勇者救出公主，然后返回王国与公主幸福的生活下去吗？怎么到他身上故事就变了呢？恶龙倒是被勇者打败了，甚至挫骨扬灰了，但那恶龙可不是真正的恶龙，是他花费大代价找别人借来的金牌打手啊！而且，这个打败恶龙的勇者也太他妈离谱了吧？哪有勇者刚刚救出公主就直接强行霸占公主的道理？难道是因为我太漂亮了，让这位强大的勇者急不可耐？想来想去，迪利亚公主都没有找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一位勇者不惜自毁名声，与王国为敌，也要霸占自己的理由。对，一定是这样。他这样的强者都是横行无忌的，看上什么东西都习惯用力量抢夺。于是，公主殿下生命中第一次开始痛恨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美貌。给我带走！陈宇招呼着植物生命们将迪利亚吊了起来，然后与麾下的植物生命军团浩浩荡荡地开进魔龙城。魔龙城的中心有一座豪华的宫殿，应该就是迪利亚公主平时居住的地点。陈宇毫不犹豫地将宫殿据为己有，然后将迪利亚关进一个小房间，周围派遣了1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严加看守。随后，他占据了宫殿中最舒适、最豪华的房间，开始研究身为阵营 BOSS 的特殊全能。成为阵营 BOSS 之后，他的面前就多出了一个虚幻的阵营面板。阵营名称：恶龙阵营。阵营构成：终极 BOSS 陈宇，50级特殊白银 BOSS 6，50级特殊青铜 BOSS 4，50级青铜 BOSS 2958，50级普通 BOSS 2042，精英怪及小怪若干。阵营构成中显示的 BOSS 应该就是他手下的植物生命。史诗级植物生命被界定为 BOSS， 传说级则是青铜 BOSS， 被深渊化的荆棘妖灵则是特殊青铜 BOSS， 而6只原初精灵便是6只特殊白银 BOSS。从成长性上看，这样划分是没错的。其他种植师陈宇不清楚，但他自己手下的史诗级和传说级属性方面确实能和同等级普通 BOSS 与青铜 BOSS 对应。所谓的特殊，应该指的是该单位拥有特殊性，能力远超同品质同等级的其他单位。比如深渊荆棘妖灵也是传说级，但基础属性是同级同品质单位的2倍。原初精灵是异彩神话级，但他们生来就会丢禁咒，战斗力十分可怕。陈宇尝试着将一只深渊荆棘妖灵送回无上圣土，果然50级特殊青铜 BOSS 的数量从4变成了3。当他将其取出之后，数量又从3变回了4。陈宇突发奇想，要不要将世界树召唤出来，看看他是个什么品级的 BOSS？ 不过这种事情也就只能想一想。要是他真敢在副本里把世界树召唤出来，这个副本估计会直接坏掉。副本里的考生除了他之外，全员都要牺牲。除了 BOSS 之外，他手下还有许多小怪。这些小怪和精英怪倒不是他种植的植物生命，而是副本地图上魔龙势力刷怪区域的怪物。原本这些区域还有 BOSS， 不过全部被他清空了。小怪和精英怪陆陆续续刷新出来，而 BOSS 却始终没有再刷新。除了手下之外，阵营面板还有2个可以查看的选项，一个是势力，一个是任务。势力选项是一张地图，标注着目前他能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是7座主城以及主城周边的高级刷怪区域。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被标注为绿色，除此之外，整个地图都是红色。其中一块较浅，面积也最大，就是赫拉迪克王国。另外2个势力范围很小，每一块都只有1座主城管辖的区域。不过它们的颜色却是深红色，表示其危险程度非常高。2块深红色，其中一块在赫拉迪克王国，距离陈宇控制区较远，而另一块则与陈宇的控制区接壤，就在魔龙城周边一座山脉的后面。任务选项则是代表陈宇可以自行向考生发布任务，不过任务奖励的文章、高考积分需要他自己来出。这个功能对于陈宇来说没有丝毫作用，他不需要招募考生完成任务，就算需要，只要亮出身份，振臂一呼，有的是人来跟随他，根本不用付出额外的高考积分。除了发布任务之外，还有几个他自己可以去做常驻任务，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些任务的内容简单粗暴，奖励也非常粗暴。一是扩大势力范围，每多占据1座主城，奖励5万高考积分；二是覆灭其他地图势力，灭掉赫拉迪克王国，奖励20万高考积分；灭掉另外2个地图势力，则是50万积分。和我的势力接壤的这一块，应该就是暗魔教团了吧？陈宇思索着，曾经暗魔教团是魔龙势力的盟友，或者说靠山，连魔龙都是暗魔教团借给迪利亚的。而现在陈宇灭掉了魔龙，霸占了公主，他和暗魔教团便是死敌。他决定首先把这个暗魔教团给灭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暗魔教团的实际情况，迪利亚比较清楚，可以叫他过来问问。陈宇端坐在宫殿中的大床上，对站在旁边的几个深渊荆棘妖灵喊道：“来人，把公主殿下给我绑过来！”魔龙城宫殿一间用来给仆人居住的小房间之中，迪利亚瘫坐在地上，一脸生无可恋。他甚至没有丝毫想要逃走的想法，因为在这个房间之外，密密麻麻的围绕着上百个传说级生物。他从出生到现在见过的传说级存在，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作为一个史诗级生物，被这么多传说生物拱卫，想想还挺荣幸的。砰！一声巨响传来，房门被粗暴的撞开，一只面无表情的魅魔走了进来。传说级的魅魔，也是那个人的手下。迪利亚心中有些疑惑，听说一些无聊的强者喜欢从深渊里抓一些魅魔类的怪物供自己享受，可是既然他手下有魅魔这种生物存在，为什么还要霸占我呢？难道我的魅力已经超越来自深渊的魅魔了吗？哎，我这该死美貌啊！已经认命的迪利亚公主在遭遇深渊荆棘妖灵之后，
心中竟然突然出现了一点小窃喜。毕竟人类女性在美貌上超越深渊魅魔，绝对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跟我走。深渊荆棘妖灵语气生硬地说道。深渊化的荆棘妖灵拥有了语言能力，但在情感上还有些欠缺。好的。迪利亚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凌乱且有些破损的白色礼服，走到深渊荆棘妖灵身边。他昂着头，秀出修长洁白的天鹅颈，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自信从容。不过深渊荆棘妖灵可没有欣赏他仪态的想法，食指一伸，探出一根藤条，将迪利亚结结实实地捆成了一个粽子。不是魅魔，原来只是长得像魅魔的深渊系植物生命。迪利亚心中顿时有些失落，他尝试着挣扎了一下，发现藤条的力量十分惊人，根本没有挣脱的希望，于是叫喊道：喂，你别这么对我行不行？能不能把我放下来？我又跑不掉。面对迪利亚的要求，深渊荆棘妖灵没有丝毫反应，他根本不在乎迪利亚会不会逃跑，只是忠实地执行着陈宇的命令。迪利亚没有得到回应，只好作罢。他自己也知道，植物生命就算进化到传说级，也是轴脑子，不会和你讲道理。一路上，他转动着露在外面的脑袋，观察四周的情况。然而越看越让他胆寒。这座他原本非常熟悉的宫殿，四处都充斥着青春貌美、香气四溢的少女。细细感受之下，这些少女竟然全部都是传说级品质的存在。从囚禁他的小房间出来，他至少看到了数百个传说级。几分钟之后，迪利亚被深渊荆棘妖灵带进他一直居住的寝殿。这不是我的房间吗？难道那个人良心发现，准备给我换一个好点的环境？迪利亚正在疑惑着，抬头便看见那个令他恐惧的神秘人类男性正坐在他的床上，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原来是这样，这一刻这么快就到了吗？我这该死的美貌，竟然让这种等级的恐怖强者都迫不及待了吗？迪利亚心中无悲无喜，选择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只是希望他能对我温柔一点，听说会很疼呢。砰！正在胡思乱想的迪利亚被深渊荆棘妖灵凌空抛出，扔在陈宇面前。猝不及防之下，迪利亚直接鼻子着地，摔了个狗啃泥。哎呦！死！迪利亚忍不住痛呼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深渊荆棘妖灵一眼。果然是木脑袋，明明床就在旁边，至于把我丢地上吗？好在100级 BOSS 的身板够硬，不然就这一下，不死都得毁容破相。迪利亚从地上爬起来，揉了揉酸痛的鼻子，乖巧地跪在陈宇面前，抬头偷偷看了陈宇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勇者大人，请您见谅，我没有相关经历，所以可能不太会服侍您，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此时迪利亚害怕的不是失去贞洁，而是由于自己太生涩而无法让对方尽兴，从而对他做出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正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肮脏的母畜，你是想死吗？你凭什么以为你那如癞蛤蟆一般龌龊的身体有资格服侍主人？不要整天白日做梦了，你只配被扔在最恶臭的厕所里腐烂掉。紧接着，一股如同大海一般浩瀚的气势陡然将他淹没。他觉得此时的自己仿佛一只在惊涛骇浪中苟延残喘的小舢板，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情的风浪吞噬。面对这样的气势压迫，迪利亚唯有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这股气势只是一触即收，没有继续针对他。不过，即使是短短1秒钟时间，也让迪利亚的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他颤颤巍巍地直起身，只见一个只比他的手掌长一点的袖珍少女缓缓从上空降落到他的面前。少女撩了撩冰蓝色的长发，神色冷漠地对他说道：该死的母畜，收起你那肮脏的欲望，否则我不介意让荆棘妖灵用他们带刺的藤鞭满足你。这是元素精灵，神话级生命元素精灵。迪利亚的脑海中惊雷阵阵。元素精灵这种生物，他只在传记小说和野史中见到过只言片语。传闻这种生灵便是元素本身，他们一诞生便是神话级存在，拥有调用元素力量的伟大全能。即便是天赋最弱的元素精灵，只要按部就班的成长，最低也能成就半神之位。可是以元素精灵的崇高位格，为什么会任人为主？难道是我的感应有误？不可能的。他对我使用了领域威压，我亲身经历了他的恐怖威势，不可能感应错的。传说中，元素精灵有极低的可能与其他生灵签订契约，让其他生灵借用他们的力量。但是任人为主绝对不可能，就算是神灵，也不可能将元素精灵收为仆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迪利亚忍不住抬起头，偷偷看向陈宇。就是这一样，差点让他当场戳瞎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清晰地看见这个男人的身边竟然还环绕着4只元素精灵，甚至他的手中还捏着一只正在肆无忌惮地逗弄着。6位元素精灵，他手下竟然有6位元素精灵。这个人，他是传说中的创世之神吗？母畜，低下你卑微的头颅，不要用你的目光玷污我的姐妹以及伟大的主人。冰蓝色长发的微型少女一声冷喝，将迪利亚从震惊中叫醒。他赶紧听话地低下头，不敢再直视陈宇。就在这时，一只穿着纯白连衣裙的精灵飞了过来，拉着冰蓝色长发精灵的手，说道：小淼，作为主人的仆从，我们的行为举止必须优雅，你怎么可以满口脏话呢？区区一头母畜居然妄图享受主人的恩泽，这可是母亲大人都没有获得过的殊荣，我难道不应该提醒他认清自己的地位吗？冰蓝色长发精灵冷声说道。随即他看向迪利亚，你觉得我有错吗？母畜。顿时迪利亚将头埋得更低了，他无法反驳一名神话级存在，更无法顶撞一尊注定要成为神灵的元素精灵。不过他对白衣精灵倒是有了些许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元素精灵就是高傲的，看谁都不顺眼的，如同冰蓝色长发的小精灵一般，而白衣精灵却给他一种谦和优雅的感觉，让人心生亲近。小淼，别这样说，
白衣精灵继续说道：“任何生灵都是需要有梦想的，正因为生灵们拥有梦想，这个世界才会变得精彩而美丽。即便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他们也有在心中默默幻想、默默追求的权利。”听到这话，迪利亚忍不住点了点头，对白衣精灵的好感更深。哼，我不同意！冰蓝色长发精灵冷哼道：“一头卑贱的存在，居然妄图玷污主人，我无法接受。”哎，小鸟啊！白衣精灵叹了口气，拍了拍冰蓝色长发精灵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必须承认，幻想是有必要存在的，这是生灵存在的希冀和动力。比如粪坑里的蛆虫，它们活着的意义，不就是幻想着有一天可以蜕变为能飞上天空的苍蝇吗？”有道理。小鸟思索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小光，你是对的。”随即，他再次看向迪利亚，语气稍有缓和：“母蛆，我不会再阻止你肮脏的幻想，但我必须提醒你，就算你真的蜕变成了苍蝇，也绝对没有机会得到主人的恩宠，这不就对了吗？”小光满意的点了点头，飞回陈宇的肩上坐下。一旁的陈宇诧异的将小光拿在手中，仔细打量了一遍，甚至打开属性面板看了看名字，确定是原初光精灵没错。嗨，先别说了。陈宇将小淼也抓起来，揣进衣兜里，免得他继续语出惊人，把公主殿下骂自闭了。迪利亚，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大人，您请问。迪利亚跪在陈宇面前，额头几乎都要点到地面上。暗魔教团你知道吧？陈宇问道。知道。迪利亚不敢隐瞒，实话实说道。暗魔教团有一座据点，距离我们脚下这座主城很近。你的魔龙就是从那里弄来的，是吧？陈宇说道。是的。迪利亚战战兢兢回答道。大人，我也是迫不得已的。魔龙的来历可是他隐藏最深的秘密，只有他最信任的手下才知道其中原委。没想到居然被面前之人一语道破。放心，我对你做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暗魔教团的老巢在哪。陈宇问道。我不知道，暗魔教团的总部并不在赫拉迪克王国。迪利亚答道。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走出过赫拉迪克王国的范围。不仅是我，似乎没几个人走出去过。王国的边境存在着将整个王国笼罩的迷雾，任何生物靠近迷雾都会在短时间内回到原地。暗魔教团是外界的势力，听说他们有一座传送阵和外界连通，不过最近几天传送阵好像失效了，无法继续使用。知道了。陈宇点头。高考排名赛副本就是整个赫拉迪克王国的范围，暗魔教团和斯图亚特帝国只是背景板，真正在副本中只占有一座主城那么大的区域，这无疑让陈宇开拓地图获取更大利益的想法落空了。带下去。陈宇心意阑珊地挥了挥手，深渊荆棘妖灵力即将迪利亚绑起来，无视他的挣扎和扭动，将他拖出了宫殿。赫拉迪克王国风啸山脉。风啸山脉是一处十分高效的刷怪区域，并且冒险者公会中有一个常驻任务，便是猎杀风啸山脉中的精英怪。任务奖励是100枚空白文章，如果连续完成10次，还能收获1枚稀有级文章以及100点高考积分。刷！一道明亮的剑光闪过，一头2米多高的食人魔被削断了脑袋。苏淼月走到尸体旁边，将掉落的空白文章捡起。陆平平也从旁边走了过来，嘴里嘟囔着：“我说月月，陈宇不是在冒险者公会发布任务找你吗？你干嘛不去？大神带飞多爽，何必自己辛辛苦苦打怪攒积分呢？”我也不知道。苏淼月茫然地摇了摇头。在知道陈宇发布任务寻找他的时候，他心情很激动。可是，在踏上前往监视城传送阵的时候，他却犹豫了。或许是不想养成依赖他人的习惯，又或许是心中还有一点点尚未被磨平的小骄傲。苏淼月选择自己拼一把，试图证明自己也是个有用的人，不仅仅只是一个腿部挂件。虽说早在高考之前，他就已经是大神的腿部挂件了。咦，平平，你的这个胸章还会发光，是装备吗？苏淼月突然注意到陆平平的胸口那枚镌刻着6道交错血痕的黑色胸章正在微微发亮。啊，你说这个啊？陆平平将胸章取下，不是装备，只是个装饰品罢了。之前在野外练级的时候，有个神神秘秘的组织，说是看好我的潜力，投资了我足足1万金币的物资。我尝试过找他们，但是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直到高考前一天，他们的人再次找到我，把这个东西给我，说是如果我进入了排名赛的话，可以把这个带进来，凡是有同款胸章的都是自家人，可以相互扶持。不过到现在我也没遇到过其他拥有这种胸章的人。喏，你感兴趣的话拿去看吧。陆平平将胸章交易给苏淼月。苏淼月接过胸章，查看属性，同盟会胸章，说明普通装饰物，似乎是某个组织的标志。这风格女孩子戴着不太好看。胸章是纯黑底色，上面的图案如同2道野兽的爪痕，内容简单，却体现出血腥暴力的黑暗风。戴在16、17岁青春活泼的少女身上确实不太适合。正当苏淼月要将胸章还给陆平平的时候，胸章上突然泛起浓郁的猩红色光芒，同时胸章的物品属性面板微微模糊了一下，瞬间变得面目全非。撕裂仪式物，品质神话，效果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撕裂仪式物将会自动开启撕裂仪式，说明某位强大存在的仪式物，仪式完成将会召唤那位强大存在的分身降临。神话品质，召唤某位强大存在分身的仪式物。苏淼月瞳孔一缩，奇怪，以前这东西可没这样过。陆平平一脸疑惑地说道：“难道说还有什么隐藏功效，比如互相联络之类的？”平平，快回城！苏淼月当即取出文章之书，换上传送文章，开始传送。哎，月月，打怪打得好好的，这是要去哪儿啊？去监视城找陈宇。苏淼月快速说道。
他不知道撕裂仪式物会召唤出什么样的存在，但风格与名称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听陆平平的意思，这枚仪式物是某个神秘组织专门花费重金让他带进高考排名赛副本的，并且这个组织还安排了其他考生带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撕裂仪式物将会自动开启撕裂仪式，这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之前的伪装效果显然是为了不被考场的考官们发现。综合以上的几点信息，苏淼月立刻做出判断，这个仪式物将要召唤的存在绝对来者不善。高考副本中，考生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系的手段，遇到这种事，苏淼月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宇，那个从一开始就将他死死压制、强大、神秘、深不可测的男人。或许他会有办法解决。啧。陆平平露出一脸暧昧的表情，终于忍不住了吧？我就不去当你的电灯泡了，你自己去找你的哥哥甜甜蜜蜜吧。你以为我为什么去找他？苏淼月指了指手中的仪式物，怒道：还不是因为你！我告诉你，你摊上事了，大事，自己看吧。说罢，苏淼月直接将撕裂仪式物胶还给了陆平平。这怎么会这样呢？陆平平瞬间傻眼，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快传送啊！愣着干什么？苏淼月焦急道：如果说副本里还有谁能解决这件事，也就只有他了。哦，陆平平如梦初醒，连忙取出支书开始传送。不仅是苏淼月和陆平平，同一时间，赫拉迪克王国的20座主城以及王城的范围内都有考生发现了撕裂仪式物。能进入排名赛的考生都不是蠢人，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持有撕裂仪式物的考生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人悄悄将其抛弃，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有人惊恐万状，向同伴求助；有人将仪式物交给赫拉迪克王国的强者，声称这是恶魔的信物，会引导恶魔降临；也有聪明人直接找了一个神殿，悄悄将仪式物混在空白文章里，放进神殿的功德箱。清晨，魔龙城，陈宇从迪利亚舒适的大床上醒来，迷糊间感觉有个热乎乎的东西像个抱脸虫一样缠在他的脑袋上。他伸手抓住缠在脸上的东西，拿下来一看，发现是正在呼呼大睡的小燕。除了小燕之外，小峰也趴在他的胸口睡觉。6只元素精灵，只有小峰和小燕喜欢睡大觉，其他4只都没有睡觉的习惯。此时，他们正在陈宇的肚子上开座谈会。一个方形的小盒子被盖在陈宇的肚脐上，小盒子里装着一些零食。4只精灵坐在盒子的4边，一边吃一边聊。陈宇尝试着倾听，发现他们聊的都是诸如物质与法则承载于轨迹元素的本质之类的话题。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于是，陈宇伸手将小盒子拿开，另一只手横着一捞，将4只小精灵全部抓在手中，然后坐了起来。4只小精灵顿时叽叽喳喳地惊呼起来。好挤。哎，主人醒了呀！妾身的裙子都乱掉了，嘻嘻，被主人捉住了。陈宇将他们放下，穿好装备，将分散在宫殿中的植物生命们召集起来之后，前往了关押迪利亚的小屋。砰砰砰！陈宇礼貌地敲了敲门。几秒钟后，穿着破烂白色礼服的迪利亚将门打开，看见围绕在陈宇身边的6只小精灵，他立即卑微低下了头。走吧，跟我去按摩教团一趟。陈宇说道。说罢，也不顾迪利亚的反应，直接让深渊荆棘妖灵将他捆了起来。迪利亚也不挣扎，反而直接闭上眼睛开始补觉。陈宇将大部分植物生命收回无上圣土，只留下4只深渊荆棘妖灵跟随，沿着势力地图上的路线离开魔龙城后，直奔按摩教团。花费了大约1个小时，在翻越一座山脉之后，便抵达了按摩教团的势力范围。按摩教团势力范围中也有几个刷怪区域，不过这些怪物包括区域 BOSS 在内等级全部都在150级以上。排名赛中的考生至少得有一身史诗文章，才敢尝试着在这种地方刷怪。陈宇没有理会野怪，直接奔袭按摩教团。按摩教团的据点也是一座城池，不过城墙十分低矮，城外铸造着10多个巨大的巢穴，每个巢穴中都有着2-3只体型庞大的龙类生物。这些龙类生物全员都是魔化的航龙，与魔龙城的魔龙是一家人。不过这些魔化的行龙等级都在160级以上，强度比魔龙可要高得多。除了魔龙，城中还有成片的战士、骑士、刺客、法师、弓箭手等各职业高等级怪物。城外的空地上还放置着大批量的工程器械以及制式装备。大人，您带我来这里是要让我混进按摩教团为您办事吗？迪利亚清醒过来，看清周围的环境之后，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用。陈宇摇了摇头，我带你来只是为了把你带在身边而已。随即又对后土说道，交给你了。遵命，屋主。后土飞到按摩教团驻地外，拔出宝剑，开始念诵咒语。无穷无尽的土元素开始无声无息地聚集。在准备阶段，原子固化没有任何声光效果，不会惊动敌人，这也是陈宇喜欢使用原子固化的原因之一。按摩教团据点，几名200级的3阶法师 BOSS 正聚集在一起讨论法术应用的问题。元素之间的相生相克可以理解为一种转换。一名法师说道，比如水经过高温蒸发会形成向上的热流，这种热流也是风的一种形式。另一名法师点了点头，没错，水属性的冰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土属性，在地形类土系魔法，在冰原地形也是可以施展的。以物质转换来理解地火水风4种元素，确实能为不同系别的法术融合提供理论基础，只不过这种理论尚未成熟，还需要。正在这时，几名法师不约而同的眉头一皱，转头看向同一个方向。各位，我感觉那个方向的土元素在暴动。一名法师神色有些惊惧的说道，我从未见过如此狂暴的元素力量聚集。没错，我也是。另一名法师说道，难道有哪位大法师在实验自身的新法术？不会吧，赫拉迪克王国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大法师存在？不应该啊。
之前就没有七阶大法师来过，现在传送阵出了问题，更不可能有大法师过来了。过去看看。一名法师提议。好，一起去，走吧。几名法师刚刚起身，走到门口，便骇然发现一股磅礴的土元素波动，如同风暴海洋中的浪潮一般，向着整个教团据点袭来。那股元素波动的速度太快了，快得根本不像是土系魔法。波动所过之处，一切生命突然陷入了静止，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甚至植物，都维持着被元素波动触及那一刻的状态，不再有丝毫改变。一名法师的脑海中突然冒出曾经在书中看到的关于某个土系禁忌魔法的描述。这是禁。这名法师的话刚刚说到一半，磅礴的元素波动已经从他的身上扫过，尚未出口的那个字与他惊恐的表情一起永久地定格在了这一个瞬间。城外，后土将宝剑归鞘，飞回陈宇身边。真棒！陈宇照例表扬了他一番，然后拿出一包瓜子分给小精灵们。小燕拿着瓜子一口咬下，瓜子壳上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缺口。他一边咀嚼一边皱起了眉头。主人，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吃的样子。吃。陈宇忍俊不禁，外面的壳是要丢掉的。他亲自为小精灵们示范了一番瓜子的吃法，然后嗑开一粒瓜子递给小燕。小燕接过瓜子，就像拿着一个长条面包，咬了一口瓜子仁之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陈宇从圣土中拿出一套桌椅，与精灵们一起坐下，然后将植物生命军团放了出来，笑着喊道：姑娘们，放开了吃，今天的食物可都是平时享受不到的好东西。植物生命军团顿时如同饿死鬼投胎一般，冲向暗魔教团据点。无数布满尖刺的可怖藤鞭挥舞，眨眼间便将一个个暗魔教团士兵撕成碎片。一朵朵狰狞的食人花绽放，一口就能将一整个人吞噬。体型庞大的魔化地龙被藤鞭和根系直接从弱点刺入体内，吸取养分。原本守备森严、人影重重的暗魔教团据点，瞬间变成了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而青春唯美的植物生命们，便是地狱中那恐怖的恶鬼。陈宇和小精灵们一边嗑瓜子，一边欣赏着这令人愉悦的一幕，不时还会点评一下哪个聪明的植物生命靠智商取胜，多得到了一些食物。与陈宇和精灵们轻松的状态不同，迪利亚心惊胆战地看着被禁止的暗魔教团，双腿发软，冷汗直流，无边的恐惧将他吞噬。就连周围很平常的景物，似乎都变成了择人而噬的魔鬼，正在对他狞笑。什么啊？这到底是什么啊？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迪利亚不禁想到了自己在魔龙城遇见陈宇的一幕。他麾下的子民和军队，或许就是如这些人一般，在时间凝滞中，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那些恶鬼口中的美食。或许就连他自己，都是因为还有点用处，才能幸存下来。他喜欢的是这样的场景吗？如果我对他没有用了，也会变成那样吗？不，对于他而言，我从来都不曾有用过。或许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玩具而已。或许他只是享受我的恐惧，享受我的绝望，像看到我最后一刻的痛苦表情。迪利亚偷偷瞥见陈宇和小精灵们欢快的气氛，不由得更加惊恐，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当然，这只是迪利亚的脑补。实际上，陈宇根本不喜欢血腥场景。双方最大的思想误差就在于，迪利亚将暗魔教团的人当成真人，而在陈宇眼中，那只是一个个人形积分包，以及他手下小可爱们的肥料。迪利亚以为陈宇在享受虐杀生命，实际上陈宇只是在享受开包的快乐。而且，迪利亚在陈宇手中绝对比在任何地方都安全。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陈宇会全力保护他。暗魔教团据点的怪物质量比起魔龙城要高得多。植物生命们一顿自助餐足足吃了3个小时。随着一连串提示音响起，地图隐藏势力暗魔教团终于落下了帷幕。击杀200级青铜 BOSS 暗魔教团主教，高考积分加8000。提示：由于你单人击杀了势力终极 BOSS， 高考积分额外加50000。提示：由于你击杀了暗魔教团全部 BOSS， 暗魔教团势力已覆灭。提示：你完成了势力任务覆灭暗魔教团，高考积分加50W。提示：你完成了势力任务开疆拓土，高考积分加5W。提示：你已掌控暗魔教团势力区域，获得该区域所有怪物掌控权，包括 BOSS。覆灭暗魔教团一共为陈宇带来了90W 高考积分的总收益，这个数字甚至比灭掉整个魔龙阵营还要高。要知道，魔龙阵营一共7座主城，怪物不计其数，前6座主城一共提供60W 积分，加上灭掉最后的魔龙城，才堪堪达到80W。陈宇打开势力地图，原本的2块深红色区域已经只剩下1块，属于暗魔教团的深红色区域变成了绿色。暗魔教团区域中一共有12个野外刷怪点，每个刷怪点都有一只不会刷新的区域 BOSS， 其中180级青铜 BOSS 1只，160级青铜 BOSS 3只，180级普通 BOSS 4只，160级普通 BOSS 6只。现在这些 BOSS 全部归陈宇统辖，成为了陈宇手中可以调动的兵力。这样也好，至少不是光杆司令了。陈宇原本打算在灭掉暗魔教团之后再去刷掉这些 BOSS， 现在想刷都没法刷了。击杀自己手下的生物是无法收获的奖励的。不过这些 BOSS 的存在也让陈宇的手下增添了12员大将。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嗨，不对，我有12黄金圣斗士，可斩女神雅典娜。将暗魔教团一扫而空之后，植物生命们将战利品陆续搬了出来，其中大部分是各种文章以及制式装备。除此之外，居然还有一本文章之书。与初始拥有的史诗级文章之书不同，这本暗魔教团爆出来的文章之书是传说级传世文章之书。品质：传说。页数101,000。文章无效果，该装备置于物品栏中即可生效，根据置入的文章提供相应能力，每页可置入2枚文章。注：该装备不可带出副本。注：你可以持有多本文章之书，但同一时间只能有1本生效。好东西！陈宇看了一眼属性，然后将其放入了物品栏之中。
传说级文章之书升级经验翻了10倍，每页可置入的文章数量增加了1倍。如果传说级文章之书升级所需经验的涨幅与史诗级文章之书一致的话，那么从翻开第10页开始，两者的差距就会体现出来。传说级文章之书翻到第10页需要10000经验值能够置入20个文章，史诗级文章之书翻到第20页需要11000经验值，然后从第20枚文章开始就是传说级文章之书纯赚了。传说级文章之书翻开第11页需要10000点经验能够增加2个文章位置，而史诗级文章之书翻开第21页同样需要10000点经验增加的文章位置却只有1个，等级越高差距就越大。背包里有2本文章之书，不知道怎么计算升级经验。今天天气不错，就拿另外一个隐藏地图势力来尝试一下吧。收好战利品之后，陈宇将植物生命们收回无上圣土，翻开文章之书准备传送回监视城，然后赶往斯图亚特帝国的雪原巨城。随即他又看向了迪利亚，此时迪利亚公主正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传送文章只能传送使用者本人，不能带人传送，这让陈宇有些犯难。迪利亚是他终极 BOSS 身份的保障，必须带在身边。随便派一些植物生命看护的话，他害怕迪利亚会逃跑，或者有其他人会前来将其劫走。可是如果带着迪利亚，就不能使用传统文章，会凭空多出一大段路程。不如将它放进无上圣土，然后我再单人使用传送文章。陈宇走到迪利亚身边，将他从地上拉起来，说道：“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不要反抗。”迪利亚看着陈宇，畏惧的点了点头。随即，陈宇带着迪利亚一起进入了无上圣土。迪利亚只感觉眼前一闪，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斥着无穷无尽的蓬勃生命气息，以及一种他无法言喻的神秘与苍茫。这是哪儿？迪利亚忍不住偷偷观察四周，第一时间，他便发现了世界树的存在。那横贯无穷虚空的树干以及神圣伟岸的气息，令他忍不住顶礼膜拜。就在这一刻，他感觉到自己身上似乎有一道无形的枷锁碎裂了，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无比清晰，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涌上心头，那是每一个生灵对于真实和自由的追逐，仿佛曾经的自己一直存活在牢狱之中，被厚重的镣铐束缚着手脚。而在这一瞬间，他终于挣脱了束缚，逃离了囚牢。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感动的泪水却如断线的珍珠一般，自明亮的眼眸中滚落而出。别哭了，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陈宇拍了拍迪利亚的肩膀，少有的安慰道：“对了，这个给你，拿去吃吧。”我不是。迪利亚转过头，刚想解释，却被一个大号棒棒糖塞进了嘴里，将剩下的话给堵了回去。我知道，我的行为可能你无法理解，会认为我是一个凶残嗜杀的恶魔。陈宇说道，但这无所谓，你只需要明白一点，我不会杀掉你。但是，你也别想着逃跑，不久之后我会还你自由，到时候你爱去哪就去哪。迪利亚正在尽情体会那种莫名其妙的美妙自由感，虽然他正在被人囚禁，甚至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陌生地点，但那种发自灵魂的真实感绝对不会欺骗他。听到陈宇的话，他立即低眉顺眼的说道：“是，我知道了，我不会逃跑的。”没有进入无上圣土之前，如果有机会，他会毫不犹豫的逃离陈宇。然而现在，他不仅不会逃跑，甚至还希望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仅仅在无上圣土中停留了片刻，他就感觉自己获得了大好处。或许我可以将这个地方记录下来。迪利亚拿出文章之书，翻开传送文章的页面，准备记录传送点。然而下一刻，怎么可能？为什么我的文章全部失效了？怎么可能？为什么我的文章全部失效了？迪利亚忍不住一声惊呼。在赫拉迪克王国，文章之书是必备的物品，每个人的战斗、工作乃至生活都离不开文章之书。赫拉迪克人失去文章和文章之书，就仿佛一个现代人突然回到了原始社会，失去了一切科技物品的支持，那种茫然无措的恐慌，绝对能瞬间将一个人击垮。普通人可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无法依靠一把小刀和一个打火石就能在原始丛林中求生。文章失效，陈宇有些诧异，拿出自己的文章之书查看。文章之书，品级无，说明一件保存完好的古物，上面存在着些许时代的痕迹，如果出售给古董商人，或许能卖个好价钱。果然失效了。紧接着，陈宇又拿出一枚传说级力量文章，传世力量文章，品级无，说明一枚精致的装饰物，上面残存着些许时代的痕迹，如果出售给古董商人，或许能卖个好价钱。陈宇赶紧查看其他文章，结果没有任何意外，全部都是没有品级的装饰品，应该是无上圣土不算在副本之内的原因。文章与文章之书本来就是本副中的特有装备，标注着无法离开副本，带到无上圣土中失去效果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之前陈宇将所有文章都储存在无上圣土之中，没有可以进入圣土查看文章属性，但是当他将文章取出之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试试看。陈宇拿着文章和文章之书退出无上圣土，然后查看属性，果然属性又恢复了正常。就在这时，一连串提示音突然传入陈宇脑海：警告，重要剧情人物迪利亚公主遗失！警告，重要剧情人物迪利亚公主遗失！警告，重要剧情人物迪利亚公主遗失！提示，请在1小时之内寻回剧情人物迪利亚公主，否则你将失去魔龙阵营终极 BOSS 身份。陈宇立即反应过来，既然文章在圣土内失效，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无上圣土副本是无法检测的。这个时候，副本自然就会判定迪利亚公主已经不在陈宇的势力范围之内。好在副本非常人性化的给予了陈宇1个小时的寻回时间，不然的话，他的收获恐怕就要被直接腰斩了。1个小时时间足够了。陈宇翻开传送文章，原地搓了一个回城。
10秒钟之后便出现在了坚石城冒险者公会。随后他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乘坐传送阵前往了距离雪原巨城最近的主城。出城之后立即将迪利亚公主放了出来。提示：你寻回了迪利亚公主。提示：由于你不在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请保证与迪利亚公主的距离不超过100米，否则将算作未持有该人物。遗失时间达到1小时，将自动失去阵营终极 BOSS 身份。咦，我这是……迪利亚正沉浸在文章之书失效的惊慌之中，突然眼前一花，又从文章之书中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力量。刚才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又可以使用了？迪利亚满脸茫然，可是随即他便眉头一皱，因为那种被囚禁的感觉又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幸运的是，他没有被重新打上厚重的枷锁。虽然身在牢狱，但至少他的灵魂是自由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难道说……迪利亚抬起头环视四周，很快便发现了身后那座庞大的主城。这里是王国境内。果然，我已经不在那片神秘伟大的土地上了吗？迪利亚心中充满了失落。正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身上一紧，一根熟悉的藤条以熟悉的方式将他捆绑起来，然后飞奔前进。迪利亚努力昂起头，偷偷打量着前方那个神秘的背影。他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和那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又为什么要霸占我？到现在为止，迪利亚仍然不知道陈宇捕捉他的目的，就像只是为了囚禁他而囚禁他。他对于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甚至没有正眼看过他。难道只是因为一时兴起？迪利亚百思不得其解。应该不会，他做事情虽然残忍且肆无忌惮，却有很强的目的性。将我手下的城池全部屠杀干净，然后囚禁我，紧接着将暗魔教团屠杀干净。这样的屠杀对他有什么好处吗？被深渊荆棘妖灵裹挟着飞奔，迪利亚无法做出任何动作，只能依靠胡思乱想打发时间。大约前进了1个多小时之后，眼前出现了一条被风雪覆盖的峡谷。迪利亚突然感觉这条道路似乎有些熟悉。直到几分钟后，陈宇带着深渊荆棘妖灵穿过峡谷，进入了一片雪原。远方一座庞大的巨城遥遥在望。迪利亚猛然惊觉，等等，那不是斯图亚特帝国的雪原巨城吗？他来这里做什么？难不成是要……就在这时，迪利亚感觉身上一松，束缚他的藤条消失不见。这一次，由于早有准备，他在空中一个侧翻，以优雅的姿势落在地上。紧接着，迪利亚便看见陈宇的身边出现了6只元素精灵，其中穿着精美镂空铠甲、手持宝剑的那一只，向着雪原巨城的方向飞了过去。这一幕与刚才在暗魔教团据点的时候何其相似！大人，你是要毁灭掉雪原巨城吗？迪利亚忍不住开口问道。没错。陈宇提前将桌椅摆了出来，开始和小精灵们愉快的嗑瓜子。看到一旁有些手足无措的迪利亚，又再次搬出一张椅子，来，过来一起吃。多谢大人。迪利亚顿时受宠若惊。不过5只坐在桌子上的小精灵让他有些畏惧，特别是将他定义为母畜的冰蓝色长发精灵，以及将他降级为蛆虫的白衣精灵。走到桌子跟前，迪利亚小心翼翼地看着这小淼和小光，发现他们没有驱逐他的意思，才敢在陈宇面前坐下。他只敢将小半个屁股粘着凳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端正，如同一个正在被老师盯着的1年级小学生。放松一点，别那么紧张，我又不会吃了你。陈宇将一把瓜子放在迪利亚面前，来尝尝，徐福记的，味道还不错。谢谢大人。迪利亚学着陈宇样子吃了一颗，不过由于太紧张，根本没有尝出味道，恶臭的气息。小淼瞥了迪利亚一眼，抱着几颗瓜子飞到陈宇肩头坐下。迪利亚顿时身体一僵，呼吸都放缓了许多。这时小光飞过来，温和地笑着说道：别害怕，小淼并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他仅仅只是不喜欢所有没有自知之明的牲畜和蛆虫而已。说罢，也抱着几颗瓜子飞到陈宇肩上，坐在小淼旁边。迪利亚欲哭无泪，只能将头埋得更低了。好在其余3只小精灵并没有理会他。小风和小燕正在进行吃瓜子比赛，2只小精灵都一手拿着一颗瓜子仁，大口咀嚼，可爱的小脸鼓得老高。小岸则是拿着一颗瓜子慢慢地吃着，一边吃一边用白嫩的小脚拨弄着瓜子壳，将瓜子壳摆成各种形状。时间过了大约1分钟左右，后土飞了回来，他落在桌子上，一剑砍断一颗瓜子，将两边的瓜子仁分别倒出来，一手拿着一颗开始享用。陈宇直接放出所有植物生命，吹响了开饭的号角。植物生命们立即争先恐后地冲向雪原巨城。见到这个场景，迪利亚忍不住在心中为雪原巨城默哀了几秒钟，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毕竟他所有的困难源头都在王后身上，而王后又是斯图亚特帝国的人。贱人，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一幕，会是什么表情呢？真是期待啊！不知不觉间，迪利亚的嘴角开始上扬。突然，陈宇的低语声传入他的耳中：现在就只剩下赫拉迪克王国了呀，20座主城加1座王城啊，估计得浪费不少时间呢。闻言，迪利亚娇躯一颤，忍不住有些惶恐地问道：大人，您还要灭掉赫拉迪克王国吗？赫拉迪克王国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除了与王后的争斗与被迫害的苦难，还有许多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在知晓这个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即将被毁灭，他的心中充满了惊慌与不忍。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陈宇漫不经心地说道。迪利亚对于他而言，仅仅只是一件必须的道具而已。他可能有点内心想法，但是对于陈宇而言，那并不重要。没有。迪利亚赶紧回答，自己的小命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他哪敢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作为赫拉迪克的王女，她和所有西方封建君主一样，仅仅只是将国民视作自己的财产而已。王室之中本就不多的亲情，也早已在王后的迫害和老国王的视而不见中消磨殆尽。
否则他也不会勾结暗魔教团，试图夺取王国的控制权。如今王国即将被一位恐怖的强者毁灭，他心中也仅仅只有一些感慨，以及对于即将失去财产的痛惜。大人，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迪利亚小心翼翼地问道。你问吧，您为什么要毁灭王国，又为什么要带着我？你真的想知道？陈宇露出恶趣味的表情，确定要我告诉你？想。看见陈宇似乎有回应的意思，迪利亚喜出望外，连连点头。那好，我可以告诉你。陈宇嘴角上扬，不过在此之前，你知道你的王国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吗？一个能让您体验尽情杀戮、尽情毁灭的乐趣地方。迪利亚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猜想。陈宇摇了摇头，然后伸手将桌子上瓜子以及4只小精灵推开，把一个棋盘摆了出来。这是什么？认识吗？这是一种棋类游戏的棋盘。赫拉迪克王国也有棋类游戏。棋盘这种东西在任何地方都差距不大。没错。陈宇将棋子拿出，摆满棋盘。棋子被摆在棋盘上，棋盘赋予了他们身份和职责。国王、大臣、骑士、战车、军队。你认为棋子如果有生命、有思想，会不会认为棋盘就是他们的世界？现在一局游戏开始，不过并不是双方对弈，而是另一方入场，吃子得分。陈宇将一颗额外的棋子放在棋盘上，用这颗棋子一一将棋盘上的棋子吃掉，随后将吃掉的棋子展示给迪利亚。你看，我现在的分数很高，我胜利了。听完陈宇的讲述，莫大恐惧袭上迪利亚的心头，一股凉意从尾椎骨升起，侵入四肢百骸。他不是蠢货，自然能够听懂陈宇的寓意。这个棋盘就是赫拉迪克王国，棋盘上的双方就是王国和魔龙，或者说他和王后，而陈宇就是刚才入场吃掉全盘的那颗棋子。陈宇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享受杀戮，也不是与王国有着仇恨，而仅仅是为了得分胜利。而他、王后、暗魔教团、血缘巨城都只不过是棋盘上提前摆好的棋子，任人夺取的分数而已。作为棋子，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记忆，乃至于与王后的仇怨，都是被更高层次的存在赋予的。他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局游戏的背景，而游戏结束之后，棋子们又将何去何从？是被剥夺一切放回棋盒之中，还是被重新归位，等待下一局游戏的开始？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是他吗？如果是最开始的时候听到陈宇的一席话，他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感触。可是现在的他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枷锁与牢狱的存在，这无疑就是棋盘这种说法最直接的证据。我该怎么办？陈宇早就察觉到这个副本与普通副本不一样，里面的人物偏真实更多一些，每一个 NPC 都有着自我意志以及属于自身的情绪。这种情况类似于他曾经刷过的真实难度副本守卫村庄，与其他副本中呆滞的程序化角色有着本质的区别。高考排名赛副本或许就是一个真实难度副本，只不过其容纳的可进入人数非常庞大，世界观也较为完整。在游戏术语中，副本的含义是游戏世界观时间进程中的某一件特定事件被截取出来，供玩家不断的游玩探索。本质上，一个游戏中副本是游戏世界背景时间线上已经发生过的某个事件。全民转职世界中的副本很可能也是时光长河中属于过去的某个片段。只是真实副本中的这些人物角色究竟是真实的生命，从过去完完整整的复制过来，还是仅仅只是一段比较高级的程序？你这么轻易就相信了我的说辞？陈宇有些诧异地看着迪利亚不断变换的神色，那浓郁到溢出的茫然和恐惧，代表着迪利亚对他的棋盘说已经达到了深信不疑的程度。大人，您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骗我。迪利亚苦笑着说道，您可以告诉我，我将会面临的结局吗？在您的游戏结束之后，以及我们这些棋子会被彻底抹除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宇摇头。如果是普通副本，在离开副本之后，副本的一切都会重置，但真实副本他只经历过一次，而且还没法重复进入。他离开副本之后，副本里遗留的角色会面临怎样的变化，他也无从知晓。迪利亚倒是个不错的样本，可以尝试着研究一下。感谢您的解惑，大人。迪利亚面如死灰的低下头。陈宇也没有在意他，而是继续与小精灵们玩闹。期间，他也在关注着物品栏中的文章之书，一本是初始拥有的史诗级文章之书，另一本则是从暗魔教团获取的传说级文章之书。他发现，当文章之书放在物品栏中的时候，只有前置的文章之书会获得经验值，而当他将一本文章之书拿在手中的时候，只有手中的文章之书会获得经验值。要是两本都拿在手中，则是品阶更高的传说级文章之书获取经验。传说级文章之书价值更高，陈宇直接将所有经验值全部喂给传说级文章之书。时间缓缓流逝，骄阳逐渐落下，黄昏无声无息的到来。植物生命们终于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将血缘巨城彻底清剿一空。击杀200级青铜 BOSS 血缘先锋官，高考积分加8000。提示：由于你单人击杀了势力终极 BOSS， 高考积分额外加50000。提示：由于你击杀了血缘巨城全部 BOSS， 斯图亚特帝国势力已覆灭。提示：你完成了势力任务覆灭斯图亚特帝国，高考积分加50W。提示：你完成了势力任务开疆拓土，高考积分加5W。提示：你已掌控血缘巨城势力区域，获得该区域所有怪物掌控权，包括 BOSS。陈宇看了一眼显示高考积分的虚幻分数栏，总分已经从170W 上升到了290W。血缘巨城带给他的积分比暗魔教团还要多出30W， 这可是纯刷怪带来的积分收益。可见血缘巨城加赫拉迪克王国实力是远大于公主加暗魔教团的。按照正常副本进程，迪利亚恐怕会死得很有节奏。收拾好战利品之后，
陈宇带着迪利亚返回魔龙城。深渊荆棘妖灵将迪利亚送进小房间中关押起来，密密麻麻的传说及植物生命瞬间将房间围得水泄不通。迪利亚全程一言不发，眼神灰暗。我可以尝试着带你脱离这个世界。陈宇微笑着向迪利亚说道，但前提是你得配合我。真的吗？迪利亚的眼中瞬间燃起了希望之火。我配合，我一定配合，但是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不用做什么，好好待着就行。说罢，陈宇关上房门，迈步离开。迪利亚既然可以进入无上圣土，那么就意味着他是可以脱离副本的。一个副本之中的人物角色离开副本会发生什么？陈宇不禁有些期待。监视城冒险者公会，苏淼月手中攥着血光越来越浓烈的撕裂仪事物，心急如焚。他咨询过冒险者公会的任务窗口，柜员告诉他，陈宇每天晚上回过来查看任务进度。为了能够第一时间见到陈宇，苏淼月干脆守在任务大厅，紧紧盯着任务窗口。同样心急的还有陆平平，因为撕裂仪事物是他带金牌名赛副本的。每一个省份的考场都有2名竞技强者镇守，全国总考官甚至是9届奥义强者，可想而知腾龙帝国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如果撕裂仪事物真的召唤出某种未知存在，导致高考出了问题，他一个小小的新手职业者，估计死1万次都不足以平息帝国的愤怒。大厅中一道白光亮起，这是有人使用传送文章的标志。陆平平立即看了过去，白光中一个女魔法师走了出来。陆平平顿时失落地转过头。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苏淼月，还有那个陆什么事吧？你们俩在这看什么呢？苏淼月和陆平平同时回过头，只见陈宇正一脸笑意地站在他们身后。这都第5天了吧？你们收获怎么样？陈宇对两女问道。将迪利亚关起来之后，他照例到监视城查看任务进度，顺便关注一下2个2代的发育情况。没想到刚传送过来，就看见苏淼月和她的小姐妹像柱子一样处在大厅里，还神色焦急地东张西望，不知道在找什么。这个等下再说，你跟我来。苏淼月拉起陈宇，直奔冒险者公会的住宿楼，将陈宇拉进自己租住的房间。苏淼月砰的一声将门关死。你们2个要干嘛？陈宇分别看了看急不可耐的两女，心中有点发毛。嗨，说实话，虽然这种事情男人总是不吃亏的，但你们没必要这么急吧？咱一个一个来，行吗？第一次就1v2，我害怕自己太紧张导致发挥失常。这么大的事，我们当然急了。苏淼月疑惑地说道。你说什么一个一个来？一旁的陆平平红着脸拉了拉苏淼月的衣服下摆，隐晦地指了指房间正中那张超级豪华大床。苏淼月愣了愣，也跟着脸红了起来。不是，这种时候我在想什么呀？苏淼月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将污秽的念头赶出脑海。原来你还有这样的爱好啊！陈宇惊奇地看着苏淼月，虽然我对萨满不太在行，不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还是可以试一试的。萨满？什么萨满？苏淼月再次疑惑。陆平平悄悄拉起他的手，在他手中写下2个字母。苏淼月顿时人麻了。哈哈，好了，别闹了，有事说事吧。陈宇在一旁笑着说道。他当然看得出来，苏淼月和陆平平是有急事找他，刚才不过是为了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罢了。人在太过着急的情况下，思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紊乱，很容易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谢谢。苏淼月也冷静了下来。事情是这样，今天早上我和平平在枫笑山脉刷怪，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苏淼月将撕裂仪事物交给了陈宇。陈宇接过胸章，查看了一下属性，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果然不出我所料，早在林氏苦痛教会主教被追杀，并告诉他撕裂教会正在疯狂针对苦痛教会的时候，他便猜测撕裂教会也有可能以混入仪事物的方式，在排名赛副本中召唤魔神分身。如今见到撕裂仪事物，算是将心中的猜想证实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苏淼月惊愕地看着陈宇。是的，我知道，如你所见，撕裂仪事物。陈宇说道。我当然知道。苏淼月急道。我问道是撕裂仪式将要召唤出什么东西？一头深渊魔神的分身而已。陈宇答道。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就好。苏淼月松了一口气。等等，你说什么？深渊魔神的分身？对啊。陈宇点了点头。有什么问题吗？这问题可就大了。苏淼月抓狂。那可是深渊魔神啊。对于非深渊世界的生物来说，对于深渊魔神的影响一般都是恐怖分子、狂躁型精神病、热衷破坏的疯子。就算是在秩序井然的蓝星腾龙帝国，深渊魔神也是能指小而液体的存在。既然你对遗失物有所了解，那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阻止魔神分身降临？苏淼月满怀希望地问道。没有办法，仪式一旦启动就不会中断，除非在完成仪式之前让大部分遗失物。就苏淼月手上这一枚撕裂遗失物，就算失效也无法阻止撕裂仪式完成。更何况陈宇本就没有想过要阻止魔神分身降临，这可是薅深渊魔神羊毛的绝好机会，为什么要阻止？那我们该怎么办？苏淼月的心中充满了惶恐，仿佛下一刻就会有一头可怖的魔神从虚空降临，将他撕成碎片。咸吃萝卜淡操心。陈宇瞥了苏淼月一眼，魔神分身降临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是高考事故，应该由高考组织部门负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就算真的遇到魔神分身，打不过你还不能跑吗？对啊，好像还真和我没关系。苏淼月恍然大悟，打不过他还能开刃啊？有传送文章在，安全就有保障。副本里这么多高级 NPC， 总有人能拖住魔神分身吧？和我有关系啊？陆平平欲哭无泪，这枚撕裂仪事物可是他带进考场的。总之你们不用担心，相信考场方面会处理好这些问题。另外，如果知道魔神分身的位置，及时告诉我。对了，这些给你们。陈宇将一大堆各式文章倒了出来，无数耀眼的蓝紫色光芒差点当场闪瞎苏淼月和陆平平的眼睛。我的天！陆平平当场跪下。
他双手捧起一大把文章，然后仍有一枚枚文章从他的指缝间滑落。叮铃铃，文章落地，响起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这是金钱声音，世间最美妙的音乐。苏淼月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文章只在副本中生效，但按照文章在副本世界的购买力来看，光是陈宇扔出的这些文章就能买下好几个苏家了。从进入副本到现在才不过5天时间啊，这赚钱的速度还是人类吗？趁这段时间多赚点高考积分，我先走了。陈宇拿出文章之书，开始原地搓回城。等等，苏淼月连忙拉住陈宇，打断了他的施法，然后将一枚文章递出，这个你拿着，方便联系。陈宇接过文章，查看属性，通讯文章，品质稀有，效果持有同一组通讯文章的双方可以进行通话，每天最多通话5分钟。这不就是超级减弱班对讲机吗？居然还有这种文章！陈宇诧异，他打了这么多怪，还从来没有爆出过这种文章。这是我做任务得到的。苏淼月解释道，这种文章除了做任务之外，只能在王城的大型文章店铺可以买到，怪物不会掉落。好像还真是。陈宇想起自己使用的传送文章，也是最开始从大胡子老板那里抢借来的。怪物从未掉落过类似的功能性文章。那么，回见。陈宇将通讯文章置入文章之书，然后启动了传送文章。10秒之后，化作白光消失不见。魔龙城。陈宇返回之后，赶紧找了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将放在无上圣土中的魔神仪式物搬了出来。这几天忙着打怪，差点把苦痛教会的事给忘了。仪式物一出现，便开始绽放出浓郁的猩红色光芒，与之前看到的撕裂仪式物如出一辙。陈宇随手拿起一片大号创可贴，查看属性：苦痛仪式物，品质神话，效果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定数量的苦痛仪式物将会自动开启苦痛仪式。说明1040深渊工程特级工程师的仪式物，仪式完成将会召唤工程师的分身降临，为你讲课，深入剖析加入深渊对于天才职业者的利好之处，以及投入深渊之后成神的多种可能性和概率。家人们，听懂掌声！神他妈1040深渊工程！陈宇脸皮抽了抽，将大号创可贴扔了回去。这下排名赛副本里就有2个深渊魔神分身了，就是不知道这2个分身见面会不会打起来。如果2个魔神分身真的打起来，那他岂不是还能坐收渔利？陈宇心中开始期待魔神分身降临之后的景象。高考排名赛第6天，京都高考排名赛直播间，主持人依旧是兽人不洗手和小小团子。这6天时间，他们几乎在持续不断的进行高考解说，连厕所都没有上过。如果不是依靠强大的属性支撑，恐怕早就猝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在整个主持人界都算是相当敬业的存在。直播台上，兽人不洗手那热血澎湃、极具感染力的声音不断响起。各位观众，刚才有考官从分镜上得到消息，盛世盟的成员们已经完成了传说级文章的获取任务，并且准备回到雪原巨城领取奖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整个高考排名赛副本中出现的第1枚传说级文章。文章的作用在排名赛开始时已经进行过公布与讲解，在传说级文章的辅助下，盛世盟的首领必将成为高考状元的有力竞争者。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吧。直播间的镜头转换，画面来到了一片雪原之上，一个12人组成的小队正在向着雪原尽头那座宏伟的巨城前进。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兴奋与骄傲的表情。与此同时，直播间中的弹幕量也增加了好几十倍。传说级文章啊，这下状元之位恐怕要被稳稳拿下了吧？传说级文章是什么？新人怎么听不懂？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排名赛副本中的传说级文章能增加单项属性2000点，或者增加一个史诗级技能。我的天，史诗级技能？等等，这不太对吧？增加属性才2000点，怎么能和史诗级技能对等？难道文章也是抽卡开箱子，有好坏之分？楼上2000属性和史诗级技能还真的对等。你要知道，排名赛里的考生全是新手职业者，基础属性很低的。成语填空：明顶顶，晚狂澜，知过急，行我素，发百中，知玉叶，往无前，语无伦。看懂的哥哥联系我哦，3丈5娘哦。这么看，这一届的状元要出在2金了？那可不一定，云川今年也有黑马，第1轮18500分，还有2位竞技强者的最高规格嘉奖鼓励。这点差距在传说级文章面前不算是吧？2000属性啊，加给一条狗都能在第1轮拿下18500分。在直播间观众的注视下，盛世盟的12名考生来到了雪原巨城的城门口。奇怪，怎么这么安静？城里的人呢？去哪儿了？一名考生透过洞开的城门，看着城中空荡荡的街道，满是疑惑地说道：“可能是有什么行动，聚集到某个地方去了吧？”盛世盟首领说道：“别管这些了，赶紧走吧，领取任务奖励。”一想到任务奖励中的传说级文章，他就忍不住心头火热。论实力，别说京都天才，他比魔都天才都差了不少。至于传说中云川省砍下18500分的那位，更是比都没得比。然而，只要拿下这枚传说级文章，他就有了与这些超级天骄同台竞技的资格，甚至问鼎状元之位也不是不可能。一行人穿过城门，向着交任务的地点走去。然而，越是往前走，他们就越感到怪异，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哪怕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城中还有许多残破的装备四处散落。不会吧？盛世盟首领心中生出不妙的感觉，带领众人加快了脚步。递交任务的地点在雪原巨城的城主府，可是当他们赶到城主府之后，却发现这里依旧是一个人也没有，所有 NPC 都凭空消失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为他们发放任务奖励的 NPC。怎么办？一人问道。等。盛世盟首领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好不容易完成高难度任务，
NPC 却不知道去了哪里，又不可能轻易放弃，所以只能选择原地等待。或许这些 NPC 只是接收到什么命令去进行集体活动了。高考直播间弹幕沸腾，这是在搞什么？这些考生不是去交任务吗？跑到一座空城去做什么？我是老观众了，从最开始就在关注高考直播，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绝对就是盛世盟考生接任务的血缘巨城。只是官方能不能解释一下 NPC 去哪儿了？人家费尽千辛万苦完成任务 ，NPC 不见了，排名赛副本都能这样把考生斗着玩的吗？别说这是什么副本机制，我不信。主持人呢？快给解释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直播台上兽人不洗手，顿时冷汗涔涔。这种情况他也是一无所知啊。小团子赶紧帮忙暖场，转移了一下话题，然后偷偷招呼现场配合的考官。血缘巨城的 NPC 有全员消失的机制吗？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哪有这种机制？考官一脸古怪。开考前，我们进行过很多轮副本完整流程测试，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那现在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可能会导致 NPC 集体失踪？小团子急切地问道。绝无可能啊！考官也非常茫然，除非这些 NPC 被全部击杀，然后刷新时间到来将实体刷新掉了。但是副本里绝对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城墙没有毁坏，城里也没有战斗的迹象。靠！小团子忍不住爆了粗口。要你们这几个考官有何用？整天一问三不知的。那你赶快想想，分镜那边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比较劲爆的点？有。考官回答。天下盟的首领元宵带着精锐穿过了哀嚎峡谷，正准备探索魔龙势力的第一座主城。就是这个。小团子一拍手，连忙赶回直播台。魔龙第一主城区域，劲发江潮落。身着白色练功服的李浩打出一记凶猛的直拳，将面前如同熊和狼结合体的怪物击杀。厉害厉害，日天出息了呀，都能秒杀60级怪物了。元宵嬉笑着蹦跳到李浩面前，身体微微前倾，抬起头看着李浩，都是依靠文章的力量罢了。李浩摇了摇头，凭自身力量达到这种层次，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元宵突然变脸，恶狠狠地在李浩身侧的肋骨上戳了一下。死！李浩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疼得龇牙咧嘴。丸子，你俩先别闹，情况有点不对。一旁的眼镜少女皱着眉头说道：我们一路走来，居然都没有遇到多少怪物，这不正常。没错。硫磺背负双手眺望着远方，不仅没有野怪，连地图上的刷怪区域都空空如也，这种情况太古怪了。那现在怎么办？元宵一脸不耐烦地问道。这也古怪，那也古怪，干脆任务别做了，咱们回去刷怪。虽然天下盟的首领是元宵，但真正负责组织的却是当初提出联盟的硫磺，所有的策略和谋划都是硫磺和眼镜少女负责。元宵不喜欢动脑子，李浩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虽然怪了点，但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是坏事。眼镜少女扶了扶鼻梁上的镜框，缓缓说道。我观察之后发现，每个区域的怪物数量上限都是固定的，如果怪物被人杀死，那么会在一定时间内刷新出来，这又能说明什么？元宵疑惑地问道。说明怪物是被调走了，而不是被击杀了。李浩在旁边解释道，怪物离开刷怪区依旧计入数量上限，如果怪物是被全部击杀，那么会陆续刷新出来，不会一直不剩。调集这些怪物的很有可能是魔龙一方的终极 BOSS， 阵营 BOSS 不会无缘无故调集怪物，他很可能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就你聪明！元宵恶狠狠地剜了李浩一眼。那么我们有这个情报，是不是可以回去交任务了？不行，眼镜少女摇头，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我们需要去魔龙第一主城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正好一路上都没有怪物，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魔龙主城。嗨，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弄这么复杂干嘛？咱们走起！元宵当即一跃而起，向着前方飞奔而去。天下盟的众人见状，也只能无奈地跟上。魔龙第一主城区域是一马平川的草原地形，天下盟一行10多人直线前进，很快便赶到了魔龙第一主城附近。当城墙已经遥遥在望的时候，他们的速度才慢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前进。随着距离不断靠近，视野渐渐清晰，众人赫然发现魔龙第一主城的城墙上连一个卫兵都没有，甚至就连城门都是敞开的。直到他们距离城墙不到100米，依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怪物。正在这时，他们突然发现一个手持白金大盾的高大身影从魔龙第一主城走了出来，那犀利的目光直接与天下盟众人撞在了一起。戒备，准备撤离！硫磺当即汗毛炸立，迅速下令。天下盟众人均是表情凝重，从魔龙主城里出来的人，而且但是单独一人，看那形象十有八九是个 BOSS。魔龙主城里的 BOSS 可不是他们能够力敌的，如果对方发动攻击，说不定他们还得留下几个人才能顺利逃脱。哟，是你们几个啊？看见我怎么这么大反应？怎么地，要打一场？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紧接着，元宵几人便看见那名手持白金大盾的重甲战士身后走出一个肩抗火炮、手持重机枪的不良少女闵红衣。元宵傻眼，是你？你加入了魔龙阵营？怎么和魔龙阵营的 BOSS 在一起？当初闵红衣拒绝联盟选择单飞，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不过天下盟的人依旧没有放松警惕，因为闵红衣行事比较疯癫，捉摸不透，他是很有可能联合那个重甲 BOSS 杀他们爆装备的。哟，他们说你是 BOSS 呢？闵红衣用伸手敲了敲重甲战士的肩胛，嗤笑着说道：妹子，你不懂。重甲战士揭开头盔，骚包地撩了撩头发，用深沉的语气说道：这就是猛兽的气质，即便混在人群之中，他人也能一眼看出来你的凶悍与强大。考生！天下盟众人傻眼，
一名持有探查装备的人立即甩过去一个探查术。李威35级盾战士，35级盾战士，什么？35级？天下盟众人震惊。排名赛副本之中是没法升级的，也就是说，面前这个盾战士在高排名赛之前就已经升到了35级。要知道，就连天下盟的大姐头元宵都还不到35级啊！你们也是接了刺探情报的任务才过来的吧？闵红一将武器收回，神色轻松的与李威一起走到天下盟众人中间。是的，刘皇点了点头。你怎么会从魔龙城出来？三言两语和你们说不清。闵红一向着城门的方向怒了怒嘴，走吧，进去看看，你们就懂了。同一时间，高考直播间弹幕再次迎来了爆发。那两个考生是加入了魔龙阵营吗？天下盟和他们一起进去了，这是把天下盟也邀请加入魔龙阵营了吗？我看不像，毕竟考生又不是 NPC， 哪有给人转换阵营的权限？等等，就我一个人发现了吗？这个魔龙主城和雪原巨城有点像，城上一个人都没有，从城门看进去也一个人都看不见。我也感觉到了，不会是魔龙主城的 NPC 也消失了吧？画面之中，天下盟一行人随着李威和闵红一一起走进魔龙城。果然，城中空空如也，没有任何 NPC 存在。搞什么？一个主城 NPC 消失也就算了，这还来？雪原巨城是隐藏势力，消失了也就消失了。魔龙主城可是副本2大主要冲突势力啊，怎么能玩这一手？主持人，给个解释。对，问问你们直播间里的考官，怎么回事？高考直播间，兽人不洗手和小小团子同时回头，用吃人的眼神看向协助直播的考官。魔龙第一主城，李威和闵红一带着天下盟小队在空空如也的城池中参观了一圈，最后众人聚集在魔龙城的城墙上。老大，我们现在去哪儿？一名天下盟考生忍不住悄悄询问元宵。你问我，我问谁去？元宵翻了个白眼。半晌之后，刘皇开口说道：按理说我们刺探军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去领取奖励，只不过这结果实在有点扯淡。闵红一接话，堂堂一座主城，里面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那些 NPC 去哪了？死光了吗？就算死光了，也得留下点战斗痕迹啊。李威也开口说道：你看看这城池保存的这么好，哪里像是被攻陷的样子？我说你们烦不烦呢？讨论来讨论去的。元宵皱眉道：要么继续前进，往第2座主城的方向探索，要么回去交任务，怎么办？哪个说法？等等。李浩突然神色一凝，竖起手臂，都别说话。众人闻言纷纷停下了议论，看向李浩。你们感受到了吗？李浩面色严肃地说道。什么啊？元宵抓着李浩的小臂，抬起头，小心翼翼地问道：有什么情况发生了吗？地面在震动，你们看。李浩指了指魔龙城上插着的一面旗帜，此时旗帜的旗杆正在以极快的频率微微抖动着。是地震？刘皇望了望四周，副本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相似度很高，各种自然现象也会发生。不是。李浩摇了摇头，有什么东西在靠近，数量很庞大，跟我来。说罢，李浩如利箭一般窜了出去，其余人连忙跟上。众人跟随李浩在城墙上绕了半圈，来到对面的城墙。是那个方向。李浩遥指城墙外的远方，那个方向深入魔龙第2主城的方向。如果是骑兵大规模行动的话，倒是有可能造成这种震动。刘皇神色肃然地说道：难道魔龙第1主城的 NPC 都聚集到第2主城去了，现在回来了？元宵一脸茫然，可是就算他们开战前动员大会，至于一个人都不留下吗？先观察一下，随时准备撤离。李浩深吸了一口气，看看来的是什么东西，看见了马上撤，别犹豫。一行人不再说话，纷纷取出文章之书，换上传送文章，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随着地面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远方出现了一片喧嚣吵闹的嘈杂声音。又过了大概10几秒，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浪潮。那片黑色的浪潮由远及近，众人才看清了，那道黑色浪潮竟然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怪物，有体型庞大的野兽，也有诺森德人、食人魔、半兽人等等人形怪。冲锋在最前方的，赫然是几十头声威赫赫的 BOSS 单位。看到这一幕，李威咽了咽口水，不动声色地启动了传送文章。几秒之后，就在众人沉浸在万怪奔腾的震撼之中时，李威的回程已经搓完。各位，你们慢慢看，我就先走一步了。说罢，整个人在一道白色光柱中消失不见。你们还在等什么？赶紧开俩！闵红一也紧随其后传送离开。天下盟众人这才如梦初醒，纷纷开始搓回城。高考排名赛直播间，卧槽，这啥呀？传说中的怪物攻城，那都是魔龙一方的怪物，怎么也不可能攻魔龙主城吧？我知道了，我知道魔龙城为什么没怪了，肯定是终极 BOSS 把怪物聚集起来，准备和王国一方决一死战了。没错，肯定是这样。说不定雪原巨城也是知道了魔龙的动作，里面的人才离开，准备开启决战的。直播间中的2名主持人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然而，对于弹幕的讨论，他们却不敢回应。毕竟这是面向腾龙帝国甚至全蓝星的一档收视率极高的节目，万一要是说错了话，做出了错误预测，那可就丢脸丢大发了。魔龙一方准备决战，会调集所有怪物吗？小小团子直接一把抓住考官的衣领，恶狠狠地小声问道：你们测试了那么多次，别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考官欲哭无泪。整个副本的流程在考前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但流程只是流程，考生对于副本进程的影响太大了。20万考生放进副本，就像20万只哈士奇，会做出什么行为，造成什么后果，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首先，副本进程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么造成一系列诡异事件发生的原因，只能是考生。
但是排名牌副本中，赫拉迪克王国每一个主城都有常驻观测视角，大部分考生的行动都在观测范围之内，根本没有人能做出这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2个主城 NPC 全员消失，魔龙势力范围内怪物全部聚集起来，然后集体冲锋，这真是考生能够办到的事情吗？就算是熟悉副本进程的考官，也想不通这究竟是什么原理。算了，赶快把镜头锁定到天下盟身上，他们肯定会做出反应。无论是天下盟的众人，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乃至观测副本的考官，都没有注意到万千怪物组成的浪潮中，还有一小撮人类的身影。准确的来说，是2个人类以及几千个高度拟人化的植物生命。陈宇惬意地坐在一朵巨大百合花的花瓣中，迪利亚跪在他的身后，认真地为他捏着肩。他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将雪原巨城那边的 BOSS 和精英怪全部运送到魔龙势力范围，然后又将魔龙势力区域的怪物全部聚集起来，浩浩荡荡地向着赫拉迪克王国开进，准备攻城略地。赫拉迪克王国不像魔龙城和2个隐藏地图势力，20座主城以及王城之间来往十分密切，很难用后土、禁咒加植物生命的方法各个击破。于是陈宇干脆聚集兵力，直接宣战，就是一个硬干。天下盟考生以及李威和闵红衣传送回城之后，赶紧将在魔龙第1主城得到的情报提交。但负责军情任务的情报官 NPC 根本不相信，以为几人是为了诈骗高额奖励而编造出来的虚假重要情报。不过在几人的再三保证下，情报官还是派出了 NPC 斥候前往探查。当连续几波 NPC 斥候将怪物潮的情况带回，情报官 NPC 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紧急性，连忙将消息向上汇报。由于传送文章和通讯文章的应用，消息很快传到了赫拉迪克王国的王城。赫拉迪克国王立即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同一时间，哀嚎峡谷作为魔龙势力与赫拉迪克王国的交接点，又是刷怪报文章、升级文章之书的圣地，即便已经第6天，依旧聚集着大量考生。谷口处，几名考生正在组队高效刷怪。在打完一批怪物，等待刷新的休息时间，一名考生站在谷口眺望远方。突然，他看见远方出现了一片冲天而起的烟尘。喂，你们过来看，那边什么情况？这名考生连忙呼叫小队中的其他考生。几名小队成员走过来，好奇地看着那片烟尘。可能是沙尘暴什么的？怎么可能？魔龙势力那边是草原地形，又不是荒漠，哪来的沙尘暴？那还能是什么？反正没啥事，再看看呗。几名考生正在讨论的时候，烟尘距离他们越来越近，地面也开始轻微的震动。卧槽，是怪物！好多怪物！一名眼尖的考生终于看清了那片烟尘的真面目，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尼玛，这是怪物潮啊！还看个屁！不想死就赶紧撤！几名考生当机立断，直接原地搓起了回城。除了谷口处的小队之外，凡是靠近谷口的考生都陆续发现了汹涌而来的怪物潮，连忙开溜。传送光柱一道接一道的亮起，整个峡谷的后半段直接空了出来。几分钟后，陈宇麾下的怪物大军抵达了哀嚎峡谷。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提示：作为阵营 BOSS， 如果你带领大量战斗单位通过地图势力交界处，将视为对另一方地图势力宣战。双方地图势力开启决战，将提前触发排名赛副本终极任务。要的就是宣战！小的们，给我上！陈宇一声令下，20多个区域 BOSS 带头冲锋，领着一众精英怪和小怪涌入哀嚎峡谷之中。聚集起来的怪物密度很大，又没什么纪律可言，拥挤之下，一些体型小、力量弱的小怪摔倒在地，直接被千军万马从身上踏过，完美融入地形。哀嚎峡谷的地形并不是直线，中间有许多蜿蜒曲折之处，导致视野并不开阔。不过，大批量怪物开进的浩大声势，还是惊动了峡谷中刷怪的考生。一些考生好奇地跑过来查看，结果不言而喻。跑得快的上有一线生机，跑得慢的直接被无数怪物的铁蹄踩成了一道白色流光，结束了高考排名赛之旅。怪物大军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了哀嚎峡谷。当走在最后的陈宇通过哀嚎峡谷的时候，脑海中再次响起提示：由于你对赫拉迪克王国阵营发起战争，副本终极任务已提前开启。终极任务：速战速决。任务内容：作为阵营终极 BOSS， 率领手下单位与赫拉迪克王国势力进行最终决战。胜利条件：5天内攻破赫拉迪克王国包括王城在内的所有主城。任务奖励：50W 高考积分。注意事项：我方攻陷的城池不可被敌方再度占领。与此同时，排名赛副本中除了陈宇之外的所有考生也接收到了一条提示：由于魔龙阵营终极 BOSS 对赫拉迪克王国阵营发起战争，副本终极任务已提前开启。终极任务：负隅顽抗。任务内容：帮助赫拉迪克王国抵挡敌方的进攻。胜利条件：坚守赫拉迪克王国任意主城超过5天时间。任务奖励：基础1000高考积分加按战争贡献分配，合计50W 高考积分。注意事项：敌方攻陷的城池不可被我方再度占领。提示：由于势力双方实力差距过大，除魔龙阵营外，其他阵营考生将获得排名赛副本地图，地图将实时标注敌方单位所在位置。考生们顿时一片哗然，一些正在刷怪的考生甚至直接愣住，被怪物糊了一脸都没有察觉。终极任务这就开启了。负隅顽抗是什么意思？赫拉迪克王国原来这么弱的吗？什么鬼？终极任务提前也就罢了，双方实力差距还这么悬殊。我们的终极任务竟然是坚守任意一座主城5天，意思是不出意外的话，对方肯定能在5天内攻陷20座主城外加1座王城。不对啊，以前的高考排名赛我看过，大部分都有阵营划分，阵营之间的势力差距不可能这么大的。地图显示，魔龙阵营的军队已经达到壁垒城了，先去看看。对，看看去。壁垒城，由于壁垒城是前线，
双方决战很可能在壁垒城开启，所以大部分考生都在壁垒城设有传送点。此时，壁垒城中无数白色光柱不断亮起，数万名考生在壁垒城中汇聚。大部分考生选择出城，在野外寻找适合侧面攻击的地点，少部分考生则是走上了城墙，准备居高临下收割一波。考生们阅览过终极任务的内容，对于能够守住壁垒城不抱太大的希望。副本对于双方实力的判断基本不会出错，如果他们真的能守住壁垒城，那么终极任务就不应该是负隅顽抗，而是另外一种形状了。除了大量的考生之外，壁垒城的 NPC 军队也已经整合完毕，严阵以待。城墙外是整整齐齐的骑兵与步兵组成的大方阵，城墙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远程单位，箭塔、炮塔、弩车等等守城器械也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随时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轰隆隆，大地震颤，雷动般的声音响起。壁垒城的防线刚刚布置完成没多久，怪物浪潮便已经进入了视线之中。没有两军对垒，没有主将校阵，甚至双方没有进行任何交流。怪物只是怪物，思想简单，他们只会遵从首领的命令。面对壁垒城前方的防御阵线，怪物洪流没有丝毫停顿，如同惊涛拍岸一般，横冲直撞，一往无前。1000米、800米、600米，几秒钟时间，怪物就已经冲到了壁垒城300米范围之内。全体攻击！壁垒城负责前线指挥的守将第一时间下达的攻击命令。城墙上箭塔、炮塔、弩车、各种远程单位万花齐放，炮弹、箭矢、各种魔法如雨点般落在密集的怪物群中，瞬间就造成了大量的怪物死伤。然而，怪物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远程攻击造成的这一点空缺很快就被重新填满。几轮远程攻击之后，壁垒城的重装骑士部队也开始了行动，万马奔腾，疾驰如飞，向着怪物洪流悍然发起冲锋。眨眼间，数万骑兵已经与数十万怪物撞在一起。杀！冲在最前方的骑兵统帅高举门板大剑，大剑上沿伸出数十米长巨大剑形虚影，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向着前方斩下。轰！霎时间，尘土飞扬，无数怪物被斩成肉泥，更多在剑形虚影两侧的怪物被击飞出去。骑兵统帅的前方顿时出现了一条数十米长的真空走廊，风石阵冲锋的骑兵沿着切口刺入了怪物洪流之中，竟然如同热刀切黄油一般，将整个怪物洪流切成了两半。骑兵切开怪物阵线的时候，壁垒城的步兵军队也已经与敌人短兵相接。吼！一头身高3米的食人魔手持一根巨大的木棒，对着一名士兵当头砸下。士兵防御不及，头颅如同摔碎的西瓜一般爆裂。同时，其余几名士兵的长枪也刺穿了食人魔的身体。而食人魔的身边，一大群哥布林一拥而上，瞬间将几名士兵撕成了碎片。杀戮的号角已经吹响，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怪物和壁垒城士兵被战争的车轮碾得粉碎。这种混乱的场景，无疑是考生最喜欢看到的。身份自由、行动灵活的考生绕到怪物大军侧面，不断骚扰突袭，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遇到强力怪物，绝不过多纠缠。战场的一个角落，天下盟小队100多人组成一个口袋阵，将一批怪物装了进去。元宵和李浩在一群怪物之中左冲右突，杀了个对穿。这些怪物竟然全部是双倍积分，给我杀，狠狠的杀！元宵浑身是血，兴奋的大喊大叫：“哈哈哈哈！爽，实在太爽了！”闵红一双手提着机关炮，枪口闪烁着蓝色火光，喷射出一道道金属洪流，尽情收割。在他的身边，李威立起大盾，正面迎击怪物的冲锋，如同一尊铁塔一般屹立不倒。整个战场，几万考生各显神通，不断削减着怪物大军的数量。正前方，壁垒城的步兵部队和城墙防御也顶住了大部分压力。怪物大军中间还有无数骑兵来回冲锋，切割战场。随着时间流逝，战争的天平逐渐向着壁垒城一方倾斜。壁垒城前线战争指挥官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守住壁垒城、等待援军到来的希望。而此时，战场后方，小燕坐在陈宇的大腿上，无聊地打了个呵欠，撇着嘴说道：“主人，看他们打架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如不让我去把他们全部烧掉？没那个必要。”陈宇摇了摇头。原初精灵虽然很强，但等级限制了他们的战斗力，无法多次释放禁咒。副本虽然判定他这边的实力远远大于赫拉迪克王国，但他敢肯定，他这边的实力判定95%以上都集中在几个远处精灵身上。接下来这段时间强度战斗很高，并且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魔神分身，他必须时刻保证几个原初精灵的状态完好，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现在的战场上，看似壁垒城一方占优，实际上是因为他只派出了60-70级的炮灰小怪，用以扰乱对方防御阵型。怪物大军真正的主力还没有出手。陈宇望着战场方向，他手下的炮灰部队已经被剿灭了一小半，剩下的已经被分割包围，被全歼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正因为如此，壁垒城一方的阵线也已经变得散乱。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全力冲锋吧！陈宇当即下令，将高端战力全部压上。20多头150级以上的 BOSS 带领着精英怪和高级小怪发起了冲锋。很快就有考生凭借战争地图发现了陈宇这边的动作，虽然还没有亲眼看见，但地图上一大片代表 BOSS 的红色骷髅头标志快速向着自己这边移动，是个人都知道要坏菜。战场边缘顿时亮起一道道白色光柱，大批量的考生直接传送离开。考生们也是凭借地图的全知性，看到了对方主力没动，才敢留在壁垒城吃一波炮灰积分。此时看到几千个 BOSS 浩浩荡荡的冲过来，哪里还敢停留？包括天下盟、六都盟、盛世盟3大联盟的考生也没有丝毫和 BOSS 部队硬碰硬的想法。等陈宇手下的精锐怪物部队赶到战场，连考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只有一些在城墙上凭借远程手段打分的考生还在坚持。不过，当他们看到充当排头兵的20多个150级以上的 BOSS， 也纷纷失去了兴趣，当场搓回城溜号。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当精锐怪物大军加入战斗之后，壁垒城防线迅速崩溃。壁垒城指挥官乘坐城中的传送阵逃亡，还带走了壁垒城守军中剩余的精锐。陈宇手下的怪物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壁垒城，植物生命们散入大街小巷，寻找一切可以吞噬的生命。提示：你已攻陷壁垒城，最终任务完成进度增加21%。提示：完成势力任务开疆拓土，高考积分加 5W。攻破壁垒城之后，陈宇的势力版图再度扩大，壁垒城范围内的所有怪物也全部成为了他的手下，加入了怪物军团。攻破壁垒城损失的炮灰立即就得到了补充。至于为什么他能够统帅版图内的怪物，而其赫拉迪克王国不行，陈宇也不清楚，只能归功于副本机制。由于时间有限，陈宇没有在壁垒城停留，立即率领着怪物大军继续前进。3个小时后，到达了靠近前线的第2座主城。城中根本没有布置防守力量，只有一些来不及撤退的老弱残兵。怪物大军一拥而上，很快便将城池占领，然后趁着夜色向着下一座主城开进。直到第2天清晨，陈宇已经攻破了沿途的第3、第4座主城。除了一些零星的考生沿途打秋风，杀了几个小怪之外，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陈宇感觉有些奇怪，于是通过通讯文章联系苏淼月。苏淼月告诉陈宇，赫拉迪克王国联络了雪原巨城，准备联合斯图亚特帝国一起对抗魔龙势力。结果发现巨城已经全空了，只剩下一些蹲点的冒险者。于是吓得直接退守王城，准备聚集所有力量决一死战。其他的主城则是全部放弃，争取时间来做一些战前布置。陈宇得知消息，二话不说，将手下的怪物大军和植物生命分成好3波，每波2个小精灵带队，分别攻击不同的主城。果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难啃的骨头，怪物大军连战连捷。排名赛第7天拿下了6座主城，排名赛第8天拿下了8座主城，排名赛第9天将剩余的2座主城也一扫而空。陈宇手下的怪物军团如同滚雪球一般急速膨胀。到了第10天清晨，炮灰小怪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上百万。排名赛第10天清晨，浩浩荡荡的怪物大军已经开到了赫拉迪克王城区域，距离王城不超过30公里。实际上，第9天中午，陈宇就已经攻破了20座主城。只不过，由于这几天的高强度行军，让怪物军团变成了一团乱麻，不同种族的怪物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矛盾不断。如果不是陈宇的命令压着，恐怕都开始自相残杀了。正好时间还有富裕，陈宇便下令休息了1天，顺便整合怪物军团。赫拉迪克王城城墙上加急建起了几乎挤在一起的箭塔、炮塔、魔法塔等防御设施，城墙外遍布着密密麻麻的陷坑、巨马等一系列杀伤性陷阱。军队环绕着城墙严阵以待，考生们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战场各处，等待着敌军的到来。赫拉迪克王宫中，头戴沉重金冠的国王心急如焚，在王座面前来回踱步。国王陛下，那边有消息了。王后从殿外走了进来，神色并不好看。情况怎么样？国王顿时充满希冀地抬起头。可是当他看见王后阴郁的神色，顿时心中一沉。王后叹了口气，说道：“我父亲告诉我，斯图亚特帝国并没有撤回雪原巨城的人马，甚至就连他们也在寻找雪原巨城的人。难不成一座巨城的人还能凭空消失了，还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国王难以置信地说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父亲能够支援我们吗？”“不能。”王后苦笑着摇了摇头。帝国派人加急进行研究，但依旧没有找到传送阵损毁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正在这时，一道嫣红如血光柱突然从殿外的地面上升起，直冲天际。那是什么？好像有一种让人十分压抑的气息。国王和王后连忙走出殿外，还莫等他们呼叫卫兵查找光柱的来源，整个王城之中突然升起一道又一道的猩红色光柱，数百上千道光柱很快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负责维持秩序的城卫军很快就找到了光柱的源头，那是一枚枚雕刻着6道交错血痕的黑体徽章，甚至其中有一些徽章还藏在考生的身上。与此同时，京都腾龙帝国高校升学考试指挥总部，一名负责监测副本的考官匆忙找上了本届高考的总考官，9届奥义强者华野君主。总考官大人，刚才我在对排名赛副本的例行检测中，发现了纯度极高的深渊魔力痕迹。纯度极高的深渊魔力，是恶魔系职业的考生吗？华野君主睁开眼睛，缓缓问道。不，新手职业者考生不可能拥有那种程度的深渊魔力。考官急切地说道。我怀疑，至少是8阶以上的强者，才有可能拥有那样的深渊魔力。竞技强者级别的深渊魔力。华眼君主面色一凝，走去控制中枢看看。是，大人。华眼君主与前来报告的考官一路前行，走进一座充斥着繁复阵纹的大厅之中。大厅中间摆放着一个水晶铸就的基座，基座上空漂浮着一团直径4-5米的淡蓝色漩涡。这团漩涡便是高考排名赛副本传送门的本体，同时也是副本控制中枢。华眼君主伸手按在蓝色传送门上，细细感应。没过几秒钟，他的脸色就凝重了起来。副本监测画面呢？赶快给我调出来，我要看副本中实时情况。是，大人，请跟我来。考官立即在前方带路，将华眼君主带到另一个大厅。大厅中有着几十名高考监察官，每个监察官的面前都摆放着一颗白色晶石，投射着副本之中的实时场景。华眼君主拉开一名检察官，在晶石旁边坐下，开始操控晶石移动监测画面。各位，有情况。突然间，一名检测官起身大声呼喊。什么情况？华眼君主豁然起身。总考官大人，
所有监察官都看见了华眼君主，立即起身行礼。华眼君主没空理会，直接走到呼叫的那名考官身边，看向白色晶石投射的画面。画面之中，一道道星红色光柱从地面升起，在半空中交错汇聚，逐渐形成一个看似杂乱无章，但却有迹可循的复杂图案。这是魔神仪式。华眼君主脸色骤变，咬牙切齿地说出4个字。监控室内，一众监察官纷纷骇然：什么？魔神仪式？召唤魔神分身降临的魔神仪式？怎么可能？高考排名赛副本中怎么会开启魔神仪式？所有检察官听令！华眼君主一声怒喝，众检察官当即肃然，停止了议论，立即将排名赛副本内出现魔神仪式的消息奏报帝国应急对策部，并且召集总指挥中心所有考务，即刻解除排名赛副本锁定，将所有考生驱逐出副本。另外，通知所有1级以上考务管理到监控室开会。可是大人，旁边的考官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华眼君主的一声呵斥打断。没什么可是，马上去做，出了问题我负责。遵命！监控室内所有监察官立即离开，散入指挥中心各个区域。不久之后，指挥中心便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希望还来得及。华眼君主深吸了一口气，坐在白色晶石旁，紧张地盯着晶石投射的画面。腾龙帝国的高考制度严格，即使是9阶强者，也无法直接解开排名赛副本的锁定，必须召集分散在各地负责为高考副本加密锁定的专业人员，才能合力破解。而这个过程无疑需要一定的时间。魔神仪式已经快要完成，即将降临的魔神会对考生做出什么，没有人知道。虽说考生在副本中有保护机制，死亡之后会直接退出副本，但魔神的能力诡异，保护机制能否保护考生还是个未知数。现在他能做的唯有祈祷。高考直播间，终极大决战在即，镜头自然一直都锁定在赫拉迪克王城。大量考生聚集在一起，其中不乏超级天才，画面也在这些超级天才之间来回切换。2位主持人在双方开战之前，不断为观众介绍这些腾龙帝国新生代的希望。突然之间，一道道星红光柱出现在画面之中。王城的军队和考生在光柱出现时，也明显出现了一点慌乱的迹象。正在介绍西都市天才考生的兽人不洗手愣了一下，努力搜索自己的记忆，发现对这些光柱毫无印象。无奈之下，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解说，同时向着身边的小团子使了个眼色。这是什么？王城的某种魔法阵吗？遇到自己没见过的事物，小团子第一时间咨询身后的考官。不是。考官十分肯定的回答，王城里没有这种形式的防御魔法阵。那这是什么？不知道。考官摇了摇头。兽人不洗手和小团子同时回头怒视考官，2人发誓，这绝对是他们进行过的最艰难的一次大型比赛解说。各种意外状况频发不说，官方派来协助的考官还跟个傻逼一样，一问3不知。无奈之下，2人只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解说。主持人装作看不见，观众可不是瞎子。大量的弹幕开始对红色光柱进行讨论，那些红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怎么看起来有点阴森诡异的？是信号光？魔龙势力派到王城里，内鬼举火为号。你们看天上这些光柱，在天上画了个什么玩意儿？奇奇怪怪的。我是阵法师，天上这个图案有点像是某种阵法。腾龙帝国远海省某座小城，一座供奉着恶魔雕像的地下教堂之中，一群身穿黑袍的职业者默默地观看着高考直播，直到看光柱升起，在天空中汇聚成图案，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疯狂残忍的笑容。魔神要降临了，伟大的撕裂魔神，请尽情享受美味的祭品吧。卡密欧，腾龙帝国这一届的天才，一定能让你满意吧。江阳市东风镇地下教堂，主教刘鹏盯着高考直播的画面，当看见光柱冲天而起，立即露出兴奋的神色。可是当他观察到天空中的图案之时，却是脸色骤变。主教阁下，我神即将降临，您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为何脸色如此难看？旁边一名教士不解地问道。刘鹏咬牙切齿，你们看清楚了吗？那个图案是撕裂仪式的阵法图案，即将降临的不是我神，是撕裂魔神。什么？竟然是撕裂魔神？撕裂教会的杂碎竟然也会隐藏遗失物属性？藏匿遗失物属性可是我们苦痛教会独创，由我神亲手制作才能成功的。肯定是教会中有叛徒投靠了撕裂教会，并且将藏匿遗失物的方式禀告了撕裂魔神。该死！怪不得前段时间撕裂教会像疯狗一眼，见人就咬，原来是想与我们争抢高考排名赛这块肥肉。先不要急，刘鹏沉声说道。那一位此次亲身进入排名赛副本，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那一位是我神钦点的大主教，想必会有应对之策。帝国这一届的天才必然会投入我神的怀抱。排名赛副本之中，陈宇手中把玩着一枚撕裂仪事物，静静地看着天空中的奇怪图案。偏偏是这种时候，按照苦痛教会的说法，魔神分身会降临在仪事物最密集的地点。从现在的情况看，撕裂仪事物最密集的应该就是赫拉迪克王城了吧？也好，正好一起收拾了。从陈宇的角度看，整个赫拉迪克王城都被笼罩在冲天的红色光柱之中。仪事物最密集的地方想都不用想，肯定就是赫拉迪克王城。只是尤纳西弗斯的仪事物还没什么反应，估计是我拿出来太晚的缘故。前几天陈宇就将苦痛仪事物拿了出来，之前一直放在魔龙城的城外。在开启终极决战之后，为了能第一时间和尤纳西弗斯亲密接触，他一直将苦痛仪事物带在身边。此时苦痛仪事物与刚刚拿出来的时候没多大区别，虽然红光闪耀，但还没有形成如同撕裂仪事物一般的光柱。看样子撕裂魔神的分身就快出来了，而尤纳西弗斯还需要一些时间。想看2头魔神互撕，估计是不现实了。我的锅，
下次一定注意改正，尽量让我神尤纳西弗斯有机会闪亮登场，开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好在尤纳西弗斯与陈宇相隔了万千众世界，听不见陈宇的呼唤，不然高低要为陈宇高歌一曲。听我说，谢谢你。赫拉迪克王城，许多考生认为红色光柱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某种隐藏任务，于是到处寻找光柱的来源。褪去隐藏的撕裂仪式物很快就展现在了考生的面前。一部分考生求稳的考生觉得事情诡异，迅速逃离王城，其中就包括了那些知晓撕裂仪式物来源的考生。也有一部分考生认为撕裂仪式召唤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个隐藏 BOSS， 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期待感十足。王城30公里之外，陈宇看到红色光柱之后，便率领着怪物大军向着赫拉迪克王城的方向前进，不是为了攻城，而是为了等待魔神分身的降临。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怪物军团便移动了，到了王城可视范围之内。王城守军顿时紧张了起来。在王城 NPC 心目中，与怪异却不知道来源的红色光柱相比，怪物军团对于他们的威胁显然要更大。魔法塔开始紧急充能，炮台之中，炮弹已经入膛，弩车的弓弦张开，足有2米长的巨型弩箭将风矢对准城外，大战一触即发。不过怪物军团没有进一步动作，而是在王城5公里之外停了下来。时间1分1秒流逝，两方大军遥相对峙，气氛紧绷到了极点。留在王城之内的考生则是摩拳擦掌，无比兴奋。毕竟发育了这么多天，收获的时刻终于要到了。陈宇依旧坐在巨大的百合花之中，默默注视着天空中的猩红图案。大人，那个图案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迪利亚忍不住轻声问道。那是一个召唤仪式的法阵，陈宇说道，将会召唤一只深渊魔神的分身降临。召唤深渊魔神？迪利亚掩嘴惊呼，父王竟然会做这种事情，他是疯了吗？陈宇淡淡的瞥了迪利亚一眼，你父王疯没疯我不知道，但他是办不到这种事的。召唤魔神的仪式物是和我一样的游戏者带进来的。那大人，我们要撤退吗？迪利亚畏惧地问道。深渊魔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赫拉迪克王国自然也不例外。撤退？陈宇嘴角勾起一丝笑容，为什么要撤退？魔神分身可是额外的分数。迪利亚咽了咽口水，对于陈宇的敬畏更上一层。深渊魔神那可是传说中蔑视如吃饭喝水一般的恐怖存在，而陈宇居然将那样的存在视作猎物。正在这时，赫拉迪克王城之中所有的仪式物同时碎裂，红色光柱也消泯于无形。然而天空中的诡异图案却光芒大盛，一条条如同鲜血化成的纹路，如同长蛇一般蜿蜒扭曲地蠕动起来。片刻之后，一道巨大的血色光柱突然从天空中的诡异图案中投射而下。王城中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这一道巨大光柱。许多考生第一时间向着血色光柱的位置冲了过去，准备在 BOSS 出现之后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光柱的落点在城外，距离城墙很近。靠近光柱的那一段城墙上顿时聚集了一大片考生。几秒钟之后，天空中的图案与光柱同时消失。光柱原本所在的位置站立着一头身高3米、通体红色的人形怪物。人形怪物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长着2根弯曲的犄角，浑身肌肉纠结，因为体表没有皮肤覆盖，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一条条粗大的肌肉纤维。双手只有4根手指，每个手指的指尖上都有着锋利如刀的血色指甲，形象比尤纳西弗斯差远了。陈宇看着恶魔的背影，在心中给予了差评。尤纳西弗斯的恶魔形态虽然也有3米高，而且红皮，但好歹是人类的面容，而且五官端正，身材火辣，可以让那些喜欢站在小板凳上开大车的特殊爱好者一眼兴奋。而这头撕裂魔神只能说形状看上去像人，别说近看，就连远观都能感受到一股抽象派画风。撕裂魔神埃斯特拉米克，100级特殊黄金 BOSS，100级特殊黄金 BOSS， 有点东西。陈宇眯起了眼睛，他手下的原初精灵都只是50级特殊白银 BOSS， 撕裂魔神埃斯特拉米克的属性肯定会对原初精灵形成绝对碾压。不过原初精灵的强力之处在于能够使用禁咒，撕裂魔神的分身再强也不过是一转巅峰，想要抗住禁咒是绝对不可能的。禁咒一出手，纵然100级黄金 BOSS 也只有被秒杀的份。就在这个时候，城墙上的考生也开始对撕裂魔神分身动手了。纵然探查到了魔神分身的信息，考生也不带怕的。火球术，一名法师一马当先，篮球大小的火球砸向恶魔 BOSS。噗！火球砸在恶魔 BOSS 的胸口，冒出一缕黑烟。恶魔 BOSS 的血条根本动都没有动一下。靠，好高的法抗！法师考生暗骂一声，开始搓威力更强的魔法。这个时候，其他考生也反应过来，纷纷向着恶魔开火。因为人多势众的原因，就连近战类考生也跳下城墙，上前输出连珠箭雨、冰锥术、蓄力剑、锋刃术、赤我小李飞刀、密奥义、瞬域千年杀，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铺天盖地的攻击落在恶魔 BOSS 身上。然而恶魔 BOSS 的血条却依旧稳如泰山，一点削减的意思都没有。一轮攻击之后，考生们懵了，刚才动手至少也有上千人，攻击类型更是五花八门，然而 BOSS 竟然一点血都没掉，这 BOSS 的抗性究竟是有多高？正在这时 BOSS 动了，他的头部180度扭转，看向身后握着一把长枪正在使劲捅的考生，露出一个残忍的微笑。真是有活力的祭品！卧槽！长枪考生吓了一跳，连忙抽回长枪，转身就跑。然而下一刻，恶魔 BOSS 身形一闪，出现在他的面前。就用你的血来开启这场撕裂盛宴吧！一只血色大手瞬间刺穿了长枪考生的胸膛。长枪考生吐出一口鲜血，露出痛苦的神色。紧接着，另一只血色手掌抓住了他的肩膀，
向着两边轻轻一拉，咔啦，血肉碎裂与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长枪考生的身体被撕成两半，鲜血喷出数米距离。吸，真是美味的灵魂。恶魔 BOSS 深吸了一口气，露出陶醉的神情。可惜孱弱的身躯连成为食物的资格都没有。说罢，恶魔 BOSS 双手松开，长枪考生的两片尸体掉落在，发出啪的一声闷响。这沙比明知道 BOSS 厉害，还敢贪伤害，结果伤害没打出来，人还没了。城墙上，一名弓箭手不屑地说道：“等等！”弓箭手身边的战士队友顶了顶他的肩膀，指着恶魔 BOSS 的方向：“看啥？这 BOSS 咱们吃不下，根本就不破防，还是留着力气等怪物攻城吧。”弓箭手无奈地说道：“我不是说这个。”战士队友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你看，刚才被杀那个人的尸体，尸体怎么了？死得挺惨，不过也就那样吧。末日类副本里更恶心的场景又不是没有。”弓箭嗤笑着说道：“你该不会是怕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吗？”战士声音有些颤抖：“我们现在是在高考排名赛副本里啊，他为什么会留下尸体？为什么会留下尸体？”弓箭手考生一愣，随即一阵刺骨的寒意升起，如同掉进了万年冰川。他突然意识到了，排名赛副本中考生血量清零死亡会直接退出副本，在旁人眼中则是化作一道白色流光消失。而且在排名赛副本之中有保护机制存在，考生被攻击只会损失血量，感到疼痛，最多也就是流点血，不会真正受到重大身体伤害。而那名长枪考生血量早已经清空，却没有变成白色流光消失，而是身体变成了两片，被随意的丢弃在地上。那不断喷溅的鲜血已经染红了大片地面。他死了，真的死了。不只是弓箭手与战士考生，大部分考生都注意到了，长枪考生的尸体并没有消失。职业者如果血量清零之后留下了尸体，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是真的死了。不管留下尸体的这个人是否有什么额外的复活手段，至少这一次他是真的死了。考生们顿时一阵骚乱。怎么会？排名赛副本没有保护机制吗？不，有保护机制。我队友昨天才挂掉，当时我看得很清楚，他是退出副本了。可是刚才那个人又是为什么？难道是那个黄金 BOSS 恶魔？我探查到他的名称是撕裂魔神埃斯特拉米克，肯定是因为那个恶魔 BOSS。被那个恶魔 BOSS 杀掉的人会真实死亡。城墙上的考生顿时四散而逃。面对真实死亡的威胁，考生们哪里还敢停留？100级黄金 BOSS 和他们的实力天差地别。之前敢对 BOSS 动手，不外乎就是想要贪点输出，试图在 BOSS 死亡后得到一点收获。而现在有可能获得的那一点收获和承受的风险根本不成正比，当然是第一时间撤退，保命要紧了。看到考生们慌乱逃亡，恶魔 BOSS 狂笑不止。祭品们，惊慌吧，逃亡吧，让我尽情享受追逐猎物的快感吧。说罢，他纵身一跃，跳上了城墙，双手抓住一名逃跑速度较慢的考生，将他举到空中。不，救我，快救我！考生绝望地呼喊。恶魔 BOSS 惬意的观赏着他因为恐惧而扭曲的面容，低声在他耳边说道：“没有人会救你，你只能孤独地面对死亡，你的灵魂将成为深渊的祭品，你给我去死！”考生面色狰狞，抽出腰间的匕首，刺向恶魔 BOSS 的手臂。叮，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锋利的刀刃没能让恶魔 BOSS 留下哪怕一地血液。我喜欢会反抗的猎物，抗争中的死亡才是最美味的死亡。恶魔 BOSS 狞笑着，双手狠狠一拉，将考生撕成了两半。猩红的鲜血喷洒在他的头颅上，顺着脸颊流下。他将目光投向正在亡命奔逃的考生们。下一个是谁呢？深渊恶魔，死！正在这时，一名150级的统帅 BOSS 带领城墙上的 NPC 士兵冲了过来。虚假的生命没有价值。恶魔 BOSS 冷漠地看向一种 NPC 士兵，伸出一条手臂，撕裂，一道猩红色光芒闪过，所有挡在他的 NPC 士兵，包括150级的统领 BOSS， 全部碎成了肉块。随后，他再次看向正在沿着城墙逃亡的考生。有天赋的生命，灵魂才会更加美味。他的目标果然是考生啊！陈宇站在荆棘妖灵用藤条搭建的高台上，观察着恶魔 BOSS 的一举一动。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着直接在副本中真正杀死考生的手段。后土原子固化，尽量缩短吟唱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控制那个深渊恶魔。此时，大部分的考生都在王城之中，苏淼月、李威以及2个竞技强者的后辈多半也在王城。恶魔有在副本中真实杀人的能力，如果不快点解决，他们有可能遭遇危险。苏淼月倒还好，有陈宇之前的提醒，不会去凑热闹。李威可就不一定了。主人，我需要靠近一些，至少在2公里的范围之内。后土神色凝重地说道。而且我能感受到，那个家伙的本质是一头真神。如果我开始施法，他肯定能感应到，然后过来攻击我。就算将准备时间压缩到最短，也需要至少20秒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够他将我打散。我可以拖延住一段时间。小淼飞了起来，我的领域技能可以瞬间释放，对他进行压制。只不过对方的本质是神级，领域的效果会削弱很多。单单是我，恐怕拖延不到后土完成控制法术。但是加上我和小岸就够了。小光牵着小岸飞到陈宇面前，微笑着说道。陈宇眉头一皱，你们会出现危险吗？不会的哦。小岸轻轻摇头，主人你知道，原初精灵代表着元素本身，除非是在世界背面之类的特殊环境，或者母亲大人那样的存在出手，否则是不可能将我们彻底杀死的。就算我们血量被清空，躯体被打散，也会慢慢恢复过来，最多就是痛一点罢了。小燕也在一旁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说道，为了主人，我们不怕痛。只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明显有些底气不足。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陈宇点了点头，为后土施加了一个职务强化，然后向着怪物军团下令：全军给我冲锋！高考直播间，作为专业主持人，兽人不洗手和小团子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考生尸体没有消失。两人虽然看不到恶魔 BOSS 的信息，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直播间弹幕更是直接爆炸。这个 BOSS 看起来好强，这么多考生合力攻击，居然连他的血皮都没有打掉。刚才那些红色光柱就是召唤这个恶魔 BOSS 的前奏吧？等等，被杀的考生为什么没有退出副本？为什么他的尸体还留在原地？这个考生死了，真的死了。是恶魔 BOSS， 被他杀死的考生不会退出副本，而是直接真实死亡。恶魔 BOSS 已经杀死第3个人，全部都留下了尸体，没有复活。主持人呢？别装死，快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2名主持人冷汗涔涔，因为这次事件已经不是直播事故了，而是一场百年未遇的高考事故。这一次没等他们询问驻留直播间的考官，考官就已经主动找上了他们。这是刚刚从高考指挥总部发过来的消息，你们看看吧。考官面色严肃地将一枚晶石递给2名主持人。兽人不洗手接过晶石，读取信息，然后一言不发地递给小团子。小团子看完之后也沉默了。几秒钟之后，小团子率先开口问道：出了这种事情，那边是什么意思？隐瞒还是公布？隐瞒不了。考官苦笑，观众之中恐怕有不少人已经猜出了恶魔 BOSS 的真实身份。兽人不洗手深吸了一口气，心情沉重。既然如此，那我们会向观众解释，进行详细解释，没问题吧？没问题。考官点了点头，那就道：辛苦你们了。严格来说，主持人和高考排名赛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负责场面解说。而魔神分身进入考场是官方部门的失职。然而，作为直面观众的主持人，必然会承受最大的压力，甚至整个职业生涯说不定都会因此终结。这次直播就没有不辛苦的时候。小团子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高考指挥总部排名赛副本监控室，一众高考相关的高级官员齐聚一堂，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无比难看，就像刚刚接到消息自己亲妈去世了一样。尉迟清风，告诉我，刚才你为什么让直播间那边公布事故消息？一名身着青色衣裙的女子怒视华眼君主，你难道不知道这种事情会在整个帝国造成多大的影响吗？不仅国民会对官方产生质疑，就连其他国家势力都会将我们腾龙帝国当作笑柄。青衣女子是腾龙帝国应急对策部总指挥碧波君主玉无疆，与华眼君主同样是一位9阶奥义强者。我知道。华眼君主淡淡的说道，你认为我们还有隐瞒的余地吗？事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选择用谎言掩盖，才是最大的笑话。这次事件也算是给我们的一次预警，我们腾龙帝国已经在强盛之中安逸了太长时间，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况且你不要忘了，高考直播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你有相关计划了？青衣女子问道。华眼君主冷笑，已经布置下去了，就等那些臭虫自己冒头。哼，但愿如此。青衣女子冷哼一声，然后转头看向身边的一名考官，排名赛副本解锁进度如何了？总指挥大人，解锁进度已经达到了 15%， 预计还需要1小时就能彻底解锁。考官低着头回答道。再快点。碧波君主皱眉说道，魔神分身的主要目标是考生，你们要知道，每拖延1秒钟都有帝国未来的支柱陨落。是，大人。正在这时，一声惊呼响起，总考官大人，总指挥大人，副本里有情况。华眼君主和碧波君主立即看向监控画面，画面之中属于魔龙势力的怪物军团动了，如同一道洪流一般，向着赫拉迪克王城发起了冲锋。不到10分钟时间，便已经与赫拉迪克王城的城墙发生了碰撞。该死，怎么偏偏是这种时候？华眼君主忍不住攥紧了拳头。赫拉迪克王城正聚集力量，绞杀四处杀人的魔神分身。虽然他们并不能对魔神分身造成多大的伤害，但也能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若是怪物开始攻城，势必会牵扯出一部分赫拉迪克王城的兵力，这也未必是坏事。碧波君主沉吟片刻之后说道，魔龙势力此刻入局会造成的更大的混乱，也能拖延住魔神分身的行动。突然，碧波君主神色一肃，对控制画面的监察官说道，等等，调转一下镜头，看一下魔龙阵营后方的位置。监察官立即控制晶石，将监控镜头拉向怪物浪潮后方魔龙阵营最中心的位置。画面之中，几千名少女围成一片，着装统一度极高，面色冰冷淡漠。从位置看，这些人形怪在魔龙阵营里地位极高，但是他们的脚是根须状态，应该是一种高度拟人的植物生命吧？这样的拟人程度，至少是传说级植物生命才有的特征。传说级对应的怪物品质是普通 BOSS 以上，甚至极少数完美发育的，能够比拟青铜 BOSS。我不记得这次高考副本里有如此大批量的植物生命 BOSS 吧？尉迟，你对副本比较了解，魔龙一方有这种底牌？怎么可能？华眼君主紧盯着画面，皱眉说道，魔龙阵营之中根本就没有植物生命 BOSS。突然间，华眼君主注意到一众面无表情的植物生命之间存在着一个异类。一名人类少年正惬意地躺在一朵巨大的百合花之中，他的身边跪着一名身着破烂白色礼服的金发女子。华眼君主立即让监察官将画面拉近，那是魔龙阵营的 BOSS 迪利亚公主。碧波君主也盯着画面，疑惑地说道，躺在地上那个少年居然是个考生。这种时候，魔龙阵营中为什么会有考生？华眼君主感觉非常怪异。原本魔龙阵营是应该有考生加入的，按照正常副本流程，在排名赛副本进行到第7天才会开启终极任务。当终极任务开启的时候，考生才能够自由选择阵营。然而副本出现了未知的变动，雪原巨城所有 NPC 无故失踪，导致双方势力丧失平衡。终极任务提前开启，
因为赫拉迪克王国一方过于弱小的缘故，考生也失去了加入魔龙阵营的机会。所以说，魔龙阵营之中不应该有考生存在才对。迪利亚公主不是魔龙阵营的最高统帅吗？为什么会对一个考生表现得如此恭顺？碧波君主疑惑地问道，就好像这个考生才是终极 BOSS 一样。我也很想知道。华眼君主说道，就算这名考生通过某些手段加入了暗魔教团，获得一定地位，也不可能让阵营领袖对他低头。查一查这名考生的信息。遵命，大人。一名监察官立即开始沟通副本控制台，调阅考生信息。几秒钟后，白色晶体投射的画面中显示出一张信息卡。考生姓名陈宇，考号云川32589，籍贯云川省江阳市。第一轮分数无尽18500加嘉奖1万，双寒领主5000加烈焰王座5000。第二轮即时分数348W5849。什么？384万分？384W？ 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两名9阶奥义强者同时懵逼。如果说上一轮的18500分还算是有迹可循，那么第二轮的384W 分可就真的是天马行空了。腾龙帝国形成高考制度这么多年，第一轮中超过2万分的不在少数。然而实力再抽象的考生也不可能在第二轮打出几百万的成绩啊！排名赛副本从开始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就算所有 BOSS 排着队不反抗让他杀，也杀不出这么恐怖的分数吧？华眼君主依稀记得，如今的高考排名赛纪录保持者是一名拥有最终伤害100倍加成的无敌天才。当时那一届的排名赛副本中，那名无敌天才一路暴杀，统穿整个副本也才拿下不到100万分。保持第二名记录的是一位拥有100倍经验天赋的职业者，在高考之前就已经2转完毕，升到了130级。高考排名赛副本的等级限制是50级。那一届高考，由于这名考生等级过高的缘故，专门为他调整了副本准入等级。这名以2转之身进入排名赛副本的考生，最终成绩堪堪87万分。调阅一下他的得分记录。碧波君主对操作金石的监察官说道：“对不起，大人，我没有这个权限。考生的得分记录中，只有每一届高考当期的第一序列权限者才有资格调阅。”碧波君主随即看向华眼君主，华眼君主二话不说，来到金石跟前开始操作。几秒钟之后，一道仅有华眼君主和碧波君主可见的光屏分别呈现在两人面前。云川32589号考生详细得分记录。第一条，第一天上午10点32分，抢劫赫拉迪克王国监视城小型文章店铺，完成成就明火执仗，积分加500。这小子怎么跟那位一样，喜欢不讲规矩？华眼君主看完第一条，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你也想到了保持排名赛记录的那位？碧波君主会心一笑，的确，形式都是一样的嚣张啊。继续看吧。壁垒城击杀怪物得分，哀嚎峡谷击杀怪物得分。等下，哀嚎峡谷击杀怪物的频次有点高了吧？他是怎么做到平均每秒钟击杀数十上百个怪物的？华眼君主奇怪地说道：“你还不明白吗？”碧波君主说道：“他是种植师啊，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片植物生命，很明显就是他培养的。50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华眼君主微微皱眉，可是就算是50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也没办法10天时间得到几百万分吧？50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的战斗力虽然强，但还不足以杀穿副本，跟保持记录那位根本没得比。继续往下看吧。什么？灭城？碧波君主惊讶，而且还是一天灭2城，将整个魔龙阵营屠光了。华眼君主愕然，这份记录从离开哀嚎峡谷进入魔龙势力范围内开始，就已经逐渐离谱起来了。这不是吧？成为阵营终极 BOSS， 然后全面暗魔教团完成势力任务，得分 50W。碧波君主人妈了，我记得暗魔教团里是有200级青铜 BOSS 的吧？他怎么做到的？不止。华眼君主嘴角抽了抽，还在同一天全灭雪原巨城，然后收编野怪，组成怪物军团，进攻赫拉迪克王国，提前开启大决战，破案了。雪原巨城失踪案破了，魔龙主城失踪案破了，终极任务提前开启案也破了。是的，本次排名赛副本所有诡异事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就是这名离谱程度已经逐渐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第一轮云川榜首。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有2个8阶职业者会全力投资他了。碧波君主揉着额头，要是我在云川监考，我也这么干。关键是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华眼君主仍然感觉不可思议。他是有5000传说级植物生命没错，但这点战斗力不足以支持他完成这些事情吧？别说这些植物生命只有50级，就算全部都是100级，也做不到吧？难道他也有类似100倍伤害之类的超神话天赋？华眼君主，碧波君主眉头一皱，这与你无关吧？你可以查证考生得分过程，但不得无故探寻考生天赋，特别是还未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职业者。腾龙帝国新生代天才职业者保护法案，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抱歉，我失言了。华眼君主愧疚的苦笑。腾龙帝国新生代天才职业者保护法案是专门用于天才职业者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以各种方式窥探天才职业的天赋。就算是天才职业者疑似触犯法律，需要进行调查审核，也必须报请帝国中枢核准，然后由帝国中枢派人探查，而且探查结果不会透露给第2个人知晓。正因为腾龙帝国一直以铁血手段保护新生代天才，所以才向心力十足。成长起来的天才极少有叛国投敌的存在，这一机制让腾龙帝国在职业者时代遥遥领先，成为蓝星世界毫无争议的最强。其他诸如白银帝国等旧时代的大国，喜欢以资本手段剥削压榨，乃至于控制新生代天才职业者，导致能者不上，庸者不下。在尖端战力这一方面，腾龙帝国一国就占据了整个蓝星超过1/3的席位。
现如今，大部分已经成长起来的腾龙帝国顶尖强者都曾经受益于新生代职业者保护法案，所以也会自觉地去遵守与维护。话说回来，这个陈宇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命令怪物进攻？碧波君主也没有抓住华眼君主的失误不放，而是继续观察副本画面，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攻陷赫拉迪克王城。正在这时，画面中几名精致可爱的超小型少女从陈宇身边飞离，向着恶魔 BOSS 所在的方向电射而去。碧波君主疑惑：咦，那是什么？小妖精或者花仙子？不对，没有翅膀，不是。倒有点像精灵族的幼生体，但是体表没有光晕，而且会飞，也不是。阵营信息显示，他们是魔龙阵营的白银 BOSS。华眼君主神色一凝，也就是说，6个神话生物。碧波君主骇然，他想干什么？难道是发现了魔神分身在危害考生，所以派出手中的底牌，试图与魔神分身战斗，拖延时间给其他考生撤离？英雄所为，却并非理智所为啊！华眼君主叹息，6个50级的神话生物，不可能是魔神分身的对手，那可是神话生物啊！折损任何一个都是天大的损失。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神话生物能够争取到不少时间，至少在副本解锁之前，能够拯救大量考生的生命。整个魔龙阵营中，只有他一个考生，魔神分身根本注意不到他。碧波君主叹息着说道：“他本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但却在这种时候选择挺身而出，拯救竞争对手的生命。就算不论实力与潜力，仅仅说个人品格，也让人叹服啊。”没错，华眼君主点了点头。在这个时代，真的少有人能做到这一步。既然他选择做英雄，那么我们也不能让他成为无名英雄。马上将情况通知高考直播节目那边，让民众都认识一下我们腾龙帝国新生代的最强天骄。另外，上报帝国安全部和教育部，申请弥补考生陈宇在高开排名赛副本中遭受的所有损失。如果两部不批准，那么由我个人对其进行补偿。毕竟我是本届高考的最高负责人，排名赛副本中出现魔神分身是我的责任。我们应急对策部也有责任，所以算我一份。碧波君主也说道：“好。”华眼君主点了点头。高考直播间，2名主持人将魔神分身的消息公之于众。直播间弹幕一片哗然，全国各地关心高考的观众无不为之心惊，高考组织部门更是早已被喷得狗血淋头。在这短短时间之内，魔神分身已经再次残杀了10余名考生，这还是他手下留情的结果。直播台上，主持人受人不洗手，双目通红，声音悲戚，却依旧在坚持着解说。魔神分身还在继续对考生动手，赫拉迪克王国的势力极力阻拦，可是无济于事。快跑，快跑啊！不要回头，再坚持一会儿，就一会儿。高考指挥总部已经开始解锁高考副本，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能将你们全部安然无恙的救出来。拜托你们，再坚持一下，就一下。直面过深渊的浩瀚，经历过魔神的凝视，我相信你们只要逃过一劫，人生便是一马平川。你们勇敢，你们无畏，你们敢于直视恐惧。副本结束，你们所有人都是状元。此时，画面之中，怪物浪潮已经涌到了王城的城墙之下，但是2名主持人根本没空关注怪物，4只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魔神分身。主持人极具感染力的声音将情绪传递到每一个观众的内心，所有弹幕都在为考生们祈祷。正在这时，一名考官走过来，将一枚晶石放在直播台上。有新情况，他的声音沙哑，神色中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受人不洗手一把将晶石抢过来，浑身颤抖着开始浏览晶石中信息。片刻之后，他眼中闪过喜悦，豁然站起身，双手啪的一声撑在直播台上，语速极快地说道：“各位观众，就在刚才，高考指挥总部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在这危难的时刻，就在副本之中，有一名考生选择了站出来，拼死拖延魔神分身，保护同胞的生命，为指挥总部解锁副本争取宝贵的时间。或许你们会很疑惑，一名考生怎么可能拖延住魔神分身？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别人或许不行，但是他一定可以，因为他是我们腾龙帝国古往今来第一天才。”直播间弹幕顿时迎来了一波高潮。一名考生拖住魔神分身，主持人脑子瓦特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古往今来第一天才？我们这一届什么时候有这种天才了？我记得我们这一届云川省有个第一轮打出18500分的天骄，但绝对称不上古往今来第一天才啊！那个陈宇准备对抗魔神分身，疯了吧？根本没有胜算的好吗？这算什么好消息？帝国即将损失一名超级天才，是好消息吗？主持人脑子呢？受人不洗手瞥了一眼弹幕，大声吼道：“各位，先不要质疑，听我述说。在今天之前，本次高考排名赛直播中，是否有很多内容令你们感到疑惑？比如雪原巨城的 NPC 为何全体失踪？魔龙主城的 NPC 去了哪里？终极决战为何提前开启？没错，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位第一天才的杰作。排名赛第一天，他便一往无前，杀入魔龙势力范围之内，并且连续攻破2座魔龙主城。你们没有听错，就是一人破城，连破2城。别急着惊讶，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接下来的3天时间，这位天才更是势如破竹，杀穿了魔龙势力所有主城，并且斩杀魔龙，代替他成为了魔龙阵营的终极 BOSS。随后，他更是接连攻破暗魔教团和雪原巨城，将2大隐藏势力屠戮一空。紧接着，他聚集魔龙势力中的所有野怪，组成大军，提前开启了终极之战。由于直播镜头都在集中观察赫拉迪克王国的原因，我们无缘得见他纵横战场的英姿，我们只能从他此刻的高考积分中窥见一斑。在排名赛副本还未结束的此刻，这位天骄的分数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84W。
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高考排名赛的最高纪录，甚至接近于最高纪录的整整4倍。弹幕别刷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或许你们会觉得我说的话是天方夜谭，甚至如果不是消息来自高考指挥总部，我也不会相信。但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便是铁的事实，容不得我们质疑。我很荣幸，因为我主持的这一届排名赛直播，竟然出现了一位如此惊天动地的绝世天骄。同时，我也感到骄傲，因为这位天骄心怀天下，在这危难时刻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挺身而出。各位，或许你们已经猜出了这位天才考生的身份。没错，他便是那位在高考第一轮中拿下18500分的云川省榜首，同时也是本届高考第一轮的全国总魁首。直播间镜头适时地转移到了魔龙阵营之中，同时画面之中弹出陈宇的参考信息与排名赛第2轮及时得分，突破天际的积分数字，让所有观众都忍不住为之震撼。我的天，真的是384万分，不可思议！这一届的天才居然这么猛的吗？太强了！新手阶段就有这种战绩，以后保底也是个竞技强者吧？竞技强者？你太小看排名赛得分记录的含金量了吧？你怕是忘了排名赛积分榜总排名前10的持有者现在是什么样的存在吧？曾经的100万那位上天了，87万那位也上天了，这位的离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将来怕是也要上天的吧？一个人杀穿整个副本，屠光隐藏地图势力，这样说起来，他还真有能力和魔神分身硬刚啊！说不好，副本里最强的怪物也就是200级青铜 BOSS 和100级黄金 BOSS 根本没得比，而且这个黄金 BOSS 还是魔神分身，不知道有多少隐藏手段。我感觉可行，毕竟魔神分身降临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算是深渊魔神也必须遵守副本规则。关键是这种天才难道不应该保护起来吗？为什么要让他去面对他这个阶段无法面对的敌人？没错，这样天才应该受到保护，只要他安然成长一段时间，参与势力战，不知道能为我们腾龙帝国争取多么恐怖利益。你们要明白一点，排名赛副本中外界是无法传达信息的，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官方强加的任务。所以说这人实力是有，不过是真的蠢，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明哲保身吗？以后参加势力战多争取一点资源，不比保护这些废物考生有用多了。排名赛副本之中，6只原初精灵漂浮在赫拉迪克王城之外的上空，神色警惕地注视着魔神分身。自他们诞生起到现在，合力出手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各位准备好了吗？后土神色凝重，这一次他罕见的手中没有握剑。没有问题。一个闷闷的声音传来，就像是说话的人被装在罐子里一般。众精灵向着声音的源头看去，只见一个体型比其他精灵大了好几圈的钢铁小人屹立在空中。你谁啊？小淼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上前敲了敲小铁人。梆梆梆，如同敲打实心铁块一般的声音，证明了这副铁甲有多么坚实。不出意外的话，小光环视着几只原初精灵，捏着下巴说道：“这里面应该是我们的原初之火。”没错，我是小叶。小铁人再次发出沉闷的声音。你什么时候学会后土那套的？小淼惊愕地说道。难不成你真的认为变成这样会增强防御力？后土，行了，别闹了，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们就开始吧。说罢，后土集中精神，锁定了魔神分身，紧接着口中开始念诵无声的咒语，以后土的身体为中心，开始涌起一股浩渺的土元素潮汐。感受到土元素开始聚集，其余5只原初精灵同时停下了一切动作，齐齐锁定了正在王城城墙上肆虐的魔神分身。赫拉迪克王城上，恶魔 BOSS 刚刚撕碎了一名考生，神色迷醉的舔了舔手抓上的鲜血。下一刻，他豁然抬起头，神色凝重的望向城外的天际。这种元素波动8阶土系魔法，以不到1阶的力量施展8阶魔法。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片段中，竟然也有如此高贵的存在。不过很可惜，既然选择与我为敌，你们就没有成长起来的机会了。恶魔 BOSS 冷笑一声，背后猛然弹出2片巨大的符翼，紧接着符翼微微扇动，向着几只精灵所在的方向冲天而起。他离开了，我活下来了。一名奔逃速度慢的考生绝望的转身，准备做出最后的反抗，却看见恶魔 BOSS 飞离的那一幕，心中顿时涌起劫后余生的巨大喜悦，跪地痛哭。白痴，还不快躲起来！天知道那个 BOSS 还会不会杀回来。前方的队友看见 BOSS 离开，赶紧折返回来，将跪地的那名考生拉了起来。多谢！被拉起来的考生连忙跟随着队友继续逃亡。魔神分身在空中留下一片残影，急速接近正在施法准备中的后土。卑微如我，居然也有机会残杀这等伟大的存在！魔神分身露出兴奋而狰狞笑容，隔空向着后土递出尖锐的利爪。冰封领域！正在这时，一道寒流从半空中爆发开来，瞬间将整个战场笼罩。寒流扫过之处，就连空气都被风冻凝结成纷纷扬扬的雪花洒落。魔神分身那快到极致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他的体表已经布满了一层薄冰。水属性领域，魔神分身浑身肌肉鼓动，将体表的冰层震碎，凝重地看向寒流的源头。一团巴掌大小的水流人形，身周凝结出无数冰锥，向他爆射而来。可惜你的力量太弱了。魔神分身双翼扇动，将冰锥全部打落，然后身形一闪，出现在水流人形面前，猩红利爪向着水流人形刺出。哗啦，水流人形被直接打散，但是下一刻便在另一处重新聚集了出来。卑微的臭虫，你就这点本事吗？一道冷漠而高傲，如同神奇降临世间的声音从水流人形中传出。哈哈哈哈！魔神分身狂笑，伟大的存在啊！现在的你尚且孱弱，所以即便卑微如我，也能轻而易举的将你杀死，尝尝死亡的滋味吧。
撕裂之手，浓郁深渊魔力喷薄而出，一双猩红色的虚幻利爪瞬间形成，铺天盖地的向着水流人形狠狠拍下。水流人形躲避不及，再次被拍散。这一次，水流仍然在重新凝聚，不过凝聚的速度已经变得缓慢了不少。纯净的水流之中，一缕缕猩红色的深渊魔力流转，阻止水流凝聚的同时，也在缓慢地侵蚀着水流。等一等，我会让你体验真正的死亡。魔神分身冷笑一声，再次向着后土所在的方向飞去。后土正在准备的魔法是实打实的8阶魔法，与领域区别很大。魔神分身在领域之中能凭借自己恐怖的属性与高品质的深渊魔力挣脱束缚，但在面对真正的8阶魔法时，就有些不够看了。寂静暗域。正当魔神分身距离后土不到10米的时候，又是一道领域贴着他的身体爆发开来，天地间的一切陡然失去了所有色彩，陷入极度的黑暗之中。什么时候突然丧失一切感官的魔神分身心中骇然，这一道领域绝对不属于刚才那个水精灵，为什么2个不同个体的领域可以叠加存在而互不冲突？被寂静暗域剥夺感官的同时，冰封领域依然在持续减缓他的速度，冻结他的身躯。无序暗域，一道领域再次爆发，将魔神分身笼罩。魔神分身感觉自己似乎陷入了一个死亡的世界之中，一切的物质都没有形体，一切的能量都保持着绝对的平衡，没有一丝波澜，只有他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此时他体内的能量也在迅速流逝，就像一滴热水滴入一缸冷水之中，热量会迅速被稀释。当剩余的能量不足以维持他的存在时，他将会直接解体，彻底融入这个平静而无序的世界之中。吼！魔神分身没有坐以待毙，一声怒吼之后，陡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深渊魔力。猩红色的光芒以魔神分身为中心迅速扩散，瞬间将整个天地都笼罩在其中。原初精灵的3道领域瞬间破碎，强行以能量撑破领域，真是犯规的做法呢。不过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小暗在小淼身边显出身形，小手弹出，抓住一条深渊魔力丝线，狠狠一拉，缠住小淼水流的深渊魔力小石，水流瞬间凝聚成小淼的身体。魔神分身没有理会小暗和小淼，继续向后土发起进攻。他已经感觉到后土的8阶魔法已经快要成型，庞大的土元素潮汐已经积累到了最高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死吧！魔神分身向着后土隔空挥出利爪，一道鲜艳的血痕撕裂空间，向着后土切割下去。哇呀呀！正在这时，一个小铁人突然出现在后土身侧，成千上万个乒乓球大小的小火球如同机关枪一般射向血痕。然而血痕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电光火石之间，血痕的尖端结结实实地扎在小铁人的铁皮上。叮！一声清澈的脆响过后，火光四溅，小铁人被血痕击中，瞬间变成了一颗遥远的星星，不知道飞去了哪里。不是吧？真的有用？小淼感受到小燕的生命气息居然没有减弱，顿时懵逼。早知道自己就不变成元素形态了，直接弄一个铁壳子套在身上，不是强多了？那是铁壳子的作用吗？受伤不重，能感应到具体情况的小安吐槽道：“咱们2个差不多把那个恶魔的深渊魔力耗空了，不然他比你还惨。”雷霆圣域。正当魔神分身想要继续的动手的时候，小光的领域也已经展开，无数雷霆从空中落下，劈在恶魔 BOSS 身上。雷电的麻痹效果让恶魔 BOSS 动作一僵，血条都开始微微下降。下一刻，恶魔 BOSS 对于高额的雷电伤害不管不顾，再次冲向后土。然而，当他的利爪挥舞到后土头顶的时候，后土陡然睁开了眼睛，冷冷吐出4个字：原子固化。蓄势到达巅峰的土元素潮汐猛然爆发，一道波动瞬间从魔神分身身上扫过。魔神分身的所有动作在这一刻凝滞，失去力量支撑的身体无法继续浮空，直直的掉落下去，砸进土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成功了！后土面色一喜，干掉他！小淼面带愤怒的看向坠地的恶魔 BOSS。除了小暗之外，他是第2个受到重大伤害的原初精灵。小暗至少是进入世界背面，面临不战战胜的强大存在受到的伤害，而他却是被一个魔神分身所伤。就连魔神本身与他相比，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蛆虫。魔神分身算什么？蛆虫上的细菌。小淼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重大打击，以后在一众原初精灵面前可能要抬不起头来，怒火大盛。今天居然放假了，难得多更2张以示庆祝。4名原初精灵刚刚准备动手搓禁咒打死魔神分身，却发现魔神分身的血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狂掉。细细感应，还能发现围绕在他身边那汹涌澎湃的风元素。定眼一看，小风正站在魔神分身鼻子上，往他的嘴里狂灌风刃。这种程度的元素波动，很显然小风使用的不是普通风刃，而是他的禁咒技能万千风刃。虽然是极简版，但的确是一个禁咒。恶魔 BOSS 没撑过2秒，血条便已经全部清空。高考直播间，大部分观众根本无法理解原初精灵与魔神分身之间的战斗。从魔神分身离开城墙到原初精灵们将其击杀，总共也才用了20多秒时间。魔神分身死亡，弹幕停顿了数秒时间，然后开始急速爆发。我没看错吧？魔神分身死了。是的，你没看错，魔神分身死了。我们的超级天才击杀了一个魔神分身。卧槽，50级单人击杀100级黄金 BOSS， 这也太 TM 逆天了吧！这才是真正的天骄，帝国真正的未来之星啊！等等，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只看到天上突然下雪，然后魔神分身攻击了一团水流，紧接着战场整个都黑了，然后就是天上落雷，把 BOSS 劈死了。应该不是雷劈死的， BOSS 掉下去过后，我看到一个小人在往 BOSS 嘴里灌技能。那些小人是幼年期精灵还是小妖精？为什么战斗力这么强？那要是小精灵或者小妖精，
老子当场把手里这根法杖生吞了。我敢说，那些小人至少是神话生物。神话生物，整整6个！我的天！我感觉那些小人的攻击方式怎么有点像传说中的元素精灵？没错，有一个小人变成水流，那明显就是元素精灵的元素化本体。元素精灵，那不是比神话生物还要更离谱？不一定是元素精灵，有可能是植物系的神话生物。这个陈宇不是种植师吗？相比元素精灵，神话植物要更靠谱一点吧？屁的神话植物，神话植物能有那种操纵元素的能力，可是元素精灵那种性格又轴又倔，而且还不吃契约和思维控制，根本不可能收服吧？上一个试图强行收服元素精灵的强者，坟头数都几百米高了。我还是觉得这个考生更离谱，竟然能够得到元素精灵这种生物的协助，而且还是6个元素精灵。高考指挥总部，一群高级考务人员盯着晶石投射的画面，眼珠子都差点掉了下来。50级新手职业者不借助任何消耗品和地形优势，硬碰硬斩杀100级黄金 BOSS 魔神分身，这说出去谁敢信？虽然出乎预料，但结果总归是好的。指挥总部的众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总考官大人，我们还继续解锁副本吗？一名高级监察官一语般的问道。华眼君主默然。解锁副本的理由是魔神分身降临，正在残害考生。现在魔神分身已经死亡，按理说他们应该停止解锁流程。但是撕裂魔神的分身已经成功降临，说明这一届高考排名赛警戒工作非常不严谨。撕裂魔神的分身是死了，但谁知道副本里还有没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混进去？继续解锁，但解锁之后暂时不要停运副本，释放考生。思索片刻之后，华眼君主沉声说道：“是，大人。”如此天骄，出生在我腾龙帝国，绝对是帝国之幸啊！华眼君主忍不住感叹：“元素精灵，那些小人绝对是元素精灵。”碧波君主在最初的惊愕和喜悦之后，死死地盯着这画面中的手掌小人，呼吸逐渐急促。身为元素系法师，最梦寐以求的事情便是得到一位元素精灵的青睐。不要说签订契约，就算只是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也会受益无穷。元素精灵即是元素本身，他们对于元素的理解超乎任何人的想象。9阶强者都感觉晦涩难懂的元素奥义，在他们的眼中比10以内的加减法还要简单。如果能得到元素精灵的指点，我必将突破瓶颈，更进一步。元素精灵是高傲的生物，想必不会理睬我，但他们与他的关系好像非常密切。如果他能帮我求情的话。BOSS 血量清空的同时，一道提示在陈宇脑海中响起：击杀100级黄金 BOSS， 经验值加1600000。由于等级限制，经验值已自动存入经验池。击杀魔神分身，深渊魔力上限加43。确认 BOSS 死亡，陈宇带领植物生命军团赶到原初精灵与 BOSS 交战的地点。BOSS 尸体旁边还躺着一个色彩缤纷的宝箱。魔神分身不算作排名赛副本中的怪物，不掉落积分和文章，却会掉落与外界怪物一般的宝箱。陈宇将宝箱和魔神分身的尸体一起收入无上圣土之中，随后将受伤最重的小淼送回无上圣土中休养。大人，那就是魔神分身？您真的斩杀了深渊魔神的分身？跟随在陈宇身后的迪利亚惊骇欲绝，竟然真的有人能将深渊魔神作为狩猎对象，并且成功斩杀。这种成就，哪怕是传记小说里也不曾有人编写过。现实总是比艺术更离谱，因为艺术需要逻辑，现实不需要。迪利亚突然想起，不知道那本书里看到过的这一句话，并且感触颇深。或许正是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带着我脱离这个游戏吧。对未来已经感到绝望的迪利亚，忍不住开始期待，期待这一局游戏的结束，期待陈宇带他领略一番真实的世界。主人，我们要继续吗？我还有余力。后土飞到陈宇面前，兴冲冲的拔剑指向赫拉迪克王城，为主人击杀一名强敌，令他感到万分骄傲。不急，陈宇摇了摇头。如果灭掉赫拉迪克王城，他的终极任务就完成了。按照考试开场的提示，终极任务完成，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副本都将结束。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在短时间内离开副本了。撕裂魔神这种恶客，他都招待了，怎么能不等一等自己那位慷慨的老朋友呢？魔神分身已经死亡，赫拉迪克王城的战斗还没有结束。陈宇手下的怪物军团如同潮水一般冲击着王城的城墙，赫拉迪克的军队也在拼死抵抗。城墙上的防御系统已经开启，无数战争机器咆哮着，释放出威力巨大的攻击。一些目睹魔神分身被击杀的考生立即回头输出，他们知道魔龙阵营战力强大，己方几乎不可能守住王城，但在终极任务失败之前，能赚一点是一点。排名赛已经临近尾声，只要赚足积分，就算挂掉也不亏。陈宇坐镇后方，悠闲地指挥炮灰怪物上前送死。4只原初精灵聚在一起，讨论着领域与禁咒的使用心得，竭尽全力与魔神分身一战，让他们受益良多。就连性格比较孤僻的小峰也主动加入了讨论。怎么好像有点不对？陈宇凝视着4只小精灵，总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等等，为什么只有4只？陈宇清点了一下人数，小淼被送进无上圣土休养，小光、小暗、后土、小峰都在场。咦，小燕去哪儿了？小燕的状态是几只精灵中最完好的，没有受伤也没有消耗，然而距离却变得非常遥远。主人。过了好一会儿之后，随着一声兴奋的呼喊，一个小铁人如同炮弹一样撞进陈宇的怀抱，差点没把隔夜饭都给他撞出来。陈宇面无表情地抓起小铁人，当场就是一波36万度大风车转笔回旋，咔嗒，小铁人从中间裂成2半，眼睛变成转圈蚊香的小燕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倒在陈宇的手心里。不过下一秒，小燕晃了晃脑袋，又精神百倍地原地复活。恶魔呢？恶魔呢？恶魔在哪？我要和他好好打一场。他兴奋地四下张望，寻找恶魔 BOSS 的踪迹。死了。小峰言简意赅地回答：我杀死的。
虽然小峰一直都是呆呆的表情，但陈宇总感觉他似乎有些炫耀的意思。你杀死的！小燕瞪着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小峰，随即他肉乎乎的小脸蛋鼓了起来，充满了不甘心的小情绪。别急，还有一个呢。陈宇忍不住捏了一下小燕鼓成包子的小脸蛋，笑意盈盈地说道：真的吗？小燕充满了期待。小峰击杀了一个强敌，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有这样的战绩，不能被呆头呆脑的小峰比下去。当然，陈宇点了点头。正在这时，赫拉迪克王城之中又是一道道红色光柱升起，魔龙军团后方不远处也有着一道极为粗壮的红色光柱，光柱在空中融化，交织成一幅诡异而又混乱的图案，与之前召唤撕裂魔神的仪式阵法如出一辙。看，这不是来了？赫拉迪克王城还来？刚刚平复恐惧的心情，开始闷头赚积分的考生们顿时人麻了。撕裂魔神杀人事件刚刚过去，还好对面阵营里的 BOSS 出手解决了魔神分身，否则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魔神分身才爆掉不足20分钟，魔神仪式居然又开始了。少部分考生直接搓回城开溜，传送到其他主城的遗址去了。大部分考生则认为对方阵营的 BOSS 轻而易举地击杀了上一个魔神分身，那么即将出现的这个应该也不成问题。只要小心一点，不像之前城墙上的人一样靠近魔神分身就行，可以留下来再赚一些积分。王城城墙之外，两军交战的战场边沿，苏淼月看着被红色光柱笼罩的陆平平，久久无语。陆平平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月月，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信吗？你自己信吗？苏淼月嘴角一抽，对陆平平摊开手：还不快拿出来，你想死吗？真没有，我就带了一个别人给的东西进来，之前就交给陈宇了啊。陆平平都快急哭了，在身上连连翻找，却没有找出任何类似魔神遗失物的物品。对了，肯定是有人把东西埋在这里，我恰好站在这上面。陆平平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相，连忙后退了几步，试图避开红色光柱，然后随着他的移动，红色光柱也如影随形。很明显，光源绝对在他身上。跟我来！苏淼月急忙拉着陆平平返回王城之内。一路上还留在王城准备碰一碰运气的考生，见到苏淼月拉着一个红色光柱飞奔，纷纷避之不及。回到王城冒险者公会的房间之中，苏淼月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然后咬牙切齿地瞪着陆平平说道：脱什么啊？陆平平扁着嘴，双手抱胸，如同受了惊的小鹌鹑一样。脱衣服，快！苏淼月怒道。哦，六神无主的陆平平只能按照苏淼月的话行事，将衣服一件件脱下来递给苏淼月。这个不是，这也不是。苏淼月一边接过衣服一边扔出去，红色光柱依旧没有移动，依旧跟着陆平平。那个还脱吗？身上只剩3块巴掌大的布料之后，陆平平有点难为情地问道：考个试穿这么奔放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晚上要去赴谁的约呢。苏淼月诧异地看着陆平平那一身半透黑蕾丝，嗨，这不是有备无患吗？排名赛里超级天才那么多，超级阔少也那么多，万一就有哪位瞎了眼，可还慧眼识珠的天才阔少看上我了呢？继续。苏淼月顿时无语，他认为自己不能再和陆平平探讨这种问题了，眼下还是搞清楚魔神遗失物比较重要。无奈之下，陆平平只好将最后的几块料也扒了下来。终于在拿下一块染血的创可贴之后，红色光柱移开了。这也行？你哪来的？苏淼月2根手指拧着创可贴的边沿，目瞪口呆。这个，陆平平尴尬地说道，这是新品活动的时候买的，当时卖家给我介绍说这一款吸量超大杯，而且全程干爽自动灭菌。我算着正好排名副本这几天有事儿，所以……哦，对了，作为试用品，他们还给了我一笔代言费来着。苏淼月愕然，遗失物可是会发光的，你之前居然没有察觉吗？没有。陆平平干笑道，你知道的，咱们进副本基本上很少吃喝拉撒，我上次脱裤子还是几天前洗澡，那时候没啥异常啊。所以你几天没换了？苏淼月已经无法直视染血的创可贴，连忙丢进了垃圾桶。陆平平只能老实交代，吸量超大，还自动杀菌嘛，所以贴上去就没换过。可真有你的！苏淼月喉咙里憋着一句 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高考指挥总部看到监控画面中那一道道熟悉的红色光柱，华眼君主额头上青筋暴起。这一届的高考副本是捅了深渊魔神窝了吗？魔神分身还能一个接一个的来？碧波君主则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向华眼君主。排名赛副本之中出现一个魔神仪式，还可以说是一时疏忽，但第2个魔神仪式的出现，足以表明这一届高考的所有顶级管理全员废物，包括作为全国总考官的华眼君主。这种情况如果放在隔壁的神经质樱花帝国，这些人估计要全部剖腹谢罪。华眼君主颜面尽失，面沉如水的向身边考官问道：排名赛副本解锁到哪个程度了？解锁了，到了 58%一旁的考官神情肃然地回答道：全部解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我加快速度。是，大人。为今之计也只能再次依靠那位超级天才了。碧波君主叹道，希望他能够再次创造奇迹。希望如此。江阳市苦痛教会看见撕裂魔神分身死亡，苦痛仪式开启，以大主教刘鹏为首的一干教会高层不由得弹冠相庆。刘鹏甚至开启了一瓶香槟，亲自为每个教会高层倒酒。不愧是那位大人，竟然能单杀撕裂魔神分身，真是有辱我神将士啊！嗨，虽然这么说很不礼貌，但是我神的分身同级战力应该不如撕裂魔神。嗨，这时候说这个干嘛？这次事成，咱们江阳分会沾了那位大人的光，肯定会被我神格外嘉奖，说不准我完成4转的契机就在这上面了。哈哈，撕裂教会的杂碎怎么也不会想到，费尽千辛万苦偷窃到隐藏遗失物的技术，成功过召唤了魔神分身，结果却被那位大人当场斩杀吧？
撕裂魔神被斩杀了一具分身，神力受损，现在肯定杀了那群白痴的心都有了。对，我很想知道撕裂教会那群杂碎的表情。哈哈，各位，为我们的事业干杯！刘鹏也是心情大好，当场举起酒杯，摇向示意，干杯，干杯！苦痛教会其余众人也是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排名赛副本之中，王城战场上没有离开的考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击杀魔龙阵营的炮灰怪物，并且随时注意着红色光柱的动向，准备在魔神分身降临之前开溜。陈宇直接将手下的全部怪物，包括 BOSS 都派了出去，反正只是些临时手下，副本结束后就没用了。他的身边只剩下植物生命和迪利亚以及几个原初精灵。主人，对付下一个恶魔，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战术吗？后土对陈宇问道。我想想。陈宇思索了片刻，问道：你们的禁咒技能在准备完毕之后可以捏在手里不放吗？撕裂仪式的过程中，从红色光柱出现到魔神降临，时间已经被陈宇记下。同样规格的魔神仪式，花费的时间也应该会差不多。原初精灵们完全可以掐着时间，提前准备技能，等到魔神分身降临的时候，给他来个当头一棒。可以的，主人。后土回答。但是我们的阶位太低，最多延迟10分钟左右。不过，我们可以控制技能威力来影响准备时长。比如我的禁咒技能，施法准备时间最短20秒，最长可以达到30分钟。准备时间越长，自身消耗和技能威力就越大。你的意思是，你念咒20秒之后就能放出技能，但是能够蓄力30分钟，蓄力满之后还能把技能掐在手里10分钟？陈宇问道。是的，可以。计划通。刚才召唤撕裂魔神分身的仪式中，从红色光柱升起到魔神分身出现，间隔大约是30分钟左右。陈宇直接让出了小秒之外的5个小精灵，每隔5分钟准备一个禁咒。这样一来，第一个开技能的原初精灵在魔神分身降临时，技能威力会直接达到最大。最后的一个开启技能的小精灵能将禁咒掐到红色光柱开启1个小时之后。其中小燕、后土、小风的消耗都不大，还能释放2轮禁咒。他们可以在第1轮禁咒之后再次衔接准备。也就是说，魔神分身如果在红光升起后的30至40分钟降临，将直接面临5个禁咒。就算是在1小时之后降临，在60至180分钟这个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也都将面临至少1个禁咒。当然，也不排除尤纳西弗斯出门讲课之前会在家里化个妆，耽误一些时间，硬生生拖过3个小时。如果真的面临那种情况，陈宇会直接让最后一个禁咒直接攻击赫拉迪克王城。原初精灵们按照陈宇的吩咐开始准备技能，首先是后土，然后依次是小叶、小风、小暗、小光。每当一个禁咒技能开启，庞大的元素潮汐便向着原初精灵的位置聚集。赫拉迪克王城中的法系职业者，不管是考生还是 NPC， 全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法系职业，就连战士职业在感受到了禁咒的恐怖威压。毕竟小燕和小风的禁咒自带天象效果，威势惊人。一些考生并不是很在乎，依然在大肆收割炮灰小怪。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是魔神分身杀人，死不死都无所谓，只要得到积分就是大赚。红色光柱和禁咒的波动并没有对战场造成影响，每1秒钟都有不计其数的魔龙阵营怪物和王国阵营士兵被搅碎。时间缓缓流逝，在苦痛仪式开启大约30分钟之后，所有的红色光柱陡然凝成一股，与撕裂魔神分身降临时如出一辙。巨型红色光柱恰好降临在战场的交接点上，一些怪物和士兵躲避不及，直接撞在红色光柱上，瞬间灰飞烟灭。在这一刻，所有的考生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迅速撤离。终于来了呀！陈宇颇为期待地看着红色光柱中愈发清晰的熟悉身影，然后扫视了一遍身边捏着禁咒的原初精灵们。各位，烟花礼炮，准备迎接我们富有且慷慨老熟人。几秒钟之后，巨大的红色光柱消散，不管是躲在远处的考生，亦或是赫拉迪克王城的高层军官，都无比警惕地看了过去。然后，光柱消失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面目狰狞的恶魔，反而走出一个美艳的人类女子。酒红色大波浪长发垂至肩下，一双狭长的桃花眼秋波流转，电力十足。女子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勾魂摄魄的魅力。埃斯特拉米克那个蛮子的恶臭味。尤纳西弗斯眉头微蹙，真是不幸，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咦，等等，易散的深渊神力，那个蛮子的分身死掉了，还有如此浓厚的真实气息，也就是说，这个虚假片段中的人类天才还没有被那个蠢货浪费掉。哈哈哈！深渊护佑。尤纳西弗斯舔了舔嘴角，露出期待的神情。拥有着无限未来的人类天才职业者们啊，与我一起膜拜深渊吧！深渊将给予你们伟大的前途与光明的未来。尤纳西弗斯双臂展开，一道深红色光芒以他的身体为中心，迅速扩散开来。在这一瞬间，整个副本中所有色彩都被红色替代。副本中的考生，无论是在赫拉迪克王城，还是在其他主城的废墟，都无可避免地被红色光芒所侵蚀。所有考生的脑海中都在接触到红光的这一刻，被魔神的呓语和深渊的许诺所占据。实力、金钱、权势、地位，仿佛只要他们点头答应成为深渊的一员，无限的欲望就会在这一瞬间实现。运气不错呀，竟然有数万名天才职业者，有着无限的新鲜血液加入，深渊才能永远伟大。埃斯特拉米克那种白痴根本不配占据魔神之位，只有我才真正理解深渊的需求，也只有我才配获得深渊的恩赐。深渊必将铭记我的付出，我也必将成为深渊的左膀右臂。尤纳西弗斯面色红润，露出满足的笑容，就像刚刚做完运动，喝掉热气腾腾的鲜牛奶之后，又泡了一个热水澡一样舒适。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搞画大饼这一套，拉人入伙的时候都不给点实质性的好处？一个声音将尤纳西弗斯从升职加薪的畅想中唤醒过来。你谁啊？
尤纳西弗斯不满地转过身，怒视声音的来源。之间，一名少年缓缓向他走来，少年的身边漂浮着5只不到巴掌大的小人。然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人身上，却聚集着无比庞大、足以摧毁一切的元素力量。是你！尤纳西弗斯瞬间回忆起了在心底埋藏无尽岁月的恐惧。曾经，就是这个人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他心中的信仰。也正是因为这个人，让他看到了深渊软弱的一面，他才树立起了以一己之力壮大深渊力量的伟大理想。是我，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陈宇笑容灿烂，向尤纳西弗斯挥了挥手。还不错。尤纳西弗斯浑身僵硬，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已经明确地感应到5个8阶元素技能牢牢将他锁定，5个禁咒换作是他的真身，根本看都不带看一眼的。然而此时此刻降临的只是一个100级黄金 BOSS 品质的分身而已，连一发禁咒都扛不住。嘿嘿，那个我家养的深渊恶魔快生崽了，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哈，嘿嘿。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文雅点，君子不立危墙。在看到陈宇的那一刻起，尤纳西弗斯就知道自己的聘用计划已经失败了。当务之急是保住这具分身。侵蚀人类天才没有成功就算了，构筑分身的深渊神力必须得回收，否则可就亏大了。尤纳西弗斯不着痕迹地慢慢后退。等等！就在尤纳西弗斯准备转身逃跑，找个地方与本体建立联系，将分身解体回收的时候，陈宇的声音再次传来。同时，5个小精灵将他围了起来，威能恐怖的元素核弹几乎对在了他的脸上。大人，请问您还有何吩咐？奴家一定竭尽所能。尤纳西弗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陈宇，气质如同肉受了委屈的柔弱少女。不过，陈宇并不吃他这一套，而是对他伸出手，食指和大拇指搓了搓。咱不是第一次见面了，规矩你懂的。是，妾身自然是懂的。尤纳西弗斯嘴角抽搐，肉痛地将一颗红色透明结晶抛向陈宇。陈宇接过结晶，查看属性：高级深渊魔力结晶，品质传说，效果深渊魔力上限加48，加深渊魔力上限。可以。陈宇眼前一亮，直接将结晶捏碎，一道红光从结晶中流出，融入陈宇的身体。就这么一颗结晶增幅的深渊魔力上限，竟然比击杀撕裂魔神的分身还要高出一些。用完结晶之后，陈宇陡然变脸：你打发叫花子呢？实话告诉你，我当场爆了，你这个分身都不止这么点收获。动手，爆了他！等等，有话好说。感受到身边几个元素核弹的暴动，尤纳西弗斯连忙陪笑：这哪能啊？刚才只是个展示品，看看大人是否能看得上。啊，这样啊，你的东西很不错。陈宇满意的点了点头，刚才那样的给个800个，我就放你走。闻言，尤纳西弗斯一言不发，走到陈宇不远处，眼一闭头一抬。陈宇疑惑：你什么意思？分身给你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尤纳西弗斯表现得十分硬气。陈宇明白自己刚才的要求似乎已经远超尤纳西弗斯这个分身的原本价值了，于是语气缓和下来，说道：你能给多少？说个数。做生意嘛，漫天要价是基本操作，不是吗？20个深渊力量结晶，我最多只能拿出这么多。尤纳西弗斯试探性地说道。爆了他！陈宇对着5只小精灵一挥手。等等，等等！尤纳西弗斯连忙叫道：50个，我给50个。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陈宇满意的点了点头，走到尤纳西弗斯面前，摊开手掌。尤纳西弗斯不情不愿地将一把红色结晶递给陈宇。陈宇接过高级深渊魔力结晶，一颗颗捏碎。这些深渊魔力结晶越使用效果越差，全部用完之后，陈宇的深渊魔力上限才堪堪达到1500点。那个大人，我可以走了吗？尤纳西弗斯小心翼翼地问道。等等，马上！陈宇走回自身阵营中，将迪利亚和几千个植物生命全部收回无上圣土，然后转身对尤纳西弗斯说道：可以了，你走吧。真的？尤纳西弗斯难以置信地问道。真的。陈宇点了点头。多谢大人。尤纳西弗斯眼中闪过一丝窃喜，实际上他刚才还是有所保留的。这一具分身可是用深渊神力凝聚的，价值自然不止几十个高级深渊魔力结晶那么简单。不过钱这东西谁都不嫌多，能省则省嘛。尤纳西弗斯沉浸在与陈宇交锋获胜的喜悦中，转过身，美滋滋地展开服翼，飞上天空。正在这个时候，陈宇对5只小精灵努了努嘴，后土不解地指了指天上还没飞远的尤纳西弗斯，示意此时动手会波及对方，向陈宇投递出询问的眼神。小光敲了敲后土的轻甲，面带莫名的笑意，指了指尤纳西弗斯，然后手掌并成手刀，虚空往下一切。后土惊讶地看着小光，然后又看向陈宇。只见陈宇对小光竖起大拇指，露出满意的神色。哦！后土眼珠子一转，恍然大悟。几只原初精灵对视了1秒钟，同时心领神会地放出手中蓄谋已久的禁咒技能：终结的绝望之光、龙卷风暴、原子固化、流星火雨、最终平衡。飞在半空中的尤纳西弗斯突然感觉背后一阵恶寒，回头一看，只见陈宇正目光悠悠地盯着他，挥手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尤纳西弗斯连忙陪笑，也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只不过他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可恶的人类，最好永远别让我再见到你。我苦痛魔神尤纳西弗斯发誓，等到有朝一日深渊足够伟大，超越你背后那个存在，我必将让你感受真正的痛苦。呼！好在分身保住了，不像埃斯特拉米克那个恶臭的傻蛮子一样血本无归。正在这时，天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道明亮到极致、璀璨到极致、灼热到极致的光芒，仿佛正午的骄阳落入大地。所有被光芒波及的生物都在感受短暂的极致光明之后失去了视觉。紧接着，如同烈焰一般灼热的温度袭来，
炙烤着世间万物。在纯粹而极致的光明之中，一道道恐怖的风暴形成。赫拉迪克王城中，无数建筑被肆虐的飓风破坏，卷入空中。NPC 和滞留的考生还没有摆脱致盲的困扰与灼热的洗礼，立即陷入了狂暴飓风的撕扯。随后，一道无声无息的波动袭来，所有人的陷入了凝滞，仿佛时间停止，不再反抗，不再挣扎，也不再痛苦，安然接受死亡的来临。片刻后，天空变得通红，一颗颗火焰流星从遥远的天际坠入大地，大地震颤，滔天烈焰融入飓风，形成一道道通天彻地的火焰龙卷。最终，一切的躁动都在一道灰暗的色彩之中彻底平息。狂暴的元素能量被摧毁成粉末的各类物质，凝聚坍缩成一个微小的点，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整个赫拉迪克王城在不到1分钟之内已经不见踪影，无论是怪物还是王城军队，乃至于建筑都没有留下丝毫存在的痕迹。几分钟之后，小暗和后土分别提着一坨不明物质以及一口色彩斑斓的宝箱来到陈宇面前。啧，太惨了！陈宇不忍心直视那一坨不明物质，好好的魔神分身，魅惑入骨的大美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将魔神分身尸体和宝箱收入无上圣土之后，一道提示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提示：你覆灭了赫拉迪克王城，完成势力任务开疆拓土，高考积分加 5W。提示：你完成了势力任务覆灭赫拉迪克王国，高考积分加 20W。提示：你完成了终极任务速战速决，高考积分加 50W。提示：终极任务已结束，高考排名赛副本将在30分钟后进入最终结算，请考生做好撤离副本相关准备。与此同时，最先逃离王城，在赫拉迪克主城废墟避难的考生们也同样收到了副本结束提示。壁垒城，头好痛。苏淼月面色扭曲的揉着太阳穴，感觉脑袋快要裂开了一样。陆平平躺在一边，一脸嗤笑，嘴角还流着口水，不知道正在做什么美梦。城市废墟中横七竖八的躺着一些考生，也都是同样的状态。不远处，哐啷，一个穿着全身铠甲的铁疙瘩被踢开，一袭红衣的不良少女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紧接着，她顾不上大脑如同被锥子钻开一般的疼痛，俯下身摇晃那具铁甲。喂，你醒醒啊，没死就动一下。哐哐哐，铁甲人垂着脑袋缓缓坐了起来。没死呢，不过也差不多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闵红衣苦笑着摇摇头，我只记得一道红光闪了一下，然后就晕过去了。刚刚醒过来，脑袋都好像要炸了一样。终极任务果然失败了呀！李维感叹，还好溜得早，没挂掉，不然还得扣分。挂掉更好，莫这么痛。闵红衣疼得龇牙咧嘴。对了，我还没问过你呢，你是哪里人啊？副本快结束了，什么时候咱们聚一聚？李维抬头望天，捋了捋头盔上的红缨，语气深沉道：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我传你个鬼！快说！闵红衣抱起机关炮，将炮管哐的一声砸在李维的头盔上。我说妹子，女孩子要温柔一点，含蓄一点，不然以后嫁不出去的。哐哐哐！闵红衣抄起机关炮，又是几下。老娘问你话呢，你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别砸了！卧槽，史诗装备很值钱的，别给我砸坏了。副本中幸存的考生纷纷收拾好自身的装备和物品，等待副本结算。30分钟之后，整个副本突然被抹去了色彩，变成一片铅笔画一般的灰色。身边的人和事物都不见了踪影，只余下毫无生机的灰暗副本场景。紧接着，每个考生的面前都出现了一幅画卷，画卷上迅速播放着自己从进入副本到副本结束的一切行动。同时，画卷旁边一个红色积分数字不断跳动。陈宇望着面前的画卷，感觉有点无聊。其他考生还能回味一下自己在副本中的奋斗，他却只能尴尬地看着自己从头到尾欺负小朋友的场景。提示：副本结算开始，即时得分包括击杀得分、任务得分、成就得分、寻宝得分等。503W3251表现得分。综合评价副本表现5000满分，存活得分在副本中的存活时间100满分。排名结算中，排名结算完成。云川32589号考生，你在高考排名赛副本中的最终排名为000001，恭喜你，云川32589号考生陈宇，你在本届高考排名赛中荣获状元桂冠。突然之间，四周灰色暗淡的副本场景中升起一朵朵绚烂的七彩烟花，同时又是一道提示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提示：你完成了转职任务高考夺魁，任务结算中，结算完毕。一阶晋升任务，任务难度炼狱级，执行人陈宇，任务内容成为腾龙帝国本届高考魁首，任务完成度完美，超越自古以来历届高考状元分数，成为最高纪录保持者，与第2名拉开4倍差距。奖励结算中，结算完毕。提示：你的一阶晋升任务已完成，获得以下奖励：基础奖励1，最高等级限制开放至100级；基础奖励2，获得技能栏位+2；基础奖励3，获得一阶技能学习资格。注：一阶技能升级机制不变。10级新手技能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进阶为1级一阶技能。基础奖励4，开启潜能星级。注：职业者从1阶开始计算潜能星级，每一星级代表升级4为属性+5，升级自由属性点+5，本职业属性+1。注：1阶之后，职业者升级属性按潜能星级结算。注：你的基础潜能星级为2星，种族潜能1星加职业潜能1星。基础奖励5，获得职业属性升级+5。额外奖励1，获得潜能星级+6。额外奖励2，获得职业属性升级+200。额外奖励3，所有满级新手技能晋升为1阶技能。额外奖励4，获得传说级1阶技能一体同心。额外奖励5，
异彩神话集植物种子建议草。转职任务结算完毕，还莫等离开副本，陈宇身上便接二连三的冒出升级的金光。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51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52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53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70级。升级金光结束，陈宇的等级直接飙升到了70级。属性面板也已经大变样，姓名陈宇，职业种植师变异，潜能8星，等级70 23%，力量4112等于812，基础加1300，装备加2000，根本法，敏捷4063等于813加1250加2000，体质4805等于1255加1550加2000，精神4820等于1270加1550加2000，深渊魔力1500，升级495等于365，基础加130，根本法，自由属性点800，技能点21，附加属性最终伤害正 9%， 伤害减免正 5%， 天赋绝对强化无上级，指定一个对象进行绝对强化，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命、物品、技能、天赋。职业被动无上圣土 LV2， 开辟一片无上圣土，种植于无上圣土中的植物生命将会得到大幅度强化，每次转职可指定一种植物作为本命植物，本命植物将会极尽升华并且瞬间成熟。当前已指定本命植物数量1，世界树，当前剩余可指定本命植物数量1。技能加速生长1阶 LV1， 使植物生命生长速度加快，可消耗生机，急速加快植物生长。植物强化1阶 LV1， 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 100%， 可基础作用于一个对象，每消耗1点生机，增加5个作用对象，每次使用最多消耗10点生机，持续100秒，冷却300秒。传说生息演算1阶 LV1， 全属性加2500，生机加130，消耗生机可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品质越高，消耗生机越多。传说一体同心1阶 LV1， 选择2至5个不同个体，指定某一个体为生命之心，生命之心个体未死亡的情况下，其他个体不会死亡。每次使用消耗1生机，每多消耗1生机，可多连接5个不同个体，持续时间100秒，冷却时间500秒。至高深渊的眷恋 LV2， 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你都能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降临，不惜倾尽自身存在为你解除危机。注：本技能每次转职可增加1个使用次数，当前可使用次数2。神话拥抱深渊 LV2， 选择一株植物生命，使其深渊化，全属性正 100%， 获得技能魔化，获得技能深渊魔力提取。转职完成，陈宇的实力立即产生了质的飞跃，属性暴涨，技能威力大幅度提升。深渊眷恋使用次数变成了2次，拥抱深渊技能也让深渊化的植物多出一个自由提取深渊魔力的技能。刚刚获得的一体同心技能更是一个保命神技，不仅能保住植物生命，也能保住他自己。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不必躲进无上圣土了。只要使用一次一体同心，把自己和世界树连接在一起，就没人能够杀得死他。实际上，陈宇本身的提升对于战力的影响并不关键，最为关键的是，植物生命终于打破了50级的枷锁，属性和技能全都迎来了一波暴涨。首先是成规模的植物生命军团，5000个3大种类的植物生命在充足食物的滋养下，全部晋升传说，等级也跟着陈宇升到70级，甚至技能等级也随着本身等级走，跳到比陈宇本身的技能等级还要高的地步。荆棘妖灵，品阶传说，等级70，属性力量4700，敏捷4700，体质5500，精神3400，升级400。技能荆棘缠绕1阶 LV5， 无情鞭笞1阶 LV5， 毒刺飞射1阶 LV5， 盛情绽放1阶 LV5。百合妖灵，品阶传说，等级70，属性力量4300，敏捷4300，体质4500，精神6000，升级400。技能剧毒暗香1阶 LV5， 温柔气息1阶 LV5， 致命吻痕1阶 LV5， 死亡拥抱1阶 LV5。贪食妖灵，品阶传说，等级70，属性力量5600，敏捷5100，体质6200，精神2300，升级400。技能暴食1阶 LV5， 快速消化1阶 LV5， 腐蚀酸液1阶 LV5， 欲望陷阱1阶 LV5。深渊化的荆棘妖灵比正常传说级植物属性翻倍之外，还多出2个技能。深渊荆棘妖灵，品质传说，等级70，属性力量10000，敏捷10000，体质10500，精神6400，升级400，深渊魔力500。技能荆棘缠绕1阶 LV5， 无情鞭笞1阶 LV5， 毒刺飞射1阶 LV5， 盛情绽放1阶 LV5， 魔化1阶 LV5， 深渊魔力提取1阶 LV5， 魔化1阶 LV5， 消耗深渊魔力进入魔化状态，全属性提升，伤害减免提升，最终伤害加成提升，全技能伤害倍率提升，增强幅度与持续时间和深渊魔力消耗相关。深渊魔力提取1阶 LV5， 深渊魔力加500，可将任何形式的职业属性能量转化为深渊魔力，只能补充消耗，无法提升上限。吸收深渊类生物尸体可直接补充深渊魔力。除此之外，魔云腾的提升也非常巨大。不过重头戏还是原初精灵们的提升。原初火精灵小燕，品阶异彩神话，等级70，属性力量9500，敏捷
9500，体质9500，精神19000，生机800，火元力80，天赋火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火系伤害，自身火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火精灵，使用火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烈焰焚天禁咒，末日审判禁咒，流星火雨禁咒，烈火神盾禁咒，万雷火劫禁咒。原初精灵们除了属性的大幅度提升，每一只都获得了一个新的禁咒技能。除此之外，还获得职业属性升级以及额外的职业属性元力。不同属性的原初精灵所获得的元力都对应着自身属性，元力属性应该会影响他们禁咒技能的威力、施法时间、法术掌控等一系列因素。在副本结算界面爆出烟花之后，灰色的副本场景很快彻底裂解，陷入一片纯粹的黑暗之中。几秒钟过后，一道光柱照射下来，四周的场景再次恢复色彩，不过已经不是在副本之中，而是进入排名赛副本之前的广场。陈宇环视四周，发现许多考生都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少数能站着的也都面色苍白，表情难看。快救治考生！正在这时，一群身着白袍的治疗师和牧师职业者走进广场，开始对考生施展治疗技能。在一片柔和的白色光芒中，不少考生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让陈宇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些治疗和辅助职业者大部分都在偷偷注视他，特别是一些漂亮的女职业者，目光那叫一个狂热，恨不得冲上来把他生吞下去。为了自身安全着想，陈宇决定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宿舍等考场传送阵。高考结束之后，省府考场会对每一个有考生的城市开启传送阵，考生可以免费使用。还没等陈宇走出几步，一个全程盯着陈宇的牧师姐姐动了。她紧了紧白色长袍的束腰，一摇三晃地走过来，拦住陈宇的去路，对陈宇露出非常符合奶妈形象的温柔笑容。同学，你在副本里辛苦了，让我为你治疗一下吧。谢谢。陈宇不好拒绝牧师姐姐的盛情，毕竟其他考生都在接受治疗，或许这是高考的小福利。这些辅助和治疗职业者阶位都不低，放在外面肯定价格不菲。只不过这位奶量十足的牧师姐姐，那饿狼一般的眼神让陈宇心里有点发毛。不客气。牧师姐姐将手搭在陈宇身上，手中冒出一道白光。陈宇感觉一道温和的热流融入他的体内，让他感到十分舒适。感觉怎么样？牧师姐姐巧笑嫣然地问道。同时，她白嫩的玉手从陈宇的肩膀滑到了胸膛。还行。陈宇点了点头。被牧师姐姐的小手拂过的地方格外放松和舒缓，堪比顶级按摩。正在这时，又是几个治疗职业者妹子笑盈盈地走过，为陈宇施展治疗技能。陈宇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因为他们治疗别人的时候都是隔空释放技能，到了他这里怎么就得接触到才能放了？最开始那个牧师姐姐动作越来越不规范，甚至有一只手已经海底捞月了，暖乎乎的，捞得还挺舒服。有牧师姐姐带头，其他妹子动作也逐渐离谱。其他一些完成治疗任务的妹子露出狂热外带一点痴女的笑容，开始向着陈宇这边聚集。停！陈宇连忙大喝一声，将挤在他身边的女职业者全部推开。如果再没点反应，估计要出大事。感谢各位的帮助，但是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们还是去帮助别人吧。说罢，转身就走。牧师姐姐微微拦了陈宇一下，将一张纸条塞进陈宇口袋里。其他女性职业者见状，纷纷开始现场写小纸条。不过，等他们写完，准备塞的时候，陈宇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考场已经变得奇怪起来了，不止女职业者，就连男职业者看他都带着一股子崇拜和狂热。回到考场宿舍，陈宇总算松了一口气。锁好门之后，立即进入了无上圣土。几只原初精灵看见陈宇出现，立即围了上来，叽叽喳喳地讲述他们现在有多么强大。本来身受重伤的小淼，也因为连升20级恢复了最佳状态。陈宇挨个鼓励了他们，然后看向世界树。世界树品阶至高级，效果1：无穷无尽，世界树会持续生长，已包括但不限于空间乱流、混沌气息、各类能量等为养分，永不停息。效果2：生命之息，世界树会持续释放生命之息，滋养和治愈周边生灵，生命之息会优先对圣土空间主人生效。效果3：原初之母，世界树会根据吸收的能量品类孕育相应的原初精灵。效果4：万道之源，世界树会根据吸收的法则概念孕育相应的法则精灵。效果5：生长中。效果6：生长中。晋升一阶之后，世界树多出一个孕育概念精灵的效果。原初精灵代表的是元素，构筑世界的基础组件；法则精灵代表的是生命、死亡、创造、毁灭、武器、杀戮等等一系列法则概念。如果说元素是世界的硬件，那么概念就是世界的软件。世界树的高度早已不可用肉眼观测，甚至没有等级和属性的标注，但陈宇能够感觉到他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了。随着阶级晋升，世界树获得的提升远超过陈宇本身，乃至于无上圣土孕育的任何一个生物。世界树下，迪利亚正在向着世界树的树干跪拜，虔诚地亲吻世界树的树根。发现陈宇出现，迪利亚跪拜的对象立即从世界树变成了陈宇。他一步一叩首，缓缓来到陈宇面前，泪流满面。伟大的主人，感谢您解救我于虚幻的河流之中，赐予了我真实的生命。你现在有什么感觉？陈宇好奇地问道。迪利亚是副本中的人物，按理说是无法脱离副本单独存在的，就像动画片里的纸片人不可能脱离动画片出现在现实世界。迪利亚所说是陈宇赐予了他真实的生命，倒也没有说错。如果不是陈宇将他带进无上圣土，他的结局多半是在副本结束后被刷新掉。至于副本重新开启之后，新的迪利亚公主还是不是他，那就不好说了。伟大的主人，迪利亚再次向陈宇叩首，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脱离了虚幻的牢笼，解开了使命的枷锁，自由而又真实。你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陈宇有点好奇，如果迪利亚出现在外界，将会是什么身份？职业者，或者是特殊 BOSS？ 外面的世界，迪利亚有些疑惑。这里是我创造的世界，陈宇解释道。你应该看到了，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存在。原来是主人创造的世界。迪利亚眼中闪过一抹震撼，但又很快平复。在他的印象中，陈宇是无所不能的，就算创造世界，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外面的世界是主人生活的世界吗？那里有很多如同主人一般伟大的存在吗？迪利亚有些胆怯地问道。陈宇思索了片刻，虽然他不觉得自己可以被伟大这个词语修饰，但就他所拥有的无上级天赋而言，这个世界应该不存在很多。正在这时，小淼飞了过来，不屑地斜视着迪利亚。母躯，你必须知道，在万千世界之中，主人也是最伟大的存在。外面世界里的那些人，也不过是如同你一般的恶心蛆虫罢了。行了，小淼，别骂他了，以后他也是你们的同伴之一。陈宇伸出食指，点了点小淼的脑袋。或许是因为无上圣土气息的影响，迪利亚似乎与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其他在无上圣土中成长的植物生命一样紧密，仅次于作为本命植物的世界树。严格来说，迪利亚应该是陈宇用虚幻的种子在无上圣土中种植出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此时的迪利亚除了种族是人类之外，与一众传说及妖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走吧，我带你出去看看。陈宇拉起迪利亚的手，退出了无上圣土。在离开无上圣土的一瞬间，迪利亚突然发现四周的天地突然暗了下来，随即一道恐怖的压力不知从何处而来，似乎下一秒钟就会将他彻底碾碎。迪利亚惊慌的叫喊，却发现自己无法发出哪怕是一丁点微弱的声音。正当他以为自己即将泯灭在这股压力之下的时候，他的身上突然浮现出一道朦胧的光晕，将压力排斥在外。重压一波又一波的袭来，仿佛风暴中咆哮的巨浪，而光晕却如同屹立不倒的礁石，巍然不动。这是那片伟大的土地的气息，伟大的主人一直都庇护着我。迪利亚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在一片黑暗之中，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迪利亚发现遥远的天际出现了一条流光四溢的细线。当靠近之后才看清，这居然是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河流中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块又一块镜面般的神秘流光，映照出世间万物。还没等迪利亚仔细观察，白色光晕拖着他飞速逆流而上。不知穿越了多长的距离之后，白色光晕包裹着他，陡然投入河水中的一道流光之中。片刻后，流光之河掀起一道滔天巨浪，巨浪没有落下平息，而是在空中蜿蜒徘徊，最终化作一道支流，穿越不可言说的距离，再次汇入大河之中。腾龙帝国云川考场考生宿舍。当陈宇回到考场宿舍房间的时候，却突然感觉手中一空。转头一看，迪利亚还在他的身边，但整个人已经变得透明，并且迅速变得更加虚幻。迪利亚微微张了张口，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到底还是出问题了。陈宇眉头一皱，准备将他送回无上圣土，然而却根本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就仿佛他只是一个虚幻的投影一般。几秒钟之后，这个虚幻的影像也彻底消失，如同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凭借在无上圣土之中建立的联系，陈宇能感应到迪利亚的生命状态完好，他没有受伤或者死亡，但在距离上却十分遥远，遥远到根本感应不到他所在的方位。陈宇当即返回无上圣土之中，面沉如水。主人，刚才是发生了什么吗？一道淡绿色光芒人形在陈宇身边凝聚出来，迪利亚消失了。陈宇将刚才的场景描述给世界树，希望世界树能够分析一下情况。对不起，主人，我也无从知晓他的去处。如果当时在场的话，或许能够看出点什么，但仅凭您描述的场景，我无法做出判断。世界树一直歉意地说道。这不怪你，是我太莽撞了。陈宇叹道。迪利亚的消失让他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某些事情并不是他想掌控就能掌控住的。比如刚才他就是仗着有无上圣土和世界树托底，才敢直接把迪利亚带出去，想着如果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也能立即将迪利亚送回无上圣土之中。然而他的想法失败了。迪利亚离开无上圣土的第一时间，似乎就因为触动某种规则而消失了，消失得无声无息。陈宇也毫无所觉，之后看到的虚影不过是一道残像而已。不过好在迪利亚并没有遇到什么生命危险。抱歉，是我大意了。陈宇弯腰捡起迪利亚留在无上圣土中的文章之书。既然是我赋予了你真实的生命，那么我一定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找到你。等等，怎么会？突然之间，陈宇面色一凝，看向手中的文章之书。破败的文章之书，品阶稀有，效果可以向其中置入一枚文章，以激活文章的力量，最多只能置入一枚文章，说明历经悠久岁月的古代文物有着一丝奇异的力量残留。它见证了某个伟大文明的开端，将它出售给历史学家或者收藏爱好者，你会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陈宇很清楚地记得，迪利亚之前说过文章之书无法使用了。当时他也查看过自己的文章之书，的确变成了品阶都没有的装饰物。而此刻这本文章之书虽然效果减弱，但依旧可以激活文章，这和完全失效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就像智能手机损坏无法开机和只能打电话而无法使用其他功能，机主的反应绝对是不同的。很明显，上次迪利亚查看文章之书的时候，这本文章之书的状态和陈宇带进无上圣土的文章之书相同，是完全无法使用的。那么我带出来的文章之书和文章是否也残留了一些效果？在副本之中，陈宇将一部分文章丢给了苏淼月和林爱罗，但后来又收集到了很多文章和文章之书都存放在无上圣土之中，所以退出副本时并没有被清空。
陈宇立即走到自己收集的文章堆旁边，开始查看。摆在文章堆最上方的是3本文章之书，2本传说集，分别来自暗魔教团和雪原巨城。一本史诗集是进入副本时自动发放的，史诗集文章之书作废，来自雪原巨城的文章之书作废，来自暗魔教团的文章之书依旧作废。3本文章之书没有一本如同迪利亚的文章之书一样有功效保留。陈宇将文章之书放到一边，在一大堆文章中翻找，试图找出可用的文章。结果在将所有文章都查找完毕后，真的发现了2枚有效文章。破损的传世力量文章，品质普通，效果力量+1，说明历经悠久岁月的古代文物有着一丝奇异的力量残留，如果不妥善保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失效。破损的传世敏捷文章，品质普通，效果敏捷+8，说明历经悠久岁月的古代文物有着一丝奇异的力量残留，是收藏家和史学家的最爱。这又是怎么回事？这2枚文章是他最早获得的传说级文章，在副本里的时候一直都占据着文章之书的放置位。上次带迪利亚进入无上圣土，陈宇还查看过，直接就是失效状态。可是现在副本都结束了，居然还保留了一点效果，这情况着实令人费解。或许这和迪利亚的失踪有一定的关联，但目前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太浅，根本无法分析出有用的信息。算了，以后如果遇到专业人士再慢慢了解吧。陈宇将迪利亚的文章之书以及2枚有效文章放到世界树下保存起来。主人，世界树抑制的淡绿色光影轻声叫道。陈宇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想法吗？暂时没有，不过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等着您去办呢。世界树意志温柔地说道。我知道了。陈宇转身走向黄泉花，转职之后他可以再次拥有一株至高级本命植物，这是无上圣土最强力的功效，他自然不会忘记。很早之前他便和世界树商议过，将本命植物选定为黄泉花。等等，淡绿色人形闪烁了一下，出现在陈宇前面。主人，我说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陈宇疑惑地问道。当然是提升主人你的实力啊。世界树意志似乎有些急迫。主人你忘了吗？之前我说过的，等主人你转职完成过后，我可以为主人提升职业属性。是有这么回事？我该怎么做？陈宇饶有兴趣地问道。职业属性比基础4维可难弄多了。基础4维，现在他每升1级都能增加40点，加上自由属性点就是每级200点。除了升级之外，自由属性点还能从副本中获取，而升级属性暂时只能每升1级固定增长8点，除此之外只有依靠升级根本法。世界树有办法给他提升职业属性，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主人跟我来。淡绿色人形引着陈宇走到世界树的主干旁边，直径已经膨胀到上百米的世界树树干上出现了一道白色光门。淡绿色人形转身对陈宇招了招手，飘进白色光门之中。陈宇愣了一下，跟着淡绿色人形走进了光门。几只原初精灵立即飞了过来，兴致勃勃的想要跟进去。然而在陈宇进入之后，光门闪烁了一下便消失了。哎呦呀，好疼！几只原初精灵傻乎乎的撞在树干上，被弹了回去。母亲大人可真是的，怎么就不能让我们学习一下呢？小光揉着额头不满地抱怨道。我们想想办法，一定要进去看看。小燕敲了敲树干，小手比划着，似乎在寻找好下手的地方。正在这时，世界树的树干上一根翠绿色枝条迅速长了出来。啪啪啪啪，新嫩的枝条一记闪电6连鞭，将6个原初精灵全部抽飞。另一边，陈宇随着淡绿色人形走进世界树主干内，发现这是一片十分奇异的空间。空旷的世界中，缤纷的色彩梦幻般的交融在一起，如同小孩信手将颜料泼洒在白纸上。但是细细体会的话，却发现这些杂乱的颜色交织有一种令人惊艳的规律美，似乎世间万物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主人，一个娇憨稚嫩、元气饱满的声音在陈宇耳边响起。这是陈宇头一次听见世界树的声音，以前与世界树的交流都是用意念传达。陈宇连忙转过头，然而身边却什么都没有。正在这时，陈宇感觉自己的衣角被扯了扯，低头一看，发现一个身高刚刚超过他腰部的银发绿瞳小萝莉正抬头仰望着他。小萝莉头戴心形树叶发卡，身穿白色花苞连衣裙，裙面上装饰着一条条淡金色纹路和深绿色叶片装饰，手臂上戴着一对亮金色腕环，软乎乎的小脚上穿着露趾小白袜。你是世界树？陈宇有些惊讶，世界树居然会是这样一个可爱萝莉的形象，这肉手肉脚小平板的身材也完全与淡绿色人形那前凸后翘的形象不符。主人不喜欢吗？那这样呢？小萝莉当着陈宇的面猛长，不到1分钟时间，身高从1.3米拔高到1.7米出头，短发变成了及腰的长发，肉乎乎的小短腿变成一双洁白如玉、紧致修长的大长腿，花苞裙展开，化为一袭白色露背低胸礼服长裙，小白袜也变成过膝的长筒白丝。绝！陈宇目瞪口呆地看着呆萌可爱萝莉秒变纯洁温柔御姐。主人喜欢吗？御姐版世界树柔柔地笑着，轻声问道。喜欢。陈宇猛点头。实际上萝莉版也不错，只是不如御姐版来的震撼。那还在等什么呢？御姐世界树笑盈盈地捧起陈宇的脸颊，抬头献上一吻。在这一瞬间，四周空间中迷幻的色彩开始急速流动，向着陈宇和世界树御姐汹涌而来，将他们淹没。陈宇的视线被无穷的斑斓色彩占据，恍惚中他感觉到自己被一种极度温暖舒适的感觉包围，一股奇异的暖流透过体表的皮肤深入体内，就仿佛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被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之中。原来这就是增长职业属性的方法吗？陈宇索性闭上了眼睛。提示：与世界树接触，交流物质能量，升级+1。
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但陈宇却无力分心关注。他现在将一切都交给了世界树，连呼吸都不想自己掌控。提示：与世界树接触，交流物质能量，升级+1。提示：与世界树深入接触，交流物质能量，升级+2。提示：与世界树超级深入接触，交流物质能量，升级+3。提示：与世界树长期超级深入接触，交流大量物质能量，升级+10。京都市高考指挥总部，高层考官们正在华眼君主的主持下召开会议。随着副本结束，考生全员退出副本，这一届的高考也算是落下了帷幕。包括2名9阶强者在内的所有官员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一个排名赛副本出现2起魔神仪式，成功降临2个魔神分身。腾龙帝国的高考多久没发生过这么刺激的事件了？还好，这次的排名赛副本中出了一个高人，以一己之力爆杀2头魔神分身，才将损失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要知道，排名赛副本越到后期，副本中的考生越是精锐。如果不是陈宇，副本中最后剩下的考生至少要死亡1半以上。就算对于整个腾龙帝国而言，这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所有人都欠他一个人情啊！华眼君主叹息道：“如此精彩绝艳的人物，估计用不到这个人情。”碧波君主在一旁自嘲地说道：“相反，我们以后说不定还要求到他的头上。”谁说不是呢？华眼君主苦笑：“报告！”一名考官走进会议室：“各位大人，排名赛副本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说吧。”华眼君主说道：“我们刚才进行排名赛副本流程复盘，发现副本结尾自动出现了隐藏剧情。”考官回答：“自动出现隐藏剧情？放出来看看。”华眼君主说道：“是。”考官将一枚白色晶石放在会议桌上，晶石投射出一幅幅急速掠过的画面，正是排名赛副本中的剧情场景。前半段剧情相差不大，王国一方厉兵秣马，召集军队，穿越哀嚎峡谷，进攻魔龙主城，一路势如破竹，从第1城打到第7城。在第7主城危在旦夕的时候，暗魔教团入场击退王国势力。紧接着，雪原巨城入场，与王国势力合力将公主与暗魔教团的势力击溃。原本的剧情应该是公主被雪原巨城的势力抓获，送回王宫监禁，然后剧情结束。然后这一次播放的剧情中，公主在被送回王宫后，剧情却没有结束，而是短暂的延续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迪利亚公主悍然出手，直接展露300级白银 BOSS 的强悍实力，暴起杀人，将王后和雪原巨城高层屠灭，逼迫老国王让位。在公主登上王位之后，副本剧情才终于结束。为何会出现后续剧情，众人不得而知。但很明显，他们一直都看错了迪利亚公主这个角色。做好相关记录就行，不必太过纠结，继续开会吧。华眼君主说道。这段隐藏剧情的出现虽然有点奇怪，但众人都没有在意。毕竟排名赛已经结束，隐藏剧情是否出现不会造成任何后续影响。无上圣土之中，世界树的树干上浮现出一道白色光门，陈宇从中走出。在那一片朦胧的缤纷色彩中，他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草木之灵效果十分拔群。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职业属性升级，居然直接增长了近200点。不过饶是以陈宇几大千的4维属性，也感觉冲不动了。或许世界树反馈升级属性的必要条件就是吸走他的体力。几只小精灵围过来，神情惊讶。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陈宇表现出这种无精打采，仿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还是你们最好。陈宇疲惫的一笑，将小精灵们挨个捧起来亲了一下。小精灵们不明所以，但因为主人的亲近，都感到非常开心，环绕着陈宇飞来飞去。接下来做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黄泉花。陈宇思索了片刻，走到黄泉花的旁边。黄泉花种植在无上圣土之中，已经有一段时日。朱红色的花朵盛开，艳丽之余又有着无法言喻的庄严肃穆之感。陈宇俯身，伸手轻轻触着长条形的花瓣。本命植物指定，黄泉花。下一刻，一种不可言说的伟大力量自无上圣土中聚集，涌入黄泉花的体内。黄泉花陡然碎裂，化为一粒粒尘埃，纷纷扬扬地洒入泥土之中。尘埃洒落之处，长出无数新芽，迅速生长，顷刻之间便已经成熟，绽放出无数新生的彼岸花。这些盛开的彼岸花再次化为尘埃，洒入大地。周而复始，片刻之间，无上圣土之中便开出了一大片彼岸花海，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无上圣土的边缘。然而，这并不是终结，触及无上圣土边界的彼岸花依旧在不停地生长，从无上圣土蔓延至无尽虚空。每当有新的彼岸花在无尽虚空中生长出来，花海之下便会紧随着出现一片黑色的土壤。如果从远处空中俯瞰，就能看清灰蒙蒙的无上圣土之中多出了一片火红色的飘带。红色飘带在距离无上圣土不远处的虚空分裂出无数根红色丝带，这些分裂的丝带又在不久之后继续分裂。这些丝带有的会继续分裂，有的却逐渐变得虚幻，不知向着何方衍生。在陈宇的感知中，彼岸花海如同一条条经络一般，向着无尽的时空蔓延。然而，它们并没有毫无规律的野蛮生长。从一头蔓延出去的丝带，总会在某个节点与另一头蔓延出去的丝带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完美闭环。自无上圣土而起，也到无上圣土而终。那些形成闭环的彼岸花丝带，中间部分的花朵迅速凋零枯萎，化作一片黑泥，形成一条泥泞的黑色道路。道路形成之后，一部分彼岸花继续凋零，飘洒在虚空之中，化作一条蜿蜒的浑浊黄色河流。河流不时与被两侧鲜红花朵簇拥的黑色道路交汇，而在交汇之处，道路阻断之后，旁边的彼岸花再次飘散，在河流的上方架起一座座桥梁。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闭环在形成，道路被打通，河流在蔓延，桥梁被架起。彼岸花海的生长似乎与世界树一般，没有尽头，不会停歇。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树的生长是无序的，不知会通向何方，
而彼岸花海是有序的，无论一道分支通向了何方，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一头发展出去的分支相连。虽然对于彼岸花海的作用，陈宇已经在冥冥中有所感应，但还是打开属性面板观察了一番。往生路，品质至高级，效果1：道路，往生路会持续蔓延，直到遍及所有存在生命的世界。效果2：轮回往生，往生路会指引生灵死亡后残余的意志踏入其中，给予其转世重生的机会。效果3：冥府，往生路是生灵死亡后的最终归宿，接引的灵魂越多，掌控的力量越强。效果4：秩序，往生路可以赋予被接引的灵魂权限，使其成为往生路上的掌握秩序的阴灵。效果5：复生，往生路可以标记同源生灵的灵魂，在同源生灵死亡甚至灵魂被摧毁后，使其重生。效果6：生长中。效果7：生长中。与世界树相同，往生路同样是至高级，没有等级和属性的标注，这种存在也无法用等级和属性去形容。不过从效果上看，往生路比世界树要略掉一点。往生路的规则是有生命存在的世界都会蔓延过去，接引灵魂。世界树虽然本身就是世界的集合，甚至能够做到一夜一世界，但无论它创造多少个世界，只要诞生了生命，就在往生路的掌控范围之内。对于现在的陈宇而言，往生路除了司掌阴曹地府的职能之外，也是一个暴兵神器。往生路能源源不断接引灵魂，而这些灵魂又能被赋予阴灵的力量，从而成为陈宇手下的战力。然后是现阶段往生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复生。这可是连灵魂碎裂都能够重生回来的超级复生啊！至于同源生灵，实际上指的就是从无上圣土中诞生的生灵。主上，一个低沉中略带冷漠的声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随即彼岸花海之中浮现出一团人形灰色光影，对着陈宇盈盈下拜。这是往生路的意志显化，与世界树的淡绿色人形光影别无二致。陈宇点了点头，说道：将圣土中所有生灵都标记起来，一旦他们有谁死了，立即给他们复活。是，主人。往生路灰色光芒意志体的脚下，一朵彼岸花化作尘埃，散入整个无上圣土之中。陈宇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岸花海之中出现了所有圣土中生灵的虚幻影像，甚至世界树的虚影都在其中。然而唯独缺了他自己。没等陈宇发问，往生路意志便主动为他解释：主人，您的灵魂是无法标记的，但您是我的主人，只要我还存在，死亡对您而言便没有意义。那就好。陈宇点了点头，保命能力自然是越多越好。就算有无上圣土可以随时进入，有深渊的眷恋可以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还有一体同心这种保命神技，也依旧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些能力都需要他主动使用。而往生路的复活效果是被动效果，死亡就会自动触发，这相当于是给了他一个超级无敌容错大保底，彻底杜绝了阴沟里翻船的任何可能性。除了保命机制之外，往生路也能暴兵提供战力。世界树为陈宇提供常规战力的方式是诞生精灵，而往生路的常规战力则来自于阴灵。与世界树的机制有所不同，世界树是直接下载，而往生路则需要现成的灵魂进行点化。灵魂本身是没有战斗力的，阴灵的战力本质上是由往生路赋予的。往生路点化的阴灵等级等同于陈宇的等级，品质则等同于灵魂本身的本质，但它并不能无限制的点化阴灵。阴灵需要相应的世界去容纳，就像世界树每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可以容纳8只原初精灵，而往生路每完成一个闭环，或者说掌控一个世界，可以根据所掌控世界本身的强弱，点化相应数量和品质的阴灵。现阶段，一个最弱的闭环大概能容纳一个神话级阴灵、10个传说级阴灵、100个史诗级阴灵。最弱的闭环代表的是怎样的世界呢？大概就是力量比高考排名赛副本稍微强上一点，只是范围要宽上很多。虽说能容纳神话级阴灵，但这种世界未必能诞生神话级存在，就算诞生了，也没那么容易挂掉。所以目前而言，想要使用往生路制造阴灵，还得靠陈宇自己去干掉一些高品质 BOSS， 提供灵魂素材。以往生路现在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占据强大的世界，坐等高品质灵魂上门。因为强大的世界自己本身就有类似地府、冥界之类的机制，往生路想要占据这种世界，相当于是和别的阴冥势力抢饭碗，别人肯定要跟你急。至于没有冥府机制的强大世界，强者的寿命极其悠久，甚至能够永生，也绝对不会服从往生路制定的生死规则。在这极短的时间中，完成闭环的往生路分支已经开始陆续接引灵魂。陈宇让往生路随意点化了几个普通级阴灵，测试之后发现，这些阴灵往往因为身前实力低下的原因，就算获得70级的实力，也无法施展，战斗力甚至不如70级野怪。这种实力的阴灵，连当炮灰都不够资格，根本没有点化的必要，不如直接送去投胎，还能为往生路积蓄一些力量，继续发展。如果遇到难啃的骨头，可以告诉我。陈宇对往生路说道。往生路每完成一个闭环，就代表着陈宇手下的实力更进一分。如果完成了强大世界的闭环，那更是质的飞跃。为了达成目标，他不介意拔苗助长。是，主人。往生路郑重地回答道。如果遇到有价值的世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主人。离开彼岸花海，陈宇来到传说级植物生命们聚集之处，从3种植物生命中各挑出100个。拥抱深渊，磅礴的深渊魔力汹涌而出，一道红色光芒从陈宇手中延展，将300个植物生命包围。植物生命们的外形逐渐从人类少女向着深渊魅魔转变。几分钟过去，1500点深渊魔力耗尽，300个植物生命完成了深渊化。陈宇手下的常规战力再次暴涨。深渊化能让植物生命属性翻倍，但战斗力可不止翻1倍那么简单。而且在拥有足量深渊魔力之后，深渊化植物生命还能将魔化技能作为常规大招使用。可以说，这300个深渊化的植物生命就能将5000个原版植物生命吊起来打。将深渊魔力耗尽之后，
陈宇又找了一片清静的空地，取出了得自转职任务的奖励——剑异草种子。剑异草种子自身就是神话级，想必成熟之后会拥有不俗的战力。或许比不上原初精灵，但至少是一个常规的神话级，比一众传说级要强上不少。将剑异草种子埋下，超级强化版加速生长不断出手。随着生机不断消耗，一片翠绿色草叶缓缓破土而出。这片草叶外形与普通的青草非常相似，长条形的叶片中间有着一条略微泛白的叶脉，但细细体会却有种锋锐之感。以一阶快速生长技能外加生机属性强化，草叶的生长依旧十分缓慢，直到陈宇将所有生机属性全部耗尽，剑异草才堪堪长到10公分的长度，而且只有这孤零零的一片叶子。陈宇打开剑异草的属性面板，只得到一个生长中的信息。剑异草不出意料的没有被催熟，实际上对于神话级植物的惰性，他早有体会。小萝莉送给他的神秘莲子就是个神话级植物，陈宇对其使用了无数次加速生长，但到现在为止，神秘莲子依旧还是刚发芽不久的状态。相比之下，剑异草这生长速度已经技能进阶，外加大量生机属性消耗的结果了。如果换成是转职之前，恐怕陈宇在这刚耗上一天，也就能让他冒出个小小的嫩芽。陈宇带进无上圣土的座中显示，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早晨11点，只能等生机补满过后继续了。吩咐世界树和往生路帮忙照看剑异草之后，陈宇略带遗憾地退出了无上圣土。刚刚回到宿舍房间，好友面板和手机同时叮咚作响。陈宇先打开好友面板，有3个人给他发过消息，分别是苏淼月、李薇和云碧月小萝莉。陈宇先点开李薇的消息栏，开头就是一大串感叹号，接着一句你特玛啥时候这样牛逼了，下方是一张图片，截取自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50级考生与2大魔神不得不说的秘密。震惊！排名赛副本降临2大魔神分身，竟被一考生单杀，前无古人。8020届高考考生打破排名赛积分榜纪录。这些内容全部都和陈宇相关。主要爆点要么是陈宇单挑2大魔神分身，要么是陈宇的排名赛即时积分截图。甚至有些无良小媒体已经开始杜撰陈宇的身世，让陈宇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大批强者爹妈，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各种小报直接开始拿陈宇编故事，什么幼年天才隐姓埋名自己闯出一片天，什么大家族秘密培养的超级天才终于崭露头角，什么被仇人追杀掉下悬崖得到超级宝物，以及元素精灵的认可。那曲折离奇的经历让陈宇自己都看得瞠目结舌。陈宇忍不住对李薇发了2个字：你信？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点一点免费的小礼物吧，按一下那个用爱发电就能对作者进行极大的鼓励哦，礼物累计达到200块就加1个。2万多个最新章节阅读人数里面1/10的人点就能达到，或许可能不难吧。隔了几秒钟，李薇就发来了回复：李薇，我特喵信了就是傻子，你家里啥情况我能不知道？李薇，不过那个积分和单挑魔神分身是真的吧？有图有真相来着，我是真没想到当时对面阵营里的大 boss 居然就是你。陈宇，你呢？感觉怎么样？李薇，排名326，直接腾龙大学走起。李薇，以前从没想过劳资这辈子居然还能和腾龙大学沾边，尼玛，人生真奇妙。谁能想到我兄弟陈宇竟然有大帝之资？陈宇，老怪住口，休得胡言，小心晚年不祥。陈宇，你现在在哪儿？现在刚好没事儿，要不咱好好在省城逛逛。李薇，谁 TM 跟你逛省城？老子现在在逛帝都，京都市，知道不？陈宇，我去，你咋跑京都了？李薇，刚出副本就去了，排名赛副本里认识的妹子邀请我去的，还给我包路费。李薇，嘿嘿，这妹子可够劲，京都排名前10的天才。李薇，不过嘛，还不是被爷的猛兽气质吸引了。跟你说，我这几天就准备拿下他。陈宇，兄弟，你这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恭喜恭喜。李薇，粗俗，老子这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好了不说了，跟妹子吃饭呢。陈宇，滚，麻溜的。陈宇笑着插掉聊天框。李薇这一遭也算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了。紧接着，陈宇打开了小萝莉的聊天框。小萝莉发来的消息是告诉陈宇，他买的生命之水已经到货了，存放在江阳市聚宝阁。由于生命之水珍贵，江阳市聚宝阁防卫力量太差，让陈宇赶紧去取。如果消息泄露，有的是暴徒铤而走险。陈宇，好的，知道了，我现在在考场，过会儿就回去取。陈宇的消息发出，小萝莉又是秒回：云碧月，你嗑什么药了？这么猛啊！图片，图片，图片。云碧月，100级黄金 BOSS 啊，这3两下就让你弄死了。云碧月，高考排名赛积分记录都让你破了。陈宇，小意思，下次见面请你吃棒棒糖。云碧月，甜的。陈宇，不是甜的还能是苦的。云碧月，没意思的男人。陈宇，结束和云碧月的对话之后，陈宇才点开了苏淼月的好友栏。首先自然是和李薇一样表震惊，然后再表达对陈宇在副本中给予他帮助的谢意。一篇篇的小作文，反正说话都比较官腔，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因为太长，所以陈宇没有看完，也没有回复他的欲望，直接关掉，然后拿起手机。手机里大部分是同学和老师发来的祝贺信，另外就是各种拉关系的、求带的，甚至还有推销的。这种信息直接删除。唯一一条让陈宇注意的是姐姐陈宇发来的信息：雨儿出息了呀，争取那个排名赛全国状元光宗耀祖欧家里给你留了点东西，记得回去拿哦。对了，家里门坏了，你记得修一下。发送时间正好是陈宇进入排名赛副本的第1天。陈宇尝试着给陈默打电话，但电话响起忙音，无法接通。又干嘛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宇编辑了一条收到的短信发回去，便收起了手机。
自从去年这个时候，陈默离开江阳去了京都，就一直很少有过联系，电话基本上都是处于打不通的状态。除了偶尔回江阳一次，偶尔给陈宇打点钱之外，就跟蒸发了一样。不过，等陈宇去了腾龙大学，应该就有很多见面的机会了。至于陈默留下的东西，陈宇的期待感并不高，大概也就是一些钱和装备，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缺。老姐现在多少级？该不会还没我的等级高吧？到时候去了腾龙大学，啧，陈宇美滋滋的期待着给自家姐姐来上一点弟弟震撼。实际上，陈宇的表现欲并不强烈，如果没有利益驱使，或者别人主动招惹，他甚至没有任何主动展示自己实力的欲望。但对于亲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如果有了一定的成就，肯定会希望分享给亲人。首先，人可以不在意外人的看法，但一定会享受来自亲人的赞许和肯定。其次，自己的成就会让亲人对自己放心，所谓报喜不报忧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情况，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一个儿子出门在外赚了大钱，却没告诉自己爸妈，爸妈每天辛苦工作，最后积劳成疾，这不是煞笔吗？还有某些桥段中，主角自己强大了，到处装逼，就是瞒着自己亲人，亲人出了事也根本没想过让主角解决，最后出了问题，主角再急急忙忙跑过去救场，这已经不能用煞笔形容了，就是纯脑瘫。所以陈宇认为应该让自家姐姐知道自己的实力，至少是除开无上级天赋这种最终底牌之外的大部分实力。陈宇和陈默感情虽然很深，但并不是那种苦情姐弟。苦情姐弟的剧情应该是这样的：爹妈不在了，姐姐拼命努力赚钱养弟弟，为了弟弟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健康，甚至为了能够让弟弟多一分机会，姐姐不惜委身有钱的恶少，只为得到几个金币让弟弟多刷一次副本。当弟弟变强并且得知真相后，暴杀一切欺负姐姐的恶人，抱着遍体鳞伤的姐姐哭泣。而陈宇和陈默的剧情是这样的：爹妈不在了，留下一笔钱，足够姐弟两人舒服的生活到长大。姐姐聪明早慧，甚至有点心机深沉。弟弟投胎的时候没喝孟婆汤，虽然遇到过一些挫折和艰难，但都在姐弟两人异于常人的成熟心智之下成功化解，没有留下负面的影响和创伤。总体来说，童年的回忆是快乐居多。不过姐姐是纯快乐，根据快乐守恒定律，弟弟明显没有姐姐那么快乐，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姐姐的快乐源泉。例如，雨儿，你要好好学习，争取光宗耀祖啊！什么？这次考试又没拿第一？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姐姐这个现成的榜样学习呢？看看你姐，哪次考试不是第一？拿第一了！哎呦，不错哟，有姐姐当年一半的水平了。好好努力，争取光宗耀祖哦。老弟，今天有个人傻钱多的凯子看上姐了，姐明天带他去商场逛一圈，你跟过来陪姐姐演一场，赚到了分你1/4，不1/5。怎么演？小说没看过，争风吃醋不会。老弟，姐明天转职，需要补充一下营养，咱们回家吃顿好的。老弟，姐明天转职，不能太累了，所以做饭就麻烦你了。食材都买好了，在厨房呢，都是好东西，去吧，快去做吧。姐转职了，赚钱了知道吗？什么？分你点儿。好啊。哎呀，姐姐赚钱养家好累的呢，这腰酸背痛腿抽筋的，快来给姐姐捏捏腿儿。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状态中，自然总是希望自己变成压迫他人的那一方。比如，带你刷副本升级。好啊。姐姐，弟弟打怪可是很累的，要是姐姐肯帮弟弟捏捏肩按摩一下什么的，这效率不就上来了？然后再牛逼轰轰鼻孔看人的扔下一句，有事找我，你的麻烦对于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罢了之类的。咚咚咚，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将陈宇拉回现实。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清爽明朗的女声：陈宇同学，你在吗？这是竞技强者烈焰王座的声音。高考之前，烈焰王座便会同霜寒领主一起来找过陈宇，他们的声音陈宇自然记得。稍等，陈宇迅速将衣服穿好，然后上前打开房门。门外果然是那一张英气十足的女子面容。总监察官大人，请进。陈宇将烈焰王座引入房间，然后为其倒了一杯茶水。谢谢。烈焰王座点了点头，笑着说道：高考都结束了，就不必称呼职务了吧？是，烈焰王座大人。你这就显得太生疏了。烈焰王座笑眯眯地说道：灵法道那小子都和我说了，他这次能凭分数硬生生挤进腾龙大学的招生线，全都仰仗你的扶持。这件事我欠你个人情，大人不必在意，同是云川考生，自然要互相扶持。陈宇笑道：另外，你在副本里的大动作，可是让咱们腾龙帝国这一届高考的所有的官方人员，甚至整个教育部门都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呢。烈焰王座说道：如果不是你挺身而出，力战2头魔神分身，恐怕副本里的考生要损失惨重。帝国200多个省府考场，数百位8阶主考官和监察官，乃至于坐镇帝都的9阶总考官，都会在同阶之中抬不起头来，乃至于整个帝国都要颜面大失。腾龙帝国每个考场都有2名8阶强者守护，总考官更是1名9阶的超级强者。这样的阵容守护高考是什么概念？放在地球，相当于是国家派了一个集团军的兵王级豪华特种部队去保护一个幼儿园，旁边还放着一大堆密码解锁，随时能够使用，甚至伤害可控，能够分清敌我的蘑菇弹。然而，就是这种保护力度，居然被区2个精神病侵入了幼儿园，还杀伤了里面的孩童，这特码谁能接受得了？别说外人，恐怕就算是自己人都要怀疑，那么多特种兵是不是全员废物？那么多蘑菇弹是不是全员哑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宇神色肃然道：身为帝国公民，只要我有那个能力，自当守护帝国利益。这话谁都会说。烈焰王座叹息道：但能够真正践行的，却始终只有少数人。大人，您不也是这少数之一吗？陈宇笑道：国战副本，您只身涉险，
一道禁咒摧毁白鹰帝国主城，可是一段佳话呢。上次见过2名竞技强者之后，陈宇便查过2人的资料，虽然只是表面资料，但在日常交往中也足够使用了，不会让他对2名强者一无所知。而烈焰王座的成名之战，便是在国战副本中的那一记惊天动地的末日审判。也正是因为那一战，他的封号才与其余竞技强者有所不同。8阶竞技强者的封号一般是领主，只有为腾龙帝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强者才会被封为王座。同理，9阶奥义强者的封号也有尊者和君主的区别，而10阶半神强者则是圣者和帝君。另外，功勋封号就像古代的勋贵，虽然不是实权职位，但帝国每年都会根据功勋发放一定的资源。都过去了，不必再提。烈焰王座笑了笑，另外也别大人的叫了，你未来的成就可以预见，必将远超于我。你这声大人，我可承受不起。我的名字叫林秀禾，如果你不嫌我占你便宜，叫我一声林姐就行。那好吧，林姐。陈宇从善如流，林秀禾确实对他有些感激，但更多的是在和他拉近关系，而且这种意图几乎没有任何掩饰，明摆着告诉陈宇他就是看好陈宇的未来，愿意与他交好。这种直白的态度也容易让人心生好感。我这次来找你是想问问你，应该不会考虑除了腾龙大学之外的大学吧？林秀禾说道。不会。陈宇答道。腾龙大学作为腾龙帝国独一档的职业者高校，拥有的资源远超其他高校，就算有其他高校对陈宇抛出橄榄枝，陈宇也不会舍本逐末。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什么打算？林秀禾继续问道。这个世界高考之后没有冗长的假期，高考成绩出炉，考生填报志愿，高校确认招生名单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大学报到了。这个过程一般不超过1个星期。当然，如果有人想要放松休息一段时间也没问题，大学里没人管你是否旷课。这段时间的话，我准备回一次江阳市，填报志愿并不需要去高中，而是个人网上填报。陈宇回江阳市主要还是去收取小萝莉发过来的生命之水，另外顺便把老姐弄坏的自家大门修复一下。回去办完事就前往腾龙大学报到吗？林秀禾问道。没错，林姐有什么吩咐吗？吩咐不敢当。林秀禾笑着摇了摇头，我也是腾龙大学的导师，这边的事办完了，回去的时候正好把你捎上。那就多谢了。还没进腾龙大学，陈宇就感受到了腾龙大学的超强底蕴，堂堂竞技强者居然只是腾龙大学的一个导师。那我快去快回，免得林姐你久等。说罢，陈宇对林秀禾抱了抱拳，准备离开。等等，林秀禾说道，我和你一起。江阳市的话，正好我也有事需要过去一趟。有事去江阳市？陈宇好奇地看着林秀禾。江阳市这种穷乡僻壤的鬼地方，能有竞技强者什么事？倒不是什么大事。林秀禾难得地露出郁闷的表情。前段时间有人总是诬陷我，说我在江阳市郊外释放禁咒末日审判，如果真是我做的，我肯定承认，至于遮遮掩掩的吗？林秀禾愤愤不平地说道。问题是，我从来就没去过江阳市那种地方，以前是没空过去查，现在有时间了，总得过去找点证据，好让某些人闭嘴。哭，昨天的礼物加起来才200多个，一共43块。是有小伙伴不知道怎么点吗？挨着正文下面的本章讨论旁边有个小奖杯，点一下，右下角有个红色的免费助力冲榜，点一下，里面第一个就是免费礼物，顺便广告只用看30秒就能跳过了，或者点一下催更也会弹出送礼物界面。末日审判，陈宇心中顿时咯噔一跳。说起来，他刚刚转职那段时间，确实有消息说传说中的竞技强者在江阳市动手了，而林秀禾这一番说辞，显然表明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竞技强者，并且动手时使用的还是末日审判。然而林秀禾根本没去过江阳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曾经那名在江阳市闹得沸沸扬扬的竞技强者是谁？释放末日审判的又是谁？爱谁谁，反正这锅我不背。陈宇嘴角微微一抽。林秀禾发现陈宇的神色有些微妙，忍不住问道，对了，陈宇，你是江阳市的人，这事你有所了解吗？林姐你说笑了，这是哪事我能知道的？陈宇讪笑道，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传闻，但那时候我刚刚转职，还在打野外小怪攒经验升级呢。也是。林秀禾点了点头，不再追问。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不？没有的话我们直接启程，早去早回。没有，早收拾好了，正准备去退房呢。考场的传送阵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开放。不过林秀禾作为竞技强者，而且还是拥有功勋封号的竞技强者，自然是有特权的。别说提早使用传送阵，就算单独为他架设传送阵，那也是应该的。陈宇跟着林秀禾也算是提前享受了一把强者特权。半个小时都没过，考场方面就已经为林秀禾开启了 VIP 通道。伴随着一阵白光，传送阵光荣地完成了任务。陈宇和林秀禾出现在江阳市的传送广场。你是陈宇？陈宇刚刚落地，就听见身旁传来一个惊疑不定的声音。说话的人是一名中年人相貌的法系职业者，他敢确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那个，请问我们认识吗？陈宇礼貌地向出声的人问道。认识，当然认识。中年法师两眼放光，您可是本届的高考状元，我们江阳市的骄傲，谁能不认识？对了，可以麻烦你给我签个名吗？中年法师迅速拿出纸笔，面带期盼地递给陈宇。过奖，都是运气。陈宇谦虚地笑了笑，接过纸笔，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也能成为偶像级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索要签名，这感觉还真有些奇妙。正在这时，又是几声惊呼响起。快看，是陈宇，状元！我们江阳市出的全国高考状元，在那边，快去要个签名合个影。
顷刻之间，一大波丧尸、嗨嗨职业者向陈宇和林秀和所在之处汹涌而来。你这边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行一步了，完事给我发好友消息。林秀和显然不太喜欢这种场面，脚尖离地飘了起来，似乎准备飞走。林姐姐莫慌，带我一个。陈宇脸色一变，情急之下连忙拉住林秀和的手。他不喜欢被人围观，这些人和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又不好动手，真被围起来可就不好脱身了。林秀和微微一愣，成为竞技强者之后，同阶对他都是礼遇有加，低阶在他面前更是战战兢兢，还从未有人对他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不过随即便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与这样一位天才朋友相交，感觉还挺不错的。走吧。林秀和好笑地拉起陈宇，飞上天空。地面上的职业者们扑了个空，懊恼地捶胸顿足。最开始那名得到陈宇签名的职业者则是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防备着其他人，悄悄挤开人群离开。一条偏僻的小巷中，林秀和带着陈宇落地，揶揄道：你陈大状元，魔神分身都敢打，还怕这个？陈宇无语。对了，林姐，你是怎么应对的？陈宇突然意识到林秀和这样的存在热度很高，曾经肯定也被狂热追星过。热，这个给你。林秀和递给陈宇一张面具，陈宇接过面具查看，伪装面具，品质稀有，效果可以伪装你的面容、声音等信息。注：本道具伪装会被稀有级或以上探查技能道具看穿，本道具伪装会精神力1万以上的生物察觉。大恩不言谢。陈宇赶紧将伪装面具戴上，他总算明白前世那些大明星出门为什么要把自己裹成粽子了。狂热粉丝实在难以应对，这伪装面具可比口罩、围巾什么的管用多了。这个你也拿着。林秀和再次拿出一枚晶石递给陈宇，逆向传送晶石，品质稀有，效果需绑定一名被传送者，使用者后被传送者身边会开启一道传送门，通往使用者所在位置。注：一方处于副本、秘境、异世界等特殊地形时无法开启。陈宇微微一愣，随后接过逆向传送晶石，素色道：多谢。林秀和点了点头，正色道：真遇到危险可别舍不得用，或者怕打扰我什么的。你要明白，你的存在不管是于我或者于整个腾龙帝国都是无比重要的。我知道了。陈宇心中顿时反应过来，林秀和他一起来江阳市，恐怕所谓的调查禁咒使用者只是个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为他护道。他在副本中的表现恐怕已经引起了帝国高层，至少是教育系统高层的密切关注，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一般来说，腾龙帝国高考中的天才没有其他势力会去策划刺杀或者诱反，因为那样做很可能被钓鱼，从而得不偿失。但陈宇不一样，他的表现实在太过于惊艳了。大家都是腰椎间盘，他绝对是最突出的那一个。肯定会有敌对势力不想看到这种前无古人的恐怖天才成长起来，从而不择手段的想要除掉陈宇。就算是在蓝星霸主腾龙帝国的境内，也未必安全。好了，你有什么事情就去做吧，我可没空一直陪着你。林秀和对陈宇挥了挥手，然后腾空飞走。陈宇猜的没错，林秀和来江阳市的目的的确是为了保护他，并且林秀和的行为并非纯粹个人行为，而是帝国中枢发布的 SSS 级密令任务，甚至接受任务的远不止林秀和一人。在陈宇和林秀和离开后，江阳市的传送阵中再次走出了5名竞技强者。这些竞技强者一出现便迅速散开，将整个江阳市围成了一座铁桶。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区区一个高考状元值得这么竞技强者去保护，这是否太过浪费帝国的强者资源？腾龙帝国的帝国中枢并不这么认为，处于金字塔尖端的现任大帝与长老院12长老甚至觉得这种保护力度稍显不足。陈宇在高考排名赛中的表现远远不止拯救了腾龙帝国以及几百名强者的尊严那么简单。在普通人眼中，500万排名赛积分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可能只代表陈宇未来可期，但在掌握更多信息的帝国顶层眼中，恰恰是这个积分数字代表着一名在未来岁月中必定无限伟大的存在，正如朝阳一般冉冉升起。的确，高考排名赛中某个考生的最终积分充满了偶然性，考生的状态、副本的类型，甚至副本中的运气都会影响到最终结算时的分数。但是当某个偶然事件拥有足够多的样本之后，观测者可以从中计算出这种偶然事件的概率，概率为100%时可以确定为必然发生。这种规律适用于考生高考排名赛积分与未来成就之间的联系。将历届高考排名赛积分数据统合，再与相应考生的进行成就对比，就会发现在积分达到某个阈值的时候，积分高于这个阈值的考生全部都达成了某种成就，无一例外。这种阈值划定下至竞技，上至半神。既然腾龙帝国对于考生未来的判定只能到半神为止，那么一名未来的半神值得这么多现任的竞技强者去保护吗？答案是值得，而且非常值得。就算牺牲100名乃至几百名8阶竞技强者，如果能确保一名10阶强者诞生，都是绝对值得的。况且陈宇现阶段表现出来的东西都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半神绝对不是终点。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既然积分已经铁定代表未来成就，那么是否也代表这个人达成这种成就前不会陨落？既然肯定不会陨落，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去保护？答案是，未来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蓝星世界最强势力，腾空帝国不可能去赌大数据的绝对真实性。就像一个买彩票中了500万的彩民，在资金打进自己卡里之前，他都并不会认为自己肯定获得了这500万，他的心中会惶恐，会计算各种自己失去领奖机会的可能，直到奖金落袋才会真正心安。帝国高层对于天才的态度也是如此，而且谁又能说得清楚来自帝国的保护是否是这些天才能成长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
毕竟高考制度根深蒂固，帝国对于天才的保护制度也成型多年。当然，也有人叫嚣天才就是应该经历磨难，死了的天才就不是天才那一套。但这种人始终只有叫嚣的资格，而从来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帝国高层也从来不会去理会这些叫嚣的人。自己细心培养100个天才得到99个强者，或者放养甚至养蛊100个天才得到1个强者，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后者也适用于培养天才，不过那是在资源短缺时的无奈之举。而且天才是有感情的人，一名强者是对养蛊师势力有归属感，还是对在弱小时悉心照料自己的势力有归属感，这不言而喻。至于为什么这一群竞技强者不对陈宇进行贴身保护，这又是另一番苦心，或者说制度。众所周知，普通人都不喜欢自己的隐私完全暴露，更何况是天才，时刻被一群不认识的强者跟着，是会让人很不自在的。所以这群竞技强者锁定的不是陈宇，而是陈宇周边范围内一切可能对陈宇产生威胁的人。对于这一切，陈宇自然是不知道的。他认为灵秀和前来保护已经是个超常规现象了。至于更多的竞技强者专门为了守护自己，根本想都没想过。此时他正用伪装面具捏好了一张大众脸，悠哉悠哉地走进聚宝阁。噔噔噔，陈宇敲了敲前台的柜子，圆脸小妹跟着小萝莉走掉了，接班的是个峰峦叠嶂的妖艳美人，浑身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浓烈香气。贵客，请问有什么需求吗？妖艳美人笑起来，眼角微微上扬，眼睛变得狭长，颇有种狐妹子的味道。帮我联系你们总经理，我要取货。陈宇将一张镶金边的黑色卡片放在妖艳美人面前，这是小萝莉走之前发给她的聚宝阁超级贵宾卡，作为取货生命之水并且交付尾款的凭证。据说是张内部特供，买货8折优惠，卖货价高1成。小萝莉溜号之后，陈宇还是第一次来聚宝阁。妖艳美人拿起贵宾卡，表情闪过一瞬间的惊讶，然后立即回复了笑容，对陈宇说道：好的，贵客您请稍等。片刻后，妖艳美人引着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男子走了出来。贵客，请随我来。青年男子彬彬有礼地说道，交易额度太大，大厅里人多眼杂，恐怕不是太好。陈宇瞥了一眼四周，发现没几个人在，即便有人，也很快被导购小姐姐引到楼上相关商品的卖场去了。不过这种时候也没必要抬杠。陈宇跟着青年男子走过熟悉的后台通道，进入书房之中。这里以前是小萝莉的窝点，有着陈宇和小萝莉的许多美好回忆，比如喂小萝莉吃棒棒糖，请小萝莉吃热狗，带小萝莉看金鱼之类的，不一而足。贵客，10单位的生命之水就是您订购的吧？待陈宇坐下之后，青年男子坐在陈宇对面，推了推眼镜，笑着问道：没错。陈宇点了点头。这批货是以云碧月的名义出仓的。青年男子说道：可否请问一下，贵客与云碧月是什么关系？另外，贵客购买生命之水是作何用途呢？青年男子的声音很平淡，看似只是随口一问，但镜片之下的双眼中却时不时闪过一丝锋锐的目光，仿佛要将陈宇刺穿一般。我似乎没有义务回答你这种问题吧？陈宇眉头一皱，你们聚宝阁售货，难道还要顾客详细交代如何使用？贵客说笑了。青年男子淡笑道：您自然是没有这个义务的，只不过生命之水就算是在我们聚宝阁也是十分珍贵的商品，还是说明一下比较好。另外，云碧月小姐不惜也要取得10单位生命之水的份额，看来她与您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啊。陈宇心中厌恶陡升，这个青年男子字里行间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思，好似在审问陈宇一般。另外，云碧月不惜是什么意思，也让他十分在意。听起来想要买到生命之水，并不像小萝莉表现的那么简单。小萝莉为了争取到生命之水的份额，甚至付出了一定的自身利益为代价。不过这种事情他可以亲自问小萝莉，没必要和眼镜男废话。贵客，请周全考虑。青年男子的声音再次响起。无可奉告。陈宇冷声说道：我已经交付了生命之水的定金，而且生命之水也已经到货，我过来取货并且交付尾款，钱货2清便可。我和你没有交集，也没有听你扯淡的闲工夫。当然你也可以尝试着再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不过我的耐心不怎么好。陈宇目光冰冷地看向青年男子，如果对方敢再逼一句，他就敢直接动手。撕裂魔神的分身100级特殊黄金 BOSS， 在他面前都心甘情愿自称卑贱的存在好吗？你一个不到200级的弱鸡，属性没一个精英怪高，也想扣押我的货，还在我面前装逼，是不是活腻了？不过对方没有给陈宇当场动手的机会。呵，青年男子沈然一笑，贵客既然发话，在下自当遵从。我们聚宝阁最重契约精神。随即他从储物空间中取出10个水晶瓶，摆在陈宇面前的茶几上，每一个水晶瓶中都盛装着大概100毫升左右的透明清水状液体。不过这一瓶瓶清水之中却包含着一股庞大的生命能量，陈宇感觉如果他当场喝下去，应该能加不少生机。贵客，请验货。青年男子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陈宇将10个水晶瓶全部查看了一遍，属性显示的确是生命之水，没有问题，并且生命能量纯正，并非属性面板造假。没问题。陈宇将10瓶生命之水收了起来，然后拿出装满职业者银行不记名卡的盒子，放在青年男子面前。没问题。青年男子点清账款，然后拿出一张交割单放在陈宇面前。贵客，您持有的是绑定云碧月小姐身份的金卡，所以还请替云碧月小姐署名，代表钱货2器。云碧月的身份卡。陈宇没想到小萝莉给他的竟然是他自己的身份金卡，不过带签名这种事情必须询问本人，否则可能会为对方带来麻烦。陈宇打开好友面板，给小萝莉发送了一条消息说明状况，并且询问小萝莉是否遇到了麻烦。小萝莉秒回，告诉陈宇根本没什么麻烦事。
并且签名流程是真实的，让陈宇尽管帮他签字就行。既然本人都同意，那陈宇自然没什么好说的，挥笔签下小萝莉的大名。签完之后，起身便走，客套话都懒得说一句。他本就对青年男子感官很差，没有和他说话的欲望，就算要虚与委蛇，也必须得对方有那个价值才行。一个蔡芷英也敢蹬鼻子上脸，如果不是看在小萝莉的面子上，这人已经变成花肥了。青年男子面无表情，看着陈宇离去的背影，双目之中闪过一丝冷光。冰清，奴家在。妖艳女子妹笑着从一旁走到青年男子身旁，看出什么了吗？青年男子问道。他戴着稀有级的伪装面具，看不出具体身份。妖艳女子答道：稀有级伪装面具，价值不菲啊。青年男子冷笑，云碧月那个贱人可真是舍得，越舍得不是就越证明他们之间关系不简单吗？妖艳女子娇笑着从背后抱住青年男子，声音甜如蜂蜜。这倒没错。青年男子点了点头，或者说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就是云碧月安排的后手。10个单位生命之水，如果拉拢一些高手，还真让他有些翻身的机会。看来我这一趟倒是来对了。那屋主上，你要怎么做呢？妖艳美人在青年男子的脖颈上轻轻咬了一口，双手一路往下，用极度甜腻的声音说道：拉拢他，还是4派人跟着他，他身后肯定还有其他人的存在，找到他们，斩草除根。青年男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冷笑着说道：对了，生命之水可别忘了拿回来。主上要奴家亲手做吗？妖艳美人露出几分期许，根据奴家的经验，这孩子还嫩得很呢，闻闻味儿就知道是个小帅哥，或许不用见血，奴家就能让他回心转意呢。啪！贱货！青年男子勃然大怒，转身一耳光将妖艳女子扇倒在地。你就那么喜欢被外面的野狗骑？咯咯喽！妖艳美人捂着脸，娇笑连连。主上要是能满足得了人家至于天天跑去别人哪里喝牛奶吗？贱货！贱货！青年男子怒不可遏，一脚踹在妖艳女子肚子上。事情要是办不好，老子杀了你！遵命！主上，奴家这就去办。妖艳女子满面通红，笑意更深，隐隐还有些别样的期待。滚！直到妖艳女子身影消失在拐角处，青年男子狰狞的神色依旧不见好转。然而正是这一刻，安静的过道中发出砰的一声异响，紧随而来的是一股浓厚的血腥味。谁？青年男子汗毛炸立，陡然转过身，只见一个圆形的东西咕噜噜滚到他的脚边，一路上散落的鲜血连成一线。这个东西赫然就是妖艳女子的头颅。她死得无声无息，甚至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甚至她的脸上还残留着兴奋与愉悦的神情。青年男子心中骇然，是谁竟然能无声无息地杀死一名5阶巅峰的暗杀系职业者？诸位道友太给力了，有大帝之资啊！礼物之王排名进前300了，开心！礼物累计200加更。砰砰砰！青年男子的心跳从未如此猛烈过，这是极度危险与极度恐惧带来的市井。过道转角走出一个全身笼罩在阴影中的人形，他忽高忽矮，忽胖忽瘦，身影如同水中倒影一般不断扭曲，阴影一步步向青年男子靠近。你是谁？来人，快来人！青年男子不断后退，恐惧的大喊。然而没有任何人回应。你可以称呼我为最高密令守护者。一个飘忽不定、回音重重的声音从4面8方响起。秘密令守护者。青年男子大惊失色。何为最高密令？由腾龙帝国帝国中枢发布的绝密及 SSS 级任务才有资格被称作最高密令，而守护则代表这份最高密令是一个守护任务，能够接取最高密令的存在至少都是竞技强者。最高密令守护者会对一切威胁任务目标生命的存在进行无差别杀戮，守护者一旦动手便代表着已经有人触犯了最高密令。他这种粪土一般的小角色究竟何德何能才能有资格触犯最高密令啊？大人，请听小人解释，小人绝对没有触犯帝国利益的事情，小人不敢，绝对不敢啊！青年男子涕泪横流，跪在地上向着阴影人形砰砰磕头。飘忽不定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妄图谋害帝国超序列级天才，根据最高密令指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我没有，怎么会？怎么可能？我动！一声闷响，青年男子人头落地，直到死亡，他的面部表情依然是巨大的惊恐与难以置信。阴影一闪而过，2具尸体与满地血迹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同一时间，东都市聚宝阁总部，一名中年男子手持一把古剑，津津有味地品鉴着，不时做出一些点评。突然之间，中年男子动作一僵，精美的古剑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是谁？谁害了我家孙儿？究竟是谁？中年男子目眦欲裂，愤怒的一声大吼。大人！几名侍者冲进房间，战战兢兢地看向中年男子。云川省江阳市是在云川省江阳市。云碧月。中年男子双目翻红，如同一头择人而噬的凶兽。离开聚宝阁，陈宇穿过大半个城市，回到阔别已久的住宅小区。小区非常老旧，听说已有过100年的历史，低矮的楼房早已布满岁月的痕迹。绿化带中的旺盛的青草与树木又充满了旺盛的生机。陈宇这一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小时候也曾和陈默一起在小院中玩闹。自从陈默考上大学，离开江阳市，他便很少回家了。才多久，怎么就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触了呢？陈宇摇了摇头，将无聊的心绪抛出脑海。正在这时，几名追逐打闹的小孩从他身边嬉笑着跑过，他们享受着此刻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未来的岁月中也会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几名老人围在一起打牌，
聚精会神。他们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少女，一心想着变强。可人力有时而穷，当岁月与梦想在现实的岔路口分道扬镳，又有多少追梦人抱着遗憾黯然选择安度余生？陈宇走进单元楼，楼梯布满累累伤痕，却十分干净。一路向上，来到自家门口，那门把手上的大洞让陈宇目瞪口呆。他严重怀疑是不是自家不靠谱的老姐想要回家歇一歇，发现没带钥匙，直接把门给砸了。吱嘎，陈宇拉开大门走进家中，家里倒是十分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以陈默做家务的水平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大概率是请家政保洁来收拾了一番。你搞坏的，非得等到我回来修饰吧？陈宇咬牙切齿的又给自家老姐记上了一笔。不过怎么说也是自家大门，不能放任不管。他只能走到门外查看修理门锁的牛皮笺小广告，随意选择一个，打电话让其过来修理。重新回到家中，走进客厅，陈宇被放在茶几上的一个精巧礼物盒吸引了注意，不过随即就是脸色一黑。茶几上端正的摆放着一个相框，是陈宇和陈默的姐弟合影。礼物盒摆在合影前方，牛逼的是礼物盒的两侧还竖着2根没点过的香烟，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把礼物盒换成果盘，香烟换成蜡烛或者香，这不活脱脱的给死人上供吗？好像你他妈就不在照片里似的。陈宇垮着脸走到茶几跟前，收掉相框，然后扔掉竖在礼物盒两旁的香烟，最后拿起了礼物盒。好吧，让我看看亲爱的姐姐给我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陈宇打开礼物盒，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枚乒乓球大小，表面有着规则多边形平面，但整体近似圆球的透明晶体。世界的礼赠，品阶，效果，使用之后你会得到一件当前最适合你的道具，说明一个世界用于赠予友人的礼物，或许也用来打发恶客。厉害了我的姐姐。陈宇面色一喜，搓了搓手，拿起晶体准备使用。不过随后他后感觉少了一道程序，仪式感不够，于是他从无上圣土之中将小燕取了出来。主人，小燕环顾着四周，发现没有其他姐妹在，顿时高兴了起来。主人带她一个人出来玩，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不过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被抓住了，紧接着就是一顿猛搓，直到他脑袋上冒出小星星，大眼睛里转起了小蚊香圈，才被重新塞回无上圣土。啪嗒，可怜的小燕落在泥土里。其余原初精灵纷纷飞过来，惊奇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不过晕头转向的小燕此时没办法回答他们的问题。外界客厅中，啧，这下没问题了。陈宇对着双手哈了哈气，拿起世界的礼赠选择了使用。在一片白色光芒中，透明晶体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巧的沙漏，沙漏之中盛装着银白色的细小沙粒。岁月流沙，品质至高级，效果加速时间，说明它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时光之力，你甚至可以凭借它遨游岁月长河。注：一次性物品请谨慎使用，被岁月流沙改变的轨迹不可逆转。至高级，陈宇大为震惊。迄今为止，除了和自身相关出自绝对强化天赋的各种副产物，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至高级的存在。而且这个东西还是姐姐随手送出的小礼物。姐呀，你开的又是什么挂？手持小沙漏，陈宇突然感觉自己骑到姐姐头上的日子又变得遥遥无期了。震惊归震惊，送到手里的至高级物品还是个一次性物品，总得向到好去处。陈宇第一时间想到的用途是让世界树吃掉养胎，给他生一个原初时间精灵。可是这么做无疑太过浪费。岁月流沙的作用可以让陈宇以现在的力量去改变过去某个时间点，或者伯接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说直白一点，这东西实际上是个因果律道具。改变过去，让陈宇可以直接将已经存在的现实否定，通过改变过去的因，从而创造全新的果。伯接未来，则是让未来的某个果确定，从现在到伯接未来的时间点，无论其中的因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那个果的诞生。混乱时空，更改因果的能力也无愧于至高级道具的品级。如果现在陈宇和某个超级强者结仇，他完全可以凭借这个道具回到过去，将那名超级强者在弱小时斩杀。那么现在的时空中，那名超级强者自然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利用伯接未来的能力，强行锁定他自己成长起来，斩杀那名超级强者的未来。在这期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那名强者都无法逃脱在未来被陈宇斩杀的命运。可是我也不需要啊。陈宇有些苦恼，目前为止也没啥强者招惹到他头上，需要他使用这种道具去灭杀。这可是至高级的一次性道具，真遇到了麻烦，他宁可呼叫深渊大义至救场。难道就真的把它放在背包里压箱底？咦，等等，这玩意儿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岁月流沙除了当作因果律道具使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功能，那就是提供冷却缩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冷却缩减，而是通过时光之力让某个陷入冷却的技能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按理说，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东西值得使用一个至高级一次性物品为其回转冷却时间。巧的是，陈宇身上刚好有一个，希望能成。陈宇伸手轻轻一拍，小沙漏化作一道流光，融入他的身体之中。紧接着，他将属性面板打开，面带期盼地关注着一条信息的变化。绝对强化，无上级，指定一个对象进行绝对强化，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命、物品、技能、天赋。他现在拥有的实力，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无上级天赋。上一次绝对强化给予了他一方无上圣土，孕育了世界树、往生路这样的至高级存在，并且随时都能无条件孕育无数传说及植物生命军团。如果至高级的岁月流沙真的能将绝对强化的冷却时间清零，很快随着岁月流沙的启动，代表绝对强化冷却进度的数字跳动了一下，紧接着是第2下、第3下，数字跳动越来越快，让陈宇的心脏跟着砰砰狂跳起来。
95%、94%、93%。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绝对强化的冷却时间在时光之力的作用下急速减少。片刻之间，代表冷却进度的数字变为了10%。这个时候，数字滚动的频率也开始缓缓下降，直到只剩1%，数字已经不再滚动，而是如同刚开始一样慢慢跳动。快一点，快一点，再一下就好。老姐保佑，你给我持久一点啊！似乎是听到了陈宇的呼唤，代表冷却进度的数字以坚定不移的速度跳动着，直到归零。卧槽！陈宇激动地抱起相框，在陈默的头像上狠狠亲了一口。在之前的生命中，他从未体验过对姐姐的爱竟然也会如此热烈。这一刻，陈默不在身边，陈宇强烈的感情无处宣泄，只好从无上圣土中把小燕取了出来，在他脑袋上狠狠嘬了一口。岁月流沙是搓小燕开出来，再怎么说他也有点功劳不是？小燕一脸懵逼的抹掉脸上的口水，不知所措的看向陈宇：“你可真是我的福星。”说罢，又把小燕拿到嘴边亲了好几下。哦，小燕虽然不懂，但她感受到了陈宇喜悦的心情，也跟着高兴起来，兴奋地挥舞着小手。过了好一会儿，陈宇的心情才平复下来。绝对强化真的转好了，这个无上级天赋的强悍，他已经深有体会。但是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这一次该强化什么？强化某个植物生命？陈宇将目光投向小燕，让某一个个体达到无上级，成为他手下的至强战力，还是强化某一个技能，获得更加广泛的大面积提升？比如无上圣土这个无上级天赋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却能培养无数传说级以及至高级生命，技能、天赋、物品、生命，乃至于装备。陈宇感觉自己的思绪有些混乱。绝对强化是无法预览强化后状态的，准确的说，强化之前和强化之后，两者根本就没啥必然联系。别说无上圣土和普通种植师的种植空间，就看世界树和妖精树。妖精树这种东西，把族谱端出来用放大镜看，也绝对不可能和世界树沾边。世界树就是世界树，至高级存在，没有所谓下位生物的说法。或许可以从被强化者的功效进行一定的分析，但那都是瞎猜，和真实情况可能南辕北辙。要不然，二次强化无上圣土，看看无上圣土能够蜕变得更加强大，还是算了。无上圣土作为已经定型的无上级，再强化也是增强原有功能，或者多出一些其他功能，完全没有必要。陈宇坐在客厅沙发上，苦思冥想良久，直到修门的工人已经过来把门都给修好，拿着报酬离开，他的心中才缓缓生出一个想法：要不强化我自己算了。各位大弟们，太给力了！现在礼物又到60块了，礼物之王进200名了，爱你们哦！强化自己，让自己成为无上级存在，这个想法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在陈宇的脑海中一锤定音。为了防止闹出大动静，这样的强化可不能在外界进行。回到无上圣土之中，小燕骄傲地向姐妹们炫耀主人刚才与她如何亲密，还连续亲了她好多下。几只原初精灵立即飞了过来，围着陈宇转圈，试图得到关注。就连后土和小淼这种性格成熟型都不例外。陈宇顿时被几个小精灵飞得眼花缭乱，只好挨个把他们都亲了一下。紧接着，陈宇走到无上圣土的边缘，然后将身上挂着的原初精灵们驱赶，使用绝对强化。强化目标：我自己。下一刻，陈宇清晰地感受到一股不知源头的莫名力量，悄无声息地与自己融为一体。整个过程可能还不到1秒钟时间，没有任何陈宇认为可能会出现的声光效果或是奇异现象，只是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具体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陈宇打开属性面板，看向无上强化天赋，已经陷入了冷却，整个面板却没有出现丝毫变化，属性没变，潜力等级没变，技能也没变，等等，现有的天赋没变，但多了一个新天赋。观察之后，陈宇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天赋，无上级新天赋，大罗道果，无上级。效果1：时空万重，真我唯一。你的存在具有唯一性，除了你自己之外，任何存在都无法撼动你的轨迹。你对于世界的干涉具有确定性，除你自己之外，任何存在都无法改变你的印记。效果2：不朽不灭，万劫不磨，真灵不灭，原质不朽。这……陈宇沉思了片刻，然后忍不住笑了。大罗道国，神话之中拥有无上地位的存在，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在大罗这种存在看来，这个世界与虚拟游戏没什么区别。现在的他在这个游戏中等级很低，还欠缺一点积累，但在本质上他已经跳出了这个维度。从天赋介绍上看，大罗道果提供了2个属性，其一是免疫因果律攻击，比如岁月流沙这种道具影响过去或者未来。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手段对付陈宇，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过去或未来根本无法探寻。他人无法改变大罗的因果，但大罗却可以改变他人的因果，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其二是提供加强版的不死之身，直接从概念上杜绝了任何形式的消亡。到现在，绝对强化2次作用的产物中，无上圣土改变的是环境，而大罗道国改变的是本质。对于自身的意义而言，大罗道国比无上圣土还要更胜一筹，因为大罗道国给予的是玩家身份，无上圣土则更像是一个游戏外挂。主人，你……世界树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淡绿色的光影出现在陈宇面前，欲言又止。我怎么？陈宇笑着问道。我感觉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世界树的意志中透露着些许惶恐。陈宇沉思了片刻，走到世界树树干旁边，轻轻敲了敲。要不让你仔细感受一下。世界树树干上白色光门敞开，陈宇信心十足地走了进去。沉浸在提升职业属性快乐中的陈宇并不知道，这一刻
诸天万界所有生灵在仰望天空的时候，都看到了一个七彩缤纷的繁复符号，似乎是某种文字，却又并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文明。可是，所有看到这个符号的生灵都能够明白其中含义。呵，无数强者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寻踪探源。但无论他们如何追寻，这个符号都横亘在天空之中，或者说，人们抬头仰望时的视线之中，它始终距离凝视着那么远，无论飞得再高，也无法触及。甚至，它在凝视着眼中的位置不会出现丝毫变动，没有人为的痕迹，没有力量的波动，似乎它是一种从天地初开便已经既定的规则。不过，这个符号出现的突然，消失的也非常突然，在时间跨度上只存在了几分钟，没有对世界造成任何额外的影响，仿佛只是一个单纯的奇异图像而已。强者们研究无果，只能当是谁放了一个烟花，不了了之。唯有一些伟大不可描述、触摸到某个顶点界限的存在，才能感受到这是属于另一个维度的力量。这是他们苦苦追求、穷尽浩瀚时光也无法触及、无法理解的力量。次日，陈宇跌跌撞撞地从世界树里面走出来，在被世界树教训了之后，他突然发现大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该腰酸的时候不还是得腰酸吗？什么玩意儿嘛，堂堂大罗道果，怎么一个属性值都不给？凑！不过累是累了点，收获还是喜人的。消耗一空的生机已经补满，上限还提升了40点，效果不如第一次显著，但这个提升幅度也已经很恐怖了。那些转职任务走简单难度，职业也是普通职业，一转后潜能等级只有1星的小可怜，从50级升到100级，一共也就能加50个职业属性。要是其他职业者知道有人睡一觉就能加几十个职业属性，恐怕要嫉妒到质壁分离。你过来！陈宇对一只荆棘妖灵招了招手，荆棘妖灵走到陈宇面前，生息演算。陈宇伸手搭在他的肩头，手中绽放出一片浅绿色光芒。上一次使用生息演算推演，只得到了主材料的信息，还有一些辅料没有推算完成。如今他身怀900多点生机属性，想必是能够推演完毕了。不出陈宇所料，在充足的生机属性支持下，荆棘妖灵的晋升路径很快被推导了出来。推导的结果让陈宇有些惊讶，在这一次的推演中，荆棘妖灵对于材料的需求降低了。上一次推演，一只荆棘妖灵晋升神话级需要的主要材料是一个同级黄金 BOSS 尸体，10单位生命之水以及一个蕴含本源的生命之树的叶片。而现在，黄金 BOSS 尸体的条件变为了白银 BOSS， 生命之水的需求从10个单位变成了5个单位。史诗级及以下的辅助材料都是一些常见材料，并不稀缺。陈宇感觉这与无上圣土的进阶有关。他完成一转任务之后，无上圣土从 LV1 升到了 LV2， 除了能够再次得到一个之高级名额，让普通植物提升品质的隐形功能应该也得到了强化。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传说级植物生命提升品阶所需的材料消耗下降。趁着生机属性充足，陈宇将百合以及食人花的升级路线也推导了出来。主要材料和荆棘妖灵一致，都需要 BOSS 尸体和生命之树叶片以及生命之水。辅助材料有些许不同，但也都是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推演完成之后，生机属性还剩下300多点。其他职业者，哪怕是竞技强者，对于职业属性都能省则省，不会随意使用。但陈宇不一样，在世界树里面睡一觉就能恢复，完全没必要省着用。剩余的生机只留下100点应急，其余全部用来催熟建议草。直到傍晚才离开无上圣土，正好是吃饭时间。陈宇打开外卖软件，点了一份最近很火的鸭脖，据说是取材于新兴怪物族群鼠头鸭，虽然外形不好看，但肉质鲜美，十分可口，吃过的人纷纷送上5星好评。在外卖送到之后，揭开盖子一看，陈宇顿时没了胃口。这种东西果然还是只能送给那些专业人士吃。如此一来，他也没了继续点外卖的兴致，只能外出寻找了一家饭店解决晚餐。吃饱喝足之后，陈宇索性带着几只原初精灵在江阳市游玩了一圈。不过只有小风和小燕兴致高昂，其余4只似乎都没什么兴趣。特别是小淼，他憎恶除了陈宇之外的所有人类，或者说不只是人类，而是绝大部分生物。甚至在人多的地方，他宁愿钻进陈宇的衣服里避难。逛到深夜，小风和小燕把肚皮吃得圆滚滚的，还提着一大包存货。刚刚回到无上圣土，陈宇就发现世界树上出现了一个小光门。懂事，陈宇笑了笑，将围在身边的几个原初精灵驱散，走进光门之中。一连3天时间，陈宇都没有外出打怪升级，而是带着原初精灵们到处游玩。期间，一中校长江天明还邀请他到一中做了一次演讲。以陈宇目前的人气，自然受到了学弟学妹们的热烈追捧。陈宇对于这种场面并不感冒，演讲之后就匆匆离开了。第4天早晨，江阳市职业者交易中心传送广场，林秀和将3枚金色云中龙徽章分别递给陈宇和苏淼月以及陆萍萍。这是腾龙大学的学生证，保存好一点，丢了的话会很麻烦。腾龙大学在确认录取之后，会在每一个省派遣1名导师，负责沿途接引学生。接引导师一般是5转或者6转的职业者。林秀和正好在云川，就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整个云川省这一届有6名考生被腾龙大学录取，其中林爱罗和林法道早就自己动身去京都了，而李威这个比上面那2人走得还要早。已经到了京都的考生，自然会有京都的导师负责接引。云川省内就只剩下了陈宇、苏淼月和陆萍萍。陈宇接过徽章，查看属性：腾龙徽章，品质史诗，持有者陈宇，学分50400，贡献1000，入学纪年1，导师暂无，任务暂无。这就是传说中代表腾龙大学学生身份的云中龙徽章吗？苏淼月捧着金色徽章，喜不自胜。万岁！陆萍萍兴奋地跳了起来，随后她用灼热的目光看向陈宇，那模样似乎恨不得当场以身相许。
这可是腾龙大学啊！如果说腾龙大学是腾龙帝国第一档次的职业者高校，那么其他大学中最厉害的都得排到第3档。在高考之前，无论是苏淼月还是陆萍萍，都几乎没想过自己能够考上腾龙大学。他们两个之所以能够考上，自身的努力和运气占1分，抱陈宇的大腿占了9999分。可以这么说，云川省上腾龙大学的6个人，其中5个是陈宇一手扶起来的。会长你们看过了，现在我简单的为你们介绍一下腾龙大学吧。林秀和说道。学分和贡献，你们可以理解为腾龙大学的内部货币，可以兑换为各种资源。腾龙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制度有一定差异，在腾龙大学中没有年级之分，学生每年需要向大学缴纳1000点学分，否则就会被清退。除此之外，腾龙大学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不合格也会被清退。意思是，我这点学分还不够交1年的学费。陆萍萍小脸一垮，现有的初始学分是由高考积分兑换过来的，兑换比例是100比1。陈宇的500万高考积分兑换成了5万学分。当然，作为从古至今高考第一人，也就陈宇能够牛逼哄哄的携带5万分入学。其他人，哪怕是本届榜眼苏淼月同学，在最终战场上凭借夸张的自身等级和文章加成，吃掉了陈宇手下无数炮灰小怪，也只有区1100学分。陆萍萍同学在考前没有得到陈宇的特殊照顾，仅仅在考场中吃了一波文章福利，虽然也是名列前茅，但打下的高考积分只有2万多，换算成腾龙大学学分，也就是200分多一点。大人，请问学分应该如何获得？能够用金币兑换吗？苏淼月向着林秀和恭敬的行礼道。高考之后，高考积分可以就地兑换物资，不过由于陈宇和林秀和走得早，所以还没有等到开放兑换。苏淼月和陆萍萍都是坐普通传送阵回家的，看过物资兑换列表，其中1点高考积分可以兑换10金币，也就是说，腾龙大学的一个学分等于1000金币。学分可以兑换金币，但金币不能兑换学分。林秀和立即答道：腾龙大学的学分物资兑换，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福利，也是帝国对于天才新生职业者的扶持。其中的许多资源，相对于外界用金币购买都是非常廉价的，而且还有许多金币根本买不到的资源存在。至于基础学分，以你们的实力，根本不必担心。你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赚取更多的学分，兑换资源提升自己。对了，林秀和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一变，对陈宇说道：你的话，如果缺金币，可以直接向学校反映，或者告诉我也行。不要兑换物资用来卖钱，这是学校禁止的行为。也不要大量兑换物资长期闲置，等着以后使用，这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学分用不完，可以存起来，以后还有其他用途。陈宇，我是那种人吗？几分钟之后，传送阵启动。江阳市的传送阵连接的是云川省省府九峰市。林秀和带着陈宇一行在九峰市继续乘坐传送阵，才到达京都市。作为腾龙帝国的首都，京都的繁华程度根本就不是其他城市可以比拟的。走出传送点，一路上的所有建筑几乎都是有品级、有属性的特殊功效建筑。抬起头就能看见不远处那一座几百米高的环形大厦，那是京都市职业者协会第5分会。大楼不值得注意，职业者协会分会也不值得注意。关键是这环形大厦居然特么是个传说级建筑。陆萍萍不断的东张西望，不时发出一声惊呼：月月，你看那家店，传说级装备居然摆在外面当装饰品。哇，那个花店里的花居然都是史诗级，那只是观赏花好吧，太奢侈了吧。我的天，史诗级茶楼，待在里面就能自动加经验，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住在里面的话，不敢想，太恐怖了。苏淼月看着陆萍萍那一副乡下土妹子进城的架势，忍不住和她拉开了一点距离。这大街上大呼小叫的，着实有点丢人。从内心上讲，苏淼月受到的震撼并不比陆萍萍小，但她毕竟是家族大小姐，有着良好的教养，不会轻易暴露自己见识短浅的缺点。陈宇对于建筑和物品不感兴趣，而是戴着眼镜不停扫视路上的行人。不愧是首都啊，这强度就离谱。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都不会低于3阶，连5、6阶都能时常见到。别用你那眼睛到处看。林秀和伸出食指在陈宇额头上轻轻戳了一下。对职业者使用探查技能是非常不礼貌的，察觉不到的还好，如果察觉到了，别人是会和你翻脸的。闻言，陈宇只能将侦探眼镜撤掉，放回背包。林秀和似乎有意让陈宇3人领略一下帝都风貌，并没有带着他们飞行，甚至行走速度都很慢。兜兜转转大约1个小时，4人来到一栋美观大气的单层建筑跟前。建筑上方的牌匾上书写着京都市职业者高校传送点。京都市的大学大部分都没有建设在城中，有些甚至距离京都市非常遥远，所以每一所大学都在城中最繁华的职业者交易中心设有传送点。属于腾龙大学的传送点外，有着2名6阶职业者守护。4人展示出金色云中龙徽章之后，传送阵才被开启。这种传送阵，腾龙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无限免费使用。陆萍萍啧啧称奇，不愧是腾龙大学，哪像咱们江阳市，扣死了！要钱就算了，还得在固定的时间才会开启，只有第1次免费。林秀和淡淡的看了陆萍萍一眼，后者顿时立正站直，身体僵硬。陈宇在林秀和面前很随意，苏淼月和陆萍萍可做不到。竞技强者就算不展露威势，仅仅一个名头都足以让他们惊惧。那也就是说，腾龙大学的学生就连进出学校都是要收费的。陈宇好奇地问道。没错。林秀和点了点头，不过不贵，一次只要1学分，用到的时间也不是很多。1学分？还行。陈宇表示赞同。1学分还不贵。苏淼月和陆萍萍暗自啧舌。在江阳市乘坐传送阵到省府，花费也就100多金币，而腾龙大学的一个学分，就算直接兑换金币，也价值1000啊！更别说兑换成资源之后，还有更高的市场价值。片刻后，传送阵白光亮起，4人的身影从传送点消失。
光芒消失之后，陈宇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变成了一间大型室内广场，足足能容纳上千人而不显得拥挤。脚下的路面是一块块表面带有磨砂纹路的澄澈水晶，一块块水晶上纹路迥异，但线条十分优美，看起来非常高级的样子。陈宇忍不住查看这些地板砖的属性，然后被小小的震撼了一把。高级魔导水晶，品质史诗，效果质地坚固，拥有高效的导能性以及优良的稳定性，以及一定的能量吸收性能。说明极为珍惜的魔导材料，通常用于时刻阵法或保存能量易挥发的珍贵材料，也能用于制作防具或武器。苏淼月和陆萍萍也做着和陈宇类似的动作，内心受到的震撼甚至比陈宇更大。陈宇自从转职以来，金币向来都是够用的，不够用的时候也马上有人上赶着送，所以对于钱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概念，只是感慨腾龙大学底蕴深厚。而苏淼月作为千金小姐，对于财富的敏感程度显然是高于陈宇的。陆萍萍就更不用说了，为了金币甚至成为深渊魔神的工具人。你们别看了，林秀和忍不住说道，以前也有人打传送楼地板砖的主意，想要抠几块出去卖，结果没抠出来不说，还被罚了不少学分。陆萍萍打了个寒战，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刚才他还真有偷偷抠点边角料出去卖钱的想法。没等陈宇四人离开传送点，传送光芒便又亮了起来。一名导师带着2名新手职业者在白光中出现，显然也是接引新生的队伍。2名新生站定之后，行为和陈宇3人如出一辙，都是首先关注传送点的地板砖，看得两眼发直。大人，导师看见林秀和，连忙带着2名学生躬身行礼。传送大楼是腾龙大学与外界的交通枢纽，有着数十个传送点通往各处。陈宇所在的这个传送点连接着整个京都的所有高校传送点，时常有人来往，并不奇怪。免礼吧，被耽搁了学生。林秀和笑着说道。是，大人。导师连忙带着学生离开。林秀和也带着陈宇3人离开了传送点，走出奢华的传送大楼，视野立即开阔了起来。传送大楼外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广场，广场边沿竖着12根白玉立柱，雕刻着与云中龙徽章相差无几的腾龙图案。广场四周则是一些功能建筑，比如新生登记处、交通工具租借处、咨询中心等等。仰头四顾，能隐约看见远处的一座座高大建筑，更远处还有群山环绕。只是不知道腾龙大学的边界在何方。这里可以看作是腾龙大学的校门。林秀和笑道，腾龙大学范围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走吧，先登记，然后再带你们去学分兑换处。你们可以先看看兑换列表，思考一下自己需要什么，尽量在短时间内将学分转化为实力，不要节省学分，想着先攒够年末需要缴纳的份额。实力越强，赚取学分才会越快。走进新生登记处之前，林秀和突然脚步一顿，回头看向陈宇。怎么了？陈宇疑惑道。没怎么，只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林秀和犹豫了片刻，说道，登记报到的时候会分配宿舍，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住在一起。住在一起？苏淼月顿时睁大了眼睛，白嫩的脸蛋迅速攀上血色。住一起？嘿嘿。陆萍萍瞄了陈宇一眼，露出垂涎3尺的笑容。嗨嗨，别误会。林秀和感觉气氛逐渐向着奇怪的方向转变，连忙说道，你们都是从排名榜上录取的考生，有独栋别墅可以住，不是多人间。我的意思是，你们来自于同一个城市，关系应该会比较要好，分配宿舍的时候可以靠近一些。这样啊？陆萍萍露出失望的神色。苏淼月微微一愣，脸蛋更红了，双手无处安放的背在背后，食指胡乱的搅在一起。刚才是害羞，而现在是尴尬，那就麻烦林姐了。陈宇笑着说道，他倒是没什么以你的心思，只是认为周围住熟人比住陌生人更好。新生登记处中已经有许多人正在排队了，不过看到林秀和带人走进来，立即有导师迎上来为他们引路。老师，这几个人是什么身份啊？怎么登记处的导师都特意出来迎接？一个女生心生好奇，忍不住问旁边的接引导师。那位大人是竞技强者烈焰王座。接引导师小声回答。竞技强者？周围的几名学生惊得目瞪口呆。腾龙大学的招收的学生，就算不是排名赛前500名的天骄，也是各省排名前几的顶尖天才。不过这其中也有绝大多数从未近距离接触过竞技强者，就连人生第一次亲眼看到竞技强者，都是在高考考场中。烈焰王座的身份引起众多考生的侧目，不过很快就被旁边的导师冷汗涔涔的喝止。那可是竞技强者，不是给人围观的猴子。学生们感受到了导师的紧张，顿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让传说中的竞技强者厌恶。大厅中很快就安静的得落真可闻。待到登记处导师将4人引入2楼，大厅中才重新恢复了喧闹。那就是竞技强者吗？好强的气势！一名考生心生向往的说道。你懂个屁的气势！另一名考生鄙夷的说道。我不懂，你懂？我当然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竞技强者要是释放气势，你早就吓死了。吓死？你胆小，会被吓死，可不要扯上别人。呵呵，他说的没错。旁边的接引导师突然说道，气势是一种很玄奥的存在，有些人能感受到，有些人又感受不到。但竞技强者的气势是实质的。严格来说，竞技强者的气势是一种场域威压，实力不足的人贸然接触，的确会被清空血条。几名学生顿时不再争吵，纷纷默然。片刻之后，又有学生问道，刚才那位大人身边带的是这一届的新生，谁这么大面子让竞技强者亲自接引？有一个我认识，穿古装那个女的，是咱们这一届的榜眼苏淼月。苏淼月分数挺高的，但也不值得竞技强者亲自去接吧？苏淼月不值得，但状元值得呀。男的那个是状元？不像啊。状元我认识，高考直播录像看了好多遍呢。
真没想到咱们当时面对的大 boss 竟然是个考生，人比人得死啊！易容道具而已，你不会不知道那人的人气有多高吧？我听说陈宇和苏淼月高中就是一个学校的，而且是男女朋友。那个苏淼月长相一般，职业普通，家里也穷，按理说是根本没机会进腾龙大学的，也就是个省内一流大学的水平。结果靠男人硬生生给他顶到了排名赛第2的位置。没错，我在副本里注意到过他，原本不怎么样，结果突然有一天就变强了，100%是从大 boss 那里拿了好处，至少是一整套的史诗级文章，甚至传说级都有可能。可恶，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大 boss 那样的男朋友？嗨嗨，兄弟，有没有可能状元大神喜欢的是女孩子？另外，那个女的是谁？根本没啥印象啊。我认识，排名赛前500名中擦边垫底进的腾龙大学，之前在排名赛副本里和苏淼月是一起的，好像叫陆萍萍，我查过，她在第1轮无尽都没有打进去，也是全靠大 boss 顶起来的。大 boss 的小老婆，大 boss 好像挺不爱的呀。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啊？我觉得我也有机会，我这条件不比那个苏淼月强多了。办好报道登记之后，陈宇3人的腾龙徽章上又多出了一栏宿舍信息，3人拿到的宿舍都是带小院的独栋小别墅，腾龙徽章就是小别墅的门卡。随后，林秀和带着陈宇3人来到了腾龙大学的学分兑换处。兑换处大楼没有大厅，分为许多个密闭的房间。需要进行物资兑换的腾龙大学成员，凭借腾龙徽章进入房间，然后物资清单上选择需要兑换的物品。如果物品不是处于缺货状态的话，会很快送达到兑换者手中。进入兑换点，陈宇在房间内唯一的椅子上坐下，面前的书桌上升起一道虚拟屏幕，屏幕上显示着可兑换项目。一级页面分为装备、技能、消耗品、材料、特殊5个大类。陈宇正准备依次浏览的时候，特殊分类突然亮了起来，紧接着一道提示出现：陈宇同学，你有一条高考状元福利待领取。状元福利，陈宇忍不住将特殊分类点开，在密密麻麻的物资列表最上方有着一条标红的物资信息。各位仙王太给力了，礼物只差40多又满200了，排名上升到140了，感谢。重生十字章，单价100学分，最多兑换3个。陈宇点开重生十字章的详细信息。重生十字章，品质梦幻，限制10阶级以下，优先级5。效果：使用前需绑定一个复活点，将该物品置于物品栏或随身携带，持有者死亡后自动生效，与绑定的复活点满状态复活，未绑定复活点则原地复活。说明：极其珍贵的经典高级复活道具，梦幻级。大手笔啊！梦幻级是位于神话级之上的品质，正如其名，这个品质都是一些脱离常规，开始逐渐离谱的玩意儿。陈宇二话不说，直接花费300学分，把3个可兑换的重生十字章全部买下。在点击确认购买之后，兑换列表上的红色栏目消失。几秒之后，3个木盒凭空出现在书桌上。陈宇将木盒打开，里面是3个巴掌大小的银质十字架，正是复活道具重生十字章。复活道具极其稀有，而且一般都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失去等级、失去属性、丢失装备或者技能等等。另外，复活功能的复活优先级词条对应的是致死伤害优先级，复活优先级高于致死伤害优先级才能成功复活功能拥有者。比如，大部分副本都拥有复活保护机制，职业者在副本中死亡之后不会真正死亡，而是退出副本复活。普通副本中复活保护机制的优先级一般1级，而高考排名赛副本也是如此。而撕裂魔神分身之所以能在排名赛副本中造成职业者真实死亡，就是因为拥有大于等于1级的致死伤害。8阶以下的职业者和怪物，伤害的致死等级一般为0级，8阶以上的强者才会开始逐渐掌握拥有致死等级的伤害能力。陈宇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复活道具的拍卖信息，仅仅是一件稀有级复活道具，优先级为1，最高可供4阶使用，还副作用极大。复活后会直接掉到4转初始的200级，并且爆掉自身所有装备物品，最后竟然都拍出了几百万金币的天价。而现在摆在陈宇面前的重生十字章，无副作用满状态原地复活，最高能用到10阶，复活优先级为5。这样的复活道具价值已经难以用金币来衡量了，恐怕这不是状元福利，而是单独属于我一个人的福利吧。就是不知道这是腾龙大学的手笔，还是帝国官方的手笔。陈宇笑了笑，将3枚重生十字章收入物品栏。一个高考状元自然不值得3枚梦幻级复活道具保护，腾龙大学也没那么牛逼，能给每一届的状元都配置3个梦幻级复活道具。实际上，从考场出来看过各类关于自己的新闻之后，陈宇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在排名赛中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引起关注。后来，竞技强者林秀和一路跟随，证明了这种猜想。然而直到现在，3枚重生十字章摆在面前，陈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究竟造成了何等程度的影响。身为天才，生在腾龙帝国还真是一种幸运。陈宇忍不住感叹，从高考考场离开之后，上层对于他的关注就已经开始，这是一种几乎摆在明面上的暗中保护，让他知道背后有人撑腰的同时，却没有对他施加任何压力，更没有人擅自跳出来左右他的意志，试图改变他的人生轨迹。提醒你一下，一旁的林秀和突然开口说道，这种东西仅限你自己持有，如果擅自送人或者卖掉，是会被直接回收的。知道了。陈宇尴尬的点了点头，他刚才还真有把这东西卖掉换取其他资源的想法。重生十字章好是好，但对他根本没用。自家往生录可是连灵魂泯灭这种程度的死婴都能复活，已经超出优先级评判的范围了，而且还不限复活次数。对了，你现在不缺分数，我建议你优先兑换特殊物品类别中的潜能试炼。林秀和继续说道。潜能试炼，你搜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好的。陈宇在特殊物品类别中搜出一个兑换选项被筛选出来，
一阶潜能试炼，单价1万学分，现兑换一个。一阶潜能试炼，品质、效果，开启特殊任务潜能试炼，完成后根据评价获得潜能星级。说明每个转职阶段只能进行一次潜能试炼。注意，潜能试炼失败后不可重复进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陈宇惊讶道：“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完成一阶转职任务，潜能等级开启。种族潜能每个人都有，职业潜能根据职业划分。普通职业没有潜能，变异职业1颗星，隐藏职业至少2颗星。除此之外，就是转职任务的奖励。简单难度没有，普通难度1颗星，困难2颗星，噩梦3颗星，炼狱4颗星。完成度高的话，能有额外奖励。比如陈宇就因为打破记录并且超越上一位记录，保持着4倍，而额外得到了2颗星。除此之外，根本就没听说过其他提升潜能等级的手段。这很正常，这里的很多东西，绝大部分人一生都不会知道。林秀和笑道：“因为这里是腾龙大学啊。”多谢提醒。陈宇感激地说道：“不必，在腾龙大学，你迟早会知道潜能试炼的。”林秀和说道：“许多优秀的学生都会兑换试炼资格，不过能成功晋级潜能的只是少部分，能够获得高评价的更是寥寥无几。”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我知道你实力强，但是潜能试炼中自身实力反而并不重要。算了，用过就知道了。林秀和摇了摇头，你也不必抱太大期待，能够通过增长潜力自然是最好，通不过也能增长见识阅历，拓宽思维方式，想好下次怎么应对。我等下回去就用。陈宇当场将一阶潜能试炼兑换了出来，实物是一块椭圆形白色石板，大约比人的手掌大上一圈。可以。林秀和说道，潜能试炼消耗的时间固定为2个小时，不过试炼过后身心状态都会比较疲惫，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明天是新生集合选择导师的日子，别耽搁了。错过了的话，今年你就没有选择导师的机会了。学校里高校学分任务以及副本之类的资源可都是导师分配的。说起来，林姐你也是导师吧？我不能直接选你吗？陈宇问道。想入我门下。林秀和笑着说道，等你4转过后从常规学院毕业再说吧。行，那我争取3级跳早点毕业。陈宇将白色石板收了起来。林秀和是腾龙大学的导师，但作为竞技强者，显然与那些5、6阶的导师档次不一样。按前世的职业来说，他应该是硕导、博导、高级教授之类的职务。随后，陈宇又打开了材料栏目，搜索自己需要的材料。腾龙大学不愧是腾龙大学，连云蔽月都只能望洋兴叹，不知道哪里去找的材料，在这里居然是明码标价的。不稳定空间碎片结晶史诗，单价100学分，剩余999加。空明受精核异彩神话，单价15万学分，剩余3。时光沙史诗，单价1000学分，剩余576。生命之树叶片异彩神话，单价400贡献，剩余15。生命之水传说，单价3000学分，剩余999加。月灵古树枝干史诗，单价30学分，剩余99999加。磨难树妖果实史诗，单价50学分，剩余99999加。看完兑换列表，陈宇发现拥有5万学分的自己也依旧是个穷鬼，连植物生命晋升神话需要的资源都凑不出几套。算了，反正每次转职，植物生命进阶神话的资源需求都会变少，可以不用着急。这些材料之中，陈宇只是分别兑换了一份不稳定空间碎片结晶和时光沙，这两者算是常规的空间和时间属性资源，可以用来让世界树孕育时空属性的原初精灵。除此之外，就是一大批廉价的植物种子。他现在拥有的3种成规模的植物生命，1个学分就能购买5000克，几乎就等于白送。转职一阶之后，种植师又多出2种常用植物，分别是寄生蒲公英和巨能葵花。这2种植物被分类为一阶植物，成熟之后基础等级就是51级。寻常种植师会大量培养高阶植物，迅速形成战力。不过对于陈宇而言，这没什么意义，因为他手下的植物只要成熟，等级就与他本人相同，根本不用花费时间精力去升级。寄生蒲公英和巨能葵花的价格比新手期3种植物生命贵一点，但也贵不到哪里去，1学分能买1000克。一共5种可以大批量种植的植物生命，全部补足2万个，才花费了50多学分。陈宇将材料列表关闭，将技能列表打开。他现在还有一个空余的技能栏位，经过一番挑选之后，选中了一个技能：传说星象之种一阶 LV1，沟通你已有的植物生命，描绘星象。星象描绘完成后，可召唤星象作战。星象主性为施法者自身属性，星号200分号，召唤星象无冷却时间和数量限制，但星象在场会持续消耗生机。注：星象没有自我作战能力，需施法者控制。这个技能书消耗了500点贡献值，外加2W 积分。对于其他种植师来说可能不值得，因为他们手中没有足够的高品质植物，这么多学分和贡献对应的资源都能培养出一批新的战力了。但在陈宇手中绝对能够发光发热，谁让他手下的高品质这植物生命多呢？片刻之后，房间门被敲响，陈宇打开门，门外是一名神色莫名的校工。有事吗？陈宇问道。是陈宇同学吧？这是你购买的种子。校工凭空取出10多个麻袋放在陈宇面前。由于你购买的数量过大，如果出现大量损坏的情况，可以找物资处反映。谢谢。陈宇将种子收起。不客气。校工点了点头，退出房间，将门关好。校工走后，陈宇神色怪异的回头看向林秀和。林姐，腾龙大学的物资还有人工配送的？当然了。林秀和白了陈宇一眼。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直接传送的吗？只有高价值物品才会直接传送到面前，购买低价值物品都是使用人工配送的。对了，林秀和欲言又止。怎么？没什么。林秀和摇了摇头。
他本想问问陈宇买这么多种子做什么，但是一想起陈宇在排名赛副本之中曾经召唤过数千个传说级植物生命，他便隐隐有种疯狂的猜测，或者说心中已经确定，所以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自己老老实实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某些危险的东西还是不要去沾边的好。陈宇这个人现在已经和帝国最高密令挂钩了，别说他一个小小的8阶职业者，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半神来了，只要碰了不该碰的，也一样要倒霉。在兑换处进行了一波大采购之后，林秀和将陈宇3人带到了腾龙大学宿舍区。腾龙大学的宿舍分为2种，一种是录取自高考排名赛前500名，住风景优美的独栋别墅，别墅中有独立的技能练习室，每天配备高品质食物，出行配备交通工具和司机，生活上还有女仆职业者照料。另一种则是各个省的特招名额，住拥挤的6人间，除了一张床之外啥都没有。想要更好的条件也没问题，直接向住别墅的人挑战就行。当然，挑战者也不能空手套白狼，发起挑战需要支付学分。新生入学第1年只能新生挑战新生，1年之后只要是同阶，并且等级相差不超过10级，就能进行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腾龙大学的导师也住在别墅区，并且也可以被挑战。陈宇、苏淼月、陆萍萍3人的小院相邻，形成一个品字。刷徽章回到自己的宿舍之后，陈宇也顾不得欣赏宿舍的豪华内景，直接将卧室关起来，进入了无上圣土。然后第一时间走到世界树下，将刚刚购买的一份不稳定空间碎片结晶和时光沙喂给世界树。世界树，告诉我，孕育空间和时间属性原初精灵分别需要多少这种材料？世界树迅速将2种材料样本吸收。片刻之后，陈宇收到世界树的回答：空间系526个，时间系112个，全部买下需要17W 学分。对于他来说，积分数字达到这个程度不算太难。集美们，起来干活了！陈宇将装种子的麻袋扔到传说级植物生命们中间，让他们帮忙播种。传说级植物生命们卷起种子，开始一声不响的默默劳作。而陈宇则是来到世界树下，伸手扶住世界树的主干，准备开启星象之种，描绘世界树星象。然而下一秒，陈宇感觉手中一空，一道白色光门浮现在世界树的枝干上，紧接着一股强悍的拉力将陈宇整个人都拉了进去。还没等陈宇反应过来，就被某种东西蒙蔽了双眼。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应该是萝莉形态的世界树在作怪，仗着体型小、灵活多变，走位异常凶猛，直接起脸输出。不过在世界树内部，无论他接触什么都是能够获得好处的。果然，一股磅礴的生机能量融入体内，迅速补充着他的消耗。片刻后，他感觉压迫感变得更强了，似乎是重压他的东西变大了很多，体力与精神力的消耗开始渐渐加快。时间过去大约1个小时，生机属性补满。在将代价交付给世界树之后，陈宇赶紧溜走，不然恐怕这一晚上时间都会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从世界树的内部空间离开之后，陈宇继续之前未完成的事业，星象之种展开。陈宇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之内出现了一片空白的空间，而在空白空间之外，则是被感知到的世界树形象，始于无上圣土，在虚空中蔓延纵横，无穷无尽。凭借着与世界树之间的紧密关联，世界树的虚影很快便被拓印在空白空间之内。随后，陈宇睁开双眼，从世界树旁边离开，在圣土边缘寻找了一片没有花花草草的空地。先试试威力，星象之种。陈宇身后，一根巨大的枝条虚影浮现出来，猛然灌入圣土之外的无尽虚空。虚空之中顿时掀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紧接着散落下无数沙粒一般的碎片。碎片迅速变小，然后化为一股沙粒风暴，向着选出席卷而去，竟然能引起一道虚空风暴，好强的威力！陈宇双眼一亮。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世界树特性造成的结果，并不是他有足够的力量去粉碎虚空。不过，他一个1阶职业者，凭借传说技能打出这种恐怖的伤害，已经离谱到家了，好吗？陈宇二话没说，赶紧将整个圣土之中的植物生命全部都拓印在星象世界之中。5000个传说级妖灵没有全部拓印下来，但也每种都留有数十个影像。学完技能，做好准备工作，陈宇拿出来刚兑换的1阶潜能试炼石板，选择了使用。提示：你开启了潜能试炼1阶。提示：请选择潜能试炼难度：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深渊。深渊与我有缘，就选择深渊吧。陈宇不假思索地说道。提示：你选择深渊了难度，请确认选择或修改难度。确认。提示：请再次确认或修改难度。确认。提示：难度选择完成，试炼开始。下一刻，陈宇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时间缓缓流逝，等到醒来之时，陈宇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片无尽黑暗的寂寥空间之中。随后，一股牵引拉扯的力量袭来，竟然将他的一部分灵魂意识拉出了身体。什么鬼？陈宇眉头一皱，一片嫣红的彼岸花虚影盛开在他的身后，来自于至高英明的力量，瞬间将躁动的灵魂镇压。不过，陈宇没有趁机收回自己的另一部分灵魂意志，而是顺其自然。他想要看看这股力量来自于哪里，想要将它带到什么地方。这一部分被割裂的灵魂意识在黑暗空间之中飘荡许久，最终投入了一丝微微透光的缝隙之中。紧接着，一具虚幻的身体瞬间形成，而陈宇的一部分灵魂意志则是灌入其中，操控了这具身体，控制着虚假身躯睁开双眼。陈宇发现自己脚下是一条蜿蜒的石板路，暗灰色的石板边缘残留着些许干枯的青苔，石板上还有一些水滴状的黑色痕迹残留，不知道是干渴的血迹，又或是其他。道路两旁是一片充满枯枝败叶、飘散着浓厚腐败气味的林地，
稀疏的树木之间，隐约可见一具具残缺的人类尸骸。向前方眺望，隐约可见远处有一座炊烟袅袅的小镇。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将落叶卷起，吹到陈宇虚假身躯的上空。无数干枯的落叶突然燃起怪异的蓝白色火焰，枯叶瞬间化为灰烬。突然之间，风停了，黑色的灰烬落在地上，形成了一行行规整的文字：试炼任务，拯救神圣的堕落者悲歌。任务难度：深渊。任务内容：保护圣女，确保其生命安全。还没等陈宇细看，又是一股狂风吹来，将黑色灰烬遗留的痕迹吹散。陈宇停留了几分钟，发现没有任何提示再次出现，意思是要让我去完成这个没头没尾的任务。任务的内容只有一个：保护圣女的生命安全。圣女是谁？圣女在哪？要保护到什么时候？统统都没有提示，需要试炼者自己去探寻。陈宇检视了一下自己的虚假身躯，在试炼之中，属性面板无法打开，但是虚假身躯的信息还是能够根据残留在脑海中的信息大致判断出来。等级为150级出头，四维属性平均只有1500点，其中力量和精神最高达到了2000点，体质和敏捷则只有1000点。职业属性是胜利，一共有200点，但此时只剩下100点。一共拥有5个技能，一个治疗，2个伤害，一个防御，一个辅助，都是神圣系。这属性估计挨不住自己本体的一巴掌。他现在的状态相当于是在玩一款全息虚拟游戏，操控游戏人物行动。陈宇的本体在黑暗空间之中进行尝试感知，黑暗空间中距离感非常微弱，他甚至感觉自己与虚拟身躯近在咫尺。只要摆脱那股束缚力量，他就能凭借灵魂联系降临到虚拟身躯所在之处，将虚拟身躯顶替。今天3更，继续求小礼物。另外说一下，番茄把作家助手的互动看屏功能关掉了，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逆天评论太多，让很多作者到心不稳的缘故。试炼任务场景中，陈宇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备，身上穿着有些破旧的白色教士长袍，长袍内还有着一件贴身锁子甲，腰间还悬着一把1米多长的十字剑。这属性技能以及装备身份应该是个魔武双修的圣骑士。职能上进攻和辅助对半开，但更加偏向于治疗辅助。了解自身情况后，陈宇没有原地等待真身破除束缚降临，而是沿着石板路向小镇的方向前进。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圣女，如果不知道圣女在什么地方，又谈何保护？要是因为他行动太晚而导致圣女挂掉，那就太过扯淡了。青石道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唯有前方那座小镇像是个有人烟的地方，只能先前往小镇打探消息，了解一下情况。虚拟身躯无法沟通无上圣土，召唤植物生命充当交通工具。好在敏捷和体质都超过了1000，赶路速度不慢，耐力也足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陈于小镇外面停下，没有贸然进入。小镇之中充满了杂乱的深渊气息，大部分居民都有着明显的恶魔化特征。陈宇和深渊大老板是好朋友，但深渊恶魔以及被深渊污染的堕落者这种底层员工不吃这一套。他这具虚拟身躯主修神圣系力量，和深渊是敌对关系。只要他敢大摇大摆地走进小镇，这些重度深渊化的小镇居民绝对会第一时间冲上来，将他撕成碎片。该怎么办？陈宇思考了片刻，如果是本体，那么他会直接亮出深渊魔力，到时候大家都是深渊那边的亲戚朋友，想来这些土著也不会为难他。还是先抓个舌头，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再做打算。陈宇在小镇边缘游弋着，寻找落单的小镇居民。不久之后，他在小镇外的农田中发现了一名正在劳作的堕落者。堕落者的深渊化程度很高，双臂已经化为了恶魔皮肤一般的赤红色，体内散发的深渊魔力气息，数据化计算的话，至少有70-80点，等级估计有100级出头，也就是刚刚2转的实力。这片农田距离小镇很远，四周也没有其他人存在，就算闹出一些动静，想必也不会被人察觉，引起后续麻烦。走，宝啊，咱们深渊方面的员工福利有待提高啊！看看这位老伯都是咱们的忠实信徒了，居然还过得如此艰辛，这么大年纪还要靠种地维持生活。陈宇一边在心中感叹，一边缓缓靠近正在种地的堕落者。不过当他接近堕落者10米范围之内的时候，才发现他并不是在常规意义上的种地，田地之中的植物有些像稻谷，但细看之下却又不是，这是一种蕴含些许深渊魔力的植物。农夫身边摆放着10多具人类残骸，他面庞扭曲，表情狰狞，手上的动作却一丝不苟，将尸体砍成整齐的碎块，然后挖开泥土，将尸块埋在奇怪作物旁边。堕落者全身都沾满了血肉残渣，其形象与动作简直与恐怖片经典镜头不谋而合，浓烈的血腥味和腐臭味飘出老远，隔着10米都让陈宇感到生理不适。四面八方充斥的深渊气息也让这具主修神圣系的虚拟躯体感觉十分不爽。一击解决！陈宇锵的一声抽出腰间的十字剑，向前一个助跑，一跃而起，冲向堕落者。谁？堕落者听到动静猛然回头，圣苗术！半空中，陈宇快速扔出一道治疗法术，治疗法术落在堕落者身上，如同炽热的火焰一般，灼烧着他那已经半恶魔化的身躯。堕落者顿时惨叫一声，捂着脑袋倒在地上。陈宇从空中落下，十字剑挥舞，砍掉了堕落者的双臂。啊吼！堕落者充满血丝的双目圆睁着，发出野兽般的痛苦嘶吼声。陈宇直接抓了一大把稻草塞进他口中，然后一脚踩住他的脑袋。几分钟之后，堕落者不再吼叫，挣扎的力度也逐渐变小，才将他放开。我提问，你回答。陈宇冷声说道：听得懂我说的话吗？神圣力量，你是圣职者。堕落者吐出口中的稻草，突然对着陈宇露出诡异的笑容。唰！陈宇一剑削掉了堕落者的半截小腿。我提问，你回答。我不想再说一遍。暗紫色的鲜血喷溅而出，伴随着浓烈的铁腥与淡淡的硫磺味。
显然，这人已经快要彻底化为深渊恶魔了。哈哈哈哈！呼，圣职者，你给予我的痛苦必将受到100倍报偿。堕落者疯狂的大笑。唰，陈宇再次一剑削掉堕落者的一截小腿，冷声说道：“每一次，只要你答非所问，我都会砍掉你的一截身躯。考虑清楚再说话。”呵呵，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也知道你想找什么。堕落者裂开嘴，露出更加癫狂的笑意。你的同伴将会被献祭给伟大的魔神，圣职者的灵魂将是最美味的祭品。你必将……唰，陈宇直接一剑砍掉了堕落者的脑袋。早说不就完了吗？偏要东拉西扯，还一副神经病的样子。难怪你待遇不好，咱深渊的名声就是被你这样的蛀虫给毁了。堕落者农夫的已经表述的足够清楚，有一名圣职者被抓住了，即将献祭给深渊魔神。这荒山野岭的，哪来这么多圣职者？那个被抓住的十有9.9就是任务目标，他的试炼任务是保护，又不是找人，所以圣女根本不可能躲在某个偏僻的山洞里睡大觉，不然任务名称应该是躲猫猫，而不是拯救神圣的堕落者悲歌。他一个刚3阶的小圣职者，要面对小镇中一大群2阶、3阶乃至4阶的小怪，甚至可能有精英和 BOSS， 还要保护圣女不被干掉，这难度的确对得起深渊这2个字。现在的问题是，我这个虚拟人物是个神圣系，在深渊系小镇里像个电灯泡一样，目标实在太大，根本不可能成功找到并且营救目标。如果是深渊系的话，想必会有机会。等等，深渊系，陈宇突然想起试炼任务的名称，拯救神圣的堕落者悲歌。这标题莫非是一种提示？拯救神圣，圣女算不算神圣？那肯定算啊。拯救神圣的是谁？堕落者。现在执行任务的是谁？是他陈宇。所以这个堕落者，陈宇立即在脑海中构筑故事的大概框架。圣女被抓到了恶魔小镇，即将成为祭品。一位圣职者赶到，发现了圣女，但因为力量太弱，无法与整个小镇的堕落者对抗。为了拯救圣女，不惜将自身堕落，坠入深渊，只为贯彻心中的信仰。当然，最后就算救出了圣女，自己的下场肯定也不是太好，大概摔在逃跑的路上，为圣女挡枪变成炮灰。就算回到圣堂势力，也会非常凄惨。堕落者就是堕落者，心中信仰再坚定又如何？向往光明又如何？无瑕的圣洁不会允许堕落者肮脏的身躯存在，所以剧本的完美结局应该是堕落者成功救出圣女，并且护送圣女回到神圣势力之中，然后因为无法容忍自己的堕落而黯然离去或者自我了结，甚至被自己所信仰的圣堂处决。这不就完美契合了任务名称拯救神圣的堕落者悲歌吗？契合个毛线！不好意思，身为无上大罗，本作不接受别人安排的剧本。悲情不存在的。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玩家都是不看剧情的，只为得到更多的奖励而奋斗。亮出血条的存在，就算是创世神也得报金币。试炼任务基本需求是保证圣女不死，至于其他的并没有做出硬性规定。按照陈宇的副本经验，杀怪是一定能提升任务评价的，只要方法得当，不止深渊怪物能报金币，圣堂怪物也能。虽说不想按照剧本的方向走，但剧本提供的思路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除了伪装成深渊阵营，他现在还真就没什么其他办法去营救圣女。深渊对于其他阵营生物的侵蚀，是以深渊魔力的强势顽固和感染性来逐步完成非深渊生物的深渊化。深渊魔力来源的话，这不到处都是吗？小镇周围连空气中弥散着无尽的深渊魔力，侵蚀着踏入其中的每一个生物。一个普通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改造成一个低级深渊魔物。陈宇这具虚拟身躯，如果不是圣力一直在运作，驱逐无孔不入的深渊魔力，也早就被深渊同化了。深渊魔力这种东西，想要驱逐很困难，但想要引入就太简单了。陈宇意念一动，强行控制体内圣力放弃抵抗，活跃度极高的深渊魔力开始源源不断地侵染他的躯体。这地方简直就是个风水宝地。陈宇感觉他真正的躯体降临之后，大概很快就可以将深渊魔力全部布满。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虚拟躯体已经进入了半深渊化的状态，积蓄了超过10个单位的低品质深渊魔力，身体的外表也已经有了些许深渊恶魔象征。陈宇尝试了一下再次使用圣力，圣力被释放，经过被深渊化的躯体时，立即产生了一种被烈火灼烧的疼痛感。这种情况与本体不同，陈宇的本体是掌控深渊魔力，仅仅将其当做一种职业属性来使用。虚拟躯体这边则是完全被改造成深渊物种，与拥抱深渊改造植物生命类似。这种低级改造显然无法和神话技能媲美。改造后，它的属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一些，陷入了虚弱状态。思维属性大概下降了20%左右。不过这并不影响任务进度，这具虚拟身躯的使命很快就要完成了。它的本体大概再过几个小时就能破除黑暗空间的束缚，降临这个世界。陈宇调动深渊魔力，小心翼翼地将圣力隐藏起来，再次向着小镇进发。越是靠近小镇，堕落者就越多。在小镇外围的一条黄土道路上，陈宇和一头堕落者迎面而行。堕落者多看了陈宇一眼，但是直到两者擦身而过，都没有其他反应。因为深渊魔力的改造，对方已经将他当成了同类。如此一来，他在小镇中仅仅是属于外乡人，而非死敌，应该是成功了。陈宇提高警惕，缓缓步入小镇之中。果然，进入小镇之后，小镇上的堕落者并没有过多的在意他。整个小镇只有一条主街道，从镇头通到镇卫。中间的位置有着一个大概占地5-6亩的圆形广场，广场中间竖着一座恶魔雕像，源源不断的有小镇居民来到恶魔雕像面前跪拜祈祷。除此之外，堕落者们似乎延续了身为纯正人类时的生活习惯。整个小镇秩序井然，
少有出现混乱的场面。正当陈宇注视着恶魔雕像的时候，身侧响起一个沙哑到如同两块岩石互相摩擦般的声音：“嘿嘿，外来者。”一名堕落者走到陈宇身边，对着陈宇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你看起来很虚弱，需要补充力量。你的眼睛欺骗了你，我并不虚弱，打碎你脑袋只需要一拳。”陈宇推开堕落者，恶狠狠盯着堕落者，捏起了拳头。他虽然虚弱，好歹也是个3阶，一个区2阶堕落者，难道还想来趁火打劫不成？如果你不信，可以过来试试。嘿，伙计，别冲动，我没有恶意。堕落者连忙摆手：“我这里有能够帮助你的好东西，你绝对会需要，能帮助我解除虚弱状态。”陈宇眉毛一挑：“没错。”堕落者笑起来，嘴角差点咧到了耳根，能把小孩子都吓哭。实际上，这并不是深渊化让他变得这么丑，而是他本来就长这样。你的剑还很新，应该是个刚刚堕落的圣职者。不用担心，圣职者堕落之后都有一段虚弱期，你们需要尽快的融入深渊。只要度过适应期，你很快就会实力暴涨。堕落者带着陈宇来到街面上一家店铺中，指了指店铺的墙角，在那里有着几名打扮与陈宇差不多的人类尸体，这是一些顽固的圣职者试图闯进镇子，很可惜他们没有成功，还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可以低价把这些尸体卖给你，无论你是自己吃掉，还是在明天的献祭仪式上献祭给魔神，都能让你快速迈过虚弱期。明天有献祭仪式？陈宇立即追问。之前被他杀掉的堕落者说过，小镇活捉了一名圣职者，并且会将其活祭给深渊魔神。萨克姆，你又在到处骗人了。这时候，又一名堕落者走进店铺。你真是可笑啊，总是用一些破烂的装备套在普通尸体身上，伪装圣职者尸体。克里托，这里不欢迎你。萨克姆面色一沉，冷声说道：“哈哈，我说过，你不把骗我的钱还我，你就别想再做这门生意。”克里托仰头大笑。萨克姆顿时面色铁青，浑身深渊魔力涌动，露出狰狞之色。克里托一脸冷笑，不以为意。陈宇在一旁吃瓜看戏。这两人都是2阶的堕落者，和之前杀掉的农夫差不多，打起来也不知道哪个会率先阵亡。结果让陈宇失望，两人针锋相对，但尚且克制，并没有动手，似乎都有顾忌。几分钟之后，搅黄了一桩生意的克利托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而萨克姆则是一言不发，从一具尸体上扯下一根手臂，开始咀嚼。深渊化之后，这种血肉横飞的场景没有再让陈宇产生生理反应，但心理上仍然感觉不适。蓝星世界并不是没有堕落者，苦痛教会之中，除了正常拥有深渊魔力的职业者之外，就有一批被深渊魔力腐蚀的堕落者。但堕落者也是人，除了少数本就心理变态的存在，根本不会有人做出这种行为。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吃完一条手臂之后，萨克姆面无表情地看向陈宇。我刚刚到这里，对这里不是很熟悉，如果你愿意为我介绍一下，我可以支付报酬。陈宇说道。这件装备应该值不少钱吧？陈宇直接将自己的十字剑丢了过去。可以吗？当然可以。萨克姆接过十字剑，连连点头。那么，先说说明天的献祭仪式吧。陈宇说道。好，好。萨克姆将十字剑收了起来，眉开眼笑地说道。明天的献祭仪式是莫纳拉克大人主持的献祭仪式，主祭品是一名活着的圣职者，似乎职位还很高。询问完情报之后，陈宇几乎可以确定，对方抓住的圣职者就是圣女本尊。献祭仪式将会在小镇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每一个小镇居民都可以参加，并且进行献祭，祈求魔神的赏赐。最佳祭品自然是堕落者们的死对头圣职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尸体，都能得到魔神的关注，实力大增。当然，活着的圣职者更有价值，并且职位越高，获得的赏赐越多。小镇居民暂时还不知道他们抓住的圣职者是圣女，只是抓住他的时候，他身边有很多护卫，所以猜测他是个重要人物。至于莫纳拉克是小镇的镇长，一个强势人物，制定了堕落者小镇的规则。之前两个堕落者发生冲突却没有打起来，就是因为莫纳拉克规定小镇上不允许随意打斗。莫纳拉克是什么实力，能够让镇上所有人都不敢反抗？陈宇继续问道。堕落者和深渊恶魔是一家人，深渊恶魔可是邪恶混乱的品牌代言人，怎么可能自觉地遵守过所谓的秩序？能让深渊恶魔守序的只有强大的实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听说莫纳拉克大人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深渊恶魔，至少是4阶以上。谢谢解答。陈宇笑着点了点头，这些对我帮助很大。不用客气，我的好朋友。萨克姆也笑道。那么我能再拜托你一件事情吗？陈宇一只手搭在堕落者的肩膀上。当然可以。萨克姆神色一喜，说吧，什么事？这名刚刚堕落的圣职者出手非常大方，那把剑的价值非常可观，至少能卖好几10个深渊魔力结晶。萨克姆很喜欢和这样的人做生意。那就拜托你。陈宇的笑容越发浓郁，另一只手也搭在了堕落者的肩上。帮我去向深渊魔神问个好吧。向深渊魔神问好。萨克姆微微一愣，我有那么大面子，还在这里开杂货铺？如果是开玩笑，那也不能随意提起伟大的深渊魔神吧？嘿，朋友，这种玩笑并不好笑。萨克姆面色微微严肃。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抱歉，我是认真的。陈宇一只手扶住堕落者的肩膀，另一只手则攀上了他的脑袋，然后狠狠一拧。咔嚓，超过2000点力量的爆发，让堕落者的颈椎瞬间断裂。小店开在街面上，但因为老板人缘不好的缘故，没什么人光顾。再加上两人位置处于店铺内侧，所以根本没人发现这名堕落者的死亡。陈宇将尸体扔在角落，在店铺内翻找。杂货店不大，贩卖的都是一些普通物品，除了属于他自己的十字剑，只找到了10几颗劣质的深渊魔力结晶。另外，顺手拿了2件外衣，以及一些看起来可能有用的小物件。搜寻完可用物资之后，陈宇走出杂货店，将店门关闭。
正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陈宇向声源的方向望去，几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沿着小镇中间的道路驶来，拉车的马匹高大神俊，双眼一片血红，马蹄声十分沉重。宽大的马车车厢上搭着黑布，将堆得很高的货物盖住。不一会儿，车队来到了镇中心的圆形广场旁边，道路两旁的小镇居民立即围了上去。赶车的堕落者一把将黑布扯开，露出其中的货物，那是密密麻麻叠在一起的普通人类，全部是昏迷状态。此时，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深渊魔力侵染，开始有了些许深渊化的特征。我要那个最强壮的！一名满脸皱褶的老年堕落者向着一名赶车人丢出一颗深渊魔力结晶，贪婪地指了指马车边沿一名体型壮硕的男子。这一点不够，赶车人嫌弃地说道：“这可是一个异界巅峰的战士，最多只能给你一半。”一半？好吧，一半就一半。老者悻悻道。赶车人点了点头，抓着壮硕男子的双脚将其提了起来，然后向着两边猛然一拉，哗啦，鲜血喷溅，壮硕男子直接被撕成两片。拿去！赶车人将其中一半扔给老者，老者抓住那半边尸体，当场就扑在上面，开始疯狂啃食。血腥味顿时刺激了四周的堕落者们。我要那个小孩，快给我！这是钱。那个女人，对，中间那个，不是那个，右边一个。嘈杂的声音将马车上的人惊醒，身边的血腥场景让他们发出惊恐的尖叫。但是交易并没有因为此而停止，这些货物的苏醒似乎加剧了堕落者们的兴奋。有些堕落者甚至专门挑选清醒的鲜活货物，然后一口一口缓缓撕扯他们的血肉。尖叫、哭喊、哀嚎、兴奋的狂笑、愤怒的叫骂，让安静的小镇变得无比喧嚣。鲜血、残肢、破碎的内脏，表情狰狞，啃食着活人的堕落者组成一副诡异血腥的地狱绘卷。操！陈宇顿感不适，不知道是不是他对深渊有误解，还是这个世界接触的深渊与蓝星根本不是同一个。试炼任务世界的堕落者，其野蛮、疯狂、血腥，估计连蓝星世界的恶魔见了都要掉泪。暗骂一声好奇心害死大罗神仙，赶紧离开了现场，向着莫纳拉克住所的位置赶去。或许是因为大部分小镇居民都去参加镇子中心的那一场血腥盛宴，街道上的堕落者变得十分稀少。镇长莫纳拉克的家在靠近小镇边缘的位置，按照萨克姆提供的路线前进。在接近小镇出口的位置，高大针叶树旁边，陈宇看到了一条笔直的小路，小路大约有200-300米长，尽头是一座宽敞的小院，长宽都有接近50米，青石堆砌的院墙十分整洁，里面还有着3座2层的小楼。比起小镇中其他歪歪斜斜、奇形怪状的补丁建筑，这座小院算得上精美绝伦。这便是莫纳拉克的住所，也是圣职者被关押的地方。陈宇并没有走进这条小路，而是从其他房屋的缝隙间绕行，来到小院的侧后方，远离那几栋小楼的位置，然后纵身一跃，爬上院墙，露头观察。小院之中竖着数十根低矮的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拴着数条铁链，每一条铁链的另一头都套在一名堕落者的脖子上。这些堕落者面目痴呆，气息如同风中残烛，大部分都有身体残疾。距离这些被束缚的堕落者不远处，还竖着几个十字架，几个堕落者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个十字架前都有一名行动自由、身体壮硕的堕落者，手持刑具，肆意的鞭打虐待。受刑的堕落者奄奄一息，连惨叫声都已经无法发出。陈宇没有在意这些堕落者，而是将目光投向小院更靠近中间点的位置，那里竖着一个更高的木质十字架，5名手持武器的堕落者正在严密的看守。一名看起来7、8岁左右的小女孩被绑在十字架中间，小女孩穿着修女服，双手平伸，手心扎着一根手指粗的铁钉，她的脚上没有穿鞋，双脚大脚趾和第2个脚趾缝隙的后面也被钉着铁钉。女孩没有昏睡，却也没有哭闹，神色平静，如同无风的湖面。终于找到了，不容易啊！小女孩穿着圣职者服饰，身上没有深渊气息，不是堕落者，还被看守得如此严密，必然是她这次任务的保护目标，无疑了。该怎么救她出来呢？陈宇陷入思考。不说至少200级的镇长，里面看守小女孩的5个堕落者全部都是3阶，而且应该是精英怪，任何一个守卫的实力强度都与他自己这具虚拟身躯相当，甚至因为他处于虚弱期的缘故，很可能一个都打不过。强闯显然是不现实的。明天圣女就要被拿去祭天，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混进镇长家，并且取得信任，单独看守小女孩。实际上，救走小女孩这一步是最简单的。整个任务的难处在于救走圣女之后，如何逃避堕落者的追杀，并将小女孩护送到家。然而，最简单的第一步，陈宇现在都没有丝毫头绪。按理说，这种任务既然设置出来，就有通关的概率，不可能是100%死局。任务内的自身实力的固定的，考验的是破局思维、解题智慧与临场应变能力。小女孩被送往祭祀仪式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唯一有营救成功可能性的时间段。当小女孩被送出这间小院，出现在街道上，直到被献祭掉，一定会被大部分小镇堕落者密切关注。一个区3阶堕落圣职者，自然不可能对抗数千个至少都是2阶强度的堕落者。圣女被截获，行动的应该不止我一个圣职者。之前那个堕落者农夫以及杂货店老板都说过，有其他圣职者试图闯入小镇，不过都没有成功。圣女要明天才会被献祭，那么这段时间内应该都是安全状态。我是否可以先离开小镇，寻找一些圣职者当炮灰？嗨嗨，援军！又或者，陈宇看向小院中那些被铁链束缚的堕落者，堕落者之间并非大家相亲相爱一家人。之前在小镇中心，几个马车上的人都已经初步深渊化，却依旧被贩卖、杀害、啃食。小院里这些受苦受难的，全是已经完全深渊化的2阶实力堕落者。这些堕落者可能并非小镇居民，至少和镇长是有矛盾的。找机会释放他们，把水搅浑，坐山观虎斗，
时机合适的时候再抱起发难，出手救走圣女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是这两种营救方式风险都很大，找援军没找到的话，就是浪费了时间，直接导致圣女祭天，任务失败。释放囚犯能引起混乱，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在混乱中保护圣女的安全，一个不小心，圣女就得提前祭天，还是任务失败。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如何巧妙借势是破局关键。援军可能存在，但太过缥缈，囚犯不可控。这个小镇中除了镇长，应该还存在第二方势力，也基于献祭圣职者带来的好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他们，与他们合作，然后在合适的时机运用这些囚犯，应该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陈宇没有轻举妄动，而是离开小院，准备了解一下小镇的局势。然而还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一脸曹淡的表情。等等，我到底在做什么蠢事啊？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他突然想起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循规蹈矩的去破题，我就在这里原地等着，只要本体一降临，直接横推过去不就得了吗？借什么势？破什么题？明明是暴力流玩家，却硬要玩脑力流，魔怔了吧？处于黑暗空间中的本体，这段时间可没有闲着，那股束缚他的力量已经被挣脱的差不多了，再过不久就能获得行动自由。如果是别的职业者执行这个任务，可能在第一时间灵魂意志就会被带走，完全注意不到本体的存在，只能感受到虚拟身躯。就算本体降临，实力可能还不如这个150级的虚拟体。要以微弱的力量4两拨千斤撬动局势，小心翼翼地执行任务，必须将每一步都算计到极限。但陈宇不一样啊，本作就是要作弊，你能奈我何？我有风铃月影，可斩任务。时间缓缓流逝，黑暗空间之中，淡绿色的人形光影漂浮在陈宇的身边。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了吗？陈宇向世界树意志问道。世界树只有在树干内部才会有真实的人形，在外面依旧只能以意志体的形式出现。这里应该是时空裂隙。世界树回答，性质与无上圣土外侧的虚空类似，空间并不真实存在，时间也没有意义。主人，你身上的这股束缚力量，其首要作用是保护而非束缚。普通生物在这种环境下没有空间承载，没有时间牵引，其存在会瞬间彻底消弭。这么离谱，但现在我为啥没事？陈宇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发现与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世界树回答，似乎时间和空间，甚至物质和法则，对于主人你而言根本就没有意义。主人，你存在于世界之中，却又超脱世界之外，有一种单独的东西支撑你的存在，无法形容，难以理解。我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你回去吧。好的，主人。淡绿色光影人形消散，黑暗空间中再次只剩下陈宇一个人存在。世界树无法形容，难以理解的存在。不用多想，肯定是大罗道果。对于自身的无上级位格，除了天赋介绍中提到的部分，陈宇自身也是一知半解。就像无上圣土存在着很多功能，被动技能介绍里根本就没有说明。这些东西可以以后慢慢研究，现在得赶紧前往潜能试炼任务的世界，不然这一局要崩。等等，我该怎么进去？凭借灵魂联系，陈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本体的位置和虚拟身躯是重合的，而且不管虚拟身躯移动到哪里都是重合的。这个黑暗世界，或者说叫做时空间隙，似乎有一层薄膜将他拦在了世界之外。他本能地认为自己是可以突破这种阻隔，降临虚拟躯体所在世界的。事到临头，却又感觉无从下手，就像你原本很熟悉的一个字，提起笔来却突然忘记了怎么写。这种憋闷的感觉让人十分难受。要打破这层薄膜吗？陈宇再次呼叫了世界树，然而世界树却表示他也无能为力。世界树能够向着无尽的时空延伸，在间隙和虚空中生长是本能，但世界树无法感应陈宇的虚拟躯体到底在什么位置，虚拟躯体也无法沟通无上圣土，让世界树从那边动手。试炼任务世界中，时间一直在流逝着，已经度过夜晚，接近天明。虚拟躯体观察着小镇的动静，已经陆续有人抬着祭品前往小镇中间摆放魔神雕像的广场。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小圣女过不了多久就得爆金币，该怎么办？陈宇有些无奈，尝试以世界树心相突破阻隔，却根本就无法穿透，仿佛那边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般。难道只能让虚拟躯体那边拼一把？陈宇心有不甘。昨晚上他可以奔着自己能作弊才放弃思考的，现在告诉他，他连考场都进不了，什么鬼啊？噗呵呵呵。正在这时，一个似乎是没有忍住笑的声音传入陈宇的耳中，音质清脆，还蛮好听的。谁啊？你礼貌吗？陈宇顿时不爽地说道。本座在这里干着急，你在旁边看笑话。不过随即他就反应过来，这里是什么地方？时空间隙，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法则，谁能在这里笑？还笑出来让他听见。正在这时，又是一个声音响起，不过比起刚才的笑声，这一次的声音十分严肃，如同洪钟大吕一般，振聋发聩。大罗者，法随意出，意随心走，心随欲动，欲随念起，一念则世界生，一念而诸天灭，万般宇宙唯我独真。这道声音在陈宇脑海中久久回荡。陡然间，陈宇仿佛明悟了什么，某些根本解释不清，但本就该属于自己的力量被引动了。原来是这样啊！陈宇伸出手指，轻轻一点，一道波纹从指尖荡漾开来。下一刻，陈宇的身形从黑暗空间之中消失。潜能试炼世界，虚拟躯体略微模糊了一下，随后变得真实起来。真的过来了！陈宇抓握了一下自己的双手，在他降临的这一瞬间，虚拟身躯便已经消失了，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般。灵魂意志也重新恢复如初。
黑暗空间中的那两个声音来自何方，他无从知晓，但他可以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是一类人。他们没有现身，似乎只是恰好看到他遇到了困难，提示他该如何解决。降临试炼任务世界，陈宇尝试沟通无上圣土，准备召唤自己的植物军团，灭了这些堕落者，把圣女弄到手再说。然而下一刻却发现他的植物生命军团根本就没办法降临过来。被召唤之后，植物生命出现的位置不是潜能试炼任务世界，而是那片时空裂隙，就连世界树和往生路都无法穿透时间裂隙达到这边的世界，唯有通过与陈宇的联系传导一些微弱的力量。属性，陈宇呼出属性面板，属性面板的信息方框就像是信号不好的电视一样不断闪动，时不时还爆出一团马赛克或者乱码。过了十几秒钟之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即使已经不再闪烁，整个属性面板依旧处于虚幻透明的状态，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一般。好在依旧可以正常查看使用，通过属性面板可以看得出他此时的状态与自我感知的一样，非常正常。因为环境适宜的缘故，之前被消耗掉的深渊魔力正在渐渐恢复。唯一的问题在于他降临这个世界无法携带任何外界物品，一切不属于这个世界东西都会被时空裂隙阻隔，仿佛这个世界被什么东西锁定了一样，不能与外界产生任何交流。他自己能进来都是因为用大罗道果耍赖的缘故。除此之外，陈宇的一张大底牌也被直接冻结了，深渊的眷恋此时显示为不可用状态。陈宇忍不住吐槽：宝啊，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说好的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救我于水火的吗？怎么就不管用了呢？这个潜能试炼任务陈宇作弊成功了，但又似乎没有成功。好在之前学习了星象这种技能，凭借各种植物生命的星象，他自身的实力也不弱。转职后升到70级，还有800个自由属性点没有分配，直接平均分配到4大属性上。高考前在江阳市刷副本，还剩下的21个技能点全部用来加点星象这种技能。新手级别的传说品质技能每升1级需要5个技能点，一阶传说技能升级需要的技能点翻了1倍，变成了10个。20个技能点将星象之种提升到 LV3， 星象的属性倍率从 200% 提升到了 300%。陈宇的虚拟身躯在镇长家的小院旁边守候的一夜，真身降临时天色已经渐亮。小院中的十字架上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上一批堕落者受刑，痛苦哀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小圣女依旧保持着清醒，但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甚至没有挣扎。失血过多导致她的皮肤非常苍白，修女服上浸染的血迹不知是源自她自己又或是他人。该动手了。陈宇脚尖轻点，越过院墙落在小院内。小院里没有任何阻挡物，正在巡视的堕落者立即发现了陈宇。为首的堕落者是一只3阶怪物，身上的恶魔特征十分明显，头顶已经长出了一对长短不一的犄角，浑身的皮肤泛着暗红色。由于没有探查技能，具体等级不明。有入侵者，抓住他！几名巡视者向着陈宇冲了过来。可笑我一个种植师也有亲自动手砍人的一天。陈宇十分的不爽的抽出十字剑，侧身躲过巡视者头领的攻击，然后蛮横的一剑劈出，唰！巡视者首领当即被砍成2截。即便没有装备加成，陈宇的属性依旧要高于这只巡视者首领1大截。陈宇的职业是种植师，对方是深渊化的农民，技能和技巧上半斤8两。其余几个巡视者和首领的属性相差不大，应该都是150级出头的普通怪，几秒钟时间就被全部砍死。难崩！陈宇嫌恶地甩了甩十字剑上的鲜血，几具尸体上飘出淡淡的猩红色深渊魔力，融入陈宇体内。巡视者只是最低级的小怪。小院中那些正在虐待俘虏的堕落者以及看守小圣女的堕落者，强度明显要高出很多。见到巡视者没有解决陈宇，几名虐待者无声无息地向陈宇围拢过来。必杀技横贯八方！陈宇轻喝一声，一跃而起，十字剑向着一名虐待者当头斩下。当然，必杀技是湖州的，这就是一发普普通通且不务正业的平 A。叮！虐待者举起一根一端带着尖钩的铁棍挡住十字剑，同一时间，其余几个虐待者的攻击也落到陈宇身上，瞬间就将陈宇的血条削掉了一小截。世界树的生命气息微微荡漾，瞬间将陈宇的血线拉满。全是3阶精英怪，而且还是战士类怪物，不是农民。陈宇赶紧后撤，他的属性欺负一下普通怪可以，遇到3阶精英怪就没辙了。3阶精英怪就算是刚刚150级，也有1500点以上的平均4维。这几个虐待者平均属性应该有2000点左右，力量和敏捷会比较突出，在动用深渊魔力的情况下，杀伤力更强。而陈宇此时没有装备加持，数值最高的体质也才3500点。虽说他的深渊魔力上限比这些堕落者高出好几个档次，但他并没有研究过运用手段，只是当作拥抱深渊的附带属性。双方皇城 PK， 估计连一个堕落者都打不过。几名虐待者见陈宇逃离，立即举着手中的刑具追了上来。本来还想省着点用的，陈宇摇了摇头，扬起手中的十字剑，必杀技百步飞剑。几名堕落者一愣，立即警惕地看向陈宇手中的十字剑。然而在下一个瞬间，陈宇身后浮现出一道3米高的少女虚影。少女虚影抬起手，五指化作5根青绿色带有尖刺藤条，向着几名虐待者抽打下来。砰！几名虐待者来不及反应，直接被砸成一地烂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宇操控着星象荆棘妖灵，收拾完几个虐待者，立即向着小院中间的十字架冲了过去。看守十字架的堕落者本来还饶有兴致地观赏着陈宇和虐待者的战斗，结果突然之间，好好的虐待者这就这么没了。紧接着，他们自己也没了。这几个看守着和虐待者实力相仿，在星象荆棘妖灵手中也撑不过一招。解决掉守卫，陈宇来到十字架跟前。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向陈宇，陈宇也抬起头看向小女孩。小女孩散乱的黑发之下，
有着一双如深邃如星空般的美丽双眼，平静波澜不惊，却又似乎蕴含着无尽的炽热，随时都会爆发出直击灵魂的力量。漂亮的眼睛，陈宇暗自评价，他见过的美人多不胜数。且不论前世的网络滤镜美女以及今生的职业者美女，就说无上圣土中的生物，只要是人形，就必然是标准的美人。无论是与他关系密切、可罗可遇的世界树，还是植物生命，乃至原初精灵们，都足以配得上倾国倾城这个词语。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名女性有着如此灵韵、震撼人心的双眼。大概他在很久之后都会记得这个小女孩，或者说记得她的双眼。可惜这个副本之中的人物不能带走，无上圣土可以带出副本里的人物，迪利亚就是最好的证明。试炼任务世界之中，连植物生命都无法召唤出来，自然也不能将东西存放进去，这就断绝了陈宇从副本中抢人的想法。你，小女孩突然露出一抹一闪而逝的惊讶，随即微微皱眉，然后恢复了平静，问道：你是什么人？救你的人。陈宇微微一笑，谢谢。小女孩淡淡的说道：那么可以请你先把我放下来吗？似乎是察觉到了陈宇对她的欣赏，小女孩再次说道：如果你喜欢我，我允许你对我做任何事，只要我能活着，我就会好好配合你，不至于我本来就是为了救你而来。陈宇嘴角一抽，他的取向尚且正常，不可能产生任何变态想法，世界树那些奇奇怪怪的能精准抓住他 XP 的形态除外。那么拜托了。小女孩点了点头。你忍着点痛。陈宇伸手按在小女孩脚上的铁钉上，请不必担心，我对疼痛的耐受能力很强。小女孩说道，不过请注意手法，不要对我造成二次伤害，我不想失去行动能力，这样会对逃亡过程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放心，不会。陈宇抓着铁钉往外一抽，噗！随着铁钉被拔出，小女孩的脚趾缝隙也迸溅出鲜血。陈宇抬头伸出手指点在小女孩脚掌的伤口处，淡绿色的光芒萦绕，很快就止住了流血。感觉怎么样？陈宇抬头问道。非常好，谢谢。小女孩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真是个勇敢的孩子。陈宇对小女孩竖起大拇指，随后用同样的手法拔掉了其余3根铁钉，再用十字剑割断束缚她的绳索，将她抱了下来。此时已经有其他堕落者发现了陈宇，有人闯入，他在抢夺祭品，快阻止他，绝对不能让他带走祭品。10多个堕落者向着陈宇冲了过来，其中有几名堕落者还穿着精良的铠甲，手持锋利的刀刃，比之前十字架旁边的守卫明显强出一个档次。陈宇没有恋战，控制星象荆棘妖灵上前阻挡，自身抱着小女孩一跃而起，跳出小院。小镇的街道上堕落者密集，陈宇不想在他们身上消耗生机能量，于是选择从背离街道的一面逃离，走右边，这个方向前面有聚集高级堕落者的驿站。小圣女快速说道。好。陈宇当即改变了方向，沿着一条小道狂奔。有人抢夺祭品，杀了他。后方的堕落者已经追了上来，大声呼喝。小道两旁的房屋中顿时冲出几名堕落者，拦在陈宇前方。一只荆棘妖灵的虚影在陈宇身边浮现，藤鞭挥舞而下。轰！拦路的堕落者死得干脆利落，没有拖延住哪怕1秒钟时间。听见守卫的声音之后，堕落者们源源不断的聚集过来，挡在陈宇的前行的路线上。陈宇控制星象荆棘妖灵挡在身后，然后换出一根星象魔云藤，足有2人合抱粗、数百米长的藤条沿着道路砸下，直接将一路上的几10个堕落者清空。前面第2个岔路口左拐。小女孩再次说道。陈宇没有迟疑，在越过一间粗犷的青石房屋之后，拐进了另一个小巷。小巷之中只有零星的几名堕落者，看到陈宇抱着小女孩狂奔，他们只是有些惊讶，却并没有出手阻拦，反而盯着陈宇身后的追兵，有种看笑话的意思。正在这时，小女孩再次说道，大喊一声，我抢到了祭品，我要见古扎尔大人，帮我拦住莫纳拉克的人。古扎尔，在这座堕落小镇上与镇长分庭抗礼的势力首领吗？陈宇心中了然，当即在身周迸发出浓烈的深渊魔力，随后大吼，兄弟们，祭品被我抢到了，我要见古扎尔大人，想要分享魔神的恩赐，就帮我拦住莫纳拉克家的恶犬。什么？他是我们的人？古扎尔大人竟然真的派人公然抢夺祭品，终于要和莫纳拉克翻脸了吗？很好，我喜欢，呵呵呵。上！挡住他们，魔神的恩赐属于我们。小巷之中顿时涌出数十上百堕落者，向着陈宇身后的追兵悍然出手。追兵们勃然大怒，该死的，竟然真是古扎尔的人！可恶的家伙，他们是想引起战争吗？嘿嘿，早就该这样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除掉这群杂碎。没错，哈克鲁镇只需要存在一个声音，那就是莫纳拉克大人。上！杀了他们！2批双眼通红的堕落者撞在一起，展开了血腥的厮杀。如果双方都是正常人类，这一招未必管用，但堕落者本身就充满了疯狂因子，理智残余不多。在平时被压抑疯狂本性，且本就有矛盾的情况下，稍微受到挑拨，情绪便会彻底爆发。趁着这个时机，陈宇已经跑出了小巷，重新进入了小镇中的街道上。街道上的不少堕落者看见陈宇抱着小女孩狂奔，顿时脸色一变，向陈宇冲了过来。陈宇故技重施，拦住莫纳拉克的狗。祭品的恩赐属于古扎尔大人，伟大的魔神必将为我们降下恩赐。杀了他，抢回祭品。休想！恩赐属于我们。杀！去死吧！小镇瞬间变得一片混乱。别走大道，从那里穿过去。小女孩艰难地抬起手，向着街道对面一指。陈宇控制着3个星象荆棘妖灵，一只开路，2只殿后，迅速清空身边的堕落者，顺着小女孩的指引前进。一路上的堕落者全是2阶出头的弱鸡，别说阻拦，就连在陈宇面前亮相都做不到，直接被星象荆棘妖灵顺手清理干净。
不到5分钟时间，陈宇便已经突破重围，横穿小镇，逃进了小镇外的田园荒野之中。田野中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堕落者正在劳作，完全没有任何威胁。陈宇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着一片连绵的山脉，其中有一座突兀的高大山峰。陈宇当即向着山脉位置跑去，准备借助高处观察周围地势以及小镇的形势。不要去山上，小女孩语速极快地说道。山脉周围有至少118个3阶精英堕落者巡视。去哪儿？陈宇问道。镇口大道旁边的树林，那是哈克鲁镇堕落者们垃圾场，几乎没有高级堕落者巡视。小女孩答道。在林地中方便隐匿，跟着大道前进，很快就能离开哈克鲁小镇的范围。垃圾场。陈宇想起进入小镇之前所走的那条道路，两旁的堆满白骨和残骸的树林，那熏天的恶臭把通往小镇的道路都污染了很长一段，即便是恶魔也不喜欢那样的环境。好，陈宇点了点头，抱起小女孩，向着树林的方向狂奔。没过多久，便进入了那片充满腐败气息的林地之中。小镇陷入内讧，追兵没有跟上来，环境暂时安全。不得不说，小圣女指明的逃跑路线十分正确。直到现在，陈宇的升级属性依旧接近满值，基本没有遇到高烈度战斗。放我下来，你休息一会儿，恢复体力，我也需要治疗自己。小女孩对陈宇说道。这一次，陈宇没有接受小女孩的建议。你是重要人物，小镇上的堕落者肯定会到处搜索，很快就会找到这里，还是赶紧离开的好。不必担心，小女孩说道。堕落者们的情绪很难控制，尤其是低级堕落者。哈克鲁镇的堕落者首领忙着解决内乱，不分出胜负，是没有时间组织行动的。他们暂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好一点的祭品，用来换取深渊魔神的赏赐。但小镇是他们的根基，比我重要。好，陈宇脱下2件上衣铺在地上，然后将小女孩放下。谢谢。小女孩盘坐在地，双手亮起微弱的白色光芒，手掌上被铁钉穿刺的血洞在白光中一点点愈合。可惜陈宇的虚拟身躯被顶替掉了，否则凭借3阶圣职者的技能，应该能帮助到小女孩。你的胜利很微弱。陈宇皱了皱眉，足够治愈自己吗？我被抓住的时候重伤濒死，堕落者逼我吃下了深渊魔力结晶，大部分胜利都被消耗掉了。现在的话，能够做到治愈外伤，保证身体情况不继续恶化导致死亡。小女孩语气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她无关的小事。她似乎对一切都很漠视，甚至漠视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但却又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或许不是漠视，而是理智。之前小女孩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哭喊不挣扎，并不是放弃了自己生命，而是在保存体力和能量，等待可以脱身的时机。她对于小镇的了若指掌，不但知晓2个势力的矛盾，还精准地为陈宇指出逃离路线，分明是早就做过策划。你为我指明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会知道小镇的情报？陈宇好奇地问道。被抓到小镇之后，看到的、听到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小女孩回答道。很难想象，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在忍受巨大痛苦、生命垂危的时刻，都能随时保持着绝对的理智，从周围复杂的环境中获取有利情报。你是圣职者吗？小女孩问道。是接到了营救我的圣堂任务吗？是的。陈宇点了点头。他接到的并不是圣堂任务，而是试炼任务。圣职者身份倒是货真价实的，只是他的虚拟身躯消散了，无法使用圣职者的职业属性和技能。你身上有深渊魔力的气息。小女孩皱了皱眉。你是为了混入小镇主动堕落的吗？没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陈宇笑着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你在骗我。小女孩突然说道。你体内的深渊魔力很纯正，你的身体没有被侵蚀的迹象，或者说你对深渊魔力的掌控能力很强，甚至超过高级深渊恶魔。你猜的没错。陈宇露出诡异而疯狂的笑容，活像个尤纳西弗斯。那群愚蠢的堕落者只知道粗暴的献祭生命，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引诱一名圣女彻底堕落，才会令我神更加愉悦。哈哈，小圣女似乎是个智者模板，一直表现得和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他有些期待小圣女会不会因此流露出不一样的情绪，然而结果令他失望。小圣女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说道：毫无逻辑的谎言，如果只是想引诱我堕落，你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将我救出来。哦，那你怎么知道我抢夺你是不是仅仅因为不想和镇子上那些人分享成果呢？陈宇嘴硬道。很简单。小女孩说道。我的感知能力很强，你并不是堕落者，也不是深渊恶魔，深渊魔力之于你只不过是一种可用的能量，你的根基并不是深渊魔力，而是一种生命系力量。最重要的一点，你并不敬畏魔神，甚至不敬畏深渊，你根本没有信仰。不过小女孩皱着眉头说道，你说想要引诱我堕落，有一点真实的成分，但并不是为了取悦深渊魔神，只是有一点期待而已，成功与否你都不会在意。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仅仅是为了好玩吗？玩弄我的信仰比玩弄我的身体更让你感到愉悦？可嗨，开个玩笑，不要当真。自己那点邪恶心思被一个小女孩解剖的明明白白，不禁让陈宇有点小尴尬。其实你可以将我当成圣职者，我会保护你的安全，也并不会让你放弃信仰。枪！突然之间，小圣女抽出了陈宇腰间的十字剑。你做什么？陈宇好笑地看着小圣女，要惩处我这个深渊的爪牙吗？别说小圣女现在处于虚弱状态，就算是全盛时期，也根本不是陈宇的对手。小圣女没有回答，而是握着十字剑往自己脖子上狠狠抹了上去。陈宇脸色一变，电光火石间出手，一巴掌将十字剑打飞。你在做什么？陈宇大怒，伸手掐住小圣女的脖子，将她提了起来，双目绽放出冷光。小圣女的这一剑，如果是冲着他来的，他都不会如此愤怒，但他抹自己的脖子，这就不可饶恕了。
小圣女死不死和陈宇没关系，但她的潜能试炼任务可是保证小圣女存活。潜能试炼任务关系到的可是潜能星级，可以说比她之前打过的任何一个副本都更加重要，绝对不容有失。我不知道你刚才的行为是出于何种目的。陈宇冷声说道，但是我不会让你有第二次机会。说罢，一只心向荆棘妖灵浮现，粗大的藤条探出，将小女孩捆成了粽子，只露出一个脑袋供她呼吸。救我是你的任务。小圣女没有挣扎，任由藤条收紧，然后说道，我存活这个条件对你来说很重要，不过你需要保证的仅仅是我活着，其他的并不在意。我说的对吗？没错。陈宇目光中带着寒意，看向小圣女，你应该明白，让一个人活着却失去任何行动能力的方法有很多，有时候熊孩子就是需要严厉的教育。陈宇现在有点头疼，小圣女绝对是他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麻烦的人物，他的观察分析能力太强了，接触不到半个小时就将陈宇的目的猜得通透。刚才他抹自己脖子的行为并不是真的想要自杀，而是一次胸有成竹的试探。陈宇敢肯定，他不出手阻拦，小圣女也不会真的自杀，但他出手了，就代表小圣女试探成功了。不过那又如何呢？陈宇不耍小心思并不代表他没有城府，而是他根本不需要，能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去弯弯绕？之前他第一时间就将小镇的局势以及营救圣女的可能方法分析透彻，为何他不去执行，而是等待真身降临？这就是因为绝对的力量比所谓的运筹帷幄更有安全感，计谋永远只是力量不足时的弥补。就算是诸葛亮唱空城，不都需要老兵和童子当演员吗？小圣女这种行为看似是将陈宇拿捏住了，只要他以自己性命要挟，就能让陈宇顺着他的意思做事。然而他的命却并不掌控在他自己手中，陈宇不同意，他连自杀都做不到。可以放我下来吗？小圣女尝试着扭动了一下身躯，发现根本动弹不了分毫，忍不住问道。不可以。陈宇淡淡的回答道，我并不擅长带孩子，你刚才的行为已经消磨掉了我对你仅有的耐心。对不起。小圣女低着头小声说道，我刚才只是想知道跟着你安全程度有多高，现在知道了。陈宇冷笑，知道了。小圣女回答，很安全，你会全力保护我，我保证不会再做刚才那种事，我很在乎自己的生命，你没有必要为此担心。你可以放我下来吗？不可以。陈宇再次做出同样的回答，似乎是感受到了陈宇的坚决态度，小圣女不再恳求，默默地待在藤条里，一言不发。荆棘妖灵这种程度的星香不进行战斗的话，维持消耗可以忽略不计，陈宇如果需要，他能一直存在。又过了一会儿，小圣女再次开口，可以让我下来一会儿吗？不行，求求你了，我想尿尿，我是圣女，不能尿裤子。小圣女露出焦急迫切的表情，这是她第一次露出不一样的表情。你在跟我开玩笑？陈宇嗤笑道，堕落者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会让你下来上厕所吗？不会。小圣女撇了撇嘴。在林地中休息了不到1个小时，陈宇营救小圣女时消耗的体力已经恢复，小圣女手脚上的伤也被他自己治好了大半。小镇随时都可能派出追兵，再加上林地之中气味浓烈，让人作呕。陈宇没有继续停留，卷着小圣女沿着大道朝背离小镇的方向前行。小圣女依旧担任指路的职责，只不过之前她被陈宇抱在怀里，而现在因为熊孩子行为的缘故，被心向荆棘妖灵死死捆在藤条里。青石板路在远离小镇之后就变成了泥土路，越往外走，林地中的尸骸越少，空气逐渐变得清新。傍晚时分，陈宇带着小圣女走出了林地范围，放眼望去，前方是大片的平原以及低矮的丘陵，前面有堕落者村庄，那里的堕落者力量很弱，可以轻松解决。小圣女向着一个方向昂了昂脑袋，对陈宇示意，轻松解决？我为什么要去解决他们？陈宇并不想无谓的浪费生机属性，小圣女想要清理堕落者村庄和他没有关系。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圣女连忙解释，这个地方的深渊魔力浓度已经没那么高了，前面的村庄里应该有一些没有被污染的作物，我们可以去收集一些。我饿了，忍着点儿。陈宇没有答应小女孩的请求，继续前行。前方不远处确实有着一座堕落者村庄，村庄里的堕落者恶魔特征并不明显，受深渊魔力侵蚀的程度不深，大部分堕落者都只有1阶，只有少数几个2阶，还有部分村民1阶都没有达到，只是被感染的普通人。村庄里的堕落者理智尚且正常，陈宇不想与堕落者接触，免得暴露行踪，更何况身边有小圣女这个超级大灯泡，只要一亮相绝对会引起围攻，只要在外围获取一点食物就好。小圣女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现在真的很饿，我的胜利存留量很低，无法支撑行动，身体上的伤势没有痊愈，非常虚弱，我需要食物补充体力。陈宇顺手在村庄外围的梯田中摘了一个苹果，能吃吗？可以。小圣女点头，能多摘一些吗？不能。陈宇当即带着小圣女远离了村庄，哈克鲁小镇的道路到这里就截断了，再往前就是茫茫荒野，往那边走。陈宇看向小圣女这个人形地图，我不知道。小圣女说道，我被捕捉的时候是昏迷状态，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位置了，这片区域四周的深渊魔力浓度几乎没有差异，我无法判断往哪边能通向没有被深渊侵蚀的区域，那就在这里等着。陈宇带着小圣女在哈克鲁小镇道路旁边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藏身。在小镇中，他曾看到过堕落者们的血腥盛宴，被分食的人类感染程度不深，在被捕捉之前大概率是普通人。车队既然能捕捉到普通人，就肯定知道离开深渊侵蚀区的方向，有正常人类生活的地方
肯定能找到盛唐势力的所在。到时候只要将小圣女提交，估计就能完成试炼任务了。至于干掉堕落者，争取更高评分的事情，可以在离开深渊侵蚀区的时候去做。只有确保小圣女安全，他才敢不顾消耗召唤星香，大肆屠戮堕落者赚评分。盛唐势力那边估计就无能为力了。不过如果能够将水搅浑，他也不是不能边缘 OB， 然后找合适的机会召唤星象原初精灵来个禁咒洗地，一波把金币爆足。哈克鲁小镇道路末端旁边的丘陵上，陈宇用心向荆棘妖灵挖出一个山洞，以供小圣女藏身。可以把食物给我吗？小圣女缩在山洞最里面，望着陈宇手中的苹果，想吃。陈宇将苹果在手中抛了抛，想吃。小圣女点头。陈宇笑着揉了揉小圣女的脑袋，然后将苹果放在自己嘴边，咔嚓一口咬掉一块果肉。这苹果不大，味道也比较酸涩，并不好吃，但在被饥饿与疲惫包围的小圣女眼中，这就是无上珍馐。咕！小圣女看着陈宇咀嚼苹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咔嚓咔嚓，陈宇当着小圣女的面将苹果吃了个干净。小圣女微微一愣，看着陈宇露出不敢置信的和迷茫的表情。你并不需要食物，对吧？是的。陈宇点头。那你为什么要摘这个果实，而且不给我吃？陈宇笑了。我摘这个果实的目的，就是在你面前吃掉它。驯服熊孩子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让他们知道事情并不会如他们预料的那样发展，即使他们撒泼打滚也无济于事。小圣女虽然现在她已经自由，没有被捆绑，但她并没有感觉更加轻松。面前这个人比深渊恶魔更加可怕。面对深渊恶魔，她都可以从他们的情绪和种类判断接下来他们大致的所作所为，但这个人下一步会做什么，她完全猜不到。除了保护他不死这一点可以确定，这个人的其他行为乃至语言毫无逻辑可循。诱惑、逼迫、服软、装可怜，能用的招数他都用过了，可惜统统不起作用。我现在更加肯定你不是恶魔了。怎么说？陈宇笑着将苹果合埋在土里，还用力踩了2脚。恶魔的行为是可以推测的，而你不行。夜晚，荒原上刮起凛冽的寒风，低矮的丘陵无法抵御寒流。虚弱状态的小圣女冷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打着喷嚏。再这样下去，我会生病的。真是奇妙，作为一名4阶圣职者，我居然也有一天会受到疾病的威胁。那个人看起来好暖和的样子，好想和他靠在一起啊！明明保护着我，却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小圣女撅着小嘴，看着靠在山壁上裹着厚厚大衣的陈宇，心中冒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感觉。很讨厌这个人，但又似乎没那么讨厌。这是一种他从未尝试过的情绪。实际上，他很少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情绪。从记事开始，他便是教廷圣女，拥有着令人惊叹乃至畏惧的神圣天赋。他的未来必然是成为圣堂的领军人，然后在合适的时机脱去人类身躯，升入天堂。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小便经历着极其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他被教导该如何应对他人的情感，却必须抑制自身的情感。他是流落在凡间的神，不应该经历凡人的喜怒哀乐，应该高高在上，俯视他们卑微的心境，回应虔诚者的诉求，惩罚信仰不坚定者的动摇。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小圣女充满了疑惑。如果陈宇知道她的疑问，肯定会告诉他，你这是被 CPU 道产生了斯德哥摩尔综合征，你们圣堂的老古板是不知道这种前沿科技的。冷吗？突然间，陈宇出言问道。冷。小圣女猛地点头，充满期冀地看向陈宇。忍着。陈宇恶劣的一笑，将大衣裹得更紧了。小圣女生气地鼓起了脸颊。时间缓缓流逝，夜越来越深，寒意越来越重。一阵寒风席卷山洞，夹杂着淡淡的冰凉水汽。小圣女冷得直打颤。冷吗？陈宇又一次问道。小圣女面无表情地看了陈宇一眼，没有说话，将自己缩成更小的一团，试图抵御寒冷。可是单薄的修女服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暖的作用。凌晨的风霜如同尖刀一般刺在她小小的身体上。她咬紧牙关，努力保持意识清醒，因为她知道人在寒冷的时候失去意识会很危险，轻则生病，重则死亡。正在这时，陈宇起身走到她的身边，将她抱了起来，用大衣将她裹住。一阵温暖的感觉袭来，小圣女紧皱的眉头瞬间舒缓，忍不住使劲向陈宇怀中挤了挤。好好睡一觉吧。陈宇揉了揉小圣女的脑袋。小圣女惊异地看着陈宇。放心，我不会把你扔出去的。陈宇笑道。哦。小圣女茫然地点了点头。睡吧，好好休息。陈宇轻抚小圣女柔软的脊背，积累已久的倦意袭来。在温暖安全的环境之中，小圣女终于没有继续坚持，抱着陈宇的一条手臂沉沉睡去。次日正午，小圣女悠悠醒来，发现自己被厚重的大衣包裹着，躺在山洞边缘，身边空无一人。她慌忙爬起来，左顾右盼，当看见陈宇站立在山洞洞口，才松了一口气。你醒了？陈宇笑着问道。饿了吗？小圣女翻着死鱼眼瞪了陈宇一眼。想吃东西吗？陈宇继续问道。小圣女撅着姿侧过身不理会陈宇。想还是不想？陈宇再次问道。我只问这一次，不回答就算了。想。小圣女气鼓鼓地说道。她本来不想和陈宇说话，但看到陈宇眼中的笑意，还是忍不住说出一个字。好。陈宇点了点头，走到昨天晚上埋藏苹果果核的位置，伸出手掌，快速生长。一道淡绿色光芒自手掌中溢出，渗入土地。几秒钟之后，一株幼苗刺破土壤生长出来。在淡绿色光芒的萦绕中，幼苗迅速拔高，成为一株3米多高的粗壮小树。紧接着，小树的枝头开出点点花朵，随后花朵迅速枯萎，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枚红彤彤的果实。哇！
小圣女目瞪口呆地看着苹果树，发出一声惊叹：“怎么，你们教廷中没有种植师？”陈宇笑着问道：“种植师吗？”小圣女茫然地摇了摇头，整个圣堂中都没有这样的人。生命力量修行者倒是有，但生命力量都是用来治愈伤势的。给你。陈宇摘下一个苹果，扔给小圣女。这个苹果比昨天在堕落者村庄旁边摘的要更大、更鲜艳、更饱满，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小圣女有些不敢相信地看向陈宇，双手捧着苹果没有动。她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在她即将咬到苹果的时候将苹果抢走，然后在她面前美滋滋地吃上一顿。没问题的，吃吧。陈宇和善地对小女孩点了点头。小圣女尝试着将苹果靠近嘴边，一双充满神采与聪慧的大眼睛紧张兮兮地盯着陈宇。陈宇笑着转头看向山洞外，咔嚓！趁着这个机会，小圣女赶紧在苹果上咬了一大口。当陈宇再次转过头看向她的时候，她忍不住露出得意的笑容。吃！陈宇忍俊不禁。吃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小圣女尝试着又咬了一口苹果，发现陈宇没有抢走苹果，顿时眉开眼笑，喜滋滋地啃咬着苹果。那甘甜的汁液让她眯起了眼睛。在教廷之中，她吃的都是寡淡无味的特制食物，很少有这种酸酸甜甜的味觉享受。小圣女连续吃了4个比成年人拳头还大的大红苹果，直到肚子彻底撑不下才放弃。陈宇毫不留情地讥笑小圣女吃相难看，像只饿极了的小动物。但小圣女并不在意，她不敢反驳陈宇，以免他以此为借口下次不给自己食物。曾经的小圣女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竟然有一天会为了几颗苹果患得患失。吃完苹果，小圣女继续待在山洞里，尝试积蓄胜利，为自己疗伤。陈宇则是在山洞口观察，等待来自堕落者小镇的马车车队。或许是因为小镇混乱难以处理，直到天黑，陈宇都没有等到车队出现。陈宇决定再等一天，如果明天车队还没有出现，那么他就去堕落者村庄，找机会抓一个污染程度低的堕落者问路。虽然有被误导和暴露的风险，但至少比漫无目的的干等要强。在等待的时候，陈宇也没有闲着，而是用植物生命馨香悄悄潜入村庄外围，偷了一些没有被感染的农作物。有2种水果，一种类似稻米的主食，以及一种看起来和卷心菜差不多的蔬菜。一阶的加速生长技能配合陈宇超规格的生机属性，这些普通的植物几乎瞬间就会被催长成熟。夜晚，陈宇吃上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圣女也想分一杯羹，陈宇无情地拒绝了她，只给她吃苹果。我让你吃苹果，是因为你当时很听话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苹果是我给你的奖励，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获得更多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听我的话，让我满意。哦，好的。小圣女看着陈宇的饮食水平，顿时就觉得手里的苹果不香了。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陈宇问道。我叫圣女。小圣女回答。我问的是你的名字，不是问你的职位。陈宇冷笑一声，夺走了小女孩手中的苹果。你让我很失望啊。小圣女急了，连忙跳起来，信誓旦旦地说道。我真的叫圣女，我以教廷的名义起誓，我绝对没有骗你。说完这句话，小圣女就后悔了。以教廷的名义起誓，是每一个圣职者最庄重而神圣的誓言。为了誓言而不顾生死的圣职者多不胜数，可见教廷在圣职者们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然而，他却因为一点食物不惜以教廷的名义发誓，这让他的心中涌起莫大的罪恶感。罪恶感，这也是他从来不曾尝试过的情绪。这是一种为自己犯下了不该犯的过错而忏悔的情绪。作为圣女，从来都是他人在她的面前忏悔犯下的罪孽。她的所有行为都符合神的旨意，又何来罪恶可言？我想忏悔，原来我也会犯下过错吗？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永远正确的圣女了吗？是的，就在刚才，我侮辱了自己的信仰。给你。正在小圣女迷茫的时候，陈宇将一个木碗递了过来，木碗中盛着热气腾腾的米粥，米粥里点缀着撕碎的青翠绿叶，这是用心香板小燕当柴火熬出来的。不得不说，陈宇熬粥的手法很好，谷粒被熬得细腻软糯，香味浓郁。小圣女吸了吸鼻子，立即伸出2只小手捧起木碗。是我为了得到食物才那么说的。现在我的处境很危险，只有恢复体力、恢复伤势，才能支撑我返回教廷。我对教廷很重要，如果我死亡的话，教廷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我并没有侮辱信仰。小圣女端着饭，瞬间就想通了，美滋滋的小口喝粥。等小圣女喝完粥，陈宇又将另外2种水果递给她。这2种水果陈宇都不认识，但口味非常不错。你的父母没有给你取名字吗？陈宇问道。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小圣女一边吃水果一边回答道，也没有人给我取其他名字，所有人都叫我圣女。这样啊。陈宇思索了片刻，我给你取个名字吧，方便称呼。不如就叫狗圣，怎么样？小圣女顿时停止了咀嚼的动作，面无表情地看向陈宇。看来你不是很满意啊。陈宇咂了咂嘴，看你穿的衣服都是白色，就叫小白吧。不要。这一次小圣女很明确地拒绝了。我不要你给我取名字。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赫拉图格斯。陈宇脱口而出。等等，赫拉图格斯应该是试炼任务安排的虚拟身份。口误，我的名字叫做……陈宇突然发现，似乎整个天地都在阻止他说出自己的真名。虚拟的身体，虚拟的身份，连名字都不能留下吗？可惜这种莫名的规则限制不了我。陈宇咧嘴一笑，回忆当时突破黑暗空间降临的感悟。我的名字叫星号。星号。在这一瞬间，天地失声了一个瞬间。什么啊？小圣女疑惑地看向陈宇。星号。星号。陈宇再次说出自己的真名，却依旧被莫名的规则禁止。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到哪种程度。
我叫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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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接连不断地呼唤自己的真名，近乎嘶吼。终于在某个时刻，天地间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小圣女好奇地问道。陈宇微微一笑，我叫陈宇。陈宇。小圣女歪着头，口中念叨着。奇怪的名字，奇怪的音节。这个世界的文字语言与腾龙帝国的语言没有任何联系。陈宇之所以能听懂并且流畅地说出口，是试炼任务赋予他的临时能力。很奇怪吗？我倒不觉得。陈宇说道，这是我的家乡话，我们那边的人都叫这样的名字。你的家乡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吗？都叫这样的名字吗？小圣女饶有兴趣地问道。我们这样的人？陈宇愕然。这样啊？小圣女指了指自己的头发和眼睛。陈宇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小圣女居然和自己是同一种人。堕落者小镇中的堕落者虽然已经恶魔化，但依旧能看出一定的人种特征。他们类似白鹰与骆驼那边的人种结合。从小圣女的口吻来看，盛唐势力之中也应该都是这样的人种。以前我还以为这是天堂的独有特征呢。小圣女有些开心地说道，直到遇到你，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对了，在你的家乡，这种东西应该读作什么音节啊？小圣女从脖子上取下一条吊坠，这是一条翡翠吊坠，我很喜欢这个材质。翡翠，陈宇说道，然后用石块在地上写了出来。如果你要叫这个名字的话，这是写法。翡翠。小圣女尝试着发音，很拗口，难念也很难写。其实这种东西还有另外一个统称，叫做玉。陈宇将玉字写在翡翠旁边。玉，还不错。小圣女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可以取用你的姓氏吗？和我姓？没问题。陈宇点头。谢谢。小圣女歪着头，以后我就叫玉宇。嗨，等等，不是这样。陈宇嘴角一抽，我的名字前面是姓氏，后面才是名称。如果你要用我的姓氏，那么应该叫做陈玉。陈宇将陈玉2个字也写了下来。小圣女似乎对这种文字很感兴趣，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自己新取的名字。熟练之后，还央求陈宇教她写更多的汉字。出于打发时间的目的，陈宇没有拒绝她的请求。不长的时间之后，太阳彻底落下，最后一丝余晖散尽。小圣女蜷缩在陈宇身边，陷入了睡眠。在虚弱状态之中，高额的属性加持减弱，小孩子容易疲倦的特征就体现了出来。小圣女睡着，陈宇却依旧保持着清醒，注视着道路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动静。堕落者趁着黑夜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二天一早，没有等到堕落者小镇车队的陈宇，控制星象荆棘妖灵到堕落者村庄捕捉了2个落单的堕落者，分别逼问他们未被深渊侵蚀的区域在哪个方向。2个堕落者回答得非常畅快，然而2人所指的方向南辕北辙，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不管陈宇如何拷打，这2个堕落者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硬气的惊人。陈宇只好将2个堕落者解决，然后重新抓了几个堕落者。这一次，他鼓动自身的深渊魔力，装成堕落者之中的大人物，鼓足气势，旁敲侧击。这些堕落者对他非常信服，恨不得亲自为他带路。只是问题还是同一个，这些堕落者所提供的方向相去甚远。陈宇只能认为，他们堕落成深渊怪物之前都是普通农民，可能村子都没出去过。无声无息被深渊同化之后，除了偶尔会吃个活人什么的，生活习惯还保持着之前的状态。问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人怎么走出大山，自然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无奈之下，陈宇只能继续等待。如果堕落者小镇的车队迟迟不来，那么他就只能返回小镇抓人问路了。回小镇虽然冒险，但总比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要强。闲暇时间，陈宇时不时教育一下小圣女。经过几天的调教，小圣女已经从熊孩子变成了好孩子，在陈宇面前乖巧的不行，再也不敢板着脸冷冰冰的看谁都傻逼，只有他自己智慧了。这个结果证明，熊孩子不听话，只要收拾一顿就好。陈宇虽然没有打小圣女的屁股，但他的教育方式比竹笋炒肉厉害多了。别说是个熊孩子，就算是尖牙利爪的野兽，这种手段都能训得服服帖帖。这段时间中，小圣女的伤势也逐渐恢复了一些，除了胜利依旧处于低水平线，身体属性方面已经不逊色于3阶普通小怪了。正午时刻，骄阳的光芒穿透灰蒙蒙的云层，为荒芜的大地增添了一丝色彩。小圣女一只手抓着一条兔腿，吃得津津有味，这也是她以前很少接触的美食。教廷不禁止吃肉，但身为圣女，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暴食作为7宗原罪之一，必须断绝。所以，小圣女从小就没吃过多少好东西。你的身体状况已经能够支撑一定程度的战斗了，我们现在就离开。陈宇为小圣女盛满一碗肉汤，对她说道：“好的。”小圣女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随后，她看了看山洞内的陈设，有些不舍。所有荒野求生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会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小圣女也不例外。此时，山洞中已经用干草和树叶搭起了一张床，床边铺着零碎的石板，上面写满了汉字，从歪歪扭扭到横平竖直。另外还有许多锅碗瓢盆。山洞中间突兀地长着几棵果树，论居住条件比普通的农舍还要差，但这却是小圣女亲手一点点创造出来的，满满的都是参与感和获得感。吃完午餐，小圣女用一件衣服当布兜，将几棵果树上最饱满的果实都装了起来，然后将练习写字的石板全部打碎。我们要去哪儿？继续等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去堕落者小镇上探听一下情况。陈宇将心向原初火精灵散去，站起身来。正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陈宇精神一振，走出山洞，向声音的来源眺望。果然，几辆空马车组成的车队正从堕落者小镇的方向沿着道路飞驰而来。哈克鲁小镇的狩猎商队终于来了。小圣女探出头，
眯着眼睛看向飞驰的马车队伍。你是教廷圣女，对地图就没有一点印象吗？陈宇问道。但凡你有一点方向反，我们也不至于干等这么久。大致方向知道。小圣女轻声说道。但是在深渊化的区域乱走太危险了，这里到处都是堕落者，还有降临的深渊恶魔。如果贸然进入了深渊恶魔的领地，我们就完蛋了。也对。陈宇点了点头。山下，哈克鲁小镇的车队已经开到了道路尽头。荒野之中，地面凹凸不平，不再适合车马飞驰。赶车的堕落者拉住马头，降低了行进速度。我们走。陈宇准备跟上车队。小圣女拉了拉陈宇衣角。什么事？陈宇回头。报。小圣女对着陈宇张开双臂，抬起头，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期盼地看向陈宇。陈宇二话不说，一只手抄起小圣女，将她夹在腋下，向车队追了过去。半天时间之后，哈克鲁小镇的车队进入了另一个堕落者小镇。这座堕落者小镇的规模比哈克鲁小镇要大一些。陈宇带着小圣女在小镇外等待。不久之后，车队驶出，马车的数量从10多辆增加到了30多辆。车队继续前行。午夜时分，又进入了一个堕落者小镇，壮大到了超过50辆马车。陈宇和小圣女远远地跟在车队后方。一连3天时间，经过了总共8个堕落者小镇。此时，马车数量已经达到了200多辆。第4天清晨，庞大的马车队伍在一座堕落者城市前停了下来。堕落者城市的城墙外停靠着4支马车队伍，总数量超过了1000。这座城池你认识吗？城外不远处的一片山林中，陈宇回头对小圣女问道。小圣女趴在陈宇背上，一边啃着水果，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被深渊侵蚀的区域很多，堕落者城池多不胜数，能在圣堂地图上标注的都是巨城级别，像这种规模的堕落者城池又没有什么标志物，我认不出来。我要你有什么用？就知道吃。陈宇伸手在小圣女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嘿嘿。小圣女傻乎乎的一笑，丢掉手中的果核，悄悄在陈宇衣服上蹭了蹭沾满果汁的小脸。这些车队明显是被城池召集过来的。陈宇说道。他们的行动应该有城池中的高级堕落者统一指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堕落者的大后方，堕落者们靠传送阵去前线，我们又该怎么办？你居然知道传送阵？小圣女愕然。传送阵这种东西又不是什么秘密，我怎么就不能知道？陈宇无语道。就算是犄角旮旯里的小破城，传送阵也是必备的好吧？小城里都必备传送阵吗？小圣女露出震惊的神色。你的家乡难道是无比强大的巫师国度吗？啊！陈宇突然想起，小圣女只是试炼任务中的人物，或许在这个任务世界之中，传送阵真的是很高端的东西。等下，为啥有传送阵就是巫师国度？巫师是一个职业系列，包含多种单体职业，比如药剂巫师、变身巫师、咒法巫师等等。每个职业的主修方向不同，但无论是哪种巫师，都跟传送阵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传送阵都是巫师布置的啊。小圣女理所当然地说道。巫师们掌握着魔法的力量，教廷并不欢迎巫师，因为巫师不信仰神明，但教廷需要巫师的力量，不得不聘请一些强大的巫师。能布置传送阵的巫师非常少，整个教廷都没几个传送阵呢。我知道了。陈宇点头。小圣女口中巫师应该是对法系职业者的统称。地球中世纪西方的教廷把可能破坏信仰的人称作巫师，宣扬他们的邪恶。试炼任务中的教廷也是这种模式。不过这里的巫师是真的掌握强大的魔法力量，教廷也只能合作，不敢扬言把所有巫师烧死。既然传送阵在任务世界是高端产品，那么这座小城拥有传送阵的概率很低。马车队伍集结可能是要和非深渊势力开战，或者前去劫掠。只要跟在后面，肯定能离开深渊化区域。从哈克鲁小镇出发的车队是早晨到达堕落者城池的。大约中午时分，又是一个100多辆马车组成的车队到达。这支车队停靠之后，从堕落者城池中走出一支上千人的堕落者军队，散入马车车队之中。随后，1000多辆马车组成的庞大队伍终于启程。他们是深渊劫掠者。小圣女突然说道。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看到过相关的文字描述。深渊劫掠者实力不强，但罪恶滔天。他们往往不会向拥有防御力量的关卡和城池发动进攻，而是袭击城池周边的村镇，屠杀掳掠平民，四处散播恐惧和死亡。也就是说，跟着他们就肯定可以离开深渊区域，没错吧？陈宇问道。没错。小圣女说道。有深渊劫掠者集结，说明这里距离前线很近。很好。深渊劫掠者在狂野中行进速度不快，整整5天时间都没有走出深渊侵蚀区域范围。直到第6天，车队开始分散，不断有小股的深渊劫掠者离开，大部分向着不同的方向行驶。第7天早晨，整个车队已经只剩下40多辆装载着堕落者士兵的马车。到了这个区域，充斥在空间中的深渊魔力已经十分微弱了。终于走出来了。陈宇忍不住感叹。试炼任务进行到现在，已经花费了10多天的时间，现在总算是接近于完成了。小心！站在陈宇身旁的小圣女跳起来，狠狠撞在陈宇肩头。小圣女的力量不高，但此时陈宇的注意力不在她的身上，根本没有防备，被撞倒在地。下一刻，一道猩红色的流光袭来，刺入地面。轰！陈宇刚才站立的位置，烟尘四起，无数晶体状的红色碎屑从烟尘中散射出来。趴在陈宇身上的小圣女单薄的身体瞬间被数十片晶体碎屑穿透。星象之种，数个植物生命星香浮现出来，无数藤条组成一道壁垒，将陈宇和小圣女护在中间。陈宇急忙抱起小圣女，向她灌输生机能量。小圣女嘴角一血，气息变得十分微弱。幸运的是，她体内微弱的圣力自动运转着，全力抵御深渊魔力的侵蚀。生机能量的加入也缓解了她的伤势，让她没有生命危险。是谁？陈宇勃然大怒，
望向猩红色流光的来源。不远处，两只被生服役的恶魔正扇动着翅膀浮在空中。堕落者与圣职者互相保护，可真是少见。一只恶魔鹿面色冰冷，可能这就是人类的感情吧。另一只恶魔接话道：“深渊恶魔，果然没那么简单。”陈宇眉头一皱。陈宇和小圣女逃出小镇之后，一次追兵都没有遇到过。他还以为试炼任务的难点就是救出小圣女，并且找到返回圣堂势力的方法。以3阶圣职者的角度看，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完全配得上深渊难度。却没想到，在逃离深渊侵蚀区域之前，居然还有真正的恶魔在等着。这两只深渊恶魔气息强大，绝对是超过200级的 BOSS 单位。他们是深渊巡视者。小圣女虚弱地说道：“深渊边界的低等恶魔，大嗨嗨部分是堕落者转变成的。”哈哈，不愧是教廷圣女，对我们深渊恶魔还是挺熟悉的嘛。两头恶魔收起翅膀，降落在地，向着陈宇和小圣女走过来。我也没想到，我们随意抓住的圣职者居然是教廷圣女。如果不是那群圣职者发了疯一样的寻找她，有人在伟大的深渊领域之中堕落，我们还真是很难发现这种情报啊。另一头恶魔露出贪婪的笑容，献祭一名圣女，可比献祭普通圣职者更能得到魔神的关注。动手吧，古扎尔！其他恶魔可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抓住他，早点献祭。冷面恶魔淡淡的说道：“对啊，莫纳拉克，他注定是我们的，快点动手啊！动手抓住他们，别让其他人分走属于我们的恩赐。”鬼笑不断，恶魔语气夸张的说道：“古扎尔，莫纳拉克！”陈宇立即反应过来，这不是哈克鲁小镇上的2名首领吗？他和小圣女在深渊侵蚀区域那么久都没有遭到追杀，现在刚刚逃到交界处，却遇到了这2头恶魔，这就说明恶魔可能很早就在交界区等待着他们。另外，从他们的对话可以猜出，已经有其他强大的深渊恶魔得知了小圣女的真实身份。陈宇的小圣女无论走那条道路，只要通过交界区域，就必然会遇到深渊恶魔。不愧是深渊难度，陈宇不由得苦笑。救出了圣女，逃到了边界，任务的真正强度才刚刚体现出来。如果他是普通的试炼者，只拥有3阶圣职者虚拟身躯，刚才的深渊魔力攻击都能直接要了他的命。这些恶魔是4阶 BOSS， 小圣女没受伤的话，应该也是这个实力。陈宇估计，普通试炼者想要通关，就得在深渊侵蚀区拖着，寻找那些冲进侵蚀区的圣职者，收获能够治疗圣女的物品，直到小圣女的伤势彻底好转，聚集起一批精锐圣职者，才能冲击交界区。但陈宇是一路莽过来的，没怎么收集情报，根本不知道交界区有一大群 BOSS 守着。事到如今，想要回头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只剩下一路条，那就是干。陈宇看向2头恶魔，这2头恶魔站在不远处，与他保持着距离，警惕地注视着他的行动。镇长大人，活捉圣女的荣誉应该由你来获得。笑脸恶魔后退一步，神态卑微地说道：“镇子里是你手下的人暴动，给了他们逃离的机会，现在理应由你动手抓住他们，将功补过。”冷面恶魔沉声说道：“不，这是荣誉，应该由你来获取。”2头恶魔一直在扯皮，但谁都没有动手的意思。星象这种技能召唤的星香，在加点之后，基础属性是陈宇本体的3倍。无装备加成的状况下，陈宇本体4维属性超过3000，也就是说，每一只星香的4维属性都有上万。2只恶魔都是4阶 BOSS， 由于是堕落者转化，属性没有真正的深渊恶魔那么夸张，估计在12000至13000之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陈宇超高的职业属性，星香的职业属性也是陈宇本身的3倍，这个属性值是空的，只提供加成，不能消耗。如果星香要使用职业属性能量，必须由陈宇负责提供，但在2头恶魔感知中就非常恐怖了。明明只是一些1阶存在，深渊魔力水平却比4阶的深渊恶魔还要高，这情况属实有点诡异。恶魔都是狡诈的利己主义者，喜欢别人冲锋陷阵，自己坐享其成。在对方实力不明的情况下，2头恶魔都希望对方前去试探，甚至希望陈宇和自己的同伴打得2败俱伤，自己渔翁得利。最差的情况也是等着其他恶魔赶来。教廷圣女的价值太高，就算几10个恶魔一起分，得到的魔神恩赐也不会少。陈宇看穿了2头恶魔的心思，笑了笑，站起身准备主动出手。没想到2头恶魔瞬间同时暴退数十米，还飞上了天空。陈宇目瞪口呆，忍不住问道：“你们2个是什么品种的深渊恶魔？胆小魔吗？”哈哈，拙劣的激将法。古扎尔不屑的冷笑。莫纳拉克没有说法，却一直警惕地盯防着陈宇的任何动作。既然如此，那就告辞了。陈宇直接抱起小圣女，电射而出，向着深渊魔力浓度下降的方向飞奔而去。几只星香紧跟在陈宇身边，防备着天空中的2头恶魔。2头恶魔则是始终保持着距离，牢牢跟在陈宇身后。陈宇全力爆发的速度何其之快！没过多久，2头恶魔就有点忍不住了。如果不加阻拦，很快就会被陈宇逃离。可是谁先动手，这是个问题。陈宇的实力很强，如果揪着一个恶魔打，这个恶魔很可能受到严重伤害。到时候就算拿下了小圣女，别说献祭时分一杯羹，旁边同伴补刀就已经算是对得起自己了。而容易被追着攻击的，明显是先动手的那个。最终，他们不情不愿地达成了协议，一起动手。2头恶魔速度突然暴增，从陈宇身后上百米的位置迅速超过了陈宇。随后，几只猩红色光芒向着陈宇飞射而来。陈宇的奔跑速度略微降低，一只星向荆棘妖灵挥舞藤鞭，将光剑抽散。与此同时，2头恶魔已经向着陈宇本体冲了过来。相比于不痛不痒还浪费深渊魔力的远程攻击，大部分深渊恶魔更擅长近战。2只星向荆棘妖灵迎了上去，无数藤鞭挥出。这种程度的攻击显然无法对4阶恶魔 BOSS 造成损伤。不过2头恶魔却没有冒进，而是停下与星香荆棘妖灵缠斗。
同时分心关注着陈宇和同伴。只要陈宇不继续逃跑，自己这边绝不率先解决战斗。甚至当察觉到同伴的目光之后，两只恶魔分别开始苦战了起来，一副防御不及、左支右绌的样子。等你们很久了。陈宇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身形一退，3只星象版深渊妖灵被召唤了出来，2只深渊荆棘妖灵以及1只深渊百合妖灵。魅魔，2头深渊恶魔顿时一惊，温柔气息，剧毒暗香。深渊百合妖灵的身边绽放出无数洁白的花朵，馨香的气息无声无息自花朵中飘出。2头恶魔 BOSS 立即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陷入了虚弱，力量与速度下降了超过30%。紧接着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袭来，反应速度也瞬间降低。与他们对战的荆棘妖灵几根藤条结结实实的抽了上去，将他们打得吐血。2头恶魔 BOSS 大骇，连忙抽身而退。然而2名面无表情的魅魔已经在身后等着他们。魔化，陈宇刚刚回满的深渊魔力迅速流逝，2只深渊荆棘妖灵体型暴涨至4-5米高，皮肤变为淡淡的粉红色，身周泛起猩红色的深渊魔力光芒。这种气息，2头恶魔瞬间察觉，魔化的深渊荆棘妖灵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抗的，立刻扇动翅膀飞上天空。魔化形态的深渊荆棘妖灵跟随着一跃而起，修长性感的尾巴陡然开裂，化为密密麻麻长满锯齿般尖刺的红褐色藤条。不是魅魔，是拟态深渊魔藤。2头恶魔神色惊骇欲绝，只是一个瞬间，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尖刺藤条束缚。2头恶魔爆发出浓烈的深渊魔力气息，身体瞬间鼓胀起来，将藤条挣脱。然而当他们挣脱一根藤条的时候，早已有其他藤条缠了上来。几秒钟之后，2头深渊恶魔被藤条缠成了粽子，藤条缓缓蠕动，一阵碾磨的沉闷声音响起，2颗藤条大减越来越小。几秒钟之后，馨香深渊荆棘妖灵消失，2团均匀的血泥从空中砸落，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可惜了，多好的肥料。陈宇咂了咂嘴，馨香是不需要化肥的。深渊荆棘妖灵将2头恶魔 BOSS 磨碎，仅仅是稀释他们的深渊魔力，为陈宇补充消耗，剩下的尸体就只能浪费了。好强！陈宇怀中的小圣女露出惊讶的神色。也就一般吧。陈宇摇了摇头，目前星象之种的战斗力也就普通传说及植物生命能比本体强，深渊妖灵以上就和本体无法比拟了。星象之种的强悍之处在于能够提供额外的顶尖战力，比如世界树星象、往生路星象，即便只是一瞬间的爆发也能造成巨额伤害。如果有其他选择，陈宇是不会将星象之种作为常规战力的。你不是深渊物种，为什么能够使用那么强的深渊力量？小圣女有些疑惑地问道。因为深渊大意志是我老婆。陈宇对小圣女挑了挑眉。小圣女白了陈宇一眼，你在逗我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如果被深渊恶魔知道你说过这种话，会不顾一切追杀你的。就算圣堂和深渊是死敌，也不敢像你这样侮辱深渊意志。看看，说真话你又不信。陈宇掐了掐小圣女的脸蛋。哼，小圣女皱了皱鼻子，发出可爱的娇哼。另一件事，陈宇问道，之前你为什么要替我挡住攻击？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因为那道攻击死亡。小圣女淡淡的说道，如果你被正面明命中，就会有死亡的可能，没有你的保护我也逃不掉。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实力根本不会被那种程度的攻击伤到？陈宇说道，这与你出色感应能力不符。之前我并不知道你有这么强。小圣女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瞳孔却微微上扬，她在为自己的情绪化举动找借口。按照陈宇表现出的实力以及深渊魔力和生命能量的造诣，恶魔那一道试探性的偷袭攻击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当看见陈宇遭遇的偷袭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那样的行为。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分析能力。其实我很高兴。陈宇笑着揉了揉小圣女的脑袋，没有人会讨厌一个能为他奋不顾身的人。不过陈宇的表情严肃下来，下不为例。前面的路上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危险，你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自己，就算是我死了，你也必须努力活下去，知道吗？陈宇本身死不死的都无所谓，反正有往生路能够无限复活，就算往生路都不起作用了也没关系，有高贵的大罗道果，他就是不死不灭的。小圣女不一样，在这个潜能试炼任务中，小圣女是必须保护的目标，她要是死了，陈宇所做的一切就全部白费了。抛开试炼任务，他也不希望小圣女死掉，可爱的好孩子总是讨人喜欢的，何况这还是个他一手从熊孩子调教回来的好孩子。小圣女看了陈宇一眼，咬着下唇，将脑袋埋在陈宇的臂弯里，闷闷地说道，知道了，乖。陈宇轻抚小圣女的脊背，一缕缕温柔的生机能量注入，修复着她后背的伤痕。几分钟之后，小圣女后背的伤口完全愈合，内伤和深渊魔力侵蚀陈宇就没有办法了。小圣女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战斗力，经此一役，再次回归接近于零的状态。这片交界区域之中，随时都可能遇到恶魔 BOSS， 没有时间慢慢养伤。在小圣女身体情况稍好一点之后，陈宇开始继续赶路。杂草丛生的荒野之中，没有任何标志物，唯有时不时突兀屹立的低矮山脉，让人知道自己没有在原地打转。前进了大约半个小时，陈宇怀中的小圣女突然抬起头，伸手向着右方指了指，那个方向有胜利爆发的气息。陈宇顺着小圣女所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片稀疏的树林，有圣职者？陈宇问道。应该是。小圣女点头，这种地方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爆发胜利的物品或者生物，那过去看看。陈宇抱着小圣女调转方向，向着树林飞奔。如果对方也是前来寻找圣女的圣职者，正好让他们指明方向。进入树林不久，
陈宇自己也感受到了力量波动，不过不只是胜利，还有一股强大的深渊魔力。圣职者在和恶魔战斗。小圣女微微皱眉，差距很大，他们可能支持不了太久。如果想要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必须快一点。知道了。陈宇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同时召唤出一只深渊百合妖灵和一只深渊荆棘妖灵。片刻之后，陈宇发现了力量波动的来源。前方的林地之中，仿佛被飓风横扫过一样，四处都是倒下的树木。一些身着铠甲的圣职者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浑身布满了恐怖伤口。几名圣职者的血液已经凝固，显然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些圣职者的伤口还在流血，可能是刚刚死亡。圣职者与恶魔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两名手持十字剑的圣职者正在与一名手持镰刀的恶魔厮杀，他们的身上也布满了伤口。有一人的左臂已经被砍下，鲜血正在汩汩流出；另一人的腿上有着好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他的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完全是靠独腿撑着身体与恶魔战斗。两名圣职者脸色苍白，气息微弱，完全是靠意志力在做最后的顽抗。恶魔的动作不疾不徐，游刃有余，脸上充满了蔑视的笑容，时不时用镰刀在两人身上添上一道新伤。放弃抵抗吧！镰刀恶魔发出沙哑的声音，你们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弃子而已。教廷将你们派来寻找圣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放弃你们的生命了。哦，对了，不得不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堕落者抓住你们所谓的圣女，你们的崇高的牺牲只不过是高位者组织的一场清除异己的骗局而已。你们是可敬战士，不该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投入深渊的怀抱吧，你们所需求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得到满足。住口！卑劣的恶魔！断臂圣职者怒目圆睁，高举十字剑向着恶魔劈下。当！恶魔举起镰刀，轻而易举地将圣职者的十字剑挡开。愚蠢的信仰，最终只能将你们推向死亡。恶魔似乎是玩够了，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手中的镰刀毫不留情地砍向圣职者的头颅。圣职者毫不畏惧，用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十字剑刺向恶魔的胸膛。下一刻，一根碗口粗的藤条骤然袭来，轰击在镰刀恶魔的身侧。猝不及防间，镰刀恶魔被打得飞出好几米距离。是谁？镰刀恶魔大怒，沿着藤条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身材婀娜的魅魔正款款向他走来。魅魔的身体微微透明，仿佛只是幻影一般。数十根长着尖锐锯齿的藤条从他身后探出。深渊魔藤，你态程度这么高！镰刀恶魔骇然，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外出到处觅食，真是晦气！正在这时，密密麻麻的藤条再次向他袭来。镰刀恶魔连忙暴退，同时大声叫道：“别！我无意与你为敌，这些圣职者我可以让给你。”然而，魅魔不管不顾，继续发动攻击。可恶！这些没脑子的愚蠢怪物！镰刀恶魔虽然愤怒，但也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路，转身就想逃离。然而，却发现前方不远处再次出现了一只魅魔。魅魔向他嫣然一笑，紧接着一股奇异的香气袭来。顷刻间，镰刀恶魔感觉身上的力气被抽空，头脑晕眩。不知不觉间，他的身侧已经开满了纯洁的白色花朵，充沛的深渊魔力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被花朵吞噬。这时，后方的藤条也已经缠了上来，将他慢慢勒紧。果然，这才是种植师的战斗方式。陈宇满意的点了点头。配合密切的深渊百合妖灵和深渊荆棘妖灵，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镰刀恶魔，甚至没有用到魔化。虽然这头镰刀恶魔的实力比之前的两头恶魔要差一些，但也是4阶 BOSS。自从向周博文学习过种植师的作战方式，这还是他第一次运用到实际战斗中解决强大的敌人。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恶魔！两名圣职者顿时陷入了绝望。正在这时，小圣女看到战斗结束，立即跑向两名圣职者。殿下！两名圣职者大喜过望，随即就是脸色一变，不顾一切的想要冲上去掩护小圣女。但是伤势沉重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这个简单的动作了。你们别动！小圣女调动体内所剩无几的圣力，试图为他们疗伤。两名圣职者伤势太重，而且还有深渊魔力不断的侵蚀，就算小圣女全盛时期都不一定能够将他们治好，更别说是现在了。殿下，您也受伤了，不要为我们浪费力气，这里还有强大的恶魔，您快逃，我们为你挡住他们。两名圣职者挣扎着，用十字剑支撑着身体，跨出一步，挡在小圣女和两只生源妖灵之间。不用担心，他们不是敌人。小圣女平静地说道。不是敌人？没错。小圣女点了点头，他们是属于苦行者大人的力量。苦行者赫拉图格斯大人。两名圣职者先是震惊，随即又露出释然的表情。你们在说些什么？陈宇也走了过来，好奇地问道。赫拉图格斯这个名字正是陈宇那具虚拟身躯的身份。两名圣职者看着陈宇，露出疑惑的表情，然后又看向小圣女。小圣女对他们点了点头。苦行者大人。两名圣职者露出崇敬的神情。陈宇顿时神色莫名，自己在任务中的虚拟身体居然是个拥有崇高地位的存在啊！一个小小的3阶精英怪能被同阶圣职者尊崇，甚至被实力更强的圣女尊崇，绝对是件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也恰好能解释普通人进入试炼被限定死在3阶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完成任务。在营救圣女之前，就算找到了其他圣职者合力，没有一定地位的话，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听你的计划行事？苦行者赫拉图格斯这个身份应该是任务中很重要的一环。只不过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小圣女明显是认识赫拉图格斯的，但一路上没有表现出分毫。
甚至在之前陈宇被某种意志裹挟，说出赫拉图格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都没有任何表现。等等，陈宇突然想起，小圣女并非没有任何表现。第一次与小圣女见面是在她真身降临，闯进小院救人的时候。小圣女看见她的第一时间，有过一瞬间的惊讶以及皱眉思索的表情，然后问了陈宇一句：“你是谁？”陈宇当时并没有过多在意。现在想起来，当时小圣女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合理。第一，小圣女是接近绝对理智的智慧型角色，甚至有一瞬间让她想到了某著名人物楚大笑。这种人设，在一个陌生人接近自己的时候，绝对不应该惊讶。问出的第一句话，也不应该是“你是谁”这种毫无意义的废话。第二，小圣女在被救之后，多次莫名其妙的试探他，比如见面就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允许你对我做任何事。这看似是倾尽自己所有来求生，实际上更加不符合小圣女的人设。一个擅长运用智慧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的人，绝对不会说出如此苍白无力的请求。又比如刚刚逃出虎口，进入被小镇当作垃圾场的树林时，直接抹自己的脖子。当时陈宇认为小圣女试探的目的是测试他对她的重要性，好以此胁迫她做事。小圣女也是这么承认的。仔细一想，不管是她的猜测还是小圣女的承认，都是非常荒谬的。在那种随时都可能丧命的情况下，小圣女的诉求是什么？无非就是让陈宇保驾护航，保住她的小命。而这种事情用得着使用自刎这种激烈的手段来试探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恶化两者的关系。现在看来，当初小圣女试探的根本就不是陈宇救人的目的，而是陈宇是否认识小圣女以及对小圣女的了解程度。再结合陈宇的虚拟身份赫拉图格斯，可以理解为小圣女在有意探究陈宇究竟是不是赫拉图格斯这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赫拉图格斯很重要吗？陈宇皱眉，重要的难道不是从深渊区域脱身吗？他知道我并非赫拉图格斯本人，而是一个顶替者之后，是否印证了他心中的什么想法？在确定了某些东西之后，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和一个普通小孩差不多。这死孩子的小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陈宇突然觉得原本很简单的任务剧情线背后似乎隐藏着复杂的故事。操，这些破事儿关我什么事？我他妈只是个做任务的臭玩家罢了。最重要的一点，小圣女现在是个乖孩子，至少在她面前是个乖孩子，只要不影响任务，她有800个小心思都无所谓。决定不再探索剧情故事之后，陈宇板着脸对2名半死不活的圣职者问道：“圣女我就出来了，往哪个方向能最快离开交界区？”“大人，您不需要完全护送殿下离开交界区。”一名圣职者说道。以恶魔的巡视密度，就算是您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做不到又怎么样？陈宇说道。待在这里等死吗？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圣职者连忙说道。达利亚骑士长大人已经率领圣殿骑士团进入了交界区，正在巡回击杀恶魔，寻找圣女殿下。您只需要到达特定区域，然后释放信号弹，骑士长大人就会率领骑士团赶到。说罢，圣职者拿出几颗彩球以及一张羊皮纸地图。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圣职者指向地图上的一个点，然后又指向一个红圈。这是圣殿骑士团的巡回区域。区域中间有一座深渊岩柱，周边深渊魔力很浓烈，只要能看见深渊岩柱，就可以释放信号弹了。好的，我知道了。陈宇接过信号弹和地图，这应该就是试炼任务最后的关卡了。将圣女送到指定位置，燃放球源信号弹。援军能看见信号弹，恶魔也能。在援军赶到之前，就是硬核战斗任务了。他必须在恶魔的围攻下，保证小圣女不挂掉。在得到地图之后，陈宇才发现交界区实在是大的离谱，即便出了交界区，也还要很久才能到达防御力强大的圣堂城池。而且越往前走，恶魔巡视的密度就越大。靠自己护送的话，在最后一段距离，肯定有恶魔一发现他就释放信号，引来大批量其他恶魔。这样一来，还不如直接放信号弹，硬刚一波。在情况不明的时候，陈宇一直在尽量回避战斗，以免消耗过大导致翻车。现在基本确定会有救援到来，也就不用再担心消耗问题了。辞别2名圣职者，陈宇带着小圣女离开了领地。小圣女没有要求陈宇带上他们，2名圣职者甚至极力拒绝哪怕是最简单的救助，只为让陈宇和小圣女多保存1分力量。地图你能看懂吗？我们距离深渊岩柱有多远？陈宇将地图递给小圣女。小圣女连连点头。按照我们的速度，不到半天时间就能赶到这个位置。达利亚骑士长是什么实力？圣殿骑士团是什么实力？确定能保护你的安全吗？陈宇再次问道。这种事情必须向小圣女确认，万一圣殿骑士团是个渣渣军团，岂不是要功亏一篑？达利亚骑士长是教廷的8大圣域强者之一。小圣女回答，圣殿骑士团中实力最弱的也是高阶骑士。圣域强者几阶？陈宇问道。高阶骑士又是几阶？圣域强者代表7阶。小圣女说道，也代表着力量的极致。高阶代表5阶和6阶。教廷之中已经没有比圣殿骑士团更强大的军队了。7阶换成蓝星的说法就是7传超阶强者。一名7阶强者领队，至少是5阶6阶精英怪组成的军团，保护力度绝对比陈宇单人更强，这毋庸置疑。另外，陈宇回头看了一眼灵帝，沉声问道，那2个人有没有可能骗我们，甚至自己也受到了蒙骗？其实根本就没有圣殿骑士团，一旦我们点燃信号，就是自投罗网。不会，小圣女回答，地图和信号弹都是圣殿骑士团专用的，只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分发。那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圣殿骑士团是真的存在，并且看到信号弹之后会赶来，对吧？陈宇问道。没错，小圣女说道，除非圣殿骑士团之中有叛徒。
有这种可能吗？陈宇皱眉，比如教廷高层政治斗争，有人想要你死，前往地图标红的区域释放信号，等于是梭哈。如果被骗了，圣殿骑士团根本不存在，那么即便是陈宇，也无法从大量恶魔中带着小圣女突围，概率非常低。小圣女说道，圣殿骑士团是几乎独立于教廷之外的武装组织，达利亚骑士长本身是圣域强者，作为世界最强者之一，政治斗争几乎与他无关。另外，教廷里我比圣域强者更加重要，没有人会希望我死，除非8大圣域强者都想自杀。你有这么重要？陈宇淡淡的瞥了小圣女一眼。没错。小圣女郑重的点了点头。那你是怎么被几个低级堕落者捕获的？陈宇略带嘲讽的问道。对不起，小圣女低下头，忐忑不安的说道，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是这样的，教廷中……嘘。陈宇将一根手指竖在小圣女嘴边，别说话。片刻后，哈哈，果然在这里。教廷圣女，我找到你了。一个兴奋的笑声响起。不远处，尘土飞扬，一头身高3米有余的壮硕红皮恶魔向着陈宇和小圣女冲了过来。沉重的脚步踏在铺满杂草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你是我的了。这也是一头4阶恶魔 BOSS， 不过它没有翅膀，看外形属于近战特化类怪物。陈宇一挥手，2头深渊妖灵出现在恶魔 BOSS 的前进路线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大片的百合花海瞬间绽放，恶魔 BOSS 的属性顿时被削减了1截，还陷入了晕眩和迟缓的控制状态。深渊荆棘妖灵直接开启魔化，身形变得比恶魔 BOSS 还要庞大，双手指尖和尾尖裂开，弹出数十根褐色锯齿藤鞭。死！陈宇轻喝一声，深渊魔力输出加剧，深渊荆棘妖灵体型再长，属性暴增，只是几秒钟时间便将这头肌肉型恶魔 BOSS 锯成碎片。走！陈宇甚至没有吸光 BOSS 爆出的深渊魔力，就匆忙准备离开。等等！小圣女从修女服中取出一片白莹莹的薄片，向着空中一抛，白色薄片立即向着远方疾驰而去。行了，走吧。好！陈宇抱起小圣女，向着地图红圈的位置飞奔而去。不到1分钟之后，数个形态各异的深渊恶魔赶到了肌肉恶魔的死亡之处。刚刚死亡不久，教廷圣女肯定就在不远处。我闻到了胜利的味道。追！3头恶魔 BOSS 化作残影飞逝而出。只可惜他们和陈宇走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方向。前往深渊岩柱的途中，恶魔出现的频率明显变高了，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会遭遇一次恶魔，有时候是一只，有时候还成群结队。托这些恶魔 BOSS 的福，陈宇控制心相战斗的技巧越来越纯熟。每次遭遇恶魔战斗之后，小圣女都会释放一片白色薄片，用来误导恶魔追兵。在持续的奔跑与战斗中，天色渐暗。总共遭遇10多波恶魔之后，一根巨大的黑红色岩柱出现在陈宇的视野之中。陈宇没有停下，而是向着岩柱又前进了10多分钟，直到岩柱的轮廓清晰可见，才停了下来。最后一个问题，陈宇望着岩柱，拿起一颗信号弹，对小圣女问道：圣殿骑士团是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对吧？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释放信号，而不是直接去找骑士团？你的感知能力很强，感应不到他们的胜利吗？找不到的。小圣女摇头，圣殿骑士团的巡游范围很大，移动速度极快，要是我们主动去寻找他们，就算是以我的感知范围，除非运气好到了极致，否则根本不可能撞上。那些恶魔最终还是会锁定我们的位置，漫无目的的游荡，会非常危险。既然如此，那么陈宇深吸了一口气，举起了信号弹。等等！小圣女突然拉了拉陈宇的手，面色有些犹豫。怎么了？还有什么其他顾虑吗？陈宇问道。小圣女对这个世界更了解，考虑问题肯定比他要周全。不是的。小圣女咬了咬下唇，轻声说道：关于赫拉图格斯，与我无关。陈宇微微一笑，我是任务党，不是剧情党。对不起，我不用说了。陈宇揉了揉小圣女的脑袋。无论苦行者赫拉图格斯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和小圣女教廷之间有什么纠葛，在教廷中拥有超然地位小圣女居然被区几个堕落者抓获，其中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与陈宇都没有任何关系。或许搞清楚背景故事是普通试炼者通关试炼任务最重要的一环，但陈宇不用。现在试炼已经到了最终时刻，他只需要完成最后的保护任务即可。那你会讨厌我吗？小圣女有些焦躁不安。不会。陈宇摇头。任务过程中，他和小圣女相处尚且愉快。大部分游戏的剧情任务里，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谜语人，让整个剧情扑朔迷离。小圣女这种已经算是良心 NPC 了，至少她听话，不会像哈士奇一样到处惹麻烦。这个试炼任务世界跟游戏剧情没有任何差别，跳过不看是最省事的方法。你快要离开了是吗？小圣女拽着陈宇的衣角，小嘴微微撅起，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陈宇愣了愣，笑着说道：放心，在你彻底安全之前，我哪里都不会去。小圣女向着陈宇张开双臂，陈宇弯腰将她抱了起来。小圣女搂着陈宇的脖子，将下巴放在陈宇的肩膀上。哎，对了，陈宇拍了拍小圣女的后背，将一颗信号弹递给她。这玩意儿怎么用？胜利触发的。小圣女假装声音很平静。你还有胜利吗？陈宇有些忐忑地问道。他本人是没有胜利的。如果小圣女也无法触发信号弹，那可就难受了。有。小圣女接过信号弹，往空中一抛，彩球燃烧着，化作一道白线，冲天而起。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信号弹在空中爆开，星星点点的白色光斑在陈宇和小圣女上空组成了一副手持长枪、纵马飞跃的骑士图案。
杂草稀疏的荒凉的山丘上，一名手执大剑、身披重铠的圣职者正在与3名恶魔战斗。胜利萦绕的大剑，每一次劈砍都能带起一阵凛冽的劲风。3个恶魔只能靠着灵活的行动与其游斗。突然之间，大剑圣职者一剑荡开3只恶魔，转身看向身后的天空。圣殿骑士团的信号弹，那个方向是圣女殿下。3个恶魔也看到天空中的骑士图案，他们脸色一变，没有趁机攻击大剑圣职者，而是向着图案所在的方向电射而去。哈哈哈哈！给我停下！大剑圣职者狂笑着，一剑劈出，一道巨大的半月形胜利袭向3个恶魔。恶魔们顿时惊惧，不得不停下身形，继续应付大剑圣职者。某处无人的荒野，5头相貌狰狞的恶魔鬼笑着，向10多名圣职者不断发起进攻。圣职者们实力不济，只能被动防守，却一直在承受新伤。突然之间，远方的天空中浮现出一副骑士持枪策马的图案。5头恶魔的笑容顿时消失，立即放弃这一群伤痕累累的圣职者，向着图案的方向赶去。而10多名圣职者却猛然暴起，向着恶魔发起悍不畏死的攻击。荒原之上还有无数精锐的圣职者以及强悍的恶魔纷纷向着骑士图案所在之处赶去。路途之中，不断有圣职者与恶魔相遇，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所有赶往图标地点的圣职者中，有着一支由500多名重装骑士组成的军团，他们装备精良，马匹神骏，浑身都笼罩在霸道的胜利光芒之中。一路上，所有目之所及的恶魔都逃不过被胜利灼烧成黑色残渣的命运。全体不要再理会低级恶魔，营救圣女！全速冲锋！为首的骑士气息强悍，身披亮银色铠甲，举起手中的长枪，一声怒吼几乎震碎了空中阴暗的云层。这支恐怖的圣职者骑士军团顿时速度暴增，化作一道白色闪电疾驰而去。深渊岩柱区域，看见信号弹爆开的一刹那，陈宇便立即召唤出了10多个植物生命星象，全部是深渊化的荆棘妖灵、贪食妖灵和百合妖灵。过了不到1分钟时间，便有2头恶魔赶到，他们扇动着翅膀飞翔在空中，发出凄厉的嚎叫，伴随着一道道扩散的深渊魔力波纹。这2只恶魔只是3阶精英级，比同级堕落者强，但和陈宇解决的那么多4阶 BOSS 根本没法比。恶魔飞行的高度并不高，一只深渊荆棘妖灵猛然射出2根藤条，直接将2只恶魔从空中击落。不过2只恶魔的嚎叫声也为其他恶魔提供了精准定位。没等陈宇吸收完2只3阶精英恶魔的深渊魔力，便又有2个4阶恶魔 BOSS 率领着10多个3阶精英恶魔赶到。2头4阶恶魔 BOSS 见到陈宇和小圣女，直接率领着手下向陈宇发起攻击。温柔气息，剧毒暗香。陈宇立即控制深渊百合妖灵释放了削弱技能，然后深渊荆棘妖灵和深渊贪食妖灵上前迎战。一时间，无数锯齿藤条漫天飞舞，庞大的猩红色食人花遮天蔽日。一个恶魔 BOSS 贪功冒进，直接被深渊贪食妖灵的食人花吞噬；另一个恶魔 BOSS 则是在藤条中左冲右突。正在这时，又是3个地面系恶魔 BOSS 赶到，他们没有携带手下，但本身的战力却比前一批2个 BOSS 加一帮小怪更强。陈宇顿感压力倍增，不只是生机属性的消耗，精神消耗也高出不少。星香是不会主动攻击的，一切动作都是由陈宇来操控。陈宇突然想起高考时无尽模式的第1、2关，考验的就是消灭怪物的速度。如果任由怪物堆叠起来，那可就麻烦了。速战速决，不能让敌人数量积累。2只深渊荆棘妖灵和1只深渊贪食妖灵顿时身形暴涨，浑身泛红，进入了魔化状态。随着深渊魔力的大量消耗，深渊荆棘妖灵和深渊贪食妖灵属性成倍增长。目前赶来的恶魔实力最强为4阶 BOSS， 属性被魔化状态的植物生命馨香碾压。几个恶魔 BOSS 发现对手实力暴增，想要暂时撤退，但已经晚了。陈宇没有给他们苟活的机会，控制着植物生命馨香，迅速将他们击杀。解决这一批恶魔不到2分钟，又是3波恶魔 BOSS 分别从3个不同的方向出现。远处隐约还能看见更多恶魔的身影。深渊百合妖灵持续释放着削弱技能，敌人还没靠近，战力就先被削弱了一截。紧接着便是深渊荆棘妖灵和深渊贪食妖灵的无情殴打。陈宇控制植物生命馨香战斗的技巧愈发纯熟，4阶恶魔最初需要小心谨慎的应对，甚至小圣女还身受重伤，到现在已经是一套不解释，连招就能带走。恶魔 BOSS 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最开始还有一点间隔时间，到后来直接就是源源不断的加入战团，往往上一批还没有解决，下一批就已经赶到。战斗中的植物生命星象从最开始的10几个，到后来已经增加到了上百个。由于不断击杀恶魔的缘故，深渊魔力倒是能够支撑，但生机和精神力却已经快要跟不上了。纵然有往生路和世界树源源不断的为他传输力量作为补充，也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消耗。陈宇紧闭双眼，面色苍白，汗如雨下。他的每一分心神都用在了操控星香上，以至于连自身都无法控制。星象相当于他自己身体的延伸，控制一个或几个尚且得心应手，但上百个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是仗着深渊魔力充沛，全员魔化属性压制，恐怕战线早就崩溃了。最要命的是，上百个星象的视野将脑海中的画面切成粉碎，几秒几十秒还好，时间一长，一种浓重的割裂感以及强烈的晕眩感开始不断袭来。陈宇只能依靠意志力苦苦支撑。不久之后，晕眩感变为强烈的刺痛，仿佛有人用尖刀不断地穿刺他的大脑。这是精神力消耗过度的征兆。对于陈宇来说，现在的每一秒都是一种酷刑般的煎熬。他仰倒在地，痛苦到面容扭曲。小圣女手足无措，紧紧抱着陈宇的脑袋，拼命压榨自己的潜能，寻找体内的最后一丝胜利，企图为陈宇治疗。但他只能是徒劳无功。陈宇受到的伤害是精神上的，而非身体。战场中不断有星象因为失去控制而碎裂消失。
深渊恶魔的数量则是越聚越多，迅速消灭已经不可能。无奈，陈宇只能收回大部分星香，依靠接近30只深渊荆棘藤妖的藤条防御，苦苦支撑。该怎么办？难道必须用那一招了？陈宇用仅剩的意识努力思索着。其实他还有一个终极绝招，那就是使用世界树星象。即便无法具现整个世界树，仅仅一条树枝也能轻松解决现在的场面。可是世界树星象消耗太过巨大，在无上圣土之中的时候，他曾经进行过尝试。世界树星象一次最低级别的攻击便会消耗他接近1半的生机属性。现在他的生机属性消耗已经过半，这还是星象战斗大部分靠深渊魔力支撑的缘故。如果使用世界树星象是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后续赶来的恶魔必然无法应对。如果不用，当他精神崩溃的时候，这一批恶魔就会将小圣女夺走。他撑不住了，杀了他！杀！杀！数百只深渊恶魔发出刺耳的吼声，轰！无数道猩红色光柱落下，7道植物生命星象被直接打爆。陈宇闷哼一声，眼角和鼻孔渗出鲜血。你怎么样了？小圣女大急，拼命集中起最后一点胜利，为陈宇释放了一道治疗术。没事。陈宇强笑着拨开小圣女，挣扎着起身，还护得住你。此时，深渊荆棘妖灵组成的防护网外已经聚集了超过200个4阶深渊恶魔 BOSS， 这样的阵容估计顷刻间就能攻破江阳市这种小城。陈宇只能靠着植物星香被动防御，苦苦支撑，攻击不断落在防护网上，植物星象在不断被打散。操控星香必须依靠他的精神力，星香被打散就相当于陈宇遭受了精神攻击。可是他又无法在攻击落下前撤退精神力，因为只要他的精神力撤离，星象就会直接消失，以至于每一个星象爆裂，陈宇都感觉像是有人用大锤将他的脑袋砸扁了一次。你放弃吧，放我出去！小圣女突然说道。陈宇狠狠拧了一下小圣女的脸蛋，没有说话。我不是开玩笑的。小圣女努力维持着平静。我是教廷圣女，就算是被恶魔抓住，他们也不会第一时间杀了我。圣殿骑士团不久之后就会到达，他们会把我救出来的。或许这样会伤到你的自尊心，但是神殿骑士团的力量是你无法想象的。你现在所做的所有努力，在他们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要他们确定了我的位置，就一定能拯救我。这话你自己信吗？陈宇勉强的笑了笑，说道：我说过会保护你的安全，就一定会。可是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小圣女的表情终于失控，她哽咽着，豆大的泪珠顺着娇嫩的脸蛋落下。你会因为灵魂破碎而死的。小圣女尖声哭喊，我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知道你死掉后也能复活，可是千疮百孔的灵魂是绝对无法被拯救的，你知道吗？无论哪个世界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呵呵，真的没有吗？陈宇不屑的一笑，再次召唤出一批星香抵挡攻击。任务世界的土著圣女就是见识短浅，灵魂破碎算什么？几级致死，往生路轻松就能救回来好吗？求求你不要再这样了。小圣女抱着陈宇的大腿，低声啜泣着。我怎么样都好，堕落深渊也好，被献祭给魔神也好。轰隆隆！正在这时，大地震颤，一阵闷雷般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圣洁的白色光芒通天彻地，强悍浓烈，仿佛实质一般的胜利肆意宣泄着他的威能，昭示着他到来。圣殿骑士团听令，击杀恶魔，保护圣女。圣殿骑士团，小圣女面色一喜，保护圣女，杀！几百人的重装骑士冲锋之势一往无前，仿佛一股钢铁洪流，围住陈宇和小圣女的恶魔如同受惊的乌鸦一般，惊惧地拍打着翅膀飞上天空。射！为首的骑士一声怒喝，几百骑士顿时举起手中的旗枪，向着上空密密麻麻的恶魔投射过去。嗡嗡！一阵风鸣声响起，包裹着白色胜利光芒的旗枪瞬间将无数恶魔洞穿。还活着的恶魔根本不敢捋圣殿骑士团的虎须，纷纷振翅逃走。而那些没有飞行能力的恶魔就没那么好运了，直接成了骑士团的蹄下亡魂。骑士洪流在冲到陈宇和小圣女面前的时候，速度变慢了下来，然后自动分开，将陈宇和小圣女围在中间。无数嘈杂的马蹄声在耳边呼啸而过，但陈宇却感觉心情无比平和。这任务总算是通关了。片刻后，统帅骑士团的首领策马走到陈宇和小圣女面前，翻身下马，摘下头盔。他身高接近1.9米，有着一头亚麻色的卷曲长发，面容刚毅，不怒自威。一身亮银色的铠甲上沾染着些许暗红色的血迹，细看之下还有着无数条淡淡的划痕。枪！骑士首领弯腰向着小圣女行了一礼。达利亚大人。小圣女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冷静，语气平淡的说道：我们需要治疗，请尽快。是。达利亚转身招呼一名骑士，骑士下马走过来，手中运起一道白色圣光，洒在陈宇和小圣女的身上。陈宇顿时感觉一道柔和的力量融入身体，温暖而又舒适，仿佛清空了他的所有疲惫。只不过头还是很疼，这是由于精神损伤过度，伤及灵魂的结果。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种伤只能慢慢养。陈宇的话，往生路就是这方面的专业户，没有强行使用精神力，没有星象爆炸的损伤，往生路渗透过来的力量已经开始渐渐修复陈宇的灵魂伤势了。圣女殿下，您感觉怎么样？治疗完成之后，达利亚向小圣女问道。恢复了一些。小圣女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陈宇，多亏了苦行者大人，我才能平安归来。赫拉图格斯阁下。达利亚站得笔直，看向陈宇的目光中充满了敬意。他右手握着头盔正中，左手扶着右胸，然后向着陈宇弯腰鞠了一躬。这是一个严肃郑重的骑士礼。你好。陈宇笑着回了一礼。阁下请。达利亚平伸右手，
骑士团立即让开一条道路。你有话要说？陈宇疑惑地看了达利亚一眼，达利亚点了点头。好。陈宇跟随着达利亚离开，走出骑士团的包围之后，陈宇才发现骑士团的周围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少说也有1000只以上的4阶恶魔 BOSS 正在与骑士团遥相对峙。要打啊！陈宇的精神立即振奋了起来。赫拉图格斯阁下，达利亚凝视着恶魔大军，低声说道：“我只想问一句，这么做值得吗？”我该怎么回答？陈宇神色一滞，现在应该是剧情时间，但他自己就是剧情 NPC， 却没看过剧本，这种剧情对话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下一刻，一道虚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虚影看不清面容，衣着有些肮脏，打满了补丁，头发乱糟糟的，似乎长年累月都没有洗过。虽然整个虚影都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但体内那熟悉的胜利以及深渊魔力，无不说明着这个虚影就是他之前使用的虚拟身躯。当然值得。虚影缓缓开口：“哦，原来剧情人物在这里啊！”陈宇恍然大悟，到这一步，别的试炼者恐怕已经是第三人称虚空视角了，但因为他把本体降临过来的缘故，还在现场亲眼观看。神明降临人间，如果只拥有神的智慧，而没有人的情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虚影也望向恶魔大军，神情悲悯。对于神而言，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孕育之地，随时都可以放弃的存在；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啊！让这个世界拥有得到救赎的希望，代价只是牺牲我一人而已，为什么会不值得呢？况且，体验人间的苦难，也是他前路上必经的一种磨练。赫拉图格斯阁下，达利亚再次行了一个骑士礼。您的荣耀将被世人铭记，您的付出将被世界感恩。按照计划行事吧，别让我的付出白费。虚影轻叹一声，化作无数暗淡的光点，消失在空气中。听完对话，陈宇大概了解到，这个赫拉图格斯看似是个无私无畏、奉献自我的高尚角色，通过自我牺牲为这个世界创造被救赎的机会。降临人间的神大概率指的是小圣女，赫拉图格斯大概是在以某种方式来唤醒小圣女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而不至于在危险时刻跑路。所以说，小圣女被堕落者抓捕，大概率也是这位一手策划的。当然，这只是根据片面之词进行的推测，具体情况肯定是个又臭又长的无聊故事。这段剧情解开了很多疑惑，但陈宇总感觉赫拉图格斯这个人有种很强烈的违和感。首先，一个在圣堂中颇有威望的存在，为什么是一个3阶弱鸡？其次，达利亚看见陈宇如此娴熟的使用深渊魔力，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按理说，以圣堂势力的纯粹性是绝对容不下堕落者存在的。两人之前是否通过气做过具体计划的沟通？第三，赫拉图格斯刚才到底是怎么死的？化成一片光点消失，这是一个区3阶圣职者能做得到的死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剧情出现代表陈宇已经将任务打通关，也就是达到了赫拉图格斯的预期。赫拉图格斯的预期是救出小圣女，还是与小圣女产生情感纠葛？从对话来看，恐怕是后者。陈宇做到的事情是让小圣女对他产生依赖、眷恋的情绪。如果不是小圣女看穿了陈宇是个扮演者，那么这种情绪的根源就会属于赫拉图格斯。要达到让小圣女眷恋这个世界，在以后保护这个世界的目的，派遣其他圣职者与其同甘共苦，甚至为他而死，来刺激他的情绪，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亲自上阵？啧，不简单啊，多半是个老六。陈宇感叹，看来得提醒一下小家伙，免得他以后吃了这老六的亏。就在这时，一股拉扯感突然出现在陈宇身上，正是之前在黑暗空间中牵引灵魂的那股力量。赫拉图格斯的剧情结束了，意味着陈宇的任务也结束了，该回归了。可是非常扯淡的事情出现了，潜能试炼世界之中，陈宇的身体是自己的真身，要是灵魂被拉走，身体还留在这边，那可就搞笑了。估计腾龙学院第2天就会出一版新闻，惊！最强状元来到腾龙大学，居然一夜之间变为鬼魂。无奈，陈宇只能依靠往生路的力量镇住自己的灵魂。你是谁？正在这时，一旁的达利亚突然拔出骑士剑，警惕地看向陈宇。你他妈是健忘症吗？陈宇瞬间就只想骂人。咦，这是刚才苦行者阁下使用的力量？达利亚表情疑惑地收回骑士剑。你是苦行者大人？不对，苦行者大人不是已经牺牲了吗？得，作弊整出 bug 来了。陈宇脸皮一抽，在其他人眼中，陈宇毫无疑问就是苦行者赫拉图格斯。但刚才苦行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爆掉了，按理说试炼者这时候也应该完成任务，回归原本世界。可陈宇的真身在这里，就导致了 NPC 的认知障碍解除，他们看到的不再是苦行者赫拉图格斯，而是陈宇本人。这可咋整？陈宇人妈了！不光陈宇妈了，圣殿骑士团骑士长达利亚也妈了。赫拉图格斯阁下刚才已经消失了，但眼前这个人分明就是赫拉图格斯，虽然外表有些不同，但气息、力量都分毫不差。难道是赫拉图格斯阁下还有什么话没说完，需要活过来再提一嘴？阁下，您这是什么情况？达利亚骑士长小心翼翼地问道。可嗨，这里不是还有那么多恶魔吗？圣女还没有彻底安全，我不放心。陈宇尴尬地说道。此刻他也只能把赫拉图格斯这个身份继续用下去，不然怎么解释？直接说他只是个来做任务的玩家，因为使用外挂导致系统出了问题，任务结束没把他传走。啊，是这样吗？达利亚一副见了鬼的神情。让开，让一下，快点让开！后方骑士们的阵型让开一条道路。小圣女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当她看见陈宇的时候，顿时瞪大了眼睛，惊愕之情溢于言表。你出来干嘛？还不快回去待着！陈宇赶紧将小圣女往回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人还没走，不知道结算是不是已经确定。万一这种时候小圣女磕着碰着，降低他的评分怎么办？爆！
小圣女对着陈宇张开双臂，抱什么抱，快回去躲着。陈宇拍了拍小圣女的后背，将她往骑士阵型里推。抱！小圣女转过身，撅起小嘴，再次张开双臂，大眼睛里水光盈盈，一副不抱我就哭给你看的模样。达利亚顿时目瞪口呆，随即他连忙说道：“苦行者阁下，既然圣女殿下有此要求，您还是满足她吧。”陈宇深吸了一口气，将小圣女抱了起来。小圣女看向达利亚，轻声说道：“我要和苦行者大人说话，你们不准偷听。”哦，好，好，在下绝不偷听，绝不偷听。达利亚连忙将骑士们驱赶开，留出一片空间。你看见了？小圣女咬着陈宇的耳朵，小声问道。陈宇抱着小圣女，在她耳边低声问道：“看见什么？你搞什么鬼？赫拉图格斯应该消失了吧？”小圣女说道，面带一抹欣喜之意：“我以为你会和他一起消失，没想到你居然留下来了。太好了！”小圣女眯起眼睛一笑，然后充满期待地问道：“你是要留在这里吗？”“不行的，我虽然暂时留下，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那股牵引陈宇的拉力变得越来越强，虽然有往生路镇压，再强都无法撼动陈宇的灵魂，但陈宇不敢肯定这股拉力会一直存在。要是这股拉力突然罢工，他可就只能困在这个试炼任务世界了。这样吗？小圣女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开心点，我这不是还没走吗？陈宇笑着说道。另外，我有一个问题，你之前看我是什么形象？刚才从达利亚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外表和赫拉图格斯是不一样的。剧情结束前，他在 NPC 眼中都是赫拉图格斯的形象，可是小圣女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小圣女是凭什么能看穿他真实容貌的？就是你现在的形象啊。小圣女说道，最初你是和赫拉图格斯一样的，但是自从你告诉我你的名字之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怪不得当初在山洞里，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小圣女会感叹自己和他是同一个人种。原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小圣女看到了自己的真容。那么为什么他没有被其他人看清真容？难道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这多半又是一个和大罗道果挂钩的课题了。对了，陈宇继续说道，我感觉赫拉图格斯这个人似乎有古怪，你了解他吗？以前不了解。小圣女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但是托你的福，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正想和你说说这个人呢。他是，你知道就行，不用多说了。陈宇突然脸色一变，他一直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那股牵引他的拉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小圣女茫然，我停留的时间快到了。陈宇说道，在此之前，我再为你解决一点麻烦。解决麻烦？小圣女一愣。陈宇抱起小圣女，快速走出骑士阵列。苦行者阁下，圣女殿下，你们谈好了吗？达利亚笑容可掬地问道。陈宇没有理他，径直从他身边走过。此时与骑士团对峙的恶魔数量又变多了一些，4阶 BOSS 达到了至少1000只，其中还有零星的5阶 BOSS。这个战斗力几乎已经与圣殿骑士团持平了。陈宇一手抱着小圣女，一手伸出，对着恶魔聚集的所在张开。你是要？小圣女惊愕，用我剩下的力量帮你灭了这些怪物。星象之种，世界树。陈宇的面前突然出现一道透明的波纹，从手心之中扩散出几十米的范围。下一刻，一尊粗壮而苍劲的巨大树枝从波纹之中延伸出来，透过波纹还隐隐能看到那一株无穷无尽，仿佛贯穿了整个世界的至高存在。树枝只是虚影，但那恐怖的威压与气势却已经将方圆10里内的所有生物压得直不起身。这是什么？达利亚半跪在地，面露惶恐，冷汗直流。其余骑士更加不堪，直接人仰马翻，倒了一地。至于被针对的恶魔一方更是凄惨，一些弱小的存在直接爆成了一团肉泥，没有当场死亡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死死的匍匐在地，无法动弹。哦，被陈宇抱在怀中，没有受到世界树虚影压迫的小圣女陡然激动了起来。她兴奋地伸出一双小手，透过波纹抚摸着星象世界树的枝干，露出渴望的神情。强大、完美，仿佛一切都归于其中。这才是真正的高贵，这才是真正的神圣啊！小圣女微微颤抖着，喃喃自语：“丢脸玩意儿们，死吧！”陈宇一挥手，绵延数公里的世界树枝干轰然砸下，咔咔咔，空间出现一道道蜘蛛网一般的裂纹，树枝扫过之处，万物泯灭。强大如5阶恶魔 BOSS 与地上的蚂蚁没有任何区别，就连山脉与大地都迅速归于虚无。在这一刻，这个世界的所有生灵都在为这股超越一切的恐怖力量站立。这股力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只是持续了一瞬间，便消失无踪。不过，哪怕只是一瞬间，也让无数恶魔彻底灭亡，连尸体都没有留下。好看吗？陈宇掐了掐小圣女的脸蛋。太了不起了。小圣女一脸崇拜与痴迷，她也是真实存在的吗？没错，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介绍给你认识。陈宇说道，不过现在可没有办法，这次就到这里吧。陈宇将小圣女放在地上，揉了揉她的头发。再见喽，小家伙。等一下。小圣女连忙抱住陈宇的手臂，仰着头急切地问道，我还能见到你吗？当然。陈宇一笑，斩钉截铁地说道，相信我，肯定能。话音刚落，小圣女便感觉怀中一空，陈宇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道虚幻的影像，对他挥了挥手。我相信，肯定能的。我等你。小圣女露出明媚的笑容，使劲点了点头，向着陈宇即将消失的虚影大声叫喊。良久之后，水晶般的泪珠才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腾龙大学学生宿舍，陈宇出现在床边，脑海中立即响起一连串天道提示。提示：你完成了1阶潜能试炼任务，拯救神圣的堕落者悲歌。1阶潜能试炼任务，任务难度：深渊。
执行人陈宇，任务完成度完美。保护圣女的同时，你洞悉了苦行者的阴谋，并给予圣女提示。你消灭了恶魔入侵者的前锋部队，并击杀了超过10名6阶恶魔 BOSS。奖励结算中，结算完毕。提示：你获得1阶潜能试炼奖励潜能等级+6。提示：由于你的潜能等级提升，属性获得增长补偿。注：每个转职阶段完成的潜能试炼，只能获得该阶段的属性补偿。潜能等级增长了6颗星。陈宇看了看属性面板，潜能等级从8颗星变成了14颗星。同时，从50级到70级，这20级对应的属性已经补足。4维属性和自由属性都增加了600点，升级属性增加了120点。从提示看，转职任务和试炼任务增加的潜能都是按照阶段计算的。比如，一个职业者在100级2转时获得了一个潜能等级，只会提升100-150级阶段的属性获取。2转阶段期间完成潜能试炼任务，也只补偿100-150级的属性。现在陈宇的潜能等级是14星，也就是说他在50-100级之间每升1级都能获得70点4维、70点自由属性以及14点升级。原初精灵1到50级，每级增加100点3维和200点精神；50级之后则是每级增加200点3维和400点精神以及40点升级。换算过来，原初精灵这个时候的潜能等级等同于40颗星。传说级植物生命、荆棘妖灵、百合妖灵、贪食妖灵潜能等级则是等于20星。史诗级植物生命的潜能等级等于8星。陈宇目前的潜能等级介于史诗级和传说级之间，换句话说，就是成长性高于普通 BOSS， 低于青铜 BOSS。职业者和非职业者的区别就在于职业者的成长性不固定，非职业者每成长以一个阶段都会自动获取对应品质的成长性，而职业者则是通过转职任务、潜能试炼或者还有另外的方法来获取潜能星级。往生路，陈宇轻声呼唤。顷刻之间，宿舍房间中开满了鲜红的彼岸花，花丛中凝聚出一道灰蒙蒙的意志虚影。我的灵魂受到了重创，你帮我治疗一下。陈宇吩咐道。重创？往生路歪了歪头，一股不解的思绪传达给了过来。怎么？有问题吗？陈宇也疑惑了。往生路可是至高冥府灵魂方面的专家，不可能治不好他的伤势。主人，您的灵魂并没有出现重大伤势，的确是受了一点伤，但程度仅相当于身体上破了一点皮而已。现在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原来是这样，那没事了。陈宇点了点头。还在试炼任务中的时候，他就靠着往生路透过时空间隙传递的力量治愈着灵魂伤势。他认为自己灵魂受到重创，全部要归功于小圣女声泪俱下的哭诉。现在想想，小圣女一个圣职者还处于虚弱状态，感知肯定是有误的。他虽然有点水平，但也就一般，仅限于能看出来陈宇受到了灵魂创伤而已。有往生路担保，灵魂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让他难受的地方在于身体有种极度疲惫的感觉，就像在世界树里面待了1天1夜似的。这是试炼任务的后遗症，兑换任务石板之时，林秀和就已经告诉过他。另外就是头疼，和伤势没有关系，纯粹因为精神力消耗过度。陈宇从物品栏中拿出一瓶药剂，打开木塞，仰头喝了下去。身体的疲惫感和大脑的晕眩感缓缓消除。这药剂还是他在江阳一中的副本里兑换来的，一直都没有使用过，直到今天尝试过才发现效果很不错。叮，一道机械提示音响起。陈宇同学，有人请求进入您的宿舍，是否进行通话？这是宿舍中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识别复杂程度不高的指令。这个时候有人来拜访我，接通吧。陈宇下令。连接中，视频通话已连接。一道虚拟屏幕出现在陈宇面前，虚拟屏幕中是宿舍小院门口的画面，一名身穿黑底白围裙、面容较好的女子提着一个食盒站在门前。你好，请问找我什么事？陈宇问道。陈宇同学。女子面带着和煦的微笑，我是宿舍管理员。你是宿管？陈宇惊了，在他的印象中，宿管不都是那些中年大叔大妈？是的。女子点了点头。现在方便打扰吗？没问题，你进来吧。陈宇吩咐智能控制系统打开院门，同时自身从卧室走到了客厅，同时心中暗叹，要是他前世能遇到这样的宿管，他至于天天夜不归宿吗？片刻后，白围裙女子走了进来，将食盒放在餐桌上，随后她双手叠在小腹处，向陈宇微微躬身。陈宇同学，你好，我叫林若愚，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好，不必客气，坐吧。陈宇为林若愚抽出一张椅子。多谢。林若愚在椅子上坐下。陈宇走到林若愚的对面，坐下后说道，不知道林宿管是有什么工作上的需要的吗？这个时间过来？当然。林若愚嫣然一笑，我是24小时工作制。行，你说吧，我尽量配合你。陈宇点头道，你们这宿管当的也挺不容易的。你是查房做登记，还是有其他事情？腾龙大学的宿舍区很大，全部跑一遍需要很长时间。这宿管分明是个生活职业者，属性低的离谱，一圈跑下来怕是要累成狗。陈宇同学，你不知道吗？林若愚露出惊异的神色，我是你的宿舍管理员啊。我的宿舍管理员？什么意思啊？陈宇笑容一致，字面意思。林若愚说道，我的工作范围是您的宿舍，负责为您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另外，关于腾龙大学的一些常规信息，你有疑惑之处也可以询问我。您可以理解为我是您的生活秘书或者女仆也行。陈宇仔细看了看林若愚，发现她身上的衣服确实是女仆装，只不过不是2次元性化女仆装，而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女佣工装。宿舍管理员管理我一个人宿舍。林秀和告诉过陈宇，宿舍里会有女仆，没想到居然第一天就给她配备好了。你专门为我服务，还会住在这里？是的。林若愚点头。我可是正常男人。陈宇忍不住吐槽，腾龙大学派出你这样的女仆，
也不怕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哼，林若愚掩嘴一笑，能在腾龙大学名列前茅的天才，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受到影响。相反，适当的释放欲望有助于抵御不良诱惑。有点道理。陈宇恍然大悟，女生的情况不明，不好判断。单说男生，能在腾龙大学都排名前列的男生，会缺女人吗？显然是不会的。花丛老手啥都尝过了，洁身自好的根本不会动心。既然如此，一个女仆能影响什么？就算是以前压抑着本性的，在女仆这里放开了，也能得到较为良好的控制。女仆大概率接受过相关培训，该如何正确引导自己所照顾的天才？腾龙大学招收的专属侍者全部来自于下属的生活职业者学院。林若愚继续说道，每一届前100名入学的学生都会配备专属侍者，除此之外，入学后得到同阶前100名荣誉的也会配备专属侍者。每个侍者只服务一人，无论是伴随到毕业或者中途被辞退，都不会再跟随第二人。侍者与天才朝夕相处，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一些天才的秘密。天才毕业之后，可以选择是否收留侍者。不被收留的侍者与中途被辞退的侍者一样，会被洗掉记忆，得到一笔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厚回报，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除了专属侍者之外，还有普通侍者，这是别墅区每间别墅都有的。不过普通侍者不能与天才同住，只提供打扫卫生、跑腿之类的基础服务。考虑的还挺周到。陈宇暗自点头，他刚到腾龙大学，人生地不熟，身边的确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如果您决定聘用我，那么就请签订这份契约吧。林若愚将一份金色契约纸放在陈宇面前，陈宇拿起契约纸查看，看完之后发现这就是一份主仆契约。主方除了不能无故虐待伤害之外，没有任何应尽义务，而仆从方需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满足主方的一切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仆从方不得泄露主方的一切个人信息。这份契约是天道公正契约，如果某一方违背契约，将由天道进行直接惩罚。光是这份契约都价值不菲，白送的谁不要？陈宇直接提笔在契约上签下自己的大名。签名之后，契约纸化作点点金光，分别融入陈宇和林若愚的身体。提示：你已与林若愚签订主仆契约，你可以在属性面板上查看其属性，并对其下达指令。陈宇打开属性面板，他自己的主面板旁边除了好友之外，又多出一个契约仆从面板。仆从林若愚，职业女仆，等级128，技能家政低级，烹饪中级，助眠低级，舞蹈低级，鼓舞中级，经验宝宝中级，风花雪月低级。还真是女仆职业啊！陈宇点开林若愚的技能，一个个观看，啧啧称奇。家政和烹饪都是普通的业务技能，没什么好说。助眠就是个有使用价值的技能了，使用后会让释放对象快速进入高质量睡眠，并快速恢复精神力和体力。鼓舞可以让释放对象临时增加4维属性。经验宝宝正如其名，契约签订后直接生效。陈宇打怪获得的经验会被林若愚分走20%，但陈宇的收益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提高10%。至于舞蹈和风花雪月，居然是娱乐2连击技能，可以让释放对象感受高质量娱乐，从而长时间保持不需要娱乐的状态。真可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种玩意儿居然也能堂而皇之的变成技能。主人，林若愚微笑着将他提过来的食盒推到陈宇面前，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宵夜点心，如果你有什么饮食癖好，忌口可以先告诉我。吃的，谢谢啊。陈宇立即将食盒端到自己身前，正好饿了。他在试炼任务里一连10多天没吃过正常食物，嘴里都快淡出个2年半来了。食盒的第一层是20个拇指大小的水晶包，面皮薄如纸张，晶莹剔透，却并不油腻，带着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陈宇捏起一个放进嘴里，咬破之后，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妙美味在口中绽放。从味觉感受上说，是咸香中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陈宇本身是不喜欢吃咸甜口的，但这个水晶包却用一种完美的结合，牢牢抓住他的味蕾，仿佛世界树在萝莉与御姐之间无缝衔接的丝滑切换。怎么样？林若愚脸上露出一抹味不可察的紧张。陈宇愣了1秒钟，搜刮着脑海中贫瘠的形容词，最终只吐出2个字：好吃。谢谢。林若愚展颜一笑，仿佛午夜中悄然盛开的昙花。你也吃。陈宇向林若愚招了招手。林若愚起身走到陈宇身边坐下，也拿起一只水晶包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不过他的一双眸子始终注视着陈宇，不肯放过他的任何一个细微动作表情。了解主人的情绪，判断主人的喜好，是一名侍者的基本素养。对了，陈宇赶紧沟通无上圣土，将6只小精灵召唤了出来。美食嘛，得有关系亲近的人分享，吃起来才有意思。啊！小燕打了个哈欠，无精打采地趴在陈宇头顶，睡眼惺忪地说道：“主人要打架吗？不是让你打架。”陈宇将小燕拿了下来，请你吃好东西。此时，小峰已经非常自觉地飞进食盒里，抱起了一只水晶包，咬了一口。水晶包的面皮太薄，以至于就连小精灵都能一口咬破。汤汁滑落出来，小峰浅浅地吸了一口，顿时眼前一亮，开始低头猛啃。哇，好香！小燕惊叹了一声，飞到小峰身边，也抱起一只包子，美滋滋地吃了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元素精灵。一旁的林若愚暗自惊叹，陈宇拥有元素精灵，这不是什么秘密，看过高考排名的都知道。不过，近距离接触元素精灵的机会，不是谁都能拥有的。好可爱啊！林若愚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峰和小燕，露出傻笑，瞳孔都快变成心形了。一个精致的小人抱着比他们脑袋还大的小包子，埋头大吃，着实戳中了他的萌点。啊！小峰若有所感，歪着头呆呆地望了林若愚一眼，然后回过头继续干饭。这一眼仿佛一颗子弹打碎了林若愚的防线。啊，太可爱了吧！林若愚感觉自己的小心脏都快融化掉了，
恨不得大声尖叫，好想养一只啊！嘟嘟嘟，陈宇敲了敲桌子，小精灵们都看向陈宇，只剩下小风和小燕还在埋头苦干。陈宇直接将这2个吃货从食盒里拎了出来，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林若愚，我的女仆。诸位元素精灵大人，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叫林若愚，如果有什么需要，敬请吩咐就好。林若愚赶紧站起身，向着几只小精灵优雅地鞠了一躬。无锡小鸭，你好。姑，我叫小风。小燕和小风表示自己知道了，然后又抱起包子吃了起来。女仆小姐，你好。在下后土。后土扶着腰间的宝剑，对林若愚点了点头。跪安，女仆小姐，妾身小光。小光牵着裙摆回了一礼。正在这时，林若愚突然背后一凉，他环顾四周，只见陈宇肩头一个冰蓝色长发的小精灵正冷冷地看着他。你好啊，区女仆，我是小淼。小淼面带微笑地问候道。大概是察觉到了林若愚和陈宇契约关系，小淼没有毒舌他。在小淼的内心中，除了陈宇之外，地位最高的是世界树，其次是其他小精灵和往生路，最后是其他植物生命。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等级，就是林若愚。除此之外，大概就是蛆虫和牲畜，甚至细菌级别了。你好。林若愚拿起3只包子，分发给小淼、后土还有小光。各位元素精灵大人，请品尝。各位有什么喜欢的食物，请随意吩咐。我的呢？你不给我一个吗？一个嬉笑声传来。林若愚转头细看之下，才发现一只透明的小精灵正漂浮在他身边。我是小安，有小安将自己折上色彩，笑嘻嘻地说道。请用。林若愚赶紧奉上一只水晶包。啊呜！小安咬了一口，大点齐头，真好吃。只能说不愧是终极烹饪。除了小淼和小光之外，其他4只小精灵都沉浸在了美食的快乐之中。一盒水晶包很快被吃光。小风和小燕照常因为最后一个食物的归属权而争执起来。为了防止他们2个闹起来掀翻自己的宿舍，陈宇忍痛把最后一个水晶包从他们的手中拿走，放进了自己的口中。小风和小燕只能坐在食盒里目瞪口呆。噗！一旁的林若愚忍俊不禁，他赶紧将食盒第1层的格子连同2只小精灵一起端了下来，露出食盒的第2层。第2层是各种鲜果切成的果捞，表面上附着一层保鲜膜，保鲜膜上撒着碎冰。小风和小燕趴在食盒的边缘往下看，顿时被那缤纷的色彩迷住了双眼。2只小精灵对视一眼，急匆匆地扑了上去。林若愚带来的不光是食物，还有一份清单。明天是腾龙大学新生选择导师的日子，林若愚将明天将会到场接收学员的所有导师信息都罗列了出来，供陈宇参考。导师不负责教授理论课程，但会帮学生制定成长计划，手中掌握着副本名额、学校任务等大量公共资源。一个负责任的导师对于学员的成长帮助极大。我这么强悍的天才，居然没有几个院长抢着来收徒。陈宇一边翻看着资料，一边吐槽。不是说好超级天才展露自身才华之后，必有高人开出各种诱人的条件来争相收徒的吗？怎么到了他这里就没这种桥段了呢？当然，仅仅只是吐槽一下，并不是真的想被特殊化。实际上，他自己也知道，腾龙大学乃至于帝国对于自己的优待已经定格了，所有优待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从未在台面上表明过。这代表着一种态度：你的道路由你自己决定，我们只保护，不干涉。所以，陈宇在明面上没有获得超越状元考生这个身份的特权。虽然不干涉，但帝国高层和腾龙大学还是希望陈宇快速成长的，否则也不会送他一个经验宝宝。话说，我们腾龙帝国也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吧？陈宇突然问道。留学生有我这样的宿舍，有你这样的学伴吗？学伴，很贴切的形容。林若愚笑着说道。留学生虽然有，但想要获得等同于帝国人的高级待遇是非常困难的。帝国作为蓝星最强势力，有的是外国人挤破头都想钻进来。但是咱们的资源培育自己人不好吗？为什么要给外人用？外人想要得到帝国的资源、才华和金钱，必须得付出一项，这才对嘛。陈宇点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主人，今晚还有其他需要我为你做的吗？等到陈宇看完资料，小精灵灵们吃完食物之后，林若愚才向陈宇问道：需要我为您使用技能吗？技能？什么技能？舞蹈、鼓舞、风花雪月、助眠。贵宾尊享至臻一条龙服。不用了，你去休息吧，明天早上记得叫我。陈宇说道。房间你随便住。陈宇也想试试女仆的一条龙，但如果有那个精力，他宁愿去找世界树玩。世界树能给他的，女仆可给不了。好的，那么晚安。林若愚收拾好食盒，默默退走。女仆小姐，晚安。小燕一本满足地躺在桌子上，一只手摸着肚皮，另一只手抬起来向林若愚挥了挥。在小燕心中，能给她做美食，而且还忠于主人的女仆小姐，绝对是个超级大好人。林若愚回头看到小燕可爱的神态，顿时心肝一颤。好不容易，她才抑制住心中想要冲过去将小燕拿起来猛亲一顿的想法，匆忙逃离。陈宇笑着摇了摇头，将4只吃撑的小精灵揽在手中，起身走向自己的卧室。这一夜，他没有回无上圣土。试炼任务中10多天没合过眼，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次日清晨，陈宇被林若愚唤醒，有4只小精灵正在用他卧室中配备的虚拟屏幕上网。小风和小燕则是死死抱在一起，呼呼大睡。陈宇将他们分开，果然在他们交错的双臂之间发现了一颗绿豆大小的巧克力。巧克力已经化掉了，沾的2只小精灵满身都是。陈宇无奈地拿起2只小精灵，走进卧室附带的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为他们冲洗。呀！2只小精灵惊醒，茫然地看向陈宇。开饭了。陈宇将2只小精灵吹干，抓着他们来到客厅餐桌。林若愚早已准备好了精致的早餐，2只小精灵顿时大喜，扑上去大口干饭。
实际上，小燕在小峰出生之前，对食物的兴趣并没有那么浓厚。现在之所以成了小吃货，估计是和小峰抢出来的。怎么说呢？有人抢的时候，吃饭最香。吃完早餐，陈宇离开自己小别墅，前往学校礼堂。别区域宿舍配备了小车、悬浮板之类的交通工具，不过陈宇没有使用，而是直接召唤了一个荆棘妖灵充当脚力。一发植物强化下去，本来属性就高的荆棘妖灵顿时像是踩上了风火轮，跑的那叫一个风驰电掣。一路上惊呆了不少新老学员。这全民转职世界不乏驯兽师，很多人选择用生物充当脚力，但是骑什么的他们都见过，骑妹子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关键是这妹子还他妈跑得比车都快。举行师生见面会的在教学楼区域，距离宿舍区大约有4-5公里距离。不多时，陈宇便已经赶到。此时大礼堂中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陈宇刚进门就发现了李薇的身影。李薇正搂着一个穿红衣的妹子，一脸坏笑，窃窃私语之间，嘴都快凑到人家脸上去了。见状，陈宇冲上就是一声喊：“李薇，你爸来了，快跑！”卧槽！李薇顿时浑身一激灵，撒腿就跑。高中时期，李薇因为调皮捣蛋，成绩稀烂，到处惹事，每次被请家长都会体验一下父亲的慈爱。听到老爸来了，第一反应就是溜之大吉，免得挨打。直到窜出10多米远之后，才反应过来，老子人在京都腾龙大学，我爹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进不来吧？等下，就算老爹来了又怎么样？我现在可是腾龙大学的学员，全家人的骄傲，谁他妈在那谎报军情？念及此处，李薇愤愤不平，转过头，只见陈宇正背着双手，一脸滑稽笑，对他直挑眉。靠！李薇黑着脸走回来，对陈宇做出一个国际通用手势。噗噗噗！哇哈哈哈呀哈哈！红衣妹子脸皮抽动着，最终还是没能憋得住，大笑起来。半晌才止住笑，眼角含泪的揶揄道：“你不是经常自诩猛兽吗？怎么也有怕的时候？你懂什么？我这是尊敬长辈。”李薇脸色已经黑如锅底，不给我介绍一下？陈宇笑着说道。呼！李薇深吸了一口气，变成了笑脸，搂着红衣妹子的纤腰说道：“这是我老婆闵红衣。红衣，这是我兄弟。”我知道。闵红衣笑着说道：“陈大状元，谁不认识？”随后，闵红衣对着陈宇点了点头：“你好，弟妹好。”陈宇也点了点头：“弟妹你个毛，叫嫂子！”李薇怒道：“弟妹，我这兄弟，啧，你多担待。”陈宇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一根手指围着太阳穴转了几圈。靠！噗！咯！闵红衣再次捂着嘴笑出了声。你们还是别闹了，走吧，先进去。片刻后，闵红衣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痕，对陈宇和李薇说道。陈宇和李薇也没有在开玩笑，一同走进礼堂。大礼堂中摆放着100多张讲台，每个讲台都对应着一名导师，旁边都有一个虚拟屏幕，显示着导师信息。腾龙大学本届招收的2000多名学生都聚集在礼堂之中，观看着虚拟屏幕，甄别筛选心仪的导师。1个多小时之后，大部分学生已经选定了导师，在讲台前站定。导师也开始陆续入场，与准备选择自己的学员交流接触。学生能选择老师，老师自然也能选择学生。见面会其实也是一场面试。当学生和导师交流完毕之后，剩下一小部分还没有做出选择的学员显得格外惹眼，而陈宇又是其中最突出的那一个，顶着古往今来第一天才名头的高考状元，谁不认识？一时间，礼堂中至少有一半的人目光落在陈宇身上，想看看他到底作何选择。实际上，陈宇昨晚就已经有了目标，站在后面不是因为没有中意的导师，而是因为那名导师还没有到场，他只是趁着这个时间四处看看而已。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众人围观了，无奈之下，陈宇只好走向那张依旧空着的讲台。陈宇同学，且慢！正在这时，一名讲台前只有5、6个学员的导师走了出来，迎面对陈宇打了个招呼：“我是腾龙大学基础学员讲师冷雄。冷老师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陈宇停下脚步，这名叫做冷雄的导师在学院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其教学质量很高，可以说是最负责的一位导师。他会认真为每一个学员量身定制成长计划，并且从不吝惜手中的资源。冷雄手下的学员10人中至少有5人能以极快的达到4阶，也就是腾龙大学基础学员的毕业水平线。这5人之中又有2、3人能在短时间内进阶到5阶乃至6阶，成为帝国中坚力量级别的职业者。但是看他讲台前寥寥无几的人数，就知道他的缺陷必然也很大。冷雄所制定的教学计划无一不是对手下学员生命力和潜力的极限压榨，这种极端的教学方式很容易让学员遭遇危险。据说冷雄手下的学员伤亡率高达40%。腾龙大学是什么地方？腾龙帝国独一档的职业者高校，就算最后一名，放眼全国都是顶尖天才。在腾龙大学之中，伤亡率高达40%是什么概念？显而易见。这位冷雄导师也多次因为学员伤亡问题遭到学院的处罚。即便如此，也依旧有许多家境并不优越的平民家庭天才选择进入冷雄的门下。这里的平民家庭并不是真正的平民，是相对于大势力大家族而言的平民。比如苏淼月家，在江阳市这种小城算是有权有势，但在腾龙大学这种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平民家庭。平民家庭想要短时间内供给一个职业者成长到5阶乃至6阶是绝对不可能的。江阳市苏家的顶梁柱苏正辉，整个江阳市的最强者也不过就是个5阶。总有人迫切的需要快速提升实力，冷雄的大方和负责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冷雄手下学员会伤亡，凡是大学没有哪个导师敢保证手下学员全部都能安然无恙的毕业。蓝星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除了各国之间因为资源而频繁内斗之外，与异世界的碰撞也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强者享受权力，也承担守护这个世界的义务。
职业者高校的学员在得到大量资源培养的同时，也会在学校的引导下逐渐开始接触这个世界危险的一面。至于那些大学都考不上的，一辈子也就那样了，在国家与国家、世界与世界的战场上当个炮灰都没资格。不过，职业者高校的学员虽然会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但一切都在学校的控制之下，伤亡比例一般不会超过 5%。腾龙大学的学院伤亡率更是不会超过 2%， 都是超级天才啊！死掉任何一个都是令人心痛的损失。陈宇同学，我冷雄向你提出邀请，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学员，与我一起为帝国的兴盛而奋斗。冷雄面容刚毅，不怒自威，声音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在场的新生与导师们本就关注着陈宇，此刻更是兴趣大增。那是冷雄导师吧？居然直接出面邀请，好大的魄力啊！一名学生感叹。陈宇可是刷新了排名赛积分榜的高考状元，热度极高。导师一旦出面邀请，陈宇同意了还好说，要是没同意，肯定会极大影响自身声望。冷雄导师的资料我看过，什么都好，就是对学员太狠。另一名学生说道，那伤亡率太高了，跟着冷雄简直就是每天都在赌命。你们说大 boss 会同意冷雄的邀请吗？我觉得可能会，冷雄狠了一点，但他教学能力强啊，而且又是出了名的大方。教学能力强？你开玩笑呢？陈宇什么水平？需要他那点教学能力？按部就班的升级不好吗？偏要去承担那个风险？你这话就不对了，冷雄会让陈宇有危险，这可能吗？冷雄手下历来都是一些歪瓜裂枣，没几个真正的天才，真天才也看不上他。我估计他就是赌一把，赌赢了声望大增，以后选他的人会变多，赌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他名声已经够臭了。开盘了，赌陈宇同不同意冷雄的邀请。一个学员小声吆喝，同意1赔5，不同意1赔。哎呦，开个屁，给我老实点。开盘学员对应讲台上的导师黑着脸走下来，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看戏没什么，当着人家的面开盘就有点过分了。学员们并不清楚陈宇的真正分量，导师们多少了解一些。这位金科状元乃至于和他一起来的2名女生都已经被这些导师打上了不可招惹的标签。等候区中，冷雄突如其来的邀请让陈宇愣了愣，随即微笑着回答道，多谢冷导师的好意，不过我已经选好导师，就不为冷导师添麻烦了。选择哪位导师对陈宇来说都无所谓，他随意找几个副本就能开始野蛮生长，根本不需要什么升级计划。冷雄这种对学员极度上心的，对他而言反而弊大于利。另外，陈宇也有些看不惯冷雄的教学方式，他的确能让学员快速成长，但这种代价也太大了吧。腾龙大学的学员每一个都是顶级天才，平白无故被他害死了这么多。陈宇觉得自己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人是其他势力派来的间谍，当然也就只是这么一想而已。大多数时候，冷雄手下学员的伤亡数量都不会超过学院规定的红线，学员伤亡数量比冷雄高的导师比比皆是，这牵涉到基数问题。礼堂中，有的导师讲台下排着长队，少说有近100名学员，而冷雄讲台前已经确定的只有4个人。接受100人的导师，以后手下学员死2个，伤亡概率是 2%， 而冷雄手下的人只要死1个，那就是恐怖的 25%。 陈宇果断拒绝，冷雄却并没有放弃，而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陈宇同学，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因为我绝对是在场最适合你的导师。冷雄，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一位导师当场出言讥讽，你自己是个什么水平，自己不知道吗？腾龙大学的导师很多都对冷雄颇有微词，原因和陈宇一样，看不惯冷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学员安危的教学态度。平时冷雄深居简出，与其他导师接触的不多，没什么摩擦，但是此刻他一句话就将所有导师都踩了一脚，自然有人看不惯他。只有你是最适合的，那我们算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教学水平都不如你？我敢说这句话，自然有我的理由。冷雄目光如鹰，扫视着整个礼堂。我可以做出保证，只要陈宇选择我作为导师，1年之内必然晋升2阶，3年之内必然晋升4阶，5年之内必然晋升5阶，并且每个阶段都保持腾龙大学同阶第1的战斗力。我冷雄敢立生死状，如果我完不成这个目标，将全部身家赠与陈宇同学，然后就地自裁。你们敢吗？哗！礼堂中顿时一阵喧嚣。我去，这就是冷雄导师吗？太有魄力了吧！1年内升2阶，这可能吗？大部分人第1年都还在新手徘徊，得大半年才能升到50级去做转职任务吧。咱们腾龙大学1年升2阶的天才还是很多的，只不过3年升4阶，这根本就不可能。更别说5年内提升到5阶了，做火箭升级都没这么快好吧？别说升级，转职任务都够做一段时间了。升级快还要保证战斗力同阶第1，这就有点夸张了。这才是最简单的好吧？谁不知道陈宇身边有元素精灵辅助？那种存在，但凡有一个，谁都能做到战力同阶第1。太拼了，立这种誓言，岂不是将自己的命交到了别人的手中？你听他瞎吹，都8020年了，这种纯碰瓷还有人信？但是不得不说，魄力是真强啊！在场的导师也就他敢开这种口吧？这叫魄力？你确定这不是小丑在哗众取宠？学员们议论纷纷，但导师们却都沉着脸，一言不发。的确，他们没有人能做出冷雄这种保证。看见在场的导师全都哑口无言，冷雄笑了笑，再次看向陈宇，陈宇同学，你意下如何？对不起，冷导师，我拒绝。陈宇毫不犹豫地再次拒绝。不管冷雄说出这番话下了多大的决心，都对陈宇没有丝毫吸引力。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算找条狗当导师，升级都比冷雄所保证的要快无数倍。远的不说，他才转职2个月时间，这都70级了。只要再找个野区放火烧山一波，马上就能升到100级，领取2转任务。
你到底在顾虑什么？冷雄突然眉头一皱，声音陡然拔高了3分。我已经将话说到了这种程度，你难道认为有其他人会像我一样肯为你拼尽全力吗？导师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必了。陈宇绕过冷雄，向着前方走去。毕竟更是腾龙大学的导师，他也不好将你连狗都不如，只会拖我后腿这种话放在明面上来。让你顾虑的，难道是我麾下学员的伤亡率问题？冷雄再次挡在陈宇面前，说道。没错。陈宇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所以请导师让开吧。我以为你最不应该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冷雄叹了口气，摇头说道，在高考排名赛中，你以一己之力迎战2大魔神分身，拯救无数考生，你是腾龙帝国的英雄。现在你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了吗？还是高考状元的身份带来的好处，让你已经丧失了当初的气魄？我告诉你，职业者就应该勇猛无畏，一往无前，与天争命。知道我为什么邀请你吗？我看中的不是你的天赋，而是你面对魔神分身都敢于正面迎击的勇气。你以为你为什么能无忧无虑地成长到转职，并且参加高考，以状元的身份站在这里？那是因为有无数战士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阻挡致命的威胁，是他们用生命在保护你们，保护这个世界的和平。你难道能够心甘情愿地享受他人的牺牲，享受着帝国的资源，而不愿面临一点危险吗？如果你还是当初的你，那就答应我的邀请，成为我手下的学员，我会将你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战士。同意还是拒绝？展示你的气量吧，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变成一个懦夫。你敢吗？冷雄一番慷慨陈词，让礼堂之中再次喧闹起来。这一次居然有一部分人颇为认同冷雄的观点，因为冷雄说的大部分都是实情，他们被冷雄的情绪感染，唤起了心中对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职业者的尊崇与敬畏。然而陈宇却皱起了眉头，这人有问题。作为一名导师，在他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还3番5次的纠缠，本就不合情理。如果说前2次是冷雄性格原因，以及确实看好陈宇的原因，那么第3次就有点过火了。抓住陈宇不耐烦的拒绝言辞，一番慷慨陈词，看似每一句话都在抒发心中的热血，实则多次偷换概念，直接把陈宇不选择他与胆小懦弱画上了等号。期间更是以前线战士的名义煽动众人情绪，对于陈宇本人，先是以独占2大魔神分身的事迹抬高，然后以害怕他手下学员死亡率为论据进行贬低，一拉一踩，最后带着强烈的情绪裹挟在场学员作为舆论压力进行激将，逼迫陈宇就范。如果是其他天才少年，心高气傲热血上头，还真的就吃这一套。但陈宇可不是什么热血上头的少年，他的情绪没有被带动分毫，甚至还在分析着对方的行为。从第一次邀请到抨击在场所有导师立下军令状，再到最后拉扯全场偷换概念，积累情绪对我激将，手段太娴熟了。冷雄的人设是一名不苟言笑，平时不喜欢与人交流，对学员冷漠而又非常上心，热衷为帝国培养战斗人才的铁血导师。这样的人是绝对的实干派，哪来这么娴熟的情绪引导手段？冷雄的目的性太强了，虽然他的手段更高明，但陈宇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怪。他在江阳一中新手副本守卫村庄真实难度中遇到的怪物图特城重骑兵统领卡斯特。当时卡斯特作为友方援军出现，刚刚到达任务现场先锋村，就寻找各种借口针对陈宇，然后拆除先锋村的防御。事实证明，卡斯特是个二五仔。而此时冷雄在陈宇眼中和卡斯特有些重叠了。冷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让陈宇选择他作为导师，然后呢，快速将陈宇培养成才，为帝国效力，为世界征战，看起来挺高尚的，符合人设。但与刚才的表现相比，就出现了强烈的违和感。另外，他是什么身份？一个普通导师。陈宇是什么身份？古往今来高考排名赛积分榜榜首，更是以一人之力暴杀2大魔神分身。冷雄就算再没有自知之明，也应该能想到陈宇日后的成就不是他能企及的。无论陈宇以怎样的方式成长，最终都能成为帝国的顶梁支柱。所以陈宇缺他这个导师吗？他的教育方式对陈宇来说真的有意义吗？他难道不知道他的教育方式很危险，有可能出现意外吗？与可能出现的意外相比，他自以为能为陈宇节省的这一点成长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如此一来，冷雄的行为与人设的违和感更加强烈了。就算他本质上是一个哗众取宠、蝇营狗苟的小丑，企图碰瓷陈宇，提升自己的声望，也不该做出如此行为。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妨进行设想，如果他不是想培养陈宇，而是想暗害陈宇呢？假设冷雄是一个其他势力派来潜入腾龙帝国的死士，其他势力不想看到陈宇这么一个超级天才崛起，就安排冷雄出手扼杀陈宇。先是将陈宇骗入门下，然后凭借他的人设，安排陈宇执行一些价值高但是危险的任务。久而久之，在陈宇习惯了高风险高收益的模式之后，再将危险一步步升级，最后在某一次看似合理的事件中泄露消息，与其他势力里应外合，剪除陈宇这个巨大的威胁。按照这个思路一想，那么所有的违和感就都消除了。冷雄所谓的军令状根本就是一个幌子，以及之后为陈宇频繁安排危险任务的合理借口。不过这些都是陈宇的猜测，不能妄下定论。陈宇同学，请回答我的问题。冷雄气势十足的厉声呼喝，在场的导师们纷纷皱起了眉头。陈宇并不是什么顶尖智者，他能想到的自然也有其他人能想到，只是因为身份地位原因，其他人的猜测不敢像陈宇一样大胆，直接怀疑一名腾龙帝国最高学府的导师叛国。导师们不会被冷雄煽动，但年纪轻轻身负才华又没有社会经验学员们被煽动的不在少数。我觉得冷雄导师说的有道理，像陈宇这样的天才就应该保持这种有我无敌一往无前的气势。或许冷雄真的是最适合陈宇的导师，看看陈宇怎么回答吧。
毕竟冷雄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冷导师，我说过，我拒绝。陈宇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记得腾龙大学并没有规定导师有强制选择学生的权利吧？陈宇此话一出，礼堂中的其余导师笑了，特别是认为冷雄有问题的导师，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他们还真怕陈宇受不了激将，选择冷雄作为导师。就算他们认为冷雄有问题，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是拿他没有办法的。冷雄今天的表现是有些违和感，但违和并不是举报和指证的理由。想要查清一个人的底细，腾龙大学有的是手段，但不会因为无端揣测而使用。礼堂中的一部分学生想法却正好和导师相反。状元就这点胆量，笑死！冷雄讲台前的一名学员冷笑，我还以为多厉害呢，都是宣传的吧？帝国需要树立英雄形象，冷导师都做出这样的承诺了，为什么他还不接受？难道真就是怕死？他现在可是天骄人物，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好处，何必要拿命去拼呢？怕死就怕死，谁不怕死？别人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有资源，管你们去死！这些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他们忘了在排名赛里是谁力挽狂澜救了他们？一座讲台前，陆平平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世界上没脑子的人终究占大多数，腾龙大学也不例外啊。”苏淼月冷笑着摇了摇头：“月月，这姓冷的肯定有问题。”陆平平满脸怒容地说道：“你瞧他这一套一套的，简直就和当初骗我买一事物创可贴的人差不多。我们得去提醒陈宇。”说罢，陆平平就向着陈宇的方向走去。“你等一下！”苏淼月赶紧拉住陆平平：“你别上去添乱，你也不想一想，你这种脑子都能看出冷雄有问题，陈宇能看不出来？他不是已经拒绝了吗？”“对哦。”陆平平停下了脚步，的确，他肯定也意识到了。等等，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这种脑子？你自己清楚。苏淼月瞥了陆平平一眼，还有谁能被人骗得带2个魔神仪式物进考场？陆平平顿时脸色一垮。同时，另一张讲台下，李薇和闵红衣也在关注着陈宇。你兄弟遇到事儿了，你不上去帮忙？闵红衣兴奋地撞了一下李薇的肩膀，唯恐天下不乱地说道：“走，咱们上去冲了那冷雄。”李薇老神在在地抄着手，老神在在地说道：“这算事儿？你就好好看着，老陈今天不喷得他狗血淋头，我跟你姓。”哎，冷雄长叹一声，摇头说道：“陈宇同学，你太令我失望了，我真的看错你了。”他转过身，一脸落寞的表情，一步一顿地缓缓走开。在不明真相的人眼中，冷雄似乎是竭尽所能，满腔热血的想要为帝国培养人才，而拒绝冷雄的陈宇，在那一番情绪值高涨演说之后，难免要被打上胆小懦弱的标签。虽然在冷静下来之后，这种说辞很快就会站不住脚，但在舆论现场众目睽睽之下，很少有人能顶得住压力。别说16、17岁的少年，就算是早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也很容易产生憋屈和愤慨，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不得不说，冷雄把偷换概念这一套玩得比一个叫做 XXN 的物种都厉害。可他并不知道，陈宇非但没有被他左右半点情绪，反而有点想笑。冷雄的一连串行为，在陈宇眼中只能用2个字评价：尬眼。陈宇站在原地，看着冷雄恋恋不舍的脚步，心中默数：1、2、3，转身。猜错了，也对，能演出这种节目效果的人，不能连这点定力都没有。4、5、6，转身。啧，又猜错了，可惜没有9，不然自罚3杯。7、8。当陈宇数到第8步的时候，冷雄豁然转过身来，以期盼和鼓励的眼神看向陈宇。陈宇同学，老师在内心中是相信你的，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证明自己的勇气，也证明老师没有看错你。说着，冷雄向着陈宇伸出右手。陈宇迈步缓缓走向冷雄。冷雄见到陈宇向着自己走来，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喜色，外在却没有丝毫表露，脸上的表情从失落与恨铁不成钢转变为欣慰。他迅速走到陈宇面前，说道：“恭喜你，陈宇同学，你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老师就知道自己不会看错人的。”冷导师，陈宇沈然一笑，轻声说道：“事实证明，你的确看错人了。平时藏得很辛苦吧？你这种表现欲爆棚的诡辩者，却硬要装出一副不苟言笑、面冷心热、正义爱国的模样。”冷雄眉头一皱：“陈宇同学，你是什么意思？”诸位，陈宇突然高声说道：“且听我一言。我陈宇来自云川小城江阳市，出生贫寒，父母早亡，幸有帝国护佑，得以长大成人。我虽不才，但也时时刻刻感念帝国恩德，感念千千万万牺牲自我以护一方平安者们的恩德，烈死以报偿。正因为如此，在高考排名赛上，我才会毫不犹豫地以新手职业者身份迎战2大魔神。幸运的是，我略胜一筹，斩杀2大魔神分身，得以保全万千考生平安，得以保全帝国颜面。我陈宇自问，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心，亦愧无于帝国培育之恩。而你，冷雄冷导师，又有何作为？我看过你的履历，你出生于富裕之家，天赋过人，转职之后以省状元的身份被腾龙大学特招录取，享受15年资源供给之后，完成4转，从学院毕业，在15年之后晋升5阶，通过学院的导师招聘考试，成为一名导师。从此之后，你非但不感念学院培养，不感念帝国恩德，反而便执着于歪门邪道，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罔顾学员性命，研究你所谓的极限训练计划。陈宇，冷雄怒道：“我的教学方法，大家有目共睹，虽然是有一些危险，但是绝对成效斐然。我这些年来兢兢业业，为帝国培养了多少人才？记住你的身份，你虽然是状元，但只是一个新入学的学员。我身为腾龙大学导师，还容不得你质疑。我本想……”住口！陈宇突然一声大喝：“冷雄狗贼，陆道之辈！你口口声声提到前线战士，我且问你，
前线战士在为帝国浴血拼杀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冷雄正要出声，却被陈宇立刻打断。我来帮你回答。你在仗着你腾龙大学导师的身份，借着培养实战天才的名头，草菅人命，残害帝国天才。我再问你，你所谓的成绩斐然，一共为帝国培养了几个七阶，几个禁忌？我再帮你回答，一个都没有。你所谓的培养，不过是压榨学员潜力，置学员生死于不顾。所谓的大方慷慨，也不过是慷他人之慨，把腾龙大学赋予的资源用在本该用的地方而已。所谓快速成长，不过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鬼把戏，根本就没几个人肯入你麾下，资源多而人少造成的错觉罢了。腾龙大学是什么地方？腾龙大学的学子又是何等天才？只要安稳成长，成就绝不会低于你所谓极限培养。如此倒还罢了，今天你偏偏还要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企图让我入你门下，借助我的声望，哄骗更多一腔热血的少年天才入你门下，导致他们夭折，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派胡言！冷雄怒目圆睁，我冷雄，狗贼住口！陈宇再次一声大喝，哗众取宠，无耻之尤！你这种阴暗扭曲之辈，只配躲在暗角阴沟，行你那见不得光的蝇鼠蛇蝎之事。我陈宇高考状元，排名赛积分榜古今第一，日后必然为帝国征战一方，却被你三言两语偷换概念，否认我的功绩，还堂而皇之的贬低我的为人。你口口声声给我一个机会，没有看错我，仿佛我入你门下是我的幸运一般。就算是竞技强者，都不敢如此轻慢于我。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哪来的脸面？你一口一个只有你最适合我，又把其他才华横溢的导师们置于何方？阴险小人，狡诈恶徒，竟然也敢冠冕堂皇地站在此等神圣之地，盈盈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血口喷人！冷雄双目圆睁，满脸涨红。我血口喷人，分明就是你心中有鬼！陈宇再次一声厉喝，说：你今天挖空心思，费尽手段，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欺辱导师，蒙骗学员，煽动舆论，污蔑于我，坏我名声，究竟意欲何为？冷雄伸手指着陈宇，气得浑身颤抖。陈宇每一句话都说得有理有据，他想反驳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偏偏他搬弄是非、引导情绪的事实被陈宇点破，被他煽动的学员们已经反应了过来，此时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怎么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我怎么样？你待如何？陈宇怒目而视。不光是陈宇，此时大礼堂中的所有师生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冷雄。你目无尊长！我好心邀请你，你不领情就罢了，还如此污蔑我，你会后悔的。冷雄眼见势不可为，只能放下狠话，转身狼狈逃走。礼堂之中顿时一片嘘声。冷雄跑路了，肯定是心虚。陈宇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一名学员冷笑。骂得好，早就看不惯这冷雄了，今天总算是有人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一名导师也当场开怀大笑。不过冷雄再怎么不对，也是学员导师吧？陈宇这么诽谤他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而且你怎么知道是诽谤？如果真是诽谤，他会落荒而逃，跟我玩互喷？哪来的自信？陈宇望着冷雄离去的方向，不屑的一笑。不过这冷雄的确行为可疑，得注意一下，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真是间谍之类的货色，肯定还会再对我出手。前提是他有再出手的机会。征集一下，时空系原初精灵叫什么名字好？陈宇一直坚信喷人也是一门学问，传承自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诸葛孔明先生。跟祖师爷比起来，冷雄那点拉扯手段就显得太过低级了。果然是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如果冷雄这人真的有问题，那么以后腾龙大学会不会流传出一段陈宇骂冷雄的佳话？大获全胜的陈宇整理了衣服上的皱褶，施施然走到一座没人的讲台下方。这个讲台属于一名叫做于树泉的导师，一位6阶职业者。于树泉导师对手下的学员采取排名制，他手中的公共资源除了给每位学生准备一定的基础份额之外，全部按照实力排名发放。关键是这位导师常年都有事在外，手下学员池全部放养。如果不是学员主动求教，且他本人恰好有时间在校的话，基本不会对学员进行过多的管理。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助资源发放器。对于陈宇来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反而是最适合他的。礼堂中的导师们一直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陈宇身上，看见陈宇做出选择，不由得微微失落，同时也在暗骂于树泉运气实在太好，人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居然能将金科状元收入门下。陈宇有些无聊地观看着其他讲台的情况，还没有现身的导师一共只有3人，其中就包括他所选择的导师。正在这时，陈宇突然感觉有人捅了捅自己的后腰，回头一看，一个俏生生的小萝莉巧笑嫣然地站在他身后。陈宇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然后仔仔细细地将小萝莉打量了一遍。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只小萝莉都是云碧月没错。你刚才说的太好了，那个冷雄就应该治一治。解气！小萝莉挥了挥拳头，然后向着陈宇竖起大拇指。你也是腾龙大学的？陈宇惊异地问道。小萝莉点了点头。怎么？不像？像，当然像。陈宇反应过来，他除了知道云碧月是聚宝阁的管理层之外，对于他的其他信息都没有了解过。他还是腾龙大学的学员，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来，张嘴啊！陈宇拨开一个棒棒糖，放在小萝莉嘴边。谢谢。小萝莉将棒棒糖咬住。对了，你最近情况怎么样？麻烦解决掉了吗？陈宇问道。云碧月遇到麻烦是江阳市聚宝阁的新人总经理说的，不过此人当时莫名其妙的针对陈宇，说出来的话不一定可信。
当时陈宇通过好友面板问过小萝莉，小萝莉告诉过他问题不大。小萝莉撇了撇嘴说道：“解决是解决了，不过请人助阵是要花钱的，收益低了好多。”咦，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最近遇到麻烦了？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怎么，你要翻脸不认人了？陈宇笑着说道。小萝莉愣了愣，皱眉思索了片刻，说道：“那你说我叫什么名字？云碧月呀，还能叫什么？”陈宇说道。等等，你是这一届的新生，不是云碧月。陈宇反应过来，云碧月虽然看着很嫩，但绝对不是15、16岁的真少女。如此说来，她根本不可能是腾龙大学的新生。当然不是。小萝莉白了陈宇一眼，我叫云晨瑜，云碧月是我妹妹，亲妹妹。看来你和我妹妹的关系还不错。云晨瑜笑眯眯的晃了晃手中的棒棒糖。另外，我也不是新生，我的身份是腾龙大学导师。我先去说点事，等会儿聊。说罢，云晨瑜对陈宇挥了挥手，径直走到礼堂中间的主席台上。各位，我是腾龙大学高级导师云晨瑜，在此有一个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礼堂中顿时鸦雀无声，师生们齐齐将目光投向云晨瑜。竟然是导师？陈宇微微一怔。高级导师有别于普通导师，普通导师是5阶或6阶职业者，而高级导师则是7阶。尴尬了，认错人了不说，还莫名其妙给人家嘴里塞了棒棒糖。还好，云晨瑜并不反感。主席台上，云晨瑜见到礼堂中的师生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这边，继续开口说道：“今天参与新生见面会、接受学员的导师之中，有3位因故无法前来参加，分别是李问导师、于树全导师、张福导师。3个名字恰好对应了现在还空着的3张讲台，其中就包括陈宇准备选择的于树全。”云导师，一名空讲台下的学员立即举手大声问道：“那么我们还能继续选择这3名导师吗？还是必须另选他人？”“你们无法继续选择这3位导师。”云晨瑜答道。这3位导师无法到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不久前在秘境争夺任务中身故。礼堂中顿时又喧哗了起来，导师们有点惊讶，但并没有过多的情绪反应。显然，腾龙大学的导师死于任务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可这件事对学员们的冲击就有些大了。还没正式入学的，接受新生的导师都死了3个了，腾龙大学是不是稍微有点太过危险了？肃静！云晨瑜大声说道。现在选择3位无法到场导师的学员，可以自愿选择其他导师，或者选择我作为导师。选择我的同学可以站到我旁边来。闻言，3张空讲台下，学员们纷纷散开。选择导师可不是买菜，这关系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但再不情愿，这个时候也必须重新做选择了。最终，少部分学员选择了跟随云晨瑜，而其他大部分选择了其他自己看好的导师。云晨瑜7阶强者的名头也没能吸引太多学员，他没有公布自身资料，导致学员们不清楚他的教学方式是否适合自己。选择他的人也都是因为7阶强者掌握的资源普遍多于低阶。陈宇就是选择云晨瑜的学员之一。至于理由，反正选谁都一样，不如选个有裙带关系的。腾龙大学宿舍区，冷雄面无表情地走进一间别墅。正当他准备关门的时候，一名穿着蓝色校工制服的人也随他走了进来。你是谁？冷雄当即汗毛炸立。作为6阶职业者，竟然能有人无声无息地跟在他身后不被他发现，这是何等实力？如你所见，冷导师，我是一名校工。校工声音低沉，我不需要你服务，请你离开。冷雄面色警惕，不着痕迹地后退了几步。冷导师，校工微微一笑，摊开手掌，我是一名清洁工，你身上有需要清扫的东西。一束白色光芒陡然从掌中射出，将冷雄头部覆盖。数秒之后，干净了。校工擦了擦手，一步跨出，消失在原地。教学区，腾龙大学的每一位导师在教学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教室。当云晨瑜带领新生进入教室时，教室中已有20多名学生正在等候。这些学生实力不一，最弱的只有1阶，最强的达到了4阶。云晨瑜带着新生走进教室，老师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递了过来。新同学都入座吧。云晨瑜安排新生们坐下，然后走到讲台上。各位，这次我召集你们的原因，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吧？导师是新秘境的是吗？陈宇旁边，一名黑色披肩长发、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百褶裙的高挑女生站起身说道。女生身材饱满，一双修长圆润的玉腿上套着白丝袜，丝袜边缘在弹性极佳的肌肤上勒出一条浅浅的凹痕。白丝勒肉，神仙难救啊！陈宇不由得回想起了御姐版世界树的白丝大长腿，每次都让他爱不释手。这女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没错，的确是因为这个。云晨瑜说道。秘境？那是什么？一名新生茫然的小声问道。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云晨瑜看向提问的新生，我是你们的导师，自然会负责为你们解答。所谓的秘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空间，据说是来源于古老衰亡的残破世界，或是新生的小世界。秘境之中可能蕴藏着无穷的珍宝，但也有致命的危机。另外，大多数秘境之中都会有副本存在，从长远看，这是秘境最大的价值所在。部分秘境会连接不同的世界，所以说秘境也是异世界入侵蓝星或者蓝星攻占异界的桥梁。关于秘境，以后会有专门的文化课负责讲解，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各位新同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教室中的学员们默然不语。片刻后，云晨瑜继续说道，这次的新秘境就是一个古老世界的残破碎片。秘境时空结构不稳固，只能容纳7阶以下的职业者进入。我接到探索任务之后，已经联合其他5名7阶职业者以及43名6阶职业者对秘境进行了初步勘察，肃清了一些危险因素。这一次，我一共拿到了5个1阶副本、3个2阶副本以及1个3阶副本的开发权。有兴趣的可以报名了。
云晨瑜话音一落，立即有10多名老生站了起来，走上讲台。陈宇身边那位最先站起来发言的御姐系白丝美女学姐也有些异动，但看起来仍有顾虑，还在思考。学姐，问一下，副本开发权是什么意思？陈宇忍不住向白丝学姐问道。白丝学姐的面容有些偏冷淡，但并不是高傲型。见陈宇提问，便为他做出了解答。这是针对无主副本的一种说法。副本没有掌控者的时候，相应等级的职业者可以对副本使用副本挑战符。挑战者进入副本，选择最高难度，并且至少以 S 级评价通关，就会获得副本掌控权。获得掌控权之后，就能自由移动副本，并且对副本进行各种设置和操作。掌控权可以转让，也能被挑战。后来的挑战者使用副本挑战符之后，如果打出比上一任掌控者更高的评分，那么就能抢夺到掌控权。所以云晨瑜说的副本开发权就是这几个副本归他了，但是他等级太高，进不去，所以当成任务发下来。陈宇问道：是的。白丝学姐点了点头，随后笑了笑，说道：学弟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宇，本届的新生。陈宇也笑着说道：学姐呢？我叫李雅露，去年入学的。白丝学姐说道。片刻后，李雅露似乎想起了什么，面露惊色。等等，你说你叫陈宇，你是本届的状元？没错。陈宇点了点头。你是陈默的弟弟？李雅露再次问道。你认识我姐？陈宇立即来了兴趣，她也在学院里吧？她在哪？她在哪都不可能在学院里。李雅露吐槽道。入学1年多，她就没在学校待过几天。如果你要找她的话，恐怕得去问问教务处。关于陈默，我倒是知道一点。云晨宇小萝莉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陈宇身旁。万望告知。陈宇连忙拉了一根凳子放在身边。你跟我来。云晨宇没有坐下，而是带着陈宇离开，走进了另外一间空着的教室，关好门窗，还扔出一个结界，然后才说道：你知道撕裂教会吧？知道。陈宇点头。撕裂教会嘛，熟得很，和他的苦痛教会还是世仇来着。不过他在高考排名赛上众目睽睽之下爆掉了尤纳西弗斯，不知道苦痛教会还认不认他这个大主教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小萝莉一脸见鬼的表情。他前段时间接受了一个刺探撕裂教会情报的任务，结果不知道上打搞了一张撕裂魔神的神谕，混成了撕裂教会的神谕大主教，与教皇平起平坐。然后刚当上大主教不到1天，直接卷走了撕裂教会总部的3个宝库。关键是撕裂教会还没有察觉，直到他抽空第17个撕裂教会分部的时候，才被现任教皇发现，然后下令追杀。但是撕裂教会派出去的人全部折戟沉沙，一个活着回去的都没有。后来因为高考魔神分身事件，撕裂教会被肃清，我也是参与了任务，抓到舌头才知道陈默的消息。哈！陈宇目瞪口呆，他以为自己混成苦痛教会的大主教已经够牛逼了，没想到老姐比他更上一层楼，直接混成了邪教最高领导人。突然发现我真是太仁慈了，我当上苦痛教会大主教才搞多少钱，跟老姐根本没法比啊。那么他现在在哪？你知道吗？陈宇问道。我也不知道。小萝莉摇头，上次得到他的消息就是从撕裂教会那里。我和陈默的导师很熟，可以帮你问问具体情况。不过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陈默的导师大概率也不知道陈默在哪。谢谢。陈宇撕开一块巧克力喂给小萝莉。虽然知道云晨瑜不是云碧月，但他依旧抑制不住自己喂食的欲望。小萝莉也不在意，咬住巧克力吸进嘴里。吃掉之后对陈宇说道：你现在已经1转了对吧？有兴趣去秘境看看吗？说起来这个秘境和排名赛副本还有点关联。有什么关联？陈宇问道。排名赛副本里有一个势力名为赫拉迪克王国。小萝莉说道。新秘境中有一支土著居民叫做赫拉迪克守墓人，他们拥有一种叫做文章的特殊装备，也在排名赛副本中出现过。如果可以的话，请带我一个。陈宇一口答应下来。迪利亚留下的文章之书现在还被存放在无上圣土中。如果新秘境中真有土著使用文章，那么他们是否能够帮自己修复文章之书？星象之种的战力可是和自身属性挂钩的，文章之书能够使用的话，陈宇的自身战力立即就会飙升一大截。好，云晨瑜说道。本来我还准备向其他导师借人呢，有你在的话我就放心了。云晨瑜手下的一阶职业者并不出彩，单靠目前报名这几个很难首次进入副本就拿下高评分，如果多次刷本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中间不知道要生出什么变故。而且副本挑战符也是要成本的，使用了挑战符却没能拿下副本就是血亏。陈宇的战斗力是公认的离谱，全国人民都知道，拿下一阶副本绝对不在话下。由于这是我发放的私人任务，学校那边不会有评分。云晨瑜说道。不过你每帮我拿下一个副本，我私人支付你1500学分的酬劳，怎样？可以。陈宇点头。能从小萝莉身上额外赚点钱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又问道，那些土著究竟是什么情况？可以拜访吗？土著以部落和城邦的形式聚居。云晨瑜说道。划归我名下的副本有一个就在土著城邦旁边，你感兴趣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就多谢了。事情说好之后，云晨瑜和陈宇回到教室中，报名开荒副本的老生们已经3、5成群的聚集起来，新生们则是尝试着向一些空闲的老生打探情报。看到云晨瑜回来，又有几名老生走上来向云晨瑜报名。云晨瑜将名单记录下来，然后走上讲台。那就这么定了，各自回去准备吧，散会。导师请等一下。一名新生赶紧举手站起身。那我们新生该做什么啊？小萝莉一愣，恍然道。对哦，还有新同学。这样丰饶，你留下给新同学们讲解一下入学后的注意事项。新同学们有疑问可以找你们的学姐学长帮忙解答。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教室里的新生们面面相觑，一副约了狗的表情。感情这位云晨宇导师是一点也没把新生放在心上。刚才云晨宇为他们讲解秘境的时候，大家一度认为他是个认真负责导师。然而现在，时间都没过去几分钟，新生们就开始忐忑起来。云晨宇实力确实强，但真的靠谱吗？片刻后，教室中一名坐在前排的女子站起身，走上讲台。女子衣着清凉，浑身的布料只有胸上缠了几圈的黑布，以及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黑色紧身热裤。她的腰间、手臂、大腿都缠着好几条皮质束带，束带上绑着飞镖、匕首、毒针等各式武器。这扮相也不知道是职业需求还是个人爱好。各位新同学，丰饶拍了拍讲桌，面色无奈地说道：“现在就由我代替云导师为你们上入学第一课吧。各位新同学别担心，咱们风姐老带练了，不是我说，只要她完成5转，都能值就任导师职务。”一名女生嬉皮笑脸，大声说道：“咻！”一道破空之音响起，一柄飞刀插在了说话女生面前的桌子上。自己闭嘴，闭不上我可以帮你缝上。讲台上的丰饶收回投掷的姿势，面无表情地说道。一众老生顿时鸦雀无声，新生们更是噤若寒蝉。当然，也有部分新生被白花花的学姐晃花了眼，根本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嗨嗨，丰饶清了清嗓子，正声说道：“正如林曼同学所说，因为云导师比较忙碌，他接收的新生大部分时间会由我来帮忙辅导。首先讲一讲大家最关心的学分问题吧。在腾龙学院获取学分通常有3种途径。第一种，完成学院布置的任务。任务分为公共任务和非公共任务。公共任务可以在学院的任务大楼接取，非公共任务则是学院下放给导师，再由导师发放给学员。任务完成之后会获得相应的学分奖励。第二种，学院中有一个试炼区域，形式和高考第1轮差不多，从1阶到4阶，每个转职阶段都能进行相应阶段的试炼闯关，根据闯关成绩能够获得相应的学分。第三种，每一年学校都有年度考核，通过考核之后，根据考核成绩可以获得相应学分。当然，考核没有通过的话，就不用关心学分了，因为你会直接被学院清退。学分的作用，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我不再多说。再说学院的公共资源，学院内的副本区有0阶到4阶的副本，每位学员每周有2个免费的副本使用机会，再多的话就需要使用学分兑换了。不过，我不建议你们使用学分兑换副本使用机会，喜欢大量刷副本的，去外面用金币买门票刷副本，比学院里要划算。哦对了，补充一下，学院内的副本都是有通关排行榜的，刷新副本排行记录也可以获得学分。不过，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去死磕排行榜，不值得。学院的其他福利和制度，你们可以从宿舍内的电脑登录学院内网查看详细内容。现阶段你们新生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升到50级进行转职。丰饶继续说道，1阶以下无法接取性价比高的学院任务，而且也无法进入试炼区域闯关。关于转职任务，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尽量接取更高难度的转职任务，任务难度关系到潜能星级，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丰饶得很细致，将新手职业者到1转期间的注意事项娓娓道来。老生们没有不耐烦，坐在座位上静静等候。有时候身边的新生有不理解的地方，还会帮忙解答。班级的整体氛围很融洽。丰饶讲完之后，教室内的学员才各自散去。老生们剧团商量副本攻略方案，新生们大部分前往了教学楼。腾龙大学中也安排有文化课，内容从校内副本、各职业基础课程到蓝星目前局势应有尽有。学员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听取，这是腾龙大学为学员免费提供的知识，不用交额外的学分。当然，也不存在修完某一个科目后获得学分的说法。离开教室之后，白丝学姐连同其他几位1阶老学员邀请陈宇一起参与攻略讨论。陈宇婉言谢绝，直接前往了公共副本区域。公共副本区域分为0阶到4阶，单是1阶公共副本就有107个，导师们手中掌握的副本还不在其中。腾龙大学的强大底蕴由此可见一斑。1阶副本区域的面积比整个教学区域都要大很多，每一个副本都有单独建设的场馆。刚刚进入副本区域，在副本区域前的广场上，陈宇就看到了一大群闹哄哄的职业者。隐藏职业幻影刺客，单体输出报表，走为风骚意识好无奶量需求，求组高评分队。变异职业魔剑士，以学根本法，不省职业属性，暴力输出，求组高评分队。本人治疗职业，有根本法，求组连刷经验队。大腿队带新人，1学分2个副本，我打怪你躺平，至少 A 级评分。没想到，即便是腾龙大学，这种副本外站阶求组的显现依旧存在。某一个瞬间，他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东风镇。来到区域入口，陈宇向管理员出示自己的云中龙徽章。今年的新生。管理员一脸诧异，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里是1阶副本区域，等你1转后再来吧。多谢提醒。陈宇笑道，不过我没走错，你已经转职了，速度倒是挺快的。管理员说道，行，那你进去吧。不急。陈宇说道，我要购买副本使用次数，请问怎么操作？每个学分可以兑换5个副本进入次数。管理员说道，不过我要提醒你，学院每周提供2个免费的使用次数，基本上已经足够使用了。1阶副本的强度和新手副本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1阶副本的耗时都比新手副本长很多。除了副本消耗的时长，出副本之后的休整也需要消耗时间，特别是职业属性的回复。另外，管理员笑着说道，冒着被撸掉的风险，我也要告诉你，用学分兑换副本使用次数是真的不划算。外面京都市的1阶副本刷一次也就40-50金币，你自己算算性价比。如果你是想大量刷经验本，建议你去京都市刷，除开乘坐传送阵来回的2学分成本，剩下的能节约多少就不用我说了吧。闻言，陈宇也忍不住笑了，老兄，你可是学院公职人员，这么说真的好吗？
哈哈，有什么不好的？副本管理员笑道，腾龙大学的学分宝贵着呢，除了顶尖的那一撮，没人敢随意浪费，大家都是能醒则醒。一个一阶的普通新生，辛辛苦苦跑1个月任务，也就100-200学分，有时候还得靠试炼区得到的学分来交那1000分的学费。多谢提醒，麻烦帮我兑换吧。陈宇说道。兑换额外副本使用次数的价格，腾龙大学的确有点黑，1个学分直接兑换金币都能兑换1000，而兑换副本使用次数才5个，等于说腾龙大学的内部副本刷一次要200金币，比外面贵了好几倍。而且按照学分的实际价值看，这个价格还要往上翻至少1倍。不过这和陈宇无关，别人是花学分刷副本，而他是来进货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没必要再劝了。说吧，准备兑换多少？管理员问道。哦，对了，兑换副本次数必须是整数学分，也就是1个学分起兑，兑换105次。陈宇说道。多少？副本管理员手一抖，端着的茶杯掉在桌子上，茶水溅得到处都是。兑换21个学分，一共105次，没算错吧？陈宇问道。腾龙大学公共区域一共107个副本，兑换105个次数，加上每周送的2个，刚好把所有副本全都扫一遍。没算错。管理员忍不住问道。你确定？当然。陈宇点头。这好吧。副本管理员虚空连点了几下，然后指了指窗口上挂着的大号金色云中龙徽章，碰一下就行了。陈宇一言将自己的学生证在大号徽章上轻轻一碰，再次查看属性时，自己的云中龙徽章上已经多出一行属性：一阶副本额外使用次数105。我可以进去了。陈宇指了指副本区域的大门。您请。副本管理员忍不住站起身，低下头对陈宇做了个请进的手势。副本管路员曾经也是腾龙大学的学员，不过属于下属的生活职业学院。自从在副本区域任职之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豪横的新生。陈宇进入副本区域，直接走向距离大门最近的副本场馆。反正是进货，全部都要刷上一遍，那就从头开始，一个个刷过去。副本场馆的大门外挂着副本基础资料，包括副本地图以及一些怪物信息。陈宇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这些信息对他而言还是有些作用，至少让他不会在副本中迷路。正当陈宇准备进入场馆内的时候，好友面板上突然传来消息提示。陈宇点开好友面板，是林秀和发来的信息。林秀和导师交流过了吧？感觉怎么样？如果不合适的话，可以告诉我。陈宇当即回话。陈宇，还行。对了，林姐，你知道一个叫做冷雄的导师吗？冷雄的事情，他本来就准备找林秀和询问一下。既然林秀和联系他，正好趁这个机会说一说。林秀和，冷雄，好像是有这样一个人，有点名声，但不是什么好名声。怎么，你选择他当导师了？陈宇，没有，是他主动邀请我当他的学员，但是我没有答应。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为了让我选择他，有点不择手段。陈宇将之前新生见面会上冷雄的作为复述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将事实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并没有提到自己对于冷雄是叛徒，想要暗害他的猜测。冷雄是腾龙大学的导师，他是不喜欢这冷雄，但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林秀和的判断。毕竟他对于冷雄的猜测都是毫无根据的，对喷的时候怎么骂都无所谓，牵涉到真正的调查就不能信口开河了。林秀和，这样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合常理。这样，我会将这件事告知基础学院的管理层，让他们启动调查。林秀和，但是希望你能明白，冷雄毕竟是腾龙大学的导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学院是不会有过激举动的，最多只能进行问询和基础信息、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简单调查。林秀和，如果调查结果证明这只是一个误会，冷雄单纯是想借你出名，那么这就只是他的个人人品问题，不涉及其他。林秀和显然是领会了陈宇说这番话的意图，但他也没有将话说明。陈宇，好的，谢谢了，林姐。林秀和，不客气。腾龙大学宿舍区一间外表普普通通的小别墅内，林秀和裹着白色浴袍走出浴室，素手一撩，空气变成了层次分明的淡蓝色，头发上的水渍被瞬间蒸干。紧接着，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片刻后电话接通，一个身着黑袍的虚幻身影出现在他面前。黑袍身影伸手揭下头上的兜帽，露出真容。他的整张脸都被乱糟糟的头发遮住，只露出粉嫩的嘴唇以及圆润的下巴。矮子，冷雄怎么回事？林秀和神色不善地开口问道。和目标吵了一架，问题不大。黑袍人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的声音很沙哑，仿佛感冒了很久一般。他有没有对陈宇做出什么特殊举动？林秀和点了点头，神色稍缓。没有。黑袍人摇头，话说这小子拿了复活之后，保护人数都变少了，没人换班，而且也不能主动消灭可疑威胁了，这任务变得无聊起来了呢。你发什么牢骚？林秀和不屑的一笑，密令不是你自己接的，更何况你不接有的是人接，如果不是我和他认识，我都想接这个密令任务了。行了，你继续看着，我还有其他人要联系。哦，拜拜。黑袍人伸出一只肉乎乎的小手，对林秀和挥了挥，随即虚拟影像消失不见。林秀和将通话记录保存了下来，然后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腾龙大学情报部部长竹须王座穿金戴银，浑身闪耀，华丽无比，坐在老板椅上，意气风发地对手下部员们指指点点。部员们一脸草蛋，但碍于竞技强者的威严，只能点头哈腰。正在这时，竹须王座身上响起手机铃声。你们先干，我出去接个电话。竹须王座拿着手机晃了晃，慢条斯理地走出办公室。接通电话之后，林秀和的虚影立即出现在他面前。哟，烈焰王座呀，幸会幸会，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废话少说。林秀和正色道，查一查冷雄这个人，仔细查，认真查，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
务必要给他查个底朝天。冷雄可是学院导师。竹须王座皱眉，他是哪里招惹你了？招惹我？林秀和冷笑，就在刚才新生见面会上，他煽动大众情绪，向本届状元施压，意图将其收入门下，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抹黑本届状元的声誉。这是什么情况？你自己想想吧。什么？本届状元？竹须王座立即跑回办公室，火急火燎地调出新生见面会的影像资料。看完之后，竹须王座整个人都不好了。尼玛，这狗玩意儿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来人，通报人事部和纪检部，启动对基础学院导师冷雄的最高级调查。对了，去烈焰王座的办公室，找他们要一份院长命令公函，不能以我们的名义发起行动。一街公共副本区，陈宇关闭与林秀和的对话之后，走进了副本场馆。腾龙大学的副本场馆比东风镇要冷清很多，里面只有零星的几个职业者正在做着准备工作。副本场馆中间是副本传送门，传送门上方吊着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副本排行。第一名，副本评分 S 级，用时12小时36分钟。队长匿名，队员匿名。第二名，副本评分 S 级，用时12小时57分钟。队长李兰月，队员刘昂、李希、林玉德。值得一提的是，腾龙大学的副本排行榜并不是拉通计算，而是每2年刷新一次。排行榜刷新之后，上一届的排名全部消失。刷新1周之后，榜单上的第一名获得记录奖励，之后每次打出更高纪录都会获得破纪录奖励。当然，并不是只要通关就能上榜，榜单只记录最高难度 S 级以上的通关成绩。排行榜上一次刷新是去年年初，新生入学的时间是每年7月，也就是说，再过几个月，排行榜就会再次刷新。而现在排行榜上的记录是被无数狠人破了一次又一次的结果。既然如此，也不差我这一次吧。陈宇一踏步踏出，走进副本传送门。副本名称：深夜鬼楼，等级限制50-100，完成1传，未完成2传，人数限制小于等于6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一阶副本开始有更高难度了，那就炼狱吧。新手副本最高难度只有噩梦级，你选择了炼狱级难度，请确认选择。确认。提示：该副本最高难度设有通关评价排行榜，是否公开自身及小队信息？不公开。选择完成。副本开始。副本传送门中黑色场景亮起，陈宇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间现代风格的卧室之中。卧室中开着灯，窗外一片黑暗。卧室最中间是一张双人床，左侧的被子散乱着，右侧的被子叠得很整齐，放在床头，压在枕头下面。床单上有些微微的皱褶，看起来是刚刚有人起床，还没有来得及整理。除了床之外，卧室中还有一排壁柜以及一个书柜。爸爸正在这时，一个粉雕玉琢的可爱小女孩满脸笑容地跑了进来，装的还真像。陈宇评价道。在副本场馆外面的信息中，陈宇得知这个副本中的怪物是灵体怪物厉鬼。与怨灵不同，厉鬼属于东方系鬼怪，低阶厉鬼擅长幻术欺骗，攻击手段是以心理恐吓为主的精神攻击，物理伤害能力只能算得上一般，只要防御力高一点就能直接免疫掉。野生的厉鬼难缠之处在于其智慧极高，而且善于伪装，普通职业者根本无法分辨，必须使用探测类装备查看属性，才知道是人是鬼。除了那些闲极无聊的职业者，又有谁会见人就丢探测术呢？不过在副本之中就不难分辨了，或者说根本不用分辨。爸爸，抱抱小女孩张开双臂，动作和小圣女求爆坡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宇走上前，啪的一个耳光扇了上去，小女孩瞬间倒飞出去，撞在墙壁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爸爸，你为什么打我呀？小女孩懵逼片刻之后，眼眶中泪水满盈，委屈地说道：连爸爸和爷爷都分不清了，我不打你打谁？陈宇恶狠狠地说道。小女孩又懵逼了片刻，然后乖巧地叫道：爷爷对不起，我错了。哎呦呦，小傻逼真乖，快来，快到爷爷怀里来，爷爷兜兜里有糖糖。陈宇对小女孩张开双臂，小女孩愣了一下，嘴角微不可察的一抽，然后茫然地问道：爷爷，小傻逼是谁啊？小傻逼就是你啊，孙贼！陈宇慈祥地摸了摸小女孩的脑壳，爷爷，我不叫小。啪！陈宇又是一个耳光，将小女孩抽飞，凶相毕露。我说你叫小傻逼，你就叫小傻逼，知道了吗？知道了。小傻逼一脸不情愿地承认了下来。随后他再次站起身，走到陈宇身边，低着头说道：爷爷，我饿了。饿了呀？陈宇点点头，左看右看，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于是陈宇拿起烟灰缸，走到小傻逼面前，将烟灰缸递给他，和蔼地说道：饿了好啊，快吃吧。爷爷，这不能吃啊！小傻逼欲哭无泪。啪！熟悉的耳光声响起，小傻逼再次贴在墙上，然后慢慢滑落下来。我说能吃就能吃，你有意见？陈宇捏着拳头看向小傻逼，能吃。小傻逼一边流泪一边趴在地上，将散落一地的烟头一个个捡起来吃下去。噗！陈宇忍不住笑出了声。低级厉鬼的精神攻击想要生效，必须达到某种恐吓条件，实质上就是低级厉鬼对攻击对象进行恐吓引导，引导到某个程度再进行恐吓攻击。比如眼前的小鬼向陈宇求食物，陈宇一言在房间里寻找，找不到，小鬼就会说明明有食物啊，爸爸你不就是吗？然后露出一副凄惨无比的死相，开始攻击陈宇。
厉鬼的恐吓诱导属于幻术的一种，精神属性不高的人很容易中招，被牵着鼻子走。但陈宇的精神属性毫无疑问是碾压眼前小鬼的，这就导致小鬼反过来被陈宇牵着鼻子走，陈宇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当然，厉鬼也可以不恐吓，直接攻击，但普通低级厉鬼那点物理攻击力，狗看了都摇头。算了，不玩了，我得时刻记得我是来刷记录进货的，不是来找乐子的。陈宇走上前，一把揪住正在吃烟头的小鬼脑袋，提起来狠狠灌在地上。下一刻，小鬼抬起头，眼耳口鼻中都流出了黑色的污血，脖子上裂开一个几乎被一分为二的伤口，仅仅只有一层薄皮连着脖子与脑袋，衣服变得破破烂烂，浑身都是被劈砍过的伤痕。爷爷，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小鬼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向着陈宇扑了过来。等等！陈宇竖起一个手掌，小鬼下意识地停了下来，看向陈宇。你不说说我是你爸爸吗？怎么变成爷爷了？小鬼茫然地歪着头，思考起这个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不是你让我叫爷爷的吗？还没等小鬼反应过来，陈宇又抓住了他的脑袋，往上一提。这一次，小鬼没有被整个提起来，而是只有一个脑袋被扯了下来。不好意思，往生极乐吧，下辈子好好做人。陈宇摊开手掌，一朵红艳艳的彼岸花出现在他手中，彼岸花轻轻摇曳，身手分离的小鬼顿时被吸入彼岸花之中。击杀60级厉鬼，经验值加600，这么高经验值，陈宇有些惊讶。野外的60级怪物提供的经验值应该是120点，炼狱难度的副本里直接翻了5倍。这小鬼有用吗？陈宇摇了摇手中的彼岸花，下一刻，一个灰色的人形出现在陈宇面前。回禀主人，这是一道纯粹的英明力量，内部似乎有某种法则支撑着它按照程序运行，导致它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并非灵魂，大概相当于人工智能。原来如此，陈宇点了点头。那这种英明力量对你有用吗？有用。往生路一直回答，可以增强我的本体力量。能增强多少？陈宇兴致勃勃地问道。大概相当于海洋中多了一滴水。往生路严肃地回答道。欣欣，我的欣欣。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女人悲戚地痛哭着，冲进房间，对陈宇一声凄厉的叫喊：老公，你为什么要伤害欣欣啊？为什么？说，为什么？女子抬起头，眼眶中流出血泪，身体迅速开始腐烂。别着急啊，我没伤害欣欣，你看，欣欣不是在这吗？陈宇笑眯眯地将手中捏着的彼岸花递给女鬼。女鬼下意识地伸手接住彼岸花，身上的腐烂速度都变低了不少。我送你去和他团聚啊，不用谢。陈宇指了指彼岸花，下一刻，整个女鬼化成一滩液体，被彼岸花吸了进去。击杀65级厉鬼，经验值加650加65。解决女鬼之后，整个房间瞬间灰暗了下来，各种原本有序摆放的家具变得凌乱不堪。天花板上结满了蜘蛛网，墙皮剥落，露出长满暗绿色青苔的墙砖，地上满是干涸的黑色血迹。这是厉鬼被消灭、幻术失效的表现，也意味着这间房子里已经没有怪物了，职业者可以去其他地方打怪了。陈宇一脚踹开锈蚀的房门，走进楼道之中。咚咚咚！正在这时，楼道中响起沉闷的物体落地声。陈宇抬头一看，一个黑眼圈浓重的小男孩正拍着篮球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距离楼道还有2个台阶的时候，小男孩突然一个后仰跳投，篮球如同炮弹一般向着陈宇击射过来。陈宇微微偏头，篮球从他的耳旁飞过，轰的一声将陈宇家里的墙壁砸出一个大洞。叔叔，我的篮球不见了，可以请你帮我找一找吗？黑眼圈小男孩神色阴郁地看向陈宇，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可以啊。陈宇和善地点了点头，走到小男孩身边，一只手扣在小男孩脑袋上。莫等小男孩做出任何反应，陈宇便拽着小男孩的脑袋狠狠一拧，咔嚓，小男孩脖梗断裂，脑袋被陈宇摘了下来。看，篮球找到了。陈宇抛了抛手中的鬼头，要叔叔陪你打一场吗？鬼脑袋顿时目瞪口呆，这他妈和剧本不一样啊！不是应该我取你的脑袋当篮球吗？怎么你给我的脑袋摘下来了？陈宇没有理会手中鬼头的表情，直接把鬼头当成篮球在地上拍了起来。尝试了几下，发现这个鬼脑袋虽然小了点，但弹性还不错。基尼太美，哦贝贝。陈宇左拍3下，一个胯下运球传到右手，然后又拍3下，一个背后运球传到左手，紧接着3大步上篮一个暴扣，啪！鬼脑袋稳稳地扣在小鬼脖子上。好像接反了。陈宇尴尬地搓了搓手。小鬼举起手扶住脑袋，将头颅掰正，表情阴沉的可怕。叔叔，现在是不是该我了？对不起，我玩腻了，以后再说吧。陈宇摇了摇头。叔叔你不讲信用。说好的。小男孩话没说完，陈宇的脚下已经开出了一朵明黄色的彼岸花，紧接着一朵又一朵明黄色彼岸花迅速成长盛开，整个楼道变成了一片彼岸花海。小男孩鬼瞬间被彼岸花吸收。咦，怎么还有黄色的？陈宇弯腰摘了一朵仔细观察，发现这种黄色彼岸花品质似乎比红色要低很多。算了，无所谓了，给我杀！陈宇将手中的变化一抛，脚下的花海立即沿着楼梯向着整个大楼扩散。随后击杀提示不断响起，击杀90级精英厉鬼员工，经验加4500加450，经验宝宝；击杀80级厉鬼，经验加800加80；击杀90级精英厉鬼员工，经验加4500加450；击杀100级精英厉鬼小蜜，经验加5000加500；击杀100级 BOSS 公司总经理，经验加1000000加1000000；击杀100级青铜 BOSS 黑心资本家，经验加1000000加1000000。提示：副本已进入结算阶段，
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炼狱。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300%。副本用时10分25秒。综合评价 SSS。收益结算：金币加10000，经验值加200000，自由属性点加20，技能点加5，传说级副本宝箱加1。你的等级已提升至71级。你的等级已提升至72级。你的等级已提升至73级。你的等级已提升至78级。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警告：因副本被严重损坏，你失去了休整时间，准备强制传送。啥？我怎么就严重破坏副本了？陈宇立即叫屈。上一次严重破坏副本，还是后图使用了禁咒，这次他可是什么都没干，甚至没使用任何攻击技能，而是召唤出彼岸花，温柔的将怪物全部灭杀掉。提示：所有掉落物品将强制收归通关者物品栏，超出容量部分将形成临时背包，临时背包存在10分钟，超时后所有物品遗失，请注意查收。好，行，传吧。陈宇无奈的闭上眼睛。下一刻，场景变换，回到了副本传送门中。提示：恭喜你刷新副本排名记录，荣登榜单第1名。提示：你获得1000学分副本记录奖励，学分已及时发放，可在腾龙徽章内具体查看。与此同时，整个副本场馆中响起广播音：恭喜未知小队刷新深夜鬼楼副本通关记录。广播音一连响起了3次，只不过此时的场馆中空无一人，算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与东风镇的副本排名显示不同，腾龙大学的副本排行榜几乎没有延迟，在他离开副本的时候，排名就已经显示了出来。第1名，副本评分 SSS 级，用时10分25秒。队长匿名，队员匿名。陈宇取出腾龙徽章查看属性，发现学分栏果然已经多出了1000的学分。1000学分这就到手了，果然赚学分很容易。话说腾龙大学也是够大气的，小小的破个记录就奖励1000学分，好处到手。陈宇无声无息地走出副本场馆，深藏功与名。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只带走了1000学分。那么下一个。陈宇离开后不久，一小队职业者从副本传送门中出来，为首的职业者穿着道袍，手持桃木剑，显然是个道士类职业者，专门克制厉鬼。道士职业者擦了擦汗，对着身后的队员们信心十足地说道：这次失败了不要紧，我们距离第1已经很近了，下次来咱们必破纪录。这1000学分我们拿定了，必胜！几名队员也信心十足地振臂高呼。咱们走，回去休息一下，争取明天拿下另外一个鬼怪副本的榜首。道士职业者笑着挥了挥手。等等，老大，你看！一名队员突然拍了拍道士职业者的肩膀，然后指了指挂在传送门上方的排行榜屏幕，一脸约了狗的表情。怎么？道士回头看向排行榜，尼玛，什么鬼？看清榜单信息之后，顿时表情崩坏。其余几名队员也纷纷看向榜单，然后瞬间石化。3S 级评分，10分钟通关。队伍只有1个队员。卧槽，这是哪位大神？我们进去的时候都还没这评分，这是刚刷完的。又是匿名，我记得去年也有人匿名挑了好多个3S 级记录，不会那人又来了吧？应该和去年那人不是同一个。道士队长摇了摇头，去年那位大神我知道，名叫陈默，几天功夫打了10多个副本，就升到1转满级转职去了。人家现在大概率都3阶往上了，怎么也不可能再来刷这个本。靠，这是不给后人留活路啊！这个样子我们还怎么打榜？一名队员急道：老大，咱们快去另一个厉鬼本吧，赶在大神之前把学分赚了再说。不急不急，道士对长安卫道，还是得先补充状态，不然硬打也拿不下记录。另外吧，你们要知道 SSS 级评分加上独享副本经验升级有多快吗？估计用不了几个副本，大神就该满级转职去了。那如果大神要刷属性和技能点呢？一名队员小心翼翼地问道。上一位大神不刷，不代表这位也不刷呀。你看咱们腾龙大学副本这么集中，刷起来多爽多利落。道士队长顿时一滞，然后大声吼道：那还在等什么？赶紧休息恢复。对于自己刷过的副本，别人还能不能拿到破纪录学分这种事，陈宇是没有丝毫考虑的。此时他已经走进了第2个场馆的副本传送门。副本名称：守卫基地，等级限制50-100，完成1转，未完成2转，人数限制小于等于6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降级了？没有炼狱？好吧，我选噩梦。新手副本的最高难度是噩梦级，但某些副本是没有噩梦难度的。1阶副本的最高难度上升了1个档次，噩梦常驻，但炼狱并非每个都有。传送完成之后，陈宇出现在一间未来风格的金属房间之内，身边是战城方阵，穿着绿色军服的大兵，大约有300-400人。前方站着一名戴着绿色军帽、面容刚毅、神色肃穆的军官。各位，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军官大声说道。我们的复兴级空天作战平台燕京号将在6小时后抵达实验基地，这6小时之内，我们必须保证基地的安全，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让任何一个怪物闯进基地。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士兵们齐声大喝：大夏不朽，万古长存！军官一声高呼：大夏不朽，万古长存！士兵们紧随着齐声高呼：向右转，跑走！军官带头，士兵们跟随着军官一列列跑出钢铁房间，全程没有一人发出杂音，只有皮靴与地面碰撞的整齐踏踏声。提示：
你已获得副本任务守卫基地。任务内容：守护传武实验基地6小时，直到大夏复兴级空天航母燕京号抵达实验基地。失败条件：基地失守，研究人员死亡超过2/3。钢铁大厅内的几面红色旗帜勾起了陈宇的些许回忆。不过大厅中没有其他可用信息，陈宇只能跟随在士兵队列后面离开了大厅。大厅外是一条明亮的钢铁通道，通道的尽头有着一部宽阔的升降平台。陈宇和士兵们一起站上升降平台，平台启动，上升大约100-200米之后，上方的天花板打开，咔嚓，升降平台停下。四面八方都是至少10多米高的坚固高墙，高墙中间是一座30米高的螺旋尖塔。整个基地暴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并不多，高墙之内算上空地，面积只有1亩左右，螺旋尖塔的占地面积更小。走上高墙，陈宇便发现墙上安装着密密麻麻的智能化武器，墙外大概1公里左右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白雾。这种白雾陈宇很熟悉，就是副本地图的边界，也是刷怪点。几百名士兵很快就均匀分布到高墙之上，智能武器也已经激活，瞄准激光亮起。咔！正在这时，高墙上裂开一个个圆形空洞，每个圆形空洞中都升起一架3米多高的人形机甲。士兵们迅速进入机甲之内，将机甲启动。原来真正的战斗力是这个货。陈宇恍然大悟，之前他还在疑惑一些没几个属性的普通人为什么会成为一阶副本中的战斗力，感情这机甲才是本体。不久之后，远处的白雾中出现了一道道狰狞的怪物身影，他们后肢十分健壮，前肢修长，拥有着锋利的直爪，身体表面覆盖着金属一般的甲壳，下颌扁平，头颅仿佛一个水滴形头盔，没有眼睛，尾巴至少有数米长，长满了尖锐的骨刺。刚刚离开白雾，便向着基地呼啸而来。科索达虫族兵蚁52级小怪，科索达虫族兵蚁63级精英，开火！基地围墙上响起一道机械音，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炮火声响了起来。城墙上无数武器同时开火，由士兵操控的机甲。腾龙大学的转职殿堂与江阳市没什么区别，依旧是一根光秃秃的本源之柱以及配套阵法。陈宇上前接触本源之柱，提示：本源之柱检测到你已达到100级，是否接受转职任务？是，请选择任务级别：普通、困难、噩梦、炼狱。2阶转职任务比起1阶，简单难度已经消失，但最高难度依旧是炼狱级。这说明从1阶开始，转职者面临的升阶难度是逐步上升的。对于腾龙大学的职业者而言，这不算什么，很少有人会去关注简单难度的试炼任务。但一些实力和天赋都不强的职业者，这就是摆在他们面前阻止他们晋升的一道难关。实力天赋处于底层的职业者，就算升到100级，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沉淀，在装备、技能等方面都到达极限，才敢接取转职任务。炼狱，陈宇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消失掉的简单难度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是有些遗憾，为什么没有出现比炼狱级更高的新难度？提示：困难级以下转职任务可以接取3次，噩梦级可以接取2次，炼狱级只能接取1次，失败后将失去转职机会。是否确认接取炼狱级转职任务？确认。提示：任务正在生成，生成完毕。2阶晋升任务，任务难度炼狱级，执行人陈宇。任务内容：在1个月之内至少通关10次1阶不同副本炼狱难度，通关评分不低于 SS 级。注：该任务中若与他人组队进入的副本，则不计算在评价之内。注2：该任务中若在副本内使用伤害性消耗品，则不计算在评价之内。临时提升属性的药剂、buff、技能、卷轴等不算作伤害性消耗品。注3：在完成基础指标之后，你可以继续执行任务，提升评价。评价越高，获得的任务奖励越丰富，但至多计算50个不同副本。这个任务咋看之下，比上一个试炼任务高考夺魁简单多了。不就是刷一刷副本吗？甚至还能可以使用临时提升战力的消耗品，在副本外加 buff。实际上，两者的难度还真不好说。身后有大背景的职业者接受了这种转职任务，是可以凭借背景进行操作的。2阶转职任务，通关副本获取评价，直接砸消耗品就行。1阶的高考夺魁也能砸钱，不是贿赂考官挑战帝国底线，而是直接贿赂顶尖考生，大家一起商量。状元这个名头，有时候对顶尖天才来说没那么重要。在大家的差距不是很大，并且提议人等级超高，直面实力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只要不遇到陈宇这种超规格的存在，付出一些利益就能让一批顶尖天才汇聚起来，捧你上位。实际上，高考之中形成团体的顶尖天才不少。如果是身后没有背景，全凭自身实力的职业者，通常来讲还是2阶的任务难度要大一些。毕竟高考状元年年有，而能把1阶炼狱副本打出 SS 级评价的高手，可不是每年都有。陈宇打了这么多1阶副本，除了少数几个 SSS 之外，排行榜上的原有记录大部分都是 S。这些记录可不是新生乱打的，而是接近2转的老生精心准备许久打出来的。代表帝国新生代最高水准的腾龙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这任务可太轻松了，比高考夺魁可轻松多了。陈宇松了一口气。对于他个人而言，高考夺魁任务要注意防备各种暗手、意外乃至盘外招，弄得他紧张兮兮的，随时准备召唤深渊大意志救场。相比之下，这个打副本评价的任务可就太省心了。那么现在就开始吧。陈宇从转职大殿离开，马不停蹄地回到副本区域，继续开刷。腾龙大学后勤部副本管理处办公室中，副本管理处处长刘敬明懒散地靠在沙发上，怀中搂着一名面色嫣红、额头冒汗的漂亮女人，嘴里叼着正在燃烧的黑色长条状物，类似香烟却没有烟雾弥漫。老公再来啊！美女眉眼如丝。可嗨，这里是办公场所，
还是收敛一点好。刘敬明虽然很想开足马力再跑一趟，奈何身体情况并不允许，只好脸色严肃，一本正经的回绝。哼，不行了就不行了，装什么装？美女顿时变脸，嗤笑一声，不屑道：开始说办公室刺激的也是你，现在说收敛一点的也是你，好话坏话都让你给说尽了。谁说我不行了？你起来，咱们再跑300公里。刘敬明色厉内荏的喝道。咚咚咚，正在这时，敲门声响起，两人立即穿好衣服。美女正襟危坐，刘敬明上前开门，门打开，一名职业者立即慌慌张张的走进来。处长，不好了，出事了！嗨，别慌，出什么事了？慢慢说。刘敬明立即神色一肃，沉声道，同时不着痕迹的向美女使了个眼色。美女赶紧起身，匆匆离去。刘敬明看到自家老婆走远，终于松了一口气，暗自庆幸守下来的及时，不然马上就要面子不保。随后和颜悦色的说道：说罢，出了什么事？处长，职员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说道：有一节副本被损坏了。多大点事啊？刘敬明慢悠悠的坐了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又是哪个败家子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道具？让人去警告一下，换一个新的副本上去得了，别小题大做。可是处长，职员面色犹豫，到现在已经有5个一阶副本被损坏了。什么？刘敬明豁然起身，5个？是谁家的兔崽子？专门跟我过不去？副本并非易碎品，是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的。一般来说，副本中的场景被毁灭是正常现象，根本算不上损坏。就算刷副本的职业者不把副本场景打烂，离开副本的时候，这些场景也会自己消失。下一批刷本的人进去，会重新生成一个场景。损毁副本指的是伤害到了副本核心运行机制。打个比方，副本就是一台服务器，刷本的职业者进入的是客户端，客户端里再怎么玩，也不能把服务器玩坏。而损毁副本是有人玩游戏用力过猛，不仅锤坏了键盘，还打碎了隔着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墙，然后把服务器给砸了。能做到损坏1阶副本，至少也要7阶的力量。用7阶消耗品狂刷1阶副本，不带这么玩的。作为腾龙大学后勤部副本管理处的老大，刘敬明自认为对学校里那些家大业大的学生有所了解。偶尔有人因为接了什么奇怪的任务，或者刚好缺技能点和自由属性急用，损毁1、2个副本是有可能的。可一连打坏5个副本，就有点扯淡了。副本坏了，修复成本很高，打坏副本的消耗品成本更高，这完全是损人不利己的事。你查过了？是同一个人？刘敬明捏着下巴问道。我确定是同一个人，只是这人职员欲言又止，别说话说一半，要说就好好说。刘敬明瞪了职员一眼，告诉我是谁？处长，是陈宇。职员小心翼翼地说道。陈宇？刘敬明皱眉思索了片刻，然后声音陡然拔高，你说的是那个号称古今第1天才的本届状元？是的。职员点了点头。卧槽！刘敬明顿时不淡定了，劳资是跟姓陈的犯冲还是怎么地？去年就有姓陈的打坏不少副本，今年又是姓陈的跟我过不去。正在这时，又有一名女职员急匆匆跑了进来，慌张道：处长，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刘敬明浑身一激灵，是不是姓陈的在大肆破坏副本？是的。刚进来的女职员连连点头，处长，您快去看看吧。别慌，你告诉我，他又打坏了多少副本？刘敬明强装淡定地问道。他平均几分钟就会打坏一个。女职员声音带着哭腔，到现在已经打坏10多个了呀。10多个！刘敬明顿时腿脚一软，差点摔倒在地。走，带我去找他，快点！副本中，一个大脑袋小身体，浑身酱紫的婴儿死死咬住陈宇的左肩。陈宇一把将其扯了下来，拿在手里观察。紫色婴儿在陈宇手中张牙舞爪，活力四射的挣扎着。可惜陈宇的属性太高，根本挣扎不动。这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何如此令人着迷？啊不，令人费解。这一次他进入的是一个炼狱难度小型副本，副本中都是鬼怪型怪物，大多是灵体，也有少部分有实体。往生路和传说级植物生命通力协作，几分钟就将副本清空。在杀死一个实体女鬼 BOSS 之后，从女鬼肚子里爆出这么一个婴儿小鬼，怎么打都不掉血，几个深渊荆棘妖灵足足抽了他10几秒，屁事没有。满地的明黄色彼岸花也没能把它吸进去，甚至还蹦出来咬了陈宇一口。这小鬼在副本介绍里没有出现，应该是个隐藏的副本 BOSS。陈宇取出眼侦探镜带上，对他发动了探查术。死婴，等级100，模板青铜 BOSS， 种族怪异，属性力量1500，敏捷3200，体质1200，精神1800，天赋技能，说明他很强大，但又很弱小。从属性面板上根本看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无奈只好将往生路召唤了出来。你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说出你可能不信，我竟然打不死区区一个100级的青铜 BOSS。往生路意志虚影出现，陈宇将酱紫色婴儿丢给往生路。半空中一束鲜红的彼岸花绽放，将死婴接住。死婴嘴巴裂到耳根，露出细密的尖锐牙齿，不停撕咬着彼岸花。居然是这种东西！往生路一直传来信息，你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陈宇立即问道。我的道路已经延伸进入了数百小世界，遇到过一些这种生物，姑且称之为生物。往生路回答。该怎么弄死他？陈宇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他不是什么研究怪物的科学家，要是被这个死婴耗在这儿，无疑会拖慢他的转职任务进度。这种怪物实际上是一个规则聚合体。往生路意志继续传来信息，常规伤害是无法杀死规则聚合体的。想要杀死他，只有2个办法，
一个是使用超出他所拥有的规则等级的规则伤害，或者说叫致死等级伤害。第二个，规则聚合体是由一条规则主线以及缠绕它的其余规则组合而成。就像这样，一朵红色彼岸花出现在陈宇面前，然后密密麻麻的黄色彼岸花升起，将红色彼岸花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花球。洞悉它的规则主线，然后抽掉这一根规则主线，它就会自动消散。往生路意志虚影招了招手，红色彼岸花从花球中飞出，然而揉成一团的黄色彼岸花瞬间爆散落地。人形规则聚合体规则主线一般是一道执念，只要解开这道执念，规则主线消散，它自然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找执念，也就是还要慢慢探索副本剧情。陈宇顿时摇了摇头，你应该能弄死这玩意儿吧？给我做了它！遵命！一朵巨大的红色彼岸花盛开，将紫色死鹰吞入花瓣之中。几秒钟之后，击杀提出音传来，击杀100级青铜 BOSS 死鹰，经验值加1000000。紧接着就是另一道提示音，副本结算中。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警告：因副本被严重损坏，你失去了休整时间，准备强制传送。等等，不是，我干了啥？又给副本弄坏了？这次我已经够温柔了，好吧？可惜副本运行程序并不听陈宇狡辩，直接把他踢了出去。各位先帝，第3个至高级植物生命生什么呢？黑暗虚无的空间之中，唯一的色彩是2个相对而立的人形身影。你的做法很愚蠢。戴着兔头面具的女子对戴着鼠头面具的男子说道。兔头面具女子手一挥，一幅画面出现在2人面前。画面之中是一名神色狰狞、浑身血肉模糊的男子，手持一把短剑，疯狂刺激自己的胸口。由于职业者数据化之后的强大生命力，即便受到如此重伤，他依然还活着。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害的加深，他的生命力越来越微弱。你只需要抹除与他接触的记忆，便可以洗去一切痕迹。他本身便是白鹰帝国控制的死士，针对帝国天才再正常不过。腾龙大学调查得到的也只是这样的答案。但是你操纵他自杀，腾龙大学势必全力以赴查明真相。你的手脚再干净，也难免会被察觉。呵，鼠头面具男子轻笑，那又怎么样？兔头面具女子沉声说道，以那个人的天资，必然已进入大夏火种计划序列，甚至是第1序列。你是在挑衅大夏火种委员会吗？以我们的实力，凭什么去招惹那个暗中操控整个世界的庞然大物？这不是挑衅。鼠头面具男子淡淡的说道，而是打草惊蛇。火种委员会有所察觉，才会有所动作，继而露出破绽。不主动出击，我们永远别想抓住他们的尾巴。探寻世界真相的机会，也只有你才能把火种委员会当作一条蛇。兔头面具女子轻声说道，我欣赏你的狂妄，但有时候你必须收敛。正在这时，一只洁白无瑕，仿佛珠玉一般的小手划破空间，出现在黑暗空间之中。紧接着，小手抓住空间缝隙的边缘，轻轻一撕，黑暗空间中出现一道巨大的豁口。一名体态轻盈、身着白袍、戴着蛇头面具的少女，迈着优雅的步伐从豁口中走了进来。少女头顶金色光环，背部收束着2片泛着微光的洁白羽翼。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蛇头面具少女凑到鼠头面具男子面前，歪着头嬉笑道，是你吗？与你无关。鼠头面具男子对于蛇头面具少女的出现并不惊讶，只是淡然地说道，真是无趣的男人。蛇头面具少女摆了摆手，令人生厌呢。随后又走到兔头面具女子面前，我刚才听到你们说起火种委员会，我很感兴趣，可以细说吗？这是我们大夏人族的内部事务。兔头面具女子冷声说道，不是你作为深渊魔神应该关注的东西，怎么能与我无关呢？蛇头面具少女轻轻揭下面具，露出完美无瑕的容颜。她指了指自己的额头，这难道不是你们大夏的文字吗？我出身无尽深渊之底，身为眷族之一，天生魔神，传承记忆中却存在着你们的语言文字，甚至就连我的神格也是一个大夏文字的形象。你说奇怪不奇怪？真理同盟会成立的目的，不就是追寻世界的真相吗？少女所指之处，在细密的刘海之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血红色结晶组成的王字符号。鼠头面具男子沉思良久，最后说道，我同意你加入我们的计划，但是你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否则我宁愿立刻放弃所有计划。这才对吗？少女娇笑着点了点头，满意的将面具重新戴好。腾龙大学宿舍区，3位6转职业者按响了冷兄的门铃，良久无人应答。其中一人向着院中扔了一颗小石子，石子飞到院墙上方，立即弹了回来。细看之下，就能发现院墙上方有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结界。3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人立即戴上耳麦，我是负责冷熊案的00，帮我转告后勤部，我请求关闭冷熊宿舍别墅的防御结界。完毕。几分钟后，透明结界消失，3人轻轻一跃，落入冷熊别墅的小院之中。刚刚落地，一股四处弥漫的血腥味就让他们皱起了眉头。3人没有停留，立即冲向别墅，破门而入。正厅之中蔓延着大片的血迹，客厅中间的沙发前躺着一个胸前血肉模糊的残躯，鲜血的源头正是那具残躯的身体。他是冷熊，麻烦了，这事儿我们处理不了。3人顿时皱起眉头，他们奉命来冷熊家里暗中调查。然而此刻，冷熊直接以尸体的形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一位6转职业者，腾龙大学的导师，死在自己的宿舍中，死相还极其凄惨。不论冷熊这人有没有问题，这都是一起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这里可是腾龙大学啊！一位导师在自己宿舍里被杀，简直可笑。这是在把抽腾龙大学乃至腾龙帝国的脸抽得啪啪直响啊！3人不敢犹豫，甚至连门都不敢进。
直接将现场情况录制下来，传回牵头调查冷熊案的腾龙大学情报部。不到1分钟时间，浑身珠宝、一脸煞气的腾龙大学情报部长竹须王座出现在冷熊的别墅中。先前来调查的3人顿时退到一边。你们动过现场吗？竹须王座看向3人，没有。3人立即连连摇头。这事儿可不只是死了一个6阶导师那么简单。冷熊有对陈宇不利的苗头，没有得逞后转头就被发现死在自己宿舍里，这里面的猫腻还用说吗？前来调查的3人只是普通6阶职业者，可不想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很好，竹须王座说道，你们暂时哪里都不要去，跟我待在一起。说罢，竹须王座身体浮空，飘进房间之中。腾龙大学试炼区，整个试炼区是一栋大楼，里面被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分割，每个房间中都有一座小型暗蓝色传送门。这就是腾龙大学的试炼副本，每位1阶以上的学员都可以免费进入，赚取学分。试炼副本是腾龙大学来钱最快、学员们最喜欢的副本。可惜每一关的学分只能赚1次，不能重复，而且只要转职升阶，上一阶的没打完的试炼副本关卡就不能再继续了。呼，幸好记起来了，差点给浪费了。陈宇抹了一把额头上不存在的冷汗。接受转职任务后，他一共在副本区刷了45个副本，其中18个副本有炼狱难度。如果他只想以最低完成度转职，那么直接可以提交任务了。距离得到最高限度奖励还需要打32个炼狱难度副本。被某个副本踢出来之后，陈宇才想起自己还有试炼副本没打，要是就这么晋升到2阶，1阶试炼副本可就没得打了。为了学分，为了我尚未出生的时空系原初精灵，陈宇毅然决然地踏入了暗蓝色副本传送门之中。提示：你进入了特殊副本，该副本不提供经验值以及物品掉落。提示：是否开启副本闯关？开启。四周的黑暗褪去，变为一片荒草丛生的平原。片刻后，5头60级诺森德兽人战士向着陈宇冲了过来，这强度已经不低了。高考淘汰赛副本中，第一波可都是一些炮灰垃圾。陈宇松了松手腕，迎着几名兽人战士冲了上去。兽人战士属性只是60级普通怪，属性大概只有他的1/30，暴力属性碾压之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一顿惨绝人寰的殴打之后，兽人战士们化作碎片消失，与高考淘汰赛副本如出一辙。提示：你完成了特殊副本第1关，获得100点腾龙大学学分，是否开启第2关？这么几个小垃圾就值100分，真够大方的。开启。陈宇顿时眼前一亮，总感觉试炼副本的收获会超乎自己的想象。第2关开启，怪物仍然是60级诺森德战士，不过数量直接增加到了50个，这就上强度了。陈宇不想和50个肌肉凶贵肉搏，于是当即召唤出几百个传说级植物生命，代替他和这群凶贵纠缠。几秒钟之后，50头诺森德肌肉凶贵含恨而终。提示：你完成了特殊副本第2关，获得200点腾龙大学学分，是否开启第3关？给我开启。陈宇说道。下一秒，提示：你完成了特殊副本第3关，获得300点腾龙大学学分，是否开启第4关？等等，怪物是什么啊？算了，不重要，开启吧。1阶的腾龙大学试炼副本一共只有20关，第1关到第10关都是50杠100级的怪物，第10关是2头100级普通 BOSS， 第11关开始直接变成了10个120级的精英，第20关甚至出现了2个150级普通 BOSS， 这强度就不是普通人能通过的了。但对于陈宇来说，根本没有看见过怪物长啥样，只看见一些植物生命们动了手，不亲自询问的话都不会知道出现了什么怪物。关卡难度增长的同时，学分收益也在暴增，连破20关一共给陈宇带来了43000点学分收入，加上之前破纪录得到的学分，总数已经接近了10万点。离开试炼区域，陈宇马不停蹄地赶到兑换大楼，花费52600学分兑换了526个不稳定空间碎片结晶。获到之后，立即返回自己的别墅，进入无上圣土之中。此时的无上圣土显得有些拥挤，世界树和彼岸花占据了大部分区域，导致其余10万个植物生命分散在剩下的一小片土地之中。传说级植物生命每个尚且能占据一个20-30米边长的方格，新种下的那些就真的只能扎堆挤在一起了。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真不错。陈宇观察着随处可见的植物生命，满意的赞叹。世界树下，泥土之中长出一片小小的荷叶，这是云碧月小萝莉送他的神秘莲子。神话级植物生长速度缓慢，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成熟。同样没有成熟的，还有一个遗传任务中得到的建议草。一个小精灵正坐在荷叶上，双手攥着一小片树叶，慢慢的吃着。陈宇走过去，将它捧了起来。主人。后土连忙丢掉手中的树叶，向陈宇行礼。你怎么也开始吃世界树的树叶了？陈宇疑惑地问道。以前他只见过小燕和小风喜欢吃树叶，不能吃吗？后土的表情有些茫然。没有，你继续。陈宇将后土放了回去。大概吃世界树的树叶对于原初精灵而言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随后将兑换得来的空间碎片结晶放在世界树的树根上，无色透明的结晶瞬间破碎，被世界树吸收。世界树枝头一颗果实逐渐被染上了淡淡的银灰色，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6只原初精灵纷纷飞到陈宇身边，抬头仰望着上方。片刻后，成熟的果实坠下，轻飘飘地落入陈宇手中。紧接着，果实从中间裂开，化作一袭银色连衣长裙。陈宇手中一只银灰色柔顺披肩长发的小精灵招了招手，将长裙套在身上。原初空间精灵，参见主人，我将为您承载万物。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空间应该算是概念的一种，并非一种具体化的东西。实则不然，空间也是基础元素的一种，可以视作物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比其他物质更具有物质性。空间就像一张白纸，而空间中的一切都是白纸上的画作。这张纸才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础。以后你就叫小空。陈宇微笑着点了点头，顺手打开小精灵的属性面板。原初空间精灵小空，品阶异彩神话，等级100，属性力量15500，敏捷15500，体质15500，精神31000，生机2000，空间原力200，天赋空间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空间系伤害，自身空间系伤害提升500%。被动原初空间精灵，使用空间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100%。技能空间操纵禁咒，空间领域禁咒，万众虚空壁垒禁咒，空间虫洞禁咒，高速曲率滑行禁咒。原初空间精灵和原初水精灵简直就是两个极端。水精灵攻击性拉满，全部是伤害性禁咒，而空间精灵几乎没有一个伤害禁咒，全是辅助和跑路的禁咒。所以名字是不是取早了？叫小龟或者小兔比较好。正在这时，小燕和小风飞了过来，一左一右站在小空身边，将2颗细碎的糖果喂给小空。见到这一幕，陈宇欣慰的点了点头。这两个小家伙还是挺注重团结友爱的嘛。食物吗？谢谢。小空尝了一口，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小燕眉开眼笑的飞走了。陈宇敏锐的听力捕捉到了小燕那微不可察的声音。太好了，小空不喜欢吃东西，以后肯定不会和我抢好吃的。小燕刚才说了什么？最近耳朵有点背啊。算了，不重要，继续做任务吧。陈宇风风火火地走出卧室，在女仆小姐不解的眼神中推门而去，直奔副本区域。腾龙大学后勤部，刘敬明臭着一张脸，看谁都好像欠他500万似的。副本管理处的成员们理解他的心情，毕竟副本无缘无故被毁掉了30多个，正主还跑了，根本没找到人。作为副本管理处的处长，脸不臭才有鬼。处长，咱们还找陈宇吗？一名管理处成员小心翼翼地问道。算了算了，刘敬明仿佛吃了苍蝇一样难受。那小子多半已经升到满级去做转职任务了，找他还有什么用？学员打坏副本的情况并不常见，但陆续都有发生。腾龙大学没有找学员赔偿副本的传统，这30多个副本，刘敬明也只能自认倒霉。好在副本管理处是个油水部门，资金相当充足，坏掉的副本直接拿去维修。至于一阶副本区域的副本数量缺口，只能先找那些富裕的导师们租借一些来充数了。谁手上有多余的一阶副本呢？刘敬明无奈地翻看着通讯录，他手上的备用一阶副本只有10多个，也就是说他得租借到将近20个一阶副本，只能一个个找了。唉，可怜我这张老脸啊。刘敬明苦着脸开始拨打电话。喂，老刘啊，最近手上有空余的一阶副本吗？哎，对，借一个给我，不是私人用，放学院副本区给学员刷的，那肯定得给租金啊。好，多谢，等会儿我过来拿。再见啊。为老钱吗？我刘敬明啊。足足花费了2个小时，低声下气地求了数十个导师，终于借够了20个副本。正当刘敬明准备上门取货的时候，又是一名管理处成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不好了，处长，出大事了！刘敬明顿时神色一滞，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额头上瞬间布满冷汗。出什么事了？你说。处长，那陈宇又开始破坏副本了。管理处成员哭丧着脸说道。他越来越猖獗了，刚刚过去10分钟时间，他就连续破坏了3个副本。处长啊，你快！管理处成员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感觉到一股劲风吹过，面前的刘敬明便已经不见了踪影。副本区域，副本场馆中，陈宇刚刚刷完一个大地图副本，回头看了看排行榜，榜1的位置已经被他的战绩取代。又查看了一下腾龙徽章，学分已经到账。那么下一个，陈宇迈着坚定的步伐，带着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的潇洒，以及背对众生一往无前的气势，走向场馆出口。正当他跨出场馆大门，准备前往下一个副本场馆的时候，却被人拦住了去路。等等，这是一名神色阴郁的男子，他身后的天空仿佛都化为了灰色，被一片片乌云笼罩，酝酿着一场惊雷暴雨。你就是陈宇？男子用复杂的目光看向陈宇，那无穷的怨念与压迫感让陈宇都有些惊讶。我就是陈宇。陈宇神色警惕地后退了一步，请问我与阁下有什么交集吗？他努力回忆着自己与面前这个仿佛被虎式坦克碾压了100遍，还被拍了小电影的男子有何关联？难道这人是什么上一级的顶尖天才，覆盖在我的光辉之下，心有不甘又嫉妒我的才华？我就说嘛，拥有世界主角待遇的我，怎么可能没有反派送脸上来给我打呢？念及此处，陈宇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没有交集。阴郁男子一步步靠近陈宇，咬牙切齿地说道：但我找的就是你。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陈宇淡然说道。他心中思考着自己是否应该邪魅一笑，然后伸出小拇指掏一下耳朵。这可是主角必杀技，王之灭世。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歪嘴笑很轻松，但邪魅的功底不是谁都能掌握的，初学者使用起来很可能被别人当成二傻子。唯有隐藏职业中的隐藏职业，天才中的天才，传说中的龙王，才能将此技能掌握得出神入化。阴郁男子没有说话，只是一步步靠近着，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缓缓积蓄着能量。一旦爆发，便是石破天惊，众生战栗。1步2步3步，当然走到陈宇面前，他的气势已经攀升到了顶点，仿佛巍峨泰山。陈宇眉头紧锁，随时准备召唤植物生命与之决一死战。啪！
突然之间，男子双手合十，在陈宇面前一个标准45度大鞠躬，表情从阴郁瞬间变成渲然欲泣。大神，我求求你，别再刷了。等等，你什么意思？陈宇目瞪口呆。不是，大兄弟你先起来，我陈宇何德何能，受不起你如此重礼啊！这特么可是给老坟上香的参拜动作。陈宇自认为自己短期之内还不会躺进棺材供后人膜拜。不对，他堂堂大罗怎可能进棺材？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刘敬明弯着腰，跟随着陈宇的声音原地转圈，始终保持着参拜陈宇的姿势，要多虔诚有多虔诚。他也是没办法呀，这位金科状元来头可太大了。昨天得罪了他的冷兄，今天就已经躺尸在自家客厅里了。虽然情报部还在调查死因，但消息灵通的刘敬明已经从一位监察部同事口中得知，这件事和冷雄冲撞了金科状元有关。他一个副本管理处的小处长，不管是地位还是实力，都跟冷雄相差无几。所以还是从轻吧。不是，你总得让我知道你要我答应什么事啊？陈宇无辜地问道。求你别再破坏副本了。刘敬明声泪俱下，您再这么打下去，一阶学院就无本可刷呀。陈宇嘴角一抽，感情这不是反派送上门来打脸，而是苦主找上门来讨债啊。大神，刘敬明苦苦哀求，备用副本已经全没了，我一个副本管理处的处长都已经欠下20个一阶副本的巨额债务了。对了，您打榜的目的是为了学分吧？说到这里，刘敬明目露曙光，我可以私人补偿您5万学分，只要您能不再破坏副本，学分立即到账。嗨，给刘处长添麻烦了，其实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陈宇尴尬地说道，这样我尽量不再破坏副本，怎么样？之前他破坏副本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大学里估计有这方面的课程，不过他还没有去听过文化课。现在看来，毁掉一个副本损失应该还挺大的，不然不会让一个学院官员哭成这样。但是他又刚好接了打评分的转职任务，副本必须得打，不用禁咒狂轰滥炸就是了。可损坏副本的界限又有些模糊，有时候他明明下手轻的不行，副本一样会损坏，这就有点难办了。这么说，您是一定要在学校刷副本了？刘敬明目露绝望之色，这小子刷过的副本损毁概率超过60%，再这么刷下去，他把底裤给卖了也赚不回损失啊。副本毁损后，如果管理处资金告罄，是可以上报的。腾龙大学会承担修复资金或者重新发放新的副本，但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里，一阶副本区域总不能就那么空着吧？就算这事儿责任不在他刘敬明身上，可一个办事不力的负面形象是怎么都逃不掉的。另外，原本资金丰厚的副本管理处，这么一闹下来，可就变成穷衙门了。这个嘛，副本我是一定要刷的。陈宇为难地说道，不过我可以保证，尽量下手轻点，不会再连续破坏副本了。实际上，陈宇也是有点心虚的。说白了，他的行为就是在破坏公务。人家没找他赔偿已经是够意思了，还这么低声下气的求饶，甚至提出给钱让他别刷。这种情况下，他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但转职任务必须优先做完，这没得商量。他实力强了，才能更好的反哺学院嘛。等等，刘敬明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陈宇同学，你的意思是，你只是需要刷副本，并不是一定要刷学校的副本？没错。陈宇点头。转职任务可没有限制刷什么副本，只要是一阶炼狱难度便可。我可以带你去刷大量副本。刘敬明喜上眉梢，校外副本？校外副本？陈宇眉头微皱，我想想。刘敬明声称自己是副本管理处的处长，腾龙大学的管理人员，但陈宇不认识他，还需要确认一下。打开好友面板，点开了林秀禾的通话，发送信息。陈宇，林姐，你知道刘敬明这个人吗？几分钟后收到了林秀禾的回复。林秀禾，腾龙大学基础学院后勤部副本管理处的一个小处长。你问他做什么？陈宇，是这样。陈宇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阐述了出来。林秀禾，他是对的，你不该这样祸害学校的公共资源。放心，这人没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无法伤害到你。陈宇，行，谢谢林姐。腾龙大学情报部，足足10多个竞技强者汇聚一堂，林秀禾也在其中。情报部长竹须王座高居首位，面沉如水。各位，现在已经查明冷雄是白鹰帝国控制的死士，并且他是死于自杀。你们认为他畏罪自杀的可能性有多大？一名竞技强者起身说道，毫无可能。我们假设冷雄的目的是将陈宇收入门下，然后加害陈宇，那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没有失败的必要，因为他并没有暴露伤害陈宇的企图，他隐藏得很好。如果真的招揽到了陈宇，那么他的计划也要花费一段时间来实施。招揽失败，他更应该继续潜藏，伺机犯案，而不是直接自杀。我个人认为冷雄的自杀很可能是被人控制的。另一名竞技强者也说道。那么竹须王座深吸了一口气，大家都是这个看法吧？在座的竞技强者纷纷表示认同，同时也不可能是来自白鹰帝国的命令。一名竞技强者补充说道，理由同上，冷雄这颗棋子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他在家中暴毙，可能现在都没有被发现。冷雄自身死亡事件，腾龙大学的调查力度比他针对陈宇事件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他白鹰帝国死士的身份也是因此而暴露。在学院之中操纵一名6阶职业者自杀，还让我们看不出任何痕迹。竹须王座苦笑，看来这件事远不是我们这群8阶能参与的。我提议上报精英学院，由精英学院的各位大能来裁定吧。林院长，你认为呢？竹须王座看向林秀禾。
烈焰王座林秀和，腾龙大学精英学院导师，同时也是腾龙大学基础学院院长。腾龙大学基础学院执掌大权的竞技强者们都有着精英学院导师的身份。基础学院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同属，院长居中调和。院长的权力并不比各部门高，只不过基础学院公对公沟通腾龙帝国上级部门或者精英学院必须由院长提出。赞同。林秀和说道，我会向精英学院做出详细报告，并发起提议。另外，竹虚王座，请你们核实一下刘敬明的信息。刘敬明？为何？竹虚王座不解地问道。这2天，陈宇把副本区的很多一阶副本刷坏了，并且准备继续刷下去。烈焰王座叹息着说道，所以刘敬明出面阻止，并且试图带陈宇去校外刷副本。这，旋风王座，你看。竹虚王座看向一名在座的竞技强者，啧，老七啊，你手下的人思想很危险啊。旁边一名竞技强者拍了拍旋风王座的肩膀，调笑道，你说你也是，那么抠干什么？几个一阶副本打坏就打坏了呗，还非得把人家状元郎赶到校外去，在这节骨眼上很难不被人怀疑啊。旋风王座顿时脸色一黑，大声说道，我腾龙大学后勤部长旋风王座齐思源，以王座之名担保，手下副本管理处处长刘敬明绝对身家清白，思想端正，无任何叛国之可能。我可以保证，刘敬明只是心疼学院公共财产，绝对没有坑害陈宇的意思。京都市香水城，香水城是京都市的卫星城之一，城外遍布着密密麻麻的野外炼级点，辐射周遭数百公里，50级一转到200级4转，应有尽有。城中则有着大量职业者店铺以及商业副本场馆。陈宇没有窥见过京都市的全貌，但光是这一个卫星城规模以及繁华程度，居然就不下于云川省的省府九峰市。不愧是京都市，陈宇忍不住赞叹。香水城常驻的商业副本场馆，一阶副本足有176个。刘敬明问道，这个数量对你来说应该足够了吧？刘敬明不知道陈宇刷副本的目的，不过隐约可以猜得出来，经验值方面打坏了那么多副本，拿了数十个 SSS 级评价，显然已经超出100级极限很远了。剩下的无非就是补充自由属性点、技能点、装备、特殊任务要求，其中刷技能点或是任务的可能性最大。足够了，陈宇笑着说道。话说京都是一个卫星城，副本保有数量居然比腾龙大学还多，那怎么可能？刘敬明自傲地说道。说起副本数量，整个京都市加起来都没有腾龙大学多。副本区域提供的公共副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副本都掌握在学院导师手中。腾龙大学基础学院导师数量常年保持在1300人左右，每个导师手中都有数个到数十个一阶副本。你可以大致估算一下，腾龙大学持有的一阶副本总量，堪称恐怖啊！陈宇深表赞同。刘敬明带领陈宇一路从香水城中心的传送阵来到城南区域，进入一座数十层高、占地面积足有数千平方米的联排大楼——摩根通达集团京都副本管理园区。一楼大厅之中便有着详细的副本信息介绍，方便消费者挑选购买副本门票。这座副本园区一共有上百个新手副本、52个一阶副本、23个2阶副本、10个3阶副本以及2个4阶副本。单个一阶副本门票售价35金币。一些特殊的高经验、高爆率、低难度副本门票售价也会相应的高出一截。陈宇本想去售票窗口买票，却被刘敬明抢先一步，并强烈要求他坐下休息一会儿，简直就是把他当成了大爷。没办法，陈宇实力摆在那，刘敬明可不想陈宇以后继续祸害自家副本，只能殷勤一点，姿态做足。陈宇举目四顾，发现这座副本园区中，除了腾龙帝国人之外，还有许多黑白皮来来往往，甚至黑白皮的数量比腾龙人还要多出不少。不一会儿，刘敬明回来，将一张金卡递给陈宇，里面有着这座副本园区所有一阶副本的门票。这里怎么这么多外国人？陈宇疑惑地问道，甚至比帝国人还多。刘敬明笑道，京都市吗？有外国人很正常，而且摩根通达集团本就是白银帝国的老牌财团，这片园区的副本价格对白银帝国的人是有优惠的，尽管价格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帝国人也不怎么喜欢来这里。一小部分帝国人认为黑白皮是未开化的蛮夷，不喜欢接触他们。也就是说，这片园区是外国人开的，副本也是外国人的。陈宇挑了挑眉，他总算明白刘敬明为什么不远千里自掏腰包坐船送阵将他带到这里来了。没错，刘敬明也向陈宇挤了挤眼，一副你懂的表情。陈宇当即点头，懂。大厦前几层充斥着各类商铺，贩卖武器装备、消耗品、补给品，同时也收购职业者从副本中刷出的资源物品，还有饭店、酒吧以及各类娱乐场所，甚至还有门店挂着粉红色的小灯，前面站着衣着清凉的异域漂亮小姐姐。一些满脸煞气、身上破破烂烂、刚从副本里出来的男性职业者，被小姐姐们温柔地请进了店里。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陈宇叹为观止，他记得很清楚，腾龙帝国是禁止此类交易的。虽说屡禁不止，可一旦发现，必然面临严厉打击。陈宇同学对咱们国家的律法颇有研究啊，不愧是状元，文武双全。刘敬明笑容可掬地赞叹道。过奖了。陈宇抱了抱拳。其实咱们腾龙帝国的律法很多都是为了腾龙帝国公民设立的，保护性大于约束性。刘敬明继续说道。比如这类行业的管制。刘敬明指了指小粉灯店铺，针对的也是帝国公民。这种地方必然充斥着人口买卖等一系列非自愿交易，所以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嘛，外国人随意，死不死不关咱们的事，还可以收取重税，创造收入，这就挺合适的。陈宇点了点头。交谈间，陈宇看见一个腾龙人竟然也走进了小粉灯店，还搂着一个黑妞。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即便是京都，
也有这么重口味的奇葩存在。陈宇兄弟，刘敬明突然凑过来，暧昧的说道：“如果你对洋妞感兴趣，我可以送你几个干净的，质量绝对够高。”不了，谢谢。陈宇连忙摇头，他连家里的女仆小姐都还没来得及品尝，哪有精力去照顾洋妞？陈宇没有再关注这些奇奇怪怪的行业，去食品店补充了一些小零食之后，便跟着刘敬明径直上到了大厦16层。16层到40层都是一阶副本场馆。与腾龙大学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个副本场馆中都有高一级的职业者看守，打架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陈宇刷卡走进距离楼道最近的副本场馆，里面正好有一个小队刚刚从副本出来，成分5白1黑。刚刚离开副本，小队便开始争执起来，看上去似乎是小黑对副本掉落物分配有所不满。5个小白顿时对小黑恶语相向，冷嘲热讽。小黑不堪耻辱，抄起一把大刀就向为首的小白砍过去。不过一头小黑显然不是5头小白的对手，很快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正在这时，副本里又是一队6头小黑出来，被殴打的小黑立即上前求救。新出来的队伍中又是3头小黑气势汹汹地冲向5头小白。场馆之中技能乱飞，普通级坚固材料打造的地板砖都差点被打裂开了。眼见现场情况就要失控，维持秩序的职业者赶紧上前，暴力制止了双方纷争，直接将闹事的小黑小白一个个扔出了场馆。啧。陈宇咂着嘴，一脸嫌恶地绕过这群黑白配，走进副本传送门。陈宇的运气不错，第一个副本就有炼狱难度，并且是个轻怪型副本。副本场景为中大型，背景为类似西方中世纪的贵族领地，怪物大概是一些傀儡农奴、邪恶巫师、邪恶骑士、暴虐领主之类的东西。陈宇也没有仔细研究的心思，派出小精灵侦测完地图之后，直接命令小燕一发禁咒收尾。提示：副本结算开始。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警告：因副本被严重损坏，你失去了休整时间，准备强制传送。随着熟悉的提示音，陈宇被踢出了副本，将物品栏生成的临时背包整理一番后，若无其事地离开副本场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时间。正当他走到副本场馆的进出口通道时，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是一团黑乎乎的，仿佛影子一样东西。啥玩意儿？陈宇心里一惊，连忙退后2步，召唤出一只深渊荆棘妖灵。片刻后，那团黑影伸展开来，仔细一看，这并不是什么奇异怪物，而是一个浑身裹着黑袍、身高不到陈宇胸口的矮子。不过陈宇并未放松警惕，能让他毫无察觉地撞上去，直到双方接触，才发现对方的存在。这个矮子绝对不简单啊！矮子懒散地打了个呵欠，撩了撩头发，然后抬起头看向陈宇。此时陈宇才看清矮子的真实面貌，这是个面容精致却顶着一双熊猫眼、头发杂乱、肌肤苍白的丧系小萝莉。丧萝莉面带惊讶地看着陈宇：“你居然这么快就完事儿？”他的声音沙哑疲惫，仿佛得了重感冒还熬夜看了一宿漫画。陈宇对丧萝莉丢了一个探查术，原以为不会起什么用作，没想到直接把丧萝莉的天赋都给照了出来。根据探查术提供的情报，这只丧萝莉是个90级刺客，属性不高，一阶技能只有2个，一个稀有一个普通，其余4个技能全是普通级新手技能。天赋是降低存在感的隐匿天赋，能让人忽视它的存在，配合稀有级前行，确实能让陈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注意不到它。这属性应该不是什么针对我的杀手。另外，如果真是杀手，刚才就已经动手了。小妹妹，对不起啊，撞到你了。陈宇松了一口气，走到丧萝莉面前，和蔼地说道：“另外，你真觉得我很快吗？1分钟都不到，哎，还不快吗？别人最少都是几个小时，最快的也要半小时以上。”丧萝莉惊叹：“我从没见过比你还快的人。”陈宇顿时脸色一黑：“小妹妹，没人告诉你这么说很不礼貌吗？”“没有哎。”丧萝莉摇了摇头，好奇地问道：“你还能更快吗？我听说有人能刚进去5秒钟就出来，你能行吗？”虽然知道丧萝莉说的是他的副本通关速度，但这话听起来怎么就不对味儿呢？陈宇嘴角微抽，这他妈谁家的熊孩子啊，也不知道管一管。陈宇拿出一根刚买的棒棒糖递给丧萝莉，然后绕过她准备离开。可小妹妹，自己玩去吧，我还有事，先走了。等等！丧萝莉突然眼睛睁大，一副奶凶的表情，挡在陈宇面前，手中举着棒棒糖。有事吗？陈宇停住脚步，低头看向神色严肃的丧萝莉。我是闲党，不吃甜食。丧萝莉愤怒的把棒棒糖塞回陈宇手中，我要吃肉。那好吧。陈宇收回棒棒糖，拿出一袋牛肉干拆开，喂给丧萝莉一条。丧萝莉咬住牛肉干吸进嘴里，咀嚼了2下吞掉，然后指了指陈宇手中的装牛肉干的袋子。陈宇微笑着将袋子递了过去。丧萝莉眉开眼笑的接过牛肉干，美滋滋的吃了起来。不远处，走廊之外，正在等候陈宇的刘敬明靠在墙边瑟瑟发抖，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打发掉丧萝莉的陈宇走出通道，奇怪的看向刘敬明：“我说老刘，你抖什么呢？多动症？你认识他？”刘敬明心有余悸的指了指过道的方向：“那个熊孩子。”陈宇回头看了一眼，丧萝莉又隐身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认识？怎么？你知道他？他是谁？不知道。刘敬明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讳莫如深，黄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流下。滴个龟龟也！刘敬明吓得干颤，心中狂呼，也只有这位才敢当着那位的面叫他熊孩子，还能好好活着了吧？虽然他并没有看清那团黑影的正面，但体型、声音乃至于行动方式，无疑不再指向一位黑暗中的王者，刺客职业者的巅峰。是影王座李香月。
曾经以一人之力成功刺杀3名相伴型的竞技强者。最近100年间，死在他手中的竞技强者超出双手之数。这也是整个腾龙帝国唯一一个单靠屠戮敌对竞技而成就王座之名的传奇刺客。至于刘敬明为何会认识这位传奇刺客，那是因为他还在腾龙帝国精英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位手下的一名学员。那就别理会他了。陈宇走向下一个副本场馆，根据刘敬明的神态，这估计是某个大佬家的拖油瓶，很可能有小魔女之类的属性，刁蛮任性又不会出格，让一众大佬拿他没有办法，下面的人不厌其烦，所以畏之如虎。这种乱糟糟的丧萝莉也不符合陈宇的 XP， 所以陈宇并没有过多关注他。刷卡走进旁边的副本场馆，陈宇看了下副本介绍，发现这是个防守型副本，顿时失去了兴趣，转身就走。刷副本也得讲究效率，防守副本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太慢了。离开腾龙大学的时候，任务进度的32%，刚才又刷了一个，距离任务完美评价要求的50个炼狱级副本还剩下18个。明天还要和云晨与小萝莉去秘境，今天得抓紧时间努力，应该能够把转职任务做完。通达集团副本园区大厦顶层，一座单向透明玻璃材质的房间内，一名面色阴沉、西装革履的白衣中年男子透过玻璃墙俯瞰着下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马尔茨·摩根，通达集团腾龙帝国京都区域总裁。通达集团位于京都区域的所有产业，一切事务均由马尔茨一人拍板决定。马尔茨身边另一名白衣男子微微弓着腰，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滴落。马尔茨先生，您还是先回国避一避吧。穆尔克，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应该落荒而逃？马尔茨转过身，微笑着问道。穆尔克脸色不停变换，最后面带惊恐地说道：冷雄擅自行动，针对这一届腾龙帝国名声极大的那位天才状元，当天就死在了自己家中。他一定是被腾龙帝国秘密处理掉了，和我们白鹰帝国的关系一定会暴露的。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冷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马尔茨淡淡地问道。冷雄的契约并不是我们通达集团的人签订的，我们从来没有从冷雄身上获取过任何情报，又或者命令他进行任何行动，甚至冷雄自身都不清楚我们拥有调用他的权利。腾龙帝国再怎么调查，也只能查出我们对冷雄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投资。马尔茨走到房间中的红木餐桌旁，倒了一杯红酒，缓缓说道：记住，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商人而已。是，马尔茨先生。穆尔克神色稍缓，随后又疑惑道：冷雄那个蠢货为什么会擅自行动？马尔茨眉头一皱，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我们没有向他下达任何有关命令。先生，穆尔克说道，腾龙人都是愚蠢而又贪得无厌的，会不会是他想要用陈宇来向我们换取足够的利益？不排除这种可能。马尔茨点了点头，陈宇这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不久的将来，蓝星世界的格局甚至有可能因为他一人而改变。他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我们通达集团在腾龙帝国的所有利益。家族内部已经下达了任务，如果有机会铲除陈宇，可以付出整个通达集团腾龙区域甚至更大的代价。可惜这种级别的任务根本不是我们有机会完成的。正在这时，马尔茨突然脸色一变：先生，怎么了？穆尔克不解地看向马尔茨。陈宇出现了。马尔茨表情阴晴不定。出现了？在哪？穆尔克微微一愣。我们脚下这座副本园区。马尔茨深吸了一口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打通一阶副本，并且被他打通的副本全部都重度损毁。这……穆尔克浑身颤抖，如坠冰窟。先生，穆尔克快速说道，我们肯定已经暴露了，说不定是国内的间谍暴露了我们的身份。陈宇这样的行为，一定腾龙大学是在向我们示威，肯定是这样。闭嘴，蠢货！马尔茨低喝一声。穆尔克顿时噤若寒蝉。如果我们真的暴露了，那么来的就应该是腾龙帝国的强者，而非陈宇本身。马尔茨露出一丝兴奋与贪婪的神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这一定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飞冲天的机会。副本之中，几只原初精灵围绕着陈宇，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这次该由谁出手。这是一座充斥着亡灵怪物的副本，属于大型平原地图，一共有5个守关 BOSS， 同时也是通达副本园区内的最后一个非防守型副本。陈宇的转职任务进度已经达到了520，多余的2个超出了可提升评价的任务上限。不过反正门票已经买了，不如全部刷完。完成专职过后，可就无法进入一阶副本了。你们不用争了。陈宇笑着说道，这最后一个副本就留给你们的母亲大人吧。无上圣土孕育的所有生命中，唯有世界树从未出手。同样是只高级的往生鹿，已经解决了无数灵体类敌人。虽然那种出手方式等同于吃小零食，但好歹也让陈宇见识过了他的战斗方式。母亲大人，主人，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小光诧异地问道。当然。陈宇点了点头。你们闪开，我要召唤你们的母亲大人了。7只小精灵闻言，脸色一变，集体飞到陈宇身上，牢牢将陈宇抓住。陈宇笑了笑，沟通了无上圣土。下一刻，陈宇面前的空间出现了一条缝隙，一小节新嫩的树枝从缝隙中伸了出来。树枝的表皮带着青绿色，仅仅只有10多公分长，十分纤细。然而就在树枝出现的一刹那，周围的空间便出现了如同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黑色裂纹。纤细的枝桠微微晃动，黑色裂纹猛然向着四面八方无限延伸，将整个副本中的空间分割成无数细碎的小块。不只是空间，就连时间都出现了混乱。陈宇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些碎片中时间流速缓慢，而某些碎片中时间正在急速流逝。几秒后，世界树的树枝再次伸出几厘米，空间碎裂程度以及时间的混乱程度陡然加剧。紧接着，被分割成无数块的空间中，所有的物质开始缓慢消散，分解成细小的微粒。
击杀60级骷髅射手，经验值加600+60；击杀70级剧毒僵尸，经验值加700+70。一瞬间，无数击杀提示音响起，随后便是已经见怪不怪的副本破坏警告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警告：因副本被严重损坏，你失去了休整时间，准备强制传送。这就完了。陈宇有些遗憾，世界树就亮出了一条不到半米长的树枝，这个副本就直接坏掉了，太脆弱了，连世界树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存在都无法承受。就在陈宇原地等待传送的时候，世界树的枝桠猛然穿过空间裂缝，延伸出来足足1米长度。就在这一瞬间，伤痕累累的副本空间陡然粉碎，原本一片片被切割的空间彻底化为一片虚无。警告！警告！警告！当前副本损毁程度已达到100%。警告！当前副本彻底损毁，你的战利品已无法收集。警告！当前副本彻底损毁，你的通关评价作废，通关奖励作废。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宇直接出现在外界的副本场馆中，同时出现的还有足足几十根黑白配，正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咔咔咔，一道响声将众人惊醒。只见细微的裂纹迅速爬满了副本传送门，随后副本传送门彻底化为一堆粉末。瓦此哈盆！一个小黑满脑袋问号的看着副本传送门遗骸。哦，my god！一个小白也难以置信的惊呼。我正在副本里打怪，突然听到提示副本彻底损坏，然后就传送出来了。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一个瘦高小白问道。我也是这样。一名小黑回答。我也是，我也一样。大概这是小黑小白们第一次经历此类事件，或许也将是他们生命中的唯一一次。早知道就不召唤世界树了。陈宇有些后悔，世界树把副本给撑坏了，导致他的结算奖励都没了。离开副本场馆，刘敬明正在外面等待。怎么了？你这是？刘敬明看着陈宇一脸晦气的表情，忍不住出言问道。嗨，别提了，不小心把副本打坏了。陈宇摆了摆手，痛心的说道。刘敬明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打坏副本，这不是你的常规操作吗？你打过的副本有几个没坏的？学校里的副本你都能下得了狠手，这外国人的副本你还心疼起来了？这不猫哭耗子假慈悲吗？坏了也就算了。陈宇继续说道，关键是结算奖励都给我黑了，还有好多小黑小白也给踢出来了。陈宇指了指副本场馆通道，一群小黑小白正成群结队的走出来。结算奖励都没了，副本里的人全踢出来了。刘敬明顿时满头冷汗。副本不给结算奖励，并且将所有副本中的职业者全部踢出来，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副本在一瞬间遭到了超过承受极限的攻击，彻底损毁。出现这种情况的副本算是彻底报废了，修都没法修。能让一阶副本彻底损毁，这是竞技强者在副本里开了禁咒吗？滴个龟龟爷，这位到底不小心干了点啥？刘敬明不由得暗自啧舌。算了算了，这位小爷的事情咱不敢想，也不敢问。嘿嘿，那个陈宇同学，你还要刷一阶副本吗？要刷的话，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刘敬明若无其事地问道。算了，不用了，我们走吧。陈宇摇头，转职任务已经完成，再刷一阶副本也没有意义。好，我们走。刘敬明连忙点头。如今在刘敬明的眼中，陈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天才那么简单了。将一阶副本彻底损毁，刘敬明自问是做不到的，甚至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他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陈宇能用不到1分钟时间让一阶副本彻底损毁，那自然也能让他刘敬明彻底损毁。太离谱了，幸亏之前我态度端正，没招惹到他，要不然腾龙大学的副本管理处处长恐怕就得换人了。走在路上，陈宇首先用副本中得到的技能点将所有技能全部升满，然后点开任务面板，提交了转职任务的结算。一瞬间，10数道提示音同时响起，提示你完成了2阶晋升任务，任务结算中，结算完毕。2阶晋升任务，任务难度炼狱级，执行人陈宇。任务内容在1个月之内至少通关10次1阶不同副本炼狱难度，通关评分不低于 SS 级。任务完成度超完美，1天内通关50次1阶不同副本炼狱难度，并且通关评分均为 SSS 级。奖励结算中，结算完毕。提示你的2阶晋升任务已完成，获得以下奖励：基础奖励1，最高等级限制开放至150级；基础奖励2，获得技能栏位+2；基础奖励3，获得2阶技能学习资格；基础奖励4，潜能星级+2，种族潜能1星加职业潜能1星；基础奖励5，获得职业属性升级+10；额外奖励1，获得潜能星级+12；额外奖励2，获得职业属性升级+500；额外奖励3，所有满级1阶技能晋升为2阶技能；额外奖励4，获得神话级技能属性共享。由于等级限制开放，储存在经验池中的大量经验转化成了陈宇自身等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01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02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03级。经验池储存经验已消耗，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15级。升级的光芒不断从陈宇身上亮起，导致他瞬间变成了一个人形小太阳。卧槽！走在陈宇身边的刘敬明吓了一跳，愣神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心中暗道：果然，这位连续刷副本是有特殊任务，而且还是转职任务，能够把副本打坏，那评价至少也是 SS 级往上，SSS 级都极有可能。也就是说，这位的转职任务要求是大量获得超高级副本评价。根据学院收集的转职任务类别，需要满足这种要求的转职任务，
绝对是噩梦级乃至炼狱级。算了算了，与我无关，与我无关。刘敬明的额头上又一次冒出大量冷汗。这种事情是他能知道的吗？大部分天才都喜欢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完成了高难度转职任务，目的是引起上层的注意，谋求更多资源发展自身。但面前这一位显然是没有这种需求的。作为腾龙大学的官员，刘敬明很清楚，这种级别的天才，任何信息都是绝密级起步，无缘无故去询问、散播的话，可是要掉脑袋的。念及此处，刘敬明立即若无其事地迈步向前，对于陈宇身上发生的异常视而不见。陈宇也没有注意到刘敬明，他正在查看自己的属性变化以及新获得的技能。姓名：陈宇，职业：种植师，变异，潜能28星，等级115%，53%，力量7500，基础加7800，根本法，敏捷7500加7800，体质7500加7800，精神7500加7800，深渊魔力1500，升级2100，基础加440，根本法，自由属性点0，技能点23，天赋绝对强化无上级，大罗道果无上级，职业被动无上圣土 LV3，技能加速生长2阶 LV1，使植物生命生长速度加快，可消耗生机，急速加快植物生长。植物强化2阶 LV1，使植物生命全属性提升200%，可基础作用于10个对象，每消耗1点生机，增加5个作用对象，每次使用最多消耗20点生机，持续200秒，冷却300秒。传说生息演算2阶 LV1，全属性加7800，生机加440，消耗生机可推演植物生命的品质晋升路径，品质越高，消耗生机越多。传说一体同心2阶 LV1，选择2至17个不同个体，指定某一个体为生命之心，生命之心个体未死亡的情况下，其他个体不会死亡。每次使用消耗1生机，每多消耗1生机，可多连接5个不同个体，持续时间220秒，冷却时间500秒。传说星象之种2阶 LV1，沟通你已有的植物生命，描绘星象。星象描绘完成后，可召唤星象作战。星象主性为施法者自身属性，星号700分号，召唤星象无冷却时间和数量限制，但星象在场会持续消耗生机。注：星象有简单智能，但无法单独完成复杂指令，需施法者控制。神话属性分享2阶 LV1，你种植的所有植物生命可获得相当于500分号星号，你自身基础属性的属性加成。此属性加成为基础加成，算作植物生命基础属性，可享受其他技能天赋加成。至高深渊的眷恋 LV3，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你都能随时召唤深渊大意志降临，不惜倾尽自身存在为你解除危机。注：本技能每次转职可增加1个使用次数，当前可使用次数3。神话拥抱深渊 LV3，选择一株植物生命，使其深渊化，全属性正100%，获得技能魔化，获得技能深渊魔力提取，获得技能深渊侵蚀。将升级和副本评价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分配完毕。陈宇自身的基础4维便有7500点，加上2阶根本法提供的7800点，达到了15300点的恐怖数值。这还是没有装备加成的情况下，新手时期的2种套装已经过时。无上圣土中堆积了大量的宝箱，想必能够开出合适的装备。各个技能在晋升2阶之后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新获得神话级技能属性分享是一个被动技能，没有任何消耗，无需主动开启。陈宇麾下的任何植物生命都可以获得他自身5%的基础属性加成。目前他的基础属性是7500，也就是说，无上圣土中的所有植物，乃至于他现场种下的所有植物，都将会享受375点属性加成。看着似乎不多，但这只是属性分享技能1级状态下提供的加成而已。而且这375点会被算作植物自身的基础属性。如果陈宇对某个植物生命使用植物强化，那么这375点4维就会在强化室内变为1125。在技能等级提升之后，这个技能提供的属性值肯定会超乎想象。另外，星象之种技能召唤星象的属性倍率达到了陈宇自身属性的7倍，并且星象已经拥有了简单的智能，可以识别简单的指令并自己行动。也就是说，不必任何时候召唤星象作战，都需要陈宇分心操控了。现在在超高倍率的加成之下，星象的战斗力已经全面超越了原版植物生命。可以说，原初精灵之下，陈宇手中的最强战力便是星象。传说级植物生命等级也跟随着陈宇上升到了115级。荆棘妖灵和贪食妖灵的力体敏3属性已经破万，精神属性稍逊一筹。百合妖灵力体敏3属性稍差，精神属性超过1万。至于7只原初精灵，力体敏3属性达到了2万点，精神属性则是达到了4万点。特殊属性中的生机上升到了2900点，原力上升到了290点。嗨，陈宇兄弟。刘敬明突然轻咳了2声，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要继续刷2阶副本吗？”发现陈宇晋升2阶之后，危机感又一次汹涌而来。2阶副本比1阶副本更加昂贵，与其让陈宇回去祸害他手中的2阶副本，不如让通达园区代为承受损失。反正是别人家的东西，弄坏了也不心疼。最好让幸辰的直接在这地方直接刷满150级，原地转职。当然，陈宇当即点头，看看还能不能继续吧。他毁坏副本的行为多半已经被园区管理人员注意到了，就算对方无法拿出确切证据指证他，估计也会把他请出去，并且列入黑名单，永不接待。如果能趁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把这里的2阶副本也刷点，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好嘞，您等着，我马上去给您买票。刘敬明大喜，急匆匆地跑向楼下。陈宇没有跟上去，
而是不紧不慢地在楼层之间闲逛。通达副本园区的副本层楼，除了副本场馆之外，还有一些休息室、杂货铺之类的商铺开设子楼梯和电梯的两侧，属于是把每一层楼的空间力用到了极致。休息室中不乏一些正在招募队友的职业者以及收购副本产物的商人。正在这时，后方副本场馆出口处传来一阵骚乱。陈宇回头，发现是2头巧克力人正在与一个女生拉拉扯扯。女生是腾龙帝国人，面容姣好，穿着一袭将身材勾勒得恰到好处的贴身劲装，大片雪白的肌肤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你们放开我！女生大声尖叫。2头黑巧满脸淫笑，美丽的女士，我们一定会让你很快乐的。说着便将女生拖走。旁边的一群黑白配爆发出一阵笑声。陈宇眉头一皱，向着女生的2名黑巧的方向走去。不过没走2步就停下了脚步。陈宇叹为观止，这个世界的女生也玩得这么开，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和2头尼个调情，看这架势，怕不是要找个角落跑一场马拉松。刚开始，陈宇是准备出手教训一下这群黑白巧的，路见不平英雄救美吗？这情节他还是第一次遇见。不过当他仔细感应了一下那个女生和2头黑巧的情况之后，就明白自己是自作多情了。被拉走的那名女生体内的能量水平很高，几乎达到了陈宇本身的1/4，也就是说她的职业属性在500点之上，而且是极具爆发力和攻击性的能量。结合其穿着打扮上看，应该是个刺客类职业者。而2头黑巧职业属性估计不足50点，一个职业属性超过500点的职业者，大庭广众之下被2个职业属性不足50的职业者拖走，这不摆明了角色扮演吗？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腾龙帝国京都市的卫星城。2头尼个公然欺辱腾龙帝国女性公民，是活得不耐烦了吗？还好我机智，不然就成果男真瞎投了。陈宇暗自庆幸，如果他真的上去英雄救美，岂不是打扰人家的兴致？说不定那名女职业者当场就要和他翻脸。虽说一名优秀的腾龙帝国女性被2个泥人糟践，有些可惜，但有时候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选择是有必要的。女职业者的呼救声依旧在陈宇耳边断断续续的响起，一群黑白巧还在旁边围观，这可是公共场合，就不知道收敛一下。陈宇摇了摇头，迈步离开。然而就在下一层的楼梯间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2黑1白3块巧克力拦住了一名腾龙帝国女职业者。女职业者神色惊慌，手持武器胡乱挥舞着，不断退后，很快就退到了陈宇身边。求你救救我！女性职业者拉着陈宇的衣袖，梨花带雨，可怜而又无助的哀求道。1头黑巧神色嚣张的走了上来，抄着手，鼻孔朝天的对陈宇说道：小家伙，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其余的1黑1白也从另外2个方向围向陈宇。陈宇当场就愤怒了，你们玩角色扮演没问题，凭什么把我一个无辜路人拉进片场，还要和1头黑巧演对手戏？滚！陈宇飞起一脚踹在黑巧的胸口，咔！骨裂的声音响起，黑巧顿时倒飞出去，撞在楼道间的墙壁上。哗啦！一堆物品从黑巧身上爆了出来。这只是1头普通的1阶黑巧，如何承受得起陈宇15000点力量的一击？如果是腾龙人，陈宇可能还会脚下留点情。1头黑巧居然敢蹬鼻子上脸，谁给他勇气？看到黑巧爆了金币，剩下的1黑1白露出惊恐的神色，转身就跑，连狠话都不敢留下一句。陈宇轻轻一挥手，一条虚幻的藤鞭凭空出现，将1黑1白圈了起来。藤鞭微微一收，1黑1白顿时变成了 0.5×4，还爆出了一堆杂七杂八的物品。随后陈宇召唤出一只贪食妖灵，指了指3头黑白巧的残留物。尊命主人。贪食妖灵的背后抽出3根花茎，瞬间开出3朵鲜艳的巨大花朵。几秒钟之后，残留物消失的无影无踪，一滴血液都没有留下。3头黑白巧仿佛没有出现过一般。吃完巧克力，贪食妖灵乖巧地站在陈宇身边，一动不动。陈宇目光微冷，看向身边的腾龙帝国女职业者。女职业者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勉强地扯出一丝笑容：谢谢你救了我。她声音颤抖，恐惧的情绪溢于言表。不用谢。陈宇笑了笑，那个我们快走吧。女职业者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说道：他们的身份不简单，而且你在通达园区杀人，通达集团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不简单能有多复杂？陈宇毫不在意。这3个人对我动手，难道我不能反击？我的问题自由帝国执法部门会判断，通达集团一个商业组织能把我怎么样？女职业者闻言急迫地说道：你还是个职业者，高校的学生吧？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律法的光辉无法照耀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你杀了通达集团的贵宾，他们颜面尽失，肯定会暗中对你动手。你跟我来，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避一避。女职业者抓起陈宇的手臂，想要将他拉走。然而就算他费尽力气，陈宇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陈宇慢条斯理地抽回自己的手臂，微微一笑：谢谢你的关心，既然如此，那我们走吧。随即缓缓迈开步伐。快点，不然真的来不及了。女职业者神色焦急，再一次拉住陈宇的手臂。突然之间，一道黑影闪过，女职业者瞬间变成一具无头尸体，鲜血如注，喷涌而出。卧槽！陈宇赶紧后退了一步，防止被血喷到自己身上。贪食妖灵开心地伸出一朵食人花，将女职业者的残躯吞掉。动手之前，能不能先通知我一声？陈宇不满地看向一身黑袍罩体的丧萝莉，她已经在楼梯的角落里蹲了很久，并且全程目睹了陈宇的英雄救美。陈宇刚刚走进楼梯间的时候，便发现了她的存在。不过之前只当她是个看戏的，没想到她居然会抱起杀人。她对你有恶意。丧萝莉淡淡地说道：我帮你解决了麻烦，我可真是谢谢你了。陈宇脸色一黑，
如果说楼上那名被2个泥人拖走的女职业者只是意外，那么这一波角色扮演的4人接近他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英雄救美的低级桥段，骗一骗热血上头的少年英雄还好说，用这一套来对付陈宇，就明显有点侮辱他智商的意思了。他留着那名女职业者，不过是想顺藤摸瓜，看看究竟是何方刁民想害朕。结果瓜还没摸到，这个藤直接就被桑萝莉给嘎了。一时间，陈宇心中郁闷，忍不住掐了掐桑萝莉娇嫩的脸蛋。桑萝莉顿时瞪大了眼睛，摸了摸自己被掐的小脸，对陈宇怒目而视。随即，他一跃而起，双手捏住陈宇的脸颊，狠狠一扯。死！陈宇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哼哼，跟我斗！桑萝莉得意洋洋地搓了搓手。陈宇嘴角一抽，暗戳戳的再次将手伸向桑萝莉的脸蛋。啪！桑萝莉一巴掌将陈宇的手拍开，还对陈宇挑了挑眉，然后歪着脸朝向陈宇，贱兮兮的在自己肉嘟嘟的脸蛋上轻轻拍了2下。你自找的！陈宇大怒，凭借15000点敏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掐住了桑萝莉的脸蛋。桑萝莉难以置信瞥了一眼陈宇，旋即也伸手揪住了陈宇的脸皮，使劲往外拉。僵持了几秒，2人都不肯松手，并且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力道。陈宇怒目圆睁，桑萝莉也疼得龇牙咧嘴。通达副本园区顶层，区域总裁马尔茨眉头紧皱。莫尔克忐忑地问道：“先生，继续安排吗？”没用。马尔茨摇头道：“太刻意了，容易被对方识破。”可恶！莫尔克握了握拳，那个暗杀者究竟是什么人？如果不是他，我们的计划说不定已经成功了。先生，我们难道不能直接？莫尔克神色阴狠，并指成刀，做出一个下切的姿势。不行的，马尔茨说道，别忘了，这里是腾龙帝国，以刚才那名暗杀者表现出来的实力，至少也是高阶甚至超阶强者。这个人很明显是为陈宇保驾护航的强者，我们没有机会在他的视线之下杀人。就算做到了，我们也逃不过腾龙帝国的绞杀，那就只能眼看着如此巨大的功劳白白消失吗？莫尔克神色不甘地说道，而且还要蒙受巨大的损失，一些一阶副本而已，算不上什么损失。马尔茨淡淡地说道，而且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使用。说罢，马尔茨在桌子上轻轻敲击了几下，一幅画面在2人面前投射出来。画面显示的是新手副本区域的场景，一个副本场馆之中，4名少女正结伴走出来。离开副本场馆之后，2名少女直接下楼离开了副本园区，其余2名少女则是进入公共休息室恢复状态，看样子是准备休整一番之后继续挑战副本。腾龙帝国本届排名第2的天才，马尔茨露出微笑，去把消息透露给布鲁斯家族的那个蠢货。楼梯间，刘敬明怀揣金卡，背负双手，哼着小曲走了上来。23个2阶副本啊，这是为腾龙大学省下了多少钱啊？刘敬明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暗中守护学院的无名英雄。当他走过一个拐角之后，少男少女互掐的画面映入眼帘，刘敬明笑容微微一僵，然后原地一个180度转体，神色不变的继续哼着小曲迈步前行。上了年纪，最近有点眼花，得去买瓶眼药水点一点。正在暗中较劲的陈宇和丧萝莉同时松开手，只不过双方都戴上了痛苦面具，好在都是职业者，没有掉血就不算伤势，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你到底是什么人？陈宇忍不住问道。从探查术给的信息看，丧萝莉只是个1阶职业者，可1阶职业者绝不可能做到与陈宇在近身战中平分秋色的程度，即使陈宇没有认真，只是在玩闹，也不可能。哼！丧萝莉气鼓鼓的转过身，陈宇咂了咂嘴，终日调戏萝莉，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只萝莉揪痛了脸。小妹妹，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陈宇和蔼可亲的笑着，拨开一个棒棒糖喂给丧萝莉。丧萝莉瞥了陈宇一眼，接过棒棒糖塞进陈宇口中。我不吃，甜食。陈宇愣了愣，将糖嚼碎吞掉，然后取出一包肉脯递给小萝莉。这还差不多。丧萝莉满意的接过肉脯，然后化作一团黑影消失。喂，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呢？陈宇大喊。就不告诉你。四面八方传来沉闷的回声。陈宇摇了摇头，走下楼梯。刘敬明正站在楼梯口，如同一根柱子一样一动不动。陈宇拍了拍刘敬明的肩膀，刘敬明回过头，笑容可掬，将一张金卡递给陈宇。这是通达园区2阶副本的门票，您接着刷。不急。陈宇将金卡揣进衣兜里。老刘啊，告诉我，刚才那个瓜娃子是谁？刘敬明顿时浑身一激灵，脑袋摇得像个电风扇。他是什么实力？陈宇再次问道。6阶、7阶。刘敬明一动不动，眼观鼻鼻关心。嚯，居然是个禁忌！陈宇惊讶地说道。刘敬明顿时神色一苦，紧张的四处张望，生怕某个犄角旮旯里窜出一团阴影，给他脑壳上来一板砖。他跟着我是在保护我？陈宇继续问道。这我真不知道。刘敬明苦笑。竞技强者在干嘛？是他一个6阶弱者，芝麻小官该知道的事情吗？陈宇点了点头，手一翻，一朵朱红色彼岸花出现在指尖，随后轻轻一晃，花瓣散落，无风自动地飘走。通达园区大厦的楼顶，一大片嫣红的花朵盛放开来。蹲在地上的桑萝莉吓了一跳，飞起3丈高，定眼一看，发现这些花朵居然组合成了谢谢2个大字。桑萝莉先是愕然，随即嘴角勾勒出一丝甜甜的笑容。她俯下身，伸出手，试图触碰这些鲜艳而又凄迷、散发着神秘气息的花朵。就在她触摸到的那一刻，花朵突然枯萎，化作一片烟尘消散。嘟嘟嘟，一大片棒棒糖从花朵里掉出来，落在地上。丧萝莉的笑容顿时僵住，小嘴迅速撅了起来。片刻后，她又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
将这些棒棒糖全部捡起来揣进怀里。通达园区某座新手副本场馆之中，5男1女从副本传送门中走出来，其中4名白人男子神态疲惫，风尘仆仆，队伍居中的那名白人男子则是一尘不染，姿态轻松，怀中还搂着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时语气调笑。罗宾斯·布鲁斯，白银帝国布鲁斯家族的嫡系新生代职业者。布鲁斯家族与摩根家族一样，都是白银帝国传承数千年的财阀家族。自从腾龙帝国成为蓝星霸主，蓝星其他国家的上层势力都喜欢将自家的新生代送到腾龙帝国留学镀金。罗宾斯便是财阀留学生中的一员，只是来到腾龙帝国，他对提升实力和丰富知识见闻都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是腾龙帝国的女人。身份越高，天赋越高，他就越是痴迷。到腾龙帝国不到2个月时间，就已经用各种手段拿下了数个腾龙帝国女孩。由于他的目标都是一些家境并不富足的女孩，而且事后给出了天价补偿，倒也没有闹出什么大事。你们恢复一下状态，然后继续。罗宾斯对4名手下说道：“这个月之内，我要升到50级，并且完成转职。”遵命，先生。4名手下立即开始使用补给品。正在这时，另外一个小队说说笑笑的走了进来。没想到腾龙帝国这一届的第2天才竟然也会到通达园区刷副本。这个我知道，听说腾龙大学内部副本的价格很高，很多腾龙大学的天才需要大量经验提升等级的时候，都会到外面来。那个苏，我听人说起过，是一个小城出生的天才，家庭条件不好。的确，他甚至连一套新手期的史诗装备都凑不齐。等等，罗宾斯立即上前拦住了这个小队。泰勒，你刚才在说什么？这支小队之中，刚才谈话2人与罗宾斯一样，都是财阀家族送到腾龙帝国镀金的留学生。罗宾斯？泰勒转过头，你没有听说过吗？苏，腾龙大学的平民天才，这一届腾龙帝国高考排名赛第2名。当然听说过。罗宾斯露出笑容。你是说他在这座副本园区里？是的，泰勒回答。随后又神色惊愕地看向罗宾斯，语气夸张地说道：“哦，伟大的布鲁斯先生，我知道你的爱好，你该不会是想找机会搞他吧？他可是腾龙帝国的第2天才，虽然非常贫穷，但也不是你能搞定的。他在哪儿？”罗宾斯急切地问道。“你确定？”泰勒惊愕地看向罗宾斯。“当然。”罗宾斯斩钉截铁地回答。“贫穷的腾龙大学天才少女，而且还有着高考排名赛第2名的光环加持。”罗宾斯的心跳都加快了1倍。他知道自己是配不上这样的女生的，但是仅仅只是睡一觉而已，便会获得巨额财富，又有哪个缺钱的女孩会拒绝呢？他甚至幻想着，如果以后这个女孩成为了超级强者，他还可以骄傲地给身边的人炫耀，腾龙帝国的某个女强者以前和我睡过。你最好不要乱来。泰勒神色警惕，那种人不是你可以乱动的。告诉我，拜托了。罗宾斯取出一张职业者银行不记名金卡，塞给泰勒，请你喝酒。呼，好吧。泰勒无奈地收下金卡。看来今天我不告诉你苏在哪，你是不会放我走了。7楼休息室，我警告你，不要乱来。谢谢。罗宾斯喜不自胜，带着自己的几名手下匆忙离去。白痴。泰勒将金卡揣进衣兜，看着罗宾斯的背影，不屑地冷笑。不会出事吧？如果那个蠢货真的伤害了苏，我们也会被牵连的。泰勒身边的队友皱眉说道。能出什么事？泰勒嗤笑道。你来得晚，所以不知道。这是摩根家的马尔茨先生借这个蠢货设局，想要结交腾龙大学的超级天才苏。那个白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成为一个可怜的小丑。哈哈，他事后不会反应过来，找你麻烦吧？队友大笑道。我什么都没做，他凭什么找我麻烦？是他自己求我告诉他的。泰勒拍了拍自己的衣兜，而且那个蠢货也不可能反应过来。哈哈。通达园区副本休息室，苏淼月和陆萍萍坐在一起，一人端着一份食物。这是厨师职业者的作品，能够加速恢复精神力和体力，效果比不上药水，但胜在价格便宜。刷完一次副本，正好期间需要休息调整，没必要浪费药剂。苏淼月虽然是乡绅土豪家庭，但在京都这种地方还是奢侈不起的。同样的一份药剂，在江阳市价值1个金币，在京都市却能卖出好几个金币的高价。大都市和小城市物品价格似乎是反着来的。江阳是一些难得一见的奇珍，需要在拍卖会上才能买到的东西，在京都市反而更便宜。小城市中价格低廉的东西，在京都市却能翻个好几倍。活过来了。陆萍萍迅速将食物扒完，露出满脸舒适的表情。随后，她用肩膀顶了顶苏淼月。我说月月，你怎么不找陈宇大神带你玩啊？大神打本肯定手到擒来，分分钟打出超高评价，经验宝物收到手软。大神带你玩，我也能在边上蹭蹭吗？嘿嘿，他已经帮我们够多了好吗？苏淼月白了陆萍萍一眼，别忘了我们是怎么上的腾龙大学，这人情把我论斤卖了都还不上。苏淼月自问自己对陈宇帮助，或许就是在江阳市带他进了几次副本。不过和陈宇一起刷副本，获益更大的怎么看都是他自己。没有陈宇，他一辈子都别想打出那么高的副本评价。而陈宇对他的恩情可就海了去了。就说亲手把他送进腾龙大学这一条，别说他自己把整个苏家打包卖了都还不起，怎么能论斤卖呢？要卖的整个的卖啊！陆萍萍神色暧昧，就卖给大神好了，到时候你躺着都能升级，多香啊！哦对了，你卖成功的话，让大神把我也顺便当个天头收购了吧。你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我给你当同房丫头，嘿嘿。你觉得他真能看得上我？苏淼月对于自己没什么自信，她突然发现自己就算对陈宇以身相许，都是自己赚麻了。咦，你们两个不是早就那个了吗？陆萍萍好奇地问道。哪个？
苏淼月转头看向陆平平，陆平平低着头，双手握拳抵在一起，大拇指轻轻对了几下，似乎是怕苏淼月不懂，又用右手握成一个圈，左手食指往圈里穿了几下，然后歪头看向苏淼月。苏淼月脸色一黑，掐住陆平平腰间的软肉拧了一下，嘶！陆平平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对于陈宇，苏淼月心里毫无疑问是非常向往的，毕竟长得帅，实力强，潜力高，还是英雄人物，哪个女生不爱？10个同龄女生，恐怕有8个都对陈宇有爱慕之心，特别是陆平平这种。别看他经常怂恿苏淼月，如果陈宇对他点个头，他分分钟能扛着席梦思上门。在如今的环境中，苏淼月其实是有点自卑的。来到京都市，进入腾龙大学之后，在江阳市培养出的傲然心态已经荡然无存了。曾经她是千金大小姐，是超级天才，然而现在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非常搞笑的是，现在的她异于常人的地方，竟然是陈宇正牌女友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她或者陈宇承认的，而是因为这一届的几乎所有考生都知道，她是被陈宇硬塞进腾龙大学的，连带陆平平都成了陈宇的小老婆。男生畏之如虎，不敢多看一眼，生怕招惹到连魔神分身都能打死的大 boss。女生羡慕嫉妒恨，恨不得立刻取而代之。高中时期，学校里就流传她和陈宇有奸情，没想到到了大学依然还有同样的传闻，双方的身份倒是对调了。高中时期都是男生在问陈宇凭什么，而现在是女生问他苏淼月何德何能。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苏淼月忍不住摇了摇头，将纷乱的思绪剪断。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看实力的。曾经苏淼月一生的目标是成为苏正辉那样的5阶强者，乃至于超越苏正辉成为6阶强者。进入腾龙大学之后，这个目标变得触手可及，于是他又思索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触及一下更高的层次。恢复好，我们继续刷。苏淼月对陆平平说道。啊，就我们2个？陆平平脸色一垮，不再招募点队友吗？我们2个又怎么样？苏淼月说道，你能顶，我输出够，刷低难度足够了。2个人打普通，经验也不比6个人打困难低。好吧，你是大腿，你说了算。陆平平摊着手，耸了耸肩，等会儿我去买一套铠甲，刚才在副本里打坏了。行。苏淼月点了点头。大概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2人的状态回满，起身准备离开。正在这时，一名衣着光鲜的白人男子带着4名手下走进了休息室。这就是那种专门带新手本的职业队吧？身上穿的是史诗级新手套装，装备可真好。陆平平羡慕地看了一眼那4名手下，早听说这个副本园区里有很多有钱的外国人，果然没错啊。请职业队代刷，躺着都能升级，真好。我们走吧。苏淼月拉了陆平平一把，专门带新手副本的老新手，聘用价格可是很贵的，让他们带一个副本都够自己刷10次了。苏淼月来京都之前，苏家节衣缩食，甚至变卖了一部分产业，为他凑了近10万金币的资金。但在京都这种地方，这点钱绝对奢侈不起。陆平平就别提了。如果说苏淼月是平民家庭，那陆平平毫无疑问就是难民家庭。走走走，眼不见心不烦。陆平平撇着嘴，转过头，不再看那些装备豪华的职业代本队。正当苏淼月和陆平平准备走出休息室的时候，却被刚刚走进来的白人男子拦住了去路。美丽的女士，请稍等一下。什么情况？陆平平看着身穿白色西服，像商人多过像职业者的男子，又看了看他身边那支装备豪华的职业代本队。你一直向往的大款来找你的，快上。苏淼月拍了拍陆平平的肩膀。算了，我可消受不起。陆平平打了个寒战。您就是苏淼月小姐吧？白西服走到苏淼月面前，自以为优雅的一笑。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苏淼月。苏淼月迅速说道，然后拉起陆平平就走。大款，找你的。陆平平嬉皮笑脸的说道。得了，赶紧走，肯定没什么好事。苏淼月满脸晦气，得益于天才的名头以及和陈宇的关系，这段时间找他的大款不要太多，大部分是想要付出一些资源，忽悠他签下卖身契，又或者是许诺供给他大量资源，却暗示想要通过他认识陈宇。他苏淼月是没见过世面，家境在腾龙大学中属于垫底的那一批，但好歹也是一个城市中的名门望族，人情世故尔虞我诈还是懂一些的。这些人还真拿他当村姑收拾了。白西服神色一滞，赶紧退后2步，再次挡在苏淼月面前。苏小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罗宾斯，来自于白银帝国布鲁斯家族，银星集团就是我们布鲁斯家族的产业。我不签合同，不签协议，不联系陈宇，你另找他人吧。苏淼月耐烦地说道。罗宾斯愣了愣，随即笑着说道，苏小姐，你多虑了，我并没有与苏小姐签订任何合同协议的需求，也不需要联系陈宇。那你找我做什么？苏淼月诧异地问道。在下仰慕苏小姐的才华与美貌，所以想要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布鲁斯手一翻，从物品篮中拿出一支玫瑰花，不知道在下是否有幸与苏小姐共进晚餐呢？说着，罗宾斯将玫瑰花递给苏淼月。哇哦，少见哎！陆平平忍不住惊叹。17、18岁的少男少女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提升实力、丰富知识之余，牵个小手、谈个恋爱什么的都很正常。如果双方职业向性高，又同出一个队伍，互相产生好感的概率就更高了。但他和苏淼月不一样，2个人都被打上了陈宇的标签，一般的男生是不敢接近他们的。正大光明的泡苏淼月，眼前之人还是第一个，不得不说胆子是真的大。多谢阁下的好意，苏淼月淡淡的说道。不过晚饭我们已经吃过了，就不麻烦阁下了。那可真是遗憾。罗宾斯说道。那么我能否邀请苏小姐与我一起逛一逛香水城呢？
我可以为苏小姐购置1阶和2阶的史诗级套装，就当是伴手礼了。说到这里，罗宾斯得意的一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些家境不好的腾龙帝国女孩一般都会同意。对于其他的女孩，他提出都是一套史诗级新手套装。面对苏淼月，他可是下足了本钱。1阶和2阶的史诗级套装，即便是财阀少爷也会感觉心疼。毕竟家族的财富不是他的财富，以他的实力和威望，能够支配的钱财并不多。多谢阁下好意，不过无功不受禄，还是算了吧。苏淼月摇了摇头。实际上，1阶和2阶的史诗级套装对他作用不是很大。陈宇带他刷副本获得的副本宝箱，足足凑齐了一整套新手阶传说装备。就效果而言，并不比1阶的史诗装备差。他入学自带的学分也能兑换成套的高品质装备。而且，就算他真的缺装备，也不可能答应这人的请求。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餐，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陆平平则是在一旁挤眉弄眼，甚至通过好友面板给苏淼月发消息：“你怎么不答应他？多好的凯子，敲他一笔就跑不好吗？他难道还敢追到腾龙大学里来？”苏淼月瞪了陆平平一眼，同样在好友面板回复消息：“你天天想着钓凯子，真钓上来，谁知道是凯子还是食人鱼？别忘了，你可是陈宇的小老婆，言行收敛一点，别丢陈宇的脸。”虽然他和陈宇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但人言可畏，在很多人眼中，他和陆平平的确就是陈宇的女人。只要陈宇没有公开发声表示和他们没有关系，那么双方的名誉就是一体的。他和陆平平要是传出什么丑闻，必定会影响到陈宇的名声。被苏淼月这么一说，陆平平也不起哄了，只是在边上一个劲的傻笑。见苏淼月没有答应，罗宾斯又拿出一张职业者银行的金卡，用中指和食指夹着，在苏淼月面前晃了晃，用优越感十足的语气说道：“苏小姐，只要你陪我走上一走，不仅能得到一套1阶和一套2阶的史诗级装备，这里的100万金币也是你的。”这次罗宾斯说话的声音有些大，休息室中的人纷纷侧目。1阶和2阶的史诗级套装，100万金币，为了泡妞？哦，是罗宾斯那个泰迪。那没事了，该死的有钱人，该死的资本家，他应该被吊死在路灯上。我亲爱的尼迪克，你要吊死你自己吗？哦不，我是个穷人。等等，那个女人是腾龙大学的苏是谁？腾龙帝国本届的高考榜眼。Oh my god， 罗宾斯疯了！这种级别的女生，以后至少也是7阶强者吧？这是他能碰的。他们布鲁斯家族的继承人过来还差不多。腾龙帝国的一句话，拉蛤蟆想吃天鹅肉，哈哈哈，一个废物而已。如果不是出生在布鲁斯家族，他和底层那些泥腿子没有区别。现在也没有区别，家族的蛀虫而已。他也配得到这样的女人？开什么玩笑！冷嘲热讽的声音传入罗宾斯的耳中，顿时让他心头燃起怒火。苏小姐，我的提议怎么样？说着，罗宾斯对4名手下使了个颜色。4名身穿豪华装备的50级职业者四面散开，隐隐挡住了苏淼月的去路。请你让开，我们要离开了。苏淼月眉头一皱，右手按住了腰间的剑柄。陆平平也察觉到气氛不对，立即挡在苏淼月前方，腰身微微弯曲。怎么回事啊？陆平平蓄势待发的同时，心中充满了问号。有个大款想要追求苏淼月，这本来是件极为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几句话没说完就弄得剑拔弩张了呢？那个外国大款还想对他们用强不成？这里可是腾龙帝国呀，哪有这么嚣张的外国人？这只是个蠢货。苏淼月看着神色有些不耐的罗宾斯，暗自警惕，后面那些人在轰火，有人在用他对我设局。目前的形势对他不利，通达园区中外国人很多，罗宾斯很可能还有其他帮手。罗宾斯先生，苏淼月耐着性子说道，你既然知道我，那么没人告诉你我有男朋友吗？休息室中，后方的几个黑白配依旧在冷嘲热讽，用言语刺激罗宾斯。此时的罗宾斯已经有些眼红了。苏淼月与陆平平此时势单力孤，在他看来已经唾手可得。他忍不住幻想，自己得到面前这个拥有腾龙帝国第2天才名声的少女之后，如何在看不起自己的那群杂碎面前扬眉吐气。而且一想到苏淼月这种腾龙帝国金字塔顶峰的女人被自己征服，就好像自己将整个腾龙帝国踩在了脚下，很可笑。但有时候智商与理智均低于正常人的存在，是不能以常人的思维模式去揣度他们的。苏小姐，罗宾斯喘着粗气上前一步，死死盯着苏淼月，这不重要，我要求的不多，你只要陪我1天就好，就1次，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钱、装备、药剂、技能书，以后我们可以两不相识，你男朋友什么都不会知道。你不是正好缺这些东西吗？你陪我1天，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对于你来说难道很困难吗？瞬间，一种莫大的耻辱感涌上心头，苏淼月看向罗宾斯的眼神变得危险起来。任何一个正常女性，突然有人跳出来问她赔1天什么价位，都会无比愤怒，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苏淼月这样的天骄之女，你找死！苏淼月脚步前踏，腰身微曲，右手紧紧握住了腰间的剑柄，双眼将罗宾斯牢牢锁定。枪！一旁的陆平平瞬间完成着装，从柔弱少女变成了一位身披明光铠、手执红缨枪、头戴银盔的英武女将。上！给我抓住他们！罗宾斯恼怒地对4名手下喝道。2名50级职业者立即向着苏淼月与陆平平靠拢过来，而另外2名则是开始准备法术。陆平平挥动着长枪迎上前去，而苏淼月则是依旧保持着躬身握剑的姿势一动不动，甚至还闭上了双眼。罗宾斯手下的2名近战职业者分别是战士和刺客职业者。战士职业者手持一柄大剑冲向陆平平，刺客职业者则是悄无声息地绕到了陆平平的侧后方。当当当，陆平平与战士职业者短兵相接，飞快交手了几次。
那名50级战士的力量显然比陆平平更强，重剑的力量震得他虎口生疼。双方都没有使用技能，陆平平是因为休息室太小，骑士技能施展不开，战士职业者则是不敢下重手。这可是腾龙大学的天才学员，要是真的造成了重伤或者死亡，那么他的一家人都别想活了。双方颤抖几招之后，刺客职业者突然突进到陆平平身后，一脚踹在陆平平腰际，陆平平顿时侧翻跌倒。战士职业者起势而上，用重剑的剑身向陆平平拍了过去。陆平平赶紧一个懒驴打滚躲开，迅速跳了起来，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苏淼月，只见苏淼月轻轻点了点头。陆平平微微一笑，将红缨枪别在背后，突然面色凝重的开口：自从我得到这个传说技能，还没有人能将我逼到需要使用它的境地。既然今天你们非要欺人太甚，那么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传说技能的威能吧。传说技能！罗宾斯大骇，快保护我！2名近战职业者也吓了一跳，连忙暴退。守在后方2名远程职业者以及罗宾斯的身前，神色警惕地观察着陆平平的动作。记住，这一招叫做夺命13枪。陆平平挥舞着手中的红缨枪，挽了个枪花，缓缓开口：长相思兮长杀意，短相思兮无穷极。长相思兮什么意思？罗宾斯手下的2名近战职业者面面相觑，只能说不愧是传说技能，这么玄乎，他们连名字都听不懂。不过这也让他们更加警惕了，生怕陆平平突然爆发。第一枪，相思。陆平平陡然将手中的长枪往前一刺，罗宾斯和手下的4名职业者顿时汗毛炸立。罗宾斯本人甚至直接撕开一张防御魔法卷轴，将自己保护起来。然而想象中的恐怖伤害并未到来，甚至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在这时，陆平平又道：夺命13枪，如沧海浪蝶，你们既然给了我蓄势的机会，便再无翻身之可能。该死，原来是连击技能，刚才已经错过了打断他的最好机会。罗宾斯面色大变，此时他不敢贸然将身边的职业者派出去，生怕陆平平突然对他发动攻击。地角天涯未是长，第2枪断肠。陆平平又挽了个枪花，往前一刺。罗宾斯盯着陆平平的枪尖，瞳孔猛然缩进，双手死死抓住2名近战职业者的后背，将他们挡在自己前方。1秒后，当他发现这一枪也没有实质性攻击，才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的心情也更加沉重了，因为连击技能都有蓄势效果，下一击的威力肯定比上一击更强。传说级连击技能啊，谁知道下一次攻击的威力是有多大？想到这里，罗宾斯忍不住再次取出一张防御卷轴，攥在手中。看来你们也很想看看传说技能的完整威力啊！陆平平一副高手寂寞的表情，缓缓说道：也罢，我今天就成全你们。眼见为虚心听择时，第3枪盲龙。乾坤一粟天下游，月如钩难别求。第4枪风流。几十秒时间过去，看着陆平平一边念着自己听不懂的台词，一边华而不实的挥着枪在那跳舞，罗宾斯越发感觉不对。照理说，一个战士技能不管是连击还是蓄势，都不应该花里胡哨这么久才对。就算是传说技能，也得遵循基本原则才对吧？念及此处，罗宾斯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是被对方耍了。看到陆平平挥枪时，脸上是不是露出憋笑的表情，罗宾斯顿时大怒。该死，被骗了！他根本没什么传说级技能，他在拖延时间。给我上！陆平平叹息道：罢了罢了，打打杀杀何时了？就让这一剑来结束我们之间的恩怨吧。该死的女人，还想骗我？你用的明明是枪！罗宾斯怒不可遏，陆平平却诡异的一笑，轻轻一跃，跳到旁边。而他的身后是苏淼月。由于苏淼月站在原地不动，罗宾斯的4名手下没有率先对他发起攻击，打算先解决陆平平。然而此时闭目屈身的苏淼月竟然给了他们一种极大的压迫感，仿佛是一座巍峨的山脉，又仿佛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剑。正在这时，苏淼月瞬间睁开双眼，职业被动拔剑术，嗡，腰间的宝剑陡然出鞘3寸。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动作。然而不远处的罗宾斯以及手下的4名50级职业者却突然感觉似乎有万刃临身，一瞬间就仿佛被利刃刺穿了无数次，浑身每一根血管、每一条肌肉乃至每一个细胞都好像被斩成了2段。噗！五人顿时口吐鲜血，软倒在地，血条直接暴降到只剩一丝血皮。当初苏淼月转职时可选的职业被动有拔剑术和御剑术，二者之中他选择的便是拔剑术。剑仙职业者职业被动便是修行方向，御剑者修心讲究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御剑乘风来，除魔天地间，心之所至，剑锋易至。拔剑者蓄势，讲究藏锋若凡人，剑出鬼神经，不露则已，锋芒一露必有所斩。3寸斩气机，1尺断神魂，出鞘天地灭。腰间的剑只是载体，拔剑术真正拔出的剑，造成伤害的剑是持剑者积蓄的事。只不过此时的苏淼月修为太低，不然就算有防御魔法卷轴保护，这几人也早已命归黄泉了。敌人暂时失去战斗力，苏淼月和陆平平立即上前，准备将他们制服。可是2人尚未靠近，一股强大无可匹敌的气浪突然袭来，将他们扫飞出去。紧接着，一名手持大刀、装备豪华的战士走了进来，挡在罗宾斯的面前。原本面色惊恐的罗宾斯看见大刀战士出现，顿时转惊为喜，艰难地从地上起身，指着苏淼月对大刀战士说道：莫里斯，给我抓住他！遵命，主上。大刀战士神色冷漠地走向苏淼月。陆平平见状，身形闪烁，出现在苏淼月身边，手持长枪刺向大刀战士。大刀战士闪电般的出手，抓住陆平平的枪杆，轻轻一扫，陆平平顿时被扫飞出去，撞在休息室的墙上，发出一声闷响，口中以及盔甲的缝隙间不断溢出鲜血。平病！
苏淼月立即冲到陆萍萍身边，将她扶起，从物品篮中取出药水，灌进陆萍萍嘴里。哈哈哈哈！罗宾斯露出快意的笑容，随后面色狠厉地说道：“苏小姐，我承认你很强，技能很诡异，但是面对5阶强者，你又能怎么样呢？”说着，罗宾斯露出疯狂之色：“你竟敢打伤我，还差点杀死我！放心，我今天一定会让你很快乐的。我不仅要弄你，还要把你拍成视频传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欣赏到你美丽的身体。”哈哈哈哈！5阶强者，陆萍萍面露绝望，泫然欲泣。完蛋了，我要不干净了，大神肯定不要我了。苏淼月顿时无语，在这种危急关头，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话说，那个人要抓的是我，又不是你，你在那丧气什么？苏淼月忍不住吐槽。对哦，他们不抓我。陆萍萍顿时面色一喜，月你别急，等下我马上找人来救你。苏淼月。正在这时，只听罗宾斯再次对战士职业者说道，把那个枪战士也一起抓了。M 的敢骗我，我要找100个你各来轮了他，然后把视频发到全世界。陆萍萍，月月，我们干脆自杀算了，我不想被100个你个轮呀，我又不会被100个你个轮。苏淼月淡淡的瞥了陆萍萍一眼。陆萍萍一时语塞。行了，你在那哭什么？苏淼月扶着腰间的剑柄，他说是5阶战士，你就信？你能骗他，他不能骗你。同时，苏淼月通过好友面板给陆萍萍发送一条信息：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导师，导师正在赶来的路上，很快就能找到我们。先打一场，如果真的是不可为，就假意顺从。这里是腾龙帝都，我们是腾龙大学的学员，他没有机会真的对我们做出什么事。陆萍萍也同时回复：知道的。嘿嘿，要是真的被抓了，看我再演他一波，我是不是骗你？你很快就知道了。罗宾斯露出残忍而兴奋的微笑，一幅幅血脉喷张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蚕食着他仅存的理智。想到自己即将得到腾龙帝国的超级天才少女，他就忍不住浑身颤抖。至于这个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时被愤怒与欲望填满大脑的罗宾斯没有丝毫考虑。来吧！苏淼月陡然拔出长剑，身影如同闪电般的冲向罗宾斯。那名战士是罗宾斯的手下，只要控制住罗宾斯，对方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再蓄势拔剑，而是直接利用拔剑术的超高速度加成发动奇袭。突然之间，高阶战士横移一步，手中的大刀轻轻一挥，枪！苏淼月手中的剑顿时被磕飞。同一时间，陆萍萍以极快的速度从旁边掠过，直冲罗宾斯。大刀战士一刀将苏淼月拍飞，然后挡在陆萍萍面前。铿锵！陆萍萍的枪尖刺在大刀战士身上，大刀战士的血条被打了出来，但根本就没有破防。不过因为技能效果的影响，让他愣神了一瞬间。骑士技能冲锋，这家伙是个肉盾，连战士都不是。后方的罗宾斯认出了陆萍萍使用的技能，顿时自己脑袋上好像长出了一对驴耳朵。发克，莫里斯，快点给我抓住他们！遵命，主上！大刀战士用刀背在陆萍萍肩膀上一拍，陆萍萍的血条直接蒸发大半，瘫倒在地。苏淼月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正在猛磕血瓶。罗宾斯手下的2名近战职业者立即上前将陆萍萍控制，而大刀战士则是一步步走向苏淼月。通达园区大厦顶层，休息室中的画面被马尔茨与穆尔克尽收眼底。先生，我们现在出手吗？穆尔克问道。差不多了。马尔茨点头，让妮可准备行动吧。腾龙帝国有个词语叫做雪中送炭，看好出手的时机，要让他们感觉到危险真切的降临，但绝对不能让他们真的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是，先生，我这就是通知妮可小姐。穆尔克恭敬地说道。等等，马尔茨对穆尔克招了招手。先生，把这个交给妮可，一定要将罗宾斯以及那几个相关的人彻底灭口。马尔茨从物品篮中取出一根不足1尺长的黑色法杖，法杖的顶端镶嵌着一颗灰黑色圆形宝石。穆尔克顿时浑身一颤，面带恐惧地接过法杖。碎魂法杖，品质五彩神话，效果仅可对王者使用，使用后摧毁王者灵魂，使用次数50%17%。注：使用对象若拥有复活道具且致死伤害等级低于复活优先级，则本道具无效且照常消耗使用次数。注：使用次数无法补充，归零后本道具自动损坏且无法修复。先生，穆尔克忍不住开口，值得吗？当然。马尔茨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你还记得腾龙帝国公开高考的最初目的吗？记得。穆尔克说道，将己方的天才作为诱饵，勾引各方间谍，并且顺着线索摧毁一切敢于对己方天才动手的势力。这可是腾龙帝国啊！马尔茨的神色带着一丝恐惧，随后又变为疯狂和贪婪。苏小姐是那位第一天才身边的人，受关注的等级必然比她本身的价值要高。布鲁斯家族那个蠢货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腾龙帝国的底线，如果不将他彻底灭口，一定会被腾龙帝国查出问题。即便查出的只是我们为了结交苏淼月而导演了这样一场闹剧，没有牵涉到那位第一天才，他们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先生，妮可小姐的术式很隐秘。穆尔克皱眉说道，仅仅是将人本身的欲望放大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即便是灵魂系的竞技强者，恐怕也很难注意到罗宾斯先生受过术士影响，反而刻意用摧毁灵魂的方式将罗宾斯和另外那几个家族的人灭口，让腾龙帝国断掉线索，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关注。愚蠢！马尔茨冷声道，罗宾斯在我们的园区里用残忍的方式危害腾龙帝国天才，我们出于对腾龙帝国的敬畏，将其灭杀，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光明正大的使用碎魂法杖，腾龙帝国的人也不会怀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腾龙帝国调查部门的人，看到外国商人因为畏惧帝国威严，为了洗脱管理不力的罪责，
不惜使用高级道具，也要彻底灭杀一个对帝国天才不利的罪魁祸首，你会怎么想？我会想，穆尔克沉思了片刻，这个外国商人虽然手段激烈，但这么做的确维护了帝国尊严，是讨好帝国的正常行为。那么，去吧。马尔茨淡淡的说道。是。穆尔克手持碎魂法杖，恭敬的退下。片刻后，马尔茨也走出了这座充斥着无数魔法结界，在外界看来根本不存在的隐秘玻璃房间。在离开房间的一刹那，他的脸上迅速爬满了惶恐不安的神色，随后脚步匆匆的离去。二阶副本区域，陈宇将整个通达园区能刷的二阶副本全部刷完，也没消耗多长时间。二阶的副本与一阶副本机制相差不大，封顶难度依旧是炼狱级。通达园区的副本质量比较差，清怪类副本只有8个，其余全部是防御型。这个时候，陈宇可没时间慢慢打防御副本，而且清怪副本中有炼狱难度的也只有2个。刷完8个副本，陈宇的等级从115级上升到了128级，大部分经验还是来源于2个炼狱难度副本。走吧，回学校。陈宇对一旁像个小厮一样的刘敬明说道。好嘞，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备车。刘敬明风风火火地跑下了楼。秘境啊，不知道是何等光景。想到明天就能去探寻这个世界除了主世界和副本之外的第3种地形，陈宇忍不住有些期待。咦，等等，我已经升到2阶了，1阶副本应该进不去了吧？疯狂享受刷本的快乐，导致陈宇将自己与小萝莉的约定选择性遗忘了。想到这里，陈宇有些尴尬地打开了好友面板，给云晨瑜发送信息。陈宇，导师大人在吗？云晨瑜，哟呵，这么有礼貌。你喂我棒棒糖的时候那副变态的样子去哪儿了？陈宇，说话注意点儿。我好心给你分享食物，怎么就变态了？好吃的大家一起吃，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云晨瑜，少平，说吧，什么事？陈宇，那个，我应该不能帮你打1阶副本了。云晨瑜，行吧，我这就去和别的导师借人。陈宇，抱歉。云晨瑜，秘境的事情不用太在意，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吧，注意安全。陈宇，我其实没什么事情，就是这2天升级做任务，一不小心升到2阶了，还能和你一起去秘境吗？云晨瑜，你是变态吗？陈宇，所以还能去吗？云晨瑜，能，而且我这边还有其他导师正在到处接2阶学员，如果你有把握，速度足够快，这一趟能赚不少。陈宇，放心吧，我可是出了名的快枪手，5分钟一次都不带停的。云晨宇，不是吧？哎，妹妹真是太难了。哦，陈宇，放心吧，这次哥哥带你飞。关闭对话之后，陈宇放下心来，只是有点心疼小萝莉，能让堂堂7阶强者哭树，想来自己班上的同学实力很糟糕，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小萝莉体验一下大神带飞的感觉。你在得意什么？一个重感冒加没睡醒一样的声音在陈宇耳边响起。陈宇低头一看，一身黑的桑萝莉正站在他面前。咦，你怎么又出现了？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桑萝莉不紧不慢地说道。什么事？陈宇问道。又有人要对我不利？你的女朋友要被人轮了。桑萝莉淡淡地说道。陈宇沉思了1秒。严格的说来，他是没有女朋友的。如果非要说有，那么也只能是世界树。有人要轮了世界树？这不开玩笑吗？无上圣土外人根本进不去，就算真有至高甚至无上级别的存在强行突破，丧萝莉也不可能比陈宇还要先发现。不过鉴于丧萝莉竞技强者的身份，陈宇还是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无上圣土，里面岁月静好，波澜不惊。别开玩笑了。陈宇将一袋零食递给丧萝莉，笑着说道，给，拿去吃吧。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丧萝莉气愤地抢过零食，我本来是没义务告诉你这种事的。7楼休息室，爱信不信，不信的话别后悔，也别怪我。说完直接变成一团黑影消散。什么鬼？陈宇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还是准备听从丧萝莉的建议去看一看。小空，陈宇将小空从无上圣土中召唤出来。在。小空站在陈宇的肩头，主人请吩咐，帮我开个门，往7楼的休息室，没问题吧？陈宇问道。小空作为原初空间精灵，短距离传送简直是手到擒来。陈宇对于那种动不动撕裂空间出场的高比格一直很是向往，现在总算是自己也能体验一把了。是。小空伸出一只小手，轻轻一划，空间立即破开一个3米多长、1米多宽的豁口，里面黑漆漆的一片。直接走进去就行吗？陈宇问道。是的，主人。小空回答，这是一种空间折叠技巧，适合短距离穿梭。明白。陈宇昂首挺胸，双手负在背后，一脸高冷的神色，跨入空间裂缝之中。主人，等一下，危险！小空突然一声惊叫，只不过陈宇的脑袋都已经被空间裂缝吞没，根本没听到小空最后的叫喊。7楼休息室中，大刀战士将2个银色手镯分别丢给苏淼月和陆萍萍，自己带上，否则我不介意帮你们。苏淼月看了看手镯的属性，封印手镯，品质稀有，效果降低自己95%全属性。新手阶段的职业者本身属性就不高，如果戴上这个手镯，立即就会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苏淼月还好，和陈宇一起刷本的时候获得了很多自由属性点。陆萍萍一旦装备上这个东西，恐怕走路都有点费劲。苏淼月拿着手镯冷笑了一声，直接放进了物品栏。大刀战士顿时面色阴沉，既然你不配合，那我就只能将你打成重伤，彻底失去反抗能力了。我劝你不要那么做。苏淼月淡淡的说道。你作为高阶职业者，不会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吧？你敢在京都伤害腾龙大学的学员，你想过自己怎么死了吗？我知道你是白银帝国的人，但只要你敢伤我分毫，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别想逃过腾龙帝国的绞杀。提醒你一下，
我并不是普通的腾龙大学学员，而是本届高考排名第2的顶级天才。只要你敢动我，那么不只是你，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将陷入无尽的危险之中。另外，你知道你的主人想对我做什么？我再提醒你一下，我不仅是腾龙帝国本届高考的榜眼，而且是本届状元的女朋友。你不知道本届状元的话，可以随意在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他有何等影响力。我要是被人侮辱，后果你承受不起，你的主人也承受不起，甚至他背后的家族，乃至于整个白银帝国都承受不起。苏淼月说话底气十足，面带傲然之色，仿佛面前不是一名高阶战士，而是一个随手都可捏死的蚂蚁。好歹是世家子弟，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搬后台唬人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自己有没有那么金贵的身价，苏淼月不知道，但不妨碍他扯虎皮做大旗。不管对方信不信，先拖延时间再说。大刀战士听了这一番话，还真的迟疑了，因为苏淼月说的句句属实。一个外国人在腾龙帝国的帝都伤害腾龙帝国的本届高考榜眼，而且这名榜眼还是那名号称古往今来第一天才状元斩杀魔神，分身拯救高考的英雄的女朋友。这不是骑在腾龙帝国脑袋上啪啪打脸吗？腾龙帝国呀，一尊雄踞蓝星8000年的神龙，一旦发怒，谁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正在大刀战士犹豫不定的时候，后方的罗宾斯大吼：“莫里斯，还不快给我动手！”大刀战士看着苏淼月傲然而立，风轻云淡的样子，又看了看罗宾斯那副被怒火冲昏头脑的神情，忍不住走回罗宾斯身边，小声劝说道：“主上，腾龙帝国的漂亮女孩多的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她？这个女孩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如果您真的对她用枪，很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闻言，罗宾斯顿时迟疑了片刻。大刀战士毕竟是5阶强者，罗宾斯身边最厉害的保镖，他的话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距离休息室不远处，一名双眼呈漩涡状的金发女子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发现罗宾斯的犹疑，金发女子顿时眉头一皱，双眼中的漩涡旋转速度陡然加快。休息室中，罗宾斯突然感觉一股怒火从心中燃起，强烈的不甘与潮水一般的欲望将他仅剩的理智迅速淹没。你被他吓住了？罗宾斯勃然大怒，对大刀战士大声嘶吼：“我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我今天一定要弄死这2个婊子！”可是主上，闭嘴！罗宾斯面目狰狞，你别忘了，你的命，你家人的命都掌握在我们布鲁斯家族的手中，你就是我们布鲁斯家族的一条狗，我才是你的主人，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现在，我让你把那2个女人抓住，攻击到他们无法反抗，然后送到我的面前，动起来，快一点！大刀战士神色挣扎，最终还是长叹了一声，走向苏淼月和陆萍萍。罗宾斯说的对，他和他全家的性命都掌握在布鲁斯家族的手中，此时他只能听从罗宾斯的命令。你真的考虑清楚了？苏淼月冷冷地看向大刀战士。对不起，2位小姐，我必须这么做。大刀战士扬起手中的战刀，拍向苏淼月。苏淼月顿时汗毛炸立，对方这轻松的随手一击，在巨大的属性压制之下，也不是他能抵抗的。此时，休息室外，金发女子娇媚的面容上勾勒出一丝嘲弄的微笑。现在该轮到我表演了。金发女子手持黑色短暂杖，冲向休息室。休息室中，面对大刀战士的攻击，苏淼月艰难地使用最后的力量挥起宝剑抵抗，同时紧张地注视着时间。他和陆萍萍的导师正在赶来的路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抵达。现在他只需要尽量拖延时间便可。枪，刀剑碰撞，发出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只是一击，苏淼月手中的剑便已经被磕飞。紧接着，第2刀向着他的肩膀袭来。大刀战士的出手速度不快，但苏淼月体力耗尽，还被刚才的那一记攻击打入了僵直状态，根本无法躲开。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落到自己身上，同时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大刀战士以及后面神色扭曲的罗宾斯。就在大刀战士的攻击快要临身的那一刻，苏淼月身前的空间突然裂开一条缝隙，无形的波动将苏淼月挤得退开好几步。一道仿佛背对众生的孤傲身影从空间缝隙中跨越出来，正好挡在苏淼月的面前。砰！沉闷的声音响起。由于从空间裂缝中出现的身影代替了苏淼月的位置，大刀战士的刀背狠狠砸在突然出现的人影头顶。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均是一愣。死！突然出现的人影倒退了一步，捂着脑袋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仿佛来自深渊炼狱般沉闷而又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我操你妈！”差点忘了更新，罪过罪过。刚刚体验了一次短距离空间穿梭的奇妙感觉，陈宇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情况，脑袋上就挨了一闷棍，头顶上火辣辣的疼，血条下降了足足1/20。对方的这一击显然是恶意攻击，面前是一名反握着大刀、神色错愕的白皮战士职业者，袭击他的凶器无疑是那把大刀。自从他出道以来，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大的亏，就连在限制极大、什么都不能用的潜能试炼副本中，面对数百4阶恶魔 BOSS， 他受到的也只是精神伤害而已，而且还是自我伤害。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拿着一柄大刀照他脑袋上给他这么结结实实的来上一刀。敢敲老子闷棍，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陈宇双眼中燃起熊熊怒火，小的们，给我打死他！全力！密密麻麻的美貌少女突然出现在休息室中，将整个休息室堵得水泄不通。每一个面无表情，浑身充斥着令人惊惧的深渊魔力。接收到陈宇的命令，上百个深渊化传说级植物生命集体魔化，属性暴增，无数荆棘藤条如同洪流一般向着战士、职业者轰击过来。伴随在藤条中间的还有深渊贪食、妖灵喷吐的毒液。大刀战士赶紧抬起大刀抵挡，可惜面对数十个魔化状态的深渊荆棘妖灵，他
他的那点属性根本不够看，只是一瞬间便被无数藤鞭淹没，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便彻底化为乌有。物品栏中的各种物品以及身上的装备爆了一地。陈宇，苏淼月惊喜交加，高悬的心终于落了回去。你没事吧？快恢复！意识到陈宇受了伤，连忙挤开身边的植物人妹子，拔开药剂瓶子喂给陈宇。没事。陈宇下意识地接过药瓶，喝了一口，发现味道很苦，于是便还给了苏淼月。二转之后，世界树的生命之息愈发强悍，只要不是秒杀，基本上受到任何伤害，血条都是瞬间回满。刚才那一刀只是让他感觉痛而已，根本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好，我给你治疗一下。陈宇见苏淼月一副狼狈相，装备都破破烂烂的，浑身是伤，血条只剩下小半，于是扶着苏淼月的肩膀，为她输入了一股生机能量。温热的手掌以及温柔滋养浑身伤痕生机能量流，让苏淼月忍不住舒服的一声轻叹。她微微抬头望着陈宇，近在咫尺的鹦鹉少年仿佛被添加了浪漫滤镜，浑身每一个像素都在闪耀着星星一样的光泽。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了自强的性格，即使是在危难关头，他思考的也是如何自救，而非求神拜佛。可是当完美的英雄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帮他解决危机的时候，一切坚强的外壳都被瞬间摧毁了。苏淼月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开始不争气的砰砰律动起来，仿佛是在那鲜花盛开之际被翩然而来的蝴蝶带走的那一粒花粉。那一刻，花粉不再属于鲜花，这一刻，他的心也不再属于他。陈宇微抿的嘴唇，在此时的苏淼月眼中，仿佛饥饿到极点时的奶油布丁，让他蠢蠢欲动。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仰着头，缓缓靠近陈宇的面颊。哇，大神！正在这时，陆平平也哇哇大哭着挤了过来。还好你来了，要不然我就要被100个你各轮待米了呀！陆平平跪在陈宇身侧，死死抱着陈宇的膝盖，一把鼻涕一把泪。卧槽，你干嘛？别擦我裤子上，你给我起开！陈宇连忙使劲蹬脚，将陆平平甩开。不过看到陆平平也身受重伤，又蹲下去将他提了起来，输送生机能量为他疗伤。哇，好爽！不愧是大神！陆平平满脸舒爽的表情，身躯瘫软如泥，被陈宇提在手中，一声喟叹。陈宇，陆小姐，可以麻烦你不要用这种表情说出这种话好吗？很容易让人误会的。等等，我在干什么呀？苏淼月回过神来，白皙的脸颊上一片嫣红，浪漫滤镜被打破，想起自己刚才的行为，苏淼月顿时尴尬的想要赶紧抠个30一听钻进去，永远不出来。她偷偷瞥了陈宇一眼，发现陈宇并未注意到她刚才的痴女行为，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嗨嗨，苏淼月清了清嗓子，以掩饰尴尬，然后说道：“陈宇，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也过来刷副本？”那道空间裂缝，苏淼月倒是不奇怪，类似的短距离单传道具并不少见。以陈宇的能力，将空间道具当成日常消耗品并不奇怪。刚才我听说有人想对你不利，就过来了。说到这里，陈宇义愤填膺，没想到居然有老六敲我闷棍，让他死得这么干脆，真是便宜他了。谢谢你赶过来救我。苏淼月有点想笑，但又不敢。那一刀本来是敲他的，结果陈宇正好出现，给他顶了包。嗨，这有什么好谢的？陈宇看见苏淼月血条回满，便收回了手。俗话说，达则兼济天下。我虽然还没发达，但咱们老乡同学关系还是要帮的。只是同学吗？一句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但又被苏淼月活生生憋了回去。从小受到的教育让苏淼月知道，现在说这句话并不合适。英雄救美后，美人以身相许，只是童话故事。作为一个刚刚被救的美人，她是没有资格与救她的英雄谈情说爱的。在她的心里，不对等的双方不会有幸福的爱情。她不想成为一尊花瓶，一个玩物，一个累赘，一个弱点，甚至一只吸血虫。现在的陈宇就好像一轮耀眼的骄阳，只有当他强大到能够与他相互扶持，至少不再需要他千里迢迢英雄救美，至少不会靠近他就会被那炽烈的温度所融化时，才有底气奢望自己能够站在他的身边。听说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有一群全尸职业者认为女人动用男人的资源是天经地义的，女人嫁人永远是下嫁，自己配个皇帝绰绰有余，女人就应该被捧在手心好好呵护，整天吃喝玩乐，男人就应该言听计从，乖乖奉上自己的血汗，当牛做马。对此苏淼月很是费解，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思想会有生存空间。难道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男人太宽容了？还是说这样的群体始终存在，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名义打着自己是弱者的标签，喊着公平的口号，为自己争取特权。轰隆！正在这时，如同惊雷一般的爆炸声响起，阻隔休息室与走廊之间的墙壁碎成粉末，烟尘之中一道人影跃出。来人眼神锐利，乌黑的长发扎着高马尾，干净利落，一身简单的素色长袍，玉带束腰，手持一柄泛着血光的青铜古剑，剑身震战间发出风鸣一般的声响，剑尖吐露着白色的剑气锋芒，让人不寒而栗。治好苏淼月和陆平平之后，陈宇上前将死掉大刀战士的掉落物收起来。这大刀战士还挺富有的，一身5阶史诗级套装，即便没有全部爆出来，分开卖都能卖不少钱。突然出现的持剑者让陈宇动作一滞，10数个深渊荆棘妖灵迅速围拢，将来人团团围住。你是什么人？陈宇警惕地盯着这位出场特效炸裂的剑士。你是陈宇？剑士原本面带急迫之色，看到陈宇瞬间眉头缓缓舒展，展露出淡淡的笑颜。我名秦兆雪，苏淼月和陆平平的导师。既然你在此处，想来那2个丫头应该是无恙了。
他的声线偏中性，浑厚圆润，但却不失亲和。他们没事。陈宇点了点头。这位老师应该是苏淼月和陆萍萍搬来的救兵，来得还挺及时，就算陈宇不出现，也能将两人解救。老师，秦老师。苏淼月和陆萍萍挤开阻挡在他们面前的传说及植物生命，来到女剑士面前。没事就好。秦兆雪笑着点了点头。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不过来都来了，就先占用一点你们的时间吧。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秦兆雪目光微冷，对苏淼月问道：我倒想知道，哪来的蛮夷之辈，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在帝国京都对我腾龙大学的学子动手？是白鹰帝国布鲁斯家族的人，听说是势力很大的财阀。苏淼月看向休息室入口，然而休息室的入口处，除了碎裂的墙壁之外，空无一人。罗宾斯几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陈宇穿梭过来，注意力被大刀战士吸引，而陆萍萍和苏淼月则是被陈宇吸引，然后所有人又被秦兆雪的出场吸引。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注意到罗宾斯几人已经逃跑。大神，月月，不好了，他们跑了！一旁的陆萍萍也反应过来，顿时惊叫一声：他们肯定没跑远，我们快追啊！不必追了。秦兆雪摇了摇头，只要知道是谁就好办。不追吗？陆萍萍茫然，他们那么过分，我们不报仇吗？苏淼月也露出疑惑的目光，怎么报仇？把他们全杀了。秦兆雪微微一笑，难道不行吗？陆萍萍愕然，不是不行。秦兆雪回答道，而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啊？陆萍萍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秦兆雪说道，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可以等帝国治安部来处理了。治安部？老师，你的意思是？苏淼月恍然大悟。没错。秦兆雪点头，就这么杀了，也太便宜那些蛮夷了。你们的伤不能白受。布鲁斯家族不是财阀势力，富可敌国吗？那就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割肉放血。所有蛮夷都必须明白我腾龙帝国的威严，不可侵犯这个人间之理。陆萍萍再次茫然，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苏淼月顿时无语。陆萍萍这女孩浑身透着一股媚劲，如果非要说哪里媚，那就是媚脑子。你想要钱吗？一大笔钱？苏淼月直接问道。想。陆萍萍双眼闪光，那就好好等着。苏淼月也不再解释。被秦兆雪点拨之后，苏淼月也明白了，现在击杀罗宾斯除了出口气之外，没有任何利益。虽然罗宾斯挑衅在先，并且做出了伤害苏淼月和陆萍萍的行为，被击杀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白鹰帝国的布鲁斯家族也会撇清干系。我的人是有错在先，可现在人都被你们杀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最后大概率就这样不了了之。如果帝国治安部出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罗宾斯犯了这么大的事，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扬言要轮了腾龙大学住别墅的天才女学员，并且付诸行动，逃肯定是逃不掉的，必然会被治安部抓住。人证物证俱在，铁案无疑，肯定会面临严酷的刑罚以及巨额的赔偿。这个赔偿，罗宾斯本人出不起，白鹰帝国的布鲁斯家族也会出。就算布鲁斯家族想放弃罗宾斯都不行。谁让人是你们家族的人呢？谁让你们不管好自己家的后辈，在腾龙帝国帝都犯了天条呢？妙啊！陈宇顿时拍手称赞。严格来说，这只是一起治安犯罪。一个精虫上脑的外国富家子，觊觎苏淼月和陆萍萍的美貌而已，并没有真正危及两女的生命。毕竟，如果对方心存杀意，苏淼月和陆萍萍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他们在一名5阶战士面前，根本连受伤的机会都没有。可一旦把人抓起来，上升到外交层面，能扯皮的地方就多了去了。扯到最后，布鲁斯家族多半只能捏着鼻子赔钱。赔钱之后，那个布鲁斯家族的孙子存活的概率也很渺茫。就算腾龙帝国没有给他判死刑，他自己的家族也不会再庇佑他。到时候想要亲手报仇，办法多的是。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你们两个这件事后自己长点记性。秦兆雪面带憎恶之色，蛮夷之辈与禽兽无异，只能以威严震慑，无法以礼仪教化。像这种禽兽聚集之所在，以后少来。是，老师。苏淼月恭敬地答道。哦。陆萍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现在大概明白了，因为自己遭受袭击这件事，能从那个外国人的家里拿到很多赔偿。正在这时，近30名全副武装的职业者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些职业者全部都是5阶，而且全是外国人。秦兆雪顿时眉头一皱，扬起手中的青铜古剑，剑锋遥指，锋芒吞吐。来者何人？报上名来。阁下，请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恶意。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人群分开，一名金发大波浪女职业者面色焦急地走了出来，对秦兆雪连连鞠躬。我是通达集团副本园区的负责人妮可·摩根，这座园区是你的产业，那你来的正好。说吧，我的学生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危险？你们是怎么经营产业的？秦兆雪将剑锋对准妮可·摩根，冷声问道。阁下，听我解释。妮可面带恐惧，声音颤抖地说道。我听说园区中有人想要对腾龙大学的学员不利，就立刻赶过来了。您是腾龙大学的导师，请您务必相信，我们摩根集团对于腾龙大学的学员绝对没有恶意啊。对于2位女士在我们园区受到惊吓这件事，我们愿意做出补偿。另外，妮可对身后招了招手，3名职业者提着5具尸体走了出来。这几个人就是惊吓苏小姐和陆小姐的罪魁祸首，他们试图逃跑，已经被我们当场击毙了。妮可露出讨好的笑容。5具尸体正是罗宾斯以及带他升级的4名手下，他们怎么死了呀？陆萍萍痛心疾首，仿佛已经落到口袋里的一大笔钱长出了翅膀，离他而去。哎，算了算了，死了也算报仇雪恨了，就这样吧。苏淼月也有些难受。秦兆雪立即眉头一皱，厉声喝道：
他们的行为自有我腾龙帝国官方处置。你们通达集团一介商贩，却私设公堂，滥用私刑，是何道理？误会，误会！尼可摩根浑身一颤，急忙解释：是这5人犯下大罪，畏罪潜逃，神经过敏，竟然攻击我们摩根集团的安保人员。我们出于自卫，不小心将其击杀，与腾龙大学的诸位绝对没有丝毫干系。我们可以提供证据证明。闻言，秦兆雪笑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几人虽然死了，但罪行还未偿清呢。理应如此。尼可连连点头。这几人死亡的罪责，我们通达集团愿一力承担。至于他们犯下的罪责，应当由腾龙帝国和腾龙大学清算。哦，陆萍萍顿时眼前一亮，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死了，也得照常赔钱。应该能赔，但肯定会少赔一些。苏淼月的政治敏感度显然比陆萍萍高了好几层楼。这几个人被摩根家族的人击杀，但他们袭击苏淼月和陆萍萍的事情还没完。因为出手的不是受害者，所以布鲁斯家族该赔的精神损失费还得赔。至于摩根和布鲁斯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矛盾，那就不关腾龙帝国的事了。苏小姐，陆小姐，尼可双手捧着一根黑色短杖，短杖顶端的宝石爆发出一道幽光，在5具尸体上一扫而过，5个透明的身影浮现出来，当场破碎。随后，尼可上前几步，将短杖呈上，说道：这算是我们做出的赔偿之一。我不知道这次事件中，罗宾斯是否还有其他同党，如果有的话，您可以。秦兆雪接过短杖，查看属性之后，神色一凝，然后将短杖递给苏淼月。碎魂法杖，使用次数50%28。苏淼月也将短杖的属性面板打开，看完后忍不住双手一抖。陆萍萍更是差点惊呼出声，竟然是神话级消耗品，而且是这种异常歹毒、致人死地的神话消耗品。要知道，以灵魂破碎的致死等级，基本上就是永世不得超生了。这个时候，通达园区拿出这样的物品作为赔偿，其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让苏淼月和陆萍萍解气。在通达园区发生了成龙大学天才被袭击事件，整个园区的名声肯定要臭大街了。但摩根家族这一番妥当的处理方式，其在腾龙帝国公民中的口碑不仅不会下降，甚至还会上升一些。你们还真是舍得。秦兆雪诧异地看了妮可一眼，在腾龙帝国经商，自然就要遵守腾龙帝国的律法。妮可微笑着说道：居然有人敢在我们通达园区伤害腾龙大学的天才学员，我们自然要做出最严肃的处理。正在这时，一名神色焦躁的中年白人男子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进来。中年男子扫视了一下现场状况，看见躺在地上的5具尸体以及完好无损的苏淼月和陆萍萍，终于松了一口气。各位，在下是通达集团京都区域的区域总裁马尔茨·摩根，对于通达集团的失职，在下深表歉意，万幸2位女士没有受到伤害。说罢，马尔茨分别对陆萍萍和苏淼月躬身致歉。马总裁，道歉就不必了。秦兆雪出言道：刚才那位你小姐已经做过了，说点正经的吧。是。马尔茨连连点头。我们通达集团愿意分别赔偿苏小姐和陆小姐1到4阶史诗套装各1套，适配职业的稀有级技能书各4本，史诗级技能书各1本，以及每人200万金币或者等价自选资源。另外，妮可将4张卡片递给秦兆雪，这是我们通达集团的最高级贵宾金卡，在整个蓝星，只要是我们通达集团的产业，各位就能享受到所有消费7折，所有副本免费的待遇。只求各位网开一面，不再追究我们通达园区的责任。说罢，妮可深吸了一口气，面带忐忑地看向秦兆雪。秦兆雪没有回答，而是看向苏淼月。苏淼月皱了皱眉，思考了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在这件事上，通达园区不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低素质人口较多的原因，时常都会发生混乱和打斗。单从表面上看，通达园区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已经做到了极致，雷厉风行地击杀了肇事者，区域总裁出面赔礼道歉，还奉上了一大笔红包。苏淼月虽然对罗宾斯的疯狂行为心存疑惑，可这种疑惑只是他的个人猜测。就算真的有人故意激怒罗宾斯，利用罗宾斯对他设局，也不一定是摩根家族的人。私下里警惕，甚至上报学院相关部门请求调查都没问题。但此时如果揪着这一点摆到台面上来，就有点不讲道理、咄咄逼人的意味了。多谢苏小姐宽宏大量。马尔茨再次对苏淼月鞠躬，随后又深情忐忑地看向陈宇。陈先生，这件事不知道您怎么看？在大多数人看来，苏淼月和陆萍萍是陈宇的女人，属于陈宇身上的挂件，自己的女人差点受辱，陈宇也是直接受害者之一。问我做什么，他们同意了就行。陈宇站在5具尸体旁边，手中把玩着一朵红色彼岸花。片刻之后，他随手将彼岸花扔在尸体上，鲜艳的花朵迅速枯萎，化为尘埃。下去之后，好好赎罪。陈先生是在超度他们吗？马尔茨陪笑着问道。陈先生果然不愧为古往今来第一天才，不仅实力过人，而且道德高尚，慈悲为怀，即便面对如此穷凶极恶之人，都保持着一颗怜悯之心。过奖了。陈宇微微一笑。既然陈先生不再追究的话，马尔茨继续说道，赔偿的物品和资源我们会尽快凑齐，送到2位女士手中。帝国治安部的调查，我们也会全力配合。可以。秦兆雪点头，他已经将事件经过上报了腾龙大学，腾龙大学也联系了帝国相关部门。各位，请稍坐。金发大波浪美女妮可招呼着几人坐下，奉上茶水点心。腾龙大学一行以及摩根家几人在休息室中等候。大约10多分钟之后，腾龙帝国治安部和监察部以及情报部门联袂而来，足足有10多个人。腾龙大学的任何一个学员出事都不是小事，这规模算不上兴师动众。马尔茨和妮可自然是极力配合，整件事情都发生在监控之下，罗宾斯的罪行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辩驳的地方。2个多小时之后，几个部门的人带着一系列证据以及罗宾斯5人的尸体离开，明面上的调查到此结束。
外交部已经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去和白银帝国扯皮谈赔偿了。然而，以腾龙帝国对于本国天才的保护力度，在涉及到本届高考前2名的案子里，真正的调查才刚刚开始。通达园区顶层的玻璃房间，送走了陈宇一行以及腾龙帝国调查部门的人，马尔茨和妮可的神色都有些疲惫。这种疲惫不是装出来的。腾龙帝国的公家部门可没有废物，即使是明面上走过场的调查，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生怕露出半点犄角。腾龙帝国的人太恐怖了，妮可心有余悸地说道。虽然刚才经历的只是一些寻常问话，没有经历任何严酷的审查手段，但这些简单的问话都让他如履薄冰。我感觉他们似乎对我们的目的有所察觉，计划真的能够继续下去吗？马尔茨沉思了片刻，说道，他们或许的确察觉了我们有刻意拉拢和接近苏淼月的目的，但是绝不可能猜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刻意结交天才没什么不妥的地方，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浪费多少次机会，只要成功一次，回报将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腾龙大学宿舍区，整个事件与陈宇的关系不大。在接受几个部门的简单问话之后，便与刘敬明一起离开了通达园区。回到宿舍，天色已经渐暗。当陈宇准备开门进屋的时候，一身黑袍的桑罗丽又出现了。一起吃个饭？陈宇诚心诚意的邀请。桑罗丽没有回答，而是慢条斯理的剥开一个棒棒糖。看到这一幕，陈宇很是欣慰。小萝莉嘛，就是应该舔棒棒糖，总是嚼肉，看起来就很不协调。然而，桑罗丽将棒棒糖剥开之后，直接跳起来，整个人挂在陈宇身上，将棒棒糖喂到陈宇嘴边。来，张嘴姐姐喂你吃糖哦。不得不说，这只萝莉只是看起来有点丧，近距离接触才知道，她的黑袍下面其实非常有料，并不是贫瘠的存在，香香软软的，抱起来很舒服。陈宇惬意地张开嘴，等待丧萝莉喂食自己。然而下一刻，陈宇就感觉到一大坨东西粗暴地灌进了他嘴里。根据口感和甜味，全部都是棒棒糖，水果味的、咖啡味的、巧克力味的，什么都有。陈宇艰难地将糖球嚼碎，然后一口吐出了10根穿糖球的短签。哼哼，丧萝莉从陈宇身上跳下来，得意地扬了扬脑袋。陈宇伸手想掐丧萝莉的脸，以报一箭之仇，但在丧萝莉有防备的情况下，无法得逞。嘎嘎嘎嘎，丧萝莉发出一阵嘲讽气息拉满的怪笑。以后有你哭的时候。陈宇愤愤不平地思考，等他实力碾压这只又丧又贱的小萝莉，该往他嘴里塞点什么？就像刚才自己被塞棒棒糖一样，一定得塞满，塞到合不拢嘴为止。提醒你，直到现在为止，你在地下黑市被悬赏了1376次。丧萝莉正色道，金额下至100万金币，上至一件6阶神话装备。在你刷副本的时候，我一共找到了13个对你心存恶意的女职业者，后来才发现他们居然是赏金猎人。我就这么廉价？陈宇义愤填膺，100万金币，哪个丧心病狂竟然开出这种价码？提高1000倍都配不上他的身份好吗？之前那些角色扮演的女职业者，居然是接了黑市任务来接近他的，为了那么点钱，居然企图暗杀他这个腾龙帝国的未来之星，这些人脑子出问题了吗？人家出价已经够高了。丧萝莉一脸坏笑的对陈宇挑了挑眉，我可没说黑市悬赏的是你的命，黑市也是腾龙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想要杀你，恐怕悬赏第一天挂出来，第2天就会被找出来，死无葬身之地。那他们悬赏什么？陈宇莫名其妙的问道。你穿过的衣服，你的头发，你的细胞，你的孩子等等。丧萝莉表情微妙，陈宇顿时哑口无言。衣服头发什么的还能想通，狂热追星族吗？可以理解。细胞也能理解，遗传学吗？说不定能从基因里发现一些他强大的秘密。可是这个孩子是什么鬼？等等，我哪来的孩子？陈宇忍不住吐槽，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孩子？没有，但是能生吗？丧萝莉一脸坏笑，如果哪个女职业者和你发展点露水情缘，说不定就怀上了呢。10个月换一件神话装备，有的是6阶，甚至穷鬼7阶愿意干。无论是买种子，还是你亲自给种子，他们都赚妈了。陈宇表情瞬间凝固，他突然想起曾经姐姐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坏女人很多，男孩子出门在外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前他是嗤之以鼻的，但是现在看来这话不假呀。他现在似乎就是个唐僧肉，各路妖魔鬼怪都在觊觎，有想要弄死他的，有想抓他研究或者卖钱的，也有想给他生孩子的。我真值这么多钱？陈宇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当然，丧萝莉语气十分肯定。对了，那个，陈宇突然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有话就说，能回答我就回答。丧萝莉爽快地说道，你最近缺钱吗？陈宇的表情逐渐变态，缓缓靠近丧萝莉，我有一桩生意想和你谈一谈，嘿嘿。你失心疯了吗？我怎么可能缺钱？也不看看我什么身份，什么实力。丧萝莉骄傲地昂着头说道。不过当他看到陈宇穷凶极恶的眼神之后，顿时心中一突，我警告你，你别乱来，袭击我可是大罪呀！你走开！丧萝莉一声尖叫，落荒而逃。呵呵，跟我斗，你还嫩了点。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没脸之上还有没皮。陈宇认为自己在此次交锋中略胜一筹，得意洋洋地对着丧萝莉消失的方向挥了挥手，随后心情舒畅地走进自己的宿舍。别墅内，女仆小姐正在进行日常清扫，即便整个房间都一尘不染，闪闪发亮，她还是打扫得很认真。主人，欢迎回来。林若愚露出甜蜜的笑容，柔声道：主人，我去为您准备晚餐。好啊，我真好饿了。陈宇欣然道。女仆小姐的手艺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林若愚放下清扫工具，走进厨房。陈宇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往生路召唤了出来。
随着往生录抑制虚影出现的，还有5个残缺的灵魂。作者有个朋友是 cos 爱好者，166厘米，40千克，明明像个白骨精一样，总喜欢研究那些看起来很色气的肉团子角色，买衣服和周边花了几大万，出的角色全是和谐版，人家都不愿意跟他拍照的那种，真的很不理解，人就这么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吗？悲。这5个灵魂便是袭击苏淼月的罗宾斯以及他的4名手下。碎魂法杖不愧是神话级消耗品，就连往生录这位专注于玩弄灵魂的至高存在，都无法将这几个灵魂完美复原。不过用来提取关键信息倒是足够了。有发现吗？陈宇对往生录问道。主人，这是罗宾斯·布鲁斯的近期记忆，请您阅览。往生录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传输到陈宇脑海，这是罗宾斯的第一视角，其中甚至包括他脑海中的一些想法。陈宇很快将罗宾斯的记忆浏览完成，这段记忆中几乎全是垃圾时间，没什么有用的信息。罗宾斯就是一个色中恶鬼，而且对黑白妞不感兴趣，专门祸害腾龙帝国的少女，追求不成就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出手倒是很阔绰，那些女孩得到满意的赔偿之后，也没有把事情闹大。苏淼月这次也差不多，无非是罗宾斯认为苏淼月家里穷，想要先上车后补票，事后用钱解决问题。结合记忆以及内心独白，罗宾斯的行为是能够逻辑自洽的，并且所作所为与性格相符合。不过依旧很奇怪，好歹是白银帝国大家族的子弟，来腾龙帝国之前，他的家族没告诉他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招惹吗？不对，他是知道的。罗宾斯的记忆中，因为苏淼月的身份而犹豫过，可是正是因为这个身份，更加刺激了他的欲望。最后是欲望战胜了理智，以至于做出后面的一系列行为。从这段记忆中看，罗宾斯袭击苏淼月没有任何人指使，驱使他行动的因素源自于内部。至于最先告诉罗宾斯苏淼月位置的那几个人，成分不好确定。客观上说，那几个人行为是很正常的。陈宇自己走在大街上，如果被人发现，也会被到处宣扬。虽然那几个人恰好在罗宾斯面前谈苏淼月，有些可疑，但可疑并不是断定一件事的依据。仅凭一些疑点以及主观臆断，就对一件事定性，无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那个赏金猎人的灵魂呢？陈宇对往生录问道。赏金猎人指的是之前与几个黑白乔演戏，企图接近陈宇，最后被丧萝莉一刀解决的女人。她的灵魂完整，被我转化成了一个阴兵。往生录再次将一段记忆画面传入陈宇的脑海。正如丧萝莉所说，这个女人的目的并不是暗杀陈宇，而是准备将陈宇引诱到偏僻无人的地方，然后强行获取一些染色体不成对的细胞。看起来似乎两件事都没什么问题，但联系起来便有了些许违和感。主人，我从这个灵魂中察觉到了外部力量的痕迹，似乎与情绪控制有关。往生录将罗宾斯的灵魂单独分开，对陈宇说道。情绪被操纵过，果然有问题。陈宇眉头一皱，能查出力量来源吗？不行。往生录回答，我只察觉到了一些很微弱的痕迹，但并没有力量残留。知道了。陈宇说道，把这几个灵魂带回去吧。是，主人。往生录带着5个灵魂消失。有人故意操纵罗宾斯的情绪，放大了他对于苏淼月的欲望，才导致袭击事件的发生。幕后者想要针对的人，或许是苏淼月，或许是罗宾斯和布鲁斯家族，又或者是想让腾龙大学、京都治安部，乃至于让整个腾龙帝国丢脸，都有可能。或者干脆就是和摩根家族有仇，想让苏淼月在摩根家族的地盘上出事，导演了这一幕闹剧。也有通过苏淼月对付我的可能性，但是太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幕后者通过苏淼月对付他的方法，无非就是借着罗宾斯的手将苏淼月抓走，威逼他前去救人，然后趁机攻击他。这种方式太过弱智，还不如直接正大光明的袭击他本人来的痛快。另外就是用不为人知的方式控制苏淼月，利用苏淼月袭击陈宇，这也不太可能啊。陈宇摇了摇头。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摩根家族有问题，在暗中布局一切。通达园区是摩根家族的地盘，他们最有机会暗中控制一系列事件发生。神话级消耗品碎魂法杖有点刻意，说是做足姿态讨好帝国没问题，但也可以看作是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个摩根家族需要注意提防。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犯了曹老板的毛病，信息量太少，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判断。算了，走一步看一步，黑子不管伪装的再好，也会露出犄角，反正也没人能威胁到我的安全，怕什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林若愚便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食物，5菜2汤，外加3个甜点。这做饭的速度也堪称一绝。陈宇尝试了一下，发现速度并没有影响味道。主人，您的元素精灵呢？他们不吃吗？林若愚有些期待地问道。哦对，还有这几个小家伙。陈宇将7只元素精灵从无上圣土中放了出来。小燕和小风闻到食物的气息，又看见周围是安全舒适的环境，立即扑了上去。林若愚双手托腮，一脸嗤笑，看着几只小精灵发愣。小燕吃了一会儿，发现全桌只有林若愚没有开动，于是双手举着一个比她半个身姿还大的包子，飞到林若愚面前，笑容灿烂。女仆小姐，你也吃呀？谢谢你。林若愚瞬间萌化，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将小燕捧在手心。我们可以一起吃吗？林若愚满含期待地问道，随即又忐忑地看向陈宇。陈宇微微一笑，以后在家里就拜托若愚你帮忙照顾这几个小家伙了。是，主人。林若愚喜上眉梢。女仆小姐，以后我们一起玩吧。小燕坐在林若愚的掌心，对她挥了挥手。林若愚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将包子撕开，迫不及待地喂给小燕。小燕歪着头看了看林若愚，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喂食。不过送到嘴边的食物，小燕是不会拒绝的，开始享受起饭来张口的待遇。坐在盘子里的小风看见小燕有人喂食，
看起来很舒服的样子，于是也飞到林若愚的手掌上，将小燕挤开了一点，和她坐在一起，张开嘴等待喂食。呜！林若愚顿时双眼发光，幸福到了极点，开始全心全意的给2只小精灵当起了保姆。陈宇吃完饭，将原初精灵们留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进入了无上圣土，走到世界树的树干旁边敲了敲，树干上立即出现了一道光门。白天刷本，晚上还得练功，我真是太勤奋了，我这样的人都不成功，谁还能成功呢？陈宇一边感叹着，一边走进了光门之中。次日清晨，腾龙大学传送点，云晨瑜带领着手下的19名学员走进了传送阵。之前报名前往秘境的学员一共有23人，不过中途有4个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前往。队伍之中一共4名3阶、9名2阶以及5名1阶，外加一个陈宇。从参与人数就能看得出来，云晨宇手下确实有点青黄不接，1阶学员连一支6人队都凑不出来。学弟，你来了呀！白丝大长腿的学姐看见陈宇，面色一喜，靠了过来。学姐，你好啊！陈宇向她挥了挥手。其余4名1阶学员也凑到陈宇身边，俨然是以陈宇为主的模样。哎，学弟，有你在，我就放心了。李雅璐拍了拍胸口，颤巍巍的，好像下一刻就要撑破束缚，炸裂出来一样。学姐，你是治疗职业吗？陈宇突然问道。是的呢。李雅璐笑着说道。学弟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穿装备呢。学姐如此温柔可人，胸怀宽广，都不用看就知道绝对是一位优秀的治疗师。陈宇面色认真的夸赞道。谢谢学弟，你可真会说话。李雅璐掩嘴轻笑。这时候翻着死鱼眼的云晨宇走了过来，一脸晦气的说道。我说你们几个围着陈宇干嘛？导师，我们一致决定推选陈宇同学当队长，一同攻略副本。一名1阶学员举手说道。没错，是这样。陈同学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你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云晨宇冷笑。一个个的平时不知道努力，只会给我丢脸，见到大腿就往上凑。可惜这次你们失算了，人家陈宇现在已经做完2阶转职任务，正式成为2转职业者了。你们还想求带？别做梦了。啊，不可能吧？这才几天，入学才几天啊！一名1阶学员难以置信地说道。我说小云老师，做人的讲诚信，你平时又不管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个大腿，你还找个理由让大腿单飞，太抠门了。云姐姐、云妈妈、云奶奶，求求你别抽走我们的大腿啊！几个1阶学员撒泼打滚的哀嚎，甚至一个女生直接趴在地上抱着云晨瑜的小腿哇哇哭。哼，你们以为我是骗你们的？云晨瑜挑着眉，一群少见多怪的玩意儿，丢人的东西。不会吧，学弟你真的已经2阶了？李雅璐小声问道。没错。陈宇点了点头。我的天哪！一群1阶学员气得捶胸顿足。根据快乐守恒定律，2阶学员们开始露出了笑容，气势汹汹的将1阶败犬们挤开，一个个面带讨好的围在陈宇身边，要多狗腿有多狗腿。你们也别得意，陈宇不会带你们刷本。云晨宇冷不丁说道。分给他的2阶副本刷完，他就会去帮别的导师打副本掌控权，没你们的事儿。不是吧？小云老师你有毒啊！一句话让2阶学员们也哀鸿遍野。1阶学员们倒是不哭了，开始指着鼻子嘲笑这群2阶。他们不能抱大腿，是因为自己太弱抱不上，怪不得谁。这群2阶就不一样了，眼睁睁地看着大腿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就是没得抱，解气。都别闹了，我们出发。云晨宇点亮了传送阵，刻在史诗级珍贵材料上的阵纹亮起，一行20人消失在白光之中。九江省岷港市。岷港市是一座临海港口城市，这个时代的港口城市依旧十分繁华，航运、赏金猎人、探险等行业十分发达。一些炼级区、副本、秘境可能散落在无名小岛上、海面上，甚至是海底。在无人探知的区域，可能隐藏着价值连城的珍宝，等待勇敢者的到来。云晨瑜探索的秘境就在一座海外的无人岛屿上，岷港市的一处港口。学员们看着密密麻麻的各式舰船，忍不住啧啧称奇。内陆地区城市之间往来大多依靠传送阵，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机械造物。这些海陆空3栖的舰船造价十分昂贵，保证速度和补给的同时，还要能够抵御怪物的攻击。等级越高的怪物，自主性越强。飞行器如果从远程怪区域上方飞过，吃上几十道攻击都是常有的事。云晨瑜不顾所有学员的反对，租赁了一艘准载10人的小型飞船，将一众学员全部塞了进去。10个座位需要挤下20个人，除了云晨瑜一个人坐驾驶座之外，其他位置自由分配。好在小飞船的内部比较宽敞，每个座椅上勉强能坐得下2个人。在陈宇坐下之前，所有人都没有动，恭恭敬敬地等他先入座。陈宇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独占一个座位是绰绰有余，没人敢和自己争抢，于是随便选了一个第5排靠窗的座位。然而等他坐下之后，好几个女同学一拥而上，试图坐和他分享座位。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一位衣着清凉3阶学姐紧挨着陈宇坐了下来。由于穿得太少，刚才贴身掐架的时候，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不少痕迹。风学姐你好啊！陈宇脸皮不自然地抽搐着，向身边的学姐问了声好。学弟，这个椅子好挤呢，能麻烦你换个坐姿吗？丰饶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陈宇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右手就被丰饶捉住，环在了他的腰上。这样就好多了呢。丰饶整个人都挤进了陈宇怀里，脑袋放在陈宇肩上。陈宇突然发现，除了他这个座位之外，其他座位都是一个人。末位置的人全站在2排座位之间的走廊上。云晨宇也不管这些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调试好之后便直接启动了飞行器。飞行器的加速度十分夸张，
强大的后坐力袭来，让这些属性爆表的学员都差点控制不住身形，仅仅几分钟时间就已经远离了陆地。陈宇扭头看向窗外，下方已是一片茫茫无尽的蔚蓝。正当他准备好好欣赏一下这个世界的海洋时，穷得没衣服穿的学姐又开始作妖了。学弟，丰饶娇声呼唤，学姐肚子有点疼呢，能麻烦你帮我揉一揉吗？一边说，还一边非常自觉地把陈宇的手往他自己的肚子上面按。下午打麻将去了，更新晚了点，抱歉。另外，各位先帝啊，别再艾特私信我了，我就一瞅拧螺丝的，真不是美女 coser， 你们要相信我呀。丰饶的皮肤如同牛奶一般白皙嫩滑，吹弹可破，小腹上有着清晰的马甲线，大腿和臂膀上的流线型肌肉隐藏在脂肪之下，只需要轻轻按压就能感受到那分明的轮廓。他懒洋洋的姿态仿佛是一只小猫，可一旦有所动作，必然会化身为一头异常凶猛、爆发力十足的雌豹。陈宇感觉自己的手就像放在一块冰凉的玉石上，近距离接触却无法感受到它的气味与体温。又过了几分钟，丰饶的脸颊开始泛红，身体才开始逐渐回暖。他抓着陈宇的手开始向上移动，马上就要从肠胃按摩变成心肺复苏了。嗨嗨，陈宇轻咳了2声，风学姐，你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恢复状态吧，我就不和你挤了。说罢，不着痕迹地将自己的手抽回来，然后解开安全扣，站起身离开座位。他现在严重怀疑风学姐最近可能缺钱，所以试图和他做一笔几个亿的大生意。咯咯喽，学弟可真是定力过人呢。丰饶娇笑连连，陈宇刚才对他起立致敬的状态让他十分满意。站在旁边的几个女生眼睛里冒着火光，恨不得刀了丰饶，取而代之。轰！突然间一声巨响传来，随即飞船一阵猛烈的晃动。坐在座位上的学员还好，站在走廊里的纷纷东倒西歪。小云老师，你会不会开车啊？驾照拿了吗？不会开让我来啊。云美女，稳住稳住，别乱飙车啊。一些学员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给我闭嘴，这种飞船我都开过3次了，不比你们这些见都没见过的厉害。云晨宇恼羞成怒地吼道。实际上这种飞船是半自动驾驶，驾驶员只需要确定方向就行，不需要多厉害的操作技术。不过几秒钟飞船就回归了稳定。平稳下来之后，陈宇感觉自己被软绵绵的东西包围了，好几个学姐和他挤成一团。风学姐一脸柔弱地靠在他怀里。你不是坐在椅子上吗？陈宇向座位的方向看去，此时的座位上，白丝学姐李雅露被安全扣绑得结结实实，欲哭无泪地奋力挣扎着。传说中的移形换影，还有这操作？陈宇大为震惊。轰轰轰！正在这时，又是几声巨响，飞船再次开始颠簸摇晃，而且震动幅度比之前更大。警告！警告！飞船遭遇袭击，预估袭击强度大于飞船承受极限，飞船防护系统剩余能量值 56%， 全景模式已开启，请驾驶员进行脱险处理。刺耳的机械警告声之后，飞船的四壁变成了透明的状态。此时，飞船的后方紧紧跟随着一颗足足数米宽的蛇头，几乎有半个飞船那么大，浑身覆盖着金铁一般的半圆形鳞片，黄金色的树瞳泛着人性化的智慧光泽。赤尾蛟蛇，这是个6阶巅峰青铜 BOSS。一名学员惊呼。陈宇也戴上眼镜，丢出探查术。然而，因为道具品质太低的缘故，连 BOSS 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云晨宇没有理会飞船外的怪物，操控着飞船加速前行，试图将其甩掉。然而，这头6阶巨型 BOSS 的行动速度并不比飞船慢，飞船加速了几分钟，前进了数十公里，依旧没能将其甩开。啊！巨蛇发出一声如牛似虎的咆哮，然后张开如同城墙拱门一般的巨口，喷出一道红色气浪。轰！飞船的船身再次一阵颠簸。警告！飞船防御系统能量剩余 25%， 请驾驶员立即进行脱险处理，否则飞船将在1分钟后强制返航。飞船上的学员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但是却没有一人表露恐惧，就连实力低微的一阶学员也是如此。不知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相信云晨瑜的实力。正在这时，又是一个巨大的蛇头从飞船的侧翼方向升起，径直向着飞船撞了过来。飞船一个急转，显而又显地避开了这一撞，随后悬停在空中。云晨瑜一脸烦躁地从驾驶座站了起来。本来不想浪费力量和这些野怪纠缠，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咔嚓，飞船舱门打开，云晨瑜一闪身出现在一颗蛇头上方，蛇头张开巨口，向着云晨瑜吞噬过来。云晨瑜小小的身形在巨大的蛇头面前，好像一粒芝麻一样不起眼。就在蛇口快要触及的时候，云晨瑜伸出右手，食指张开，一声轻喝，父！一道金色的符文在空中展开，化为一条条金色丝线，将两蛇头牢牢束缚。死！云晨瑜再次一声轻喝，一个黑色符文在他的面前生成，随后符文散开，一条条黑色痕迹在空中划过，如同毛笔蘸墨在纸上随意涂鸦。当黑色墨痕灌入两颗蛇头的一刹那，巨大的蛇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停止了挣扎。下一刻，轰！一声巨响，两颗蛇头爆散成了漫天血雾，蛇身失去了浮空的力量，向着下方坠落。云晨瑜回到船舱内，向外招了招手，两个宝箱飞了上来，落入他的手中。陈宇眼疾手快，立即召唤出两个深渊荆棘妖灵星香，挥出藤鞭，将两具蛇尸缠住，收进了无上圣土。此时，学员们都被云晨宇手中的宝箱吸引了注意力，没人注意到陈宇的动作。小云老师，打开看看呗，给咱过过眼瘾。一名3阶学长满脸堆笑地跑到云晨宇身边，盯着宝箱说道：“行，就让你们开开眼界。”云晨宇也不卖关子，直接将两个宝箱打开，色彩斑斓的光芒从宝箱中冲天起。周围的学员伸长了脖子，试图见识一下6阶传说宝箱的魅力。就连陈宇
也有几分好奇。云晨鱼一件件将宝箱里的东西往外拿，一边拿一边碎碎念：史诗装备垃圾，紫药瓶垃圾，传说装备垃圾。我靠，怎么全是垃圾？技能书呢？图纸呢？传说消耗品呢？云晨鱼神色不善地抬起头，看向一众学员，谁是眉笔，自己站出来。一众学员纷纷偷笑。BOSS 宝箱里最不值钱的就是要瓶子和装备，一件传说装备的价值比不上一本稀有级技能书，甚至连一个史诗级杀伤性消耗品都比不过。低品质装备以及药瓶子就更不用说了，属于低价值中的低价值。然而云晨鱼开出的全是这些东西，云小姐老倒霉蛋了。风扰乐得合不拢嘴，开 BOSS 宝箱就没开出过什么好东西。父一声轻喝响起，风扰面前浮现出一道金色符文，符文化作无数丝线，将风扰捆成了一只金色的大粽子，吊在飞船顶上。BOSS 袭击只是路途之上的一个小插曲，除了收获一堆垃圾的小萝莉以及被吊在飞船顶上晃晃悠悠的风扰，大家都很快乐，没有任何人受伤。陈宇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与治疗量爆表的白丝学姐靠在一起。乘坐飞船出行也太危险了吧，如果实力不足，岂不是一船的人都要死在这儿？不会的，白丝学姐笑着说道。飞船有紧急爆发功能，如果遇到不可抗力的危险，会启动强制脱险程序，期间青铜 BOSS 以下基本上无法威胁到乘客安全。只不过强制脱险启动之后，飞船的航行方向就变成了出发的港口。出海的飞船被攻击的概率高达 80%， 但损毁概率在 1% 以下，大部分都能够成功返航。学姐见识广博呀，陈宇忍不住称赞。1%的损毁概率对于前世的飞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级，别说1%，哪怕1/1000，航空公司都得关门大吉。而这个世界1%可以说是非常安全了。哪里，我家的产业里恰好有一家航运公司，所以对这方面还比较了解。李雅露谦虚地说道。陈宇没想到白丝学姐居然还是个狗大户。飞船在海面上空疾驰了1天1夜，速度才开始逐渐放缓。如果是陈宇前世的地球，依照这种速度都能已经绕赤道一圈了。路途中时常都会遭遇各种怪物的攻击，离陆地越远，攻击强度就越高。光是6阶青铜 BOSS 就遇到了3次，最开始那2条赤尾蛟蛇还要除外。随着飞船的行进，陈宇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荒芜的岛屿，岛屿上空盘桓着一个小巧的蓝色漩涡，看见了吗？那就是秘境入口，我们快到了。云晨宇打开全景模式，对一众学员说道：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干活了。早就准备好了。一众学员纷纷起身，在这破船上窝了一整天，人都快生锈了。飞船向着蓝色漩涡的方向继续前进，不久之后便到达了目的地。临近之后，陈宇才发现这个蓝色漩涡并不小巧，直径少说也在1公里以上。飞船没有在荒岛上停留，直接飞进了蓝色漩涡之中。漩涡中的世界仿佛一个冗长的隧道，白色的洞壁上无数淡蓝色闪电般的纹路不断涌动。数分钟后，飞船离开了隧道的尽头。这里就是秘境世界吧？陈宇好奇地望向窗外，这是一个阴沉灰暗的世界，仿佛夏日黄昏后，天空阴云密布，暴雨即将倾泻。到地方，各位下车！云晨鱼高呼一声，随即飞船突然消失不见，一行20人出现在半空中，垂直下落。好在飞船距离地面只有10多米高，对于至少1阶的职业者来说并不危险。成功着陆之后，陈宇环顾四周，发现周围是一片风蚀严重的残垣断壁。或许在悠久的岁月之前，这里也曾是一座人声鼎沸的城市。哟，小孩子，你终于来了，人带来了吗？一名身材高大、穿着骚气、扛着大剑的职业者从一座勉强保留完好的房屋中走出，对着云晨鱼喊道。云晨鱼面无表情地瞥了大剑职业者一眼，将19名学员招到身边，说道：那人是九江探索者大学的校长张基，7阶隐藏职业者，不过天生患有大脑部分残缺综合征，所以有时候会精神失常，这病会传染的，职业者都扛不住，你们别靠近他。学员们似懂非懂，不过宁可信其有，全部都远离了大剑职业者，并向其投注了怜悯的目光。矮子，不带你这么埋汰人的！大剑职业者一脸不爽的叫嚣：你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古网近来第1状元呢，拉出来给爷瞧一瞧！态度之嚣张，让人只想往他脸上来一拳。陈宇准备把想法付诸行动，于是站了出来：我就是，请问有何指教？大剑职业者上下打量了陈宇一番，然后陡然变脸，高声惊叹：不愧是古网近来第1状元，果然一表人才，英俊潇洒，帅气逼人，实力强悍，潜力无穷。快走快走，别被他传染了。云晨宇走过来，将陈宇拉走。哎，别啊，我和陈兄弟一见如故，正要一续相思之情呢，你这是干嘛啊？大剑职业者一脸委屈。滚！云晨宇一脸嫌恶。废墟之中有几名率先带队赶到的导师全部闻声而来，天上的蓝色漩涡中也陆续有飞船出现降落下来。不久之后，参与瓜分秘境的人手到齐，带队的导师共有13人之多。云晨宇打开一个投影设备，投射出一幅秘境地图，开始为到场的学员们讲解。这座秘境的面积并不大，长宽只有60公里左右，被划分成了16个区域，其中13名导师分别占据一个区域，副本位置被明确标注出来。剩下的3个区域之中，有超出学员承受限度的危险，被命令禁止进入。随后13名导师分别为自己手下的每个学员都派发了一个平板电脑，平板上显示的便是整个秘境的大地图以及持有者的实时位置。定位的总信号源估计是某位导师的飞船。秘境地图上学员们负责的副本都被特殊标注，以免错乱。陈宇的平板上一共被醒目标注了7个2阶副本，属于云晨鱼的3个2阶副本中，陈宇分到了1个，另外6个
全部是临近区域其他导师的2阶副本。这是副本挑战符。云晨瑜将一块玉牌递给陈宇。副本挑战符，品质普通，效果对副本使用后将进入挑战模式，只能选择最高难度进入。对无主副本打出 S 级评价，或对有主副本打出超越持有者的评价，将获得副本控制权。云晨瑜之后又有4名带队导师过来为陈宇发放副本挑战符。不同于云晨瑜的是，其他导师给陈宇的挑战符数量都是3倍于副本数量，甚至有一个导师直接给了4倍。一张2阶副本挑战符市场价格在50万金币左右。面对一个新副本，职业者队伍第一次通关就打出 S 级评价的概率很低。通常情况下，开荒不会使用副本挑战符，而是先了解副本机制。一般的职业者队伍如果发现了新副本，无人争抢的话，都会一直重复刷，直到将副本主线以及隐藏的分点摸透，十拿9稳的时候才会使用副本挑战符。这些学院派的7阶强者财大气粗，看重时间，不在乎这么点钱。多余的副本挑战符实际上就是试错成本。做好准备之后，200多名职业者各自向着目标地点去，导师们则是守在入口处，防止外界的强大怪物入侵，也拦截其他势力的探索者。陈宇发动星象之种，凝聚出一只深渊贪食妖灵星象。贪食妖灵星象的背后抽出一条10多米长的花茎，开出一朵巨大的食人花。路途之中，陈宇便站在食人花之上，俯瞰大地，整个秘境都呈现出一种衰败的景象。破败不堪的城市遗迹之间，勉强能看得出有着一条条道路轮廓。荒野之中，土地严重沙化，只有少量的低矮杂草顽强生长。天空中没有云朵，抬头就会发现遥远的天际漂浮着一团团暗沉的光晕，这是整个秘境中唯一的光源。光晕之上则是无尽的黑暗。秘境范围不大，不久之后，陈宇便到达了目的地，在一座倒塌的哨所旁边找到了副本传送门。陈宇毫不犹豫地取出一块副本挑战符，选择使用。手中的玉牌化作一道流光，融入副本传送门之中。提示：你使用了副本挑战符。提示：你进入该副本后只能选择最高难度。本次挑战通关评价达到 S 级，可获得副本掌控权。挑战期间，其他职业者无法进入该副本。提示：24小时内未进入副本，则副本挑战符失效。陈宇走进副本传送门，信息提示浮现。副本名称：先锋之战。等级限制100-150，人数限制小于等于8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提示：由于你使用了副本挑战符，自动选择炼狱难度。是否进入副本？是。选择确定之后，场景发生变换。陈宇所处的位置是一座军营，大地银装素裹，一片茫茫，天空中纷纷扬扬的雪花洒下，在营帐和哨塔上堆起了厚厚的一层。营寨中的军队看起来良莠不齐，一部分军纪严明，另一部分却自由散漫。陈宇戴上眼镜，释放探查术。赫拉迪克精锐前锋军140级精英，赫拉迪克前锋军130级小怪，赫拉迪克冒险者105级小怪，赫拉迪克冒险者150级精英，赫拉迪克冒险者。陈宇突然想起，高考排名赛副本中考生的身份便是冒险者。正在这时，军营的正中心，一名身着黑色铠甲的将领开始发言：王国的勇士们，这是我们向斯图亚特人发起反攻的第一战，用你们手中的武器和书中的文章，告诉斯图亚特人，赫拉迪克不可战胜。将领右手举着长剑，左手托着一本紫光莹莹的书籍，高声呼喝：必胜！必胜！军营中的士兵以及冒险者们纷纷高呼。提示：你接受副本任务杀敌，任务内容：6小时内尽可能杀伤斯图亚特帝国阵营的单位。注：击杀单位数量在500以下，将判定为通关失败。杀敌？这可太简单了，直来直去的杀怪任务最符合他的心意。陈宇走出营寨，脚下一根巨大的藤条虚影将他拖了起来。这是传说级植物生命魔云藤的馨香，也是他手下唯一的巨化植物生命种类。晋升传说级又升到2阶之后，魔云藤的体型再次暴涨，常态便有上千米长度，整个藤条主干的直径超过2米。藤条的根部又分裂出了一些小型藤条，攻击范围更加恐怖了。由于是巨化型植物，魔云藤的属性比深渊化的传说级妖灵高出一大截，弱点也很明显，目标太大，攻击方式单一，并且智慧十分低下。不过馨香魔云藤用起来倒是挺顺手的。陈宇踩着魔云藤站在100米高空，将整个副本情况尽收眼底。距离赫拉迪克前锋军军营大概5公里左右，还有一座竖立着不同旗帜的营寨。从图案上看，那便是斯图亚特帝国的军营。除了2座军营以及中间的场地之外，便是一片茫茫白雾。斯图亚特阵营的兵力大约有1万多人，全部接近150级。赫拉迪克阵营这边只有最精锐的2-3千人能与对方相媲美，并且总数也只有5-6千人。不出意外的话，一旦发生战争，赫拉迪克阵营必将惨败。普通职业者面对这种情况，肯定会选择游弋在战场边缘捡漏，混迹杀术。但在陈宇眼中，这点兵力全是化肥，只要将植物生命们放出来，坐在旁边等他们吃完这顿自助餐就行。不过先不急，陈宇没有立刻行动，而是走到将领面前，在他的眼前挥了挥手：你好，打扰一下。冒险者，说出你的来意。将领有些机械地说道：我的文章之书坏掉了，可以修复吗？陈宇问道：我并不是文章师，但我可以帮你看看，不保证能够修复。将领面无表情地说道：行。陈宇从无上圣土中将迪利亚的文章之书取了出来，
高考排名赛结束时，迪利亚消失之后，这本文章之书从完全失效变为了虽然损坏但保留着一部分功效的状态。将领接过文章之书，端详了片刻，突然砰的一声单膝跪地，毕恭毕敬地对陈宇叫道：“使者大人，请吩咐。”随即一道提示音响起，提示：你获得了赫拉迪克阵营军队的掌控权。提示：你可以对赫拉迪克阵营军队下达战争指令。你的战争指令下，赫拉迪克军队杀伤的敌军将记入你的任务数据。你是什么意思？陈宇有些不解地问道。大人，请下达战争指令。先锋军愿为陛下死战。将领扶着长剑，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为什么叫我大人？是因为这本文章之书？你认识这本文章之书？陈宇有些好奇。如果说这本文章之书有什么特殊之处，与副本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必然与迪利亚有关。迪利亚是赫拉迪克王国的公主，身居高位，虽然叛逆了一点，企图联合外人瓜分自己老爹的家产，但她依旧是赫拉迪克王国的继承人。这样说起来，这个副本的时间线与高考排名赛副本是接近的，可能是迪利亚公主或者其后代掌控了王国，然后因为仇恨或者利益对雪原巨城发动了战争。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副本的时间线在高考排名赛副本之前。这本文章之书是传承之物，每一代赫拉迪克王国的储君才有资格使用。拿着这本文章之书，就等于是王国储君的使者。因为战争失败，所以赫拉迪克王国受到了斯图亚特帝国的控制，从而产生了迪利亚这位储君叛国的悲剧。大人，请下达战争指令。先锋军愿为陛下死战。将领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却没有回答陈宇的问题。你能说点其他的吗？陈宇有些无语。大人，请吩咐。将领面无表情地说道。陈宇，哪怕是炼狱级副本 NPC 的智力也很堪忧，只有东方灵异类副本中鬼怪类单位的拟人程度比较高，有一定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算了，不为难你了。陈宇摇了摇头，这本文章之书你能够修复吗？抱歉，大人，我无能为力。将领说道。行，你下去吧。陈宇将文章之书收回。大人，请下达战争指令。将领没有动，敌方将会对我方发动进攻，请您做好应对指挥。那么原地防御，你来进行指挥。陈宇说道。若是其他职业者得到了这么多兵力，肯定会欣喜若狂，好好规划一番，将这股力量运用到极致，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陈宇是绝不会让这些士兵闻到敌人味儿的，他们每杀一个敌人，对陈宇而言都是一种损失。遵命，大人。将领起身走向营帐，开始指挥防御，而陈宇则是离开营寨，孤身前往斯图亚特帝国的军营。近距离观察，才发现斯图亚特阵营的战斗力简直比赫拉迪克高出好几个等级，无论是装备器械还是军队质量，都不是赫拉迪克能够相提并论的。估计斯图亚特只需要出兵2000，就能将赫拉迪克阵营全歼。强一点好啊，营养充足。陈宇将无上圣土中的10万植物生命全部召唤出来，整个军营前方顿时被密密麻麻的花花草草挤得水泄不通。宝子们，开饭了！陈宇一声令下，植物生命们顿时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斯图亚特帝国的军营。新种下的植物生命，经过几天的成长，最差的都已经晋升到了史诗级。10万个 BOSS， 其中还有2万多个青铜 BOSS 一起发动冲锋，这是什么概念？出于 NPC 的死板，斯图亚特帝国的军队做出了顽强抵抗，然后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洪流之中。击杀150级长枪兵，经验值加2250加225；击杀150级精锐长枪兵，经验值加11150加1125；击杀148级精锐骑兵，经验值加11100加1110；击杀150级 BOSS 先锋军将领，经验值加45000加45000；击杀150级青铜 BOSS 先锋军统帅，经验值加50000加50000。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29级，你的等级已提升至130级。10分钟不到，整个敌军阵营便已全灭，化作陈宇的经验值。先锋之战是个实现副本，所以即便敌军已经全灭，副本依旧没有完结。将掉落物全部拾取，等植物生命们吃饱喝足之后，陈宇回到了赫拉迪克的军营。军队和冒险者们依旧在忠实地执行着他所下达的原地防御命令。看着这些晃来晃去的士兵，陈宇有些蠢蠢欲动。副本里还有能动的东西，总觉得有点不干净。只不过此时赫拉迪克与陈宇是同阵营，击杀了也没有经验和物品掉落。失算了，该把对方主将留下的，看看能不能转阵营再吸上一波。无聊之下，陈宇开始在军营里转悠，试图找到能修复文章之书的 NPC， 可惜到最后也没能找到。将领级别的 NPC 一看到文章之书就下跪，士兵和冒险者更是直接五体投地。但是每个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根本问不出什么有用信息。副本时间完结之后，提示音终于响起：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炼狱，副本完成度2000%，副本探索度100%，综合评价 SSS， 收益结算：金币加12000，经验值加4800000，自由属性点加20，技能点加4，传说级副本宝箱加1。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还休整什么？直接退！等等！陈宇突然发现，笼罩在副本边缘的白雾居然毫无征兆地散开了。要知道，这次副本之中可没有自由探索时间，也就是说不存在副本扩展地图。这又是怎么回事啊？陈宇来到地图边缘，原本被白雾隔绝的地方，试图离开副本范围。然而空气墙依旧存在，无法离开。白雾散开，只是副本清晰地展现了背景板，并非多出了额外的内容。陈宇召唤初心香魔云腾，升上100米高空，极目远眺。
在白茫茫的雪原尽头，一座巍峨的城池屹立，赫然便是高考排名赛副本中的雪原巨城。正在这时，一阵闷雷般的声响传来，陈宇回头循声望去，发现一支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正在缓缓开来。军队正前方是一架8匹马拉动的车辇，马车的四周没有封闭，可以清晰地看见马车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华丽的王座，一名身着白纱衣裙、头戴金冠的女子端坐于王座之上，她锐利的目光如同利剑，刺向远方的雪原巨城。整片雪原之上，星星点点的小规模战场多达10几处，陈宇所在的副本只是其中之一。随着赫拉迪克主力部队到来，雪原巨城之中也涌出一支10数万人组成的大军，两军对垒，相隔不到1公里。这个距离对于拥有超凡力量的世界而言，可谓是近在咫尺。由于是副本外的画面，陈宇无法感受到双方军队的具体情况。不过，按照这个副本的情况以及军队的形象看，明显是雪原巨城一方占优。身穿白色、头戴金冠的女子走出车架，来到两军阵前。她仪态优雅，一举一动都无可挑剔。雪原巨城一方的军阵中，则是走出一位将领。双方似乎在交谈着什么，可惜距离过远，陈宇听不到。也可能是因为副本背景并非有声画面。不过，陈宇倒是趁机看清了金冠白纱女子的真实面貌，那是迪利亚公主。陈宇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在排名赛副本中，他也算是和迪利亚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对于迪利亚的面貌和体态，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军阵中，双方似乎话不投机，没说几句就回到了各自的阵营。片刻后，赫拉迪克的军阵中，一个披头散发、身形狼狈的女人被拖了出来。这又是谁？陈宇向那名女子看去，只不过还没等他看清，女子便被赫拉迪克阵营几名将领斩杀，身体分成了数十块，鲜血顺着冰面四处蔓延。雪原巨城一方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立即对赫拉迪克阵营发动了冲锋。正在这时，形似迪利亚公主的金冠白纱女子托起文章之书，书页翻开，释放出耀眼的淡青色光芒。紧接着，雪原巨城的军阵中凭空生成几道恐怖的飓风，整个军队顿时人仰马翻，无数士兵被飓风吸走，瞬间被搅成碎末。天空中落下纷纷扬扬的红色雨点，那是雪原巨城士兵仅剩的残骸。飓风的持续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但雪原巨城的军队已经伤亡过半。赫拉迪克的军队也在这个时候发起了进攻。双方部队及短兵相接之时，陈宇突然眼前一黑，所有的画面都消失了。10分钟停留时间已到，副本强制关闭。操，老子最讨厌的就是说话只说一半的人。陈宇悻悻地退出了副本传送门。这电影只放一半，和说话只说一半有什么区别？而且还是老熟人亲情演绎的真人版电影，真实的迪利亚公主还是挺厉害嘛。副本剧情可以看作是真实时光的一段剪影。虽然副本中的 NPC 并不能真的与真实人物对标，但副本主线的大致走向是不会错的。高考副本里的迪利亚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透明，代理人战争的傀儡。对于赫拉迪克王国而言，暗魔教团和雪原巨城就是两尊庞然大物，无法力敌。那么说明在真实的时光之中，情况也差不多。雪原巨城和赫拉迪克王国实力比迪利亚和暗魔教团高出数倍。在这种地狱难度之中，迪利亚公主居然绝处逢生，反客为主，成功登位称王，并且还反击雪原巨城，赢得一场大胜，绝对能够称得上是一位绝世君主了。不知道从高考排名赛副本到这个副本中间的时间跨度是多大？迪利亚公主在这段时间又经历了什么？她如何做到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掌控王国的？又是如何得到如此强大的个人实力的？是靠暗魔教团吗？还是其他？暗魔教团不太可能，毕竟暗魔教团还比不上雪原巨城，迪利亚连雪原巨城都能乱杀，暗魔教团就更不用说了。陈宇心如猫爪，就像一位剧迷看剧，看了第1集之后，突然跳到了第5集，中间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知道，这种感觉着实很操蛋。陈宇很想再刷一遍副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隐藏内容，可惜副本已经陷入了7天的冷却时间，他手上又没有2阶的副本冷却符，想要再进副本，只能慢慢等冷却时间过去。而且陈宇刷副本都是将资源利用到极致的刷法，第一次没找到隐藏剧情，就代表着这个副本多半没有隐藏剧情。提示：你已通关挑战副本先锋之战，通关评价为 SSS 级，达成挑战目标。提示：你已获得副本掌控权。得到副本控制权之后，副本的属性面板被陈宇自身的属性面板收录。陈宇打开副本的属性面板，副本先锋之战，副本归属陈宇，准入等级100-150，难度等级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副本耐久95%，状态良好，运行能量99.999%，极度充盈，最大运行100，当前0100。副本排行未设置，额外奖励未设置。除了基础的副本信息之外，还有设置、迁移、维护所有权变更几个选项，其中设置选项可以设置副本排行榜、额外奖励、外置链接等选项。排行榜自然不用多说，陈宇都已经打过不少排行了。而额外奖励则是副本持有者设置并提供实物，当副本攻略者达到某种条件之后，副本自动为其发放。额外奖励可以是任何物品，只要放进副本并设置好获得条件就行。而外置链接则是植入实时监控导出副本信息的功能。维护选项对应的是运行能量和副本耐久。运行能量是支撑副本运转的能量，每次副本开启都会消耗一部分运行能量，不过副本能量会自行补充，当消耗速度超过自然充能速度，就需要人为补充。
这组2阶副本传送门的充能需求的材料是魔晶等各种纯能量体以及金币。副本本身是出产金币和魔晶的，为何需要金币和魔晶充能，陈宇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就是副本耐久，这个选项和陈宇有着不解之缘。以前总是朦朦胧胧的，但当自己拥有副本之后，一切就清晰了起来。副本耐久表明副本的损毁程度，副本传送门每次运行都会损耗耐久，只要生成一个副本场景，耐久度就会降低，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消耗。当然，这个自然磨损的幅度很小，一座副本传送门就算满负荷运行，都能使用很长时间。如果刷副本的人破坏力太强，将副本场景击穿，就会造成副本耐久度额外降低。另外，副本场景被击穿之后，副本核心会提供额外的能量，以支持场景正常运行。就像玩打气球的游戏，玩家有时射击机会可以打墙上的气球，规则是只要玩家将气球射中，就能获取奖励。可是有的玩家不讲道理，用来射气球的不是气枪，而是火箭筒，一发就干碎了全部的气球，甚至把挂气球的墙都打塌了。但碍于规则，在玩家没有发射完子弹之前，游戏是继续进行的。老板只能捏着鼻子把墙修好，重新挂上气球。等玩家打完10次之后，老板才能一脚踹在玩家屁股上，将他踢出小店。然而，射爆气球的奖励还得按照规则给。也有更过分的玩家，觉得火箭筒不过瘾，直接丢核弹头。这样一来，店铺的整个房子都没了，自然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不仅店铺没了，老板也没了，给玩家的奖励自然也就泡汤了。正常点来说，如果刷副本的职业者攻击超过了副本场景的承受限度，给副本造成额外的耐久损伤以及能量损伤，副本就会在结束后强制将职业者踢出副本，以结束该副本场景，强行止损。这个时候，副本其实是能够继续运行的，其他刷副本的人也不会受到影响。当耐久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副本的运行机制就会受损，导致副本出现最大运行数量下降、怪物等级经验掉落不正常、奖励数额减少、直接无法运行等一系列 bug。维护选项里就标注了修复副本所需的相关材料以及所需的技能。如何维修副本、补充副本耐久，在蓝星已经形成了一条完美的产业链，其核心是与修复相关的一系列生活职业。也有某些修复类消耗品能够自动修复副本，不过那种泛用性的消耗品，价格比起人工修复就要高出许多了。迁移选项功能是让副本传送门挪动位置，给副本搬家。腾龙帝国大小城市都有商业副本园区，各实力也有属于自己的副本。这些副本可不是天生就长在那里的，而是后来搬迁过去的。看完副本功能后，陈宇便启动迁移选项。提示：由于该副本未进行过迁移，本次迁移免费，首次迁移之后，每次迁移都将增加迁移消耗。提示：迁移过程中副本无法运行。提示：迁移过程中副本将会自动消耗能量与耐久，能量不足副本将无法安置，耐久不足副本将直接损毁。提示：该副本损耗预估为每42小时消耗 1% 运行能量，每168小时消耗 1% 副本耐久。提示：是否确定迁移？不迁移。陈宇选择了否定。他原本是想直接把副本带回去交给小萝莉的，但现在看到迁移需要成本，那他不能自己做主了。陈宇打开好友面板，给小萝莉发送了一条信息：陈宇，副本打完了，你过来领一下。过了2分钟，小萝莉发来回复：云陈宇，等等，马上到。陈宇站在副本传送旁边等待，不到10分钟时间，飞船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爱死你了！小萝莉从飞船上跳下来，狠狠地抱了陈宇一下。你什么情况啊？陈宇也茫然地抱了抱眉飞色舞的小萝莉，顺便给她发了一支棒棒糖。没什么，看到你速度这么快，我很高兴。小萝莉叼着棒棒糖，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至于这么高兴吗？我的实力，你是一点不知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陈宇狐疑地看向小萝莉。哪有吗？小萝莉双手背在背后，嘟着嘴恶意卖萌。你的任务结束了，把副本控制权转让给我吧。行。陈宇打开副本面板，发起所有权变更。小萝莉确定之后，副本面板就从陈宇的属性面板下面消失了，应该是转移到了小萝莉那边。对了，你手下的其他2个副本，我能刷吗？陈宇问道。想刷就刷呗，小萝莉无所谓的说道。这秘境里面的所有副本你都可以敞开刷，只要不用挑战服就行。攻略副本的酬劳是给学员的一种福利，算是额外的资源派发。你吃你的，不要把别人的也咬了去。另外，打完副本，这秘境你想逛哪儿就逛哪儿。你的实力对付3阶 BOSS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只要不去地图上的红区，就不会有危险。说着，小萝莉招了招手，副本传送门逐渐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半米高的袖珍拱门，被云晨鱼托在手中。你慢慢玩，我先走了，拜拜。云晨鱼拿着副本传送门，迫不及待地跳上飞船，飞船直接弹射起步，发出一阵尖锐的鸣啸。拜拜。陈宇迷茫地对着飞船尾巴挥了挥手，几秒钟时间，飞船就消失在了阴沉的天空中。一座2阶副本，至于吗？堂堂7阶强者，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陈宇摇了摇头，拿出平板电脑，循着地图向着云晨鱼的另外2个副本而去。其他副本之中，说不定也有小电影可以看，有助于他追剧。可了解真实的迪利亚公主，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他从副本中带出的迪利亚公主的线索。秘境入口，废墟城市。云晨鱼扛着传送门从飞船里跳下来，眉飞色舞的高声呼喝：都死哪儿去了？出来出来，都给我出来！良久，无人应答。小萝莉眉毛一拧，轻喝一声：闲。一道金色符文在他的面前形成，然后散开。7道金色丝线分别指向7个方向。眼见自身位置暴露，7道身影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一个个的装死是吧？装失踪是吧？我让你们装！云晨鱼眉飞色舞，
抛了抛手中的副本传送门缩小版，都好好看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说啊！没话说了吧？你张基！云晨宇指了指背着大剑的职业者，最开始说什么来着？不可能有人能一次拿下副本掌控权。你赌的什么来着？9阶蛟龙的尾豪，拿出来吧！瞧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大剑职业者一脸不爽，打我脸的是人家陈大状元，又不是你。拿去拿去拿去买药吃！大剑职业者将一条半米长的龙尾扔给云晨瑜，嘟嘟囔囔的走了。你们呢？自己拿出来！云晨瑜对着其余6人招了招手，其他6人也不情不愿的拿出物品交给云晨瑜。云晨瑜美滋滋的将物品收起来，如果有尾巴的话，估计都要翘到天上去了。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云晨瑜双目放光的想着，总有蠢货不相信我陈大神的实力，以后这样的赌盘得多开几次。他都说我妹妹吃棒棒糖，带我妹妹看金鱼的关系了，叫声妹夫不过分吧？妹夫帮姐姐赚点钱不过分吧？云晨瑜手中的3个2阶副本距离并不远，陈宇赶到第2个2阶副本的时候，发现副本已经封锁，无法进入。这是有人正在使用副本挑战服挑战副本的状态。普通的2阶职业者队伍攻略副本最高难度，动辄几个小时，有时候花上1整天都有可能。于是陈宇直接略过这个副本，赶往下一个。第3个副本外，4名学长学姐正在对着一张地图讨论复盘，带队的是位法师类隐藏职业者，名叫王中玉。按照陈宇前世的标准，妥妥的美女。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少有长相丑陋的人存在，所以外貌也显得不是那么出众。看见陈宇出现，这4名2阶学员立即笑意相迎。王学姐，这个副本是现实任务类吗？陈宇好奇地问道。不是现实任务。王中玉回答，这是个常见的怪物清理类副本。各位学姐学长，能这么快就打完，真是厉害。陈宇由衷的赞美。6个小时打通最高难度副本，这支队伍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哪有？王中玉笑了笑，我们只是打了个困难级，了解副本的基础状况而已。陈学弟，你的副本呢？进度如何？等等，王中玉突然露出惊愕的神色。你该不会已经完成归属权挑战了吧？刚刚打完。陈宇如实说道，归属权已经移交给云导师了。我来这边是想顺便把这里的副本刷一遍。顺便刷一遍？4名学姐学长捶胸顿足。顺便刷的这一边，把他们带上多好。挑战任务直接完成，还能收获高评价奖励。可惜他们的副本已经进入了冷却，没法继续刷，现在只能在外面讨论战术。王学姐，我刷一刷这个副本，不影响你们吧？陈宇礼貌地问道。不影响，不影响。4名2阶学员感觉自己错过了1个亿，心生悔恨。对了，陈学弟，王中玉拿出一张数据卡递给陈宇，这是我们刚才的通关录像，通关评价是 S， 虽然只是困难级，但你可以看看，说不定能对你有所帮助。多谢。陈宇接过数据卡，虽然他攻略副本基本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但同班同学们的善意也不好直接拒绝。对于亲友甚至陌生人，他都是温和派，不是我有实力我牛逼，我看不起任何人的那种性格。当然，面对怀揣恶意的敌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对了，还有一件事，王中玉说道，这是个阵营对抗副本，对方的阵营领袖看起来不强，但是不要尝试捕捉或者攻击。哦，有什么说法吗？陈宇好奇地问道。钱钱，你来说。王中玉看向旁边一名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学长，因为我尝试过。钱钱说道，我是隐藏职业者游侠，是武者职业的分支，不是拿弓箭射人的那种。副本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的阵营领袖实力比较弱，制定了斩首计划，想看看能不能拿到额外的评价。我比较擅长单人作战，所以我是具体执行人。困难级别嘛，到中小怪都不难，所以成功接近了对方阵营领袖。结果我刚刚准备出手刺杀，就被莫名其妙的秒杀了，没给我一点反应时间。顺便一说，我是主加体质和敏捷，属于注重血量和速度的生存型职业者。对方的信息明明只是个101级普通 BOSS， 居然能秒我，真是邪了门了。多谢提醒，我进去试试，如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出来再和你们说。陈宇笑着点了点头，走进了副本传送门。副本名称：大决战，等级限制100-150，人数限制小于等于12人。副本冷却7天。提示：等级适配完成，人数适配完成，副本冷却完成，正在进入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噩梦、炼狱。炼狱，你选择了炼狱难度，是否确认？确认。场景转换，陈宇已然出现在副本之中。这个副本的场景与上个副本有些相似，都是军营环境，依然是属于赫拉迪克王国的军队，不过规模比上次副本大多了，无论是人数还是场景，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斩杀魔龙，拯救公主殿下！斩杀魔龙，拯救公主殿下！耳边突然传来震天的呼声，陈宇看向四周，之间士兵们纷纷高举武器，士气盎然，而他们兵锋所指的方向是一座宏伟的城池，那座城池之下也排列着数万人的军队，光看军队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和陈宇所在的阵营相比。不过对方的阵营中还有一头庞然大物，那是一头体长至少有10多米的黑色蜥蜴龙，浑身覆盖着坚硬粗犷的鳞片，丝丝黑色雾气缭绕全身。看着蜥蜴龙，陈宇感觉有些似曾相识。数秒钟之后，他反应过来，这 TM 不是排名赛副本里的魔龙吗？这城不就是魔龙的老巢魔龙城吗？在排名赛副本中，陈宇直接将魔龙干掉了，然后占据魔龙城，成为了阵营 BOSS。而按照这个副本的情况看，显然和高考副本是同一个片段，但不是同一条时间线，或者说时间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没有考生们的干扰，一切都顺其自然的发展。迪利亚公主因为无法忍受王后的迫害，
以及斯图亚特帝国的渗透，选择叛乱，与斯图亚特帝国的死对头暗魔教团联合上演了一出魔龙抢公主的戏码，硬生生从赫拉迪克王国分裂了7座城池，准备对赫拉迪克王国发动战争，然后关键时刻自己现身，将战争叫停，以达到提升自己影响力，逼迫老国王下台，并且打死后妈自己继承家产的政治目的。不过王后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接向娘家斯图亚特帝国求援，然后赫拉迪克王国厉兵秣马，做足准备，联合援军对魔龙展开了进攻，势如破竹的灭掉了6座魔龙势力的城池，打到了魔龙的老巢。到了这一步，迪利亚公主的战略意图已经彻底破灭，就算想投降都不可能。魔龙城被攻破，她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捉回王宫，受制于人。后妈想怎么拿捏她就怎么拿捏她，这不就是中间缺失的片段吗？陈宇瞬间就高兴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迪利亚公主要如何绝地翻盘，然后登位称王？提示：你已接受杀敌任务。提示：在战争结束之前，你需要至少斩杀300名敌方阵营的士兵。提示：捕捉或刺杀地方阵营领袖迪利亚公主，可以直接结束该副本。果然是迪利亚公主。收到任务提示，陈宇确定了心中所想，目光开始在魔龙城外的军阵中逡巡。没多久，他就在魔龙城的城墙上发现了迪利亚公主的存在。这位迪利亚公主与她在高考副本中捕捉的形象差不多，衣着是和婚纱差不多的白色拖地长裙，双手套着极肘的白纱手套，腿上有没有穿白丝袜不确定，不过多半是有的。陈宇尝试对城墙上的迪利亚公主释放了一个探查术。迪利亚公主101级普通 BOSS， 和外面的学姐学长给出的信息一致，也和高考排名赛副本一致。即使是2阶炼狱副本，迪利亚公主的等级也没有提升，可秒杀150级主家体质敏捷的前学长又是怎么回事？迪利亚公主在隐藏室里，或者是她身边还有额外的强者保护？陈宇更倾向于后者。当初在排名赛副本中，他将迪利亚各种捏扁搓圆，他都没表现出过人的自身实力，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柔柔弱弱的100级普通 BOSS。 强者保护更能说得通。当初灭掉魔龙城的时候，是由原初土精灵出手，以控制禁咒将全城的人都定住了，保护迪利亚公主的强者可能顺便就被植物生命吃掉了。排名赛副本里的怪物不会掉落宝箱，击杀提示陈宇也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的击杀了高等级强者也是有可能的。要不要上去把迪利亚公主抓住？算了，还是先看剧情。迪利亚公主暂时不能碰，一旦将迪利亚公主捕捉，副本直接就结束了。相比起这点副本奖励，陈宇更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个副本自己不施加过多的干扰，看看最终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很快，赫拉迪克王国的军队就对魔龙城发动了进攻。以往这个时候，陈宇肯定会出手将己方的军队拦住，然后派出植物生命上去吸收一波养分。不过这一次，他只是挥动着一根虚幻的藤条，随意击杀了300个战场中实力最底下的敌方小兵，就没有再做出额外的行动。交战的双方兵力总和在20万人以上，近距离厮杀起来堪称血腥绞肉机。敌方阵营的魔龙冲进王国阵营，横冲直撞，杀人无数。王国阵营出动了数位强者，才将魔龙拖住。不过战场的整体形势对于魔龙一方而言却是急转直下。赫拉迪克王国的正规军完爆迪利亚手下的乌合之众，即便迪利亚手下的军队战斗意志顽强，也敌不过王国一方人多势众，实力强悍，装备精良。战争从早晨打到正午，魔龙一方已经伤亡过半，就连魔龙也已经被王国的10多位强者联手斩杀，眼见马上就能将对方彻底击败。王国一方的指挥官加大了进攻强度，准备一举结束战斗。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10多条魔龙从魔龙城后方奔袭而来，加入战场。一条魔龙都让王国一方难以应对，更何况10多条。魔龙们不可一世，在王国的军阵中穿梭了几个来回，造成大量伤亡。王国的强者也无法应对如此数量的魔龙。不久之后，魔龙城后方又杀出了大量精锐的军队，看其着装，应该是暗魔教团的力量。战场形势顿时发生逆转，王国一方陷入颓势。可是没过多久，王国一方也有大量的高手以及精锐军队逐渐赶来加入战斗，那是血源巨城的力量。10几头魔龙被重点关照，很快就被全部斩杀。血源巨城的精锐也找上了暗魔教团，暗魔教团还没得意几分钟，就被老仇人直接摁死。战争的烈度直接上升了好几个等级，连4阶战力都开始成片的出现。副本进行到这个时候，基本已经不关职业者什么事了。普通职业者除了在战场边缘捡漏，什么都做不到。就算是腾龙大学的超级天才，战力爆表，能够越级挑战，也无法左右战场局势。陈宇倒是有能力左右整个战局，但他却按兵不动，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战争从早晨打到正午，又从正午打到黄昏，后半段基本上是暗魔教团与血源巨城的正面对抗。暗魔教团伤亡惨重，无力支撑，最终选择了撤退，而血源巨城也损失大量强者。王国一方取得了最终胜利，对魔龙城发起最后的攻势。死伤惨重的魔龙城根本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地，就被攻破。几名200级的3阶 BOSS 保护着迪利亚从魔龙城中走出，直到此时，迪利亚也依旧是受害者形象，黑锅全部在魔龙和暗魔教团身上。至此，战争正式结束。副本结束的提示也随之响起。副本结算中，副本难度炼狱，副本完成度 62%， 副本探索度 18%， 综合评价 B。 收益结算：金币加85，经验值加25000。提示：副本结算完成，你有10分钟时间休整时间，也可以选择立即退出副本。陈宇看着自己的副本评价，扶额叹息。他刷副本还是第一次打出这么烂的评价。不过
由此也可以看出，普通职业者刷副本获得的收益大概是什么等级。不退出，关掉评价页面之后，陈宇的注意力再次转移到迪利亚公主身上。战场中遍布的血迹与污渍沾染了她的裙摆，在满地残肢断臂的战场中，她依然姿态优雅。此时的迪利亚公主比起副本结束之前多出了些许神采。这个副本没有自由探索时间，或者说陈宇没有触发。副本结束之后便是剧情时间。由于陈宇没有破坏，这段剧情得以演绎。赫拉迪克王国部队的后方驶出一辆豪华的马车，这辆马车正是陈宇在上个副本中看到的那一辆，只不过车中坐的不是迪利亚，而是身穿华服的一男一女。中年男子头戴金冠，与上个副本中迪利亚脑袋上的是同一款，而女子头上戴的则是小银冠。这名女子在上个副本中也出场过，她便是那名被拉出赫拉迪克阵营并且当众斩杀的女人。从穿着打扮以及排场看，这两人应该就是赫拉迪克王国的老国王和王后。在排名赛副本之中，公主和后妈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后妈的后台就是雪原巨城。这么说来，迪利亚对雪原巨城发动战争的时候，阵前把后妈拉出来祭旗，不是很难理解。那么魔龙城战败之后，迪利亚公主究竟经历了什么？陈宇继续看向被几名四阶战士控制住的迪利亚。车架上，王后一副胜利者的傲然姿态，端坐着没有丝毫动作。老国王则是神色难看，叹息着站起身，走下马车，来到迪利亚身边。迪利亚面色平静，父亲，这就是您想要的结果吗？老国王苦笑着摇了摇头，跟我回去吧，放心，我会保护你。保护我？你有那个能力吗？迪利亚讥讽的一笑，我有我的方式，你这样做有意义吗？老国王脸色复杂，我也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抗争，仅此而已。迪利亚公主冷冷地说道。老国王沉默了良久，缓缓摘下头上的金冠。刚到中年的老国王，一双颤颤巍巍的手却仿若濒死的老人，王冠从他的手中滑落，跌入布满血腥与泥泞的土地。金灿灿的王冠在污泥里滚了2圈，稳稳停在迪利亚的脚下。迪利亚弯腰将王冠捡起，一丝不苟地擦拭干净。这个动作让他一尘不染的白纱手套上沾满了猩红的血迹与黑色的污泥。父王，您的王冠。迪利亚双手捧着王冠向老国王示意，老国王没有接过，而是微微低头。迪利亚顺势将他带回老国王的头顶，他的神色庄严，仿佛是一位大主教正在为新登基的国王加冕。国王陛下，王女殿下，请。2名4阶战士出声。好，好。老国王点了点头，自顾自地回到车架上。陛下。车中的王后笑意盈盈，今天我们击败了强大的敌人，赢回了公主，是高兴的日子。您为什么会叹息呢？对，今天收复了王国的领土，我应该高兴。老国王抢笑着应和。王后满意的笑了笑，将目光投向迪利亚公主。迪利亚公主仍然站在原地。王女殿下，请上车。一名4阶战士再次对她说道。等等，迪利亚淡淡的说道，我还有一件东西没有拿走。4阶战士看向王后，王后轻轻点了点头。片刻后，魔龙城中一名女士小心翼翼地从城门走出，她的怀中抱着一个画框，画框大约1米见方，遮住了女士的大半身姿。迪利亚公主从女士的手中接过画框，跨上车架。看来敌人并没有亏待我们的公主殿下呢，还有兴致学习作画。王后饶有兴致地看向画框，画卷的内容十分简单，正中间是2条若有若无的弯曲虚线，从上至下竖向贯穿了整个画卷。画卷的边沿有着星星点点的绿色，看形状似乎是树叶。看来这幅画作尚未完成，您为什么要将它装裱起来呢？公主殿下，王后漫不经心地问道。您不觉得这样太过可笑了吗？将这种不知所谓的东西打扮得如此精美，就像是大师的名作一般。他嘲讽的不是迪利亚的画技，而是暗讽他的不自量力。他并不知道迪利亚为什么会带着这样一幅画，但并不妨碍他借机讽刺失败者。我的王后。迪利亚微微一笑，我必须纠正您，这幅画并不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也不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它是神明的意志。呵呵呵呵。王后掩嘴一笑，我的公主，看来暗魔教团给你灌输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呢。我必须提醒你，我的公主，暗魔教团信奉的神可不是这个样子。暗魔教团的神？迪利亚公主神色轻蔑，很可惜，那种东西并不能与我主相提并论。哦，我可怜的公主。王后露出悲悯的神情，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总是会幻想出一位能够拯救她的神明，可惜虚假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拯救他们。虚假的？迪利亚公主看着王后，似乎是在看着一只箱子里的蚂蚁。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才是虚假的存在呢？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只是某位伟大存在捏造出来取乐的玩偶呢？你在说些什么？王后忍不住皱眉。迪利亚明明只是一个失败者，却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他对话，让他很不舒服。画中的内容配合着他那坚信不疑的神态，更是令他有些心惊胆战。呵，迪利亚轻蔑至极的一声冷笑，正如蚂蚁不懂人是怎样的存在，你也永远不会懂得我主的伟力。不过你也不用知道，因为你马上就要被吃掉了。迪利亚不再说话，将画框靠立在马车的边沿，跪在画框前，双手合十，开始虔诚的祈祷。你心中莫名的不安让王后怒气更甚，她冷冷的转头看向老国王。陛下，我认为公主被挟持之后，灵魂受到了损害，有邪魔企图占据她的身体。我可以做主将公主殿下送到斯图亚特帝国都城的大教堂，让教会的大主教为她洗礼。另外，公主殿下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帝国的皇子会很乐意照顾她的。老国王没有说话，表情颓废。那就这么定了。王后全然不顾老国王的反应，自说自话。谁都没有注意到，此时的马车之上，除了老国王、王后、迪利亚公主以及2名女士之外，
还有第6个人存在。当然，相对其他5人而言，这个第6人等同于不存在。这个最佳第6人自然就是陈宇。副本结束，进入剧情模式之后，所有 NPC 包括怪物都消失掉了。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或者说3D 投影。剧情人物无法影响到他，他也无法影响到剧情。陈宇猜测，应该是副本按照正常结局收尾，才会出现怪物和 NPC 转化为后续剧情人物的情况。他以前刷副本都是把整个副本打到寸草不生，每次刚刷完就被踹出去了，有剧情也不会给他看。这段副本剧情为他弥补了一定的信息缺失。真实时光中的迪利亚公主的确在魔龙城战役结束后被抓回去了，可是中间是怎么反杀的，依然是个谜。陈宇观察着迪利亚公主正在参拜的画卷，这幅画太过简单，太过抽象，根本没几条笔画，所以陈宇根本看不出画上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此时此刻，迪利亚公主就是个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他也没办法询问迪利亚公主。而且，就算他等到副本完全冷却，下次副本开启，估计也无法从 NPC 迪利亚那里得到答案。副本 NPC 的智商他是领教过的，虽然难度增加以后，人物运行逻辑会更加流畅，可是 NPC 依旧会自动忽略与副本任务无关的内容。稍微超纲一点的话题，他们就会以相同的回答来敷衍刷本的职业者，根本不会给你任何额外信息。马车的移动越来越快，陈宇为了持续关注迪利亚公主，也跟着马车移动。此时，从马车中人的视角看，陈宇只有上半身在马车之中，像个飘忽不定的鬼魂，场景十分惊悚。实际上，他正站在一朵深渊贪食妖灵的食人花里，穿模了马车的底部。除了上车时，迪利亚与王后有过一段交谈，整个马车之内有资格说话的3人均是一言不发。正当陈宇准备近距离观察一下迪利亚公主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撞在了空气墙上，马车也穿过了陈宇的身体，向着远处行驶而去。车架后方是浩浩荡荡的王国军队，虽然疲惫不堪，但却因为收获大胜的原因，斗志昂扬，士气高涨。无法继续追踪马车，陈宇命令深渊贪食妖灵返回，准备去魔龙城中转一转，看看能否得到什么线索。只是10分钟的休整时间已然到期，整个副本彻底黑了下来。无奈，陈宇只能退出了副本。副本传送门外，4名学长学姐依旧在守候着。学弟辛苦了，累不累？需要补充体力和精神力吗？职业属性消耗大不大？我这儿有无属性魔晶，你先恢复一下。看见陈宇出现，法师学姐立刻上前嘘寒问暖。谢谢王学姐，不过不必了。陈宇笑着摇了摇头，没费什么力气。对了，钱学长。陈宇对钱说，你当时刺杀迪利亚公主的时候，确定是被迪利亚公主出手击杀的吗？这我不确定。钱回忆了片刻，我只是刚刚准备对迪利亚公主出手，然后就挂掉了。不过出手的大概率是迪利亚公主，因为当时她身边根本没有其他人。钱学长，谢了。陈宇有些迷糊了。迪利亚公主战败后，依旧是一副高姿态，对后妈相当蔑视，就像面对一条只能恶心人的昆虫一样。她到底哪来的底气？钱没看清秒杀她的人是谁。而刚才的副本中，迪利亚身边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任何强大的存在。难道他真的一直都拥有强悍的个人实力？可是排名赛副本中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拉胯？听说在一些关联副本中，同一个 NPC 也能展现出不同的实力。比如少林寺中的扫地僧，在萧远山慕容博剧情中会展现出强悍无敌的实力，但是在其他剧情中，他或许就是个无名老僧，一个普通人拿把刀都能够把他捅死。副本在塑造场景的时候，赋予不同 NPC 不同职能，也代表着不同的实力。或许真实的时光中，某个人的确实力强大，但在时光剪影形成副本之后，情况就变了。真实时光中，他没有出手的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事件形成副本，那么副本不会认可这名 NPC 的存在，于是不会将其塑造出强悍的实力。迪利亚公主也是如此。这个副本中，她作为 BOSS 拥有强大实力，可是这也说不通。排名赛副本明显是个真实级别的副本。真实副本区别于普通副本的地方就在于，情节和任务是基本还原真实时光的，不然人物也不可能有如此高级的智能。不，就算排名赛副本忽略了迪利亚的真正实力，也说不通，因为这个副本明显和排名赛副本是相同时间段、相同剧情期。只不过属于截取了排名赛副本大剧情中的一段小剧情，并且这段剧情和迪利亚强相关，不可能出现同人物不同实力的情况。是什么导致同时期、同剧情的2个人表现出不同的实力？陈宇沉思着，突然他心中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该不会是因为我吧？难道在排名赛副本是因为他的干涉使迪利亚实力降低了？可仔细一想，逻辑上又说不通了。如果真实时光中的迪利亚拥有强大的个人实力，没理由在排名赛副本中没有丝毫表现。要知道，排名赛副本中的迪利亚可是被他卡 bug 带出了副本。其本质相当于他手下的植物人，不可能对他隐瞒任何自身情况。相比于自己是影响迪利亚实力的变量，陈宇愿意相信迪利亚在这段时期根本就不强，实力是后期获取的。钱被秒杀，也是某个暗魔教团擅长隐匿的高手所为。虽然陈宇本身就是个不符合逻辑的存在，但他潜意识中依旧习惯以逻辑去思考问题。想不通的问题，陈宇打算暂时搁置。秘境中的副本还有很多，想必这些剧情能解开他的一些疑惑。各位学姐学长，刷副本的时候，我也总结了一些信息，希望对你们有用。陈宇将炼狱及大决战副本的怪物信息输入储存卡，交给王中玉。多谢陈学弟。几名2阶的学长学姐拿到储存卡，顿时欢天喜地，对陈宇连连道谢。他们刷的只是困难级副本，剧情流程虽然相同，但怪物强度天差地别。如今有了第一手信息，正式攻略时的难度会下降很多。辞别学长学姐们之后，陈宇继续赶往下一个2阶副本，这是其他导师委托他攻略的2阶副本。现在的他
有些迫切的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迪利亚的内容。或许之前只是因为好奇，或者想要研究一下文章之书，才来到了这个秘境。可是现在，他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追寻迪利亚的事迹，或许能让他见证一些很奇妙的东西。云晨鱼交给陈宇的地图之中，一共标注了59个一阶副本，22个二阶副本以及5个3阶副本。其中，陈宇负责攻略的有7个2阶副本。严格来说，陈宇是没有资格使用其他副本的。不过，秘境是云晨鱼发现的，开发也由云晨鱼主导。参与的7阶强者们，没人不知道陈宇是谁，自然会给个面子，允许陈宇使用副本。实际上，不止陈宇一个人会刷别人的副本，每个人刷同一个副本都有7天冷却时间。闲置的时间中，攻略副本的学员们也会互相刷其他人的副本，获得一些经验和资源的同时，也将副本中获得的信息告知正式攻略者。这样做对攻略者不会造成妨碍，反而大有裨益。在大决战副本看到魔龙城相关的小电影之后，陈宇将所有2阶副本全部刷完，都没有获得更多关于迪利亚的情报，最多就是对已知信息的一些补充，让陈宇对高考排名赛副本这段时间线中真实的迪利亚公主多了一些了解，但都不涉及他心中的核心疑问。沿途的1阶副本也顺便询问了一下，收获不大。这些副本大多都是战争副本，属于大范围战役中的一小块战场区域，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清怪，少有涉及战争背景。将攻略完成的副本全部交付之后，陈宇沿着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座秘境原住民聚居的小城邦，准备解决一下文章之书的问题。小城邦的人口并不多，大概只有数千人，实力也非常低下。根据云晨鱼的探查，其中最强者不超过3阶 BOSS， 也就是200级史诗单位。城邦外围建造着低矮的白色石墙，用以划分界限。从防御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石墙的作用几乎为零，随便一个1阶单位，甚至新手级单位都能轻松跨越。石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立着一名精悍的士兵，警戒防守。云晨鱼曾经提起过，秘境不像外界，怪物会按照等级划分区域，即便高级怪物也有较强的领地观念，不会轻易离开领地。秘境之中的怪物混乱无序，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高级怪物。正因为这个原因，开发秘境之前才需要一定程度的清理。就算到了现在，这个秘境之中依旧有着还有强力怪物。正因为如此，地图上才会有红色禁区存在。选择学院时没能到场的2位导师便是折损在了高级 BOSS 的手中。秘境原住民防备的也是那些混乱无序的怪物。陈宇走上前，准备从城门入城，立即有一名士兵将他拦下。陈宇释放了一个探查术，赫拉迪克守墓人，等级200，模板精英，属性天赋文章之书，技能力之文章，蛮雄敏之文章，训报。说明他们的使命是守护一个伟大文明的遗骸。百分号士兵对着陈宇说出一长串意义不明的语言。从语调和发音方式上可以分辨，这名士兵的语言和副本里的赫拉迪克人是同一种。副本里通晓语言是个临时的被动技能，只要进副本，攻略者就会自动学会副本中使用的主体语言文字，离开副本之后又会再次遗忘。有副本中的经历，学习语言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不过除了语言学爱好者之外，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学一门基本用不到的外语。你是腾龙帝国人？士兵看到陈宇听不懂自己说话，又用生硬的语气问道。显然在清理副本之后，云晨鱼一干人等和副本里的原住民进行过沟通。是的。陈宇点了点头，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可以，士兵说道。不过，请说出你的来意，这样我才可以帮到你。我们的城邦很小，如果你想闲逛，可能不会让你高兴。陈宇没有废话，直接将迪利亚留下的文章之书拿了出来。我的文章之书损坏了，我想知道这里能不能修复。文章之书？士兵表现出惊讶的神情，接过文章之书，仔细端详。片刻之后，他神色大变，浑身颤抖地将文章之书归还给陈宇，然后毕恭毕敬地说道：“贵客，请跟我来。”陈宇跟随士兵走进城中。这座城池堪称小巧玲珑，纵横不过2公里，建筑密度很低，街道只有4条，形成一个井字，将整个城市分割成9块。最中间的方块建筑高度比其他地区都要高出一些，外表也比较华丽。士兵将陈宇带到城池中心区域的一座宫殿式建筑，与门外的守卫说了几句话。2名守卫来到陈宇面前，急切地将陈宇请进宫殿中。宫殿的内部构造并不华丽，格局也非常简单。跟随着2名守卫，陈宇来到一座装潢稍显华丽的大厅。1名守卫走进大厅，片刻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者跟随着士兵走了出来。贵客，听说您持有一本还能使用的文章之书。老者的神色中带着希冀。陈宇微微皱眉，文章之书对于赫拉迪克人就像手机之于地球人，普及率相当高。一本还能使用的文章之书，怎么会让明显在城邦中处于高位的掌权者露出这样的神情？这就是了，麻烦您看看，能够帮我修复。陈宇将文章之书递给老者，老者捧着文章之书，呼吸都急促了不少。一些陈宇听不懂的语言从老者口中说出，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和喜悦，以及仿佛有什么包袱落地了一般的轻松，甚至一双浑浊的老眼之中泪光攒动。老先生，陈宇叫道，恕我直言，文章之书对于赫拉迪克人应该并不稀奇吧？哦，对不起，贵客。老者如梦初醒，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揉了揉眼睛，对陈宇说道，请进。陈宇随着老者走进大厅，在一张方桌上坐下。老者方才缓缓说道，贵客，实不相瞒，我们守墓人一族已经无数岁月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文章之书了。不会吧？陈宇感觉难以置信。云晨鱼明明说过，这些赫拉迪克守墓人使用的特殊装备便是文章之书。贵客，请看。老者摊开手掌，
一本虚幻的书籍出现，悬浮在老者的手掌上方。这是陈宇想到，之前用探查术探查士兵的时候，士兵的天赋便是文章之书，而他的技能则是一个个文章名称。没错，这便是我们使用的文章之书。老者苦笑着说道：“真实的文章之书，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接触过了。”老者为陈宇展示了一番文章之书天赋的能力，光从使用上看，与正版的文章之书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赫拉迪克守墓人这个族群天生便有文章之书天赋，到了一定的年龄，便能够在长辈的引导下觉醒。刚觉醒天赋时，文章之书是空白的，没有任何文章加持。新觉醒的赫拉迪克守墓人便会从老一辈那里学习如何铸造文章，实际上就是学习技能。这样看，守墓人与职业者们倒是颇为相似，只不过守墓人的文章之书和文章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借给他人使用，这就导致了守墓人的文章之书与文章能够被视为一种特殊装备。你们居然让文章之书成为了一种天赋，还真是……陈宇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从副本中了解的情况看，文章之书应该是一种外物，而赫拉迪克人居然将外物进化成了自身天赋。想象一下，若干年以后的地球人打娘胎里就会在身上长出一个手机，是什么概念？贵客既然拥有文章之书，显然对于文章力量并不陌生。老者说道：“您对于真正文章之书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刻，您都无法修复文章之书，我们也无能为力。行吧。”陈宇无奈地点了点头，他是来找人修复文章之书的，没想到这些天天用文章之书的大师傅比他还外行。贵客，老者又说道：“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可是有一件物品或许能帮到您。”哦，什么东西？陈宇立即来了兴趣。请您跟我来。老者站起身，迈开脚步，陈宇也起身跟上，来到大厅后面一个隐秘的空旷房间中。老者打开了一扇暗门，门后是一座螺旋向下的阶梯，下到阶梯尽头又是一座空旷的暗室。老者唤出文章之书，一枚虚幻的文章嵌入。片刻后，暗室的墙壁自动裂开，露出一个小房间。小房间的正中心居然是一座副本传送门，只不过这座副本传送门看起来极为脆弱，边框只有薄薄的一层，就像是纸做的一样。门中的淡蓝色光晕也显得很暗淡。这个你们应该叫做副本，对吧？老者问道。你是说这个副本里可以修复文章之书？陈宇好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赫拉迪克守墓人并不是职业者，不能主动进入副本，他们应该不知道副本里是什么情况才对。贵客，我们守墓人一族从遥远的岁月之前便扎根于此。老者说道。我们的任务便是引领持有真实文章之书的人进入这里。任务？陈宇沉思了片刻。你们从前还遇到过其他持有文章之书的人吗？您是第一个持有尚能保存力量的文章之书的人，所以您也是第一个能够进入这里的人。老者答道。目前这种情况应该叫做奇遇，一个古老的族群传承着来自无尽岁月之前的任务，守护着一个副本，而他刚好持有这个族群的信物，有资格进入副本。行，那我就进去看看。陈宇走向副本传送门，随着陈宇的进入，淡蓝色的光晕荡起一道细碎的波纹，直到陈宇的身影完全消失，光晕闪烁了几下，消失不见。传送门框架上出现无数密密麻麻的裂痕，片刻后化为无数碎片，半空中只留下一道淡蓝色的漩涡缓缓转动。老者缓缓闭上双眼，跪在漩涡前，俯首下拜。副本名称：文明开端，等级限制：无，特殊限制：持有文章之书激活，人数限制1，副本冷却，一次性副本，使用后消失。提示：条件适配完成，请选择难度。真实，就一个难度，你让我怎么选？陈宇忍不住吐槽，这是他第二次刷到可以选择真实难度的副本，不过这就一个难度可选择，也太过真实了一点吧？这算什么？强行真实？另外，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一次性副本。提示：请选择难度。还选什么？真实。陈宇没好气地说道。提示：难度选择完成，正在进入副本。场景转换，副本的第一场景是一间空旷的大厅，陈设十分简单，除了桌椅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画框，全是一些极简线条的抽象派画作，没一幅是正常人能看懂的。在一面墙壁的正中心，陈宇发现了一幅熟悉的画作，两条贯通上下的弯曲线条，上边缘点缀着一些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便是大决战副本中迪利亚公主参拜的那一幅画作。正在这时，房门打开，10多名女士鱼贯而入，其中一名女士穿着白衣，而其他女士则身着绿衣。白衣女士走到迪利亚公主的极简抽象画前，屈膝跪下，俯首参拜。绿衣女士们也跟随着白衣女士的动作进行参拜。参拜完毕后，女士们起身，白衣女士转身面前一众绿衣女士，说道：“我们的任务是在3天之内控制王宫。公主殿下归来的时候，你们必须完成自身持有的任务，不能有半点遗漏。”遵命。白衣女士们齐声回答。这个时候，一道提示音在陈宇脑海中响起：提示：你已接受副本任务控制王宫。副本任务控制王宫，任务内容：3天之内协助迪利亚公主的侍从们扫除一切敌对势力。副本任务对于陈宇而言简单至极，别说摧毁王宫中的敌对势力，就算将整个王城灭掉，也不过翻手之间的事情。不过现在让陈宇感兴趣的是副本剧情，而非奖励。这个副本的时间段看上去应该处于迪利亚公主在魔龙城战败被抓回来之后的事情。这些女士实力非常强悍，绿衣女士是200级青铜 BOSS， 而白衣女士更是一只250级青铜 BOSS。也不知道一个落魄公主是如何培养出这么多强者的。钱学长在大决战副本中袭击迪利亚时被秒杀，有可能就是这些女士出手。
女士们参拜画像之后，来到了陈宇面前。大人，我们随时可以展开行动。他们的语气十分恭敬，看起来陈宇在这个副本中的身份权力很大。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又道：你们刚才说迪利亚公主会在3天之后归来，对吧？是的。白衣女士回答。她去哪儿了？陈宇好奇地问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你给我讲一讲。是，大人。白衣女士恭敬地说道。1年前，公主殿下联络暗魔教团，派出魔龙和精锐军队袭击了王国。这个我知道。陈宇说道。不必说的那么详细。我问的是，迪利亚公主被抓回来之后，又去什么地方了？禀告大人。白衣女士神情有些疑惑。目前，王国的精锐正在前线与魔龙城交锋。公主殿下密告我们，趁着王城空虚、血源俱成的高手被暗魔教团拖住的这段时间，暗中控制王城。你是说，迪利亚公主现在还没有被抓回来，正在魔龙城调兵遣将，与王国的军队开战？陈宇有些错愕。是的。白衣女士回答。我们已经1年多时间没有面见过殿下了，一直依靠通讯文章接受命令。那这些呢？陈宇指了指墙上那些意义不明的抽象画，特别是正中间那一幅。我不知道。白衣女士说道。自从我跟随公主殿下以来，这幅画就一直挂在这里。等等。陈宇皱了皱眉。你跟随迪利亚公主是什么时候？3年前。白衣女士回答。按照白衣女士的说法，迪利亚公主早在3年前就已经开始信奉参拜这些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了，并且这些东西的由来毫无根据。在外人看来，这就是迪利亚公主凭空臆想出来的东西。可是之前的大决战副本，王后明显是第一次见到这幅画的模样，这就说明公主参拜这些画像是在隐秘中进行的，同时进行的事项还有培植这些完全属于她的高手。白衣女士说的3年前只是她追随迪利亚的时间，起点可能还要再往前推一段时间，具体是多久根本无从查证。结合这些女士的任务看，倒戈暗魔教团，以魔龙的名义反叛，仅仅是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其目的是为了消耗暗魔教团和血缘俱成的兵力，拖住双方高手的同时，暗中控制王城，方便他回归之后暴起发难。也就是说，真实时光中的迪利亚公主实际上是个颇具智慧、心机深沉、手段狠辣的角色。这种形象与排名赛副本中的迪利亚公主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排名赛副本是不是真实副本还有待商榷，那只是我凭借副本人物的智商猜测的。而现在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实副本，也就是说，历史中的迪利亚公主是现在这个，而不是排名赛副本中的那个。虽然有点离谱，但我只能认为属于我的迪利亚实际上是个水货，多半被排名赛副本修改过，改弱了，改傻了。可恶啊！明明是个跟我很适配的高智商高权谋角色来着。陈宇不得不承认这个令他颇为痛心的事实。作为普通人的陈宇，向来希望有个机智的伙伴给他出谋划策。小圣女原本是不错的，但没能带得出来。现在看来，迪利亚也有这种潜质，可惜不仅水了，而且失踪了。对了，陈宇拿出迪利亚的文章之书，这个你们认识吗？白衣女士接过文章之书，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点了点头。认识，这是一本损坏的文章之书。从封皮来看，级别不高，但应该是贵族专用，甚至是王室专用。哦，陈宇眉毛一挑。你们看不出来这是迪利亚公主的文章之书吗？并不是。白衣女士斩钉截铁地说道。殿下的文章之书我们很熟悉，不论是明面上的还是暗中真正培养的，都不是这一本。知道了。陈宇感觉有些奇怪，从之前的副本看来，赫拉迪克王国的人是认识这本文章之书的，可是这些女士为什么毫不知情？算了，陈宇不打算继续思考，反正这个副本里大概率能撞见公主殿下，到时候直接当事人问就行了，说不定还能把这个副本里的公主殿下给带出去。走吧，执行任务。是，大人。白衣女士领着一种绿衣女士准备离开。等等，陈宇将其叫住。白衣女士转过身来，大人，请吩咐。敌人有哪些？陈宇问道。大人，请看。白衣女士凭空招出一幅画卷，这是赫拉迪克王城的地图。我们需要铲除的一共有5名核心掌权者以及12名附庸掌权者，这是他们所在的位置。陈宇看向地图，地图上非常明确地标注了任务目标以及行动路线。白衣女士所说的任务目标全都是 BOSS， 一共2个200级青铜 BOSS， 3个180级青铜 BOSS， 4个150级青铜 BOSS 以及8个150级普通 BOSS。 这种实力，就算他不出手，女士们也能轻松解决战斗。难道这个真实副本竟然是个送分局？送分副本很少见，但并不是没有。有些副本刷本的职业者什么都不做，也能被剧情带通关。只不过躺平通关代表着参与度为0，不仅没有击杀副本怪物的奖励，而且通关评价也会低得可怜。刷完整个副本，基本得不到什么收益。陈宇跟着女士们走出房间，出门才发现这座大厅居然是修建在地下的，出口十分隐秘，在一座被土层铺满的花坛之中。离开密室之后，女士们没有分开，而是集体行动，在白衣女士的带领下，迅速抵达了第一个目标的所在地点。第一个目标是王宫侍卫长180级青铜 BOSS， 此时正在王宫侍卫营中为士兵训话，他的身旁还有4名150级普通 BOSS。 军营中的侍卫都是150级的精英，一共有500人左右。女士们的实力能够轻松将在场的单位，包括侍卫在内，全部轻松斩杀，伤亡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绿衣女士。这时白衣女士开口说道，侍卫长会在安排士兵执勤之后，会亲自带领小队巡逻，等到他落单的时候干掉他，然后用国王陛下的信物接管侍卫营。绿衣侍女们默不作声，全都默默蛰伏，隐藏身形，盯着那名只有180级的青铜 BOSS 侍卫长。不用这么麻烦，直接解决掉就行。
陈宇直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王宫侍卫军营。大人，白衣女士见状，连忙带着一众绿衣女士跟上陈宇。王宫侍卫是王国的精锐军队，没有必要击杀他们，将侍卫长和4名防卫官杀死即可。简单。陈宇点头。正在这时，侍卫长也发现了陈宇和一众女士，顿时大喝一声：“什么人？”军营门口的士兵也行动起来，将陈宇一行人围住。你们是公主殿下的侍者，来这里做什么？侍卫长走了过来，对白衣女士说道。女士们没有回答。侍卫长又看向陈宇，阁下又是什么人？他虽然不认识陈宇，但陈宇态度嚣张，神色自信，让他心里没底。赫拉迪克的王宫之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大人物，他也不是人人都见过。我是什么人？陈宇笑了笑，问阎王爷去吧。上百只深渊化传说级植物生命陡然出现，侍卫长脸色大变，挥动武器砍向身旁的一头深渊荆棘妖灵，同时口中大喊：敌袭！反击！反击！咻！锋利的刀刃削断了深渊荆棘妖灵的一根藤条。这个 BOSS 的属性比深渊荆棘妖灵的常态要高出一些，只不过他身边可不止一只深渊化传说级妖灵。在陈宇的命令下，数十个深渊妖灵向他发动了进攻。深渊百合妖灵首先出手，挂上 debuff， 随后密密麻麻的藤条抽打过来，期间还夹杂着深渊贪食妖灵的酸液攻击。短短几秒钟，侍卫长 BOSS 就已经挂掉，残缺的尸体被几个离得近的深渊荆棘妖灵分食，同时一朵朵彼岸花浮现出来，吸走了他的灵魂。至于他身边的4名防卫官 BOSS， 更是第一时间就死于不明 AOE。BOSS 已经什么都没剩下了，军营中的侍卫才冲到深渊化妖灵的身边。陈宇下令让他们不得主动攻击军营中的士兵，但他们可不会被动挨打，只要是靠近并表现出攻击意图的侍卫，直接被深渊贪食妖灵的食人花吞掉，毛都没留下一根，灵魂还要被彼岸花吸走，可谓利用效率达到了极致。全都住手！白衣女士迅速冲到侍卫与深渊妖灵之间，拿出一块令牌，看清楚了，这是国王陛下的身份令，侍卫长通敌叛国，我们奉国王陛下的指令将其击杀，所有人放下武器，停止反抗，否则死！士兵们面面相觑，最终除了几个轴脑子的死硬分子之外，全部放下武器投降。毕竟侍卫长已经被对方击杀，对方手上还有国王陛下的命令，他们只是一些小兵，根本没必要和那些恐怖的吃人怪物死磕。白衣女士命另一个绿衣女士留下收编王宫侍卫，然后带着其他绿衣女士赶往下一处地点。第二个 BOSS 是2个200级青铜 BOSS 之一，也是赫拉迪克王国位高权重的大臣，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了斯图亚特帝国的走狗，属于坚定的王后派，无法拉拢。这名 BOSS 的手下没有可以收编的士兵，全是忠心耿耿的死士。到地方之后，陈宇直接放出一大群植物生命，如饥似渴的传说级植物生命如同剃刀一样将这头 BOSS 的家宅给刮了一遍，任何有呼吸的东西都成了花费，连个蚂蚁都没留下。连一直表现得很冷静的白衣女士看了都直发颤。任务完成，白衣女士立即带着陈宇赶往下一处地点。原本白衣女士计划用2天半来完成的任务，有了陈宇的加入，只用了1晚上时间就全部完成。所有 BOSS 以及 BOSS 手下的小怪全部成了花肥，连灵魂都被吸收得一干二净。陈宇的快速代练也让白衣女士有更多的时间做出更充分的准备。这么大的动作不走漏一点风声是不可能的。王国的官员全都人心惶惶，生怕下一个消失的就是自己。白衣女士掌控王城所有武装力量之后，手持国王令牌出面安抚，事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再加上前线的战报传回，得知王国的军队大胜，消灭了魔龙，救回了公主之后，整个王城人心振奋，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国王陛下和公主殿下返回王城。第3天傍晚时分，国王的车驾在数百名强者的护送下急匆匆地赶回王城。金色马车停在了王城之外，没有贸然进入。马车之中，迪利亚公主依旧跪在画像前，虔诚地参拜着，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而原本志得意满的王后，此时却有些惊恐。城中发生的事情，自然有人用传讯文章告知。神秘失踪的全部都是手握实权，并且忠于王后的官员。换句话说，就是斯图亚特帝国的走狗，也是王后控制赫拉迪克王国的倚仗。陛下，王后脸色惊疑不定地看着老国王，王城的混乱，你觉得是谁制造的？不知道。老国王淡淡地说了一句，随后眼观鼻鼻关心，不再理睬王后。这样的态度也让王后更加焦躁不安。而这时，迪利亚公主却站了起来，将白纱长裙上的皱褶抚平，对着王后微微一笑：“我说过，你马上就要被吃掉了。”同样的话，迪利亚公主在不久前也说过，但那时候并没有过多重视。可是现在却让她心中一凉。你到底有什么阴谋？王后忍不住怒视迪利亚公主。阴谋？不。迪利亚公主笑着摇了摇头，这只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别忘了，你还在我的控制之下，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王后在惊惧与盛怒之下，不惜直接撕破脸皮。王后，请你克制一点。旁边的老国王开口，不过他的话语就像一阵微风，吹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王后依旧怒视着迪利亚，双目之中杀机隐现。你可以试试。迪利亚公主沈然一笑。侍卫！王后大叫一声，2名4阶战士立即跳上车。殿下有何吩咐？看着公主和陛下，王后的脸色阴沉的仿佛暴雨前的天空。王城之中，忠于她的强者和高位者全部被莫名其妙的杀害。从迪利亚公主的态度看，她很有可能就是知情者，甚至直接就是她搞的鬼。曾经无比熟悉的王城，她呼风唤雨的权力核心之地，如今却如同张开血盆之口的怪兽，让她不寒而栗。
此刻的王城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强大的敌人正等待着对他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如果长时间驻留在城外，多少有点可笑。他身边还有王国最精锐的军队，以及来自雪原巨城的高手庇护。另外，国王与公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就算老国王与公主合谋针对他，他也有信心能扳回局势。王后走下车，来到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魁梧将领身边。斯莫里将军，请派人入城探查情况。斯莫里将军是魔龙城战役的指挥者，此时掌握着所有出征的军队，也是王后最信任的强者之一。是，殿下。斯莫里将军召唤了一名心腹手下，带领着100名150级精英单位入城探查。不久之后，斥候们归来，不仅没有受到丝毫伤害，甚至身上还挂满了鲜花。怎么回事？王后迫不及待地问道。殿下，带领斥候队伍的战士回答，城中没有危险，平民和贵族们都在庆贺我们取得的胜利。殿下，需要等待部队吗？斯莫里将军问道。王后思索了片刻，回答，不用，我们入城吧。等待军队对于王后而言意义不大，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本来就跟在他的身边提前回归，普通的战士实力较弱，还不能跟着进城，就算进城也无法为他提供更多的安全感。一定要保护好国王陛下和公主殿下。王后将保护这个词汇的音节咬得很重。是。斯莫里将军心领神会，立即派人将马车整个包围起来，越靠内圈，阵容越是强大。王后返回马车之中，整个队伍启程，缓缓驶入王城。正如斥候探查的那样，通过城门之后，整支队伍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主干道的两边都是手捧鲜花和果篮的平民，一边向着军队抛洒鲜花，一边大声的欢呼。贵族们也在街道的两旁送上祝福。可是这种景象非但没有让王后安心，反而恐惧和疑惑更甚。她在王城中羽翼基本上都被剪除，剩下一下小鱼小虾，连确切的情报都无法为她提供。好在一路上平平安安，队伍回到了王宫。按理说军队是不应该跟进王宫的，可是在王后的要求下，整支队伍都开进了王宫，并且迅速占领了各处重要位置。你过来！王后对一名王宫侍卫招了招手，王宫侍卫赶紧跑到王后面前，恭敬的单膝跪下。肖雷特呢？在什么地方？王后问道。肖雷特便是王宫侍卫长，他用通讯文章联系过肖雷特，结果无法接通，便知道他已经凶多吉少。不过这些王宫侍卫或许知道肖雷特的状况，有便于他了解当前的局势。殿下，王宫侍卫回答，侍卫长已经因为叛变被陛下派人击杀了呀。什么？王后猛然一惊，浑身汗毛炸立。你是说陛下？没错。王宫侍卫点了点头。王后看了看停在不远处被重重包围的马车，感觉浑身冰凉。等等，你说是陛下派人击杀，派的什么人，用的什么方式？是公主殿下的女士，手持陛下的身份令牌宣读命令，动手的人。说到这里，王宫侍卫突然打了个寒战，面露惊恐的表情。快说！王后眉头一皱。是怪物，不是恶魔。王宫侍卫颤抖着将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出来。王后听完，将侍卫放走，脸色阴晴不定。现在她可以肯定王城事件是迪利亚公主所为，幸好事情并没有失控，国王与公主都在她的控制之下。片刻后，王后翻开文章之书，激活了通讯文章。原地等待了数十分钟之后，一支全部由4阶强者组成的小队赶到，其中有一名传说级青铜 BOSS， 10多名史诗级普通 BOSS， 剩下全部都是稀有级精英。这是来自雪原巨城的顶尖战力。手下聚集了这样的力量，王后的底气也充足了起来，命令自己的精锐部队将王宫侍卫全部换下，然后让人在王宫寻找迪利亚公主的女士。王后，都已经回到王宫了，你打算让我和父亲在马车中度过夜晚吗？迪利亚公主冷淡的声音传来。王后擦了擦额角的冷汗，整理好仪容，才转身走向迪利亚公主。当然不会，我的公主，你和陛下可以回房间休息了。那么多谢了。迪利亚淡淡的一笑，这一抹自信的笑容让王后很不爽。你的阴谋不会得逞。呵，阴谋？迪利亚公主奇怪地看着王后，所有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棋盘上，我从未掩饰过什么。当然，一颗即将落幕的棋子看不清整个棋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觉得是阴谋，就是阴谋吧。说罢，迪利亚越过王后，向着自己房间的方向走去。几十名士兵顿时跟上，将迪利亚牢牢围住。迪利亚神色不变，步伐悠然，仿佛身边这些手持利刃、满身血腥的士兵不存在一般。地下密室，陈宇百无聊赖地和小精灵们玩耍。前2天将 BOSS 全部打完之后，副本任务就已经结束，现在是自由探索时间。整个地图被限制在王城周边，在不破坏王城的情况下，找不到隐藏剧情可以挖掘。小燕和小风追逐打闹，将密室破坏的不成样子。除了陈宇指定不能破坏的画像之外，没几件完整的东西。女士们对小精灵视而不见，自顾自地跪拜画像。这是什么东西啊？小燕站在白衣女士的头顶，垫着脚，小小的身体前屈，好奇地看着画像。这是神明的意志。白衣女士很罕见地回应了小燕。哦，好厉害的样子。小燕也跪在白衣女士的头顶，煞有其事地拜了一下。陈宇顿时啧啧称奇，原初精灵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所谓的神明跟他们一比简直屁都不是。如果放在因果规律比较泛滥的世界，这个神明直接就被他给拜死了都说不定。你觉得他不奇怪吗？陈宇戳了戳排他性最强的小淼，指着小燕问道。为什么会奇怪呢？小淼不解地问道。你们可是世界树的女儿，高贵的原初精灵好吗？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跪拜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陈宇吐槽道。虽然小燕是个小孩子，喜欢玩闹，可她毕竟是原初精灵，并非什么都不懂。高觉的位格注定，他们无法对低层次的存在低头。小淼沉思了片刻，说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觉得奇怪。这样吗？”陈宇又随便指了一幅画卷：“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让你跪拜吗？”“不可以。”小淼不假思索的回答。“这个呢？”陈宇再次指向一幅画卷。“也不可以。”小淼摇头。“这个呢？”陈宇指着一块散落在地的木桌碎片。“无所谓吧。”小淼歪着头答道：“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知道了。”陈宇点了点头。跪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达崇高的敬意甚至信仰，另一种则是毫无意义的玩闹。桌子碎片不代表任何存在，小精灵们拜起来毫无违和感，就像一个人跪在床上给墙壁磕了个头，属于无厘头的玩笑行为。而代表某种存在的事物就不行了。和尚不会给耶和华的雕像磕头，基教徒也不会在佛祖雕像面前祈祷。从小淼的回答看，墙上这些画像应该代表着某种存在，能让原初精灵表达崇敬的，其位格必定远高于他们自身。迪利亚信奉的东西不简单呢。陈宇捏着下巴思考。对了，你找找看，这些画里面有那些是你觉得可以跪拜的。好的。小淼转着圈，一幅幅画像仔细观察，最终他指向一幅明显是胡乱涂鸦的画卷，除了那一幅之外，只有这个。陈宇来到画卷前，仔细观察，画卷用了很多种色彩的颜料，但每根线条都在起笔之后很快丧失了明确的走向，仿佛一个人在写字，落笔之后突然感觉自己写错了，然后直接涂掉一样。最终陈宇只能认定为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物品，毕竟它悬挂的位置是一个角落，很难被注意到的那种。其次，各种线条如同乱麻一般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很难称之为画。女士们跪拜的画卷好歹有2根清晰明了的线条，思维发散一点，将其解释为2条大道或者1条大道也是没问题的。画像前，女士们在祈祷，小燕也装模作样的祈祷，小嘴里不时地蹦出一些：希望妈妈多生几个妹妹，希望妈妈和主人一起玩的时候带上我，希望每天都有好吃的好玩的之类的言辞。陈宇黑着脸将她抓了起来，揣进衣兜里，免得她继续丢脸。大人，白衣女士突然站起身。什么事？陈宇问道。白衣女士拿出文章之书，翻出通讯文章。殿下回来了。什么？迪利亚来了？陈宇神色一喜。在哪？带我去找他。不用。白衣女士摇了摇头。殿下已经来了。来了？陈宇下意识地看向密室大门，一阵轻微的脚步逐渐清晰，紧接着密室大门被人推开，一袭白纱的迪利亚面带优雅的笑容走进密室之中。殿下！10多名女士齐齐向迪利亚行礼，还真就是剧情无缝衔接。陈宇观察着迪利亚，发现她和大决战副本中的绝对是同一个，连裙子下摆的污秽以及手套上的鲜血和污泥都一模一样。迪利亚对女士们点了点头，你们做得很不错。然后来到陈宇面前，提着裙摆屈膝叫道：大人。等下，你叫我什么？陈宇惊讶道：大人。迪利亚再次重复：你叫我大人。陈宇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自己的身份比迪利亚还高，这是在搞什么玩意儿？难道说迪利亚参拜的存在有人间教会，并且是这个存在支撑他完成了针对王后的反杀操作，而自己则是这个教会中位高权重的人，前来协助迪利亚？有什么问题吗？大人。迪利亚疑惑道：我是谁？什么身份？你说说看。陈宇好奇地问道。您。迪利亚迟疑了片刻，说道：您代表了伟大存在的人间意志。伟大存在？哪位伟大存在？这位。陈宇指了指女士们以及迪利亚自己跪拜的画像。不。迪利亚面带恐慌，连连摇头：不是的，他的存在卑微如我，无法描绘。我曾尝试过，不过每当我试图回忆他、记录他，就会发生诡异的变化，仿佛整个世界都会被抹除一般。直到后来，我只记得有这样一位存在，却遗忘了他的一切信息。迪利亚走到那副凌乱的涂鸦跟前，露出向往和崇敬之色，看一眼就会爆炸，想一想都会变异，不可名状的存在。什么克苏鲁邪神？陈宇顿时瞪大了眼睛。克系邪神特色蕴含巨大的信息量，凡人不可直视，不可描绘，不可铭记，不可形容，有可能因为信徒的呼唤而降临，毁灭整个世界。结合迪利亚的形容，再看看墙上这些抽象派画作，简直不要太相似。克系邪神的教徒因为神明特性参拜的不就是这种抽象的玩意儿吗？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陈宇虽然没有听说过克系邪神的名讳，但掌握魔音污染能力邪神的确是存在的。某位先贤对抗魔音邪神的事迹仍在史册之中。不过迪利亚的状态不像是受到过魔音污染，他的画作也并非污染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迪利亚的信仰位格极高，那2根线条代表的存在至少等同于世界树这样的至高级。而那团毫无意义的涂鸦，如果不是奇奇怪怪的魔音邪神，那么位格必然要高于世界树。就算没有达到无上级，也处于至高级中的高层次，或许不弱于小岸在世界背面看到的那位主宰。那么这本文章之书你认识吗？陈宇取出文章之书对迪利亚问道。这……迪利亚眉头紧锁，片刻后他清丽的面容上露出痛苦之色。啪嗒一声，文章之书穿过他的手掌落在地面上，他的整个身体变得虚幻，色彩忽明忽暗，整个模型的动作开始卡顿，仿佛信号不好时的手机画面。难道说……陈宇弯腰捡起文章之书，将其收回无上圣土。迪利亚逐渐从虚幻变回实体状态。你刚才是想起了什么对吗？陈宇将一只手按在迪利亚圆润的肩头，嫩滑的肌肤
淡淡的体温在他的指尖勾勒出美妙的实体触感。没错，迪利亚的气息有些紊乱，这是我的文章之书。我曾经……迪利亚缓缓抬起头，认真的看向陈宇，将这部文章之书遗落在了我主的神国，是吗？陈宇点了点头。那么你可知晓我的名讳？抱歉，大人。迪利亚摇了摇头，我不知道。陈宇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我的名字叫陈宇。只不过说完这句话，陈宇就皱起了眉头。我必将铭记大人的名讳。迪利亚屈身向陈宇行礼。陈宇默然，沉思良久之后，再次问道，你是否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你所信奉之神的神国，并且遗落了文章之书？记得。迪利亚说道。什么时候？陈宇快速问道。过去、现在，亦或是未来？迪利亚喃喃道，是在我主创造我的时候。你曾经使用过这部文章之书吗？陈宇换了一个问法。你从小到大使用过几部文章之书？他们现在在哪？2部。迪利亚回答，都在这里。迪利亚的面前浮现出2本文章之书，一部传说集，另一部居然是光彩四溢的神话集。可是你又为什么断定刚才那本是你的文章之书，并且将其遗落在了你所信奉之神的神国？陈宇问道。这我不知道。迪利亚露出茫然的神色。正在这时，世界树的淡绿色意志虚影浮现在陈宇的身旁。主人，你怀疑这名迪利亚是你从排名赛副本带出来的那个？的确。陈宇答道。从迪利亚对于文章之书的反应，他开始有了这样的猜测，只不过无法确定。普通职业者当然不可能因为刷副本而改变世界线，让副本人物对应的真实历史人物发生改变，但他是特别的。无上圣土作为无上级存在，将排名赛副本中的迪利亚化虚为实。陈宇认为的化虚为实，是将迪利亚看作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将迪利亚带进无上圣土之后，无上圣土为其塑造了真实的躯体，相当于给人工智能制造了一个机器人身体。或许之前的他理解有误，副本中的 NPC 本身就是有身体的，否则植物生命也无法通过吞噬副本生命获得养分。无上圣土真正转化出的时不是身躯，而是存在。排名赛副本是一个时光片段， NPC 们按照真实时光中的逻辑演绎自身的剧本，就如同一出历史剧。当无上圣土将 NPC 转化为真实存在，就相当于将剧中的角色转化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并非塑造了一个复制体，或者让本体穿越时空，而是让剧中角色变成了历史人物本身。自从被无上圣土赋予真实性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历史上的迪利亚，而非一个副本人物。无上圣土中没有因果时空的概念，所以迪利亚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当迪利亚出现在外界的时候，他的存在便与真实时光中的迪利亚形成了冲突。所以被陈宇带出无上圣土的迪利亚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陈宇所处的这个时代。巧合的是，拥有大罗道果的陈宇锁定了自身的因果，他和迪利亚之间的故事无法被抹除。于是即便是一个历史人物，也和他有着原本的因果关系。排名赛副本中发生的一切，对于迪利亚而言也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如何才能在不穿越时空的前提下，在后世有一段经历呢？正常情况下，后世经历这一段肯定会被抹除，可大罗道果又导致其无法被抹除。于是世界的运行逻辑出现 bug， 补救手段是让迪利亚产生认知障碍，让这段经历对其而言既存在又不存在。从迪利亚接触文章之书的异常状态看，又是一种世界运行逻辑错误。迪利亚拥有后世经历之后，对于那个时代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定预知能力，于是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从未选择过陈宇手上的文章之书。真实时空中，这本文章之书到了谁的手里，无从考证。可是迪利亚没有选择这本文章之书，相关时光剪影中，这本文章之书就是不存在的物品。排名赛副本中没有这本文章之书，那么就不会被迪利亚遗留在无上圣土。但这东西又被陈宇的存在锚定了，无法消失。这本文章之书就形成了对真实历史的否定，对迪利亚存在的否定。所以迪利亚在接触这一部文章之书的时候差点消失。只是让陈宇想不通的是，为何他对迪利亚报出自己的真名也没能解除认知障碍？主人，迪利亚出自无上圣土，你应该对他有所感应。世界树在一旁提醒，这根本不是一回事。陈宇感觉有些头痛，揉了揉太阳穴。他对迪利亚的确有感应。当初将迪利亚带出无上圣土，迪利亚消失的时候，他便感应到迪利亚还活着，只是距离很遥远。如果今天他的猜测全部为真，那就可以说明迪利亚在真实的时光中混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甚至存活到了陈宇所在的时代。面前这个迪利亚并非真实的迪利亚，只是个时光剪影，与他没有任何实质联系。要不将他带进无上圣土？世界树建议道，世界运行逻辑对无上圣土是无效的，如果他被设置了认知障碍，那么在无上圣土中是可以解除的。世界树的提议是个好办法，可是现在都觉得脑瓜子生疼的陈宇不太想这么做。如果他将这个副本中的迪利亚带进无上圣土，真实的迪利亚肯定又多了一份后世经历，会让他更加难以判断真实情况。陈宇将自己的顾虑告知了世界树，世界树有些诧异的传信，无声圣土的空间足够一个人生活，如果你不带他出现在外界，应该就没问题吧？不可以。陈宇不假思索地答道。为什么？世界树疑惑。我也说不清。陈宇无奈道。世界树所说的办法，他并非没有想到，而是潜意识中就直接否定了。直觉告诉他，这样做引起的后果远比扰乱因果要严重无数倍。这是大罗道果对于世界运行逻辑的判断，并非他自身的无端猜想。他的行为已经导致了微弱的世界运行逻辑错误。如果不加节制肆意妄为，
说不定整个世界都会崩溃。他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失去整个世界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大逻辑存在来找他算账。潜能试炼副本中的经历让他确定，这个世界不是他一个人的单机游戏，还有其他大罗也在玩。出于公德心以及萌新的觉悟，他认为自己还是低调点比较好。主人，世界树再次传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说的对。陈宇察觉到世界树似乎有些过分在意迪利亚，以至于他居然主动现身，而且在说出自身建议之后，表达了强烈的倾向性。不过他没有询问世界树，而是将目光投向迪利亚。迪利亚，你愿意再次进入那片神国吗？迪利亚不假思索地回答：大人，这是我毕生所愿。你们几个留在外面，有敌人就打死，没有就随便玩玩。陈宇对几只原初精灵说道，然后抓住迪利亚的手，不要反抗。下一刻，两人出现在无上圣土之中。这里是……迪利亚如大梦初醒，有些呆滞地环顾着四周的景象。这是你梦中的神国。陈宇微微一笑，欢迎回来。哦不，欢迎你的到来，迪利亚公主。迪利亚大口地呼吸着不存在的空气，双眼中盈满热泪。她屈膝跪在陈宇面前，虔诚地叩拜。伟大的主啊，您终于回应了迪利亚的祈祷，我终于再次见到您了。那你说说看，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在什么时候？陈宇扶起迪利亚，用轻缓的语气问道。是，我主恕罪，我不记得了。迪利亚惊恐地再次跪下。这特么就尴尬了。陈宇一巴掌拍在自己额头上，然后缓缓下拉。如果迪利亚有认知障碍，那么在无上圣土中无论如何也该解除了。现在他只能认定这个迪利亚根本就没有认知障碍，有认知障碍的是他从排名赛副本中带出来的那一个。这也是他报上自己名号，无法像针对小圣女那样解除障碍的原因。这一个迪利亚仅仅只是一个剪影，对于陈宇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神和主的层面，是他所信仰的存在。那么你说说看，你的人生经历。陈宇说道。另外站起来说话。遵命，我主。迪利亚站起身，不过依旧低着头，不敢直视陈宇。从小我就有一种奇怪的能力，似乎能够感应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知道这是您对我的恩赐。听完迪利亚的叙述，陈宇大概确定了这么几个信息。第一，排名赛副本中迪利亚的经历属于附加经历，携带着完整的记忆，也就是说在陈宇扰乱因果之后，历史上的迪利亚是带着记忆出生的。不过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这是预知未来的能力。第二，迪利亚坚信他来到过无上圣土，但由于因果混乱，他无法分清是曾经来到还是即将来到。第三，迪利亚身上有一股庇佑他并且令他迅速成长的力量，这股力量源自于无上圣土和世界树。第四，那幅毛线团一样的涂鸦画的是无上圣土和陈宇本身，由于某种未知因素的影响，他无法留下任何关于无上圣土和陈宇的信息。第五，他叩拜的那幅只有2根线条的画像是世界树，其余画像是原初精灵和其他植物生命。由于某种未知原因，他无法描绘这些存在的具体形象，只能以简单的笔画代替。这层干扰没有陈宇和无上圣土那么强烈，所以能够进行抽象的记录。等等，你有没有真正见过这本文章之书？除了在你的预知中。陈宇再次将迪利亚留下的文章之书摆在他面前。有，迪利亚答道。第一次看见是在什么时候？陈宇问道。选择文章之书的时候。迪利亚回答。不过未来预感告诉我，另一本文章之书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本。那么你有下过关于这本文章之书的命令吗？比如将其视为你的信物，你的手下看到这本文章之书需要听从持有之人的命令。陈宇突然想到他在大决战副本中的经历。我从未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迪利亚摇了摇头。我主，您需要我下达这样的命令吗？既然迪利亚从未下达过关于文章之书的指令，那么在最开始的副本中，那名将军为什么会见到文章之书的时候立即遵从他的命令呢？或许是时间关系。陈宇在脑海中罗列了一下秘境副本的时间线。他最初进入的副本时间线是后于现在这个副本的。从这个副本所代表的时间开始，到迪利亚针对雪原巨城作战之前，他都有可能下达这条命令。等等，不对劲！真实存在的迪利亚是见过这本文章之书的。一方面，他认为属于他的这本文章之书在他所信仰的生命的神国；另一方面，在他的现实中，他又没有选择这本文章之书。他知道这本文章之书的确存在，而且很可能在某人的手中。所以，迪利亚下达是文章之书持有者为最高统帅，或者文章之书是他的信物这个命令，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在选择文章之书的时候，迪利亚虽然没有选择这本文章之书，却将其收入囊中，准备用来作为自己的信物。第二，他知道在某个时刻，他的神可能会手持这本文章之书出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否则按照正常逻辑，迪利亚不可能会下达那样的命令，因为那无疑是给战争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设想迪利亚的时代中，如果这本文章之书被其他人获得，特别是他的敌人获得，在打探到情报之后，必然会让他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那么迪利亚，陈宇扬了扬手中的文章之书问道，这本文章之书现在在你的手中吗？伟大的主，恕我直言。迪利亚面露怪异，他现在在您的手中。闻言，陈宇正打算解释，却从世界树的淡绿色意志体中感受到了一种欢乐的情绪。如果他有人形实体的话，恐怕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陈宇瞥了一眼世界树，心中暗道，你现在痛快笑，等会儿有的是道让你痛快哭。我说的是你曾经在选择文章之书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之书。这个东西现在在你的手中吗？或者说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我将它献祭掉了。迪利亚答道，所以它在您的手中。献祭？怎么献祭的？你对它做了什么？陈宇有些好奇。
用普通人的视角看，我将它毁掉了。迪利亚补充道。毁掉？原来如此。陈宇点头。迪利亚毁坏文章之书，应该属于一种逻辑救赎行为。摘除一切修饰之后，本质上是迪利亚将这本文章之书留在了无上圣土。而历史上的迪利亚将文章之书献祭，也可以视为他将这本文章之书送去了神的身边。如此一来，关于这本文章之书存在的逻辑 bug 就被修复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程序员都知道，能跑的代码就是好代码，其中有一点小瑕疵无关紧要。世界运行逻辑多半也是如此，大逻辑存在它无法改变，那么就改变自己，掩饰漏洞。文章之书的存在冲突被修复，不会出现陈宇手中有一本，历史上又流传下来一本，两本书其实是同一本的问题。迪利亚与这本文章之书的逻辑漏洞被陈宇卡住了，无法修复，就听之任之，躺平摆烂，反正影响范围不大。陈宇突然感觉世界运行逻辑对自己这一类的大逻辑存在，比联合国对五常还要无奈。五常尚且要点脸，也有害怕的地方，而大罗这种东西是确确实实不讲道理，甚至包括陈宇在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很没道理。你打算制造出一本相同的文章之书吗？陈宇再次问道。迪利亚将献祭之物重新打造出来，作为自己王权与神权交织的象征，也不是不可能。我主，我无意如此。迪利亚回答。而且每一本文章之书都是不相同的，只能相似。猜想被排除了一个。至于下一种可能性，就是迪利亚知道陈宇会在某时刻出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而现在这个副本中的迪利亚似乎没有这么做的打算。那么，迪利亚，陈宇组织了一下语言。你回去。不，这是我对你的神谕，你一定要记住。这本文章之书是我的象征，我可能会在某个时间降临到你的身边或者你的国度。今后持有这本文章之书的人就是我的化身，也是你的意志，明白了吗？虽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么做是否有用，但陈宇还是决定提前补救一下，不给这个世界添太多麻烦。谨遵我主神谕。迪利亚躬身下拜。行了，我们先回去吧。陈宇准备将迪利亚带回副本。迪利亚起身走到世界树下，再次俯身叩拜。正在这时，一颗没有颜色的果实从世界树上坠落，融入迪利亚的身体之中。这一瞬间，迪利亚的气息澎湃如潮，一股神秘而威严的气势从他的身上升起。迪利亚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被狂喜填满，对世界树连连下拜。你这是在干嘛？陈宇奇怪地对世界树问道。和你所做的一样，主人。迪利亚的身上有属于我的力量，但我从未赐予过他力量，所以世界树的情绪有点不太稳定，极其肉痛，极其不舍。不错，不错。陈宇连忙安慰，有自我补救的习惯，很不错。片刻后，迪利亚在世界树的帮助下彻底融合了一颗果实，陈宇才带着他离开了无上圣土。密室内，陈宇刚刚出现，便感觉到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墙角处整齐地码放着10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密室的门口还有些许战斗的痕迹。怎么回事？陈宇立即询问留守在外面的小精灵们。他带迪利亚进入无上圣土不到1个小时，外面居然就遭受了袭击。主人，后土飞了过来，您命令我们把守此处，却有人强闯，然后你们就把他们杀了。陈宇用指尖轻碰了一下后土的脑袋，做得不错，不是我们杀的。后土指了指迪利亚的女士们，示意是他们动的手。陈宇思考了片刻，说道：以后你们单独行动的时候，看见敌人要主动一点，不能麻烦别人，知道吗？后土一只手扶着挂在腰间的宝剑，另一只手握拳贴在胸口，严肃地答道：谨遵主人之令。记住就行了，没必要这么严肃。其实陈宇很想问一下后土，这个看起来怪怪的行礼姿势是从哪儿学来的，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没那个必要。既然他喜欢，就由他去吧。踏踏踏，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来，伴随着铠甲碰撞产生的清脆声响。是你的人吗？陈宇对迪利亚问道。是敌人。迪利亚回答。陈宇点了点头，放出几朵贪食妖灵，深绿色花茎探出，轻柔地将大门拉开。随后一朵朵巨大的食人花绽放，狂暴地挤出房间，顺着门外的台阶一拥而上。几声惊呼之后，世界恢复了平静。击杀190级赫拉迪克精锐战士，经验值加3800+380。击杀200级雪原巨城精英武士，经验值加4000+400。迪利亚好奇地打量着贪食妖灵，观察着他们的战斗方式。对了，小迪，这次你带回来多少敌人？陈宇兴致勃勃地问道。对于迪利亚的疑惑已经解开，那么剩下的就是副本收获了。大人，跟随着我回城的有接近1000名精锐战士，分属于雪原巨城和赫拉迪克，剩下的大概会在5天后返程。迪利亚回答。只有1000个呀？陈宇小小的失望了一把。攻伐魔龙城的军队应该都是王后控制的势力，属于迪利亚的对立面，也就是他可以刷的怪物。按照之前的副本看，少说也有1-2万个。没想到迪利亚宝宝不给力，只带回来1000个。这个副本给他的停留时间一共也才5天，他只用1天时间就完成了副本任务。等迪利亚花了2天，现在只剩下3天时间。等到大军回城，他早都被踢出副本了。大人，您想要让那些叛军早点回城的话，我有办法。迪利亚非常上道的说道。另外，我还能为大人您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的敌方棋子。哦，细说。陈宇双眼一亮，让王后感到不安。迪利亚公主眯着眼睛淡淡一笑，火焰般的红唇微抿，勾勒出优美的弧度。陈宇明明不太喜欢异域风情，此时却觉得迪利亚异常可爱，甚至低头在她娇嫩的双唇上亲吻了一下。迪利亚也十分开心地抬起头，踮起脚尖亲吻陈宇的脸颊。几秒之后，陈宇才反应过来，这什么情况？来到这个世界，除了小时候的家人之外，
这还是他第一次亲吻一个人类，一个有成熟三观、对世界认知鲜明、自我意志清晰的人类。大人，您怎么了？迪利亚疑惑地问道。他的表情动作没有丝毫异常。没什么。陈宇摇了摇头。突然，他注意到了一旁悬浮在空中的小精灵们。高贵的原初精灵一向是看不起低位格存在的。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看到这一幕没有心生不满，甚至就连攻击性最强的小淼以及大阴阳师小光都没有丝毫要开喷的意思。大人，我要继续说吗？迪利亚疑惑地问道。你继续说吧。陈宇说道。是，大人。迪利亚说道。其实我早就可以将王后直接击杀，控制整个王国，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故意让我的手下选择在这个时间动手，就是制造信息差，让王后感到不安。他不知道我手中有多少棋子，质量如何。在他损失大量棋子的情况下，他只能调动额外的棋子来试探我的深浅。我在魔龙城这段时间并没有表现出太过强大的力量，就会给他和他身后的血缘巨城一种错误信息，即是他们低估了我的势力，但又没有过分低估。我让手下用父亲的令牌行事，也是给他们造成错觉，让他们认为父亲站在我这一边，与我联手。王城的动作是我和父亲试图夺回王国控制权最后的负隅顽抗，所以他们会调派一些血缘巨城的高手前来调查情况。我以雷霆之势将其吃掉，他们会犹豫，然后增派更多的力量，却不至于倾巢出动。反复数次之后，他们依然无法得到确切的信息，就认为我身后的势力强大到超乎想象。再加上与暗魔教团一战，损失了很多精锐，便会丧失倾巢出动的勇气，转为被动防守，同时用各种渠道探查我的信息。这样一来，我在削弱敌人的同时，还得到了整合王国力量的时间。我和斯图亚特帝国必然会开启战争，对方采取防守态度，我就可以将战场设置在国境线之外，尽量减少我方棋子的损失。这是我原本的计划。大人，您如果需要在短时间内吃子，那么我稍微改变计划，增强对王后本身生命的威胁，控制展示实力的幅度，就能直接引来大批量血缘巨城的高手，同时让王后命令军队加快行军，尽快赶回王城，守护她的安全。啪啪啪！陈宇连连鼓掌，精彩！原本的迪利亚勾结暗魔教团就是单纯的勾结，和王后对着干，彰显自己的政治存在。整个过程和白纸一样干净、清晰明了。而真实化之后的迪利亚勾结暗魔教团，仅仅只是表象，千层饼表面上的一层皮，下面还埋伏着无穷无尽的手段，仿佛一个大网，以王后为起点，笼罩整个血缘巨城，甚至整个斯图亚特帝国。几只原初精灵不明觉厉，也跟着陈宇鼓掌。唯有小光和小空若有所思。小光更是以一种发现新大陆的眼光看着迪利亚。在原初精灵的眼中，迪利亚这样的人类应该是愚蠢而又渺小的，但此刻的他们却感觉迪利亚居然成为了与自己位格相似的存在。其他原初精灵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唯有小光发现了这个变化。他飞到陈宇身边，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陈宇在刚才下意识地亲近迪利亚之后，其实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迪利亚融合了一棵世界树的果实，虽然是空白的，不具备元素与法则的力量，但在位格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承蒙世界树与无上圣土的庇佑，他如今的潜质仅仅只比原初精灵低上半格。好运的家伙！得到答案之后，小光撇了撇嘴，坐在陈宇肩上，不再说话。既然你已经有成熟的计划，那么由你负责勾引敌人。陈宇说道。在2天之内能引来多少算多少，我手中的力量也供你调配。大人，敢问您手中可用的力量具体达到了哪种程度？迪利亚问道。大约6000多个二阶传说，其中有500多个战斗力远高于同级。陈宇说道。另外还有接近10万个二阶史诗，经过这些天的培育，到腾龙大学新买的植物生命种子也全部成长为了史诗级，其中吃得多的都已经进化到了传说级。寄生蒲公英和巨能葵花也有一部分进阶了传说。寄生蒲公英进化而来的嗜血妖灵，攻击方式是播散细密如尘埃一般的种子，种子遭遇目标生物就会对其进行寄生，直到抽干对方的所有生命力为止。嗜血妖灵和贪食妖灵一样，都是抢食的一把好手，进食速率比不过一口闷的贪食妖灵，却完爆荆棘妖灵。巨能葵花进化而来的浮光妖灵则是一种远程单位，它们的储能水平远高于其他任何植物生命，平时会源源不断的在体内积攒能量，直到满意为止。攻击手段为喷射高能光束和小型种子炸弹，分别用于对单伤害和对群伤害。这是个纯粹的脆皮炮台单位，伤害能力超过深渊荆棘妖灵，甚至能与魔云藤这种巨化型植物媲美，但其近战能力比百合妖灵还弱，甚至比不上荆棘妖灵和贪食妖灵的史诗级形态。够你用了吗？陈宇介绍完自己手下的战力之后，对迪利亚问道。迪利亚微微一颤，感叹道：大人，有这样的阵容，我根本不用做任何谋划，完全可以直接碾压敌人。这个副本里的赫拉迪克王城与高考排名赛中相差其实并不大，在排名赛的时候，陈宇已经能够横扫整个地图，并且坑死2大魔神分身，更不用说现在了。如果把现在的陈宇放进当初的排名赛副本，估计直接把军团放出去，然后睡一觉就能清空整个副本，原初精灵都不用出手。开始吧！陈宇直接放出近10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让他们听从迪利亚的指挥，自己则是捧着7只小矮人跟在后面看热闹。迪利亚带领着植物生命军团离开密室，皇宫中此时显得有些兵荒马乱，四处都是巡逻的士兵，不断在各个建筑之中来回穿梭，每个能藏人的地方都要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小燕看着这些士兵，觉得很好奇，于是飞到一个士兵的头顶，站在他的头盔上轻轻敲了敲，问道：你在找什么呀？我帮你找找看。谁？士兵微微一愣，随即眉头一皱，左顾右盼，却没有发现任何陌生人存在，顿时大惊失色，连忙询问同行士兵：你们听见什么声音了吗？听见了，但是没看见周围有人。
同行的士兵同样大骇，纷纷以为见了鬼。等下，你们看！一个士兵在抬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小燕，小心翼翼地拉住其余几名同队的士兵，然后指了指小燕：“你好呀。”小燕露出人畜无害的可爱笑容，向他挥了挥手。这是什么？士兵疑惑道：“小妖精吗？为什么王宫里会有这种生物？可能是迷路的小妖精。”一名士兵露出贪婪的神色：“这可是贵族老爷们最喜欢的宠物，抓住它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对，抓住它！几名士兵喜出望外，纷纷伸出手想要捕捉小燕。小燕气鼓鼓地嘟起了小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对几名士兵挥舞了几下小拳头：“你们居然想卖掉我！我要打死你们！”哈哈！一名士兵大笑：“你们听听，他说他想要打死我们。小家伙，乖乖跟我们走，我们会为你找个好人家的。你居然想骗我，你太可恶了！”小燕更生气了，飞到说话的这名士兵面前，扬起了小小的巴掌。嚯！士兵大笑，指了指自己的头盔：“小家伙，你不是要打我吗？来，试试看，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嘿嘿。”小燕露出兴奋的笑容，狠狠一巴掌拍了下去。砰的一声巨响，这名声士兵直接被拍成了一滩烂泥。滴血，有滴血！其余几名士兵瞬间大骇，退出老远，高声呼喊。然而四周却没有丝毫回应，密密麻麻的巡逻队如同失踪了一般。他们环守四顾，却发现四周都是一些身姿窈窕的少女。怎么回事？这些女人是哪来的？人都去哪儿了？在他们思考的时候，一名少女悄悄靠了过来。你……一名士兵刚刚想问话，却见这名少女背后探出一根绿色的藤条。少女对他嫣然一笑，藤条瞬间绽放出一朵巨大的食人花，娇艳的花瓣中长满了一排排寒光闪烁的锋利锯齿，一股香甜的气味自花蕊上散发出来。士兵失魂落魄地走向诡异的巨大花朵，仿佛那是他梦寐以求的所在，然后纵身一跃，跳进花朵之中。巨大的食人花瞬间闭合，花瓣蠕动之间传出一阵血肉撕裂、骨骼爆碎的声音。相同的场景还发生在王宫的各处。侍卫长死后，王后不敢再信任王宫侍卫，于是将王宫中的武装力量全部换成了自己带回来的精锐士兵。可是1000名3阶精英级的战士，在上千个传说级植物生命的手中根本不够看，或者说不够吃。精美华丽的宫殿中，王后坐在主位上发号施令，老国王在一旁无人问津。几乎是每隔几分钟就有士兵跑进宫殿向王后汇报情况，只是每一次王后的脸色都会更加阴沉几分。陛下，又一波士兵离开之后，王后走到老国王身边，请告诉我，公主殿下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老国王显得漠不关心。公主殿下的女士在王城肆意妄为，残害忠良，用的可是您的名义。王后充满不悦地说道。残害忠良？老国王冷笑，你不用多说了，迪利亚做事从来不会告诉我。王后皱着眉，没有说话。她出生于斯图亚特帝国的大贵族之家，雪原巨城便是王后家族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以斯图亚特帝国的实力，攻陷赫拉迪克王国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如果开战，那么获得的土地与资源都属于帝国，而暗中渗透控制赫拉迪克王国将会成为他的后花园，专门为他和他的家族提供资源。如今成功在即，却出现了变故。他知道这是迪利亚公主和老国王最后的反抗，可是敌人有多少，力量有多强，这些一概不知，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殿下！正在这时，一名士兵跑进宫殿，出事了！王宫中的大部分士兵都莫名消失了，除了您的宫殿周围，我们连一名士兵都找不到。什么？莫名消失？王后大惊。她带回王宫的高手，加上战场上返回的精锐，实力比之前的王城强上很多。这样的阵容，居然能被敌人无声无息地干掉大部分。几个小时前，迪利亚公主失踪，看守迪利亚的精锐全部被杀，她就感觉自己低估了迪利亚。现在看来，她的判断又出错了。迪利亚公主手中的力量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正在这时，敞开的宫殿大门外，一袭白色衣裙的迪利亚缓缓走了进来，她的身后跟随着上百名女士以及数十名装扮奇异的少女。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王后神色冰冷，给我抓住她！一瞬间，数十名3阶、10多名4阶从宫殿的各个角落冲了出来，冲向迪利亚。然而，迪利亚身后的少女们却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力量。那些着装奇异的少女甚至身上泛起红光，化为恶魔，很快就将王后宫殿内的高手全部击杀。王后骇然攥紧了手中的文章之书。不用害怕，迪利亚淡淡的说道，我不会对你动手，给你1天时间离开我的王国，否则你就永远不用离开了。说完，迪利亚带着女士们转身离开了宫殿。王后的脸色一变再变，片刻后，她翻开了文章之书中通讯文章所在的页面，5000个传说级植物生命将整个王宫堵得水泄不通。在迪利亚公主挑衅完王后的1天时间之中，一共有5波高手试图闯入王宫，其中最强的一波是一名250级青铜 BOSS， 手下带着10名200级青铜 BOSS 以及数十个200级精英，阵容很强大，但依旧敌不过5000传说级植物生命以及200个深渊化传说级植物生命的围攻。王宫的围墙都没有越过，就全部变成了营养价值极高的花肥。1天半时间之后，进攻魔龙城的大军也回到了王城，不过数量比起进攻魔龙城的时候少了很多。这些军队有一部分是从各个主城调过来的，沿途已经返回了所属的主城，即便如此，总数也达到了2万多。迎接他们的是9万多只饥肠辘辘的史诗级植物生命，他们就在副本的边缘等待着。军队进入攻击范围便一拥而上，很快就解决了战斗。王宫中的王后惊恐异常，心如死灰，试图使用传送文章逃走。然而
迪利亚早有准备，埋伏在周围的女士直接将他打断，收走了他的文章之书。对于陈宇而言，王后便这个副本的最后一只怪物，爆掉王后，榨干了所有油水，便选择了结束副本。副本结算中，结算完毕。副本难度真实，副本完成度100%，副本探索度500%，综合评价 SSS。收益结算：金币加1500000，经验值加1300000，自由属性点加500，技能点加100，传说级副本宝箱2阶加3，传说级副本宝箱3阶加1，传说级副本宝箱4阶加1。我去，这收益离大谱！陈宇浏览完副本结算界面，忍不住赞叹，这个副本绝对是他刷的所有副本中收益最高的一个。自由属性点直接给了500，技能点给了100，传说级副本宝箱都有足足5个。不过仔细想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个副本不限制等级，副本中连4阶青铜 BOSS 都出现了，而且还不止一个。按照4阶副本的标准给奖励很正常。结算界面关闭之后，陈宇再次收到提示，由于该副本为一次性副本，结算后副本销毁。提示：副本销毁中。黑暗的副本准备界面如同玻璃一般破碎，陈宇的身形也出现在了秘境之中。等等，我这是在哪？陈宇发现自己的四周是一片旷野，在他的面前有着一个模糊的淡蓝色漩涡，几个闪烁之后，淡蓝色漩涡变为灰色，然后化作一条条灰色丝线，消失不见。我不是在赫拉迪克守墓人的密室中进入了副本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这是一次性副本的特色，进出口不在同一个地方？正在陈宇疑惑的时候，云晨鱼突然出现。你终于出来，快走，这地方不能再待了。小萝莉神色焦急，抓住陈宇的手，挥手画出一个金色字符，字符托起他和陈宇，急速飞离。干嘛呢你？陈宇顶着迎面来的强劲风压，大声对小萝莉问道。你自己看看。小萝莉指了指天空。陈宇抬起头，只见秘境的天空中竟然布满了细密的裂纹，下层的裂纹不断向着地面延伸，同时高层的裂纹不断爆开，展露出一片黑暗死寂的虚空景象。秘境空间不断爆裂，一块块镜面般的碎片如同被碎纸机搅碎的纸屑被吸入无垠的虚空之中。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陈宇有些好奇地问道。这幅世界末日般的景象，如果是普通职业者身处其中，说不定已经吓尿了，但对于陈宇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世界树星象以及世界树本体出手的时候动静比这还大，况且他连没有时间与空间概念的虚无所在都能活得好好的，这种程度的空间破碎自然不会让他感到恐惧。你问我？小萝莉回过头白了陈宇一眼，拜托，我只是个小小的7阶职业者，秘境破碎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原理？我只知道要跑路好吧。轰隆，突然间一道惊雷之声响起，前方的大地猛然塌陷，无数泥土和碎石坠入虚空，化为虚无，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从大地上升起，向天空延伸。没有任何一个词语比天塌地陷能更好地解释眼前的景象。注意，我要加速了，抱紧我，别掉下去。小萝莉神色凝重。闻言，陈宇毫不客气，双臂环抱，死死勒住小萝莉纤细的腰肢。急！小萝莉一声轻喝，脚下的金色符文光芒大盛，两人的速度陡然加快，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冲向秘境出入口。空间碎裂的速度越来越快，裂纹从四面八方袭来，如同一道道黑色闪电。金色流光如同走钢丝一般，在空间裂纹之间穿梭，身边不时有空间碎片爆开，强烈的冲击不断削减着云晨鱼的力量。云晨鱼赶紧改变方向，抬升高度，可是自上而下的空间裂缝也已经蔓延过来，几乎与从地面升起的空间裂缝完全接轨。可恶，怎么塌得这么快？云晨鱼怒骂一声，再次加快了速度。正在这时，一道空间裂缝突兀地出现在云晨鱼身侧，一小块空间陡然爆炸，喷射出一股强劲的乱流。云晨鱼仓促之间挥出一道灰色符文，乱流撞在符文上，符文顿时碎裂。小空，帮忙！陈宇立即将小空召唤出来。小空一个闪烁，挡在云晨鱼面前。空间乱流轰击在小空身上，从高压水枪变成了一道温柔的水流，没有造成丝毫伤害。能传送或者瞬移吗？陈宇问道。不能。小空回答。这片空间已经完全崩解，只剩下一些无序的碎片。这种环境中无法展开使用秩序性空间技能。帮忙稳定空间，没问题吧？陈宇再次问道。可以。小空坐在陈宇肩头，一股奇异的波纹以他的身体为核心荡漾开来，周围空间破碎的速度顿时下降了一个层次，甚至有许多细小的空间裂纹被直接抚平。主人，快一点，我支撑不了太久。即便身为原初空间精灵，以小空目前的力量，还做不到支撑如此体量的秘境空间。流星赶月。云晨鱼再次画出一道金色符文，金色符文融入两人脚下的符文之中，速度也提升了起来。好在秘境空间的范围并不大，在云晨鱼竭尽全力之下，很快便带着陈宇逃到了出口。此时作为秘境出口的淡蓝色漩涡周围也已经被空间裂纹布满，包裹着陈宇和云晨鱼的金色流光一头撞进了淡蓝色漩涡之中。穿过一段光怪陆离的秘境通道，一片碧海蓝天出现在陈宇的视野之中，下方是来时的荒岛，海风将腥咸的气味送入鼻尖，浪涛拍击海岸，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呼，终于出来了！金色符文散去，云晨宇整个人软倒在陈宇怀中。从接到陈宇的地点到秘境出口，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左右，换做平时，这么点路程，从头到尾都不带喘气的。但在刚才那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却比独占一个7阶青铜 BOSS 还要劳累。陈宇抱着云晨鱼，释放出魔云腾星象，拖着两人缓缓降落到地面。
云导师，陈学弟，太好了，你们没事。10多名学员立即围了上来。参与秘境开发的7阶导师与他们手下的学员，此时也都还在荒岛上，没有离开。见到云沉鱼和陈宇平安归来，纷纷松了一口气。陈宇召唤出一只百合妖灵，让云沉鱼靠在柔软馨香的花瓣上，然后为他输入生机。不用给我治疗，我没有受伤，这是心神消耗，让我休息一会儿就行。云沉鱼闭着眼睛对陈宇摆了摆手。好。陈宇不再为云沉鱼注入生机，让百合妖灵调整了花朵的角度，为云沉鱼找了个舒服的坐姿。师姐，你真没事？这时，一名身穿儒士袍、气质温和的男子走了过来，面露担忧之色。虽然差点有事，但所幸是真没事。云沉鱼有些后怕的说道：“之前秘境中那一道空间乱流，若是没有小空当肉盾帮他挡住，恐怕就算不死也要落个重伤，得消耗珍贵的保命道具以及治疗道具才能保住性命，甚至一个不好还有挂掉的风险。那样的话，这一趟下来不仅丝毫没赚，反而要亏不少。”生。儒士袍男子在空中写下一个淡蓝色符文，符文化作一道流光，围着云沉鱼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的手中。随即他含笑点了点头，如此我便放心了。10几名7阶导师纷纷上前询问云沉鱼的情况，看得出来这些人和云沉鱼的关系都很不错。一座秘境坍塌并非小事，导师们已经上报了帝国，帝国会派人前来调查处理，所以在场的导师和学员没有立即离开。陈学弟，李雅璐带着一抹含蓄娇羞的笑容走到陈宇身旁，我看你状态似乎不是很好，我帮你治疗一下吧。说着，李雅璐跪在地上拍了拍自己丰盈圆润的大腿。陈宇很想告诉他，此时应该接受治疗的是云沉鱼，而不是他。不过看在白丝的份上，他还是躺了下，将头靠在李雅璐并拢的双膝上。李雅璐温柔地将双手按在陈宇的头上，手中流动着乳白色的光芒，一种温暖的感觉袭来。陈宇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反正眼睛睁开也看不到天空。学弟，这段时间你究竟在做什么啊？李雅璐一边为陈宇释放法术，一边问道。听说你几天时间就把攻略副本的任务完成了，后面2个多月的时间都不知所踪，大家都很担心你呢。2个多月？陈宇眉头一皱，时间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吗？他从进入一次性真实副本到离开，一共只用了6天时间，就算从进入秘境开始算，也不会超过半个月，怎么可能过去了2个多月？是啊，李雅璐回答。云导师说你进入了隐藏副本，有几名导师中途都已经离开了呢。昨天的时候，秘境里发生了大地震，然后整个秘境都开始崩塌了。云导师让我们跟着别的导师先出来，他一个人在秘境里等你。幸好你们平安归来了，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李雅璐后怕地拍了拍胸口。陈宇只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眼睛上方晃来晃去，像软绵绵的云朵一样，一下子遮住太阳，一下子又将太阳放出来。我确实是进入了隐藏副本，在里面耽搁了一些时间。真实副本并不会改变时间流速，时间缺失应该和他的一系列骚操作有关。多谢学姐，我感觉好多了。陈宇忍不住坐了起来，只不过起身的时候感觉脑袋在什么东西上撞了一下，还好不疼。不用谢。李雅璐掩嘴轻笑，学弟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过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学弟好好恢复的。那我可就当真了。陈宇向着白丝学姐挑了挑眉。实际上，如果换个非公众场合，他不介意让白丝学姐多帮自己治疗一会儿。大概因为白丝学姐的形象和御姐版世界树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陈宇并不排斥她。学弟，我也可以帮你哦。旁边穷得没衣服穿的学姐也凑了过来，准备作妖。李雅璐半搭着眼皮，在丰饶肩膀上戳了一下，丰饶顿时疼得龇牙咧嘴。陈宇注意到这位一向不喜欢好好穿衣服的学姐，今天居然不露了，整个身体有2/3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风学姐，你这是怎么了？陈宇忍不住问道。跑到不准去的地方去了。李雅璐帮丰饶回答，差点没命，保命道具和补给品都用光了。我这不是好奇吗？丰饶讪讪道。没想到那座神庙里怪物阵容居然这么强大。神庙？什么神庙？你找到了隐藏地图？陈宇好奇地问道。那些禁止进入的区域，地图并不是纯黑的。7阶强者们早已将秘境的绝大多数地图探索完成，才让学员们进来攻略副本。陈宇记得禁止进入的区域里面是一些高级怪物和强大的 BOSS， 这些单位不会离开自身所处区域，7阶强者们也不想浪费力气去清理，于是便保留了下来。其中并没有神庙地形，也不算什么隐藏地形，是一座很显眼的建筑。丰饶说道，我想前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野生的宝物，没想到暴露了，被2个6阶 BOSS 一路追杀。好在更恐怖的单位没有动手，不然我是真的要死回来了。居然能从2个6阶 BOSS 手里活命，学姐厉害。陈宇竖起大拇指，厉害什么啊？丰饶欲哭无泪，底裤都亏没了，就剩个复活道具，不然真的一无所有了。没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千金散尽还复来，风学姐肯定会走好运的。陈宇安慰道。借学弟吉言。丰饶本来想调戏陈宇解闷，说起自己的伤心事，顿时没了心情，闷闷不乐地走开了。你们这些家伙能不能省点心？小萝莉不满的声音传来，一个差点把自己作死，另一个差点把老娘都一起作死。导师大人，谢谢你。陈宇真诚地说道。小萝莉不顾自身安危，在整个秘境崩塌的情况下，还守在副本门口等他，让他很是感动。以后少做。小萝莉瞪了陈宇一眼。这个送你。陈宇的掌心开出一朵猩红的彼岸花，随身携带哦，看起来挺不错的。小萝莉接过彼岸花，彼岸花品质效果说明开在3途河畔黄泉路旁的英明之花，指引王者回归本真，抵达彼岸。查看属性之后，小萝莉脸色一黑，这是在咒我呀你！
我说，你这死变态就不能干点人事儿？陈宇在彼岸花上轻轻一拂，你再看看。小萝莉半信半疑的再次观察彼岸花的属性。彼岸花品质2彩神话，效果镇压灵魂，可抵挡一次不超过星号品质的灵魂伤害。说明1，开在3途河畔黄泉路旁的英明之花，指引王者回归本真，抵达彼岸。说明2，某位伟岸存在的一部分，持有此花便是获得了他的青睐，超越生死界限成为可能。看清之后，小萝莉顿时脸色一变，她将迅速将彼岸花塞到陈宇的衣服里，压低声音说道：“你这蠢货，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这种东西连竞技强者甚至奥义强者都会眼馋的，快收好，千万不要再拿出来显摆了，知道吗？单单稳固灵魂这一条，就是无数强者们梦寐以求的宝物了。而抵挡一次星号品质以下的灵魂伤害，更是堪称惊悚。星号是什么概念？属性乱码无法显示，说明其神密度爆表，远高于他目前所能理解的范畴。就像夏虫不可语冰，他也没有资格接触这种位格的存在。就算陈宇有意对他开放，他依旧无法看清其中所有内容。身为7阶职业者，而且是其中佼佼者，他自身就相当于传说品阶，也就是青铜 BOSS。神话级乃至梦幻级都在他可接触、可理解的层面之内。而这朵彼岸花虽然本身只是2彩神话级，但其功能却涉及到了梦幻级之上。天知道说明中那位伟岸存在是什么情况？而且持有这朵彼岸花，相当于获得了这种层次存在的青睐，这到底是多大的机缘啊！你救我一命，难道还不允许我对你有所报偿吗？陈宇笑着问道。这朵彼岸花是往生路以本源孕育，理论上与原初精灵位格相当，实际上本源远远低于原初精灵。往生路的位格比世界树高上一点，其生长特性使它的本源量远高于世界树。按照往生路的本源量，大概蓝星人手一朵都不会伤及根本，所以说对往生路而言算不上太珍贵，不像世界树那样失去一个果实就心痛到无法呼吸。除了表面作用之外，这朵彼岸花最大的功能就是标记灵魂。如果云晨鱼死掉，往生路能够使其完美复生。人何以待我，我何以报之？云晨鱼肯为他拼命，那么他就要让任何存在都拿不走云晨鱼的命。对于陈宇所说的报偿，云晨鱼显然不是很赞同。身为腾龙大学的导师，保护学员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且你是特殊的，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只是我，任何一个导师都会拼尽全力去救你。这种宝物你自己留着，比送给我作用更大。看着一本正经的小萝莉，陈宇好笑地揉了揉她的脑袋。怎么，你以为这是唯一的？一朵又一朵鲜红的彼岸花在陈宇身边绽放。小萝莉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小嘴微张。这可是我第一次送女孩子鲜花呢，难道你要拒绝我吗？陈宇语气诚挚，摘下一朵彼岸花，拉起云晨鱼的小手，将花朵放在她的手中，然后往她还没合拢的嘴巴里塞了一只没剥开的棒棒糖。良久之后，小萝莉才木然地将彼岸花收进物品篮，感受到嘴里有食物，下意识地品尝了一下，结果舔到的是包装糖果的塑料纸。死变态，算你有孝心。小萝莉风情万种地白了陈宇一眼，将棒棒糖剥开，喜滋滋地吃了起来。这不就对了吗？陈宇趁机掐了掐小萝莉圆嘟嘟嫩乎乎的脸蛋。小萝莉没有反抗，陈宇觉得手感不错，于是上了另一只手，掐个不停，力道还越来越大，直到小萝莉慢慢的由晴转阴，似乎有对他动手的趋势，才意犹未尽的停了下来。可嗨，对了，导师大人，陈宇正色道，你是怎么找到副本出口的？虽然是为了转移话题，防止小萝莉抱起伤人，不过这确实是陈宇很想搞清楚的问题。一次性副本的入口在赫拉迪克守墓人的密室之中，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刷完副本会出现在野外，云晨鱼又是怎么找到的？这还不简单。云晨鱼恶狠狠地瞪了陈宇一眼，揉了揉有点僵化和疼痛的脸蛋。你身上带着我发给你的地图，可以精准定位。进入副本之后虽然不能定位，但是我可以找到你定位消失的地点。你消失的地方毛都没有，只有那个一次性副本。你不在副本里面，还能飞了不成？等等，陈宇眉头一皱，你说我进入副本就是在那个位置？没错啊。云晨宇点了点头，一次性副本也是副本，进出口当然是在同一个地点，只不过副本传送门会在副本结束后毁坏而已。副本传送门在副本运行的时候是无法改变位置的，这是常识，也是铁律。这样说来就有些奇怪了。陈宇原以为一次性副本和普通副本不一样，进出口位置会发生改变，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副本位置发生了改变，那么就是副本地形改变了。秘境崩塌，地形改变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云导师，那些原住民去哪儿了？陈宇想起离开副本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原住民的身影，而那些原住民看起来也并没有被7阶导师们带走。原住民？云晨鱼微微一愣。赫拉迪克守墓人。陈宇提示道，你是说神殿周围那些 BOSS？ 云晨鱼奇怪地问道，你管他们做什么？怎么，你还跟疯扰一样，惦记着他们，准备去捞点好处？那些家伙最低都是5阶 BOSS 单位，连我都不敢硬闯，你还是省省吧，别被疯扰给带坏了。神殿 BOSS？ 陈宇有些疑惑，赫拉迪克守墓人可没有神殿，而且他们的实力也十分低下，最强者都没有达到5阶 BOSS。 云导师，我是说你之前给我介绍的让我去的那些原住民城邦，我什么时候给你介绍过原住民城邦？云晨鱼大大的眼睛里也充满了疑惑。这个秘境里面除了那些被我们前期清理掉的怪物，就只有3大神殿，能称得上原住民的只有这3座神殿周围聚集的 BOSS， 也就是你问的赫拉迪克守墓人。除此之外哪还有什么原住民？这些家伙非常危险，
攻击一切接近神庙的生物，连我都吃了大亏，我怎么可能让你去？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记错了，别在意。陈宇笑了笑，随即他的意识沉入无上圣土，沟通世界树。你有在观察我身边的状况吗？是的，主人。世界树回答。从你的视角看，我从刷完一次性副本，一共用了多长时间？陈宇问道。6天多。世界树回答。准确一点，152小时53分钟27秒。不过，在离开副本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时间缺失。陈宇继续问道。赫拉迪克守墓人，你记得吗？当然。世界树回答，但仅限于进入副本之前。离开副本后，我完全没有感应到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这一点我不太擅长，往生录应该会比较清楚。陈宇立即与往生录沟通，你说说怎么回事？我收集过他们的存在信息。往生录回答，其中大部分在你离开副本之后就不存在了，少部分还存在，但力量被稍微强化了一些。你说的稍微强化是指从2阶3阶的小怪变成5阶6阶的 BOSS。陈宇嘴角一抽，其中一些变成了7阶白银 BOSS。往生录补充道。好吧，那么你们怎么看？陈宇问道。往生录传来信息，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应该是您改变了因果所致，甚至这个秘境的出现都是因为您。陈宇思索了片刻，你的意思是我第一次释放迪利亚，导致迪利亚改变了历史，然后出现了这个秘境，第二次释放迪利亚，再次改变因果，让这个秘境中的赫拉迪克守墓人被增强了，是这意思吧？是的。往生录回答。但这只是我们浅显的猜测，因果本身就是复杂的逻辑，但对于您来说这没有意义，您可以不遵守所有规则，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也无法理解。行吧。陈宇不再思考，只能当作是放生迪利亚的蝴蝶效应。陈宇闭目思考的时候，一直观察着陈宇的丰饶偷偷靠近了云沉鱼，伸出手试图学习陈宇，掐一掐云沉鱼的脸蛋。正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刻，云沉鱼突然抬起小手抓住他的后颈，一个奔跑投掷将他甩了出去。哗啦，海岸边出现了一朵不一样的浪花。咯咯喽！白丝学姐看到这一幕，躲在旁边背过身偷笑，浑身都在打颤。巍峨的山峰如同遭遇了地震，不停地晃动。学姐，你没事吧？陈宇关心地问道。地心引力这种东西对白丝学姐来说似乎不太友好。没事。李雅露抬起头，脸上还带着残余的笑容。不过当她注意到陈宇的目光时，双颊迅速变成了红色。陈学弟。湿漉漉的丰饶出现在陈宇身边，幽怨地说道，你是怎么泡上咱们小云老师的？一点征兆都没有。陈宇捏着下巴思索了片刻，大概就是为唐宋送花什么的。喂食这一招大概只对假萝莉有用。云沉鱼、云碧月和黑袍矮子这种老萝莉对投喂似乎并不抗拒，如果对象换成苏淼月、元宵、闵红衣之类的真少女，对方很可能骂你是神经病，并且对你吐口水。风学姐，你当时是进入了神殿对吗？陈宇问道。是啊，丰饶说道。能说说神殿里的场景吗？陈宇说道。好呀。丰饶将一块毛巾递给陈宇，娇滴滴地说道，不过学弟人家都湿透了呢，你能帮帮人家吗？一定要擦干净哦，每个地方都不能漏哦。好的，没问题。陈宇摊开手，一只透明的小焰出现在掌中，对着丰饶吹了口气，一道炽烈的火焰在丰饶身上闪过，不到半秒钟，湿淋淋的丰饶就变得干爽无比。风学姐，可以了吗？可以了。丰饶的眼皮和嘴角不断抽动。好吧。实际上我也没有太深入，只是在外围一座用于祭祀的大殿中就被发现了。那座用来祭祀的大殿里也没什么宝物，只不过他们朝拜的东西很奇怪，放在正位的居然不是神像，而是一幅画，一幅很了不起的画。陈宇心中一动，立即在地上画出2条曲线，然后说道，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丰饶摇头，直接拿出一幅画卷递给陈宇，这是我逃走后记录下来的，之前还以为这东西有大用，能用来攻略相关高难副本或是做神殿里的任务来着，结果没过多久秘境就塌了，白忙活。陈宇接过画卷，将其展开，画卷上占据主位的是一株枝繁叶茂的巨树，巨树之下，一个比例极小的白衣女子跪伏着，白衣女子的前方隐隐还有一个淡淡的人形。画卷右侧还有着一片红色的絮状物，看起来似乎是一片花丛。画卷左侧则是一堆密密麻麻的简单人形，这只是我根据记忆简单记录的。丰饶说道。实物真的超级震撼，明明只是一幅画，却让我有种想要跪拜的冲动，就好像我很渺小一样。总之很难形容。你见过咱们腾龙大学的校长吗？就是花园帝君，传说中的半神强者。当时我就觉得这幅画比花园帝君还要恐怖，就是因为这幅画我才暴露了气息，被那些守墓人发现的。知道了，谢谢风学姐。陈宇说道。按照丰饶临摹的画卷，还有丰饶的感受，被供奉在神殿里的画像 99.99% 就是无上圣土中的景象。这东西有且只有可能出自迪利亚之手，或许是因为位格提升，抽象派变成了写实派，就连陈宇他都能以朦胧的手法记录下来。让陈宇不解的是，迪利亚在陈宇出生前的岁月中究竟遭遇了什么，导致他所在的世界破碎了，世界碎片掉落到蓝星世界，形成了秘境。赫拉迪克守墓人守的又是谁的墓？不可能是迪利亚的，因为迪利亚根本就没死，这一点可以确定。大胆猜测，赫拉迪克守墓人守的墓就是赫拉迪克文明本身的墓，守护这个文明残存的痕迹。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瞎想，文章之书的说明之中提到过，他见证了一个伟大文明的崛起。
这个伟大文明指的应该就是迪利亚创造的赫拉迪克文明。陈宇想不通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秘境的改变说明陈宇释放迪利亚能够产生蝴蝶效应，改变现实。第二次释放迪利亚之后，他带着无上圣土和陈宇的恩赐，带着世界树赋予的位格，这样的存在成长起来之后是极其恐怖的。现在想来，陈宇调出副本之后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偏偏还是出现在了秘境之中。这就可以说明，即便成为了原初精灵那样的存在，迪利亚依旧无法阻止赫拉迪克的衰亡，依旧无法阻止世界的毁灭。创造了一个伟大文明的迪利亚，实力必然已经异常强大。作为文明的创建者，文明的领袖，文明的神，并且这个文明还供奉着自己虔诚信仰的存在，迪利亚显然不会因为厌倦而任由其衰落消亡。换句话说，导致赫拉迪克消亡的因素属于不可抗力的外因，连成长起来的原初精灵都无法解决的外因。陈宇只能希望以后还能碰到赫拉迪克相关的副本，能够顺着轨迹找到迪利亚的所在，把他捞回来。另外就是那个外因在短期之内不要莫名其妙的攻击蓝星世界。学弟你看，丰饶扯了扯陈宇的衣袖，面容呆滞的望着天空。陈宇抬头一看，只见那个充当秘境入口的蓝色漩涡此时已经停止了旋转，变为了一片光滑平整的镜面。镜面之中能够看到秘境之内的场景。此时的秘境之中已经完全被黑暗吞没，只剩下靠在一起的3座巨大神殿。诡异的是，无论空间乱流如何冲击，虚无混沌如何拍打，3座神殿依旧巍然不动，如同屹立在海潮之中的礁石。正在这时，一个渺小的气泡从黑暗之中出现，缓缓地飘向3座神殿。随着气泡的不断靠近，众人方才发现，那居然是一座体量恐怖的小世界。小世界将3座神殿吞噬，然后狠狠撞在镜面之上，整整一个世界当头砸下，恐怖的压迫力汹涌而来。在场的众人，无论是导师还是学徒，纷纷骇然。好在这座小型世界并没有突破阻隔降临蓝星，只是将那块由秘境通道变化的镜面砸得粉碎，让人无法再观察通道另一边的情形。荒岛上空破碎的镜面一片灰暗，却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最中心的那个点，一抹淡淡的蓝色光晕开始旋转，破碎的镜面逐渐被淡蓝色光芒吸收，缓缓形成一个新的蓝色漩涡。这是什么情况？秘境通道再次形成，那个小世界会变成新的秘境？陈宇对身旁的云晨鱼问道。我也不知道。云晨鱼呆呆地摇了摇头，我探索过很多秘境，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云晨鱼，在场的所有七阶导师都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目前看来似乎没什么危险，就此离开的话，大部分人都心有不甘。云晨鱼和其他七阶导师商量一番之后，决定按原计划行事，等待帝国情报部派人过来再做决定。在荒岛等待1天时间之后，一艘雕刻着龙形标志的飞船抵达。这是腾龙帝国官方的公务飞船，搭载着2名7阶强者以及8名研究秘境机制的学者。学者和冒险者终究还是有区别的。经过一番询问和调查之后，很快就给出确切的结论。这种秘境破碎之后被另一个秘境取代的现象并非个例，用专业术语形容叫做单一世界裂块趋向性牵引融合。简单说来，就是2个由同一世界崩解形成的碎片，在某种原因的影响下相互吸引，碰撞之后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世界碎片。一般来说是小型世界碎片被大型世界碎片吸收，在吸收过程中，小型世界崩解形成的碎片会因为变成空间乱流而损耗一部分。陈宇和云晨鱼经历的世界末日，实质上是大型世界碎片消化小型世界碎片的过程。碎片融合完成之后，秘境通道会再次开启。所以，对于一众7阶导师而言，秘境并没有销毁，而是变成了更大的秘境。煮熟的鸭子没有飞走不说，还遭遇了一笔天降横财。然而，就在诸位7阶导师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情报部的学者们又向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按照性秘境的规模看，其中的力量层次已经涉及到了8阶，这群7阶导师根本就不可能吃得下。另外，秘境融合时间消耗不明，根据现场情况推断，通道再次开启至少也在1年之后。云晨鱼和7阶导师们再次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在保留优先探索资格的情况下，将秘境开发权和探索权打包出售给官方。这是个稳赚不亏的买卖。这些导师本身就是编制内人员，现在出售秘境赚了一笔，以后秘境重新开放，还能以官方人员的身份跟在竞技强者后面进去捡捡漏，吃块肉。情报部的人在探明缘由之后，将秘境情况上报。官方很快派遣了一批军方人员前来驻守秘境通道口。交接完成，7阶导师们也纷纷带着自己的学员踏上了归途。回到腾龙大学，小萝莉非常豪气的小手一挥，拿出10万学分平分给了陈宇和丰饶。因为在情报部学者的报告中，丰饶强闯神殿以及陈宇进入一次性副本，很可能是触发世界碎片牵引，招来大型秘境的关键性因素。出售大型秘境，让小萝莉赚得盆满钵满，一路上甜美的笑容就没停下来过。得到大额学分的风学姐兴奋异常，把小萝莉抱起来举高高转圈圈，还狠狠吸了一口小萝莉的脸蛋，结果被小萝莉提着脖子扔了出去，掉在一棵大树上，完成了自挂东南之成就。陈宇本来也想尝试一下吸萝莉的操作，不过在看到风学姐的下场之后，明智的选择了放弃。辞别导师和同学，陈宇回到了自家小别墅。进门的时候，一团小小的黑影拦住了他的去路。是你？原来你还在啊！陈宇蹲下身，惊讶地打量着丧萝莉。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我了呢，我除了跟着你还能去哪儿？丧萝莉似乎并不打算向陈宇隐藏自己身为保镖的事实。你这是消极怠工啊！陈宇愤愤道，我差点挂掉，你知道吗？你太不称职了，我要投诉你！你自己要进阶为限制秘境，关我屁事儿！我又进不去，怎么保护你？丧萝莉一脸无所谓，
反正你又不会真的死掉，偶尔死一死也没关系。好吧，那你说说看，找我干嘛？又有人要对我女朋友不利？陈宇问道。丧罗莉进不去七阶秘境，他当然知道，只不过是想趁机泼一下，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捉弄他。但桑罗莉这种活了不知道多久的竞技强者，吃过的肉比他见过的猪都多，显然不会轻易让他得逞。有位大人物想见你，丧罗莉淡淡的说道。陈宇有些好奇，大人物？谁？桑罗莉可是竞技强者，本身就是站在云端里的大人物，能被他称之为大人物的存在，又该有多牛逼？去了你就知道了。丧罗莉拿出一颗灰色晶石，一把捏碎，一道白色传送门出现，直接传送，这么高调？陈宇诧异道：“谁啊？这么大牌面？进去吧。”丧罗莉对着传送门努了努嘴：“你总得告诉我里面是谁吧？”陈宇无奈地拨开一个棒棒糖塞进丧罗莉嘴里，企图贿赂。少废话！丧罗莉双眼一突，一口吐掉糖果，然后抓着陈宇来到传送门前，飞起一脚将他踹了进去。特马德，你给我记住！陈宇穿过传送门，摔在地上，寻思着一定要找个机会打肿他的皮骨，以报今日一踢之仇。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陈宇开始大量周围的环境。这是一片繁盛的花园，中间被一条干净的青石小路隔开。小路两旁的花朵葱葱郁郁，微风拂面之时，千百种淡雅的幽香萦绕鼻尖。世外桃源般的舒缓与轻松让人忍不住放松下来，想要在这花丛中恣意歌舞。沿着小路前行，没走多远便踏出了花海，前方是幽暗死寂的虚空。显然这里是一个空间碎片，或者说小世界。周围没有人造建筑，也没有发现任何智慧生物。陈宇只能大声说道：“敢问此间主人可在？”小生陈宇拜见。片刻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传来。陈宇转头一看，只见花丛中站起一名身穿青色道袍的少女，峨眉杏眼，脑后扎着一条清爽的马尾辫，手中还提着一把拂尘。虽然是一副道士打扮，却气质温和可爱，像个邻家小妹妹。陈宇拜见前辈。陈宇微微躬身，拱手行了一礼。面前的少女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威势，但她可不会天真的以为这是个侍女什么的。这个世界中喜欢以貌取人的，大部分都被打死了。况且这位就算不是正主，礼貌一点也不会错。原来是你啊！少女微微有些惊愕，随即拍了拍身上沾着的花瓣，从花丛中走出来，站在陈宇面前，仔细的打量着。陈宇被她看得心里发毛，忍不住退了一步。嘿嘿，前辈唤我前来，不知是有何事，想见见你不行吗？少女明媚一笑如春风，争奇斗艳的花海仿佛都失去了颜色。见见我？陈宇微愣，不过随即又理解了少女的意思。他这种潜力无限的种子选手，被认定今后可以挑大梁的存在，大人物们想要见一见也无可厚非。甚至他从高考到现在才第一次与大人物见面，这都已经有点违背常理了。来，少女拉起陈宇的手，走进花丛之中。没走几步，陈宇就看见了一张压着花花草草铺在地面上的方砖，方砖上摆着一个葫芦和几碟简单的小菜。少女拿起葫芦，取出一只青瓷杯，向杯中倾倒，清澈的液体很快将青瓷杯注满。尝尝。少女将杯子递给陈宇。多谢。陈宇也不客气，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清新淡雅，有一点酒味，又带着一点茶香，截然不同的味道互相结合，居然没有一点违和感。喝下去之后也没什么奇怪的感受，比如一股暖流什么的。只是片刻之后，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经验值加 2.5 亿。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自由属性点加12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职业属性加5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技能点加3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潜能星级加2。卧槽！提示音一出，即便是陈宇都不淡定了。这究竟是什么品质的天才地宝？小小的一口就有这么强大的功效，比世界树的枝叶还特么离谱。前辈，在下有个不情之请。陈宇严肃道，他的目光一直定在少女的葫芦上。想再来一杯？少女晃了晃葫芦，液体与木质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咚声。陈宇点头，确定？少女再次问道。陈宇连连点头，这种好东西不要白不要。给。少女又倒了一杯，递给陈宇。陈宇满心欢喜地接过杯子，一口喝掉，沉浸在属性即将暴涨的喜悦中。他没有注意到少女脸上那一抹狡黠的笑容。片刻后，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经验值 2.5 亿。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基础全属性3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职业属性5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技能点300。提示你食用特殊食物，潜能星级2。我操！陈宇难以置信地打开提示界面，看着那一个个减号，满脑袋都是黑人问号。口感和上一杯完全一样，小道姑倒水的葫芦也是同一个，我特么眼花了。陈宇揉了揉眼睛，再次看向提示界面，的确是减号没错。还要吗？再来。道袍少女再次倒了一杯不明液体，递给陈宇。不要了，不要了。陈宇惊恐的拒绝，这可是你自己要的，哭着也要喝完。道袍少女端着杯子上前一步，陈宇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禁锢，无法动弹。随即道袍少女捏开他的嘴，强行把水灌进陈宇口中。片刻后，禁锢力量消失，提示音出现。这次不是减，而是和第一次一样，为他增加了大量属性。这么神奇？陈宇目瞪口呆，他可以确定道袍少女给他喝的绝对是同一种东西。第一口加属性，第二口却会将第一口增加的属性抹除，喝第三口，这些属性又会加回来。如果再喝一口，估计还会被抹掉。
道袍少女再次倒了一杯水。陈宇连忙使劲摇头：“前辈，别来了，如此天才地宝，晚辈消受不起啊！”“谁要你消受了？”道袍少女白了陈宇一眼，自顾自地喝掉杯中的液体。这可是极品悟道神药，现在给你喝简直就是浪费东西。陈宇顿时安心下来，只要不是给他喝就成。听说你是种植师？道袍少女笑道：“你能让我看看你的植物生命吗？”“可以。”陈宇召唤出一只荆棘妖灵。道袍少女看着荆棘妖灵，陷入了沉思。陈宇非常自觉地站在一边，没有打扰她。良久之后，道袍少女拍了拍陈宇的肩膀，说道：“能破我的高考记录，你小子有点门道。不过嘛，赶我还是差远了，继续努力，不要懈怠。行了，你去吧。”说罢，道袍少女对着陈宇挥了挥手，一股柔和的推力袭来，陈宇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花海世界陡然消失，他已经回到了自家小别墅的院门前，面前是半拉着眼皮、面无表情的丧萝莉。“见过了。”丧萝莉淡淡地问道。“见过了。”陈宇回答，然后忍不住问道：“他到底什么意思？”大人物见到他，一共干了3件事，请他喝了3杯茶，然后观察了一下他的荆棘妖灵，最后放了句狠话，说了句官话。从最后的发言看，道袍少女应该是曾经腾龙帝国高考排名赛积分总榜上的某一位。不过陈宇并不相信他见自己，只是为了看看破掉他记录的人长什么样。仅仅是这种理由的话，他完全可以在陈宇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将陈宇观察个通透。大人物的想法我怎么知道？丧萝莉撇了撇嘴，我只是个传话的，又没跟着你进去。好吧，那他的名号你总能告诉我吧？陈宇说道。行，那我就告诉你。丧萝莉认真的指了指天，那位是我腾龙帝国12储君之一，半神强者，花元帝君东方熙，同时也是你们腾龙大学的校长。腾龙大学校长，半神强者，帝国储君。就算丧萝莉提前说过这是个大人物，陈宇也没想到居然大得这么离谱。半神强者在网上就是真神级，真神级一般不会在蓝星世界动手，甚至不会出现在蓝星世界，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如果2个真神在蓝星开战，估计打到一半，整个蓝星就毁得差不多了。另外，蓝星上也没什么值得真神级强者在意的东西，在蓝星世界内，半神就是真正的巅峰。蓝星世界公开的半神强者有42位，42位半神有17位属于腾龙帝国，其中之一便是高居帝国圣位的腾龙大帝。实际上，腾龙帝国虽然有皇帝这个席位，但皇帝并不是席制，其更多是一种地位和力量的象征。每一任皇帝在位时间最低不得低于100年，最高不得高于1000年。皇帝退位之后，新任皇帝在储君之中产生。储君并不是前任皇帝的子嗣或指定的某个人，而是帝国强者中战力最强、潜力最高、功勋最彪炳的存在。储君的人数固定为12人。皇帝退位后，由皇帝和12储君投票决定地位的归属。在伟力归于自身的世界，强者不是那么在乎权力，他们更喜欢追逐强大的力量。所以，尽管皇帝掌控帝国最高实权，皇帝们也不怎么管事，经常当甩手掌柜。或许是制度开创者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下面的权力机关设计得非常到位，可以长期自运转，不用皇帝来操心。即便如此，大部分强者依旧认为政务会拖累他们进步的节奏，而不愿意当皇帝。腾龙帝国史册里多次出现一种很滑稽的现象，每当皇帝有正当理由宣布自己卸任的时候，一些储君不是无故消失，就是各种推诿扯皮，企图逃避责任。腾龙帝国的现任校长花元帝君就是这样一位储君。原本他应该是这一届的腾龙大帝，上任大帝退位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多的票数，结果第2天人就消失了，连带消失的还有另外3位储君。无奈之下，皇帝和剩下的储君们只能重新投票，选择了一位，并且投票完成后，当场就进行了地位交接。另外，花元帝君还是高考排名赛记录的上一位保持者，没错，就是得分100万、持有100倍伤害天赋的那位。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目前蓝星世界真正的最强者，也是目前蓝星世界唯一一位在晋升半神之后还公开击杀过同阶的半神强者。陈宇显露自身天赋之前，花元帝君就是这个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即便是陈宇被腾龙帝国高层普遍认为天赋第一，但也没有人觉得陈宇的同阶战力会强于花元帝君，甚至就连陈宇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动用底牌的话，同阶的情况下，自己或许不是花元帝君的对手。毕竟100倍伤害这种天赋，战斗力太过出格。陈宇麾下的最强常规战力魔云腾和深渊妖灵能够吊打普通的4阶职业者，如果花元帝君也是2阶的话，估计能够一巴掌拍死一片。花元帝君怎么会想到单独见我？陈宇忍不住问道。这种情况不亚于国家元首亲自接见一个刚通过公招考试的小办事员，就算这个小办事员背景通天，答题精彩绝伦，以后注定成为国家顶梁柱，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冷雄，丧萝莉回答道。冷雄？陈宇诧异，这个名字他自己都差点忘了。冷雄死在自己的宿舍，表面上是自杀，丧萝莉说道。但是腾龙大学的顶级强者们认为他是被操控自杀，背后有针对你的阴谋，于是就把事情上报了。花元帝君刚好在蓝星世界，便亲自出面调查，发现冷雄的确有被控制的迹象，只不过连他都无法确定真凶，说明这事儿水很深，花元帝君都查不清楚。陈宇顿时感觉背后一阵恶寒，或许自己之前在排名赛上的表现确实有些高调了，以至于某些深潜海底的不知名势力都试图出手针对自己。花元帝君召见他的目的，应该是打算亲自出面为他保驾护航了。在那片花海世界中，花元帝君多半在他身上留下了某种手段。你也不用太担心，丧萝莉淡淡的说道，
对方隐藏的越好，就越说明这只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魑魅魍魉。至少在蓝星世界，还没有哪个势力敢跳出来和我腾龙帝国正面开战。那我就放心了。陈宇点了点头。对于腾龙帝国的强大，陈宇感触很深。这种感触来自于腾龙帝国人基因里对外国人的蔑视。大部分腾龙人心目中，除了帝国人，其他的全是蛮夷之辈和跳梁小丑。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都没有被超越的危机感，只能证明这个国家确实强得离谱。打消疑虑之后，陈宇告别丧萝莉，走进自家小别墅。林若愚正在准备食物。无论陈宇有没有回家，他都会每天定时准备食物、整理家务，并且为陈宇收集可能用得到的信息。陈宇没有打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进入了无上圣土。世界树旁边已经堆积了大量的掉落物和宝箱，没来得及处理。以陈宇刷副本的评价，这些东西加起来绝对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小燕正躺在一大堆宝箱的顶端呼呼大睡，怀中还抱着一颗没拆的棒棒糖。陈宇走近一看，发现棒棒糖的外壳里面居然有一丝风系能量，伸手轻轻一戳，风系能量消散，糖纸也瘪了下来。陈宇估计在小燕睡着之前，包装纸里面应该还是满的。主人，感受到陈宇靠近，小燕迷茫地睁开了眼睛。莫等他搞清楚情况，就感觉自己被一只巨手抓了起来，紧接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搓完手，陈宇将晕乎乎的小燕放在一旁，打开了最顶上的宝箱。提示：你开启了传说级副本宝箱，2阶获得金币2000，生命恢复药剂，2阶星号5，安德雷斯战甲，2阶传说星号1，都是垃圾。陈宇将开出的物品丢到一边，然后继续开。提示：你开启了传说级 BOSS 宝箱，2阶获得金币3500，雷霆道符传说星号3，孪生怨灵姐妹，史诗级灵体宠物香灰，史诗星号5，这还挺值钱的。雷霆道符是伤害类一次性消耗品，威力大约相当于1到3阶稀有级雷系法术。孪生怨灵姐妹是2个扎着小辫子、手牵手的鬼娃娃，光看脸还挺可爱。只不过过了一会儿，2个鬼娃娃就开始七窍流血，浑身皮开肉绽，表现出一副凄惨的死相。陈宇将其放到一边，让他们不要乱动，准备和其他战利品一起出售。这东西品质不错，卖给御灵师估计能赚不少钱。提示：你开启传说级副本宝箱，2阶获得4300金币，传说级技能书自由育种，传说级技能书伤害加深，精灵档，2阶传说饰品魔法蓝宝石戒指，2阶传说饰品。好，大爆！这是哪个副本的宝箱来着？算了，不重要。陈宇将箱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拾起2本传说级技能书。自由育种是种植师的专属技能书，作用是消耗生机，赋予植物种子某种特性，可以融合其他材料定向赋予，也可以不使用材料随机赋予。不计成本的话，最高能孕育出传说级植物种子。伤害加深则是一本通用系技能书，简单粗暴的直接提供最终伤害加成。陈宇二话不说，直接将2本技能书用掉。自由育种能让陈宇随心所欲的 DIY 出自己想要的植物，丰富自家花园的多样性。目前为止，他的花园里大部分都是大众化制式植物生命，这些都是同系职业的前辈们经过千挑万选，最终保留下的具有最高性价比的植物。养成容易，耗材低，战力强，吃尸体吸能量就能快速成长，这是制式植物生命才具备的高价值特性。这也导致了绝大部分种植师手段能力单一，缺乏出奇制胜的能力，而自由育种恰恰能够进行弥补，甚至配合生息演算，陈宇还能自行推演，让植物生命获得某种特性需要的材料类别。至于伤害加深，这个伤害加成是囊括手下植物生命的很直观的战力提升。2阶1级的伤害加深就提供了 25% 最终伤害加成，点满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 45%， 接近花园帝君天赋的1/2。学完技能，陈宇继续开箱，金币、技能书、图纸、装备、各类消耗品逐渐堆成了一座光芒闪耀的小山。小燕高兴的和过年一样，不断挑拣出好看的小饰品挂在自己身上。对于这种现象，陈宇已经见怪不怪了。让他感觉有些惊讶的是，小光居然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只不过小光的行为和小燕区别很大，小燕是什么都往身上挂，自己喜欢而又没地方挂的就丢在一旁，杂乱的堆砌在一起。而小光则是将好看的小首饰戴在身上试一试，然后取下来放在旁边分类的整整齐齐，并且根据身上戴的饰品风格，果壳变成小衣服也在不断变化，时而贵气，时而活泼，时而素雅。陈宇俯下身，将刚换装完毕的小光抓了起来，放在掌心。小光在陈宇的手心里转了一圈，笑盈盈地对陈宇问道：“主人，好看吗？”此时的小光身着淡蓝色短袖针织衫和超短裙，腿上穿着高筒白丝袜，右腿的丝袜和短裙之间戴着一枚黑白相间的指环，头顶戴着一枚像王冠一样的银白色指环，纤腰上系着一条四叶草挂坠项链，活脱脱就是现代小公主风格的青春活力美少女。好看。陈宇点头，用手指揉了揉她的脑袋，以示赞许。主人，主人，我呢？我好看吗？小燕兴冲冲地飞了上来，因为速度过快的缘故，许多缠在身上的小首饰哗啦啦掉了下去。即便如此，她的身上还挂着7、8条项链，双臂上各戴着5、6枚戒指，背后挂着一对金色的小铃铛，叮铃作响。脑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上面还种着一个尖尖的红宝石吊坠，像是一顶魔法师的尖帽子。你也好看。陈宇嘴角一抽，违心地说道。毕竟他刚刚夸奖了小光，不能在这时候打击小燕，以免她脆弱的小心灵受到伤害。小燕姐姐真美，你现在是最漂亮的7个原初精灵之一。小光抬头看了看陈宇，也对着小燕甜美的一笑，认真的说道：“真的吗？我真的是最漂亮的吗？”小燕开心极了，手舞足蹈间又掉落了几个珠宝。是的，
陈宇对小光暗暗竖起了大拇指，这话说的太有水准了，完美拿捏了小燕的智商。好了，你自己去玩吧。陈宇把小燕放在地上，准备将装备清理分类一下。转过身，发现后土也在装备堆旁边。他将一副威风凛凛的骑士套装铠甲脱了出来，拼凑在一起，飞在天上，双目放光地观察着。不一会儿，他身上的轻甲也变成了这副骑士装甲的模样。喜欢吗？送给你了，拿去玩吧。陈宇笑着对后土说道。啊！后土吃了一惊，赶紧变回原样，单膝跪地，大声说道：主人，属下职责未尽，不敢奢求赏赐。这样啊？陈宇充满惋惜地摇了摇头，本来是打算送你的，但是你不要的话，我只能拿去卖掉了。别！主人！后土惊慌地说道。怎么？又想要了？陈宇笑道。想要？后土埋着头，咬着下唇，半晌才艰难地吐出2个字来。他满脸通红，线条分明的精致五官拧成一团，看起来非常搞笑。陈宇忍住笑意，揉了揉他的脑袋，严肃地说道：无尘，原出土精灵，听令。是，主人。后土立即单膝跪地，面带凝重。今后如若有心仪之物，务必告知于吾。陈宇一板一眼地说道。汝须知，主君之意志，须由臣下贯彻，臣下之愿望，亦由主君满足。哦。后土顿时双眼放光，属下明白。哈哈，行了，走吧，出去吃饭。陈宇将后土提了起来，然后将其他小精灵也召唤过来，离开了无上圣土。客厅中，女仆小姐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吃饭是某2只小精灵最爱的环节。无精打采的小风闻到香味，瞬间精神百倍，欢快地飞到了餐桌上。小燕也不甘示弱地冲了过去，一路上又有几枚饰品从她身上掉落下来。林若愚愕然，好半天才认出这只浑身珠光宝气的小精灵是小燕。陈宇无奈地摇摇头，顺着小燕的路径将她抱出来的装备拾起。餐桌上除了丰盛的菜肴之外，还摆着7套小桌椅，小桌子上放着碗筷和装着各种食物的小盘子，这些显然是为小精灵们准备的。小燕和小风没有注意到属于他们的座位，直接趴在盘子上，2只小手不停地将食物扒进嘴里。其余5只小精灵则是和陈宇一起落座，对于自己面前的食物也没那么大的兴趣。主人，这是学院上个月出的各阶位学员综合排行榜。林若愚将一个平板递给陈宇。综合排行榜并不是战斗力榜单，而是根据学员在校期间的各种表现进行排名，比如转职任务难度、副本评分、任务表现、文化课学习等等。当然，战力评估也是重要因素。榜单每月一换，列举每个阶位的前100名，上榜学员有额外的学分奖励。陈宇接过平板浏览，一阶的榜1赫然就是苏淼月。第2名他也听说过，是在排名赛副本里扬言要和他单挑的元宵。第3名闵红衣他也知道，李薇的女朋友。李薇本人也在榜上，排名第9。在一阶榜单的末尾，陈宇还看到了林爱罗和林法道这2个名字。双寒领主和烈焰王座这2尊竞技强者的晚辈，排名如此靠后，让他微微有些惊讶。不过转念一想，林法道本身是京都人，因为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而跑到了云川。林爱罗和林法道实力旗鼓相当，2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顶尖天才，这样的排名也不奇怪。2阶榜单的第1名就是他自己，这个没什么悬念。3阶榜单的第3名也是他熟悉的名字，就是那位不喜欢好好穿衣服，只喜欢到处作妖的风学姐。4阶榜单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老姐上哪儿去了？陈宇感觉有些奇怪。照理说，陈默这种超级天才不可能没上榜才对，难道说老姐的等级已经超过4阶了？没死又没上榜，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从陈默的事迹以及留给他的礼物珍贵程度看，超越4阶也不奇怪。这么说来，他碾压陈默的想法又泡汤了。若愚，你在学院里帮我打听一个人。陈宇对林若愚说道。我的亲姐姐，陈默。陈默？林若愚微微惊愕。怎么？你知道？陈宇看向林若愚。知道一些。林若愚说道。主人，您的姐姐可是去年入学的风云人物，名气很大。只不过在入学大约半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怎么在学校里出现过。你帮我查查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陈宇说道。是，主人。林若愚点头。另外，我这段时间打到了一些战利品，你帮我处理掉。陈宇将刚才开箱得到的物品以及副本怪物爆出来的珍贵材料导了出来。哗啦啦，清脆的碰撞声响起，流光四溢的珍贵装备和材料在客厅的角落堆成了一座小山。林若愚顿时瞪大了眼睛，小嘴微张。良久，他才回过神来，感叹道：早就听说，越顶尖的天才对资源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越低，最厉害的甚至能一边赚钱一边升级。主人，你让我明白了这个传闻的真实性。这段时间里，林若愚一直待在家里，没有服务对象加经验，却连升好几级，就已经知道陈宇的成就不一般。直到看到这些装备，才发现他的收获有多恐怖。主人，这些东西你准备全部换成金币，还是尽量换成学分？还能换学分？陈宇问道。可以的，林若愚说道。成套的史诗级装备、史诗级以上图纸、稀有级以上技能书、史诗级以上消耗品这一类珍贵物品都能和后勤部兑换学分。一些特殊物品，例如某些传说级建筑图纸、神话技能书、传说装备图纸、超稀有材料等等，甚至能够兑换贡献值。贡献值是腾龙大学内部的高级货币，可以通过完成重要的学院任务或者对学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陈宇的账面上就有贡献值，这是他在排名赛中击杀2头魔神分身的奖励。植物生命进阶神话需要的生命之树叶子就要贡献才能兑换，能兑换学分的就兑换成学分吧。陈宇说道。卖金币的话是需要去校外贩卖吗？林若愚回答。后勤部也提供金币兑换，不过价格比外面低很多。
以主人你提供的物品数量和质量，去校外出售，获利会高出很多。既然如此的话，陈宇召唤出2只深渊荆棘妖灵，以后你外出的时候就带着它们。是，主人。林若愚面露感激。往生录已经录入了林若愚的灵魂，所以陈宇对2只深渊荆棘妖灵下的指令是，尽量保护林若愚，如果遇到无法保护的情况，第一时间将其击杀。吃完饭，陈宇将小精灵们留在外面，让林若愚照看，然后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无上圣土。由于这段时间疏于照顾，神话级植物剑异草和莲花成长速度很慢，按照这个情况，估计要数年时间才会成熟。当然，这只是对于陈宇来说很慢。其他种植师培育神话级植物生命，少说也得数10年时间，而且还要提供大量资源。陈宇将自身剩余的生机属性全部用来催生剑异草和莲花，然后走到世界树下，拍了拍世界树的树干，一道光门浮现，陈宇迈步走了进去。白裙白丝的御姐版世界树跪坐在一团白色光晕上，对陈宇招了招手。陈宇走过去，然后说道：“变小一点。”闻言，世界树迅速缩水，变成了身穿白色花苞裙的可爱小萝莉状态。陈宇满意的点了点头，将它抱了起来。省略号代表10000字，本章字数12000，相当于6章。本着让世界树哭出来的原则，陈宇强行让世界树保持小萝莉状态，然后给它开辟了一条新路。按照前世经验，这个过程别说萝莉，经验丰富的御姐都会疼得哭出来。然而陈宇失算了，世界树这种生命，就算和人类结构一样，实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从情绪上看，萝莉版世界树根本就没感受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再一次失败之后，陈宇寻思着要不要攻击一下自家女仆小姐，那柔柔弱弱的样子肯定很好欺负，100%能重拾自信。从世界树里面出来，陈宇将世界树和往生录的意志体都叫了出来。现在他的手中还有一个创造至高级机会，想让他们提出建议。现有的植物生命中，哪个比较适合晋升？陈宇问道。5种基础植物：魔云藤、剑异草，或者直接晋升莲花。如果您非要现在使用这个能力的话，我建议您晋升莲花。往生录说道。您现有的植物生命中，唯有莲花拥有高级本质，除了我和世界树的衍生生命，往生录和世界树的衍生生命，陈宇肯定是不会为其晋升至高的，因为在本身有至高级本质的情况下，无上圣土的力量会将其激活。如果将原初精灵指定为本命植物，只会再得到一株世界树，即便新的世界树本质比现有的世界树品质高一些，也没有意义。至于莲子，到现在也搞不清楚需要多少次指定才能激活它的无上级本质。在获取拥有高级本质的存在之前，我建议主人暂时保留晋升力量。世界树说道。或者寻找一种有你需要的功能的植物晋升，晋升之后有概率会保留那种功能性，就像世界树的前身妖精树。虽然两者没有任何联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保留了制造衍生生命这一功能。行，那这个晋升机会我暂时保留。拥有自由育种、创造特殊功能植物，自然是不在话下。休息了2天之后，陈宇再次开始了刷本生涯。学院的2阶副本、云沉鱼的2阶副本、2阶试炼副本全部刷了个干净，甚至跑到校外，将整个京都聚集在一起的2阶副本都刷了一遍。即便他顾及副本强度，没有动用原初精灵、世界树和彼岸花，也只用了1个月时间。再次将打出的物品处理掉之后，陈宇手上的学分已经达到了 40W。 除此之外，还收获了近4000自由属性点以及1200个技能点。2阶的传说级技能每升1级需要15个技能点，神话技能比传说技能翻了1倍，需要30点。将需要升级的2个普通技能、5个传说技能、1个神话技能全部点满之后，技能点瞬间缩水到只剩300个。基础属性在加完点之后达到了12000出头，加上根本法提供的15000以及2套传说装备提供的加成，4维属性最低的力量都已经达到了35000点。不眠不休的刷本1个月，就算陈宇自身不怎么动手，也感觉到了心理上的疲惫，索性带着女仆小姐和小精灵们外出游玩了2天，才返回学校。无上圣土之中，陈宇将110个史诗级材料时光沙放在世界树下，这是他刚才花费11W 学分兑换来的。除此之外，还花费2W 积分兑换了一块2阶潜能试炼。110个时光沙刚好可以让世界树生成时间系原初精灵，手指大小的暗灰色晶体融化，被世界树吸收。片刻之后，世界树顶端一颗果实翩然落下。陈宇伸出双手将果实接住，心里有着一丝激动，因为时间是8大原初精灵中的最后一位。原初时间精灵的诞生代表着一种阶段性的圆满，也代表着世界树的成长进入下一个阶段。创世！陈宇还在出神的时候，手中的果实已经从中间裂开，果壳化作一袭典雅的暗紫色露肩小洋装。一名小小的黑发少女面带微笑地站在陈宇掌中，她额前的刘海垂下，遮住右眼，及腰的长发梳着一条侧马尾，双手戴着极肘的淡紫色手套，双腿上裹着黑色丝袜。主人！少女右手扶胸，向着陈宇微微躬身。原初时间精灵参上，我将为您操纵万物轨迹。好！陈宇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你就叫小穗。遵命，主人。小穗再次躬身。原初时间精灵小穗，品阶异彩神话，等级150，属性力量30500，敏捷30500，体质30500，精神61000，生机5000，时间原力500，天赋轨迹化，进入轨迹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除时间系之外的元素伤害。被动原初时间精灵，使用时间系技能消耗降低 99%， 威力提升 100%。技能时间静止禁咒，轨迹错乱禁咒，时间加速禁咒，因果裂解禁咒，命运之轮禁咒。
原初时间精灵和其他原初精灵有所不同，其他原初精灵的天赋都是元素化，而时间精灵的天赋则是轨迹化。和元素化相同，轨迹化也能免疫物理伤害，但元素化免疫的都是本系伤害，而轨迹化免疫的是除本系之外的一切元素伤害。也就是说，小穗一旦进入轨迹化状态，便只有时间系技能可以伤害到它。相较于其他基础元素，时间更偏向于一种既定的概念，它不是实体，而是描述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代表实体的运动轨迹。在实体世界中，时间代表物体是运动的，是一个世界的活力。如果一切都陷入静止，那么时间就失去了意义，这个世界就陷入了死亡。那么接下来就是更精彩的创世环节了。陈宇带着8只原初精灵走到世界树下，陈宇的意图，世界树已然明了。树干上浮现出一道光门，这一次进入光门的不只是陈宇一人，8只原初精灵也跟着飞了进去。光门之内不是那片充斥着缤纷光芒的奇异空间，而是一片虚无混沌。陈宇感觉自己的意识被无限拔高了，世界树的整个形体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一览无余。它扎根于无上圣土，向着无序的混沌中无限蔓延，面积足有上百平方公里的无上圣土，此时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世界树与之连接的只是十分细小的一部分，越往上画风越是狂野。向外大约1/10的长度，世界树的一片树叶便足以遮蔽数十上百个无上圣土。向外2/10的长度，整个无上圣土更是只相当于世界树树叶脉络中的一颗沙粒。每向外衍生一部分，世界树的体量便会增大数个乃至数十个数量级。至于此时世界树的长度，陈宇根本无法估量，因为唯一的参照物无上圣土实在是太过渺小，根本没有产生对照的可能。就像一个人手中拿着一粒沙，无法去测量太阳系的体积一样。世界树顶端那繁盛的枝桠外，零零星星地浮动着一个个透明的气泡，有的气泡很大，堪比世界树的一根枝条，有的气泡很小，比世界树的树叶还小。陈宇继续向外观望，发现了无穷无尽的气泡，一些体量巨大的气泡，即便此时的世界树与之相比，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棵小草。虚无的混沌之间，陈宇还看见了一条条朱红的丝线，向着一个个气泡延伸，似乎是想要将这些气泡穿在上面。那些气泡便是一个个独立的世界，丝线自然就是往生路。陈宇明白自己此时的视觉并非真正的视觉，而是源自世界树与往生路对于混沌的感知。人的肉眼无法看破混沌，更无法观测世界。在高级视野下，陈宇也发现了蓝星世界的存在，它与无上圣土重叠，体量不大不小，相当于世界树树冠处的一片树叶。另外还有一个模糊的信息，蓝星世界以及世界树和往生路能感觉到的所有世界，似乎都被一个面所囊括着，共同遵循着同一个底层运行逻辑。世界树与往生路也被囊括在这个面之内，虽然没有突破这个面，但它们依旧可以模糊地感知到，除了这个面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个面与之相交或是平行，这些面也遵循着同样的底层逻辑。所有的面中心点与出发点似乎都源自于某个恢宏伟岸的恐怖世界，由这个世界辐射的规则影响了无量混沌，唯有无上圣土独善其身，就像摆在一幅画上的小石子一般。而世界树与往生路就像石子上长出的2棵小草，根部在小石子上是3维的，但衍生出去的部分却长进了画里，变成了2维的。至高生物的感官信息量无比恐怖，如果传输给一个普通人，足以瞬间使其灵魂粉碎。得益于大罗道果的支持，陈宇不但能够完全接收这些信息，还能将其转化为自己可以理解的形式，也就是此时的高级视野。将感知从混沌中收回，陈宇将注意力放在小精灵的身上。世界树底部8个细小的光点顺着世界树的树干向上攀升，起初它们的速度很慢，像是爬树的蜗牛，距离无上圣土越远，它们的速度就越快，直到冲上世界树的树冠，顺着树枝进入了一片树叶中。随着原初精灵的抵达，这片树叶开始闪烁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这一刻，世界树不再生长，其他所有树叶汲取的营养以及世界树储存的营养都开始往这片树叶之中疯狂输送。这片树叶缓缓鼓了起来，在视野中无限放大。陈宇的意识也随之进入了这片树叶，树叶之中是完全不同于混沌的另一番景象。这是一个极小的点，却蕴含着无法想象的恐怖能量。8只原初精灵失去了形体，虚无而又真实的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它们被束缚着，又可渴望挣脱束缚，在奋力的挣扎中，微小的点如同心脏一般跳动着，向外膨胀又被向内压缩。随着世界树灌输的养分，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幅度也越来越大。某个时刻，原初精灵们终于挣脱了那股压制力的束缚，一瞬间之间，积蓄已久的力量彻底爆发。首先是空间，空间的力量吞噬了混沌，向着无穷大、无穷远的彼方肆意延伸，永不停歇。紧接着是火焰，跟随着空间的步伐喷薄而出，直冲空间尽头。火焰喷发的同时，分为了明晦2色，明色为少量，浮于表面；晦色占多数，隐于暗中。晦色火焰不断膨胀，将明色火焰不断拉长，也成为了支撑空间更进一步膨胀的动力。混沌初开，分清浊2气，清者上浮天，浊者下沉为地。原来如此，陈宇心中有所明悟。盘古开天的传说，陈宇自然是听说过的。世界树的创世虽然没有盘古，但与盘古开天的形容不谋而合。清也可以代表光，是浮于表面可见的部分；浊则代表暗，是沉于内部支撑世界的厚重部分。随着火焰与空间行动的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焰向广阔的空间喷薄，形成了风。大量的火燃烧殆尽，寂灭之后，变成了固态的土与流动的水。一些风、水、土在吸收巨额能量之后，又重新燃起了火，四相循环，生生不息。又过了无穷岁月，空间的扩张归于平稳，遵循着某种既定的规律向外扩大。
空间中的火焰分离成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大火球，或是一片片巨大的火海，围绕着某个中心，以某种轨迹运行。一些火球的旁边凝聚起一个个更小的小球，围绕着火球旋转。站在上帝视角，亲眼目睹创世过程的陈宇，心中充满震撼。这幅场景与神话中的神明创世大相径庭，并非小精灵们言出法随，挥手化作地火水风光暗时空，而是一幅活生生的宇宙大爆炸景象。出生的世界稳定下来，陈宇也退出了创世视角。离开世界树后，陈宇陷入了沉思之中。创世的过程带给了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悟，让他对大罗道果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正在这时，8个果实从世界树上落了下来，摔在陈宇身边。果实裂开，化作8只小精灵。主人！小燕欢快地飞起来，抱住陈宇的脸，叭叭叭亲个不停。陈宇伸手将小燕抓住，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此时的小燕明明还在那座出生的世界中充当着火焰的角色，在他的感知中，被他抓在手中的小燕分明是另一个个体。你是小燕？陈宇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是啊。小燕眨巴着大眼睛，主人，你不认识我了吗？怎么会？陈宇笑着揉了揉小燕的脑袋，同时将疑惑传达给了世界树。世界树的意志虚影在陈宇身边浮现出来。此时的他看上去非常疲惫，身形忽明忽暗。主人，原初精灵是唯一的。世界树对陈宇传讯，我每创造一个世界，都会有一组新的自由原初精灵诞生，但无论是第几组，他们都拥有同一个意志。你是说，创世之后，原来的原初精灵就被固定在了世界之中，然后会诞生一组分身？陈宇问道。不是的，世界树回答，他们并没有被固定，只不过世界的成长需要他们的支撑，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离开那个世界。另外，新的原初精灵并非分身，而是公共意志下的不同个体。知道了。陈宇点头。原初精灵之间的关系和虫族相似，虫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没有自我意志，唯有集体意志统帅全局。每一只原初精灵个体就和一支虫兵一样，被真正的原初精灵意志统帅。如果说陈宇是主宰，那么小燕就是一只女王，代表所有原初火精灵。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每一系的原初精灵都有2只，虽然只有一只能自由行动，但在必要的时候，另一只也可以摇出来打架。甚至经历过创世的原初精灵，有着世界力量的加持，比自由原初精灵更加凶猛。世界树创世，除了让陈宇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外，原初精灵的品质也得到了提升。原初火精灵小燕，品阶2彩神话，等级150，属性力量61000，敏捷61000，体质61000，精神122000，生机10000，火元力1000，天赋火元素化，进入元素化状态，免疫一切物理伤害，免疫一切火系伤害，自身火系伤害提升1000%。被动原初火精灵，使用火系技能消耗降低99%，威力提升200%。技能烈焰焚天禁咒，末日审判禁咒，流星火雨禁咒，烈火神盾禁咒，万雷火劫禁咒，奥义宇宙生灭。合击技能需8名原初精灵共同施展，提升后的原初精灵全属性直接翻倍。天赋和被动的技能伤害提升也翻了1倍，并且还多了一个奥义技能宇宙生灭。竞技技能是8阶强者的主力技能，奥义技能则是9阶强者的主力技能。8只小精灵合力便能施展堪比9阶强者的攻击。正在这时，一道提示音响起，提示你经历了特殊场景创世拼图，潜力等级加10。提示你经历了特殊场景创世拼图，获得天赋创世之力、梦幻创世之力，获得职业属性造化。你可以消耗造化创造你已知的任何事物，创造的物品等级越高，稀有度越高，消耗造化越多。注：造化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补充提升。陈宇感觉自己的体内多出了一股神秘的能量，这股能量的体量比深渊魔力和生机小了数百倍，但其质量却远非两者可以比拟。陈宇心中一动，一个金币出现在他的手心，紧接着半空中出现无数金币，哗啦啦落在地面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一共是129600金币，消耗了1点创世之力。那么装备呢？陈宇尝试着制造一个单件的2阶传说装备，不过刚刚开头便停止了这个行为。他已经预估出了制造那件装备所需的造化属性点数，又尝试了制造几件物品之后，陈宇大致知晓了造化的价值。一件2阶传说装备大概需要2至5点造化，一本2阶传说技能书大概需要6点造化左右，一只2阶传说及荆棘妖灵大概需要300点造化，一只原初精灵大概需要很多造化，多到无法量化。一棵世界树无法制造，尝试制造原初精灵和世界树并不是在搞笑，而是陈宇在测试造化的限制。结果令他震惊，造化属性居然真的能够创造原初精灵，这无疑证明造化之力的潜在位格甚至不低于世界树。如果陈宇的造化属性足够高，他甚至可以不借助任何东西凭空创造一个世界。创世之力是陈宇观摩创世时获得的感悟，根源在大罗道果。属性面板上没有提供提升和恢复造化的具体方式，不过陈宇本身是知道的，随着世界的成长，他掌握的造化会越来越强，消耗掉的造化也只能依靠世界来慢慢恢复。原初精灵们创造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成长，陈宇也无法估算准确的提升速度和恢复速度。依照此时此刻的情况，刚才消耗掉的1点造化大概需要10多天的时间才能回满。虽然能够自回复，但谁都知道造化这种属性在关键时刻肯定有大用，所以陈宇并不打算将其随意消耗掉。世界树，你还可以再次创造世界吗？陈宇问道。原初精灵的品质提升再次提升需要什么条件？创造一个世界，他得到的收获便已经如此惊人。如果世界树能够像母鸡一样隔3差5的下一个世界出来，
那岂不是美滋滋？希望是美好的，但现实不尽人意。世界树不是母鸡，没法天天下蛋。创造一个世界已经将积攒的本源消耗殆尽。世界树成长至今，满打满算也就几个月时间，体量看似很大，实际上是虚胖。它倾尽全力延伸自己的形体，只不过是为了从混沌中汲取更多的本源。混沌空间中，任何一个看似软柿子的世界撞过来，它都会被碾压到散架。真正坚实的部分，只有与无上圣土连接的最细小的那一节。能够在这个时候创造世界，已经是无上圣土加持的结果了。原初精灵们继续提升品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创造世界，这个在短时间之内不用想；另一种是壮大已有的世界。世界树创造的世界只是一个空旷的低级小世界，如果能够向其中填充大量的物质、能量，法则就能使其快速成长。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世界晋级的时候，原初精灵的品质也会随之提升。进阶终极小世界至少需要生命、死亡、创造、毁灭4种基本法则，也就是4个法则精灵的加入。当然，世界本身也会诞生相应的法则与物质，但这个过程漫长到陈宇无法接受。还是填鸭式培养能让小世界更加茁壮的成长。与小精灵们玩闹了一会儿之后，陈宇取出了2阶潜能试炼10版，选择使用。提示：你开启了潜能试炼2阶。提示：请选择潜能试炼难度：普通、困难、噩梦、炼狱、深渊。深渊。陈宇没有任何犹豫。提示：你选择深渊了难度，请确认选择或修改难度。确认。提示：请再次确认或修改难度。确认。提示：难度选择完成，试炼开始。下一刻，一股牵引力量袭来，试图将陈宇拉入莫名的时空。上一次使用潜能试炼，这股力量无声无息，他没有任何察觉就将他带走。但这一次有所不同，陈宇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他的存在，甚至可以操纵无上圣土的力量排斥他，让他无功而返。不过陈宇没有这么做，反而是顺其自然，甚至主动配合。片刻后，牵引力量将陈宇带到一片虚无之地，分成2股，一股固定他的身躯，另一股继续牵引他的灵魂。陈宇轻车熟路地分出一部分灵魂跟随牵引力量，另一部分则用往生路镇压，留在身体之中。没过多久，牵引离开的灵魂完成降临，一具虚拟身躯瞬间塑造完毕。这具身体是一名战士职业者，强度在4阶左右，拥有500点职业属性斗气，身上的铠甲遍布着细密的伤痕，放在一旁的大剑上也有着好几个明显的缺口。陈宇环顾四周，此时正身处一座军帐之中，军帐中只有他一个人，还挂着地图，摆着沙盘。不难猜测，这次的身份应该是一名军官。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张雪白的 A4 纸，这张白纸显得很突兀。帐篷中其他用于记录信息的东西都是羊皮纸或者布帛，没有任何现代科技文明的痕迹。陈宇将白纸拿起，几行端正的字迹在白纸上显示出来。试炼任务：守护者的英雄赞歌。任务难度：深渊。任务内容：3个月内保证凯乐城不被攻陷。大约10秒之后，一抹金色火焰燃起，将白纸化为灰烬。上一次天道也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传递任务。要知道，天道的风格一向简洁而又严谨，傻瓜式操作实用优先，从来不会耍帅或者故作神秘。那么他为什么不秉承一贯风格，以提示音加任务面板传递信息，并且实时显示任务进度呢？如果天道没有故意改变自身风格的话，那么他一定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正在这时，陈宇的军帐被掀开，一名士兵跑了进来，对陈宇说道：“萨兰多队长，战士长阁下召唤您前去议事。”好的。陈宇站起身，跟随着士兵走出军帐。如他所料，帐外是一座军营，但规模不是很大，一共有大约300个军帐。位于军营正中最高大的那顶军帐便是议事地点。此时中心军帐中已经站立了40多名着装和他差不多的战士，这些战士包括陈宇在内，身份都是队长，手下拥有20至50名士兵。主案上，一名长相粗犷的披甲战士正襟危坐，陈宇找了个位置站定。在他之后，陆续又有10多名战士入内，加上他自己，不多不少，刚好60人。人手到齐，主案上的战士开口：“诸位，我得到消息，该死的堕落者再次派出劫掠者，绕过前方防线，攻击我们的村庄和城镇，甚至有堕落者乔装难民，混入前线堡垒凯乐城，大肆制造混乱。”军帐之中顿时一片哗然，几十名战士义愤填膺：“卑鄙的恶魔爪牙！怎么会？前方防线已经如此严密，这些狡猾的恶魔竟然还能入侵！这些该死的家伙，有种和我们正面决战，杀光这些狡猾无耻的东西！肃静！”战士长拍了拍桌子：“我召集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斥候已经看明了深渊劫掠者的行进路线，对他们将要攻击的地点也做出了详细预判。将军阁下命令我们前去阻击深渊劫掠者，你们都过来。战士长将几十名战士叫到一个大沙盘旁边，开始分配任务。沙盘上插着一些旗帜，代表着深渊劫掠者有可能进攻的地点。每个战士都被分配了2到3个目标。接到任务之后，战士队长们纷纷离去。陈宇也拿着任务地图回到自己的军帐，在他的营帐旁边有着3个大1号的军帐，属于他手下的士兵。这些士兵质量很一般，一共12个2阶，19个3阶，看样子都属于小怪级别，根本排不上什么用场。陈宇没有让他们全部跟着自己，只带了一个熟悉地形的士兵，便随大流离开了军营。军营之外是一片平原，可以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坐落着一座军营，规模大小不一。此时大部分军营中都在不断涌出人马，应该是都收到了剿灭深渊劫掠者的任务。选深渊难度还真就和深渊有关呗，上次也是差不多的场景。说起上次潜能试炼，陈宇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圣女，那个聪明又乖巧的孩子，
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他过得怎么样。前能试炼任务的世界没有副本特质，很可能是独立的世界，应该不会被刷新掉。离开军营不远，陈宇直接真身降临，将虚拟身躯顶替。跟在他身边的指路兵毫无察觉。萨兰多队长，我们2个人真的能完成清理深渊劫掠者的任务吗？指路兵有些不自信地问道。这名熟悉地形的指路兵是个女兵，名叫索菲亚，原本是附近一名低级贵族家的大小姐。不过她家族的领地被深渊势力攻击，全家都死在了劫掠者的手中，只有外出会友的她躲过一劫。为了报仇雪恨，加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士兵。这个世界女兵并不罕见，陈宇所属的那片军营中，女兵的数量超过总数的1/3。没问题的，我相信你。陈宇为她加油打气。索菲亚欲哭无泪。你倒是相信我，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吗？我就是个3阶的普通小战士啊，遇到稍微厉害点的深渊劫掠者，那不是送菜上门吗？只不过对于队长的决定，他无法反抗。好了，我们走吧，地图给你，往哪边走你指路。陈宇将地图塞给索菲亚。索菲亚看着地图上被标红的点，眼中闪动着悲痛和仇恨的光芒。你怎么了？陈宇问道。这个地方距离我曾经的家族领地很近，我很熟悉。索菲亚声音低沉地说道。附近有一位子爵贵族的领地，他的实力很强大。如果……陈宇直接挥手打断了他的发言。我问你往哪边走，不是问你这地方有什么。士兵，回答我的问题。是，队长。索菲亚下意识地站直，抬手指向前方。现在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好，这不就对了吗？陈宇满意的点了点头，召唤出一只星象荆棘妖灵。荆棘妖灵右手的藤条编织出一把藤椅，让陈宇落座，随后又伸出一根藤条，将索菲亚卷了起来。紧接着弹射起步，疾驰而去。所过之处扬起大片烟尘。啊！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索菲亚吓得惊叫出声。没有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她还的心性还没有从贵族小姐转变成一名成熟老练、不惧危险的士兵。高分贝的尖锐声音让陈宇有些心烦，直接分出一根藤条塞进了他的嘴里。尖叫声顿时变成了呜咽。终于舒服了。观摩创世获得潜能星级，得到属性补偿之后，陈宇基础思维已经达到了14700点，加上根本法提供的15000点，直逼3万大关。星象之重在升满之后，召唤出的星象属性是本体10倍，达到了夸张的30W。就算为了降低消耗保存战力，没有全面爆发，其速度也是非常恐怖的。在索菲亚的指引下，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来到了任务地点的第一处村庄。落地之后，索菲亚直接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来晚了一步。眼前的景象让陈宇微微皱眉。村落之中血腥四溢，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大部分尸体的腹腔被剖开，内脏不翼而飞，肢体上遍布着啃噬的痕迹。不过这一幕也说明深渊堕落者确实来到了这里，情报无误。缓过神的索菲亚也看到了这一幕，她死攥着拳头，咬着下唇，鲜血长流也毫无所觉。尸体很新鲜，血液没有凝固，对方没有走远。陈宇将目光投向村庄外的一条小路，那里有着明显的车辙与兽蹄印记。最重要的，陈宇感受到了深渊魔力的存在。这是巴尔纳子爵的长子。索菲亚突然一声惊呼：队长，我们……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藤条卷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风驰电掣。顺着小路前进，不到2分时间，陈宇就发现了前方正在疾驰的深渊劫掠者车队，一共30多辆马车，近100个堕落者。马车的车厢中装着一些或者的正常人类，大部分是年轻的女人和小孩，少部分壮年男人。索菲亚的眼中闪烁着仇恨的光芒，此刻她只想将这些堕落者全部斩杀，只不过最终还是理智占据了上风。队长，这个规模的劫掠者，我们是无法应付的。索菲亚说道。就算小队齐全，也不是对手。不过这个地方距离巴尔纳子爵的领地很近，对方还杀死了巴尔纳子爵的孩子，我们可以……闭嘴，我不需要任务提示。陈宇直接用藤条堵住了索菲亚的嘴巴，然后在索菲亚惊恐的眼神中，带着星香荆棘妖灵上前，挡在了劫掠者车队的正前方。劫掠者车队的首领看见陈宇，顿时一惊，勒住缰绳停下马车，警惕地看着陈宇。紧随其后的劫掠者也纷纷停下。堕落者虽然疯狂不理智，但并不是傻逼，在人类防线后方活动，干的还尽是脏事儿，少不了被围剿。普通人看到深渊劫掠者车队，肯定掉头就跑，但这个人敢大摇大摆地拦住他们的去路，肯定不简单。你是什么人？劫掠者首领神色凶恶，对陈宇吼道，同时他的手在背后对其余堕落者打了个手势。近100名堕落者纷纷下车，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可还篡词了，刚才不算。陈宇轻咳了2声，掩饰尴尬，然后也凶神恶煞地大吼道：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嘴里若敢蹦出半个不字，哼哼，管杀不管埋！呜呜！索菲亚神色慌乱，可惜被堵着嘴叫不出声。听到陈宇喊出口号，他忍不住一巴掌拍在自己额头上，表情惊恐而又无奈。这人什么意思啊？劫掠者首领疑惑地对身边的一个小弟问道。老大，他好像是个抢劫的强盗。小弟思考了片刻回答，那女人说不定是他刚刚抢来的。他的表情很慌乱。抢劫？劫掠者首领更加疑惑了。堕落者也是人变的，捡尽强人是什么意思，自然是知道的。可是强盗怎么会穿人类士兵的铠甲？而且抢到女人不是应该带回家好好享用吗？难道这个强盗抢了女人，顺道看到他们的车队，见财起意，准备再干一票？劫掠者首领脸色阴沉地说道：去一队人，试试他，如果不能杀死，尽快离开，不要和他纠缠。闻言，12个堕落者立即向陈宇冲了过来，其中1名4阶精英，3名3阶精英，其余都是3阶小怪。
随着堕落者的靠近，索菲亚惊恐地挥动着四肢，用哀求的眼神看向陈宇。不过陈宇让他失望了，不但没有后退逃走，反而带着他迎了上去。吼！四阶精英级深渊堕落者大吼一声，双手指尖弹出利爪扑了过来。呜！索菲亚顿时一声悲鸣，绝望地闭上了双眼。看着12个堕落者神色狰狞地冲过来，陈宇微笑着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响指。一名体态婀娜、面容清丽的少女出现在他的面前。少女亲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然后对着前方轻轻一吹，一阵微风拂过，大量微不可察的白色绒毛出现在空气中。这些白色绒毛吸附的堕落者身上，无声无息地钻入体内。进攻的堕落者们看见突然出现的少女，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将少女列为攻击目标。一名3阶堕落者举着一把血渍未干的大刀，向着少女当头劈下。少女不慌不忙地抬起手，伸出2根手指，迎面来的刀刃竟然被2根纤纤玉指夹住，不得寸进。3阶堕落者大骇，试图将刀刃收回，然而刀刃就如同被一座大山压住了一般，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3阶堕落者知道对方实力强到能够碾压自己，连忙放弃大刀，身形暴退。少女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对着堕落者们勾了勾手指。堕落者们也不傻，能够如此轻松写意地戏耍一头3阶精英，其实力必定非常强悍，比他们高出不知道多少倍。近100名堕落者直接放弃马车，骑上魔化战马，一哄而散，向着不同的方向亡命奔逃。陈宇丝毫没有追赶的意思，魔化战马奔跑速度极快，几个呼吸便与陈宇拉开了距离。2匹魔化战马上，深渊劫掠者首领一脸怒气地看向旁边的小弟：“你不是说这个人只是个强盗吗？这分明就是人类派来追击我们的高手。”实际上，劫掠者首领也知道，这不能怪罪小弟，毕竟就连他自己都没能看出对方的深浅。只有深渊知道，对方竟然还带了一名超级强者，他只不过是在拿身边的小弟发泄怒火而已。老大，你的手上。同样骑着战马飞驰的小弟有些疑惑地看向劫掠者首领抓着缰绳的手。我的手。劫掠者首领也转移了目光，只见自己的手背上竟然长出了一条新绿色的嫩芽。这条嫩芽非常细小，只有头发丝粗细，不过它却在迅速的成长，几秒之后已经长到了一根毛线那么粗，10多公分长。同时一股奇痒传来，劫掠者首领忍不住用另一只手弹出尖锐的指甲抓挠，稍微止痒之后，他抓住嫩芽想要将其拔掉，只是他稍微一用力就感受到一股撕心裂肺的剧痛。要知道，身为堕落者，接近恶魔的存在对于痛苦并不敏感，甚至大部分堕落者以痛苦为乐，喜欢自残。这种连接近恶魔的堕落者都无法忍受的剧痛究竟有多恐怖？这是什么东西啊？劫掠者首领仔细感应，片刻后他骇然发现这株嫩芽盘根错节，缠住了他这条手臂上的大部分肌肉和骨骼，并且在源源不断地吸食他的血肉、生命力乃至深渊魔力。如果任由这株幼苗肆虐下去，整个身体都会被吸食一空。劫掠者首领当机立断，咬着牙抓住幼苗往外狠狠一拉，咔！死了，骨骼断裂，血肉飞溅，伴随着一阵钻心之痛，劫掠者首领的整条手臂都被连带着扯了下来，似乎是感觉到了急痒终止，幼苗不再隐藏，暴露了贪婪的本性。整条血淋淋的手臂迅速干瘪下去，就连骨骼都被磨碎吸收。幼苗自身则是迅速成长，开出了一朵朵小花。劫掠者首领大骇，赶紧将抓在手中的植物扔掉，承受了断臂之痛，他只想快点逃离，找几个人类村落大肆屠杀吞噬一番。救命！耳边传来一阵微弱的呼救声。劫掠者首领看向旁边的小弟，此时的小弟身上已经长满了幼苗，头上、手上、脖子上被衣服覆盖的部分也有一些幼苗撕破了衣服，崭露头角。这名深渊堕落者身体肉眼可见的干瘪下去，他坐下的魔化战马也同样浑身长出嫩芽。几秒之后，一人一马只剩一副白森森的骨架被无数根须缠绕着，数百株绿色植物迎风而动，开出小小的花朵。正在这时，劫掠者首领突然感觉到浑身上下都奇痒难耐，仿佛在人类时期被一大群毒蚊子在身上咬了个遍。他神色惊恐地一把撕掉胸前的衣服，只见他的胸腹部已经被嫩芽占满，它们贪婪地汲取养分，茁壮地成长着。不，饿呀！陈宇站在原地等待，一株株细小的植物用根部充当双腿走了回来，然后一头扎进嗜血妖灵的身体，消失不见。随着回归的植物越来越多，嗜血妖灵的身体泛起一阵阵血红色的光芒，这是寄生体们带回来的深渊魔力。每个3阶堕落者深渊魔力含量在200至500之间，其中80%都被寄生体吸收，然后完完整整的返还给母体。这一点简直完爆其他植物生命，也完爆陈宇本身。普通嗜血妖灵是无法储存深渊魔力的，植物星象属性与陈宇自身属性相关。陈宇自身深渊魔力上限为1500点，星象版植物就是15000点。植物星象无法主动吸收深渊魔力，却可以被动储存。星象嗜血妖灵无法储存这么多的深渊魔力。一只嗜血妖灵灌满之后，陈宇又召唤了一只充当临时电池。近100名堕落者给陈宇带来了近3万点深渊魔力。除此之外，堕落者的血肉和生命力被转化为了生机能量，一共是大约4000点。好家伙，这抢劫效率可真高啊！不愧是种植师前辈们千挑万选，无数次淘汰之后流传下来的制式植物生命就没一个简单的。潜能试炼副本中一直困扰陈宇的缺蓝问题，直接被嗜血妖灵解决了。星象本质上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储存的深渊魔力和生机当然也是他可以随时调用的。上次如果有这玩意儿，也不至于受那份罪，看不顺眼的直接用星象世界树屏推不就得了。现在看来，这试炼任务有点简单啊。哎，
我已经无敌到这种地步了吗？强度呢？强度在哪？我需要强度。解决掉深渊劫掠者之后，陈宇看向索菲亚。此时的索菲亚双目紧闭，脑袋歪在一边，呼吸绵长通顺，应该是吓晕过去了。这素质怎么当兵的？陈宇皱起了眉头。堂堂3阶战士居然能被敌人吓晕过去，这在蓝星职业者看来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想当初在排名赛副本中被魔神分身抓住的考生，即便明知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依旧用各种方式尝试逃跑，或是在最后一刻攻击对方。就算是一些心软的女职业者，最多就是不忍心看其他人惨死的画面，轮到自己的时候，依旧会直面恐惧，寻求出路，或是临死反扑。这种在敌人面前晕过去的，还是第一次见。陈宇召唤出星象版小秒，一个水球往索菲亚脑袋上砸了下去。呜！索菲亚悠悠醒来，表情茫然。我已经死了吗？这里是死后的世界吗？啊，队长，你也死了吗？没关系的，我不会怪你的。陈宇眉头紧锁，只是可惜我在人间还有遗憾，没能为家人报仇。啪！清脆的声音响起，索菲亚的脸上多出一个五指印。索菲亚顿时捂着脸痛呼一声，疼痛的刺激让她彻底苏醒过来。清醒了吗？大小姐，陈宇冷冷地说道。对不起，队长。索菲亚立正站直，慌乱地道歉，同时她的目光扫到了深渊劫掠者的车队。马车的车厢还在，但堕落者与魔化战马已经不知所踪。没等他仔细思考目前的状况，陈宇的声音再次传来：你是一名贵族小姐，就算家族领地被毁，前往后方也可以过得很好。你可曾记得是什么东西让你成为了一名士兵？是仇恨，队长。索菲亚大声回答道：我想亲手斩杀堕落者和恶魔，为我的亲人报仇。既然如此，面对堕落者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陈宇冷笑：刚才我没有限制你的手脚，你是一名3阶战士，你拥有反抗的能力，但是你闭上了眼睛等死，甚至吓晕了过去。索菲亚一脸羞愧，对于你的选择是否正确，你是否适合战斗，我不做评价。但是，陈宇语调陡然拔高，既然你选择了参军，那么，请你记住，你不再是一名贵族小姐，而是一名战士，一名复仇者。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你可以逃跑，可以死战，但是绝对不能放弃，任由敌人宰割。就算是到了最后一刻，就算敌人的刀已经砍下了你的脑袋，你也要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杀你的是谁。如果你的嘴巴还能动，那就用最后的力气咬下他一块肉。算了，和你说这些做什么？陈宇自嘲地摇了摇头，前世的经历让他知道要改变一个人有多困难，所以到了今生，他也从未试图去说服别人。观点与他不一样的，没有大矛盾可以置之不理，无法化解冲突的，直接无害化处理。就连陈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和索菲亚说这么多。明明索菲亚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完成试炼之后与自己不会有任何交集。队长，对不起，我以后一定。索菲亚连忙做出保证。可惜陈宇兴意阑珊地打断了他。对，你以后一定。不说这些了，你去看看车里的人吧，他们应该还活着。是，队长。索菲亚沉默了片刻，情绪低落地走向马车。马车里都是一些普通的村民，他们是劫掠者的货物之一。一些身强力壮的村民已经苏醒，不过他们没有挣扎或者大声呼喊。那些充满活力的，可能当场就被堕落者敲碎脑袋，当零食吃掉了。得知自己获救之后，村民们对陈宇和索菲亚千恩万谢。陈宇和索菲亚将这些平民送回了距离最近的一个完好村庄。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希望陈宇将他们护送回城市或者领地，并承诺付出高额报酬。陈宇自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送到之后便直接离开。不过他没有直接返回军营，而是让索菲亚之路前往另外一个阻击地点。这些小股的深渊劫掠者正好可以多充几块电池，以免之后大战的时候能量不够用。距离他最近的一处任务地点，2个村落完好，没有发现深渊劫掠者的踪迹。负责这个任务目标的小队正在组织防御，严阵以待。陈宇没有打扰他们，继续前往下一处。第3处目标点，一个村庄中，负责小队正在与深渊劫掠者激战。这个小队来的正是时候，村庄还没有被破坏，村民们都躲藏着，还有几个有实力的村民加入了战斗之中。陈宇二话不说，控制星象嗜血妖灵加入战斗，轻松解决敌人之后，继续赶往下一处。花了2天多时间，陈宇将60个目标点全部跑了一遍。中途看见其他区域的求救信号，前往救援，收获了一些额外的堕落者。返回营地之后，陈宇前往军营主帐提交任务。刚走到帐篷门口，就看见战士长笑容可掬的走了过来。萨兰多阁下，您终于回来了，来，请坐。战士长将陈宇引入帐篷里，端来一张凳子，让陈宇坐下。他的称呼之中，甚至还使用了敬语。这个世界的军队制度虽然松散，但级别还是分明的。士兵、队长、营长、战士长、骑士长、军团长，每个级别分为3颗星。士兵胸前配4芒星胸章，队长5角星，营长6芒星，军团长则是小太阳一样的多角星。陈宇的铠甲胸前只挂着1颗5角星，也就是1星队长。战士长胸前是2颗6芒星，比陈宇足足高了一个大级别，外加一个小级别。他对陈宇如此恭敬，自然是有原因的。一些被陈宇帮助的小队早就返回了，也将陈宇表现出的实力告知了战士长。在战场上，特别是超凡世界的战场，将实力为尊会发挥到了极致，实力超群者必定能受到尊重。陈宇汇报情况的同时，战士长仔细地用鹅毛笔和羊皮纸记录。完成之后，战士长站了起来，对陈宇笑着说道：萨兰多阁下，军团长阁下听说了你的事迹，想要见一见你，不知你现在是否有时间？可以。陈宇答道。接触军队高层，有利于他了解局势，规划如何完成任务。好的，你跟我来。
见到陈宇同意，战士长面露喜色，带着陈宇离开。不多时，便进入了另一座更大的军营。中心军帐的主位上坐着一名身披战甲的中年男子，胸前挂着3颗金色多角星，正在低头观看地图。他脸型方正，五官线条突出，有种不怒自威之感。此刻从脸色看，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打扰了，德里克将军。战士长上前说道：“我为您带来了萨兰多队长。”德里克军团长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投向陈宇，极具压迫力。“你好，德里克将军。”陈宇淡淡的问了一声“好”。萨兰多。德里克将军点了点头。这2天你的名气很大。过奖。陈宇微笑着抱了抱拳。德里克军团长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搞懂陈宇这个姿势的含义。不过从语气中能听出谦逊的意思。他没有在意这些细节，而是说道：“你有着超越常人的速度，而且主修一种生命力量，能够克制堕落者，是这样吗？”“没错。”陈宇点头。“请问将军有何吩咐？你知道目前帝国与深渊之战的具体形势吗？”德里克没有直接发任务，而是问道。“不知道。”陈宇如实回答。“你过来。”德里克将陈宇的带到一个大型沙盘前，开始讲解战争局势，其中大量的专业名词和术语陈宇听不懂，不过大致意思能够明白。总而言之，就是人类一方目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人类军队都远远不如深渊。前线军团背靠凯勒城这座战争堡垒顽强抵抗，一旦凯勒城陷落，人类将无险可守，堕落者们便能长驱直入。凯勒城的位置就在前线军营后方大约30公里的位置。前2天的深渊劫掠者相当于绕过凯勒城防线，进入了人类后方。请问在下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吗？陈宇问道。他的任务就是守住凯勒城3个月。不过此时的陈宇手中没有植物生命军团，能够动用的手段有限。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担任防御堕落者大军和众多恶魔 BOSS 的进攻，因此借助外部力量是有必要的。最好就是多做一些军队任务，提升自己的军衔，让自己手下有更多可用的力量。我们与堕落者之间在情报上差距很大。德里克说道。因为堕落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进入非侵蚀区，而我们的人在侵蚀区行动会受到很大限制，实力严重削弱，大量斥候被击杀，导致我们很难确定堕落者军队的动向。所以我希望借助你能潜入侵蚀区探查情报。没问题。陈宇当即应下。探查情报吗？他在行。这个位置有一支近1000人的堕落者驻扎。德里克摊开一张羊皮地图，指着一个点说道：“他们是聚集的深渊劫掠者，可能近期就会行动。我希望你能搞清楚他们的动向，若有可能，弄到他们的行动路线规划图。”没问题，我现在就去。陈宇转身欲走。等等！德里克叫住陈宇，走到他的面前。将军有何吩咐？陈宇问道。你忘了这个？德里克取下陈宇的胸章，然后将一枚刻着2颗五角星的胸章挂了上去。由于跟着陈宇混了不少功勋，索菲亚的级别也晋升了，从1星士兵2级跳变成了3星士兵，再升1级就是领导一个小队的队长军官了。此时他正在军营之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和陈宇一起奋战的经历。实际上陈宇的战斗没什么看点，整个过程只有2步：一放嗜血妖灵，2等敌人死光。惊险又刺激的故事情节都是索菲亚瞎编的，不过他编故事的能力确实很高，周围的士兵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兴奋异常。那次我也以为只是一次寻常的阻击，能够轻松击杀那些可恶的堕落者，但是我错了，那群堕落者的首领竟然是一头4阶史诗级恶魔。我劝说队长返回求援，但是队长告诉我，战士就要有战士的觉悟，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担当，他必须要保护平民。于是队长义无反顾地拔剑冲向了史诗级恶魔。大战几百个回合，队长浑身浴血，有他自己的，也有恶魔的，他依旧坚持着，没有倒下，誓死也要刺出最后一剑。当时我怕极了，可是队长正在拼命战斗，我又怎么能后退呢？我想起队长说过的话，即使到了最后一刻，即使身处绝望之中，都不能放弃战斗。于是你怎么样？于是我运转最后一丝斗气，向着史诗级恶魔冲了上去。啊，队长！看见脸色纯黑的陈宇，索菲亚顿时噤若寒蝉。萨兰多大人，看，是萨兰多大人！周围的士兵们欢呼着，将陈宇围了起来，俨然将他当成了偶像明星。围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回去训练？不知道一句话吗？训练多流汗，战场少流血。陈宇一声厉喝。不愧是萨兰多大人，说话好有哲理。大家都散了，努力训练，不要辜负大人的期待。对，都去训练吧。士兵们如同打了鸡血一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了训练。看得陈宇莫名其妙，我啥时候有这种级别的号召力了？又不是落榜美术生。士兵们散去之后，陈宇将目光转向索菲亚，他发誓这是他出生以来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什么时候区区一个4阶恶魔 BOSS 也能和他大战300回合了？什么时候他处理一个4阶恶魔都要浑身是伤了？他严重怀疑这是索菲亚被教训之后对他怀恨在心，蓄意污蔑。该死的小鸡子，竟然敢正大光明地露出黑脚！女人喜欢八卦，古代贵族小姐更喜欢，因为她们除了聚在一起八卦，没有其他更好的娱乐活动。陈宇总算是见识了无聊贵族小姐的八卦能力。今天张三打了李四一棒子，没准在这群千金嘴里一转悠，第二天全城大户人家都在传言，有个叫李四的招惹了杀人狂魔张三，不仅自己被一棒子打死，整个一条街的人都因此死于非命。索菲亚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她编的故事居然所有人都信了。很多士兵当时都是在场的，但他们没有反驳索菲亚，甚至还以目击者的身份站出来亲身证明。大概是因为索菲亚在故事里为他们也安排了不轻不重的戏份，让他们有了参与感。队长，
索菲亚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编排陈宇的时候，陈宇居然真的出现了。站起来！陈宇喝道。是，队长。索菲亚条件反射的立正站直。新任务，这个地方你熟悉吗？陈宇将地图丢给索菲亚。报告队长。索菲亚大声道，不是太熟悉，但是我去过，记得路。随后又怯怯的小声说道，不过队长，这边应该是深渊侵蚀区，我们要去这里吗？你可以不去。陈宇收回地图，转身离开。一个熟悉地形的带路兵应该并不是很难找，实在不行找战士长或者军团长借一个就行。索菲亚急忙追了上去，队长，我愿意去。那就走吧。荆棘妖灵星香探出一根藤条，将索菲亚卷了起来。德里克军团长要求陈宇探查的区域距离前线军营只有20-30公里，一路上遇到的一些堕落者斥候都被轻而易举的解决掉了。在索菲亚的指引下，很快就找到了地图上的深渊劫掠者营地。那是一座荒芜的村落，曾经应该是人类的栖居地，聚集的堕落者大约只有500多人，和军团长所说的近1000人存在不少差距。队长，这里的深渊劫掠者人数变少了，可能有一部分已经出动了。索菲亚说道。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回去报告，避免造成损失？不急，我们需要拿到堕落者的行军路线图。陈宇说道。您是说我们要潜入对方的营地吗？索菲亚迟疑道。我们这样的非深渊生物很容易被堕落者发现的。没关系，他们发现不了。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前行。陈宇带着几个星香妖灵冲向堕落者营地。前行？看着陈宇那嚣张的姿态，索菲亚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只能跟了上去。正如他所料，陈宇还没有接近，就已经被巡视的堕落者发现。人类斥候！堕落者一声尖叫，伙同其他几个被惊动的堕落者一起向着陈宇冲了过来。砰砰砰！几声闷响之后，堕落者被藤条抽成了一地肉泥。陈宇脚步没有一丝停顿，来到村庄前，已经数十名堕落者严阵以待。杀了他！杀！10多名堕落者怪叫着冲了上来。陈宇挥手召唤出上百个星象荆棘妖灵，下达指令攻击村落里一切能动的东西。星象在升到2阶之后，最重要的提升便是获得简单的智能，拥有一定的自行动能力。虽然这点智能比人工智障还不如，但至少简单的攻击防御已经不需要陈宇再费心控制。这群深渊劫掠者最强也只是4阶精英，被星象妖灵属性碾压。数百藤条呼啸而过，聚集在村口的堕落者顷刻间便死伤殆尽。紧接着，这群星香荆棘妖灵蛮横地冲进村落中，对堕落者们展开了一场血腥屠杀。嗜血妖灵则是紧随其后，散播出海量的寄生种子，做最后的收割。寄生植物吸食宿主需要一定的时间，比起及时伤害，嗜血妖灵还是不如荆棘妖灵。荆棘妖灵都把敌人打死了，嗜血妖灵的寄生种子才刚刚发芽。索菲亚跟在陈宇后面，难以置信地看着这血腥遍地、宛如人间炼狱的场景。他知道陈宇身边这些美貌少女的厉害，但没想到他们的数量居然也如此之多。前行的意义在于不被活着的敌人发现。陈宇高深莫测地说道：“你看，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前行。”对，队长真厉害。索菲亚嘴角微微抽动。陈宇带着索菲亚走向一间被修缮改造过的房屋。作为唯一完好的建筑，很可能就是指挥者的驻地。在道路中间，竟然发现了几个还活着的堕落者，他们如同石雕一般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旁边不时跑过1-2个星象荆棘妖灵，对他们视若无睹。陈宇给星香荆棘妖灵下的命令是消灭能动的东西，蛇虫鼠蚁都遭遇了灭顶之灾。这几个堕落者居然迅速找到了荆棘妖灵的行动规律，逃过了一劫。不得不说，堕落者里面也有聪明人。队长，他们怎么回事？索菲亚指了指活体兵马俑堕落者，好奇地问道。堕落者中少有的机智逼。陈宇说道，别管他们，我们走。哦，索菲亚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很想拔剑杀掉这几名堕落者，但陈宇没有下令，他不敢擅自行动。两人从几个堕落者旁边路过，几个堕落者也没有任何反应，似乎真的只是雕像而已。往前走了一段距离，索菲亚忍不住回头查看，一眼望去，发现那几个堕落者身上居然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绿毛。索菲亚顿时打了个寒战，连忙转过头。这幅场景她再熟悉不过了，她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看到过比那更凄惨的死法。房屋内，深渊劫掠者的行军地图就被挂在墙上，行动路线被标注得很明确。陈宇打了个哈欠，卷起地图，然后让荆棘妖灵将房屋内所有属于深渊劫掠者的物品打包带走。打完收工，希望下次接个有挑战性的任务，不要这么无聊。前线中心军营主军帐中，陈宇将深渊劫掠者的行军路线图放在军团长的桌案上。好，萨兰多队长，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德里克军团长喜形于色。对了，你没有被对方发现行踪吧？如果深渊劫掠者发现行动路线图被盗，肯定会改变计划，派出去阻击的人手会扑空，后方的村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是德里克最担心的点。将军阁下请放心，对方绝对没有发现。陈宇说道。另外，那座劫掠者驻地只有500头堕落者，另外一部分可能已经开始行动了，请将军阁下尽快做出安排，避免发生损失。我知道了。德里克军团长皱着眉头看向行动地图，片刻后，他抬起头，脸上满是笑意。如果这张路线图不假的话，那么这座驻地之中便只有这个数量的深渊劫掠者，是我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另外，萨兰多队长，你介意我找你的副手了解一下情况吗？德里克军团长已经了解过，索菲亚是陈宇的引路人，一般不会参与战斗。有时候，旁观者对于整个局面的了解更客观全面。当然，请便。陈宇走出帐外，将等在外面的索菲亚叫了进去。随即，索菲亚那兴奋的声音便滔滔不绝地响起。她的声线圆润优美，
话语中饱含感情，张力十足，对场景的描绘十分生动。就连帐篷门口2个守门的士兵都忍不住竖起耳朵倾听。一些路过的士兵也被索菲亚抑扬顿挫的讲述吸引了过来。不一会儿，帐篷门口就聚集了10多名好奇的士兵。这些听众很快便融入其中，仿佛身临其境。只有陈宇的脸越来越黑。良久之后，陈宇又被德里克军团长叫了回去。军团长看向陈宇的目光之中，除了震撼之外，还多了一份敬重。萨兰多队长，你真的消灭了一整个深渊劫掠者驻地？是的，将军阁下。陈宇回答。这真是个奇迹。军团长感叹道。难以想象，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您能够为了后方的帝国民众站出来与堕落者血战。不过，军团长话锋一转，以后还是要理智行事。虽然你实力强大，但深渊侵蚀区的强者多不胜数，幸运女神不会一直青睐同一个人。你已经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你的重要性丝毫不下于一整个军团，请你尽量保证自身安全。好的，我知道了，军团长阁下。陈宇点了点头，请为我安排下一个任务。你受伤很重，还是先休息恢复吧。军团长说道。多谢将军阁下关心，但我没有受伤，请为我安排任务。陈宇狠狠瞪了索菲亚一眼。索菲亚顿时缩了缩脖子。萨兰多，不要为难你的副手了。军团长叹道，他选择说出实情是正确的。我知道你迫切的想要报效帝国，保卫帝国的安全，但你要明白，你必须活着才能更好的为帝国效忠。行了，不用说了，你休息3天，好好养伤，这是命令。另外，你独自剿灭一整个劫掠者营地，这份功勋是对你英勇行为的回馈。军团长将一个6芒星徽章交给陈宇，你可以自己从我麾下的各个军营或者预备营挑选人手，这3天你就把自己的战士营配备整齐吧。行了，你回去吧。多谢将军阁下。陈宇见德里克意志坚决，想必是不会再给他发任务了，于是只好接过徽章，转身离开。索菲亚跟在陈宇身后，全程小心翼翼地缩着脖子，生怕陈宇怒气爆发，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实际上，陈宇没有怪罪索菲亚的意思。如果说之前在小军营里，索菲亚是本性发作，和士兵们吹牛，那么在军团长面前，他绝对没有八卦的心思，而是在为陈宇邀功造势。须知，拼尽全力赌上性命，完成一项为国为民的壮举，和简简单单、轻轻松松违背上级要求超额完成一项军令，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前者震撼人心，在上级和民众眼中都是英雄人物，而后者可能会被上级怀疑你的来路。就算陈宇自己汇报，也会运用一些语言艺术对过程进行加工，只是不会有索菲亚那么夸张。3天时间转瞬即逝，人类和堕落者处于对峙阶段，没有发生大的争斗。深渊劫掠者依旧在源源不断的骚扰。由于走陈宇这条道的劫掠者全灭，德里克军团长的防区只有少量堕落者混入，这让陈宇没有捞到额外的人头。一星军营长、战士长手下可以配置30个战士小队。陈宇觉得选人太麻烦，于是让索菲亚代劳。对于索菲亚是否能胜任，他丝毫没有担心。这家伙鼓动人心的能力简直恐怖，好像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如果他出生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末年，估计农民起义军领袖就有他一席之地。索菲亚没有让陈宇失望，不到1天时间就从各个战士营挑选出了30个精锐的战士小队。剩余的2天时间，他添油加醋地讲述陈宇的事迹，各种洗脑话术信手拈来。短短2天，这些原本不情愿的战士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将陈宇视为人生的指路明灯。3天假期结束，陈宇理解前往了中军营帐，向德里克军团长索要任务。德里克军团长也不含糊，直接将一张任务地图交给他。和上次小试牛刀的任务不同，这次任务的内容是刺探堕落者先锋军情报的任务。地图上表明了堕落者先锋军可能驻扎的范围。陈宇要做的就是找到确切的地点，以及摸清他们的动向。一支堕落者先锋军人数起步2000，上至5000，军队质量比深渊劫掠者更高，其中必定有4阶恶魔 BOSS 存在，而且至少有5个以上。人数越多，恶魔 BOSS 也就越多。某些精锐的堕落者先锋军里面有5阶恶魔 BOSS 也是有可能的。记住，行事一定要谨慎。临走之前，德里克军团长再次叮嘱：“属下明白。”陈宇面色严肃地回答。离开中军主帐之后，陈宇回到他手下的军营。新建的军营中，索菲亚正在为战士们做思想工作。10句话里面有5句都会引用陈宇的语录，讲述一些深奥的道理。当然，陈宇并不觉得自己说过那些话。战士长回来了，快看，是战士长阁下，是一人独占一个劫掠者营地，虽然身受重伤，却依旧将对方全灭的战士长阁下。士兵们向陈宇投来狂热的眼神。你们好好训练。陈宇微笑着对士兵们点了点头，然后唤出一只荆棘妖灵，将索菲亚卷走。战士长阁下将索菲亚队长带走了，他们要去哪儿？我看战士长阁下和索菲亚队长关系很好的样子，说不定一名女兵开始磕 CP， 你还是省省吧。旁边一名士兵鄙夷道：“战士长和索菲亚队长是前往侵蚀区执行特殊任务，真是羡慕索菲亚队长，居然能和战士长一起执行任务。”是啊，索菲亚队长的运气真好。其实我也很熟悉附近地形的。留在原地的士兵们纷纷羡慕地看着陈宇和索菲亚离去的背影，恨不得自己也能亲身上阵，跟随陈宇攻入侵蚀区，在成群结队的堕落者中杀他个七进七出。当战士长的感觉怎么样？陈宇调侃道。这几天他从来没有对手下士兵下达过任何命令，他的战士营从组建开始一直都是索菲亚在操持。说索菲亚是真正的战士长一点也没错，我只是代为传达您的命令而已。索菲亚额角渗出一丝冷汗，慌张地说道。不用害怕，陈宇淡淡地说道，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有我的目标，只要你的目的不与我相悖，你想要什么都没有问题。之前陈宇只认为索菲亚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贵族小姐，结果发现自己居然打眼了。
这个女人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很糟糕，但却是个有心机、有手腕的存在。一如对小圣女的态度，陈宇不在乎她心里有着何种目的，只要她不影响到自己的任务，就一切 OK。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还能为他省下很多心力。索菲亚是个有权欲也有自知之明的人，在洗脑手下士兵的时候，她刻意淡化自己，强化陈宇的存在，就能看得出来。是，战士长。索菲亚认真的说道，请您放心，我可以发誓，绝对不会背叛您。有趣。陈宇嘴角微微上扬。索菲亚说话的时候，有着一丝明显的情绪波动。精神力高达3万的陈宇，自然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丝不寻常的信息。他没有对陈宇说谎，但似乎话里有话。不过，陈宇并不打算深究。沉默了片刻，索菲亚再次开口。他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神情中有着一丝期待。战士长，恕我冒昧，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可以。陈宇答道。您有妻子吗？索菲亚问道。有。陈宇回答。那您介意有一位额外的情人吗？他不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任何麻烦。片刻后，索菲亚问道。不介意。陈宇说道。不过，能让我感兴趣的女人不多。至今为止，除开自己的后花园之外，他只遇到过一个比较符合他 XP 的女人。您的妻子一定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索菲亚赞美道。应该吧。陈宇不确定地说道。毕竟说世界树是一名女性也不怎么准确。严格来说，世界树是不存在性别的，因为在陈宇的固有认知中，自己是男性，有生理需求，且取向为女，所以世界树和原初精灵的形象才是女性。她们真正的本相和传统意义上的生物没有半毛钱关系。索菲亚的意图陈宇很清楚，她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来博取陈宇的信任。可是陈宇并没有那种心思。如果是蓝星世界的女人，比如某些学姐或者老师什么的，料理好送上门来，可能凑合着也就吃了。但索菲亚是任务世界的人，带不走，不确定因素太多，无法满足她的绝对占有欲。所以即便她明着送，陈宇也不准备收。陈宇委婉拒绝之后，索菲亚没有再提这件事。一路上除了提供方向，都保持着沉默。不到半个小时，星象荆棘妖灵就带着陈宇和索菲亚赶到了地图上画圈的地点。地图上只有一个小圈，但放在真实世界却有上百平方公里的范围。星象和普通植物生命不一样，距离陈宇太远就会自动回收，不能单独派出去侦查。不过陈宇还有其他办法。在索菲亚惊恐的神色中，一株巨大的藤蔓拔地而起，将陈宇和索菲亚顶上高空。这片区域没有大型山脉的阻隔，在1000米高空之上，陈宇将一大片区域尽收眼底。在一片树林旁边，他发现了一座废旧的小城镇，里面有着许多堕落者来来往往，大部分堕落者穿着制式装备。这座小破城应该就是德里克军团长口中的堕落者先锋军驻地。正在这时，几头恶魔从小城镇中冲天起，向着陈宇的方向飞来，很快便来到了陈宇和索菲亚的面前。史诗级恶魔，真正的恶魔，我们被发现了。索菲亚顿时脸色苍白。几个小杂兵而已，你在怕什么？陈宇发现自己又有点看不懂索菲亚了。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的表现和平时搬弄是非、运筹帷幄的手段简直判若两人。战士长，那可是真正的恶魔啊！索菲亚浑身发抖，但还是强忍恐惧，将腰间的长剑拔了出来，颤颤巍巍地对准几头恶魔。几头恶魔并没有攻击，而是忌惮地看着陈宇。你是堕落者还是恶魔？到这里来有什么事？为首的恶魔 BOSS 小心翼翼地问道。堕落者们看不出来，恶魔 BOSS 却能感受得到。陈宇拥有的深渊魔力总量不比他们低，而且质量极高，这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个体积庞大的藤条状物体蕴含的深渊魔力是他们的数倍之多。一个没有丝毫深渊特征的植物生命，深渊魔力总量超过史诗级4阶恶魔几倍，这就离谱。陈宇原以为恶魔会直接动手，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当然，不是因为怕这几个恶魔伤害到他，而是觉得这几个恶魔质量不错，想要留下活体给嗜血妖灵寄生。恶魔们没有攻击，让陈宇也转变了想法。说到底，他的任务是保护凯乐城不被攻破，而不是做多少任务杀多少恶魔。提升评分也要先保证任务目标安全。这几只恶魔的谨慎态度让陈宇想起了苦痛教会。深渊之中并不是所有恶魔都大脑混乱，见人就干，也有相当一部分恶魔修行狗道，脾气暴躁的，要么杀出一条通天大道，要么杀到一半被别人干死。性格猥琐的，说不定可以活很久，变得很强大。陈宇面前的这几只恶魔选择先试探陈宇的来路，应该是狗道修行者，所以陈宇决定先对他们进行一波信息讹诈。你们问我是谁？陈宇先是诧异的看了他们一眼，随即神色变得癫狂起来，体内庞大的深渊魔力开始沸腾。你们居然问我是谁？你们竟敢不认识我？你们竟然敢认为我是卑贱肮脏的堕落者？几只恶魔感受到了陈宇的状态异常，顿时心中一凛，分散开各自摆出防御姿态，谨慎地看着陈宇。如此高质量的深渊魔力，如此骄傲的姿态，因为我们怀疑他是堕落者而发怒。这家伙肯定是个纯血恶魔，而且是高等血脉的纯血恶魔。几乎是瞬间，几只恶魔就在心中为陈宇的身份定性。喜怒无常，实力强悍，性格高傲，看不起低等恶魔和堕落者，几乎是贵族纯血恶魔的共性。你们是想死吗？陈宇挥手召唤出10只满配的深渊荆棘妖灵，每个深渊荆棘妖灵都储存着15000点深渊魔力，庞大的力量波动几乎压得几只恶魔喘不过气来。竟然是深渊魅魔，传说级深渊魅魔，至少是4阶，不，说不定是5阶。大人恕罪，我们无意冒犯。几只恶魔肝胆俱裂，跪在陈宇面前，浑身颤抖。深渊魅魔在强大的恶魔看来，只是玩具和补充能量的工具，但在底层恶魔眼中，那也是强大的纯血贵族恶魔呀。如果只是普通的贵族纯血恶魔，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这些恶魔可不会害怕。底层恶魔社会性不强，只认实力不认血统，但当高贵血统的恶魔拥有碾压他们的实力时，他们便会瞬间臣服，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心思。这种大人物出现在前线又是闹哪样？这个小型世界根本没多少油水可捞啊！恶魔们懵逼，陈宇那阴晴不定的脸色又让他们不敢发言。不只是恶魔懵逼，索菲亚也同样懵逼。他知道陈宇的实力强大，可就算实力再强，也不至于让真正的深渊恶魔下跪求饶啊！刚出现的那些女恶魔对陈宇言听计从，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的战士长实际上是一头混入人类阵营的恐怖恶魔？索菲亚心中冰凉，在陈宇身后瑟缩着，屏住呼吸不敢动弹，生怕陈宇注意到他。陈宇沉吟了片刻，面色恢复了正常，似乎是压抑了自己的怒气。几只恶魔的心中也松了一口气。别看他们是4阶恶魔 BOSS， 手下人多势众，但在深渊之中只不过是最底层实力最弱的那一批成体恶魔，比他们还弱的就只有堕落者和未进化完全的小恶魔，以及那些幼体纯血恶魔了。这种恶魔深渊中要多少有多少，完全就是消耗品，没有任何身份地位可言。高贵的纯血贵族恶魔杀他们就和碾死一只刚孵化的魔虫一样，不会有任何顾忌。你们几个是谁家的豢养的虫子？陈宇神色冰冷，语气厌恶地问道。入侵这个世界的又是谁？几只被陈宇震慑的恶魔不敢隐瞒，立即回答：大人，这个小世界是古拉领主的财产，我们也是古拉领主属下。古拉领主？陈宇假装思索，然后看向一只深渊荆棘妖灵，有这么个深渊领主吗？主人，深渊荆棘妖灵开口道，大魔神麾下的深渊领主多不胜数，我也没听说过古拉领主。哦，陈宇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几只恶魔，告诉我，你们口中的古拉领主是哪位大魔神麾下的深渊领主？陈宇的问话让几只恶魔头皮发麻，大脑几乎要炸开。天可见怜，他们只是最底层的垃圾恶魔，仅仅因为被古拉领主征召而得知了这个名号而已。至于古拉领主隶属于哪位大魔神，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而且古拉领主也根本不是什么深渊领主啊！要知道，深渊之中8阶恶魔能够被称之为领主，但只有神话级8阶恶魔才有资格称得上深渊领主。传闻一尊深渊领主随随便便就能灭杀10尊乃至数十尊普通恶魔领主。至于魔神这种存在，底层恶魔连听都很难听说，只是知道在深渊之中有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已。看来你们是不知道了呀。陈宇失望地摇了摇头。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总攻？一共有多少兵力？这几名恶魔面面相觑。虽然陈宇看似来头大的吓人，但县官不如县管。这些机密信息，别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随随便便乱说，否则被上面的大人物发现也是个死。片刻之后，一只机智的恶魔回答道：大人，这些情报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为您引荐前锋军的总指挥。天塌下来高个的顶着，即使是恶魔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留你们有什么用？陈宇大怒，没用的虫子，死吧！几个恶魔大骇，转身就想逃走，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数挥舞的藤鞭。几分钟后，嗜血妖灵的衍生植物离开了干瘪的恶魔躯体。陈宇当然不可能跟他们去见什么恶魔先锋军总指挥，听名号就知道那是个强大的恶魔。他虚张声势能镇得住4阶恶魔 BOSS， 对7阶乃至更高级的恶魔却不一定管用。攻略这个世界的是古拉领主，他曾经听尤纳西弗斯说过，深渊领主至少也是8阶黄金 BOSS， 换算一下就等于800级以上的2彩神话。这个等级的敌人，毫无疑问的随手就能干掉他。别说8阶黄金 BOSS， 就算是个8阶普通 BOSS， 也不是他能应付的。原初精灵只是会用禁咒，便已经恐怖如斯，真正的竞技强者有何等战力，可想而知。甚至就连7阶对现在的陈宇而言都相当危险，需要底牌进出才能与之抗衡，甚至稍微一个操作不当就得翻车。从上次潜能试炼看，只要不蓄意作死，应该不会遇到太过强悍的敌人。1、2阶的任务弄出6、7阶的敌人也不太说得通。这次是临时起意，没得到详细情报也无所谓，以后可以慢慢尝试，想必能够炸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干掉恶魔之后，魔云腾拖着陈宇来到堕落者先锋军军营的上空，10多个嗜血妖灵疯狂向下播撒种子。没过多久，整个小镇就乱了起来。堕落者们为了除掉寄生物自残的哀嚎声不绝于耳。由于堕落者太多，嗜血妖灵太少，大部分堕落者虽然受伤严重，但都活了下来。陈宇让嗜血妖灵加大力度，然后派遣上百只荆棘妖灵冲进破旧小镇，大肆屠杀。半个多小时之后，小镇归于寂静，到处都是干枯的尸骸，没有一块新鲜的血肉存在。走，进去搜一搜，看看有什么值得带回去的东西。陈宇对索菲亚说道。是。索菲亚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一般，瞬间弹了起来。今天的事情知道该怎么说吧？陈宇问道。索菲亚有演讲天赋，做报告很熟练，他就不想再浪费自己的脑细胞了。战士长，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无论您是什么人，无论您想做什么，我都不会背叛您的。索菲亚惊恐的大声说道。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是恶魔吧？陈宇好笑的问道。索菲亚疯狂摇头，只是他的表情告诉陈宇，他还真是这么想的。随后，索菲亚又神色复杂的说道，大人，无论你是什么，我都会追随你，永不背叛。即使我是一头恶魔？陈宇单挑眉，好奇的问道。是的。索菲亚认真的回答道。我知道了。陈宇点头，但很可惜，我并不是一头高等恶魔。索菲亚没有说话，但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失望。陈宇顿时啧啧称奇，索菲亚竟然认为陈宇是一头高等恶魔，对他更为有利，这简直太有趣了。人类帝国前线军营，军团长德里克听完索菲亚的报告，
用匪夷所思的目光看向陈宇。你挑动一整个营的堕落者哗变，最后趁乱将他们全灭了。是的，陈宇点了点头。简单的横推，在索菲亚加工一番之后，又变成了曲折离奇但却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军团长不知道自己此时应该说点什么，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中午喝酒喝多了，现在还活在梦里。但摆在他面前的物品又述说着故事的真实性。堕落者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不同，自相残杀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利用这一点消灭一整支堕落者军队也太过离谱了一点。既然你取得了如此功绩，那么理应受到嘉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德里克军团长为陈宇换上了2星战士长的胸章。军团长阁下，请为我安排下一个任务。陈宇说道。你等等。德里克军团长翻找了一会儿，交给陈宇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同样画着一个圈，不过范围比上一张地图要大上很多。这个范围内似乎聚集着好几支堕落者先锋军。我知道了。陈宇拿过地图，离开了营帐。军团长连忙站起身，伸出手，嘴巴微微张合，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出口，陈宇就已经走远。最终他坐下来，陷入沉思，双眼透露着无尽的迷茫。一支堕落者先锋军，即便最低规格的2000人左右，其战斗力也相当于至少2个中型战士营，在侵蚀区里战力还要更高。这种规模的敌军居然被萨兰多战士长一个人灭掉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凯勒城作为前线堡垒，凯勒城并没有完全军事化，城中依然有大量的贵族和平民。在深渊入侵之前，凯勒城是一座繁华的大型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就算现在临近前线，其繁华程度依旧不减当年。街上人群熙熙攘攘，商业十分繁盛，民众丝毫没有感受到战争的压迫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不认为深渊恶魔能攻破凯勒城。毕竟帝国已经派出了最精锐的军团，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全。这种心态也是帝国高层希望看到的。打仗需要花钱，和深渊打仗更是花钱如流水。帝国之所以将凯勒城视为最终防线，就是因为整个帝国因为常年的战败，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凯勒城这样的天险城市，外加经济中心如果陷落，那么整个帝国再无翻身之可能。残存的兵力无法再进行有效的防守，帝国也无力再负担军队的支出。帝国崩溃，深渊必将全面入侵，世界末日顷刻即至。城外军营中，帝国军统帅阿道夫在自己的营帐中来回踱步，神色焦虑。虽然这段时间深渊没有大规模进攻，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报告！一名士兵飞快地跑进营帐。是帝都的消息吗？阿道夫急切地走了过去，将传令兵扶起。报告统帅。传令兵将一卷羊皮纸递给阿道夫。皇帝陛下传讯，帝都已经与圣堂世界教廷取得联络，教廷最强者圣女殿下将亲自率领圣殿骑士团前来增援。你说的是哪个圣堂世界的教廷？阿道夫连忙问道。光翼帝国还是蒙特帝国？过来的是那位号称神圣将士的路西菲尔·阿加雷斯殿下吗？这传令兵一脸懵逼。没事，你下去吧。阿道夫笑着摇了摇头。是，统帅大人。传令兵赶紧告退。阿道夫摊开羊皮卷，羊皮卷上记载的信息让他忍不住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统帅！正在这时，帐外走进一名身材高大、披甲执锐的将领，他眉头紧蹙，神色焦虑。列罗多，你来得正好。阿道夫笑道。帝都传来好消息，帝国又征召新部队了。这根本算不上好消息，我们的困境根本不是人数能够解决的。列罗多叹息道。后方只知道凯勒城抵挡了深渊2年，以为这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实际上，深渊恶魔只是在积蓄力量而已。一旦他们将后方的堕落者调集起来发动总攻，凯勒城顷刻之间就会被彻底摧毁。不，这次不是征召了新部队。阿道夫摇了摇头，将羊皮卷丢给列罗多。来自圣堂世界的支援，还是那位名字很怪的圣女殿下。列罗多看完卷轴，也面带喜意。名字很怪，只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阿道夫无奈地摇了摇头。在那边的世界中，路西菲尔是光明和神圣的意思，阿加雷斯代表希望与美德。一般人可不敢使用如此伟大的名字。列罗多没有在意圣女殿下名字的含义，他只知道他们的世界有救了。在所有被深渊侵蚀的世界中，修持圣堂力量的世界是最为坚挺的存在。圣堂与深渊的力量互相克制，圣堂可以轻而易举地净化被深渊侵蚀的区域。在所有圣堂世界中，光翼帝国又是唯一一个压制了深渊势力的世界，其最大的倚仗便是那位号称神明将士的圣女殿下。这在几年时间中，圣女殿下已经率领圣殿骑士团游走数个世界，为其击退了深渊力量的进攻，并净化了大片被侵蚀区域。虽然没有完全拔出深渊侵蚀区，但也为那些世界赢取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列罗多为之喜悦的时候，阿道夫却再次露出忧虑的神色。距离那位殿下到来还有2个月时间，如果深渊大举进攻，我们能撑到那个时候吗？没有人比前线统帅更加了解战场形势。深渊消化地盘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将人口转化为战斗力的速度更是叹为观止。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只需要数个月时间便能成为具备战争能力的堕落者。塔纳西帝国视线的面积超过一般，被深渊吞没的人口超过3/5。如果那些深度侵蚀区域的堕落者被调往前线，就算单体素质比不过帝国士兵，也不会差得太多。在潮水一般的进攻中，区区一个凯勒城以及前线200多万的兵力，又能坚持得了多久呢？帐外守卫的士兵突然跑进了营帐。统帅、副统帅，第19军团的德里克军团长求见。德里克，列罗多眉毛一挑，是那个让深渊劫掠者吃了大亏的军团长。快让他进来。片刻后，守卫领着德里克军团长进入营帐。统帅、副统帅，有什么事说吧。阿道夫笑着说道。我此行是向2位统帅举荐一名人才。德里克说道。你说的
是你手下那名萨兰多战士长吧？列罗多说道，上次你已经汇报过，他一人肃清了42路深渊劫掠者，然后你将他派遣出去完成打探深渊情报的任务。这段时间他又有什么新的战绩吗？他一个人消灭了一支堕落者先锋军。德里克说道。什么？列罗多与阿道夫面面相觑，惊讶之色毫不掩饰。一支深渊先锋军至少也是2000人，由数个史诗级恶魔带队，在侵蚀区，堕落者和恶魔还有战力加成，就算是6阶强者也不敢随便强闯，更别说4阶战士了。信息已经确认过了吧？你细说。列罗多与阿道夫的面色当即严肃起来。深渊侵蚀区，一座堕落者先锋军的营地之中，陈宇高居主位，索菲亚跪在旁边帮他捏着腿，额角不断流下的冷汗证明他现在的心情并不平静。几头恶魔坐在下手，满脸陪笑，神色卑微。凭借自身的高品级深渊魔力以及深渊荆棘妖灵的形象，陈宇又成功的唬住了几只率领堕落者的恶魔，被他们奉为上宾。这支堕落者先锋军级别还挺高，规模达到4000多人，领头的是个5阶恶魔 BOSS。 很快酒菜被端了上来，摆在陈宇面前的是一整个被烹熟的人类小女孩。索菲亚看见盘子里的东西，差点当场呕吐。血腥的场景她能忍受，但一个被开膛破肚还当成食材煮熟的人就不在她的耐受范围之内了。就算是陈宇，脸色也阴沉了下来。你们就让我吃这个？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几只恶魔顿时惶恐不已。大人，这已经是我们营地最高级的食材了。对对对，为首的5阶恶魔跪伏在地上。大人，这是今天刚从哀血城送过来的新鲜人类，今天造成才宰杀的。哀血城？陈宇心中一动，高傲地说道：你们这些卑贱的杂种恶魔居然在前线组建了城市，你们也配？见到陈宇的注意力被转移，5阶恶魔 BOSS 顿时松了一口气，答道：大人，这是我们建造来囤积物资的战略堡垒，并不真正的恶魔城。这头5阶恶魔并不认为陈宇是在贬低他，因为陈宇说的是事实，唯有真正的深渊领主才有资格组建恶魔城。囤积物资？陈宇露出好奇的神色，你们这些卑劣的野狗，不都是谁抢到谁吃，没抢到挨饿的吗？你们居然还囤积物资？5阶恶魔并没有因为陈宇的辱骂和轻视而愤怒，反而表情更加谄媚了。在他的心目中，高贵的纯血贵族恶魔又是超级强者，看不起他才是常态。如果陈宇对他恭恭敬敬，反而会让他警觉起来。恶魔喜欢对弱者露出尖牙利爪，一旦面对强者就会卑躬屈膝，如同一条被投食的野狗。大人，这段时间后方有很多堕落者被调集了过来，我们组建据点是为了喂养那些卑贱的堕落者，并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效仿伟大的恶魔城。5阶恶魔谄媚地说道。大批量的堕落者被调集，陈宇立即警觉起来。普通的堕落者相当于农民，他们种植那些被深渊侵蚀的作物，加速深渊对于世界的侵蚀，获得的果实就是深渊大军的粮草。农民都被调上前线，而且还用军粮养着，这不是明摆着要发动总攻了吗？面对深渊的总攻，凯勒城能守住吗？陈宇觉得很堪忧。人类一方的实力原本就比不过深渊，德里克军团长告诉过陈宇，现在已经探明的堕落者军队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人类一方的2倍，加上尚未明确，只知道大概的部分，深渊一方的兵力可能在人类一方的3倍以上。如果再有大批量堕落者炮灰压上的话，人类前线那么点兵力属实杯水车薪。至于深渊一方距离发动总攻还有多久，陈宇没有问，这只5阶恶魔也不可能知道。不过他敢肯定，这个时间一定不会超过3个月。什么鬼？陈宇忍不住暗骂。正所谓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前几天陈宇还在嚷嚷着任务强度不够，结果今天现世报就出现在眼前了。他尝试着尽量往好的方面分析局势，但无论怎么分析 BGM 都是凉凉。这趟出来之前，他的心态一直很乐观，认为他要应付的是深渊势力的奇袭和阴谋，提升自己在人类军团中的地位之后，得到一部分军团控制权，然后做好防范，加上他本人的强大实力，就能保证凯勒城无虞，一切阴谋都将消散在绝对的实力之下。所以他才整天乐呵呵，无忧无虑地做军队任务。结果还没过几天，就遭遇了晴天霹雳。深渊那边根本就没准备什么奇袭和阴谋，人家就是要堂堂正正用绝对实力碾压你。虚拟身区区一个4阶战士，要左右一场千万数量级的超凡战局，还是一方实力绝对碾压的情况下，开什么国际玩笑啊？上一次潜能试炼，陈宇好歹还能分析出普通职业者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有更大的概率通关，而这次无论怎么看都是 base 之局，即便陈宇作弊了，将本体拉过来，也心里没底。那可是上千万的敌军啊，其中有数不清的3、4、5、6阶，甚至7阶。抛开明面硬实力对比，看看双方内部情况。深渊一方由强悍恶魔驱使悍不畏死、疯狗一样的堕落者，人类一方在局势不利、被对方拿捏的情况下，势必产生大量的降临派人间，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要以为这是种族灭绝之战，人类退无可退。大贵族和强者们未必就要以人类的身份存活下去，特别是对于强者而言，成为堕落者甚至恶魔会比身为人类比更加舒适。在深渊阵营，实力与权力和享受的绝对值相等，而人类阵营中完整的社会框架下，实力高强者需要顾忌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喜欢杀人取乐的强者，在人类社会中被发现的话，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在深渊中呢，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杀多少杀多少，叫一群志同道合的恶魔过来比赛围观都没问题。释放其他生命罪恶的欲望与本性，以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诱使堕落，是深渊入侵中最让人无奈的阳谋。深渊不怕背叛，不怕诈降，没有任何忠诚度方面的担忧。这样一来，深渊的实力又得提升个几层，一增一减之下，人类的胜算就更加微弱了。陈宇越想越觉得脑壳疼，心中大骂天道不当人，安排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许
完成任务的线索也有，只是被我忽略掉了。在前期做第一个驱逐堕落者的任务时，索菲亚很明显是个任务向导。如果顺着索菲亚线深挖下去，也许会出现可能帮助他完成任务的线索。但现在想回归已经不可能了。深渊级潜能试炼任务，起点和终点之间有一条极细的钢丝连接着，稍微偏离一步，钢丝就被扯断了。世界线已经与天道预设的任务完成轨迹背道而驰。算了，想那些做什么？不就是个干吗？队友靠不住，就靠自己。弱者才会到处借势，强者自己就是最高级的事。说穿了，这就是个杀敌任务，没那么多弯弯绕。只要把深渊一方的力量全部打死，那凯乐城就一定保住了。玩不了计谋，那就杀，杀出个朗朗乾坤。有点挑战性，不过我喜欢。陈宇的眼中燃起兴奋的火苗。人不压榨一下自己，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潜能呢？智慧型压榨智慧，力量型压榨力量，这才是潜能试炼的终极含义啊！这一刻，一股磅礴的杀意与浩瀚的气势从陈宇的身上蔓延而出。距离他最近的索菲亚顿时汗毛炸立，如同一只受惊的小猫。同在营帐内的几只恶魔更是差点屎尿齐流，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深渊，无边的暗红色土地上屹立着一座恢宏美丽的宫殿，以人类的审美观来看，绝对是鬼斧神工的奇迹之作。宫殿内，一名西装革履的人类男子高居宝座，几名魅魔环绕身旁，或烟视媚行，或清纯可爱，或大胆火辣。古拉领主，一尊人类堕落者进击而成的8阶恶魔领主。最近我手中那几座小型世界开发的怎么样了？古拉领主手中端着一杯红酒，神色愉悦地享受着魅魔的服务，轻声问道。报告老板，一切顺利。一只穿着女士小西装包臀裙，戴着圆框眼镜的高冷禁欲脸魅魔淡淡地回答道。是吗？9号世界给我加快工程进度，有为客户急用。古拉领主漫不经心地说道。是，老板。秘书装魅魔点了点头。突然之间，古拉领主没由来的背后一寒，手中的水晶高脚杯掉落，杯中的红色液体散落满地。老板，怎么了？秘书魅魔疑惑地问道。古拉领主神色阴晴不定，片刻后，他用阴沉的声音说道：感觉很不好，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盯上了一样。脏东西？秘书魅魔瞪大了眼睛。按照古拉领主人类时期的思维，所谓的脏东西代指什么，他很清楚。不过，人类是人类，恶魔是恶魔，一位8阶恶魔领主也会怕所谓的脏东西吗？我想想，古拉领主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正在攻略的小世界正常进行，不过全部封闭掉，暂时切断联系。另外，你们都跟我走，出去避一避。有必要吗？秘书魅魔有点懵。劳资从一个1阶小垃圾堕落者混到现在这个位置，靠的就是直觉。古拉领主怒道：少废话，赶快收拾细软，跑路！堕落者先锋军营地。陈宇一手托腮，一手放在桌子上，缓缓地敲击着，沉闷的响声仿佛敲打在恶魔的心脏上。良久之后，陈宇开口问道：你们建立的据点里面有多少堕落者？领头的5阶恶魔见到陈宇发问，连忙开始自报。大人，距离我们最近的据点大概已经聚集了10万左右的堕落者，由哈莱特大人统一指挥。哈莱特大人是一位堕落者转化的6阶恶魔，不过据说他认识一位真正的纯血恶魔。这样，那你带我去那座据点看看。陈宇说道。既然决定靠暴力解决问题，那么就要尽可能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这些囤积堕落者炮灰的据点能灭多少灭多少。遵命，大人。事不宜迟，现在就走吧。你们的东西我吃不惯。陈宇瞥了一眼面前的巨大盘子，算了，料想你们这些低等杂碎也没见过美味的食物。大人说的是。5阶恶魔不敢怠慢，连忙起身为陈宇引路。大人，请。走出营地，5阶恶魔 BOSS 展开翅膀飞上天空，陈宇则是召唤出魔云腾，将他拖了起来，随即又召唤出数十个星象嗜血妖灵，微风夹杂着无数雪白的绒毛飘向下方营地，然后才控制魔云腾跟上了前方的5阶恶魔。见此情景，索菲亚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5阶恶魔则是全当没有看到。毕竟陈宇在他心中是一位高贵的大人物，大人物做事哪里容得下他来指手画脚。激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一座简陋的城池出现在陈宇的眼中。说是城池，但仅仅是用夯土围成了一个圈罢了。城中挤着密密麻麻的堕落者，仿佛是沙丁鱼罐头一般。他们形销骨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浑身污秽，远看活像一群丧尸。堕落者们大部分脾气暴躁，不时就有冲突发生，一些堕落者直接被活活打死。旁边的堕落者们见到尸体，直接冲上去啃食血肉。穿着精良装备的堕落者士兵见到这样的场景，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哈哈大笑，就像是在看猴戏。只有大规模流血冲突发生，死亡人数超过一定限度，才会出面维护秩序。这些低等堕落者都是消耗品，死伤几个根本无所谓。大人，这边请。为陈宇带路的5阶恶魔向下降落，陈宇顺着他降落的方向看去，圈养堕落者的土城旁边还修造着一些类似房屋和兵营的建筑，那些房屋应该就是用来高级管理者居住的地方。2座军营代表着这里驻扎着2支堕落者先锋军，承担着看守堕落者的任务。陈宇没有跟着5阶恶魔下降，而是召唤出星象嗜血妖灵，开始大肆挥洒白色绒毛。大人，您！5阶恶魔疑惑地飞了回来。嘘，安静。陈宇微笑着竖起一根手指。5阶恶魔不敢再说话。不过片刻后，他就感觉到浑身开始发痒。只不过在陈宇面前，他不敢伸手抓挠。又过了几秒钟，瘙痒感越来越强烈，让他难以忍受。他顾不上对陈宇的敬畏，双爪开始抓挠痒处。但是此时，他的浑身上下已经爬满了绿色的幼苗，这些幼苗疯狂生长，瞬间便抽空了他的血肉与能量，只剩下干枯的骨架向着下方散落。
星象嗜血妖灵依旧在不断的向下方播散白色绒毛。一旁的索菲亚忍不住问道：“战士长，难道您是想消灭这座据点？”陈宇点了点头，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下方的堕落者聚集地。几分钟后，骚动开始，无数堕落者身上长出了绿色嫩芽。不只是土城中的普通堕落者，军营中的堕落者士兵也是如此。寄生较少的尚且能忍痛拔掉寄生物，割肉放血活下来；寄生多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活活吸干。哀嚎与动乱很快引起了管理者的注意。土城外的建筑中冲出一名头生双脚，但外貌保持着人形的恶魔。这是一头6阶恶魔 BOSS， 他尝试着使用深渊魔力帮助堕落者破坏幼苗，但在他小心翼翼的精妙控制下，也要许久才能清除一条。这段时间之内，其他幼苗早就将宿主吸成了干尸。一些寄生物飘落到6阶恶魔 BOSS 身上，试图进行寄生，不过被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当即释放深渊魔力将寄生种子击碎。是这些白色绒毛。6阶恶魔 BOSS 顿时醒悟过来，寄生种子细如尘埃，但强者有心观察的话，不难发现。磅礴的深渊魔力涌动，一道深红色的火焰之海出现在土城上空，将寄生种子全部烧毁。不过也仅此而已。已经完成寄生的种子，他根本无可奈何，除非将堕落者也一同烧成灰烬。是谁？6阶恶魔 BOSS 无能狂怒，将地面轰出无数巨坑，上百堕落者在这一击之中殒命。听见响动，10多个5阶 BOSS 聚了过来，他们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大部分都中了招，消耗大量深渊魔力才将寄生种子毁掉，有几个甚至身上的血肉都少了好几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寄生植物是从哪儿来的？6阶恶魔 BOSS 暴怒，对手下怒吼。10多个5阶恶魔 BOSS 惶恐不已，低着头不敢回话。就连他们自己都中招了，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寄生种子的来路？此时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批量的堕落者被寄生植物吸成干尸。陈宇站在土城不远处，嘴角带笑。由于对方有了防备，寄生种子的偷袭无法继续奏效，但这已经算是一次大丰收了。成熟的寄生物满载着深渊魔力与生机能量向外逃逸。这些寄生植物的行动也让恶魔 BOSS 发现了陈宇的存在。是你！6阶恶魔 BOSS 怒不可遏，带着10多名5阶恶魔 BOSS 向着陈宇冲了过来。啊！我要把你撕成碎片！呵呵，那你就试试吧。陈宇召唤出10只深渊荆棘妖灵星香，迎了上去。3个5阶恶魔 BOSS 见状，顿时脸色一变，悄然后退。但6阶恶魔 BOSS 显然是个武斗派，盛怒之下根本没有考虑深渊荆棘妖灵的来路，正好拿你试试成色。30W 属性值究竟有多强的战力？一只深渊荆棘妖灵脱颖而出，向着6阶恶魔 BOSS 挥出藤鞭。我要杀了你！6阶恶魔 BOSS 神色狰狞，身前出现一道猩红色屏障，然后不管不顾地向着陈宇冲了过来。轰！一声巨响，6阶恶魔 BOSS 的躯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抛飞出去。没等他落地，又是一根藤条如同子弹一般射出，瞬间将飞在空中的6阶恶魔 BOSS 贯穿。随即3根藤条接踵而至，顷刻间就将6阶恶魔 BOSS 撕成了碎片。原来是个废物。陈宇失望地摇了摇头，堂堂6阶恶魔 BOSS 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死掉了。他还以为对方至少能和深渊荆棘妖灵过几招呢。实际上这头 BOSS 被秒杀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史诗级6阶巅峰350级，4维属性普遍在3万左右。恶魔属于高等种族，4维属性也就4万多，不会超过5万。而星象版深渊荆棘妖灵4维足足 30W， 这是碾压了一遍又一遍。如果对方谨慎行事，扬长避短，或许还能纠缠一会儿。但像刚才那样在属性碾压自己的对手面前横冲直撞，不纯粹就是找死吗？见到自家老大阵亡，后面的5阶恶魔 BOSS 硬生生止住了前冲的趋势，迅速180度转弯逃走。然而深渊荆棘妖灵星象的藤条比他们的速度更快，几乎是瞬间10多个5阶恶魔 BOSS 就被抽杀。陈宇从星香之中抽取生机，将消耗大半的生机属性补满，然后指挥着几十个星香分别冲进土城和2座军营。堕落者们或多或少都被嗜血妖灵的种子寄生过，即便没死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面对植物生命星香的清剿，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1个小时之后，堕落者据点陷入了沉寂，遍地都是干枯的尸骨。10万普通堕落者，近万堕落者先锋军，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什么人？陈宇突然眉头一皱，身旁的深渊荆棘妖灵星象2根藤条弹出，瞬间跨越100米距离，将2个人形生物拖了回来。他们身上穿着帝国斥候营专用能抵御深渊魔力侵蚀的附魔战甲。别杀我们！自己人！2人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大声呼喊：“你们是侦察兵？”陈宇诧异地问道：“是的。”见到陈宇没有动手，2名斥候松了一口气：“您就是萨兰多大人吧？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到您。你们认识我？”陈宇问道。“当然。”一名斥候面带兴奋：“您的大名，没有任何一个斥候会不知道。您的事迹……”停！陈宇竖起手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你们是来探查这座堕落者据点的？”“不是。”斥候摇了摇头，“我们是来探查一支堕落者先锋军的。这里一共有2支堕落者先锋军，他们正在看守一批从后方调集过来的堕落者。”陈宇将2名斥候放开。“这里有一个刚刚新建的堕落者据点，情报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你们的任务结束了，回去汇报吧。从后方调集的堕落者，新建的堕落者据点。”2名斥候听完，满脸凝重，他们也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刚才的事，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陈宇问道。“没有。”一名斥候答道，“我们刚到这里就被您抓住了。大人，这里发生了什么吗？”“行，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堕落者据点我已经灭掉了，你们探查的目标也顺便灭掉了。”陈宇说道。“里面的东西我没动，你们随便找一些回去交差吧。”
说罢，陈宇抓起索菲亚，迅速消失在了2名斥候的视野之中。2名斥候顿时面面相觑，一个人将一整个堕落者据点灭掉，这可是数以万计的堕落者啊！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堕落者先锋军。萨兰多战士长，在和我们开玩笑吧？一名斥候呆滞地说道。这里确实挺安静的，就像人都死光了一样。走吧，进去看看。另一名斥候发动隐匿技能，向着土城潜伏过去。2名斥候进入土城中，便看到了满地的干尸。不仅土城之中，军营中、建筑中也是如此。整片据点没有找到一个活着的生命。我们该怎么办？一个斥候呆若木鸡。还能怎么办？如实汇报。可是这也匪夷所思了，我们会被当成谎报军情，受到处罚的。蠢货，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上面派其他人过来，不就能够证实了吗？好，那我们撤退。2名斥候收集了一些标志物，退出了堕落者据点。在他们的心中，隐隐有些兴奋，因为一个奇迹般的强者正在崛起，而他们成为了这位伟大奇迹的见证者。战士长，我们现在是返回军营报告情况吗？被陈宇提在手中的索菲亚好不容易适应了风压，开口问道。回军营？为什么要回去？回去能做什么？陈宇淡淡的说道。大量堕落者被调集，很可能对防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需要将消息传递回去。索菲亚大声叫喊道。他全程跟在陈宇身边，陈宇得到的情报他也得到了。刚才那2个斥候会把消息带回去的。陈宇说道。前线统帅如果不是蠢货，会做好布置的。可是我们现在去哪儿？军团长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呀。索菲亚懵逼。杀堕落者。陈宇答道。能杀多少就杀多少，最好是将这些据点全部拔掉，将所有的堕落者全部杀光。全部杀光？索菲亚顿时瞪大了眼睛。刚才陈宇一人灭城，屠戮10万堕落者，就已经让他震撼50年了。而现在这位战士长竟然想要单枪匹马将前线的所有堕落者全部剿灭。开玩笑的吧？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暴力无法解决问题，但可以解决造成问题的人。陈宇深感自己不是智慧型选手，无法从死局中找到凯乐城的渺茫生机，于是选择了使用笨办法。事实证明，人一旦压榨自己，就能爆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连续1个月时间不眠不休驰骋在深渊侵蚀区的前线，恶魔们建造了很多据点，从后方调集了数以千万计的堕落者，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补充。但是当陈宇神出鬼没的横扫上百座据点，屠戮上千万普通堕落者以及上百万堕落者士兵之后，蝗虫一般的深渊恶魔都感受到了恐惧。一头7阶恶魔 BOSS 带领着13头6阶恶魔 BOSS 找上了陈宇，因为陈宇的手段酷烈，并且手下的战力深渊魔力浓厚，为首的7阶恶魔 BOSS 并不认为陈宇是人类一方的强者，只觉得陈宇是不知道哪个深渊势力的纯血恶魔贵族，故意捣乱。他试图和陈宇谈判，付出一定的利益换取陈宇收手。然而杀红了眼的陈宇连皮都懒得皮，直接选择了对其动手。7阶恶魔 BOSS 的属性普通状态下依旧被馨香碾压，然而在放开手脚之后，却爆发出了无比强悍的战斗力，连续破坏了10多个荆棘妖灵馨香。一个7万属性的恶魔连杀10多个30W 属性的馨香，看起来就和热血漫主角爆种差不多，不过也就仅此而已。陈宇的馨香世界中刻画着10万馨香，任意一个召唤出来都是30W 属性，爆掉10多个根本对他造不成任何影响。在深渊化妖灵馨香的围攻之下，7阶恶魔 BOSS 也只能含恨而终。灭掉这头 BOSS 之后，陈宇继续在侵蚀区和非侵蚀区的交接地带巡游，见恶魔就杀，只不过再也没有找到过大量聚集的堕落者和恶魔。将前线的恶魔打退之后，他没有选择继续深入，再往前就是帝国的斥候未曾踏足过的区域，而且现在他在深渊阵营中闯出了鼎鼎大名，无法继续忽悠低级恶魔骗取情报，没有任何情报来源，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杀怪效率将会非常低下。走吧，我们回去。一座恶魔据点的废墟之上，陈宇对身旁的索菲亚说道，他声音冰冷，表情淡漠。1个月之内亲手屠戮上千万智慧生命，终究是让他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曾经陈宇不明白什么叫杀气，可是现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有着无比庞大有若实质的杀气，一举一动都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巨大的影响。是，大人。索菲亚淡淡的点了点头。跟着陈宇这么久，他的心态也已经麻木了，双眼之中充斥着对生命的漠视。两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侵蚀区，回到帝国军前线。见到陈宇和索菲亚，帝国军战士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这段时间前线频繁派遣斥候，陈宇的事迹已经传回了军营，军队乃至帝国高层都知道了陈宇的存在，也知道了陈宇以一己之力将深渊打退数十公里的伟大战绩。陈宇并不享受士兵们的欢呼，反而觉得他们像是一群在耳边嗡嗡乱叫的烦人苍蝇，有种一巴掌拍死他们的冲动。不止陈宇，就连索菲亚也是这样想的。都让开！索菲亚一声冷喝，严酷如寒冬一般的气势让士兵们噤若寒蝉。摆脱士兵的纠缠，回到营帐，陈宇开始思索下一步计划。虽然他击杀了上千万堕落者，可是他并不认为深渊会放弃进攻。严格来说，他这段时间看似刚猛爆裂，实际上是在打游击捏软柿子。深渊一方的损失也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据索菲亚所说，深渊入侵以前，帝国人口总数在30亿以上，如今还剩下7亿。就算在深渊入侵的过程中，只有1/3成功转化为堕落者，并且这些堕落者还消耗掉了一部分。粗略估计，堕落者的数量也有5亿往上。只要侵略这个世界的古拉领主往前线调集1/5，凯乐城防线就很难防守。算了，既然选择了用笨办法，那就用到底。只要堕落者敢聚集起来，那就打。陈宇眼中闪过一道冷光，他的杀手锏星象版世界树
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亮相呢。正在这时，守在帐篷门口的一名战士走了进来，报告大人，德里克军团长求见。德里克军团长，让他进来吧。陈宇淡淡的说道。是，大人。守门战士走出帐篷，德里克军团长走了进来。他看向陈宇的时候，陈宇也正好抬起头看向他，两人的目光相交，德里克军团长顿时呼吸一滞，仿佛看见了尸山血海中无数生灵消逝的地狱之景。萨兰多大人，德里克军团长低着头向陈宇行礼，声音有些发颤。论职务，陈宇只是他手下的一名战士长，归他管辖，但单枪匹马灭掉千万堕落者，这份实力是他需要的仰望的。他再怎么心大，也不敢在这样一尊屠夫的面前摆架子。索菲亚，去给客人倒杯茶。陈宇吩咐道。是，大人。索菲亚立即回答。不过他在营帐里翻找，却没有找到茶，索性为德里克倒了一杯清水。多谢。德里克受宠若惊。说吧，找我什么事？陈宇面无表情地问道。在了解到深渊一方的真正实力，并且知晓任务终极难度之后，他已经不寄希望于这群队友了，也没有继续做任务升军衔的兴趣。大人，德里克军团长小心翼翼地说道，阿道夫统帅和列罗多统帅一直想要拜访您。统帅？帝国军前线的统帅吗？陈宇问道。是的。德里克回答，阿道夫大人是总统帅，前线军队全部归他管辖。列罗多大人是副统帅，大部分战略部署都出自他手。这两位也都是圣域强者。圣域强者也就是七阶，与曾经小圣女的叫法相同。显然，德里克将陈宇也归结于圣域强者，而且是比两位统帅更强的圣域强者，否则不可能打出那样恐怖的战绩。行吧，他们什么时候来？200万帝国前线军的统帅，还是有必要见一见的。如果能够让他们龟缩防御，那就再好不过了。进入这个世界之前，陈宇对自己的力量认识是有些不足的。在蓝星，腾龙帝国对他的保护实在是太过到位，那些暗中觊觎的直接就被处理掉了，以至于他基本没有接触到太过强力的敌人，一直混在同龄人里，限制了他的视野和实力发挥。就像一个王者整天在黑铁局炸鱼，久而久之觉得自己可能也就只是个黄金白金，直到轻而易举击杀7阶恶魔 BOSS 之后，他才后知后觉他已经不是天才，而是强者了。所以他迅速调整了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他自己的最强的那一批。帝国一方是有求于自己的，希望自己能够持续出手，帮他们渡过难关。得到陈宇肯定的答复之后，德里克立即退出了军帐。大人，索菲亚上前将德里克喝过的水杯收拾起来，然后站到陈宇身后为他按摩肩膀。您终于决定要与帝国合作了吗？看情况吧。陈宇低声说道，希望他们能够多一些有用的情报。如果他们够强，可以与我合作，剿灭堕落者自然是最好。如果太弱，让他们龟缩在后方，全力防守凯勒城也不错。恕我冒昧。索菲亚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您为何要对打击深渊如此执着？我发现您似乎并不是很在意帝国的死活。您与深渊势力有什么仇怨吗？和深渊仇怨？陈宇展颜一笑，这倒没有。严格来说，我也属于深渊阵营，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守凯勒城而已。索菲亚顿时露出了然的神情，同属于深渊，但却在帮衬人类帝国，这不是妥妥的深渊势力内斗吗？从那些恶魔的态度来看，这位绝对是深渊大人物啊，身份绝对不比侵略这个世界的那位古拉领主低。他咬了咬下唇，鼓起勇气说道，大人，如果您完成了心愿，能否让我继续追随您的脚步呢？这怎么可能？陈宇失笑地摇了摇头，但是随即他就露出了别样的神情。潜能试炼的世界十分奇特，既不是副本，也不是秘境，连时间都是独立存在的，不管里面过了多久，蓝星都是2小时。更奇怪的是，连至高级品质的力量都难以入侵。世界树和往生路尚且能借助无上圣土和他自身传递一点力量过来，他的好朋友深渊大意志则是直接被切断了联系。要知道，这个世界可是存在深渊的，与深渊接壤的世界，深渊大意志却过不来，这可就太奇怪了。结合迪利亚的情况，他有3种猜测：一种是他进入这个世界的时间线在无尽岁月之前，深渊大意志尚未诞生，或者尚未与他相识；第二种则是时间线在无尽岁月之后，深渊大意志已经泯灭；第三种，这是个独立时空，类似于副本的存在，并且潜能试炼任务的时空必然有隔绝因果的强力规则。深渊的眷恋这个技能介绍里就有无视时空的词条，这无疑证明深渊大意志有篡改因果律的能力。也就是说，这是一段连至高级都无可奈何的时空。如果陈宇能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种子，那么凭借他对自己麾下植物生命的绝对掌控，就能分析出属于哪一种情况。好，我给你一个机会。陈宇的嘴角扬起莫名的笑容，对索菲亚说道。多谢大人。索菲亚顿时喜不自胜，连忙走到陈宇面前，单膝跪下，以表忠心。回到军营之后，索菲亚已经换下了沉重的制式铠甲，那玲珑的曲线让陈宇心头微热。换作平时，陈宇倒不至于动心，但此时他的心中积蓄着大量的戾气，让他比平时更加冲动。陈宇将索菲亚扶了起来，然后一把拦住她的纤细的腰肢，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索菲亚先是一惊，随即大喜过望，双目之中秋波荡漾，顺势趴在陈宇胸前。陈宇搂着索菲亚，习惯性的低头嗅了嗅她的长发，随即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袭来，导致他瞬间失去了所有想法。与他近距离触过的女性，包括风学姐、白丝学姐、小萝莉，甚至苏淼月，这些个人卫生做的都很到位。花园里的妖灵和世界树更是清香宜人，而不知多久没洗过澡的索菲亚，气味就太过酸爽了。索菲亚被陈宇推开，顿时一脸懵逼，看着陈宇那郁闷的脸色，忍不住问道：“大人，您是身体不舒服吗？你身上太臭了。”陈宇毫不留情地说道：“人类果然没什么意思。”索菲亚脸色一变，想起陈宇召唤出的那些美貌少女，
顿时一阵自卑感涌上心头，哭丧着脸跑出来帐篷，想必是找地方处理个人卫生去了。接近天黑的时候，德里克军团长带领着2名将军打扮的男子来到陈宇的帐篷里。2名将军面容带笑，看起来心情十分不错。萨兰多阁下，久仰大名。为首的中年将军首先问候：“我是帝国前线军统帅阿道夫。”阿道夫统帅，列罗多统帅，请坐。陈宇高居主位，索菲亚将2名统帅引到小桌子上，德里克军团长则是在一旁站着。对于陈宇的怠慢，3人没有丝毫不满，毕竟他们过来不是为了和陈宇分个高下主次。陈宇则是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满意，因为这代表自己掌握了主动权。萨兰多阁下，首先我要代表帝国感谢您的付出，同时也代我个人感谢您的支持。阿道夫站起身对陈宇鞠了一躬，列罗多·赫德里克也同时鞠躬。无妨，你我利益一致，即便没有你们，我也一样会这么做。陈宇直接说道。阿道夫和列罗多顿时一致。陈宇这句话包含的信息太过复杂，他们一直在猜测陈宇的来历以及目的。普通士兵不知道的情报，他们一清二楚。陈宇手下的主要战力可是深渊恶魔。一时间，2人的心思千回百转。萨兰多阁下，敢问您对帝国可有所求？阿道夫警惕地问道。不用试探了，陈宇淡淡地说道，我对你们不感兴趣，我只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被深渊吞没而已。另外，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要把我想成深渊恶魔那种低等生物。尽管陈宇表现出高姿态，但阿道夫和列罗多并没有完全相信。成年人的世界讲究利益，陈宇和他们之间的共同诉求是不让凯勒城失陷，或者说让攻略这个世界的恶魔领主无法如愿以偿。但在那之后呢？谁也不能保证击退恶魔领主之后，陈宇是否会对这个世界有其他想法。现在唯一需要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不计代价为我刺探情报。陈宇说道，探查什么地方有堕落者和恶魔大范围聚集，然后由我出手解决他们。另外，你们的人收缩防御，别给我添乱。听见陈宇的要求，阿道夫和列罗多几乎没怎么思考就同意了。探查情报本来就是他们的日常所需，现在只不过是加大力度罢了，相当于陈宇在给他们做免费打手，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没有丝毫损害。阁下，我想再问一次，您是否对帝国有所需求？阿道夫问道。宝物、钱财、美女，甚至土地，您都可以提出。你认为我会缺这些东西吗？陈宇眉头一皱，行了，你们离开吧，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合作愉快。2位，请。索菲亚面无表情地走到阿道夫和列罗多的座位前。我代表帝国，多谢阁下。阿道夫站起身，对陈宇欠身行礼。若阁下有任何需求，请务必告知在下，帝国竭尽全力也会为阁下办到。去吧，去吧。陈宇挥了挥手，我唯一想要的东西就是你们听话，别扯我后腿。索菲亚走在前方，掀开营帐的门帘。2名帝国统帅一前一后走出营帐，全程透明人的德里克军团长也紧随其后。离开属于陈宇的军营，阿道夫面色凝重。列罗多，你认为他有什么目的？暂时看不出来。列罗多说道。一些斥候得到的消息是，许多深渊恶魔似乎都将他当成座上宾，似乎他在深渊中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阿道夫点了点头。你的意思是，这是深渊势力之间的内斗？不排除这种可能。列罗多说道。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存在暂时是有利于我们的，至少在击退古拉领主之前不会与我们翻脸。你又怎么知道他们双方不会在某个时刻达成和解，然后共同对帝国出手？阿道夫沉声道。我们对深渊的了解太过浅薄，还是将消息传回帝都，让帝都那边咨询圣堂世界吧。圣堂世界对深渊的了解可比我们深得多，可是如此一来，是否显得我们太过依赖圣堂了？列罗多皱眉道，这样对于我们非常不利。如果表现得太过懦弱，对方以此要挟，提出无理要求，我们如何应付？阿道夫摇了摇头，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叹息道，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局势吗？帝国就是砧板上的一块肉，命运早就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啊！猩红的大地，空气中弥散着血腥与硫磺的气味，烽烟弥漫，残肢断臂堆积如山，有人类的，有堕落者的，也有恶魔的。尸山之中，一头浑身遍布着恐怖伤痕的恶魔推开尸骨爬了出来，扇动着破烂的翅膀，摇摇晃晃地飞上天空，狰狞的面容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喜悦。嗡！突然之间，一阵风鸣声响起，一把流动着圣洁光晕的银白色长枪刺穿了恶魔的身躯，恶魔那喜悦的表情瞬间化为恐惧，长枪上燃起熊熊的银色火焰，刹那间便将恶魔烧成了灰烬。不远处，一名全副武装的银甲骑士不慌不忙地策马而来，将倒插在地的长枪拾起。他的动作十分熟练，表情古井无波，如同已经演练过千百遍一般。这片嫣红的大地上，成百上千的骑士都在做着同样的动作，无数残存的堕落者和恶魔被一一绞杀。战场中央，一支数百人的骑士队伍将一辆华美的银色战车围在中间，身着白色修女服、蒙着黑色眼纱的少女坐在战车上，双手平举，一道道白色波纹从少女手中释放出来，将充斥在空气中的猩红色气息驱散。围在马车旁边的骑士们让开一条道路，一名身着金甲的骑士策马而来，走到战车旁，金甲骑士翻身下马，将一颗金石呈递给战车上的少女。殿下，教廷传讯，达利亚大人，您辛苦了。战车上的少女恬静地微笑着接过金石，握在手中。片刻后，少女突然浑身一颤，金石滚落在地。殿下，金甲骑士露出关切的表情。无妨。少女轻轻摇了摇头。塔纳西帝国魔灾泛滥，整个世界都快要被深渊吞噬了。通知苦行者大人更改行程，前往塔纳西帝国。殿下，恕我直言。金甲骑士说道。
科西莫帝国受灾程度并不比塔纳西帝国轻，而且世界壁垒与我们光翼帝国相接，科西莫还能撑得住。少女淡淡的说道，短时间内不会被深渊完全吞噬。而塔纳西帝国的局势更加恶劣，如果深渊完全吞噬一个世界，那么就会以这个世界为根基，向着周边迅速蔓延。达利亚大人，你听说过唇亡齿寒这个词语吗？殿下，恕我孤陋寡闻。金甲骑士摘下头盔，一脸茫然。意思是，如果你没有了嘴唇，那么牙齿就会感觉到寒了。金甲骑士，好吧，那我说更详细一些。少女无奈道，我们所在的世界群落中，任意一个小世界被深渊完全侵蚀，其余世界所面临的局势都会比现在恶劣无数倍。将我们所在的世界群比喻成一个帝国，每个小世界是一座城池，那么深渊就是另一个强大的帝国，长途跋涉的同时对每一座城池出兵。如果被深渊完成占领一座城池，那么这座城池就会成为深渊进攻其他所有城池的先锋据点。明白了吗？金甲骑士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殿下，我这就去联系赫拉图格斯大人。在陈宇和2位前线统帅见面之后，前线军队开始向深渊侵蚀区大量派遣斥候，并且探查的范围越来越大。不计伤亡代价的情况下，无数情报如同冬日坠落的雪花一般送上了陈宇的桌案。正如陈宇所料，他对于堕落者的屠杀震慑的深渊势力，但并没有抑制他们继续进攻的想法。深渊一方收缩了阵线，行动更加谨慎，后方的堕落者依旧在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调集。勒维克城在被深渊侵蚀之前，是一座不亚于凯勒城的大型城市，距离凯勒城直线距离大约300公里左右。现在，这座曾经的帝国主城成为了囤积堕落者的前线据点。陈宇大人击退深渊前线阵地的10多天时间里，一共有4000多万堕落者聚集到了勒维克城附近，这个数字还在源源不断的上涨。300公里看似遥远，但如果全速行军的话，就算是以堕落者那几乎不存在的军纪，也能在不到2天的时间之内走完。这个消息也让帝国高层人心惶惶。4000万堕落者是什么概念？足以将凯勒城防线完全淹没，并且这代表着深渊的总攻快要开始了。因为如此数量的堕落者每天需要消耗的物资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深渊势力的高层不是傻子，不可能白白养着这群炮灰。情急之下，帝国发动了紧急战争动员令，后方开始强制征兵调往凯勒城防线。不过比起堕落者的数量，依旧是杯水车薪。陈宇早就进入了深渊侵蚀区，并且游移在勒维克城周边。不过他没有轻举妄动，这些堕落者如此集中，可以肯定是为了防止被他各个击破。但堕落者扎堆也是他非常乐意见到的场景。单单一个勒维克城容不下数量如此巨大的堕落者。勒维克城周边新建了12个大型堕落者据点，深渊势力的高层自然不会考虑堕落者的生活质量。据点和大型牢笼没什么区别，只是草率的修筑围墙，将堕落者圈禁起来，防止他们逃跑或者走散。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投放一些粮食。生产力低下的深渊物资相当匮乏，投放的粮食不够炮灰堕落者消耗。饥饿的堕落者自相残杀，分食他人的事件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每个堕落者据点中有200万到300万堕落者，每天都有数千乃至上万炮灰堕落者死于非命，成为其他堕落者的食物。陈宇甚至怀疑，这本身就是深渊势力高层的管理模式，放任自流，弱肉强食。强一些堕落者是炮灰，弱一些的堕落者就做军粮。一座大型堕落者据点不远处，索菲亚拆开一份情报观看，这是帝国斥候刚刚送来的。大人，情报上说，从后方调往前线的堕落者数量正在逐渐减少，看来堕落者发动总攻的时刻就要到了。陈宇将情报接过，浏览之后随手扔掉。这些天他一直在外围拦截，清理了不少路途中的堕落者，却没有进攻大型据点。现在已经到了动手的最佳时机，他可以同时释放上千个星象作战，但自身只能分心控制200个左右，精准控制的话50个就是极限。一个大型据点中200-300万低级堕落者问题不大，可是每个大型据点中都有恶魔 BOSS 存在，而且至少有1头7阶青铜 BOSS 和数头7阶普通 BOSS。 这些 BOSS 有能力击杀星象，每个星象被破坏都会给陈宇造成一定的精神损伤，短时间内大量星象死亡，甚至会让陈宇失去作战能力。上一次潜能试炼任务保护小圣女的时候，他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是星香之种的弊端，除非他能精准的在星香被击杀之前将其收回，否则无法避免。所以想要攻击堕落者据点，必须先解决 BOSS。 索菲亚，你自己躲起来，我要动手了。是，大人。索菲亚立即退走。陈宇召唤出所有浮光妖灵，然后用荆棘妖灵补充到召唤数量的极限，然后下令对恶魔 BOSS 的狙锁攻击。上百只浮光妖灵的身前聚集起明亮的光球，如同一个个小太阳，而荆棘妖灵只是扬起了藤鞭。霎时间，一道道刺眼的光柱伴随着密密麻麻如同雨点一般的尖刺，射向堕落者据点外恶魔 BOSS 居住的小型城堡。轰隆，巨大的响声伴随着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20多头身形狼狈的恶魔从烟尘之中飞出，一个7阶青铜 BOSS， 8个7阶普通 BOSS， 4个6阶青铜 BOSS， 19个6阶普通 BOSS， 似乎有点难度，不过得打过才知道。陈宇扫视了一眼，立即做出判断：6阶普通 BOSS 没有击杀星香的能力，可以忽略；6阶青铜 BOSS 可以击杀没有陈宇控制的星香；7阶普通 BOSS 对星象有较大威胁；7阶青铜 BOSS 没有交过手，但肯定比7阶普通 BOSS 要强很多。趁着恶魔 BOSS 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宇再次指挥麾下的植物生命发动了一轮进攻。这次他瞄准的是一头7阶普通 BOSS， 荆棘妖灵的毒刺如同雨点一般密密麻麻的急射而去。恶魔 BOSS 大骇，赶紧闪身躲避，但迎接他的是浮光妖灵射出的激光。7阶恶魔 BOSS 有了防备，
依靠灵活的走位不断躲避，但还是被少量的激光和尖刺命中。虽然荆棘妖灵和浮光妖灵只是2阶，技能也只是自带的普通技能，但他们的属性足足有30W，荆棘妖灵的毒刺便能够造成一定量伤害。远程炮台浮光妖灵的攻击更是威力巨大，直接将命中的恶魔 BOSS 烧得浑身焦黑。紧接着，一株1000米长的巨大藤蔓拔地而起，尖端的藤鞭都有水桶粗，狠狠抽击在恶魔 BOSS 的身上。砰！7阶恶魔 BOSS 直接被星象魔云藤抽得4分5裂。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之内，一个照面便让对方减员1人。其余恶魔 BOSS 发现了陈宇的存在，纷纷向着陈宇冲了过来。来吧，让我看看如今的我究竟有多强。陈宇面带兴奋，一挥手收回了远程部队，同时200只气势磅礴的深渊妖灵星香出现在他的周围，2条通天彻地的魔云藤交织在战场上空。是那个该死的纯血贵族，拖住他，不要让他大规模杀死堕落者。恶魔们立即认出了陈宇。这段时间，陈宇的闹得整个青石区人心惶惶。入侵这个世界的深渊势力高层就没有不认识他的。在陈宇秒杀一个7阶恶魔之后，其余的恶魔 BOSS 立即释放了求援信号。不管是喜欢狗的还是喜欢蟒的，高级恶魔们都很有自知之明。就算是青铜恶魔 BOSS 也无法如此干脆利落地灭杀一名史诗级7阶，所以他们打定了主意，能够击退陈宇最好。就算无法击退，也要拖到周边据点的高级恶魔前来支援。来战！陈宇大喝一声，挥下一杆深渊妖灵，顿时进入了魔化状态，属性暴涨。百合妖灵释放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来势汹汹的高级恶魔瞬间感觉到一阵虚弱，属性下降一大截。紧接着，深渊妖灵们一拥而上，个头最小的贪食妖灵顶在最前方，荆棘妖灵紧随其后，无数巨大的食人花和红褐色藤条遮天蔽日。6阶恶魔 BOSS 在魔化状态的深渊妖灵手中根本撑不了几个回合，几乎瞬间便被全部肃清。而7阶恶魔 BOSS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植物生命的属性实在是太高了，他们自身还陷入了虚弱状态，硬碰硬的话，被正面命中一次必然要受重伤。面对认真状态的陈宇，7阶普通 BOSS 很快便落入下风，只能凭借技能抵挡进攻，时不时斩断一些荆棘妖灵的藤条或者贪食妖灵的食人花。唯一的7阶青铜 BOSS 尚有余力，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在数十个妖灵的包围中左躲右闪。恶魔 BOSS 体型太小，空间有限，近战单位无法体现出围攻优势，其时不时找准机会发动的反击，还能有效的杀伤深渊妖灵。这头青铜 BOSS 也很机智，根本就没有试图直接攻击深渊妖灵，以免被他们躲掉。所有的高伤害技能全部都瞄准了陈宇本体，陈宇只能控制星香抵挡。如此一来，这头7阶青铜 BOSS 的攻击便少有落空的时候。双方僵持了几分钟，一头7阶普通 BOSS 身上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深渊魔力波动，轰！战场上亮起一轮暗红色的小太阳，7个深渊妖灵星香被炸得粉碎。陈宇眉头一皱，精神受损的疼痛感传来。不过这点损伤不影响战斗力，他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打出这次爆发伤害的恶魔 BOSS 身上。别误会，这并不是自爆，而是非常规的爆发性攻击。陈宇第一次遭遇7阶恶魔 BOSS 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此时毁掉7个星香的恶魔 BOSS 陷入了爆发后遗症，他炸开了包围圈，正在试图逃亡。陈宇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身旁的2株魔云藤当即出手，数十条藤鞭以迅雷之势砸了过去，同时数十只深渊荆棘妖灵扬起藤条射出无数毒刺。7阶恶魔 BOSS 本来就是强弩之末，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击，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便与大地融为了一体。就在陈宇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对于其余恶魔 BOSS 的照顾削弱了一丝，攻击他们的星香妖灵行动变得机械了一瞬间。其余恶魔 BOSS 十分敏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纷纷施展出爆发技能，有能量爆发，直接炸死身边的数只星象，也有身体爆发，属性瞬间提升数倍乃至10数倍，蛮横地撕开包围圈。青铜恶魔 BOSS 最为耀眼，浑身猩红色光芒闪耀，瞬间便将身旁的3只贪食妖灵斩成2段。如果是正常植物生命，这种伤势并不致命，甚至还保留着大部分战斗能力。不过星香版没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被斩断之后直接化作碎片消失。恶魔 BOSS 们的一波爆发，短短几秒钟时间让陈宇损失总计42个星香，他再次体会到了大脑被绞碎一般的剧痛。嘿，陈宇露出愉悦的笑容，上次体验这种痛苦同样是在潜能试炼副本之中，不过上一次面对的是4阶恶魔，他是猎物，而这一次面对的是一群7阶恶魔，其中还有一个青铜 BOSS， 他是猎人，想要突围可没那么容易。陈宇强忍着头痛，控制星象妖灵补上包围圈。200个星象妖灵围殴不到10个恶魔，本来就有大部分是空闲的，死掉40多个完全不影响进攻强度。同时2株魔云藤体型暴增，如同2条多头巨蛇蜿蜒而去，将星象妖灵与恶魔 BOSS 的战场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藤茧。一些恶魔 BOSS 试图攻击魔云藤破开缺口，但魔云藤的特点就是皮实耐草，一般的攻击根本无法打破。狭小的空间之中，战斗烈度陡然升级。魔云藤的压迫让恶魔 BOSS 们底牌频出，不断有星象妖灵被破坏，但普通7阶恶魔 BOSS 在爆发之后也被星象妖灵一拥而上，殴打致死。不到2分钟时间，陈宇再次损失了22个星香。恶魔一方，普通7阶恶魔 BOSS 全部死绝，只剩下7阶青铜 BOSS。这头7阶传说级恶魔浑身火焰缭绕，双爪与背后的符翼都化作了锋利无比的刀刃，坚韧无比的食人花与荆棘藤如同纸糊的一般脆弱。爆发状态的 BOSS 属性依旧无法与魔化状态的深渊妖灵相比，但他的攻击力与防御力都明显超过深渊妖灵。利爪与符翼几次切割就能让一只深渊妖灵濒临崩溃，他身上的猩红色火焰也并不是特效，
当荆棘妖灵的藤鞭抽打过去，这些火焰会自动形成刚性屏障，防御攻击，并且顺着藤条蔓延，对攻击者造成伤害。不愧是青铜 BOSS， 还真有点棘手。陈宇好整以暇，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个恶魔 BOSS 身上时，他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每当有星象快要破碎，便直接回收，使其攻击落空。结束吧。陈宇悄然召唤出所有浮光妖灵，每一只浮光妖灵的身前都凝聚出一颗极为璀璨的光球。魔云藤缠绕的大茧空间中，所有贪食妖灵瞬间消失，而深渊荆棘妖灵藤鞭疯长，无数藤鞭将七阶恶魔 BOSS 紧紧缠绕。啊！给我死！恶魔 BOSS 怒吼一声，浑身的火焰陡然爆开，将10多只深渊荆棘妖灵烧成灰烬。就在这一瞬间，围绕着他的所有星象突然全部消失，就连外围那遮天蔽日的魔云藤也不见了踪影。正当他还在疑惑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道耀眼而炽热的光束，眼前是一片纯净无瑕的雪白，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活跃起来，感受到了那灼热的温度。紧接着，他的眼前一黑，陷入了永恒的寂静，好像有点过头了。陈宇望着远处缺了一个大口的山峰，暗自啧舌。102只浮光妖灵清空所有能量储备，汇聚成的一次攻击，威力果然强悍。堂堂7阶青铜 BOSS 一个照面就没了，都不用挫骨扬灰，直接回归宇宙了。正在这时，远处爆发出数道强悍的深渊魔力气息，每一道都与刚刚灭掉的青铜 BOSS 不相上下。撤！陈宇几乎没有考虑，便直接开溜。虽说好汉架不住群狼，但好汉太多的话，群狼也无能为力。这么多7阶青铜 BOSS， 没必要和对方硬刚。大人，刚才那个恶魔是7阶传说吧？被陈宇提在手里，索菲亚神色异常兴奋，仿佛打死7阶青铜 BOSS 的不是陈宇，而是他一样。没错，陈宇笑着点了点头，不动用任何底牌的情况下，正面强杀7阶传说，即便是他，心里也有点飘飘然。啊，大人，你太棒了！索菲亚面色通红的发出一声惊呼。或许是精神受损的缘故，近距离接触下，陈宇感觉有些饥饿难耐。他让带部的星象荆棘妖灵放慢了移动速度，低头闻了闻，气味正常，不臭。于是将他拉了起来，伸手握住他的胸甲，轻轻一掀，咔嚓一声，帝国前锋军的精锐护具应声而断，藏得挺严实啊。陈宇有点吃惊，穿着铠甲都看不出来，索菲亚居然能在身上藏着这么多东西。索菲亚先是一惊，随即笑了，或许是觉得陈宇饿了，他捏着自己随身携带的军粮喂给陈宇。陈宇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并且将另一块也攥在手中，准备捏软一点，以便食用。赶来支援的高级恶魔没有追击陈宇，陈宇也没有继续进攻的想法。星象破碎了这么多，至少得休整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临近帝国前线的时候，陈宇放开了按在索菲亚脑袋上的手，将她拉了起来。索菲亚苦着脸揉了揉僵硬的膝盖。西女有个优点，就是有慧根，就算没经验，也能很快掌握娴熟的技艺。不过此时的索菲亚并不知道陈宇的赞赏，自带的食物被陈宇啃得面目全非，自己却足足跪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得到一口吃的，让她有些沮丧。只能说索菲亚求食的水平太差，如果世界树有意为之的话，不论任何形态都能在10分钟内能得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当然，世界树几乎不会做那种蠢事。收拾完毕之后，陈宇带着索菲亚向自己落脚的军营前进。在接近军营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庞大而纯粹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由多个个体凝结而成的一个整体。胜利！陈宇眉头一皱，在上一次潜能试炼的时候，他曾经拥有过这种力量，自然不会陌生。帝国的援军吗？在对付深渊这种事情上，没有人比圣堂更在行。胜利和深渊魔力本来就是两种此消彼长、互相克制的力量。抛开力量性质，两者的特色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擅长侵蚀同化，排他性极强。圣堂力量的出现能够有效地抵制深渊，但对于陈宇而言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的一大半战力都来自于深渊魔力，和圣堂可以说是死对头。正如深渊容不下拥有胜利的存在一般，圣堂也容不下拥有深渊魔力的存在。他和圣堂势力的人见面，可能会直接打起来。大人，怎么了？索菲亚看到陈宇的赤处，有些不急地问道。军营里有一股很强大的圣堂力量。陈宇沉声说道。圣堂？索菲亚微微惊愕，他的水平太低，别人站在他面前都不一定能察觉到对方身上的力量性质。没错，陈宇点了点头，几乎可以肯定，圣堂势力是帝国请来的，在抵御深渊的同时，也在震慑陈宇，防止击退深渊之后，陈宇调转矛头攻击帝国，或者说陈宇和深渊达成某种协议，直接里应外合攻破防线。不管陈宇对人类帝国如何友好，人类帝国也不会完全相信一个不受掌控的强大存在，而且这个存在还是一名恶魔贵族，这是人性，无法避免。为了防止起冲突，陈宇暂时不能回军营了。且不说打不打得过，就算打死这些圣堂 NPC， 对他而言也没半点好处，还不如暂时避开，留着对方当自己的免费打手。索菲亚思索了片刻，说道：大人，我可以回军营，为您打探情报，试探一下对方对您的态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陈宇皱眉问道。知道。索菲亚微微一笑，他又不蠢，怎么可能不明白？他整个人都已经被打上了陈宇的标签。如果帝国对陈宇心存恶意，视为大敌，那么他一定会受到牵连，被当作是恶魔的爪牙。可是这也是他的一个机会，他要向陈宇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废物，除了帮陈宇带路和解闷之外，还能为他提供其他重要帮助。好，陈宇点了点头，然后摊开手掌，一朵如同洪水晶一般的彼岸花出现在他的手中。这是什么？好漂亮！索菲亚惊叹。一个有用的小玩意儿。陈宇笑了笑，手中的彼岸花碎裂，化作细小的光点，
融入索菲亚的身躯。彼岸花也是星象版，虽然没有正体那么变态，但基础功能还是保留的。记录索菲亚的信息后，他可以随时掌控索菲亚的生死。如果索菲亚回军营之后死掉了，说明帝国对他存在恶意，那么他就会隐藏起来，做看圣堂与深渊决一死战。圣堂赢了，他躺赢；圣堂死绝了，他再出来力挽狂澜也不迟。如果索菲亚没死，那么就可以试探一下圣堂的态度，就算双方不照面，也能达成某些不用宣之于口的合作。大人，去了。索菲亚咬了咬下唇，她的心中充斥着不安和恐惧，却没有退缩。去吧。陈宇挥了挥手，索菲亚咽了咽口水，转过身，缓缓迈出了沉重的脚步。放心，陈宇淡淡的说道，你身上有我的手段在，你想死都难。闻言，索菲亚微微一怔，脚步顿时变得轻快起来。帝国前线，索菲亚用铠甲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头上还戴着只露眼睛的全副式头盔。帝国斥候的任务目标一般是深渊侵蚀区，所以防御力比重甲步兵还要到位。士兵无法伪装成堕落者，一旦在侵蚀区与堕落者或者恶魔遭遇，必定展开一场恶战。几十公斤重的铠甲不会影响士兵的行动，却能极大提升士兵的生还几率。穿着斥候装备的士兵是不会显露外露的。一路上，索菲亚明显感觉到整个防线都充斥着欢快乃至松懈的气息。回到军营区域后，他才发现一队队威风凛凛的骑士，身着银色重甲，胯下高头大马，正在防线外来回巡逻。这些骑士的气息浑然如一，强悍至极。阳光照射在银色铠甲上，反射出的光辉似乎比太阳本身还要耀眼。索菲亚本身只是个3阶小怪，感应能力很差，说一句有眼无珠也不过分。但即便如此，他也能看出这些骑士的强悍，其中恐怕没有一个低于5阶的，品质至少都是稀有级，甚至更高。这些骑士与帝国部队泾渭分明，互不影响。这些就是圣堂的军队吗？索菲亚咽了咽口水，抬头挺胸，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现在他也将自己带入了恶魔爪牙的角色。陈宇是强大的恶魔贵族，他可不就是恶魔爪牙吗？绕过这些巡逻的骑士之后，索菲亚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军营。陈宇还没有了解到任务本质，企图混军衔的时候，最高做到2星战士长，手下拥有60个小队，大约2000多人。整个营都是索菲亚精心挑选，然后大力度洗脑，其中自然有一些死忠分子。这些人就是索菲亚的目标。可是当他走进军营的时候，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军营中普通士兵虽然还在，却多出了200多名圣堂势力的骑士，分散伫立在军营各处。其他军营中可没有这些人存在。索菲亚顿时心中一沉，属于陈宇的军营被重点关照了，这些骑士恐怕来者不善。他没有暴露身份，轻悄悄地退了出去。当就在他走出营门的时候，2把交叉的旗枪拦住了他的去路。索菲亚女士，一名骑士说道，请跟我们走，殿下要见你。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一名普通的帝国斥候。沉闷的男声从严实的头盔之中传出。2名骑士面面相觑，有些惊疑不定。索菲亚摘下头盔，头盔之下是一张饱经沧桑的中年男子面容。2位，我有重要情报需要传递，请务必不要我的耽误时间，感谢。索菲亚向着2名骑士鞠了一躬。抱歉，是我们的失误。2名骑士让开了道路。索菲亚双腿肌肉紧绷着，缓缓迈步。一旦脱离2名骑士的视野，他就会全速逃离。等等！正在这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空灵优雅的女声。索菲亚额角渗出一丝冷汗，不过她依旧保持着镇定，缓缓转过身，看向声音的来源。中心军帐门口站着一名恬静少女，她穿着白色镶金边的修女服，双眼蒙着黑色眼纱，醒目的黑色长发垂至腰际，气质淡雅高贵，却又显得平易近人。虽然双眼被遮挡，但那近乎完美的面部轮廓以及精致的鼻子和嘴唇，无疑不再证明着她有着令人叹服的美貌。少女脚步轻缓，却很快走到了索菲亚的面前。圣女殿下！拦住索菲亚的2名骑士向着少女行礼。圣女！索菲亚心中一跳，但她依旧没有丝毫慌乱，学着2名骑士的样子向少女行了个礼。少女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你好，我是光翼帝国教廷圣女露西菲尔·阿加雷斯。圣女殿下您好。索菲亚说道：我是帝国前端防线斥候军斥候埃尔蒙特·佐拉，愿神圣与您同在，愿幸福伴您左右，尊敬的斐利加·西斯塔纳·萨隆坦小姐。少女淡笑着对索菲亚伸出一只纤细白皙的小手。哐啷！索菲亚手中抱着的头盔掉落在地，她瞳孔猛然收缩，难以置信地看着少女。在最初的慌乱之后，索菲亚很快恢复了镇定。圣女殿下，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萨隆坦，索菲亚小姐，我并不关注您的过去。少女淡淡的说道，请告诉我，他在哪儿？圣女殿下，您似乎认错人了，我并不是您要找的人，也不知道您口中的他是谁。索菲亚面带一丝恰到好处的愤慨。另外，我是一名男性，不用装模作样。少女似乎失去了耐心，表情带着一丝阴郁。你身上有他的气息，嘴里特别浓重。不到1个小时之前，属于他的东西还塞在你这张该死的臭嘴里。守卫在一旁的2名骑士顿时瞪大了眼睛，惊愕之情溢于言表。随即，他们把脸转向别处，开启了聋哑盲模式。索菲亚在最初的紧张和慌乱之后，则是露出了一丝玩味的表情，因为面前这名高高在上的圣女殿下在嫉妒她认识自己身后的那个人，并且嫉妒他和自己发生过的有趣的事情。一名来自圣堂的圣女，一名来自深渊的强者，这其中似乎……圣女殿下，索菲亚玩味地笑着，说话的声音恢复成了女声，然后伸手在脸上一摸，形象也变回了原来的面貌，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我可以知道您寻找萨兰多大人是有什么目的吗？如果您不告诉我，我可是抓起来
严刑拷打。少女突然冷声喝道。伫立在一旁的2名骑士立即将兵刃架在了索菲亚的脖子上。索菲亚顿时浑身一僵。等等，有话好说。少女挥了挥手，2名骑士将兵刃收回。我可以为你带路，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准去。可以。少女点了点头，对2名骑士说道：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这里的人马撤走吧。殿下，2名骑士露出担忧的神色。去吧。少女挥了挥手。是。2名骑士策马离开。走。少女看向索菲亚。好的。索菲亚垂头丧气的在前方带路。她自诩是个聪明人，但在这位圣女殿下面前，她引以为傲的心机和智慧却被全面压制了，仿佛一个透明人一般，任何一点微小的心理活动都被对方解剖得干干净净。圣女的每一句话都切中了她心中最关键的点，故意点出她的真名开始，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对话的节奏。嫉妒的情绪是真实的，却也是故意表露给她看的。这是圣女在告诉索菲亚，圣女认识索菲亚背后的那个人，并且关系很不一般，双方大概率不会敌对，直接就切断了索菲亚心中忠贞不二、宁死不屈的理由。在索菲亚试图要挟圣女询问更多情报的时候，直接被武力镇压。这也是圣女在告诉索菲亚，我知道她现在的情况，也知道她需要我，你早晚必须告诉我她在哪里。今天我揍你一顿也是白揍，这不会影响到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让她认为你是个看不清形势的废物。她被拿捏了，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被拿捏了。可是面对一个权势、地位、心性、智力、武力都远在她之上不知道多少层的存在，她连反抗的心思都无法升起。算了，认命吧。距离帝国防线不远处，陈宇躺在一片花丛中，一只手不断敲打着自己的脑袋，精神损伤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恢复着，脑袋里面那种针刺一般的疼痛得到缓解，但胀痛感依旧存在，并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片花丛是他用普通植物的种子催生出来的，会结出一种拇指大小、类似草莓的野果，味道酸苦，刺激性很强，但咀嚼起来能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减轻头痛。当陈宇将一片果实吃光，准备继续催生的时候，感应到了索菲亚正在接近，跟随索菲亚而来的还有一道庞大的圣洁气息，没有竞技强者的压迫感，应该不是8阶、7阶青铜，不止，至少是7阶白银，甚至7阶黄金都有可能。圣堂势力的强者为什么会跟着索菲亚过来？难道索菲亚叛变了？陈宇顿时眉头一皱，召唤出200深渊妖灵馨香，严阵以待。不多时，索菲亚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他没有多关注索菲亚，而是紧盯着跟在索菲亚身后那名黑纱蒙眼的白袍少女。那股庞大的神圣力量正是源自于她。陈宇莫名的感觉，这名少女似乎有些熟悉。大人，索菲亚小跑到陈宇身边，陈宇没有理会她，一根藤条游了过来，将索菲亚捆成了粽子，顺便塞住了嘴巴。呜！索菲亚无奈的呜咽了一声，藤条又冷又硬，难以忍受。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陈宇能换个东西来堵住他的嘴。你是谁？陈宇皱眉对白袍少女问道。我是不是认识你？他搜肠刮肚，实在是记不起来自己在哪见过这个女孩。听见陈宇的问话，白袍少女突然僵在原地，嫩嘟嘟的唇峰上翘，嘴角下撇，做出了委屈的小表情。陈宇挠了挠头，仔细思索，依旧没有把他与任何自己所认识的人联系起来。等等，难道是萨兰多这个身份认识的人？陈宇恍然大悟，这估计又是一段剧情。想想也能理解，萨兰多这个身份，区区一个4阶战士，要阻止深渊入侵，谈何容易？能认识一个强势的场外援助，也不奇怪。想到这里，陈宇走上前去，微笑着说道：“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哼！白袍少女双手抱胸，小脸转向另一侧。这教科书式的傲娇把陈宇整不会了，毕竟他完全不知道面前女孩的任何信息，也不知道该怎么哄。说的越多，错的越多，要是不小心暴露了他不是萨兰多这个事实，岂不是炸了？面前这个可不是什么柔弱少女。现在陈宇的状态不在巅峰，世界树星相不出，还不一定打得过他。而且就算弄死他，也没半点好处。于是陈宇只能尬在原地，等待对方出招。被吊在空中动弹不得的索菲亚睁着大眼睛，有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可惜陈宇不会传音入密，不然还能问问索菲亚这名少女到底是谁。少女不说话，陈宇也不会主动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说起来，这个少女还蛮符合他 XP 的，脚上穿着白色低筒靴，小腿上裹着白丝袜，修女服的下摆刚好罩住膝盖上方3寸，丝袜和裙摆之间留出了一小截细嫩雪白的大腿。再往上被宽松的白袍遮住，看不出女性曲线，但束腰勒住的 A4 腰却清晰可见。继续往上，胸前有微微的起伏，但依旧不太明显。等等，陈宇的目光停留着少女胸前2藏之间，那里挂着一个圆柱形的玉质坠饰，这特么不是小圣女的首饰吗？记忆的闸门打开，上次潜能试炼中与小圣女在山洞中潜伏的画面一一闪过，最终停留在为小圣女取名时她手中的玉质坠饰之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你叫什么名字？陈宇问道。我叫路西菲尔·阿加雷斯。少女失望地答道。哦，陈宇淡淡地应了一声，心中也略微有些失望。那么阁下可否告知您的真名？少女深吸了一口气，神色恢复了平静，淡淡地问道。我叫陈宇。陈宇随口答道。说完就愣住了。很奇怪，世界未曾阻止他留下真名，他对别人报名的时候都只能说出虚拟名号，如果不用大罗道果随心所欲的能力，他是无法说出真名的。而对面前这个少女却毫无阻碍地说出了自己名字，也就是说这个少女是被他留下过真名印记的存在。迄今为止他只对一人留下过真名印记。真的是你？陈宇异常欣喜。
走上前将少女抱了起来。少女脸上不满的神色瞬间融化，变为一抹甜甜的笑意。她紧紧搂着陈宇的脖子，贪婪地呼吸着思念已久的气息，只不过依旧还在嘴硬。你还记得我呀？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怎么会？陈宇笑了笑，只是你长大了，气息也变了。另外，陈宇眼中闪过一抹寒意，你的眼睛怎么了？谁伤了你？他对小圣女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双充满灵性的双眼，这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独属于小圣女的美丽。嘻嘻，没事了，是人家自己蒙上的。小圣女从陈宇怀中跳了下来，抓住黑色眼纱，一把扯下。那双仿佛浩瀚星辰、无穷宇宙一般神秘而美丽的双眼再次出现在陈宇的眼中。五官是否协调，决定一个人的颜值。许多人蒙着眼或者戴着口罩会提升颜值，就是因为协调度不够，需要神秘感来衬托。单个的五官摘出来都很好看，但凑在一起就显得平庸甚至丑陋。但小圣女不一样，她的美是完整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她不需要缺憾，也不需要神秘。乍看之下，似乎也就是个9分的普通美女，但是越观察就会越让人深陷其中，因为人会不由自主地寻找美丽事物的缺点，缺点越少，越让人迷恋。这就是俗称的耐看。小圣女就有着一张永远耐看的脸，这是长开了呀。陈宇想起了幼年小圣女圆嘟嘟嫩乎乎的小脸蛋，以及她板着脸臭臭的小表情，忍不住咧嘴一笑。抱！小圣女对陈宇张开双臂，陈宇毫不犹豫地一手搂住她柔软的腰肢，另一手将她拖了起来，抱在怀中。小圣女双手捧起陈宇的脸颊，痴迷地看着他。陈宇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起来，怀中少女柔软的身躯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他承认自己心动了，和对索菲亚那种单纯的发泄，甚至说用来转移注意力、治愈情绪和头痛不一样，这是一种不顾一切想要将对方据为己有的强烈渴望。这也是他第一次对非无上圣土孕育的生灵产生这样的渴望。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只要我救了你，你可以任由我做任何事情，还算数吗？陈宇深呼吸着，用满是侵略感的眼神与充斥压迫感的口吻低声问道。其实他并不在意小圣女如何回答，也知道她会如何回答。当然，小圣女的双眸仍旧干净而纯粹，即便在这个时候，欲望和情绪依旧无法左右她的思维，对冲动感性的问题做出了沉静理性的回答。但是做出回应之后，她的理智也在迅速消散，明媚的双眼中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搂着陈宇的脖子，低头献上了双唇，无穷的愉悦感让陈宇为之沉迷。小圣女抱得很紧，仿佛要将自己融入他的身体一般。良久，唇分。小圣女圣洁的面容上带着一丝丝青涩的妩媚。难道我天生就是个变态？理智回归了一点的陈宇如此思索。上次分开的时候，小圣女还是个小不点，就算是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是太成熟，却让他有一种自己种下的果实终于开花结果的喜悦感。好吧，我承认我的确是变态，不过男人变态有什么错？陈宇很快便将那一丝可有可无的负罪感抛诸脑后，控制一只荆棘妖灵，用藤条编织成一把藤椅坐了上去，然后将小圣女抱在自己怀中，细细品味馨香的软玉。小圣女眯着眼睛缩在陈宇怀中，仿佛一只被撸得很舒服的小猫。距离我上次离开过了多长时间？陈宇在小圣女耳边轻声问道。灼热的气息让小圣女晶莹的耳垂微微发红，忍不住轻哼了一声，娇声答道：35年7个月13天了呢。35年？陈宇有些惊愕，按照小圣女的外貌变化，他还以为只过了3、4年，最多5、6年。我这个样子你不喜欢吗？小圣女回头亲了陈宇一下，坏笑道：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也可以变得更大哦。不用，现在就很好。陈宇掂了掂正好能一手握住的柔软小果实，果断拒绝了小圣女的提议。酸酸甜甜的果子才好吃，熟烂了的虽然甜，但容易腻。对了，给我说说吧，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等等再说行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小圣女一脸严肃地说道。更重要的事？陈宇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比自己和小圣女交流感情更重要。让我们成为有罪之人吧。小圣女在胸前轻轻一拉，白色的修女服从双肩的两侧滑落，大片洁白无瑕的肌肤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别脱！陈宇将小圣女的修女服拉了上去。呜！小圣女哀怨地转过头，却正好看见陈宇越来越兴奋的表情。我喜欢好好穿衣服的女孩子。3个小时后，陈宇将面容痴呆的小圣女冲洗干净，然后帮她换掉了破破烂烂的修女服和白丝袜，手刷就忍不住残暴地将3条路全部通关到底。这怪不得陈宇粗鲁，谁叫小圣女一会儿满脸圣洁地向神明祈祷，一会儿又严肃地审判她的罪状呢？他必须让小圣女明白谁才是真神。见到陈宇终于收兵，不远处的索菲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实在是太折磨人了。不仅被强迫近距离观看实况直播，还被捆成粽子，没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要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这还是次要的，主重要的是小圣女和陈宇的行为着实颠覆了他的3观。陈宇还好，深渊恶魔本来就没什么道德和底线，这位圣女殿下可是圣堂的希望之光啊，看起来人模人样威势无双，结果暗地里居然骚成这样，荒郊野外毫无遮拦的和一个恶魔，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过了好久，小圣女才缓过气来，她欣喜地感受着浑身的疼痛，没有用胜利去治愈。抱！小圣女对陈宇张开双臂，她渴望和陈宇接触，感受他身上真实的气息，一刻也不想分开。陈宇换好衣服，又将小圣女抱了起来。索菲亚向小圣女投去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为什么一个圣堂的圣女，深渊死敌都能得到这位高等恶魔的宠溺，被他抱在怀里，而自己这个全心全意为他效忠的人却被如同犯人一样绑着？
小圣女注意到了索菲亚的情绪，露出嘲弄的笑容。索菲亚转过脸，仿佛吃了一大碗蟑螂一般难受。哥哥，小圣女轻咬了一下陈宇的耳廓，轻声问道：“那个女人是你的玩具吗？”索菲亚顿时竖起了耳朵，希望听到对自己有利的回答。不是。陈宇摇了摇头。闻言，索菲亚露出欣喜的表情。原来我在她的心中还是有一些地位的，至少不是一个玩具。随后，小圣女嘲讽的笑声再次传来。嘻嘻，原来连玩具都是不啊！索菲亚闭上了眼睛，甚至想要堵上耳朵，可是却因为四肢被束缚的原因做不到。她头一次为自己挑衅了不该挑衅的人而后悔。显然，这位圣女殿下并不像外界传闻的一样圣洁而仁慈，信仰虔诚，乐于助人。在与恶魔做那种事的时候，呼喊神灵的尊号，这是恶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啊？圣堂信仰的神灵如果知道了这种事，恐怕要气得神格破裂。突然之间，他感觉身上一松，缠绕他的荆棘藤条依然松开。索菲亚虚弱地站直身子，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关节。大人，圣女殿下。索菲亚再也不敢触小圣女的眉头，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礼问好。陈宇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刚才急着通小圣女，倒是把索菲亚给忘掉了，否则的话应该把她扔远一点。不过让她旁观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也算得上他的女人，虽然没什么地位可言。小圣女完全没有理会索菲亚，她笑容甜蜜，时不时就要在陈宇脸上亲一口。哥哥，你这次能留在这里多久呢？大概还有1个月时间吧。陈宇计算了一下日期，回答道。可以留下来吗？小圣女的声音里充满了希冀。虽然她知道这么问会很蠢，可是仍然忍不住问出这个问题。不可以。陈宇硬起心肠回答道。他能够做到留在这个世界，但那意味着永远无法回到蓝星，意味着无法再回到无上圣土，意味着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规则之前，自身实力无法继续提升。他的确很喜欢小圣女，也很迷恋她的身体，但这份情感不值得他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何况大罗道果在身，分离并不意味着永无再见之日。你就不能骗骗我吗？小圣女撅着小嘴嘟囔着。我骗你，你会信吗？陈宇似笑非笑地问道。当初的小圣女，其心智和城府就甩陈宇2条街，现在又成长了几十年，多半已经成了1000年的狐狸。陈宇自问没那个水平欺骗这么一个智慧型角色。你说的，我就信。小圣女露出傻乎乎的笑容，痴迷地看着陈宇的侧脸，然后又忍不住亲了一下。你不用这样的。陈宇叹了口气，怜爱地摸了摸小圣女的脑袋。他相信小圣女是真的对他有感情，但不相信他会变成这副恋爱脑的蠢样子，这与他的人设不符。他在努力装出陈宇可能喜欢的样子来讨好陈宇，这或许是习惯性的，因为他一直都在被塑造成周围的人喜欢的模样。久而久之，他学会塑造自己，取悦他人。小圣女有些失落地将脑袋埋在陈宇肩膀上。片刻后，她抬起头对陈宇问道：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告诉我吗？好。陈宇抱着小圣女坐下，为小圣女述说蓝星，述说职业者，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包括他是如何出现在这个世界。他也想借助小圣女的智力，为他分析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旁边的索菲亚也有幸听到了这一桩惊天秘闻，她满脸惊愕，慌张地拉住陈宇的手臂。大人，您说的是真的吗？自己生存的世界竟然只是个游戏，为了一个任务而存在，那么岂不是说他曾经的遭遇，他的身份，他的亲人，他的记忆，乃至一切都是虚假的？蠢货，闭嘴，给我滚开！小圣女眉头一皱，一道胜利将索菲亚击退。索菲亚瘫坐在地，双目失神。陈宇瞥了索菲亚一眼，对小圣女说出了自己对于潜能试炼任务的猜想。也就是说，我所在的世界是独立于因果之外的，被封存的一片时空。小圣女问道。大概率是这样。陈宇回答。不过我也只是根据我所了解的信息推测，不一定为真。哥哥，你尝试过呼唤深渊大意志吗？小圣女眼中闪烁着一丝奇异的光芒。没有过。陈宇答道。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任何无法处理的危机。据我所知，小圣女说道，深渊是欲望与罪恶的具象化存在，起源于神明的恶念，是一个不断膨胀的堕落世界。创世圣经记载，神圣与原罪一体两面，创造世界的神灵剥离大部分原罪，形成了深渊。但是原罪也是生灵存在的原动力，无法完全切割，所以有神灵存在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深渊注视，成为深渊的养料。深渊的起源？陈宇笑了笑，不以为然。你们的圣经真这么记载？他并不认为小圣女的圣经记载的东西是真的。深渊何其浩大广博，光是蓝星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深渊魔神，并非全部出现过，就有数百尊之多，那可是真正的神灵啊。而小圣女口中的深渊，也就几尊象征原罪的魔神。按照蓝星的阶位结构，这些魔神连真神都算不上，只是些弱鸡半神。他宁愿相信这个地方的深渊只是个不完整的山寨版。是的，小圣女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如果我所在的时空存在于无尽岁月之前，那么深渊无限膨胀，无限吞噬，的确有可能变为你那个时代无边无尽、不可描述的存在。行吧。陈宇不想和小圣女争论这个问题，毕竟圣堂信奉的神在陈宇看来也就是个11阶真神。小圣女所描绘的神明的神迹还真就不怎么样，比起蓝星对于真神强者的记载都差了一筹。如果深渊真的是这么弱鸡的存在，那么随便一个真神过来都能给他灭掉，不至于发展成蓝星时代的庞然大物。除非有什么了不得的存在暗中给深渊保驾护航，否则按照深渊那种过街老鼠一般的恶心特质，绝无可能。而且在小圣女的印象中，深渊根本没有独立的意志。所谓的深渊意志，实际上就是恶念集合体，一团混乱的概念性意志，起到维持深渊运转的作用。
由此可知，这个世界的深渊和陈宇了解的深渊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在听完小圣女对于这个世界深渊的阐述之后，陈宇更加相信这是一片独立时空，被特殊的强大法则隔绝，而非处于他所在时代的无尽岁月之前，甚至有可能就是天道专门制造出来用于执行潜能试炼任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许多。只要他变得更强一些，就可以打破时空隔绝，将小圣女接出来和他一起生活。小圣女何等聪慧，自然看穿了陈宇的想法，于是没有再提深渊的问题，而是回到试炼任务本身。哥哥，你所接到的试炼任务应该是具有连续性的。第一次任务完成的关键点在于我，第二次任务完成的关键点还是我。不出所料的话，你的3阶、4阶，乃至以后的潜能试炼都会与我有关。完成任务的关键点是你。陈宇有点没搞明白。第一次任务，小圣女的确是关键性因素，但这一次还真与小圣女没太大关系。我的意思是，按照普通方法完成任务的话。小圣女悠悠说道。普通方法？陈宇眉毛一挑。你的上次试炼任务，如果不作弊的话，应该需要触发至少6次与我的信赖互动，让我产生信任，解锁关于我的剧情。在我的指挥下，找到我留在青石区的后手和底牌，借助我本身的力量来完成任务。当然，由于你的身份，我很难和你产生真正的信任，这就是任务的关键难点。这一次，同样的，小圣女说道。原本我的行程是清扫光翼帝国周边世界的深渊侵蚀区，然后向外扩展。原计划会在你进入这个世界的84天时抵达。如果我所料不错，普通的通关方式是你依靠军功成为军方高层，知晓我的消息，然后通过帝都渠道与我取得联系，并且说服我提前赶来支援。上次我护送你的时候，你居然还有后手。陈宇眉毛一挑，这特么简直震惊100年。第一次试炼任务情况有多凶险不必多说，这种情况下小圣女居然还留有后手。有的，小圣女说道，可以让我短时间内发挥出堪比6阶传说级的实力。那你为什么不用？陈宇不满地掐了一下小圣女的尖尖角。小圣女痛呼一声，委屈道，我不是说了吗，需要取回的，你又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哦，这样啊。陈宇想起自己当时确实作风比较霸道，全程把小圣女收拾得服服帖帖。他曾经分析过，通关必要条件应该是暂缓通关节奏，在深渊侵蚀区寻找外援。小圣女所说的后手应该就是外援的一部分。想到这里，陈宇忍不住又掐了一下。呀，你怎么还掐啊？咬你！小圣女愤愤地回头在陈宇肩膀上咬了一口。那当时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正常获取你的信任？陈宇有些好奇地问道。他也想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不作弊的职业者怎样才能顺利通关。小圣女思索了片刻，答道：首先，你需要从我初期对你的试探中判断出我对你那个身份的疑虑。小圣女所说的身份，自然就是陈宇当初获取的虚拟身躯赫拉图格斯。当初他确实看出了这个身份有问题，这个至少我看出来了。陈宇得意地说道。这证明什么？智商咱还是有的，咱就是不用，玩的就是个暴力。我说的是初次见面的时候。小圣女悠悠说道。你看出自己的身份有问题，应该是在我们碰到圣职者的时候吧，已经太晚了。你要做的是在我试探出你的真实身份前，了解自己身份的含义，并且打消我的疑虑。这需要你在救我之前找到其他圣职者，并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答案。我所料不错的话，你根本就没想过去寻找合作者，对吧？陈宇无言以对。所以啊，哥的小圣女叹息道，你从来就没有注意过身边的任何细节，恐怕不只是我所在的世界，就连你自己所在的世界，你也仅仅是将其当做一个解闷的游戏吧。没错，陈宇很大方地承认了。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对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比如我按照正常流程通关，能睡到你吗？完全没有可能。这次轮到小圣女无言以对。她分析过自己对陈宇产生特殊感情的原因，正是因为陈宇用武力将她牢牢镇压，让她体会到自己的弱小与无力，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她无法掌控的存在，然后以断食和虐待这种卑劣的手段将她驯服，最后以完美而强大的姿态在她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她甚至知道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至少不应该对陈宇产生特殊情感，但只要是人，就永远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所有情绪，所以在见陈宇的时候，她才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若是陈宇按照他构思的路线通关，虽然通关率高，可全程之中他自身都会作为高高在上的主导者存在，不会对陈宇留下太深的印象。再见之后，他当然不会迫不及待的和他做那种事，只会公事公办，这不就对了？陈宇高深莫测的说道。循规蹈矩的人永远不可能站在巅峰，不守规矩总能有意外的惊喜。小圣女，对了，陈宇说道，你不是说你没名字吗？还让我给你起名来着，怎么现在又有名字了？那个名字代表的存在不是我。小圣女淡淡的说道，它有特殊的含义，代表着巫。陈宇将一枚果实塞进小圣女嘴里，阻止了她倾吐关于自身名字的密文。小圣女下意识地咬破果实，嚼了几下，发现并不好吃，于是将果实吐掉，嘟着小嘴对陈宇说，我要吃苹果，很甜的那种。随即将一个干瘪的小苹果递给陈宇，你居然随身带种子？行吧。陈宇将苹果扔在地上，丢了一发，快速生长。干瘪的苹果迅速裂开，繁盛的根须从种子里冒出，钻入地下。根须和幼苗同步生长，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短短几分钟内拔地而起，树梢开满了香味扑鼻的美丽花朵。紧接着花朵迅速枯萎，结出一个个红彤彤的大苹果。二阶的快速生长与一阶不可同日而语，像苹果这种没品级普通作物都不用消耗生机，一发下去就能直接成熟。哇！小圣女开心地跳了起来，摘下一个苹果，咔嚓啃了一口。
感受着口中那汁液丰富的香甜果肉，幸福地眯起了眼睛。可怜的孩子，陈宇暗自摇头，他的生活品质究竟要多低下，才能吃个苹果都开心成这样？下一步我们怎么办？陈宇问道。有小圣女当狗头军师，他就完全不想自己思考了，这也是他想把小圣女弄出去的原因之一。小圣女将苹果啃完，然后扑进陈宇怀中，在陈宇胸口蹭了蹭，擦掉唇边的果汁。什么都不用做，等待深渊进攻就行。这么简单吗？陈宇惊讶。我带来的兵力足以将这个世界的深渊势力彻底剿灭。小圣女俏皮的一笑。来之前我就发现这边的深渊通道居然被彻底封闭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短时间之内无法得到来自深渊的任何支援。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圣女露出兴奋的笑容，在知道这个世界情报的情况下，还带着这么强大兵力。陈宇敢肯定这是小圣女故意的，她在来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她存在的消息。这里面的深意，再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不就等于休闲副本了吗？至于想干什么，陈宇看向怀中的小圣女，恰好迎上了她火热的目光。索菲亚感觉这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陈宇和小圣女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时候，她就像个女仆一样在后面伺候着。最可恨的是，那位来自圣堂的圣女殿下表现的简直比深渊里的魅魔还骚。发骚也就算了，那两个人游戏的时候，为了满足圣女殿下越发堕落的欲望，她还得在旁边当观众，有时候甚至需要表演节目助兴。这位圣女殿下在脱离教廷的管束之后，仿佛成为了一个原罪的集合体，色欲、暴食、贪婪、懒惰、傲慢、暴怒，除了嫉妒之外，几乎全部犯了个遍，仿佛是一瞬间放出了关压在心中的所有猛兽。不仅索菲亚，就连陈宇都察觉到了他的不正常。不过陈宇没有询问缘由，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能够制止他们的东西。和小圣女一起无法无天的时候，他自己也爽到了。果然，没有人比真正的神圣更了解堕落的真谛。糜烂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试炼任务第89天。这天，在帝国帝都的一处豪宅之中，小圣女双眼泛红地抽打着一个身材丰腴的女人。当女人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就用治疗术为她疗伤，然后继续发泄怒火。这个女人是帝都某小贵族的妻妾，和小圣女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因为在街上不小心撞到她了，然后没有道歉，还辱骂了她，便被小圣女抓起来泄愤。陈宇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小圣女如今的状态，但凡与深渊搭上线，只怕是瞬间就无损堕落成一只高等恶魔。这种反差感为他带来了不少快乐。一道胜利流光飞进了屋内，被小圣女截留下来。这是属于圣堂的高级传讯方式。阅读完信息后，小圣女对遍体鳞伤的女人丢了一发治愈术，冷冷地说道：“滚吧。”女人畏惧地看了小圣女一眼，连滚带爬地逃走了。估计从今天开始，她再也不敢对任何人言出不逊了。出了什么事？陈宇走上前，很自然地将小圣女抱了起来，娴熟地捏了捏。这段时间，小圣女大部分时间都赖在他的怀里，甚至喜欢和他黏在一起。深渊那边对凯乐城发动进攻了。小圣女沉闷地说道：“不是一直都在进攻吗？别管他。”陈宇不以为意：“咱们还有1天时间，接着快乐。这段时间，深渊时不时就会发动对凯乐城的进攻。不过，由于小圣女带来的圣殿骑士团太过强大，根本攻不进来。有小圣女的保证以及索菲亚建立的信息渠道，陈宇根本不担心。他现在只想和小圣女一起爽到任务结束。这次不一样。”小圣女说道：“深渊势力出动了总计12头7阶传说级恶魔。7阶传说12头？”陈宇微微惊讶，居然有这么多！这个世界的7阶传说恶魔全来了？应该是。小圣女回答：“这个数量的敌人，达利亚骑士长应付不过来的。他们分出一部分拖住顶尖高手，然后趁机毁掉凯乐城，也不是不可能。真烦人啊！”陈宇直皱眉，人是有惰性的，习惯了吃喝玩乐之后，就不想再努力了。陈宇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每天除了四处闲逛，体验异域风情，就是和长在自己 XP 上的美少女疯狂交流。对于将自己从舒适区中拉出来的深渊势力，简直想将其碎尸万段。走，解决掉他们，我们还能再爽1天。陈宇穿着宽松的丝绸睡袍，蹬着棉拖鞋，抱着小圣女前往了帝都传送阵。凯乐城前线，整座城池都被保护在一座巨大的魔法阵之中。30米高的城墙上布满了充斥着强大魔力的阵纹，一座座炮台不断射出流光四溢的魔法弹。城墙外，无数帝国战士正在浴血厮杀，他们的对手是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堕落者大军。不远处的天空中悬浮着乌云一般遮蔽着天空的恶魔，粗略看去，数量估计在10万往上。堕落者们双眼泛着红光，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疯狂冲击着帝国战士们用身躯组成的防线。500万不到的帝国战士对抗数千万堕落者，即便这些堕落者阶位不高，也足以让他们精疲力竭。好在战场上有着一支数万人组成的骑士军团，他们浑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在堕落者阵营中横冲直撞，不断收割堕落者卑微的生命。10万恶魔组成的空军也因为忌惮这支恐怖的骑士军团而不敢轻举妄动。陈宇走上凯乐城的城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殿下，一名6阶传说级的圣殿骑士跟在陈宇身边，对陈宇怀中的小圣女行礼。堕落者太多，继续杀下去只会浪费我们的胜利和体力，需要直接对那些恶魔出手吗？说话间，圣殿骑士频频看向陈宇，他能够察觉到陈宇拥有的深渊魔力。高贵的圣女殿下为何会和这样一个存在举止亲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过碍于圣女殿下的无上威望，他不敢发问。老子要灭了这些不长眼的白痴，你让你们的人都退下，免得误伤。陈宇极度不耐烦地对圣殿骑士摆了摆手。这么多恶魔和堕落者全部聚集在一起，
不正是他出手的最好时机吗？圣殿骑士顿时愕然，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10多万头，至少4阶史诗级恶魔，数千万，可能上亿的堕落者，是你说灭就灭的？圣女殿下，请做抉择。圣殿骑士没有理会陈宇，一脸别扭地看向小圣女。现在恶魔齐聚，正是消灭他们的最佳时机。迪罗斯，通知圣殿骑士团撤退。小圣女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是，殿下。迪罗斯立即策马而去。就算是小圣女下达了很荒诞的指令，但是她依旧没有任何迟疑地选择了执行。由此可见，小圣女对于麾下武装力量的控制达到了何种程度，其执行力恐怕不逊于生长在红旗下的子弟兵。看着圣殿骑士团逐渐撤回城中，小圣女逐渐露出兴奋的笑容。又要见面了吗？完美而又伟大的存在，希望这次或许我能窥见您阵容的1/10。整个凯勒城战场上，小圣女麾下的圣殿骑士团承担了至少90%的压力。如果不是圣殿骑士团撑着，依照塔纳西帝国那点实力，战线早就崩溃了。圣殿骑士团按照小圣女的命令撤出战场之后，防线立即显现出颓势，几乎无穷无尽的堕落者如同巨浪一般冲击着脆弱的帝国军阵线。漂浮在空中以及躲藏在人群中的高级堕落者和恶魔 BOSS 也开始尝试着出手。帝国统帅见状，赶紧将囤积在后方负责压阵的精锐和高手团队调上前线。这个时候，帝国统帅也顾不得思考为什么圣殿骑士团会撤退了，毕竟他们只是被援助的一方，骑士团不归他指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身处最前线的士兵而言，圣殿骑士团撤退无疑对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战斗意志衰退意味着伤亡增加，防御力度降低。凯勒城城墙，一名金甲骑士策马而来。小圣女一手搂着陈宇的脖子，另一只手对金甲骑士挥了挥。殿下，这位是？金甲骑士翻身下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陈宇。小圣女对他眨了眨眼，摇了摇食指。金甲骑士皱眉，没有继续追问，然后又说道：这个时候撤退，如果没有其他策略的话，很容易造成防线崩溃。殿下，请问下一步如何安排？达利亚大人。小圣女微微一笑，接下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看着就好。达利亚。陈宇转过头看向金甲骑士，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算起来，这名金甲骑士曾经还救过他一命。承蒙阁下关怀。达利亚向陈宇颔首致礼。虽然他想不起陈宇是谁，但他知道这个人至少不是敌人。人都撤下来了吧？陈宇问道。已经没问题了。小圣女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陈宇目光一凝，一道透明的波纹从他的身前荡漾开来。被波纹触及的空间，仿佛薄薄的冰面上扔进了无数烧红的铁球，瞬间4分5裂。紧接着，一条巨大的树枝贯穿黑暗的虚空，降临到了这个世界。树枝在空间中急速蔓延，仿佛从虚空中伸出的一条手臂。1米、10米、100米、1000米，树枝所过之处，时间紊乱，空间碎裂，一切元素被不断的搅乱重组。不管是堕落者、帝国军队，亦或是恶魔，没有任何存在能在这混乱的环境中坚持哪怕一个瞬间。一切物质，包括人的身体，都在迅速分解成最细微粒子。天空暗沉，就连漂浮在9天之上的云朵都倒灌了下来，与世间的一切重新交融。这是什么？同在凯勒城城墙之上，帝国前线统帅阿道夫惊骇欲绝。短短几个呼吸，前线军队就损失了不下20万人。他们仅仅是被那条恐怖树枝波及，就在无声无息中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当然，损失更大的是堕落者。堕落者的密度与分布范围都比帝国防线军要大得多。树枝延伸数公里，至少有数百万堕落者化为灰烬。神明，这一定是神明，这是神迹的力量。阿道夫身边几名副官瘫坐在地。凯勒城中，无数居民目睹了这一尊宏伟浩大的奇观，纷纷跪在地上，虔诚的祈祷。呼！陈宇怀中，小圣女喘着粗气，颤抖着伸出一只小手。好美，太美了，太完美了，如同万千世界坠落一般的压迫力。这才是神灵，这才是真正的神灵，无所不能的神明。一旁的金甲骑士同样内心震撼，除了震惊于世界树星象的威能，还震惊于这一幕的似曾相识。30多年前，同样是在万千恶魔的包围之中，同样是一个抱着圣女殿下的男人，轻描淡写的召唤出了这一尊形同神灵、挥手灭世一般的存在。可是当年那人，他很熟悉，甚至与他密谋演出了一场大戏。而今天，这个人却以另一个毫不相关的身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嘘！正当达利亚心绪如麻的时候，突然听见了小圣女的声音。小圣女竖起食指，挡在嘴唇前，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达利亚大人，这次的事要保密哦，不能告诉别人，特别是苦行者大人哟。看着小圣女眼中毫不掩饰的寒光，达利亚心中一凛。他可以肯定，面前这个人绝对不是他所熟知的苦行者赫拉图格斯。看小圣女的姿态，显然与这个人是很亲近的。赫拉图格斯当初究竟做了什么？达利亚忍不住心中思考。他算计圣女殿下的事情，圣女殿下知道多少？圣女殿下应该是从情报里知道了这个人，才匆匆赶过来的。这个人和圣女殿下到底是什么关系？苦行者、圣女殿下，他们究竟在谋划些什么？妈的，这些玩脑子的人心都脏，惹不起，惹不起，腻了，腻了。达利亚在狂烧 CPU 的时候，陈宇却在狂烧生机能量。他自身的生机属性是4800点，所以每个星象可储存的生机能量上限是48000点。得益于嗜血妖灵的变态充电能力，以及诸多恶魔和堕落者的慷慨解体，他的星象世界中一共近400只满生机的星象。至于满深渊魔力的星象，更是达到了近3万只。
这还是击杀大量高质量深渊恶魔，本体深渊魔力属性暴增后的结果，不然可能会把10万星箱全部塞满。2阶之后，世界树星箱展现的威能明显比1阶时要强上很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耗剧增。世界树星箱降临一条长度5公里左右的树枝，每秒钟大概需要消耗2万点生机。好在库存充足，不然1秒钟不到就会被抽空全部生机能量。正在这时，陈宇发现一股渺小的神圣力量居然在试图窥探世界树星象。神圣力量的源头没有任何掩饰，而且就在陈宇自己怀中。如果换个人做这种事，陈宇肯定二话不说，直接控制世界树星象，抽他丫的。但是小圣女吗？他想探查就让他探查吧，反正摆在他面前，他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别说小圣女，就算来个11阶的真神级，也不可能看透世界树的底细。陈宇将目光从小圣女身上移开，看向战场之中。他召唤世界树的第一目标不是下面那些挤成一团的堕落者，而是漂浮在空中的恶魔军团。在他召唤世界树的第一时间，恶魔 BOSS 们就知道这是惹不起的存在，纷纷四散逃亡。不过在他们的阵型还未散开时，就被世界树星相穿透。大部分恶魔还没来得扇动翅膀，就已经与地火水风融为了一体。有能力防御世界树威能的，至少都是7阶恶魔 BOSS。上空的恶魔军团中，最开始大概有近200头7阶史诗级恶魔，被世界树穿过之后，还剩下大约100头，其中大半都是重伤状态。而最强的7阶青铜 BOSS 一共有15头，比小圣女所了解的还要多上一些。此刻，这些7阶传说恶魔也大部分受了一些轻伤。远离世界树的影响范围之后，这些高级恶魔才敢停下来观察。这究竟是什么？一头7阶传说恶魔满是骇然地问道。太可怕了，这简直就像是在直面领主大人。不，这种程度的攻击还达不到领主大人的程度，不过差距不会很大。单论攻击范围和攻击力的话，或许比领主大人还要可怕。各位，我想说的是，你们真的认为他对我们发动攻击了吗？一头恶魔颤抖着说道。他只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而已啊。一众恶魔纷纷默然。是的，这根庞大的树枝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它仅仅只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而已。杀死他们的并不是那条树枝，而是这个世界承受不住它的存在自行崩解造成的各种自然现象。造成伤害的并非其本身，而是世界因它的存在掀起的天灾。它动了。突然，一头7传说恶魔惊恐地指着那根巨大的枝条，只见那原本巍峨不动，仿佛亘古长存不曾变化的伟岸树枝，缓缓向着他们的方向扫了过来。一众恶魔惊骇欲绝，纷纷转身逃亡。然而为时已晚，只是瞬间，庞大的枝条便已经带着破灭的时空和重重混沌从他们的身上扫过。结果没有任何悬念，15头7阶传说级恶魔化为尘埃，不复存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消灭7阶传说恶魔之后，陈宇控制着星香世界树，在堕落者大军的上空一个横扫，一切存在尽皆抹除，就连地面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00米深坑。这一扫仅仅2秒钟不到，至少抹杀了2000万堕落者。凯勒城危机就此解除。即便堕落者的数量仍旧达到数千万之巨，但缺少恶魔 BOSS 的领导以及精锐力量攻坚，剩余的堕落者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冲击凯勒城防线之前，他们恐怕就已经自相残杀起来了。并且凯勒城前方那个恐怖的巨坑也是堪称天险的存在，能够阻止堕落者一拥而上。但是凯勒城的士兵乃至于统帅和管理层却根本高兴不起来，因为凯勒城防线的士兵也同样死伤近半。在使用世界树星象的时候，陈宇考虑到这些士兵的脆弱，还特意控制了星象世界树的波及范围，防止前线军伤亡太过惨重，以至于无法防御普通堕落者的进攻。但他们实在是太过弱小，无法避免伤亡，就像大象路过蚂蚁窝，没有一脚踩上去，但四周依然有无数蚂蚁被他踩死。唉，陈宇轻叹一声，收回了世界树星象。恶魔死绝代表着他的任务完成，也就是说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无视因果隔绝，将小圣女带走。不要自责，小圣女安慰道，就算你不出手，他们也同样会战死于此。如果凯勒城被攻破，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啥？陈宇莫名其妙地看了小圣女一眼，只能说不愧是圣女吗？居然以为她会在意这些人的死活。实际上不管是任务世界还是副本世界，陈宇丢大招时的心态比扔2项箔的歌者还要平淡。不只是他，所有蓝星文明的职业者都一个样，认为只有蓝星人才是人。陈宇比其他蓝星人狭隘一点，认为只有腾龙帝国的人才能算人。行了，我们走吧。陈宇抱着小圣女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一直默默无闻的索菲亚连忙跟了上去。圣殿骑士军团的骑士长达利亚大人徒劳地伸了伸手，最终没敢阻拦。凯勒城的防御有圣殿骑士团协助，稳如老狗，不用陈宇继续操心。最后一天时间，陈宇除了猛刷小圣女，给她灌满了3个油箱之外，就是利用创世之力，结合自由育种，大量消耗生机能量，制造了2颗特殊的植物生命种子。小圣女和索菲亚一人1颗，这是他定位时空的重要手段。90天时间一到，熟悉的牵引力量传来，陈宇毫不犹豫地追寻而去。毕竟该做的都做了，没必要依依不舍。索菲亚紧紧抱着拳头大小的种子，望着陈宇逐渐变淡消失的身影出神。深渊吗？小圣女将种子捏在手中把玩着，万千画面一闪而过，无数零碎的信息在她的双眼中拼凑成了时光的回廊。她走在回廊之中，身后是一片光明，而前方仿若被雾霾笼罩，画卷却清晰地照映在她的眼中。有点期待未来了呢。原本我的未来很短，但是有你的未来很长呢。深渊吗？无所谓了，即便投身深渊，我也必须得到最漫长的未来。提示：你完成了2阶潜能试炼任务。2阶潜能试炼任务，任务难度
深渊。执行人：陈宇。任务完成度：完美。奖励结算中。结算完毕。提示：你获得一阶潜能试炼奖励潜能等级加20。提示：由于你的潜能等级提升，属性获得增长补偿。注：每个转职阶段完成的潜能试炼，只能获得该阶段的属性补偿。卧槽，20星！惊了！陈宇是真的惊了。一阶潜能试炼给的潜能等级才6颗星，2阶潜能试炼居然直接给了20颗星。如今他的潜能等级已经达到了60颗星，等同于2阶的神话级。也就是说，单看属性的话，他自己也是个2阶白银 BOSS 了。基础4维属性，每一项5000点的属性补偿，另外还获得了5000点自由属性。职业属性升级则是得到了1000点属性补偿。收获最大的并非4维属性和升级属性，而是深渊魔力。2阶潜能试炼任务之中，特别是最后一波击杀的恶魔数量恐怖，品质极高，以至于将他的深渊魔力属性直接抬升了数千点，达到了近万点的水准。要知道，这是没有消耗任何资源的，纯粹就是拥抱深渊技能附加效果，等同于白嫖。背靠星香世界里储存的海量升级属性和深渊魔力，陈宇感觉自己甚至能和竞技强者碰上一碰。如果是什么稀有级、普通级的竞技强者，估计可以打死。陈宇暗中思考，并且信以为真。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稀有级和普通级的竞技强者，只是由于信息壁垒，陈宇暂时还不了解情况罢了。像小萝莉云沉鱼这一类，相当于传说品质的职业者，都在7阶卡得欲仙欲死，并且这种人还不在少数。竞技2字本身就代表着一道难以跨越阶梯。古往今来，多少超级天才，如果竞技强者那么简单，岂能成为腾龙帝国镇守一方的强者？主人，世界树意志的声音出现在陈宇脑海，其中还带着一丝明显的幽怨。哼，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陈宇心情大好，笑眯眯地朝世界树挥了挥手。世界树没有再回话。主人，你回来了。一个元气满满的声音响起，紧接着陈宇就看到一团珠光宝气的东西像个炮弹一样朝着自己砸过来。啥玩意儿？陈宇淡定地伸出手，屈指一弹，叮的一声，这团珠宝首饰集合体原路飞了回去，撞在世界树的树干上。哗啦啦，各种各样的装备散落一地。一堆珠宝之中，小燕的小脑袋顶开几枚戒指探了出来，一脸的无辜和委屈。陈宇莞尔一笑，走过去蹲下身，伸出食指点在他的头顶，轻轻往下一按，又将他摁了进去。哇！小燕气愤地甩开首饰堆飞了起来，瞪着眼睛寻找主人的踪迹。只不过此时的陈宇已经退出了无上圣土。别墅的房间中，陈宇坐在床上，感应了一下自己创造的2枚特殊种子，随即他眉头一皱，因为他只感应到了其中1枚，而且如同迪利亚一般，只能感应到存在，无法感应到方位和状态。其中1枚毁掉了，2枚种子都是传说级，并且其中蕴含了大量生机能量。这2颗种子不会生根发芽，只是起一个定位作用。如此一来，基本可以确定试炼任务世界没有刷新机制，极有可能其存在的时间段在陈宇目前所处时空的无尽岁月之前。同一时间留下的2枚种子，1枚保留，1枚损毁。如果不是小圣女或者索菲亚在他离开之后立即刻意毁坏，那么只能是他离开任务世界之后时间线被拉长了。在这段时间之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件，导致持有者无法继续保护种子。令陈宇感到不安的是，被损毁的种子属于小圣女，当然这也属于正常状况。种子的强度很高，6阶史诗以下几乎无法摧毁。索菲亚层次比较低，她持有的那1枚种子损毁的概率也比较低。假设试炼任务的世界是在漫长的时光之前，索菲亚如果没有成就超级强者，很可能会自然死亡，而这枚种子也会随之长眠地下。就算她被敌人杀死，敌人也几乎不会刻意去毁掉这枚种子。小圣女层次比较高，如果她将种子带在身边，遇到高强度的敌人时，或许一次攻击余波就会将种子损毁。希望他的分析是对的。在如今的时空中，陈宇无法判断真实情况，只能下次试炼任务见到小圣女时再做下一步打算。前提是下次试炼任务依旧与小圣女有关。真的是你？一个惊诧的声音在陈宇耳边响起。陈宇回过神来，只见一身黑袍的桑罗莉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娇嫩的小脸蛋距离他不超过10公分。陈宇下意识的后仰，然后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你干嘛呢？人吓人吓死人的好吧？这是我房间，下次进来能敲门吗？就算是竞技强者也得有点公德心吧。突然出现在别人房间里是啥意思？你消失这段时间去哪儿了？遇到什么事情？有没有受伤或者遇到特殊情况？桑罗莉慌慌忙忙地问道。这段时间，陈宇感觉到不对，我消失了很长时间吗？也不算长。桑罗莉叹气道，1年0 3个月。不过就是你消失的太突兀了，就连花园帝君都感应不到你的方位。1年3个月。陈宇愕然。潜能试炼副本固定消耗2个小时，其余时间应该是观摩世界树创世的时候消耗掉了。至于说花园帝君感应不到他的方位，这很正常，毕竟只是个半神，能找得到无上圣土才奇怪。放心，我没事的。陈宇揉了揉桑罗莉的脑袋，我可是很难死的。你倒是没事。桑罗莉黑着脸说道，你这么一消失，搞得帝国情报部鸡飞狗跳，为了你的事，老娘还挨了个处分。要不是花园帝君现身，亲自宣告你情况完好，没有受到伤害，指不定要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当得知陈宇的消失是主动行为之后，李香月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一哭二闹三上吊，非要逼着陈宇下次消失之前找他报备。对于他的要求，陈宇表面上好，实则不以为然，只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职业者消失个一段时间，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看看老姐沉默，1年365天，有364天都不知道在哪发财，日子不也一样过？
以后不用太为我担心，你死了我都死不了。陈宇安慰道。说实话，有这么个可爱的小萝莉为自己牵肠挂肚，感觉还挺不错。虽说她可能只是为了任务，你这人安安稳稳的不好吗？偏要到处搞事情。桑萝莉嘴里嘟囔着，不满的情绪几乎明摆着写在脸上。上次陈宇在秘境里差点被坍塌的秘境活埋，就让他心惊胆战了好长时间。这次又在自家卧室神秘失踪1年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接手保护任务的时候，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短短1年多时间，他心态爆炸的次数比过去100年都多。跟在陈宇身边，虽然没有遇到强大的敌人，但总感觉比刺杀敌对势力的竞技强者还要刺激。好好，以后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陈宇笑呵呵的把桑萝莉抱起来，给她喂了一只棒棒糖。你找死！桑萝莉双眼一凸，表情瞬间暴走，一手捏住陈宇的脸颊，将他的嘴捏开，然后扯出嘴里的棒棒糖，恶狠狠地捅进了陈宇口中，随后直接原地消失，没留下一丝出现过的痕迹。啧啧，真可爱。陈宇嚼着糖球，乐呵呵地说道。正在别墅外不远处的丧萝莉再次怒火中烧，打发走了桑萝莉，陈宇离开小别墅，前往了转职殿堂。接触本源之柱，天道提示立即响起。提示：本源之柱检测到你已达到150级，是否接受转职任务？是，请选择任务级别：困难、噩梦、炼狱、深渊。比起2阶、3阶转职任务多出了深渊难度，与之相对应的普通难度消失掉了。也就是说，想要晋升3阶，至少也得通过困难级别的转职任务。天赋、技能、属性平庸的职业者，或许终生都没有晋升3阶的机会。我选择深渊。陈宇说道。有更高的难度，自然要选择更好难度的，难度高了才能获取更多的奖励。提示：困难级以下转职任务可以接取3次，噩梦级可以接取2次，炼狱级以上只能接取1次，失败后将失去转职机会。是否确认接取深渊级转职任务？确认。提示：任务正在生成，生成完毕。3阶晋升任务，任务难度深渊，执行人陈宇。任务内容：击杀至少2只3阶及以上黄金 BOSS。注意，该任务中若与他人组队，贡献度不得低于 95%， 否则不计入任务数量。注2，该任务中不得使用伤害性消耗品，不得使用临时提升属性的消耗品，不得加持超过3阶的外部增益，不得借助3阶以上外力。注3，在完成基础指标之后，你可以继续执行任务提升评价，评价越高，获得的任务奖励越丰富，但至多计算5个额外黄金 BOSS。尼玛，这任务是人能做的？陈宇忍不住吐槽，黄金 BOSS 是什么概念？别的不说，单看属性，小燕他们现在就是2阶黄金 BOSS， 单项属性超过6万，主属性精神超过 12W。 注意，原初精灵只是2阶，而任务要求的是3阶。下面2条注释直接把所有的歪门邪道都堵死了。如果说炼狱级的转职任务，普通的顶级天才还能通过家世运作一番，那么深渊级就已经脱离天才可以完成的范畴了。估计只有花园帝君这种层次的怪物才能肆无忌惮的接下来。当然，花园帝君本人属于顶级怪物，2阶的时候打3阶黄金 BOSS， 可能和砍瓜切菜也没什么区别。不过嘛，对我来说也就那样，小蛋糕一块。我手下的常规的战力都能爆杀7阶，何况一个3阶黄金？陈宇颇为得意的想到。客观上说，就算是陈宇对上3阶黄金 BOSS 也不会很轻松。别看他在试炼任务里能够不动用底牌就灭掉7阶青铜，那只是因为那名7阶青铜恶魔是个野路子穷比，从头到尾都没表现出过强力天赋和高品质技能。那个浑身缭绕火焰的状态，强度充其量就是个上等的稀有品质技能。7阶普通 BOSS 的那些爆发技连稀有都算不上，像是云沉鱼这种科班出身7阶传说，一身极品装备先闪瞎你的眼睛，然后一堆高品质技能加上强力天赋，别说 30W 属性的星象，就算 60W 属性也不够看。实质上，星象之种也就是个2阶10级的传说技能而已，你不能指望靠它来碾压一切。几万学分就能买到传说技能，7阶导师能买不起？外界为之争得头破血流的珍宝，在腾龙大学之中不过尔尔，属于明码标价的商品。腾龙大学里的任何一个导师乃至毕业的学员去了外面都能徒手创造一个大势力，这就是腾龙大学的底蕴。目前陈宇没见过高端职业者全力出手，自己又是平民出身，有些东西不怎么通透。如果家里有个竞技强者级别的长辈，心态肯定不会这么飘。不过对于陈宇而言，偶尔心态飘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他有容错率，而且高达100%。接下任务之后，陈宇心情愉悦地走出转职殿堂，一个熟悉的身影恰好迎面走来，修长圆润的双腿裹着白丝，贴身的白色牧师服勾勒出前凸后翘的完美身材。哟，李学姐，这要巧，你也来转职啊？陈宇笑着招呼道。陈学弟。李雅露满脸惊讶，随即他喜不自胜地给了陈宇一个带球撞人的拥抱。他好了，你还活着？